其实宇智波佐助和斑爷并不是真正的因陀罗转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不仅3岁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6岁觉醒了须佐能乎完全体，甚至就连宇智波止水也被他秒杀。然而就是这么强大的你，却被宇智波族长视为耻辱，因为你是连下忍都还没达到的吊车尾。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都是因陀罗的计划。在他被阿修罗打倒后，最初他的力量其实只分别转世给了2个人，一个是宇智波斑，而另一个就是你。宇智波斑只是一个实验品，所以只被分到了30%的力量，而你才是真正的因陀罗继承者，独占70%的力量。但是由于宇智波斑对付千手诛剑失败，因陀罗有了前车之鉴，所以现在他的神识给你的指令就是必须要低调，莫到千钧一发，不能展现出真正的力量。可你现在正带着宇智波家族一半的人准备叛逃木叶，因为你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今晚宇智波鼬就会来屠杀整个宇智波族人，目的就是为了宇智波佐助活下去。而你为了不尽早暴露实力，也只好选择带着族人叛逃。结果你刚走到大门时，一个人影站在前面挡住了你的去路。你来了，我已经等候多时了。说话的人正是族长宇智波富岳。看来族长大人已经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此时的你不慌不忙看着他，然而通过宇智波富岳的解释，你才知道他其实早就知道你的计划。只是他觉得你的实力太过于垃圾，会导致整个宇智波灭亡，所以今天来阻止你。而你也把今天宇智波鼬会来的消息给他说一遍。可原本你以为宇智波富岳会为之震惊，然而万万没想到，宇智波富岳不仅没有吃惊，反而还支持宇智波鼬的做法，因为在他眼里，宇智波鼬才是天资最高的，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你一听到宇智波富岳的回应后，明白了一个事实：今天不拿出一点实力，他怕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随即你二话不说，一口好火球之术向宇智波富岳喷去，而他也丝毫没有落下。此时2个巨大的火球汹涌射出并碰撞在一起，轰！巨大的爆炸声惊天而起，耀眼的火光更是照亮了小半个木叶村。一时间，如此激烈的战斗更是惊动了大半个木叶，使得无数暗部忍者、木叶高层急忙循声而来。此刻身处在激战中心的富岳更是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你这个侄儿虽然是个吊车尾，但是好火球之术威力居然如此之大，甚至分毫不弱于自己。在对持几分钟后，你明显感觉继续打持久战显然是不妥的。虽然自己的好火球之术威力确实惊人，但真论查克拉储备，自己未必比得上富岳这个标准顶级强者。毕竟你才10岁而已，必须爆发一下。大族长，拿出点实力来吧，直接开大吧！今夜就让木叶再感受一次痛苦。下一刻，一抹极致的血红之光从你的眼瞳内绽放，紧接着一具蓝色的骷髅魔神拔地而起。没错，此时你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随之也直接觉醒须佐能乎来战斗，并一拳向宇智波富岳打去。见状，宇智波富岳也为之大惊。夏目，你什么时候开启的万花筒，竟连第3力也掌控了？你不是吊车尾吗？显然，此时的宇智波富岳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然而就在此时，另外一片红色的查克拉咻然涌出，迅速凝实成型，化为了一具同样高大的骷髅须佐，并硬生生接下了这一拳。砰！巨大的闷响声乍现，强大的冲击波将在地上留下了大片凹痕。当烟雾散去，你才看清，这另外一个须佐能乎居然是宇智波富岳。这直接让你大吃一惊，因为在你的印象里，宇智波富岳根本就不可能掌握着强大的神之力。可现在这般面前，显然超出了你的预期。随后2具须佐魔神的激战正式打响，每一次对撞，每一次交锋，实在过于狂暴，所一散出的余波就足以让周围的建筑瞬间崩塌。这也让在场的元飞日斩和志村团藏等众人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此情此景让他们也摸不着方向。现在他们唯一可做的，只有派精英上人把这场战斗能够波及到的村民快速转移。而此时须佐能乎消耗巨大的查克拉，使得你有了疲惫感。下一刻，你使出全身力量，让须佐便屈手不握，直接抽出了一把近20米长的查克拉大刀，朝着富岳的须佐猛然砍去。极致的危险感在富岳头皮上炸开，刹那间，他也连忙催动万花筒血轮眼，朝着他未曾掌握的须佐第2形态蜕变而去，准备强行迈入第2形态。可奈何，你的这一刀太快太猛，不等富岳须佐身上的查克拉血肉包裹成型，便直接一刀撕裂了血肉，劈开了骷髅骨骼，接连快速的砍了3刀。看，富岳的须佐在汹涌的刀势之下被当场斩破，而他本人也口吐鲜血倒飞而出，接连撞破了好几栋房屋后，才堪堪倒在了数十米外的一片废墟之中。你3招之内大败一名妥妥的影级强者，如此震撼的一幕，也令周围的一众忍者们无不咂舌惊骇。然而就在此时，你的须佐能乎完全体退化成了骷髅形态，因为你的查克拉已经无法维持完全体，但你的目的已经达到。在叛逃之前，你和大族长富岳干一架，可不是自己吃饱了没事做，因为这样激战一场，一是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让宇智波族人更有信心跟着你，毕竟在这个残酷的忍界，唯有实力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二是可以吸引绝大部分木叶忍者的注意力，让其他想逃走的族人趁乱赶快走。现在看来，效果已经达到。于是你二话不说，瞬间跳出了数十米远，并朝着木叶之外迅速逃去。冲出包围圈后，你立即便施展出影分身之术，分出了5道身影，朝着数个方向逃去。因为你知道，元飞日斩怎么可能让你就这样逃走，肯定有追兵。果不其然，随即而来的追兵被你的影分身成功吸引。不过片刻，你便完全冲出了村子，窜入了一片密林之中。不过此时，你的双眼内升起的灼痛感，也让你被迫解除了须佐能乎。你的查克拉近乎耗尽，不过你丝毫不慌，你靠着茂密的树叶遮挡住了身形，并沉膝盘坐，右手一翻，拿出了3颗带着隐隐光晕的丹，这是因陀罗赐予你的神丹，吃下后可以迅速恢复查克拉，修补身体伤势。于是不到10余秒，你体内的查克拉便恢复了一半多。然而就在此刻，
突然3把苦无朝你射来，你感知急忙从中跳出，出现在你眼前的是2个根部忍者。然而与此同时，树林后方的阴暗中，一道拄着拐杖、眯着双眼的身影也缓缓地走了出来。团藏看清人后，你怒喝一声：“真是一只狡猾的小鬼头啊！居然靠着影分身引开了大部分的追兵，并让本体躲在这里。只可惜还是被我识破了。”团藏轻蔑一声，带着几分喜色。而你此时也是大吃一惊，因为你已经很隐蔽了，也不知道团藏是如何发现的。而下一刻，他二话不说，便指挥2名根部忍者向你杀来，并要求不要毁掉你的血轮眼。就在2人即将杀到你的身前时，你微微一笑，黑暗行之术一瞬间以你为中心，将周围10米之内的区域全部笼罩了进去，并强制剥夺了这2名根部忍者的视野。紧接着，你的万花筒血轮眼发动了刹那之术，这是属于你的万花筒左眼专属能力。于是，一瞬间，你的速度暴涨了6倍，你直接手握苦无流光一闪，那2名根部忍者也只感觉颈脖一凉，接着便重重栽倒在地，失去了生机。然而就在这时，眼见着前方大片区域的光芒皆被一团黑幕瞬间吞噬，团藏也不由为之一惊。人老成精的他，自然瞬间就认出了这个忍术 A 级禁术黑暗行之术，这是2代火影千手飞间装满发明出来，专门用来克制宇智波一族这样桐树家族的禁术。怎么会被这样一名宇智波一族的小鬼给学去呢？哼，愚蠢！真以为靠着一个幻术就能取胜吗？这般禁术消耗的查克拉可不少，估计已经榨干了他体内最后一点查克拉吧。终究是小鬼罢了，实在天真。稍稍惊愕后，团藏更是蔑笑了起来。在他看来，夏目这不过是困兽犹斗，殊死挣扎罢了。那双万花筒血轮眼终究还是自己的，只不过黑幕中的战斗似乎结束得非常快，前后不过2-3秒，由那一大片由黑暗行之术制造的黑幕便被突然破开。下一刻，大片猩红色光芒破晓而出，带着狂暴的查克拉宣泄散开，一只巨大的暗红色须佐能乎陡然显现，而是还直接是拥有着血肉、穿着外衣、手持武器的半身第二形态。见此，团藏瞬间大惊，怎么会？这小鬼不是油尽灯枯了吗？怎么还能施展须佐能乎？刚刚夏目逃离时，团藏非常确信这小鬼几乎耗空了瞳力和查克拉，可现在看着结实的须佐身影，这气势逼人的查克拉波动，哪有半分查克拉干枯的迹象啊？简直比嗑了药的还要猛，就是冰凉丸也没有这般效果呀，真是活见鬼了。只不过夏目这边可没有给团藏发呆的时间。团藏，你不是说这区须佐能乎不足为惧吗？那就让你来试试吧。一声畅笑中，一把10余米长的暗红色查克拉大刀呼啸而出，从右侧横向砍来，席卷风云，势若开天。靠着须佐施展出的这一刀实在太快，快的团藏根本就避之不及，巨大的刀刃便已经近在咫尺，而刀刃所产生的强劲查克拉威压与风压更是死死镇住了团藏，封锁了他的逃离路线。力求一刀必杀，这才是夏目停留在此埋伏团长的真正杀招。土遁、土流臂、风遁、真空波，千钧一发之际，致死的危机感压榨出了团藏的所有潜力，令他不顾查克拉反噬，强行瞬发忍术，在自己右侧接连筑起3面土墙，用作防御，同时口中还向下猛地喷出一大团风遁气波，企图靠着反冲力突破夏目的刀罡风压，躲避这一刀。3面土墙后径1米，防御力惊人，可在夏目的须佐大刀面前，并不比黄油坚硬，就如同刀切豆腐一般，轻易切破，继续砍向团藏。而刚刚靠着风遁反冲力跳起不过半米高的团藏，便眼睁睁地看着土遁防御被破，那把巨刀直勾勾地横切向了自己，害得他双眼圆睁，魂飞魄散，大吼一声不！下一刻，刀刃划空，鲜血飞溅，团藏的2只腿皆被齐刷刷地斩断，坠落在地，而他本人的上半身更是被气浪冲飞，重重地砸在10余米开外。一时间，双腿下的剧痛、猛然落败的羞辱，再加浓浓的荒唐感等等情绪叠加在一起，这一刻近乎令这位根部领导木叶最深处的黑暗头目都差点崩溃。怎么会？我的腿！这不可能！团藏失去了往日的阴沉，面色扭曲地嘶喊道。纵横木叶这么多年的他，怎么也曾想到自己竟会一招败在一名10岁的宇智波小鬼手上，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另一边，眼见着一刀未能击杀团藏，则躲过了致命一刀吗？那就再来一刀吧。夏目瘪嘴一声，而后没有分毫迟疑，控制着须佐再次挥刀而出，从上向下精准无误地再次砍向了团藏。这一刀威势更猛3分，似要劈开大地一般，根本没给团藏反应机会，便休然而至。轰！巨大的轰鸣声骤起，这势若万钧的一刀直接在地上劈开一条近30米的深深沟壑，光是其卷起发冲击波便吹倒了周围数十棵大树，威力骇人。如此重击，别说是血肉之躯的忍者了，就是皮糙肉厚的通灵兽都绝对难以硬抗。夏目不信，如此重击，团藏这个混蛋还能接得住？此刻激烈的战斗波动，强大查克拉气息，高大威猛的须佐身影，都迅速吸引了周围不少追击中的木叶忍者注意。想来很快就会有人赶到了这里，自己也是时候离开了。只不过就在夏目准备离去时，那条深深的刀痕沟壑旁，一道虚幻的身影渐渐凝实而现，竟是团藏那个老贼。此刻的团藏正无比狼狈地躺在泥地上，双腿齐断，满口鲜血，只得用半只左手撑着地面，极度憎恨怨念地看着夏目。夏目刚刚的第一刀实在太凶，就差一点就直接将团藏腰斩了。但饶是如此，被斩断双腿的团藏依旧身受重伤，只得勉强用查克拉止住双腿的伤口。不过按照这伤势，
若是得不到及时医治的话，待伊邪那岐的效果一过，他怕是依旧得死。同时间，眼看着团藏复活，夏目也瞳孔一缩，眉宇微皱。身为宇智波一族的他，又岂会不明白，团藏这混蛋必然是动用了宇智波一族的究极瞳术伊邪那岐，靠着这个禁术扭曲了现实与虚拟，将刚刚所受到的致死攻击物理性的恢复到血轮眼记录的状态，从而规避了自己这绝命一刀。该死，这就是究极瞳术伊邪那岐吗？虽然是以血轮眼永久失去光明为代价，但这效果确实堪比神迹了。自己之前假装脱力，示敌以弱，就是为了让团藏放松警惕，然后悍然出手，一刀更比一刀快，更是不想让团藏有机会施展这个禁术。没想到刹那间还是让这个混蛋开启了这个禁术啊！唉，也只能怪自家的先祖太优秀，居然开发出了这般极致的瞳术，更怪团藏这个老阴逼太过无耻，竟偷学了这般究极瞳术，还夺走了止水和其余族人的血轮眼。禁术伊邪那岐，团藏，你的狗命确实像屎壳郎一样又臭又硬啊！夏目盯着团藏，眼中带着怒火，咬牙咒骂道：嗨嗨，屎壳郎那是何物？团藏一边咳血一边咒怨着眉宇疑惑道，他怎么也不明白，夏目这个小鬼明明都已经油尽灯枯了，为何能迅速恢复并爆发出这般实力？若是知晓他还能开启须佐能护的话，自己也绝不会贸然现身的。只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个狡诈的小鬼确实赢了一筹，让自己为之付出了双腿的沉重代价。万幸自己还藏着底牌，从止水那夺来了一只血轮眼，还偷偷从宇智波一族内得到了伊邪那岐这个禁术，从而保住了自己的一命。不然他怕是已经和身旁的那道深幽沟壑一样，被一刀劈成肉泥了吧？太可怕了！侥幸余生的团藏不敢迟疑，连忙挣扎着用嘴撕开了包裹着右臂的纱布，露出了那整整一条由大蛇丸制造的木盾细胞移植右臂，以及2颗鲜活的血轮眼。镶嵌在手臂上的鲜活眼珠，光是看一眼就显得极度扭曲，令人头皮发麻。也不知道团藏这家伙晚上是怎么睡得着的。血轮眼，木盾细胞，畜生！夏目怒骂一声。而对于夏目的辱骂，团藏并不在意，恶心也好，罪恶也罢，只要能获得实力，能让自己更强更加优异的登上火影之位，带领木叶走向辉煌，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若是没有移植血轮眼，若是不会伊邪那岐，可能他刚刚就已经死了。小鬼，没想到吧？嗨，你输了！团藏吃力的嘲笑一声，并扬了扬自己的血轮眼右臂，做好了随时再次发动伊邪那岐的准备，以免对方趁着禁术间隙攻击自己。很显然，身为根的领导，再加上残酷的第3次忍界大战以及各种高危任务的牺牲率，这家伙想要暗中夺取几具宇智波族人的尸体，并获取他们的血轮眼，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估计也正是因为初步移植了这几只血轮眼，让他尝到了这种血迹限界的强大与美妙后，这家伙才会不惜对止水出手，才会如此不留余力的暗中推动灭族宇智波的计划吧。2只血轮眼再算上止水的那一颗右眼的话，团藏这个老家伙手中一共有着3只血轮眼，也就是说他至少可以发动3次，维持3分钟伊邪那岐。自己能撑过3分钟吗？当然可以。若是没有伊邪那岐，3秒都用不到，自己就能再轰杀团藏一次。可开着伊邪那岐的3分钟无敌，可就麻烦了。毕竟此刻别说3分钟了，就是多拖延1分钟，周围便会有无数的木叶忍者杀到，届时自己就成那瓮中之鳖了。当然，这场伏击也不是没有效果的，起码重创了团藏，废掉了他的双腿，还逼得他开启伊邪那岐，从而浪费掉了止水的珍贵万花筒血轮眼，也算是为自己排除了一大危险。毕竟止水的万花筒血轮眼能力别天神，实在恐怖，自己若是不小心的话，也可能被其控制，届时那可就完了。总之也算不亏了。更何况一个活着的团藏可比死的团藏更能危害木叶，削弱木叶。叔，你一个失败者也好意思评论别人？你不就是想当火影吗？原本就残缺，现在双腿也废了，我看你拿什么当火影？这么怕死，还去争什么火影之位啊？夏目的嘲讽瞬间令团藏怒发冲冠。20多年前因为一念之差，从而错失火影之位，本就是他心中最忧郁的死结。更何况还是被这样一名10岁出头的宇智波毛头小鬼嘲讽他毕生的夙愿和追求，这着实令他恼羞成怒，难以接受。你，小鬼，你就再猖狂一下吧，等一会我一定将你抽筋扒皮，让你生不如死。团藏阴雾着脸色，极度怨念的诅咒道。多年身居高位，隐居幕后的他也锻炼出足够的定力，尽管此刻心中怒火中烧，但依旧没有失去理智，继续维持着禁术伊邪那岐，以保证自己的不死。反正只需再等片刻，木叶便会有大把忍者汇聚过来，围住这个小鬼，届时最终获胜的依旧还是自己。刷刷刷，片刻间陆陆续续便有不少暗部忍者赶到，并连忙护住了团藏，包围住了夏目。只不过在那巨大须佐魔神的威慑下，依旧无人胆敢强攻。同时不远处3代火影元飞也迅速领着好几名大族族长驰援而来。团藏大人，怎么会？眼看着这里的一片狼藉以及重伤濒死的团藏，随之赶来的众人也无不惊骇万分，皆难以想象团藏这个老阴逼竟会败给一名本该油尽灯枯的10岁少年，而还输得如此之惨。同时间看到木叶增援赶到，夏目也确信了无法再击杀团藏了，只得收起须佐能乎，转
准备离去。毕竟自己虽强，但暂时还没有力敌整个木叶的能力，更何况还有袁飞那个老不死的。自己之所以没有选择和木叶硬刚，就是因为袁飞这家伙的存在。别看对方已经年老体衰，实力大不如巅峰时期，但那忍术教授的名号也不是白搭的，总体实力至少处在影级中上水准。最主要的是，对方还掌握着尸鬼封禁这种 bug 的封印忍术，堪称极限1换1的招式。没看那诡异如斯的蛇仪都栽了吗？夏目可不想打着打着，直接被袁飞那个老家伙召唤出的死神一把抓走，死得不明不白的。这才是夏目选择绿族叛逃木叶的根本原因。不然的话，就自己和傅月两人开着2具须佐高达，都足够将木叶来回杀个7进7出了。此刻，袁飞看了看凄惨的团藏，心中也升起丝丝不忍与愤怒。团藏这家伙虽然缺点不少，而且野心勃勃，但总归是自己的老战友、老相识，而且这么多年中也为木叶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背下了不少罪孽，所以袁飞也才一次次的纵容着他，包庇着他。通知医疗班，马上施救！团藏迅速下令道。几名忍者连忙带着团藏退了下去，而后袁飞这才看向了远处的夏目，眼神中也带起了少许温怒。宇智波，夏目，是吧？你究竟想做什么？离开木叶？当然，在你们看来就是叛逃。夏目爽朗承认道。为什么？三代目，你也好意思问为什么？覆灭宇智波一族的决定，你不也默许了吗？难道非要我待在村子里等死？夏目鄙夷着，很是锐利的质问道。你！袁飞勃怒一声，但却不知如何辩解。毕竟身为火影，团藏对右下达的灭族威胁，他也是隐隐知晓的。而且单凭右和带土二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屠戮掉整个宇智波数百号人口。那些隐藏在暗处准备伺机出手的暗部、根部忍者才是主力，右不过是用来背锅的一大借口罢了。哎，夏目，束手就擒吧，只要你愿意投降，村子会酌情饶恕你的。沉吟了片刻，袁飞只得劝降道。不比团藏，他非常清楚，若是这位宇智波的妖孽少年拼死反抗的话，必然会给木叶带去极大伤亡，乃至再搭上几十条珍贵的暗部忍者性命。村子会酌情饶恕我，真是可笑啊！三代目，到底什么是村子？是有火影的地方就是村子？袁飞连忙否认，当然不是，村子是人民组成的，继承着火之意志的一众村民们才是真正的木叶隐村。那我们宇智波一族就不算是村子的一份子吗？当然是，可……袁飞再次语塞。还是那个理，木叶高层决定的宇智波灭族计划确实不算光彩，以大义之名剥夺他人生命，这就是你口中的火之意志？这就是你从初代、2代大人那继承而来的遗志？现在的木叶真是烂到根里了！夏目大声怒斥，随后才悠悠唏嘘道：行了，不说废话了，从今日起，我宇智波夏目率半数宇智波一族正式叛出木叶，有能力的话就来杀我吧，我等着你们！夏目长笑一声，锐利的目光扫过周围所有木叶忍者，震慑的一众暗部忍者纷纷头皮一麻，后退半步。接着逆通灵之术开，砰的一声，刹那间一团白雾爆开，夏目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并瞬间出现在了百里之外的既定聚合点。此刻木叶隐村内，宇智波一族的驻地中，大片宇智波族人正站在满是烟尘的废墟中，一脸懵逼的呆滞着。从激战开始到自家大族长落败，再到那位夏目族人叛逃，前前后后也不过10来分钟的时间，他们宇智波一族驻地内的大半建筑就都化为了一片废墟，这也太生草了吧！但很快这些族人却又发现，驻地内很多熟悉的族人都不见了，莫约估算起码少了一半还多。那些族人都去哪了？难不成真的都叛逃了？不少宇智波剩余的族人都暗暗心惊出猜测道。毕竟前段时间族内确实有人来打探过他们是否愿意离开木叶，剩余的这些族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婉拒了，或者只是将其当成了一个玩笑。可现在看来，这哪里是玩笑啊？他们真的叛逃了！可恶！要是早知道这是真的话，自己也该逃啊！一时间，不少堪堪反应过来的族人也不由陷入了浓浓的后悔之中。与此同时，大片焦黑的废墟中，一道不算高的身影却在快速跳跃奔跑着，很快又便穿过了重重废墟，来到了父亲傅月被击倒的地方。可还没等他刨开废墟，一身灰尘但却精神抖擞的宇智波傅月却从一堆碎木中站了起来。哟，你来了，父亲，您没事吧？眼见着父亲还活着，又也微微安心了几分。尽管今夜的他原本是要与父亲和整个宇智波一族决裂的。没事没事，夏目那小子最后还是留了几分力道，不然的话。傅月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微微唏嘘道，但立即就发现自己的多嘴，并闭上了嘴巴。自己和夏目那小子激战演戏的事，可不能让木叶知道了。刚刚他们确实是在真打，你看都打塌了这么多房子了，损失多大啊！父亲，你和夏目堂弟他？隐隐有所猜测的鼬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夏目啊，那小子带着半数多的族人叛逃木叶了，我刚刚在阻止他，没想到还是失败了。傅月惋惜一声，但那双眼瞳依旧锐利，丝毫没有半分惋惜之色。怎么会？那他不是在找死，就是带领半数族人叛逃成功了，也不可能挡得住村子的后续追杀啊！而且他这般叛逃，剩余的族人更是难逃重责。又大吃一惊，非常不明白夏目堂弟他怎么会做出如此疯狂且愚蠢的举动。他应该有自己的考量和应对之策吧。不过对于他来说，留在村子里等死才更为不值吧。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
你为了木叶，为了佐助，选择与家族为敌没有错。夏目为了自己，为了族人，选择与木叶为敌也没有错。虽然想法不同，但你们都是出色的宇智波俊杰，未来如何，皆由你们去创造。傅岳罕见地感慨着，并微微仰头看向了星空。宇智波一族的未来如何，他现在也看不清了。原来，父亲，你已经知晓了。我又心中一惊，不知如何辩解。哪怕有再多理由，自己背叛家族，决定手染鲜血的罪孽都不容置疑，不必自责。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你的任务也该缓一缓了。先去看看你母亲和佐助吧，他们应该并无大碍。好！一听到佐助，又也瞬间振奋了少许，连忙准备去看看自己的亲弟弟。只不过，就在这时，唰的一声，又一道穿着木叶警卫部队外套的身影咻然闪现在了两人身旁。族长大人，右少爷，失礼了。一头灰色、面露古态的宇智波八代迅速问好着：“八代吗？你怎么来了？”是夏目少爷的嘱托。八代，哎，没想到你居然也投靠了那小子。傅岳微微一惊，毕竟45岁的八代经验丰富，实力出众，也算是宇智波一族内的坚实支柱了。更是自己在木叶警务部队内左膀右臂，他也十分钦佩于一众。只是没想到，就连八代这家伙也投靠了夏目那小子吗？八代微微叹息一声，坦然道：“族长，我也只是想改变整个家族现状而已。比起夏目少爷，您终究还是太保守了。”傅岳咳嗽一声，无所谓的摆了摆手：“嗨嗨，行了，这些话就别说了。那小子确实妖孽的不像话，实力也极为骇人。你替他效力也不算坏事。”这一次，傅岳确实感觉自己老了，看来家族的未来还是得交给夏目。哟，这些年轻一代去打拼了，自己就发挥点余热，支持支持他们吧。你来这是那小子还有什么安排吗？是的，夏目少爷还有一些话想留给右少爷。八代说出了目的。留给右的？傅岳微微疑惑，就连一旁的右也为之一愣，不明白那位强得离谱还藏得那么深的夏目堂弟究竟给自己留了些什么话。下一刻，八代递出了一卷卷轴，又接过卷轴，在父亲傅岳的首肯下打开阅读了起来。片刻后，看完了卷轴，又不由猛然一震，双眼发亮，那颗本该死寂冰冷的心也陡然间活跃了起来。不为了其他，就因为卷轴上记录的方法很有可能令剩余在木叶内的宇智波族人逃过了一劫，无需再被灭族，无需再和木叶死磕。这就是夏目堂弟留下的后手吗？确实值得一试啊！又感慨一声，并迅速做出了决定。与此同时，另一边，木叶隐村向北100里开外一处隐秘丛林中，一大群宇智波族人正围聚在此。他们中老老少少、年轻的、健壮的、貌美的，林林总总，加在一起竟有400多人。显然，他们都是从木叶中叛逃出来的宇智波一族的族人。而此刻，众人也正在几名实力不俗的族人带领下停留在此，静静地等候着。没一会，众人的中央草地上，那种只有巴掌大小的通灵兽熊猫也陡然得到了指示，连忙伸出2只圆溜溜的爪子，结印发动。下一刻，逆通灵之术启动，直接将远在100里之外的夏目给通灵到了此地。毕竟，这通灵之术本就是时空忍术的一种，从理论上来说，确实可以用来逆向召唤。而这更是夏目敢于独自留在木叶大闹一场的保障之一了。如若不然，想从木叶的严密包围圈内逃离出来，可不容易。我回来了，大家都没事吧？白雾中，夏目高呼一声，对着一众族人招呼道。同时，眼见着夏目安然回归，周围的数百名宇智波族人也顿时兴奋欢呼了起来。夏目少爷，少族长，太好了，少族长回来了，我们终于逃出木叶了！无数的欢呼声响起，一潮盖过一潮，煞是雀跃。显然，备受木叶排挤和刁难的这些宇智波族人们，逃出升天后，也终于卸下了包袱，舒心畅快了起来。毕竟，现如今的夏目可是他们所有人的主心骨，是带领他们奔赴辉煌未来的指明灯。没有什么比自家新任少族长安然回归更令他们振奋的了。同样的，环视一周，目睹着族人的喜悦之色，感受着脱离木叶后的轻松气息，夏目也罕见的扬起了嘴角，颇为开怀。稍稍欢庆后，夏目也开始干起了正事。此刻，他们虽然已初步逃离了木叶，但危险依旧没有解除，还不是松懈的时候。日曜，有多少人逃出来了？伤亡如何？算上少族长您，目前总共逃出了419人。逃离途中，3名族人战死，另有5人被俘。这位年轻宇智波日曜也是夏目收服的杰出助力之一，今年才满17岁，刚刚加入木叶警备部队，特别上忍的实力，但做事果敢细心，值得信赖。夏目微微皱眉，极为不忿。尽管自己和傅岳的大战已经引开了绝大部分木叶忍者，但400多人想要完全安然逃出，确实不容易。损失了8人吗？哼，木叶的那些忍者还真是不留余力啊。这是暂且不论，被俘虏的族人，我之后会想法救出来的。腾，那件事成功了吗？夏目看向了右侧的另一名族人，凝重地问道。回少族长，已成功。这里面就是从木叶金库内洗劫而来的银两了，已按照少族长你的指示，只洗劫了其中一半，总计7800万两。这位宇智波腾连忙打开了身上的背包，露出了里面的大量空间卷轴，足足有10多个，每一个里面都装满了从木叶金库内洗劫而来的银两。估计木叶再怎么也想不到，宇智波叛逃的人还敢去突袭金库吧？因此，金库外的守卫在擅长幻术的宇智波忍者手下，着实不堪一击。见此，夏目也不禁大喜，这一大笔银两才是真正的大宝贝啊！
事实上，趁着暴乱之机洗劫木叶金库，这也夏目的计划之一。要知道，自己可是带着400多口族人一起叛逃的。将来建村定居下来后，族人们的衣食住行，样样都需要花费钱财，堪称无底洞。更别提建村本就需要消耗大量资金，自己率族叛逃木叶，是为了奔向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的，不是带着一群人去当野人的。而且，身为木叶叛人，未来的短时间内，自己等人定然难以接取大国任务，赚取酬金。因此，这一大笔从木叶金库洗劫而来的资金，便是自家的启动资金。7800万两，相对于5大国来说，真的不算多，但对于自己等人却妥妥够了。而之所以只洗劫了一半，没有全部拿走，也是避免木叶狗急跳墙嘛。真要是全部洗劫走，让木叶的经济链断了，陷入了经济危机，估计袁飞等人保准领着全村人来追杀自己等人吧。干得不错，有了这些钱，我们一族定然能再创辉煌。都是少族长大人英明神武，运筹帷幄。宇智波藤咧着嘴，兴奋地笑着赞许道：“毕竟洗劫木叶金库，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啊！自己这20多年来，从来没干过这么爽的勾当啊！这一切都多亏了这位少族长啊！行了，别拍马屁了，通知下，整备1分钟，然后继续出发，目标鹰之国。那边我已经预留了人手，到时候会好好接待并安置族人们，让他们不必担心。”夏目迅速下达指令，没有分毫的拖延。遵命。准备好后，你们先走，我去见个人，很快追上你们。是。几分钟后，在有条不紊的组织下，此地的400多名宇智波族人也再次踏上了路途，奔向了鹰之国。鹰之国就挨着火之国，火之国北面，以普通忍者的速度赶过去也就1天出头的时间。可这400多名族人中，有一多半都是老弱妇孺，并非忍者，脚力和体力都颇为羸弱，想要赶到鹰之国，怎么也需要3天左右。期间还得面对消除痕迹、阻拦木叶追兵、解决食物饮水等等问题，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稍有差错便会万劫不复。当然，这些问题都是接下来需要考虑，而此刻自己需要解决的还有另外一个难题。出来吧，别藏了。夏目轻喝一声，并伸手提起了脚前的背包，抚摸了一下包中的众多空间卷轴。丁，恭喜你获得了7820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78200000价值点兑换为782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7820金币，目前余额7828金币。看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以及那陡然入账的巨额财富，夏目心中也乐开花。要知道自己在木业内攒了10年的压岁钱，打了无数零工，这才堪堪攒够1000万两，充值了1000金币，并兑换出了万花筒写轮眼。现在仅仅片刻就获得了近8000金币，着实堪称暴富啊！接下来系统内的那些昂贵兑换能力再也不是遥不可及了，什么飞雷神、仙人模式、8门遁甲、轮回眼、重离子模式，我全都要啊！果然打工什么的哪有抢劫来钱快啊！就这样陡然暴富的近8000金币，也给夏目带来了充足信心，对于即将登场的这名强敌也坦然多了。随着夏目的呼声落下，不一会，后方不远处一道模糊的身影也渐渐凝实显现。毫无疑问，对方正是一路追寻至此的带土。拥有着神威的他，赶路速度远超寻常忍者，只需认准方向，想要追上叛逃的这些宇智波族人，并不算什么难事。没想到你居然察觉到我了！带土从树杈上跳下，迎面对着夏目，眼中带着几分惊愕与忌惮。自己果然没猜错，宇智波一族总能时不时蹦出些天才来啊！以前的止水，现在的鼬，还有眼前的这个夏目，都是堪比妖孽的天才啊！自己像这家伙这么大时，还只是个吊车尾呢，而这小鬼都能开启第3力，须佐能乎，甚至还领着一族成功叛逃，将偌大的木叶玩弄于股掌之间，着实骇人啊！这样的妖孽不能留啊，不然说不定就会干扰到自己月之眼计划了。带土在心中暗暗决断道：于他而言，一切有可能阻止自己为灵建造新世界的威胁都必须排除掉。血轮眼，你也是宇智波的族人，还是说掠夺而来的眼睛？夏目明知故问道。他没有贸然捅穿带土的身份和他的计划，那样的话，土之哥10有8九会被迫和自己决一死战。自己虽然很强，但想要击杀土子哥这种滑溜无比的神威忍者却并不容易，更别说正面灭掉整个小，还是很有难度的。尤其是长门，自己可没有无敌的嘴遁，因此还不宜和小结下死仇。最好的办法就是暴揍一顿带土，让他知难而退，为自己多争取点发育时间。等自己氪金足够后，自然就可以平推了。你没有必要知道，很快你就会是个死人了。方向，你的那些族人，我之后会追上去，一并解决掉的。带土冷冷地宣告道。除了灵以外，他对整个宇智波一族本就没多少好感，更何况还是身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争与扭曲的世界中。至于这个夏目，虽然妖孽，虽然天才，可才经历了一场和傅月的激战，必定消耗巨大，正是自己灭杀他的最好机会。他今夜本就是奔着灭族宇智波收集血轮眼来的，此刻的带土可不会分毫留情。来吧，希望你要比团藏那老狗耐揍一点。夏目也没有废话，冷笑一声后，也陡然出手，激战顺起。除了鸣人那小子的嘴遁以外，其他忍者之间没有比战斗更有力的交流方式了。轰轰，一道道爆炸声炸起，技能点近乎被点满了的好火球之术，在夏目口中就仿佛不要钱的一般，一个接一个呼啸而出，扑向带土。然而无一例外，
这些威力凶猛的火球都轻易穿过了带土的身形，轰击在了周围的密林之中，未曾对带土造成半分伤害。不得不承认，神威这个万花筒写轮眼专属能力确实非常棘手，尤其是的带土右眼在铸间细胞的加持下，施展右眼虚化能力时几乎毫无副作用，简直可以堪比被动技能了，以至于无视所有物理攻击和绝大部分忍术攻击，唯有一个持续时间最多只有5分钟左右的限制。可放眼整个忍界，能拿得出6000亿张起爆符，不间断的轰炸10分钟以上的女土豪，怕是也只有某位楠姐一人了。起码夏目确信自己没有那么多起爆符，哪怕有，也舍不得那般肆意挥霍。因此，想要对付图子哥可不容易。当然，除了持续不间断5分钟以上的攻击以外，另一种能力也能克制神威，即是足够速度的快。只要你够快，快的就连写轮眼都难以锁定你，就好似某位雷影一般。如此一来，自然无惧于神威的吞噬。而夏目有堪比雷影的体魄和速度吗？当然没有。要是有的话，还开啥须佐高达啊？刚刚夏目就直接冲上去，用拳头锤爆团藏了。但体魄不够，查克拉、忍术等等都能来凑。利用足够海量的查克拉施展出的瞬身术，或是类似飞神雷这般时空忍术等等，都能让忍者获得急速之力。而夏目自己虽然没有如同尾兽般的浩瀚查克拉，也还未学会类似飞神雷般的时空忍术，可和带土一样，自己的万花筒双眼所携带的专属能力也算是时空忍术的一种，足以让自己爆发出急速。只不过想要击中带土，还需要一个机会。火遁奉仙火之术，火遁暴风乱舞。带土一边躲避着夏目的火球攻击，一边熟练地释放着攻击性忍术，铺天盖地地朝着对方撒去。本就拥有着万花筒写轮眼的他，非常清楚这般血迹献祭的恐怖，而且每一对万花筒写轮眼的能力皆不相同。谨慎起见，在未曾探明夏目的专属能力之前，他可不想和那个小鬼近身搏斗，还是远程消耗更为稳妥一点。只是这小鬼怎么还有这么多查克拉？他不是已经快油尽灯枯了吗？带土暗暗疑惑着，怎么也不明白这小鬼为何还有这么多查克拉挥霍？难不成这小鬼和鬼鲛一样，还能吸收别人的查克拉恢复自己？引分身之术，好火球之术。夏目分出3道分身围在身旁，一次次地喷射着好火球之术，几乎都快堪比3台高射炮台了。硬是靠着区区一个火球术挡住了带土的所有忍术攻击，并逼得他难以用神威靠近。对此，带土也并不着急，反正夏目的攻击根本无法伤害到自己，他也不介意和对方多耗1耗，甚至还一边虚化着身形，一边出声嘲笑道：“没用的，没用的！你的好火球之术虽然厉害，可根本就打不中我。放弃吧，你若是愿意臣服于我，倒也能留你一命。”面对带土的诱降，夏目丝毫不为所动。笑话，投靠带土，加入小，然后被黑爵那大孝子玩得团团转，活在月之眼的美梦幻想之中吗？自己的未来不靠自己去争取，就寄托在一场不会醒的美梦中？别傻了！这样看来，充满理想主义的图子哥也怪可怜的。当然，可怜归可怜，该揍还是得揍。念此，夏目也开始了行动。3个分身包围中，夏目的本体一边迅速结印，一边扬起嘴角，高声问道：“可认得这个忍术？这个结印顺序是禁术尸鬼封禁。”哦，没想到你还真认得这个忍术。夏目故意惊愕道：“你疯了吗？”带土面色巨变，很是荒唐的惊呼道：“虽然他并不会这个忍术，但他可是亲眼见过这个漩涡一族的封印禁术的威力啊！当年就连强大如斯的九尾，在老师波风水门的尸鬼封禁下，都羸弱的像个宠物，咻了一下，灵魂就被抓出去封印了，足以见这个禁术的恐怖了。因此，带土怎么也没想到，夏目这个小鬼居然也会这般禁术，而且一言不合就直接用上了这般同归于尽的禁术。这小鬼是疯了吗？见此，带土可不敢赌，毕竟天知道自己的神威虚化能不能挡得住尸鬼封禁的灵魂抓取啊！万一挡不住，自己不就嗝屁？不行，必须阻止他，绝不能让这小鬼得逞。感受到了致命危机的带土在心中咆哮道。下一刻，分毫不敢迟疑，直接虚化了身躯，掠过一个个大火球，向着夏目的本体冲去，欲要打断这个小鬼的施术。眼见着带土冲向自己，夏目却心中一喜，果然被尸鬼封禁一下，这土子哥终究还是忍不住了啊！而自己真的会尸鬼封禁吗？当然不会。虽然系统商城内可以兑换这个忍术，可价格太高了。夏目之前积蓄的金币都用来兑换万花筒写轮眼了，哪有钱兑换这个鸡肋的极限1换1禁术啊？尽管没有兑换，可好歹自己前世也是刷过火影忍者全集 N 遍的老粉，区区尸鬼封禁的结印顺序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此刻结印，做做样子，用来吓唬一下带土，让他主动发起攻击，才是夏目的根本目的。届时自己就能趁着他实体化攻击自己的间隙发起反击了。忍者吗？不玩战术，心不脏一点，也配叫忍者？眼瞅着夏目结印完毕，一团带着冰凉气息的灰悠悠虚影渐渐在其背后浮现，更是吓得带土加快攻势，不顾一切的向着夏目突击，并迅速丢出了好几把手里剑破空刺去。锐利的手里剑被夏目的一个分身挡住，看得出这小鬼的体术不错，可以轻易用苦无挑飞自己的手里剑。而趁着间隙，带土也轻松穿透了另外2个分身，来到了夏目的本体面前。愚蠢的小鬼，你输了！带土瞬间解除了虚化，右手俨然触碰到了夏目的身体。
如此距离，他完全可以将这个小鬼吸入自己的神威空间，从而打断他的尸鬼封禁了。显然自己赢了，但就在此刻，戴土却陡然发现，这个小鬼的嘴角居然在笑，就仿佛在嘲笑自己一般。真是狂妄啊！死到临头还不自知！戴土心中蔑笑一声，并瞬间发动神威，激起阵阵空间波动，准备将面前的小鬼吸入神威空间。砰！一声脆响中，戴土面前的夏目本体陡然爆成一团白雾。那你是影分身？可如果这是影分身的话，又怎么可能施展尸鬼封禁这般禁术呢？一瞬间，戴土大骇，并陡然反应了过来。不好，中计了！戴土惊骇一声，赶忙就想再次启动虚化，奈何夏目又岂会给他这个机会？万花筒写轮眼，左眼刹那3阶8倍速增益开。戴土的右侧，本该只是一道影分身的夏目本体瞬间发力，直接动用了万花筒左眼的专属能力，加速了自身的时间。蓄意之间，在时空之力的作用下，夏目体内的血液流动疯狂加速，血红蛋白急速燃烧，肌肉骨骼牵引力翻倍，仿佛整个人都脱离了现实世界的时间流逝，以更快的流逝速度爆发出了远超正常状态的速度与力量，直接获得了整整8倍速的增益，也是目前夏目能够掌控的最高增益了。下一刻，一拳挥出， 0.02 秒的急速，快到戴土连自身虚化都来不及。砰！夏目的拳头狠狠地撞在了戴土的右脸上，巨大的力量直接击碎了他的面具，打断了他的颧骨。戴土整个人更是如同沙包一般倒飞出去数十米，接连炸断了好几棵大树，并栽倒在地。一击之后，夏目可没有停手，趁着刹那的8倍速增益效果再次冲出，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道流光，追上了戴土，骑在了对方身上，再次一拳拳的挥下，狂揍着。反正在夏目看来，不暴揍一顿，不把他揍得刻骨铭心，这个被斑和黑绝忽悠瘸了的徒子哥是不可能醒悟的。就这样，夏目持续暴揍着，若非他身体还小，只有10岁，还没长开，估计一个成年人沙包大的拳头下去，就能将戴土锤得半死了。当然，刹那的加持下，夏目的拳头依旧速度极快，力道不小，如同狂风暴雨般的砸落。而且，包裹着夏目查克拉的拳头，每一下撞击都会入侵到戴土体内，搅乱他的查克拉和瞳力，让徒子哥无法调动瞳力，发动虚化，无法躲避夏目的暴锤。更何况一开始的那一拳本就将戴土几乎锤懵了，现在又轮番接受着爱的洗礼，怕是连徒子哥自己是谁，身在何处都给锤忘记了，哪还有余力反抗啊？不消片刻，戴土那本来还算中上的俊脸便被锤成了猪头，到处青一块紫一块肿一块的，煞是凄惨。当然，夏目倒是锤得很爽，好好的发泄了一番。没多久，脸部传来的剧烈痛楚和浓浓的屈辱感也令戴土爆发了，瞅准间隙，拼着瞳力反噬的副作用，强行催动万花筒写轮眼，开启神威，准备将其在自己身上的夏目给吸入神威空间内。咻！察觉到空间波动的夏目没有过分留恋，迅速收拳，抽身后退。在刹那得8倍速增益，他的速度已经不输于开启前4门8门遁甲的忍者了，瞬间就闪出了神威的吸收范围，令戴土吸了个空。不得已，戴土直接转换了吸收目标，将自己吸入了神威空间，并迅速转移出现在了数十米开外的一棵树杈上。逃出升天后，满脸剧痛的戴土正扶着树干，满心愤恨地喘息着，而每吸一口气都会牵扯到他那红肿的脸部肌肉，更是阵阵剧痛，令戴土不自主地龇牙咧嘴。自从开启万花筒之后，他还从未败得如此之惨过呀！被一个10岁的小鬼大败，还被骑在身上暴揍成猪头，这要是传出去了，还不得丢死人啊！就是九尾之乱那一夜，自己败给老师水门，也没有如此狼狈啊！这小鬼着实可恶。还有，他为什么会知道尸鬼封禁的结印方式？为什么又对自己的神威如此了解？为什么能瞬间爆发出好几倍的速度？一个又一个疑问在戴土心中冒出，令他愈发的看不透这名族中后辈，越发的忌惮着这个小鬼了。如此实力，如此心智，如此阴险，这真他妈的是个10岁的少年，小小年纪心就如此之脏，长大了还得了？戴土死死盯着远处的夏目，在心中疯狂的吐槽道：若是可以，他是真恨不得马上生撕了对方。眼见着戴土逃到远处，夏目也明白几乎很难再逮住那家伙了，不过自己也算是揍爽了，就大度的不计较徒子哥的冒犯之举了。于是乎，夏目这才退出了刹那关闭的万花筒写轮眼，毕竟刚刚强行开启3阶刹那，自己的瞳力也消耗巨大，不宜再鏖战下去了。打够了吗？还要继续吗？还以为你能杀我吗？夏目瞥了一眼戴土，微微嘲讽道：小鬼别太得意。戴土咬着牙，肿着脸，口齿不清的一字一句怒笑道，看起来颇为滑稽。看样子你这身衣服，你应该是加入了吧？我知道里面还有不少好手，你仅可以找人来围殴我，让他们在见识下你被我暴走的样子。当然你也可以趁我不在的时候，对我率领逃出的那些宇智波族人们动手。说实话，以你的能力，我很难无时无刻保护族人们。不过你要是敢对他们出手的话，我就把你的身份告诉木叶，告诉卡卡西，你可以试试。夏目眉头一挑，面色郑重地威胁道，比起实力，自己对整个火影世界的了解更是一份无价之宝，像这种时候自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当然，夏目也没有蠢乎乎的直接告知对方什么月之眼计划都是假的，没有证据的胡言对方也不会信啊。
更何况人家屠子哥可是将这个计划当成信仰在奋斗着。你设想下，你要是毫无征兆的穿越回二战，毫无证据的和某元首说法西斯必定失败，德意志必定灭亡，你看对方信不信？你看对方会不会赏你一颗子弹？你知道我的身份？戴图猛然一惊，甚至连心中的怒意都被惊散了许多。毕竟按理说，除了少数几人之外，木叶这边绝不可能有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啊，都是宇智波一族的人，而且还同样开启了万花筒。你以为我感觉不出你和卡卡西那家伙有着一样的血轮眼气息吗？夏目给出了一个还算合理的猜测，令戴土不自觉地相信了。毕竟对方能指出自己和卡卡西之间的关系，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你究竟想做什么？戴土阴沉着脸色，捏着拳头，很是憋屈地质问道。这种被人识破真身的感觉，实在令他难受。而自己的身份若是暴露给了木叶，也只会大大增加后续计划的难度。万幸，这小子应该还不知道月之眼计划，不然那可就麻烦了。以后别来惹我就好，再来的话，我必杀你。夏目没有废话，再瞪了一眼戴土，冷厉地留下了一句警告。看样子自己的威胁已经奏效了。于情于理，戴土估计都不愿在此刻暴露身份，而自己也不愿意族人无辜锐减。天平双方间的筹码和顾虑都已持平，想来屠子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吧。说完，夏目便屈膝一跃，跳上了树杈，并向着大部队的方向追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密林之中，只留下满脸伤痕的戴土一人站在原地，暗暗智恼着。可不得不承认，夏目这小鬼实在太强，继续和对方死磕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也罢，就先放过他吧，继续推进自己的月之眼计划才是正事。戴土阴着脸，只得选择了妥协。与此同时，木叶隐村这边，宇智波夏目大败族长傅岳，重创根部领导团藏，杀出重围，率半数宇智波一族叛逃的消息，也如同一颗深水炸弹一般，直接引爆了整个看似祥和的村子。这一夜，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起来，无数忍者东奔西走，焦乱地处理着残局。这一夜注定无眠。此刻凌晨时分，木叶火影大楼内正一片灯火通明，忙忙碌碌着。这场宇智波叛逃激战遗留下的残局，需要处理的事太多了，人员的救治、房屋的维修、损失统计、消息封锁、民众安抚等等，都令木叶的一众忍者忙得焦头烂额。而与此同时，火影办公室内，几位木叶高层也正在商讨着，气氛一片凝重。三代目火影、猿飞日斩、高层顾问、水户门岩、转请小春，再加上此刻还躺在病床上并不在场的辅助火影团藏，这几人便算是木叶隐村的最高决策层了。日斩，团藏的伤势如何？水户门岩询问道。正在医疗班救治中，没有生命之忧了，但他的双腿恐怕不保了。三代目猿飞叹息一声，对于团藏的遭遇颇为不忍。哼，宇智波一族果然还是叛变了，我就说应该将他们视为叛徒，立刻处决掉的。一旁的转请小春冷哼一声，极为气愤道：小春，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的这种歧视，才使得宇智波一族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吗？这明明就是宇智波一族自己的选择，他们就是叛徒。水户门岩赶忙劝解道：日斩，小春，不要争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时候，还是先商量下如何处理这件事吧。如此之多的宇智波族人叛逃，一旦无法妥善处理的话，必定会影响村子火之国的名誉的。转请小春迅速坚决道：不错，我提议应立即派出大批追击部队，将那些叛逃的宇智波族人全部抓回来，或是就地击毙，并且将村子内剩余的宇智波人全部控制起来，最好是一并处决掉。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巩固村子的威信。听此，猿飞瞬间反驳：不可，宇智波一族本就善战，再加上那名天赋妖孽的宇智波夏目，想要将他们全部击毙或抓回，至少得派出村子一半以上的忍者，甚至还有着团灭的风险。一旦失手，整个木叶的防御力量都将巨大重创，乃至引起其他几大忍村的觊觎。猿飞他可是近距离体会过须佐能乎的神威的，在那般伟力面前，普通的暗部忍者根本毫无抵抗能力。你看团藏那个老阴逼，以他的实力都差点暴毙，足以见那个宇智波少年的恐怖了。贸然派出部队追击，说不定就是有去无回啊。木叶今晚已经损失了不少战力了，不能再冒险了。难道你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成功叛逃，并置村子的威望于不顾吗？我是火影，需要优先为村子的安危做考虑，而且大肆追击必然需要消耗不少资源，阻击的忍具、忍者的补给等等都不是一个小数。村子现在好不容易一片欣欣向荣，难道再将村子拖入战争就是好事吗？另外，我也不赞同对村子内剩余宇智波族人诉诸武力，他们也是这场叛逃的受害者。猿飞言辞激烈地反驳道。比起追杀那些叛逃者，身为火影，他现在更加在意村子一些。很快，讨论便陷入了争执，但很明显，由于今夜的变故，转请小春和水户门岩这两位高级顾问都更加倾向重罚宇智波一族，只有猿飞一人希望采取更温和一点的方式。若是团藏也在的话，估计依旧会选择激进策略，并同意处置宇智波一族吧。以至于争执后期，猿飞也不得不退让几分。不过就在这时，办公室外一道意外的身影却突然求见，眼看着求见的居然是身为宇智波一族的宇智波鼬。转请小春立即怒喝道：宇智波鼬，身为反叛一族的人，你怎么还敢来这？小春，注意言辞，又是暗部忍者，无关于他的家族，而且当初就是又检举的家族反意。哼！转请小春冷哼一声，不再多语。鼬，你怎么来了？猿飞看向了鼬，温和问道。对于这个天赋出众、
心怀村子明辨大义的天才忍者，他还是颇为看重的。更何况能为了村子与大义，忍痛决定背叛家族、背负罪孽的忍者，更是少之又少，难能可贵。我来向村子汇报一下父亲的提议。哦，傅月想说什么？袁飞好奇了起来。毕竟今晚的大战，傅月可是实打实的参与者。又低着头，开始按照夏目堂弟留给他的指示叙述道：父亲说，身为族长，身为警务部队的队长，此次未能提前察觉族内的叛逃意向，以及未能阻止宇智波夏目等人的叛逃，责任皆在他身上，是他失职了，请求木叶责罚。另外，他会以大族长的名义对外声称，这是宇智波一族的内乱，全是族内的问题，与木叶无关，反倒是木叶帮忙出手镇压内乱，维护了宇智波一族。最后，父亲还保证，接下来会竭尽所能将那些叛逃族人全部抓捕回来，或是直接击毙，请求村子允许。听着这番叙述，袁飞三人都不由眼瞳一亮。佑的这番汇报完全将他们最纠结的两大问题给解决了呀。一来，只要宇智波一族肯宣称这是家族内乱，不是叛逃村子，并主动揽下罪责的话，完全就能很好的维护木叶的名誉和威望啊，甚至还能平添几分公道的美名。二来，让宇智波剩余的族人前去抓捕那些叛逃者，便能为木叶节省下大批人手，哪怕未能全部抓回，哪怕途中有所战损，消耗的也都是宇智波一族的实力，对木叶而言更是一箭双雕，有利无弊。这可比派出大量木叶忍者前去追杀要好多了。袁飞三人沉默了，似乎在衡量着这个提议的利弊，但怎么想，采纳这个提议都利大于弊。片刻后，袁飞率先开口问道：傅月的伤势如何？父亲伤势稍重，恐怕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哟，站在木叶的立场，你怎么看？父亲所言应该属实。之前父亲意图反叛，也大多是族内的激进者怂恿的。父亲本不想反叛，现在那些激进者大多逃离了，父亲自然可以放开手脚了。而且最主要的，除了父亲以外，估计整个村子也鲜有人能抗衡下目的，须佐能乎吧。又有条有序地叙述着，显然他早就准备好了措辞。毕竟若是不能在这里说服木叶高层的话，剩余在村子内的宇智波族人可就危险了呀。听此，袁飞再次点头，还是那个理，宇智波夏目那小子展现出的实力太强大了，令袁飞也暗暗忌惮。如果可以，他是真不想拿木叶忍者的命去追击，去找死。小春，你怎么看？这个提议虽然不错，但如何能保证派去追杀叛徒的宇智波忍者不会也跟着叛逃呢？又停顿了一下，继续给出了解释。只需将剩余的宇智波一族忍者的家人控制在村子内，他们就必然不敢乱来，只会老老实实的替村子追杀叛徒。又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一个良策。一旁的水户门岩也赞许起了这个提议。如此一个有利于村子，还能让宇智波一族内部狗咬狗的良策，他们确实没有拒绝的理由。不一会，袁飞便做出了决断。很好，这个提议我们会着重考虑的。你先回去吧，记住看好剩余的宇智波族人，不要再让他们生乱了。另外，团藏给你的指示也先放一放吧。遵命。又点头应承一声，心中却猛然一喜。他明白，这几乎等同于木叶高层采纳了这个提议了。如此一来，村子内剩余宇智波族人都暂时安全了，父亲、母亲、佐助他们都安全了。同时，又也更为暗暗惊骇着，这就是夏目堂弟留下的后手吗？仅靠一个提议就瓦解了剩余族人们的危机，还让村子主动重用起剩余的宇智波族人。难不成他早就想到了这一步了？连三代大人他们的决断都预测到了？夏目堂弟，你究竟藏得有多深啊？3天后，火之国北部边境一片稀疏的松树林内，几道身影正在潜伏在茂密的树叶之中，时刻戒备着。事实上，为了保护一同出逃的族人，身为少族长的夏目自然也做出了对策，将众人化整为零。体力羸弱一些的老弱妇孺都一批批的安排进了驶向鹰之国队的商队，悄无声息；体力稍强一些的年轻忍者则走密林岩地等险峻之地，一边留下痕迹，一边魅惑误导后续的木叶追兵。甚至他还亲自带着数名上忍留守断后，力求万无一失。而这里则是火之国通向鹰之国的主要干道之一，若是木叶的忍者追击而来的话，十有八九便会经过这里，从而被留守在此的宇智波忍者发现。此刻，夏目就正带着3名得力的宇智波上忍潜伏在此，做着最后的警备。少族长，我们还在这守多久？再有1个半小时吧。估摸着最后一批族人就能越过火之国的边界，抵达鹰之国。届时，外国境内哪怕是木叶的忍者也不好随意出手，基本便算是安全了。夏目微微估算了一下，给出了答复。话说，这一路除了几只木叶的杂鱼刺探忍者以外，我们都没怎么遇到了大规模的忍者追击。本来我还以为木叶会发了疯一样的追杀我们呢。宇智波藤唏嘘一声，笑着打趣道：当初族内的多数激进者之所以没有选择叛逃，很大程度上就是忌惮着木叶的追杀。毕竟没人想一辈子活在惶恐不安的逃命中，那还用问，他们肯定是被少族长的强大实力吓坏了，哪还敢追击啊？一旁同样年轻，仅仅16岁，将夏目视为偶像的宇智波银连忙乐乎乎地吹嘘道：没办法呀，3个月前少族长刚开启万花筒时就是找他做陪练试验的，那一战直接将这位16岁就获得上忍资格的天才宇智波银给打出了心理阴影。现如今在他眼里已经没有比少族长更厉害的忍者了。当然夏目可没有沉迷在这般吹嘘中，估计是我留下的后手起作用了。哟，这家伙果然可靠啊！
接下来，短时间内木叶应该都不会派出大批忍者来追杀我们了，我们应该能获得一段还算安定的发展时间。只不过在后面来追杀我们的，就可能是留在木叶里的其他族人了啊！那我们岂不要自相残杀了？那些狗日的木叶混蛋，居然如此恶毒！宇智波银愤骂一声，很是气恼。放心，我也有对策，到时候不会让大家为难的。夏目眼神闪烁，沉声道。显然他早就有了对策。对了，少族长，我也有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逃去鹰之国啊？鹰之国是个小国，实力远不如火之国。若是将来木叶通过火之国对鹰之国施压，这种小国说不定就会卖了我们吧？为何不逃向其他4大国呢？夏目瞥了一眼身侧的宇智波日耀，这小伙子很有前途啊。这个问题得好。于是为其解释道，大国之间的博弈复杂程度远超普通忍村的想象，而且5大隐村互为牵制，相互掣肘，稍有波澜便可能打破这份平衡。为了保证这个平衡，也为了避免其他忍村包庇自家的叛人，像我们这种木叶叛人，一旦去投奔其他大国，10有8九会被他们拒绝，甚至激进一点的隐村将我们全部绞杀，再还给木叶也不是不可能。那样的话，既能削弱木叶的名声，又能让木叶背负一个人情，一举两得的事，其他忍村很难不动心。更何况我们宇智波一族更有别于其他忍者家族，我们的血轮眼，我们的血迹献界，在任何一个村子眼中都是一份宝藏，一个移动的金矿。你说其他4大隐村会放弃这样一块送上门的大肥肉吗？原来如此，宇智波日耀恍然大悟，这才粗略明白了其中的利弊。同样的，另外2人也不禁双眼放光地惊叹着。显然夏目的这番大国博弈分析令他们皆叹为观止，真的难以想象自家少族长才仅仅10岁，就如此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啊！果然跟着少族常干，绝对前途无量啊！可为何不选一个离木叶远一点的小国呢？这鹰之国也太靠近木叶了吧？之所以选择鹰之国，也是因为……等等，这个下次再解释吧。有客人来了，你们去先走，去保护最后一批出境的族人吧。我得先和这位未来的好邻居聊一聊。夏目的解释戛然而止，并对着身侧的3人吩咐道。3人没有分毫迟疑，对于夏目的指示更是令行禁止。对视一眼后，便纷纷迅速起身一跃，向着族人离境的方向追去。而3人前脚刚走，下一刻，夏目背后巨大石树干中，一道类似蛇形的身影便渐渐浮现了出来。大蛇丸，你出现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令人恶心啊！啧，夏目大人，这才是我们第3次见面吧？怎么能说是一如既往呢？面色惨白的蛇姨伸出了腰长的舌头，一边舔着嘴唇，一边阴惨惨的笑道：没办法，面前的这具少年躯体实在太诱人了，年仅10岁，庞大的查克拉，完美的万花筒，血迹献界，对于大蛇丸来说，实在是独一无二的寄生容器啊！他无数个日日夜夜都渴望着能占据这具年轻且朝气蓬勃的躯体啊！这可惜打不过。夏目瞥了大蛇丸一眼，他总不可能说自己前世实在是看腻了蛇姨的扭曲身形了吧？只得迅速岔开了话题。你来了，就说明鹰之国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吧？当然，我的手下已经接到你的族人了，正在领着他们去往你选好的地方，而那里初步的屋舍都已建好，挤一挤，容纳个几百人还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大蛇丸滑动着身体，拉成掌长一条，围着夏目一边转圈一边回应道。有时候他也在惊叹，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竟会如此之大。2个月前，这个年仅10岁的宇智波小鬼找上自己，并宣称要与自己合作，要叛逃木叶时，他还以为这小鬼子疯了呢。没想到这一切竟都在今夜化为了现实了。这小鬼居然真的硬生生靠一己之力，带着这多么族人逃出了木叶，实在是疯狂啊！这小鬼真的只有10岁吗？离我远一点，我不喜欢冰冷的蛇。再在我身上蹭一蹭的话，别怪我开虚左，再给你好好按摩一下。夏目眉头微挑，深吸一口气，悠悠警告着：别这么冷淡嘛，我们可是合作伙伴呢，而且现在都是木叶的叛人了。不一样，你心中还装着木叶吧？大蛇丸瞬间一怔，随即连忙笑道：怎么会，我可是都在筹备着如何向木叶复仇呢，那种地方早该毁灭了。夏目白了大蛇丸一眼，心中冷哼：呸，你那狗屁的木叶崩溃计划，打了老半天，一个重要人物都没杀死，反倒是最后替木叶解决了4代封印，让一众下人小强获得锻炼，更让木叶趁机敲诈了沙隐村一大笔赔偿，活脱脱的就像一个在逗逼老师面前证明自我的得意傲娇中2神经病优等生。要不是最后玩脱了，被袁飞一波带走了双手，还指不定结局如何呢。当然夏目也没有点破，毕竟自己现在和大蛇丸确实是合作关系，后续自己等人建村后也确实需要大蛇丸和田之国的相助，总之还不宜撕破脸。而且为了达成这个合作关系，自己可是付出了不少条件的，可不能浪费了。说正事吧，3天之内，我希望田之国国主能以国家的名义通告各国，决定正式接纳宇智波一族。夏目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因此一旦被正式国家接纳，无疑将会为宇智波一族再套上一层保护罩。届时其他忍村包括木叶在内，就必须顾虑国家联盟难以在明面上对己方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最多只能派出暗部小规模秘密袭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由大蛇丸建立，田之国承认的阴影村才能堂而皇之的存在，不然的话，木叶早就派大部队将阴影村覆灭了。当然，这其中也或许因为大蛇丸与团藏一直保持着利益合作关系，但却足以证明
这层国家明面上的承认也显得颇为重要。哦，这可不是一件简单事啊！大蛇丸眉头一挑，准开始讨价还价。别扯了，那田之国国主早就在你的控制下了吧？不然就你那破破烂烂阴影村会被承认？夏目大人倒是消息灵通啊！行吧，我会尽快安排的。大蛇丸眯着眼给出了答复。这个小鬼还真是难缠啊，搞得自己都像是他的手下了。要不是基于这小子的实力和许诺的条件，自己哪会这么卖力啊？还有，我要的筑奸细胞准备的如何了？你的野心可不小啊！真的决定移植那东西吗？承受不住可是会死的哟。大蛇丸盯着夏目，难以想象这个仅有10岁的小鬼会不顾危险，不惜拿自己身体去主动试验这般禁忌的细胞移植，真是疯狂啊！我有把握不会死的。团藏那家伙都能承受你的制作移植右臂，难道我还会比不过一个老头吗？更何况我要是真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再说了，比起之前，你对筑奸细胞移植技术也进步了不少吧？事实上，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夏目就开始惦记着这个万金油一般的筑奸细胞了。现在叛逃木叶，来到田之国阴忍村，没了木叶的监视和制约，找大蛇丸移植筑奸细胞这件事确实该提前一下了。毕竟放着这么大一个忍界第一科学家不用，本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啊！更何况自己和族人们现如今的处境也不算太安全，木叶、其他隐村、小等等都有可能过来舔一舔自家这块大肥肉，试探一下。一旦自己万花筒过度使用废掉的话，可就麻烦了。同时，虽说系统商城也能兑换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可1万金币的氪金价实在太贵，哪怕是现在富得流油的夏目也兑换不起，只得退而求次，让大蛇丸给自己移植筑奸细胞了。虽然这样移植估计会有少许副作用，可夏目有信心抑制住，毕竟人家大和、团藏、带土都成功了，没道理自己会失败。哪怕失败了，自己也有系统保命，不用怕。而一旦成功了，自己就能和图子哥一样，毫无顾忌地使用万花筒写轮眼的能力，完全不需要担心失明了。届时自己的综合实力更将暴涨一大截。哈哈，真是贪心的家伙啊！不过我喜欢。对了，可别忘了你答应的，你若是死了，你这双万花筒可就归我了。大蛇丸畅笑一声，说实话，他就喜欢这种不要命的疯子，而且他也很想看看，当筑奸细胞和这小鬼相结合后，会迸发出怎样的光彩啊！没问题，夏目坦然道。人死如灯灭，自己真要死了，管他这双眼睛落入谁手啊！更何况，若是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称霸忍界啊？5天之内能准备好吗？可以。大蛇丸确认道。对于这种移植试验，他可比夏目本人还要急迫，自然不会让夏目多等的。很快，两人就关于筑奸细胞移植的具体事项又细聊了好一会，这才敲定了后续安排。同时，夏目也暗暗注意到了大蛇丸手上戴着的空之戒指，这才想起，原本大蛇丸是该在鼬加入小组织后，试图夺取鼬的身体当转生容器，失败了。后来又因为与小组织的目的不同，而最终离开小的。也就是说，现在大蛇丸应该还在小组织之内。好消息啊，这一点倒是可以利用一下。毕竟小里面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轮回眼、外道魔像、各种人才，还有那6000亿张奇报符等等，都是可以谋划的一下嘛。果然还是蛇翼这边好，有种家一样的温暖感，干啥都行，无拘无束，再也不用像在木叶里一样天天被排挤，天天被监视了。当然，这些想法都需要慢慢谋划。目前还有另外一件事需要优先考虑。大蛇丸，你和团藏一直都有着合作往来吧？听此，大蛇丸瞳孔一缩，也罕见的凝重了2分。毕竟自从他叛逃出木叶后，和团藏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应该会暴露啊。夏目这小鬼居然连这都知道，他在木叶内深藏的情报网究竟得有多深啊？当然，他也不可能知道，夏目虽然没有什么厉害的情报网，可他脑海中的前世记忆却比任何一个隐村的谍报网要强大无数遍，几乎囊括了整个忍界的所有秘密了。没想到夏目大人连这都知道了。不必忌惮，合作本身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罢了。以团藏那个老混蛋在木叶内的地位，将来说不定我也会和他合作。夏目并不在意团藏和大蛇丸之间的合作，无非就是利益互用罢了。而且必要时候，这2个家伙都是能毫不犹豫背叛对方的那种，无需多虑。行了，说正事。最近不久，团藏他应该给你下达了一个新的任务或是交易吧？夏目盯着大蛇丸悠悠问道。夏目为什么要叛逃？说白了，除了灭族之夜本身的威胁以外，还是因为木叶太黑了，让他待着不舒服。只要是宇智波一族的忍者，逛个街要被监视，吃碗面要被监视，买件衣服也要被监视，更别提宇智波一族的孩童在忍者学院内所遭受的歧视与孤立了。这也是为何族内屡屡诞生出激进分子，甚至不惜联合起来逼迫大族长傅岳发起政变的原因了。人心的成见就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更何况还是比成见更可怕的歧视。夏目前世，你看人家漂亮国上百年了，不知颁布了多少条法律，打了多少场战了，依旧没能消除种族歧视。夏目受够了，大半的宇智波族人都受够了，这才促成了这场叛逃。而夏目之所带领这么多族人一同出头，一来是不少族人都对自己有恩，自己这一世的父母皆战死在第3次忍界大战中，年幼的夏目基本都是靠族人的救济活下来，自然不能忘本。二来，只有带领足够的人手叛逃，自己才有创立新村、迈向幸福生活的资本啊！什么叫幸福生活？
所谓的幸福生活，是吃饭时能随心所欲的享用各种美食，是逛街时能为所欲为的购买各种心仪之物，是去泡澡捏脚时能有漂亮的小姐姐细腻服务，是一整套完整的发达商业服务链。这才是夏目带领众人叛逃的原因。若只是自己一个人的话，他早就杀穿木叶，轻轻松松的逃出来了。可一个人逃出来能干什么？天天在森林里吃野果子果腹吗？活得像个野人有什么意思？为此，自己必须建村，必须发展村子，将这里打造成一个独属于自己、属于宇智波的美好乐园。当然，保护这个乐园也需要足够强的实力。夏目将新村子的建立点定在了田之国西南部阴忍村的右侧数十里外，一块不算大的小丘陵之上，周围被一大片茂密的森林包裹，丘陵后面还有一条长长的小江，也算是依山傍水，地理优越了。当然，在忍界中，村子的优越位置也只能说方便一点村民的生活，至于防御啥的，基本可有可无。真要是打仗了，人家一个地爆天星，一个神罗天征过来，能挡得住就挡得住，挡不住的，你就是把村子建在悬崖峭壁上，依旧没用。此时，按照约定，大蛇丸也确实提前出动人手，在这里搭建起了100多套简单木房，足以暂时收纳下一众族人了。当然，这也只是开始。想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村子，需要建设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 1. 能源系统； 2. 交通运输系统； 3. 餐饮供应系统； 4. 环境居住系统； 5. 水利资源及排水系统； 6. 防灾和战备系统； 7. 医疗教育系统等等。可见，建立一个完整的村子，绝非一朝一夕、一拍脑子就能捣鼓出来的。万幸，由于宇智波一族常年被排挤在村子外围，因此基本已经自成一套社会体系了。虽然此次带出来的只有半数多一点的宇智波族人，其中堪称战力的忍者也只有50-60人左右，可其他剩余的族人都涉猎着各行各业，手艺不一，各具绝活。稍稍努力一下，好好规划一下，慢慢建立起一座完整的小镇，还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如何建设村子的基础设施，夏目将这方面的事宜都交给了几位族内有威望的年长老辈。这几位长老都已年近60-70了，见证了木叶的一步步兴衰成长，对于如何建设村子自然经验十足。反正比夏目要有经验多了，术业有专攻，自己不熟悉的区域还去瞎指挥，那就是纯粹捣乱了。当然，这些民生类的权利夏目可以下放，而军政上的权利他则是牢牢抓在手里的。整个新村子有且只能有自己这一个领袖，只能有自己的声音。你说我独裁也好，专政也罢，反正夏目可不会像木叶一样傻乎乎的分散权力，让类似团藏的阴谋家在这里搅风搅雨。什么？你想夺权？好啊，打败我就行。打不过我，那就老老实实的回去干活吧。总之，在夏目看来，在这个残酷的忍界内，真正的集权才能更有助于村子的发展。很快，基本的建设任务开始有条有序的安排下去了。离开了木叶的居住后，这些族人们也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毕竟，一边是为排挤自己的木叶出力，一边是为了建设自己的美好村子而奋斗。两者对比，谁更有热情一些，自然不言而喻。更何况，有着少族长的强大实力做保证，更让这些族人们安心了不少，都能尽力的投入到了新村子的建设之中。而另一方面，对于自家的新村子的命名问题也备受关注。当天夜里，族内好几名有威望的长老和年轻上人便找到了夏目，征求起少族长对命名的看法。少族长，我们的新村子该起什么名字？你们有什么提议吗？我有个想法，叫同隐村，如何？正好对应我们谢祭献剑。还行，就是听着不够霸气，不如就叫宇智波隐村吧，听着怪怪的。呸！那你说一个更好听啊，光隐村如何？预示着我们一族的光明未来。更怪了。看着众人的欢笑纷争，夏目也颇为开怀。当然，身为少族长，他最终还是他拍板决定，我们一族擅长火遁，就叫炎影村。火火得炎，正好将木叶和火影踩在脚下。夏目铿锵有力地决断道。周围的一众宇智波族人也纷纷目光一亮，喜上眉梢。毕竟这个炎字确实很符合他们一族的特性，而且愿意叛逃木叶的这些族人们，大多都备受木叶的歧视和刁难，对于这般能踩在木叶和火影头上的名号，自然颇为推崇，很是欢迎。很快，新村子的命名就确定下来了。3天之后，田之国就会公开宣称接纳宇智波一族，同时宇智波新建的炎影村名号也会初步登上忍界的大舞台。届时，希望木叶那边不要被气得吐血吧。同时，算上消息的传播速度，以各国各村的反应时间，5天之内，炎影村这边应该都是安全的。趁着这个时间，夏目也准备好好整理并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毕竟这次洗劫了木叶金库，收获了如此一大笔氪金金币，也是该在系统里畅快淋漓的挥霍一下，多兑换点新能力了。很快，意识下沉，夏目便在脑海中点开了系统个人面板。宿主夏目，属性火、水、风、雷、土，查克拉6卡，一卡约等于一个精英上忍的查克拉总量。忍术黑暗行之术 A 级幻术，引分身之术 B 级分身术，好火球之术 C 级火遁，奉仙火之术 C 级火遁，雾影之术 D 级，水遁变身术 E 级，替身术 E 级，血祭献界血轮眼万花筒，体术千年杀木叶旋风，特殊技能查克拉提取之法，目前余额7828金币。显而易见，这就是现目前夏目的所掌握的所有能力了。之前为了积攒金币，
刻出强大的万花筒写轮眼。因此，夏目在并没有贪图太多忍术，仅仅在黑暗行之术、影分身之术、好火球之术这几个最为实用的忍术上努力耕耘，精益求精，这才将好火球之术发挥出了堪比移动炮台一般的巨大威力。现如今，逃出木叶，又建立了新的岩隐村，未来的战斗和局势必然会更加复杂。身为少组长的夏目，也当然需要更为广泛的涉猎各种忍术，以备不时之需。当然，那些学习难度在 B 级以上的忍术，都不是轻松就能学会的。除了那些天赋异禀的妖孽忍者之外，正常忍者想要学会一个忍术，必然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和练习。就像鸣人在那么多影分身的加持下，都足足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才堪堪学会螺旋丸，可见其难度了。不过，这些对于夏目来说都不是问题，只要是从系统内兑换或是抽奖出来的忍术，系统都能让他在瞬间学会，足以为自己节省出大量学习时间。而独属于自己的这个超级氪金系统，主要功能有2个，一个是通过金币兑换系统商城内的各种珍贵忍术、血脉、特殊能力等等，另一个则是氪金抽奖模块，100金币单抽，888金币10连抽。前者花费奇高，但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后者花费稍低，但奖品不一，纯赌运气。上一世就身为飞球的夏目，可没有去赌自己的运气，这10年来才不得已老老实实积攒金币，一步一步的从系统商城内兑换出了万花筒写轮眼。没办法，夏目翻遍了系统商城，就这血祭献界最划算。其他同级的血祭献界至少都需要2000金币，只有和自己最切合的万花筒写轮眼只需要1000金币，而且兑换一个就能获得包括左右眼专属能力以及须佐能乎在内的3个强大技能，能不划算吗？而现在身怀7828金币，堪称巨富的夏目，很快便闪入了系统商城，开始豪迈的挥霍了起来，开启了买模式。水遁水阵币 B 级200金币，水遁水铁炮术 B 级200金币，火遁好火灭却 B 级200金币，土遁土流币 B 级200金币，人法自负术 B 级200金币，通灵术3重罗生门 A 级800金币，人法手里剑影分身术 A 级800金币，体术8门遁甲之阵 S 级2000金币，灵魂忍术灵化之术 S 级2000金币。很快，夏目便兑换了整整9门各类忍术，下至 B 级，上至 S 级，包含了攻击、防御、控制、感知、爆发等等类型，很是丰富。总之，短时间内应该足以应付各种战况了。尤其夏目耗费巨资兑换出这2门 S 级体术和灵魂忍术，更是令他垂涎已久。前者8门遁甲的威能自不必多说，李奶奶敲门一开，就是6道斑爷都挡不住。而后者更整个忍界中最为神秘的灵魂忍术之一，一旦开启，可以将自己灵化成活的灵魂，让灵魂离开身体，无视距离穿梭并杀害敌人，亦可以控制对方身体和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甚至还能感知到其他人的魂魄，作为感知型忍术使用，可谓是妙用无穷。尤其是习得此术后，下一次在对上带土这种无比滑溜的敌人时，便不会那般被动了，完全可以用灵体来攻击带土。想来下次见面又能好好恐吓一把兔子哥吧。一时氪金一时爽，一直氪金一直爽，氪金完后火葬场。花钱的时候确实非常快乐，可花完钱之后就开始痛苦了。细细一算，这9门忍术就一共花去了夏目6600金币，相当于6600万两的巨款，以至于只剩下1228金币了。痛的夏目仿佛心都在滴血，但欲望这东西一旦被勾引起来了，就很难按回去了。在系统的诱惑下，夏目瞥了瞥余额，又瞅了瞅抽奖模块，最终还是将手伸向了那罪恶的抽奖宝箱，来了一发期待已久的10连抽。请问是否支付888金币开始10连抽？确认。哗啦，888金币如流水般瞬间消散，万恶的宝箱发出了璀璨的光芒。欧皇还是飞球，即将见证。丁，恭喜你获得查克拉回复单1颗。丁，恭喜你获得查克拉回复单1颗。丁，恭喜你获得终极治疗单1颗。丁，恭喜你获得终极空间卷轴1卷。一个个放光的宝箱接连打开，而这一连串的廉价奖品，看得夏目的嫩脸都扭曲了起来。虽说自己是天生的飞球命，但好歹也是10连抽啊！花了老子888金币，没道理这么坑，一个好东西也不出是吧？狗系统，别逼我霍霍了你！夏目在心中气呼呼地愤骂着。很快，不知道他的愤骂起效果了，还是这狗系统良心发现了。在开到第9个宝箱时，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陡然升起，将夏目的脑海意识映得熠熠生辉，好不喜庆。中大奖了！夏目瞬间精神一振，雀跃起来。丁，恭喜你获得 S 级时空忍术飞神雷之术1份。一卷泛着金光的忍术卷轴从箱子内缓缓升起，并迅速化成一缕光芒，融入了夏目的脑海。仅片刻，夏目就学会了这个难度 S 级的强大时空忍术，堪称奇迹。要知道，这可是木叶2代目火影飞间发明的少有的不是禁术的 S 级忍术。按理说，只要是木叶高层和火影嫡传，都完全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到这一忍术。可从2代阵亡后到现如今，这么多年，却仅仅只有波风水门一人学会，足以见飞雷神之术的学习难度有多变态的了。更何况，哪怕勉强学会了，也只是迈过的一个门槛而已。想要灵活使用飞雷神之术，不仅需要使用者拥有极其庞大的查克拉，而且还要拥有过人的反应速度。只有同时具备这2点，才能真正的将飞雷神之术秀起来。查克拉就不用说了，对于一些非外挂忍者而言，
基本上用2次也就虚了。而超高的反应能力、空间构感更是极为难得，普通忍者放个忍术都要结印半天，真瞬移到敌人脸上，估计攻击还没发出来，可能就被敌人干掉了。仅从这2点来看，便足以证明4代目火影波风水门有多出色了。当然，这2个难点对于夏目来说倒也不算什么，查克拉不够，自己可以继续氪金，持续增加查克拉上限，更还能靠丹药快速补充。反应不够，自己可以靠万花筒左眼的能力，刹那放缩自身时间，拉长反应速度，发动攻击。真要是在战斗中发动刹那开启8门遁甲，提升个自身几十倍的速度，再配合上飞神雷之术瞬移攻击，1秒之内自己连砍几10刀，一人灭1军都不是问题吧？光是想想就令人激动不已啊！不过想法虽好，可真要做到哪一步，估计还需要长久的练习和磨合。总之，能抽到这个强大的飞神雷之术，便已经是赚翻了。毕竟夏目可是在系统商城里看过了的，想要兑换这门飞神雷之术，足足需要3000金币，远超888金币的10连抽，当然算是赚翻了。狂喜了好一会后，夏目这才按捺下来激动的心绪，毕竟还有最后一个宝箱没开呢。反正幸运女神这小浪蹄子都已经对自己撩起过一次裙子了，说不定还会再垂爱自己一次呢。下一刻，10连抽的最后一个宝箱开启了，瞬间一道比刚刚更为璀璨的金色光芒再次迸出，都快晃得夏目眼瞎了。毫无疑问，自己又抽中大奖了，妥妥的金色传说啊！幸运女神这小浪蹄子真是爱死你了。夏目很是兴奋地雀跃着，并迅速看向了箱子内。随着金光的迸射，宝箱内的奖品也缓缓升了起来，是一把造型精致的武器，一口酷似唐横刀的直刀，刀长1尺，柄宽1寸，刀身赤红，泛着光晕，两面皆有血痕一样的流水纹路，气息异常锋利，光是看着就知其不凡。夏目连忙闪入系统商城，开始翻阅起这把神刀的信息。昆羽刀，昆吾之山多赤铜，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附加能力：1. 极致锋利，2. 天地红鹰，3. 昆兽刀魂，4. 灵气化。兑换价格5000金币。卧槽！夏目惊讶地爆出一条粗口。前2条介绍他看得迷迷糊糊的，但最后一条兑换价格他可是看得非常清楚。好家伙，足足5000金币的氪金天价啊！比 S 级忍术还要贵上1倍有余，这也太好了吧！这个价，这把昆羽刀怕是妥妥的神器了吧？10连抽一个 S 级时空忍术，一把神器昆羽刀，赚翻了呀！哈哈哈！爽朗的笑声在夜空中突起，令守在少族长屋外的几名护卫一脸懵逼，都快以为这自家少族长是不是傻了。红玉般的流光一闪，这般昆羽神刀便出现在了夏目手中。夏目一把握住刀柄，刀身温润，一股热流从刀柄上传来，就仿佛刚从锻造他的火炉内拿出一般。刀刃上的流水纹路微微发光，一闪一暗，吞吐着炽热的气息，就仿佛刀是活的一样。夏目面喜，握住刀，随手腕了一个刀花，并砍向了身旁的木桌。下一刻，流光划过，木桌分成2半，而夏目却连半分阻力都没有感觉到，简直如此挥切空气一般轻松。不愧是极致锋利啊，更无愧于华夏神刀之名啊！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砍得断蛇衣的草剃剑呢？要不找个机会试试？可真要是砍断了他的草之剑，大蛇丸会不会和我拼命啊？看着手中的神刀，夏目忍不住欢快的忧愁着。更何况这把昆羽神刀还可以灵气化，也就是自己开启须佐能乎后一样可以使用，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啊！以后开须佐后再也不怕没有趁手的武器了。而且除了极致锋利与灵气化之外，这把神刀的另外2种特殊能力天地红鹰、昆兽刀魂也是令夏目神驰目眩，并忍不住的尝试着。几分钟后，夏目擦了擦嘴角的鲜血，忍着反噬，一脸畅快欢喜的收起了把斑昆羽神刀。经过刚刚的试验，他也勉强算是弄明白神刀的另外2种能力了。很霸道，很棒，但现阶段的自己还是无法完全掌握，难以长时间使用，只得作为底牌保留。就这样压下了体内沸腾的气血，收起了神刀后，夏目也开始整理起了今夜的收获。之前兑换的9门忍术自不必多说，而这把运气逆天的10连抽则一共给夏目带来了3颗查克拉回复丹，2颗终极治疗丹，2卷终极空间卷轴，1颗初级治疗丹，1卷 S 级时空忍术飞雷神之术，1把神器昆羽刀。目前余额340金币。最后夏目又用300金币兑换了3卡的查克拉上限，将自己的总查克拉推升到了9卡，以至于便仅剩下心酸的40金币了。果然金币这东西实在是不耐花呀，本以为近8000金币的自己也算是暴富了，没想到还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啊。当然今夜的丰富收获还是非常令人心安的。总的来说，夏目可以确定现如今的自己哪怕不使用万花筒写轮眼都足以和之前的自己一战了，若是配合上万花筒写轮眼的话，总体实力至少翻了3倍不止，哪怕是对上现在的无影，自己都能大概率取胜。整理完收获后，夏目开始盘坐在屋内静心冥想，慢慢的恢复着查克拉。很快入夜12时，夏目的查克拉也恢复到了巅峰。日曜，一声轻呼，片刻后一道身影便窜入了屋内，单膝跪在了夏目面前。少族长，我在，我准备离开一段时间，最快2天，最迟5天就会返回，在此期间你留守在这，回绝一切剑客，就说我在钻研新忍术，增强实力。我离开期间会留下通灵兽，
一旦村子发生重大变故或是遭受入侵，你就立刻让月饼将我逆通灵回来。遵命。宇智波日耀重重点头应承道。虽然有些好奇少族长为何会在此刻离开，但想来必然是重要之事，而且真要是出什么变故，少族长也能通过通灵兽瞬间将他逆通灵回来。因此安全问题暂时不用太担心，自己只需恪尽职责的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即可。通灵之术，夏目迅速结印通灵。砰的一声，一只小巧迷你的可爱熊猫便出现在了屋舍之内。月饼，这回也要麻烦你了。月饼无奈的摆了摆爪子，都有些后悔和这个小鬼签订契约了。自己可是威武强大的通灵没收一族的三当家，怎么就好像成了这个小鬼随意使唤的工具熊了呢？但最后在20份鲜嫩竹笋的诱惑下，他还是满不情愿地答应了夏目的请求，许诺会在危机时刻处理的。就这样，基本安排好了村子内的安防事宜后，夏目纵身一闪，便借着夜色窜出了自家岩隐村。他没有让过多族人知晓，毕竟明面上自己待在村子，更能令族人们安心一些。很快，刚出村子，远处的灰暗中便渐渐浮现出了大蛇丸的身影。很准时啊，夏目大人的委托，岂敢怠慢。大蛇丸扭动着蛮腰，阴灿灿地笑道。同时，一瞬间，他的目光便被夏目腰间挂着的那把武器给吸引住了。靠着敏锐的灵魂感知能力，隔着这么远，那把刀竟带给他一种极致锋利的割裂感，就仿佛灵魂都会被那把刀撕裂一般。好锋锐的气息，世上竟还有如此珍贵的神器！大蛇丸惊叹一声，自诩博闻广记的他，竟也认不出那把神刀的原型，但他却无比确定，那绝非凡品，10有8九也是一件神器。怎么，想用你的草剃剑试试？夏目轻蔑一笑，手按刀柄，直接问道。听此，大蛇丸更是心中一惊，连忙摆手：哪里，我可不敢和夏目大人争锋。话说，此次行动，夏目大人就孤身一人吗？还以为您会多带几名宇智波护卫的。大蛇丸故意关心道。在他看来，此次前往岩隐村必然不会一帆风顺。若是夏目这边多带2名开了血轮眼的护卫，到时候万一战死了，自己不就能顺道苟上1、2颗血轮眼了吗？他可是有太多试验，都等着靠血轮眼来尝试了呀。不必了，我一人足矣。你也把你后面的那几人留下吧，废物带多了，只会影响我的效率。夏目瞥了一眼大蛇丸身后，猩红的3勾玉血轮眼在黑夜绽放出摄人光芒，吓得藏在大蛇丸身后几10米开外的隐忍4人众无不心神一颤，头皮发麻。反正以夏目现如今的实力来看，这隐忍4人众就和雏鸡没什么两样，闭着眼睛都能随手捏死的那种。带上这些废物，只会拖延自己的速度。好，都依夏目大人所言。大蛇丸点头附和道，并迅速挥了挥手，遣散了后面的隐忍4人众。说实话，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自己培养的这些小忍者确实还太嫩了。至于那改良版的忍法4子炎阵，也还差些火候。算了，就让他们留守隐忍村吧。稍稍接触后，夏目和大蛇丸2人便出发了，开始向着岩隐村赶去。按照夏目的前世记忆，这个时间点应该正是团藏向潜伏在岩隐村当卧底的都和孤儿院院长云游巫女药师野乃与2人下达指令，促使2人自相查杀。而团藏交于大蛇丸的任务，便是去处理掉剩下的活着那人，以免情报泄露。其中，团藏向大蛇丸许诺了什么好处，夏目一点也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都和药师野乃与这2个罕见的医疗忍者。事实上，平心而论，都这小子虽然确实是后期的反派 BOSS 之一，但这个时期的他本性并不坏，还只是一个渴望拯救孤儿院和院长的稚嫩少年。后续的黑化纯粹是因为误杀了院长，被整崩溃了。因此，能阻止这一惨剧，为自家新建的岩隐村骗到2名宝贵的医疗忍者，还是很划算的。毕竟，言传因陀罗一脉的宇智波一族几乎没有阳属性忍者，更别提诞生出医疗忍者了。夏目当然不愿见到偌大的一个村子连一个医疗诊所都没有，那可太拉胯了。当然，救人是正事，至于能不能在救援途中顺路去岩隐村的金库里逛一圈，带点伴手礼回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此刻入夜时分，土之国岩隐村土隐办公室门外，一道身形壮硕的高大汉子推开了大门，快步迈入。父亲，你找我？黄土掐着浑厚的阴线，迅速问道。屋内办公桌前正揉着自己老腰的大野木连忙停手，并转身看向了黄土。嗨，是的，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您说，刚刚村子里召开的高层会议被一名卧底给窃听了，尽管守卫在中途发现了对方，但还是让对方侥幸逃走了。按照时间估算，对方应该还没逃远，我需要你带队去将他抓回来。大野木暗沉着脸，严肃说道。如此重要的高层会议竟会被外村的一名间谍窃听，说出来也确实蛮丢人的。我明白了，那么这名间谍是否掌握了什么重要情报呢？争取活捉，还是争取活捉？必要时可以击杀。大野木给出了决断。实际上，前2天木叶隐村那边传出宇智波一族内乱叛逃的消息，你听说过吧？听闻过，据闻叛逃的头领还只是一名宇智波的10岁少年，听起来也太荒唐了。黄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一名10岁的少年就算再怎么妖孽，也不可能力敌整个忍村率族叛逃啊！这8成又是木叶放出的烟雾弹和阴谋吧？这不是谣言。据我们安插在木叶的间谍汇报，当天夜里木叶村内确实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数10栋房屋崩塌，大量木叶忍者出动，就连3代目火影也出动了。宇智波一族叛逃并非空穴来风，真有此事。大野木点头，
继续道：“此次宇智波一族叛逃，给木叶带来了不小创伤，而且据说木叶还派出了不少忍者追击，因此现目前正是木叶内部最为空虚的时候。村子高层会议决定趁此机会对木叶发动强攻。”啊！怎么会？父亲，你们疯了吗？竟又要挑起战争？黄土大惊，连忙高声质问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高层中的3位顾问、1位首辅，还有1位大名代表，皆同意了这个提议。可别忘了，那些家伙的不少子嗣，可都战死在了3次忍界大战和5年前与木叶的战争中的。”大野木一拍桌子，道出了全部实情。他们，唉，黄土叹息一声，果然最难化解的依旧还是仇恨啊。如此说来，那名间谍就是窃取到了这个秘密了吗？是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他是其余哪个忍村的间谍，可一旦让他顺利逃脱，我们村子奇袭木叶的计划就会被曝光，那样的结果我绝不允许。因此，为了村子，黄土，这个任务只有交给你了。我明白了，我会完成它的。黄土顿了顿，随后捏着拳头重重保证道，接着便迅速离开了土影办公室，领着人手朝着间谍消失的地方迅速追击而去。此刻入夜9点，岩影村东南方向10余里外，一片幽暗的峡谷沟壑之中，一道年轻的黑衣身影正悄咪咪地躲在岩壁背后，呼呼，都剧烈地喘息呼气着，并悄悄瞥了一眼外面。不好，被包围了！都暗叹一声后缩了回来，并缓缓摸出一块怀表，凝视着表盘，满心唏嘘地感慨道：“如果没有当年的事，现在应该是就寝时间了。离开孤儿院已经5年了呀，真想再见院长和大家一面啊！也正是靠着对院长、对朋友们的思念，才让都得以在敌国忍村中如此备受煎熬地坚挺了5年。而今夜，他终于窃听到了一个大秘密，即是岩影村即将趁着宇智波一族叛逃的机遇，对木叶发动奇袭。只要他能将这个消息带回去，必然能立下大功，乃至靠这份功劳将院长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也未尝不可。只可惜他的窃听还是暴露了，此刻正面临着岩影村的疯狂追杀，四面楚歌，想要逃出去可不简单。可为了孤儿院，他必须成功把消息带回去。都深吸一口气，准备再次寻路逃生。可就在这时，他却陡然听到峡谷外面传来了几声惨呼：“什么人？站住！”啊！噗噗，几声沉闷的倒地声响起，接着便是2串沉稳的脚步声渐渐靠向这里。踏踏踏，发生了什么？脚步声在靠近这里，我已经暴露了。该死，那就拼了吧！都咬着牙从岩壁后冲出，看向了前方，这才陡然发现那些岩影村的忍者都已倒地，而他的前方仅仅只有2名穿着红云长袍的身影正在逼近自己。夏目大人，您的变身术竟如此逼真啊！大蛇丸憋着笑意，边走边忍不住打趣道：“请叫我阿飞。”此刻，一身红云长袍、头戴屎黄色螺纹面具装扮的夏目，正认真地对大蛇丸告诫道：“今日和大蛇丸一起造访岩影村，本就是小组织的阿飞，绝对没有什么岩影村的宇智波夏目。”好的，阿飞。大蛇丸摇了摇头，对夏目这小鬼的骚操作也只得无语。这小鬼，小心思也忒多了吧？非要假扮成小的模样，就以他那实力冲进岩影村杀一圈再出来，都不一定有人能将他留下来。好了，都那小子就藏在那边的岩壁后，我可是一直派人监视着他和野乃宇的。那小子确实颇有天赋，年纪轻轻就已学会了 A 级医疗忍术查克拉手术刀。只不过我们好像来早了一点，精彩的自相残杀好戏似乎还未开演啊！大蛇丸指了指那边的岩壁阴暗处，饶有兴致地说道：“能赶上就最好。”夏目安心了2分，他可不想刚刚赶到就看到一只已经黑化了药师斗。哟，那小鬼自己出来了！你们是什么人？都探出了身子，看向夏目2人，并左手捏着苦无，右手背在身后，用查克拉包裹手掌，化为了锋利的查克拉手术刀，时刻戒备着。来救你的人。夏目微微一笑，可在都看来，这和恶魔的诱骗毫无区别。他才不会贸然相信这2名来历不明的神秘人呢。等等，为什么右侧的那人看起来好像是已经叛逃木叶的大蛇丸大人？你们究竟想做什么？不要那么紧张，收起你的忍术吧，不然我出手的话，你可能会没命的。夏目轻声告诫道。说实话，学习了那么多新能力，实力暴涨后，他倒是挺想出手活动一下的，就怕控制不好力道，一下将都给打死了，可就不好。别开玩笑了，我要离开这里，你们不要拦我！都激动的大喊道。就算那人是大蛇丸大人，他也不可能随便和一名木叶叛人亲密接触的，他必须赶紧将消息汇报回去，立下功劳。可就在他准备突围出去时，咻咻，2道苦无破空声从峡谷上方传来，同时一道身影也陡然跳下，向着都直扑而去。来自上面的攻击，岩影村的追兵都心中一惊，身体却极为灵活的空翻侧移，很是轻松的就躲过了那几把苦无，同时将自己那包裹着查克拉的锋利查克拉手术刀也顺势挥出，直指那道从崖壁上杀向自己的黑影。可都的查克拉手术刀才挥舞到一半，却陡然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无法动弹了，就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再难移动半分。怎么回事？我的身体怎么了？怎么动不了？是被谁定住了？惊恐之间，都连忙斜眼看向大蛇丸那边，这才发现施术定住自己的竟是远处那名戴着螺纹面具的奇怪男子。就在这时，另一边那道从悬崖上跳下的身影也稳稳落地，并挥舞着苦无再次朝着都刺去。下一刻，
忍法自负术，操！远处的夏目轻描淡写的再次发动忍术，在空中迅速写下了一个操字，当然是操控的操。须臾间，远处的黑影也被操字陡然定住，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和都一模一样。眼看着夏目挥了挥手，就轻松控制住远处的两人。大蛇丸也对这般神异的忍术升起了几分好奇。这是什么忍术？一种控制类忍术，可以轻松控制实力比自己弱的敌人，或是稍微限制一下实力强过自己的人。大蛇丸双眼一亮，竟还有如此神异的秘术，看起来似乎比木叶山中一族的心乱身之术还要精妙几分。算不上什么秘术，也就能用来欺负一下弱者。强大的查克拉，过人的体魄都能轻松破开自负术的控制。而且像你这种一套又一套能蜕皮逃生的家伙来说，也用处不大。夏目轻描淡写的回应道：这种辅助类的忍术本就不是拿来对付强者的，唯有手中的刀以及自身的硬实力才是战胜强者的真正资本。不过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时候自负术什么的还是挺方便的，也算没白兑换这个忍术了。蛇叔努了努嘴皮，倒也没有过于忌惮，毕竟除了神秘的灵魂类忍术以外，这世上能杀死他的忍术几乎没有。他倒是更好奇着夏目这小鬼是从哪学来这些奇奇怪怪的忍术的。木叶村里的忍术禁术他都几乎看了个遍，也没见过这般忍术啊。大蛇丸，你从哪学会的这种忍术啊？夏目、梦里、大蛇丸。片刻后，夏目脚尖一点，轻松跳到了都和爷乃宇两人身前。都说了让你冷静点，怎么就不听呢？唏嘘一声后，夏目这才解开了两人脑袋区域的束缚，恢复了两人说话的能力。三勾玉写轮眼，你是宇智波一族的人，你究竟想做什么？看着这名神秘人面具下的三勾玉，右眼都硬着头皮质问道。太强了，这家伙仅仅流露出的少许气息就令自己头皮发麻，两股颤颤。这样的强者为何会偏偏盯上自己啊？同时间，另一边一道清脆的女声也陡然响起：你是宇智波的人？你们都猛然一惊，看向了对面同样被定住的那名杀手。这声音好熟悉。你……就在这时，渐渐的柔和的月光也照射了过来，将身处阴暗中的院长身形照亮。而当都看清袭击者的面容竟然是自己的院长云游巫女野乃羽之后，更是猛然一震，不敢置信。院长，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在这？野乃羽也心头一震。你究竟是谁？为什么会认得我？毕竟知晓自己是孤儿院院长的人可不多，更何况对方还是木叶根部指令自己要刺杀的目标，且任务令报上称对方只是一名云隐村的间谍，不该认识自己啊。院长，我是兜啊，是你给我取的名字，你怎么会不记得我了？为什么还要杀我？野乃羽瞪着兜，满脸不敢置信。都不是这个样子，你不是他。显然这位云游巫女依旧不知道自己被根部骗了，根部寄给他有关于的兜的照片早就被调包替换成了另一副样子，因此他才认不出兜。行了，你们俩之间的问题回去后慢慢解释吧。又有客人来了，虽说这场苦情戏还是蛮有趣的，只可惜远处岩隐村队的追兵正在快速靠近，时间紧迫，夏目也只得插声打断了两人的相认。接着夏目看向了大蛇丸，指了指这两人，安排道：大蛇丸，他们俩就交给你了，记得把他俩安稳的带回去。你也别打这两人的主意了，他俩要是死了的话，我就去将你实验室里的那些试验体都毁了，你可以试试。一瞬间，夏目面具下露出的三勾玉血轮眼直接化为了万花筒血轮眼，庞大的精神力呼啸而出，压向大蛇丸，仿佛能将人的灵魂都给冻结一般。大蛇丸连忙移开了目光，并打了个寒战，生怕被血轮眼的幻术影响心智。这小鬼还真会抓人软肋啊！虽然这兜的可塑性很强，很有培养价值，但和自己那么多试验体一比，还是略显逊色。总之，还不值得为了一个兜和夏目这家伙彻底翻脸。至于这名野乃羽，更是可有可无。不过，云游巫女的身材和相貌倒是蛮不错的，夏目这小鬼不会就好这一口吧？听闻早熟的孩子都非常缺乏母爱，还真保不准啊！啧，大蛇丸心中暗暗胡思乱想着，当然也只是玩笑罢了。他可不敢丝毫轻视这位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夏目小鬼啊，可真会使唤人啊！放心，交给我吧，我会将他们安全带回去的。大蛇扬起嘴角，桀笑一声，双手迅速化为两条蛇手，直接缠住了都和野乃羽两人。下一刻，便带着两人跃向了远方，迅速消失在了黑夜之中。片刻后，两名岩隐村忍者便追到了这里，为首之人正是领命追杀间谍的黄土。只有一人，刚刚还感觉到这里有3、4道气息的，看这样子，那名间谍已经逃了吗？等等，这人的这身打扮是小的人。黄土两人落地，看着远处孤身一人的夏目，忍不住喃喃疑惑道：根据岩隐村的记录，这身服饰也只有小组织的人才会如此打扮了，而这名为小的叛人组织是从前几年开始渐渐活跃了起来的，不少暗杀任务中也能隐约看到他们的身影，但似乎他们还未曾和5大隐村正面抗衡过，因此在几大忍村看来威胁程度倒也不高。只是没想到今夜竟在这撞见了对方，而且还孤身一人，难不成就是对方接走了那名间谍？夏目站在原地，一边活动着筋骨，一边等候着黄土靠近。其他人或许不知道，可夏目非常清楚，事实上这位其貌不扬的黄土却是实力颇为出众，
正好值得自己活动一下筋骨，试验一下现如今的实力。你是什么人？为何出现在此？那些是你干的吗？黄土暴喝一声，也看到了周围倒地的那几名岩隐忍者，不禁面色严肃，暗暗戒备着。就在这时，对面那名戴着面具的家伙竟陡然睁开了右眼，看向了自己二人。是万花筒写轮眼，不好，别和他对视！黄土大吼一声，连忙对着身旁的队友提醒道。奈何却为时已晚。虽说夏目的万花筒写轮眼在幻术上的造诣远远无法和专精阅读得佑的万花筒相比，但任何一双万花筒写轮眼的幻术能力本就不弱，直视之间想要短时间控住一名普通上人还是没问题的。以至于实力只有上人水平的这名岩隐忍者，瞬间就被夏目控制住了心神，直接翻手抽出苦无，朝着身旁的黄土刺去。千钧一发之际，实力强劲的黄土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应。土遁拳炎，黄土的右手迅速化为坚硬的岩拳，大幅增加了硬度和重量，并猛地挥出强烈一击，直接击断了队友的苦无，将其一拳打飞，重重地砸落在了远处。要知道，他这一拳之力可是连尾兽化的人助力都能击飞的，此刻明显是留了大半力道。土遁结界，土牢唐无。接着队友刚刚落地，黄土又释放了一个土遁结界忍术，利用土墙围成一个土牢，将被幻术控制的队友完美困在了里面。不过数秒时间，2个回合，这黄土就迅速击败了一名上忍队友，并生擒住了对方，足以见他的实力强劲了。事实上，正是因为不想挑起战争，希望那个卧底能逃出去，避免岩隐继续执行袭击木叶的计划，从而挑起战争，所以在原剧情中，黄土这才放过了兜一马。不然就以兜当时的实力和状态，怎么可能从实力强劲甚至足以力压石尾的黄土手中逃走吗？还不错，有点实力。岩隐村就是为了隐藏实力，这才刻意弱化你的存在感吧。夏目淡淡一笑，一语道破。这黄土毫无疑问妥妥的拥有着影级的实力，你究竟想做什么？黄土皱眉大喝一声，同时再次悍然出手。在他看来，这人既然先对自己等人动手了，那绝对是敌非友，先揍一顿再说。土遁大地洞合，土遁岩柱枪。面对拥有着万花筒写轮眼的强大敌人，黄土不敢有分毫轻视，各种土遁忍术信手拈来，频频施展。片刻间，夏目周围的大地迅速大幅隆起，高低不一，仿佛整块大地都在咆哮。同时，大量锋利尖锐的岩石长枪也从暴动的土块中射出，杀向夏目，攻击力十分可观。能发动这么大规模的土遁忍术，很可观的查克拉啊！只可惜，你的攻击还是太慢了。夏目轻笑一声，靠着矫健的体术，在周围不断起伏变化的岩块中轻松腾挪，很是优雅。而那些朝他突刺而来的土龙枪，更是难以命中他。毕竟土遁重力轻视，比起风遁、雷遁等等忍术，都要少几分灵巧，很难命中一名体术高手。眼见着敌人如此轻描淡写，更是激得黄土一怒，并猛然加强了查克拉的输出。土遁、土龙枪、土遁、刚力士之术。一瞬间，数十把威力更胜一筹的岩石长枪爆射而出，直接封死了夏目的所有躲闪方位。同时，两具由刚力士之术召唤形成的巨大粘土巨人更是呼啸而出，一跃而起，从空中挥舞双拳，猛地砸向了夏目。如此一来，哪怕敌人能侥幸抗住那些土龙枪，这两具粘土巨人暴击也定能将敌人锤成肉饼。可见此刻的黄土是动真格了。面对如此暴雨般的密集攻击，夏目没有丝毫的慌张，反而很是平稳地握住了腰间的神刀刀柄。下一刻，红光迸射，锋利的昆羽神刀应声拔出，没有斩击，没有挥动，夏目仅仅屈指在刀身上轻轻一弹，嗡，一股无形的奥妙红音律动，以刀身为中心迅速扩散开来。时间、空间乃至周围的一切都仿佛被这股律动震荡着，宛如被激起涟漪的水波，没有任何物体能阻碍这股音律之力的扩散。同时，强大的音律震荡之力也作用在夏目身上，使得他的全身的筋肉、骨骼、气血等等全都沸腾起来，就仿佛被一柄大锤重重砸中。沸腾的气血更是顺着浑身毛孔蒸发散出，在身体周围形成一圈大日红晕，升起氤氲雾气。仅一次天地红音，便震得夏目近乎吐血反噬。而此刻，就连身为昆羽刀的使用者夏目都被震荡至此，更别提周围的那些岩枪与土块了。这一圈红音律动过去，那数十根岩枪瞬间就被震碎，化为了大坨烟粉。而那两具高高跃下的粘土巨人也同样直接崩散，巨大的身形当场就崩裂成了无数土块，纷纷坠落。就连土人其中蕴含的查克拉也被统统震散，甚至远在数十米开发动着攻击的黄土本人，也被这股奥妙无比的天地律动给震断了忍术，被迫连退3步，捂着沸腾的胸口，嘴角溢出了丝丝血渍。这是什么忍术？竟能有如此威力？是风遁？不太像，似乎和那家伙手中的武器有关。难不成那是一把神器？黄土心中惊骇万分，忍不住猜测道，并一边压制着体内激荡的查克拉与气血，一边擦拭着嘴角的血渍。这一刻，他的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只因为他感觉遇到了这辈子中最强劲的对手了。呼！夏目横刀立，长呼一声，吐出一大口沸腾的浊气。不愧是价值5000金币的神器啊！略微展现少许锋芒，就轻松破开了黄土的密集攻击。以后拿着这把昆羽神刀和敌人对砍，估计用不了几刀就能将敌人震得气血爆鸣，五脏俱裂吧。就是自己的体魄也有点弱。看来
以后没事的时候也必须多拿着神刀来好好淬炼一下体魄了呀，别以后战斗时没把敌人震死，先把自己震吐血了。而尝试了一番神刀的威能后，夏目也不准备再拖延了，直接提着刀屈膝一跳，迅速朝着黄土冲去。同一时刻，眼见着敌人猛然攻来，黄土更是景声大噪，双目圆鼓，不敢再有丝毫保留，直接抽空了他体内1半多的庞大查克拉，发动了他最引以为傲的忍术，也是他的底牌手段——土遁山土之术。下一刻，大地咆哮，石土轰鸣，无数土块轰然而起，迅速形成了2个上百米大的巨型半球体，并朝着夏目包夹而去。土遁山土之术，一个学习难度仅为 B 级的土遁忍术。听名字，看等级，貌似这样的一个土遁忍术应该也就普普通通，远不能和那些 A 级、S 级的强大忍术相比吧。可就是这样一个忍术，在黄土这样的强者手上，竟发挥出了莫大威能，不仅对忍者有效，甚至连尾兽等级的巨大生物都有办法压制，堪称最高等级的阻止行动的术，几乎不下于好火灭却在斑野手中的威势了。曾经岩隐村里的人助力暴走，化为尾兽之际，黄土就凭借着这个忍术以一己之力镇压过。而若是普通忍者，一旦被这个忍术夹住，怕是会被恐怖的压力给直接压扁吧。其威力甚至不弱于普通版的地爆天星。显然，这般底牌忍术都被迫动用的黄土，确实已经被夏目逼得无路可退了。此刻，这100米大的雄伟岩土半球包夹而来，确实威势惊人。区区一名岩隐村的上忍，竟能以一己之力靠着忍术镇压尾兽，力拼10尾，确实不凡啊！而且如此硕大的石块，一旦被其笼罩，根本就来不及闪避。也难怪岩隐村将这黄土藏得这么深了。若是别家忍村知道岩隐村还有个随时能镇压尾兽的狠角色在，怕是早就坐立不安了吧。当然，这忍术虽然霸道，可对于现如今的夏目来说并不难应对。8门遁甲、飞雷神之术等等，都足以破开或躲避这个忍术。但兴致大起的夏目依旧选择正面硬抗。下一刻，轰！2块巨大的土圆块轰然合上，爆发出一声惊天音爆，巨响声甚至足足传出了几公里远。呼呼！远处施术完毕的黄土也在不断喘息着。一次性释放如此大规模的忍术，对他而言也颇具压力。但万幸还是终于困住了敌人，只是不知道是否已经将敌人压成肉饼了。不过想来，这名敌人实力恐怖，又有神器傍身，应该没那么容易暴毙吧。只不过只要被自己这山土之术困住了，哪怕是尾兽，一时半会也休想脱困而出。黄土松懈了一口气，微微放松了紧绷的心弦。但下一刻，不等他喘息完毕，又是一声巨大的破空声响起。唰！一道璀璨锋利的幽红色光芒从前方巨大的土球中陡然射出，从内向外猛地化开一圈。而那坚硬无比的岩土巨球，在这道璀璨的刀光下，更是脆弱的宛如豆腐，轻轻一撕就被切成了2半。下一秒，更为耀眼的猩红色光芒从巨球裂痕中迸出，接着一道魁梧高大、手持巨刀的猩红魔神虚影陡然乍现。刷刷刷！灵气化的坤羽刀在须佐手中挥动，宛如来自天界的灭世之刃，瞬息之间就将岩土巨球斩成了无数块。看得远处的黄土目瞪口呆，恍如稚梦。这是须佐能乎？怎么会？他不是只有一只写轮眼吗？而且这须佐哪来的武器啊？远处无数巨石碎块纷纷坠地，震起了无数扬尘。而开着须佐能乎的夏目也重重砸落在地，如同冲天坠落的魔神，势不可挡。这坤羽刀灵气化后也太棒了吧！可比之前用查克拉凝聚出的长刀锋利多了。须佐家神器果然绝配啊！好了，也该结束这场闹剧了。夏目心中一凝，数步踏出。高大的须佐握着巨大的神刀，再次挥红而出，横劈而去，直取远处的黄土。一时间，光是巨刀卷起的无边风浪，就将黄土吹得头皮发麻，心头大骇。土遁、土流壁、土遁、地动合、土遁、硬化术。黄土连忙施展忍术，在身侧延展出了好几重岩土防御，几乎榨干了他仅剩不多的查克拉。但这瞬息间升起了10余面土墙的防御力，可比不擅长土遁的团藏当初构建的防御强太多了。若是夏目用的还是之前的查克拉大刀的话，还真未必能全部一刀劈开。只可惜这一次这些厚重的土遁防御，在须佐的威势下，在坤羽神刀的锋芒下，简直不堪一击，当场就被全部轻松斩破，甚至比刀切黄油还要丝滑3分。而就在刀锋即将斩中黄土之际，夏目也瞬息转换，错开了刀锋，仅用刀身横劈打中了黄土，并未直接击毙黄土。毕竟重伤黄土和击杀黄土完全是2个概念。这家伙好歹也是3代土影大野木的儿子，真杀了对方就是和岩隐村结下死仇了。虽说自己并不畏惧岩隐村，可现目前自家岩隐村刚刚兴建，己方最大敌人依旧是木叶，在未曾覆灭木叶之前，过多与其他忍村结下死仇并不划算。而且这黄土实力不错，日后若是怂恿他去攻打木叶，必然能给木叶那边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吧。当然，这重若千钧的一刀狠狠打在黄土身上，虽然没有直接带走他的性命，但也将黄土打得七荤八素，浑身骨头断裂到飞出数十米外才猛然砸落。要知道，他还开启了硬化术，将自己身体硬化到比岩石还要坚硬，大幅降低了物理攻击伤害，却依旧被打得仅剩半条命，可见这一刀的威能之凶了。
眼见黄土昏迷，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夏目这才解除了须佐，收起了神刀，并一边揉了揉有些发酸的双眼，一边乐呵着。这一下，他基本可以确定，开着须佐，手持神刀的自己，已经可以算是半个无敌的存在了。回头再将筑间细胞移植一下，获得无限续航之后，自己基本就能在大半个忍界横着走了。果然，拥有绝对力量的感觉实在太棒了。很快，乐呵完毕后，夏目也想起了正事，接着又施展起了忍术，自负术爆，爆字瞬息飞出，落在了远处黄土施展的土盾，将队友困住的土牢上。轰！土牢破开，里面那名迷迷糊糊的岩银忍者露出了身形。已经解除了幻术控制的他，眼看着外界那一片狼藉的恐怖战场，以及落败昏迷在远处的黄土，也不由懵了。喂，那边的岩影忍者，黄土已经败了，赶紧回去搬救兵吧。告诉大野木那老小子，我就在这等着，等他来了再锤爆他的狗头。夏目狂妄大吼道，浑身杀气凛然，吓得那名岩银忍者双腿一软。眼见实力强大的黄土队长都败了，他哪还敢迟疑啊？赶紧手忙脚乱地从土牢内爬出，向着岩影村逃去，准备回去寻求支援。眼见着那名岩银忍者逃走，夏目这才来到了黄土身旁，确认了一下，这个皮糙肉厚的家伙一时半会还不会挂掉。事实上，之所以暴揍这个黄土一顿，也不是夏目吃饱了没事做，主要是一来想活动一下筋骨，确认一下自己现如今的大致实力，再试验一下昆羽刀的威能；二来不把小的打趴下，怎么能将岩影村大野木那个老家伙骗出来呢？不把那个老家伙引诱出来，自己又怎么好顺路去人家村子内的金库里逛一逛呢？说白了，这不过是调虎离山罢了。而且即使阴谋也是阳谋，哪怕大野木真的识破了，他也不得不来。一个实力浑厚可以镇压尾兽的黄土，对于岩影村来说可谓举足轻重。再加上这还是对方的亲儿子，不怕对方不就范。影分身之术，砰！白雾爆开，夏目分出了一个影分身，留在原地。接着本体则回头瞥了一眼后方，嘴角微微一扬，而后立即出发，朝着岩影村的方向前行而去。至于刚刚夏目瞥了一眼的地方，一条纯白的小蛇正在躲在岩缝之中，瑟瑟发抖的暗暗偷窥着。很显然，大蛇丸那个老阴逼又怎么会错过一场既精彩万分又能打探夏目真正实力的战斗呢？这才早就留下了一条白蛇分身隐藏在那。对此，夏目也并不在意。现阶段自己的实力越强，大蛇丸对自己越发忌惮，才越有利于自家岩影村和阴影村的合作。打铁终究还是需要自身硬啊。另一边，拼命逃窜的那名岩影村忍者，更是不过10分钟就逃回了村子内，将敌人入侵、黄土落败、生命垂危的劲爆消息告知了现如今3代目土影大野木。一听自己儿子都败了，而且性命还被握在人家手上，大野木也急了。自己儿子黄土的实力他是清楚的，放眼整个岩影村，除了自己以外，几乎没人是他的对手，怎么会轻而易举的败给一名小组织的叛人呢？而且小的人又为何恰好出现在此，并救走了那名间谍呢？无数疑惑在大野木心中升起。不过此刻可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黄土的性命危在旦夕，黑土还小，自己总不能让那丫头现在就痛失父亲吧。想到这，大野木不敢迟疑，连忙领着亲卫队冲出村子，向着事发地赶去。很快，大野木等人不过才离开几分钟，另一道矮矮的身影便趁着夜色悄悄摸进了村子内，并一路绕开守卫，朝着土影办公大楼后的村子金库前去。金库的守卫并不严，只有2名中忍象征性的把守着，毕竟这里可是岩影村的腹地，又贴近土影大楼，真要是有人能击败土影大人突袭到这里了，估计整个岩影村也离灭亡不远了。此刻，这道潜伏在此的身影似乎对周围的建筑地形都颇为熟悉，正躲在一处阴暗的墙角后，细细地观察着金库阁楼的守卫情况。没过几秒，他便心中有了计划，准备开始行动了。可就在这时，身后一只突然冒出的细嫩小手却猛然拍在他的肩膀上，将他吓了个半死。哥，你在这做什么？迪达拉猛然回头，当看见身后是自己的师妹黑土时，这才松了一口气。嘿，黑土，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又悄悄摸进村子了？爷爷要是知道了，估计又得发脾气了。才仅有8岁的黑土也已颇具性格，此刻正抱着双臂，一脸较真地训斥着自己这位总爱捣乱的师哥。事实上，就是因为经常在村子内捣乱，并试验各种粘土炸弹，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去年9岁的迪达拉便被迫搬离了村子，住在村子外围，在没有大野木的指令时，都不许他随意进入村子。睡不着，我就进村子里逛一逛。迪达拉尴尬一笑，他当然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是发现大野木那老头子突然离开村子了，这才抓住机会准备进村子内捞一波的。毕竟最近正在研究新忍术的他，实在手头有点紧了。呸，哥，你能不能编得像样点的谎话啊？一看你就是又想干坏事了。黑土没好气地骂道，真恨不得掐死这个爱捣乱的师哥。只可惜这家伙虽然不正经，但在忍术上的造诣天赋确实很高，就连爷爷也经常夸赞他，常常拿他和自己做对比，这才弄得黑土想揍人。嘘，小声点，倒是你怎么会出现在这？迪达拉一把捂住了黑土的嘴，低声问道。傍晚的时候，老爸被爷爷叫出门了，现在还没回来，妈妈喊我来土影大楼这边问问爷爷，好让老爸早点回家。黑土解释道，也不知道老爸跑哪去了，这么晚还不回家，怕是今晚回去生气的妈妈又得让老爸跪搓衣板了。哥，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在打金库的主意？嘘，这事可不能乱说啊！迪达拉慌了，赶忙辩解道：“分我一半啊！你不分我一半，我现在就大喊，让你一分也拿不到！”稚嫩的黑土露出一抹纯洁的坏笑，毫不留情地胁迫道：“虽然在忍术方面的造诣天赋自己不及这位师哥，可是爷爷大野木的谈判威胁手段，他还是学了些皮毛的。黑土，你干不干？不干的话，我可喊人了！干！”迪达拉一咬牙，同意了合作。接着，两人便再次悄悄探出脑袋，打探起了金库的防守。黑土，一会我先突破过去，打昏那2名守卫。你从金库后面的隔层边缘爬上去，替我放风。若是有人来了，立马通知我。迪达拉开始安排起战术。好，准备，3、2、1，动手！迪达拉第一个窜了出去，借着黑夜的视野盲区，快速逼向那2名守卫，同时双手一翻，好几只带着麻痹毒素的粘土小蜘蛛也陡然射出，扑向守卫。就这样，靠着出其不意的突袭，实力出色的迪达拉很轻松的就击昏了2名守卫，并迅速推开大门，一脸兴奋地闪入了金库之内。而后方，身材娇小的黑土也急忙迈着一双矫健的小长腿，扑哧扑哧地跟了上去，一跃而起，抓住了金库2楼的隔栏，准备翻上去。自己若是不搞快点的话，师哥那个笨蛋怕是就得贪污掉自己那份的一大半呢。不过，就在他刚刚爬上2楼隔层，右脚上的小鞋居然被蹭掉了，不得已，黑土只得跳回了1楼，气呼呼地鼓着小酒窝，在灰暗的地上摸索着自己的鞋子。好不容易摸到了鞋子，抬头一望，却陡然发现面前竟不知何时多了一道陌生身影。对方戴着面具，身材不高，气息内敛，看不出好坏的样子，但双手却很是奇异地握着几条丝滑的长袜，并带着诱惑的声线对着自己笑问道：“未来的腿影哟，你掉的是这双黑丝袜，还是这双白丝袜呢？还是这双渔网袜呢？”黑土哦，黑土眨了眨明亮的大眼睛，一脸困惑，好一会儿后才猛地反应过来了：“你不是眼影的忍者，你是谁？你想做什么？”黑土连忙大声质问道，以掩盖着心中的惶恐。说到底，他此刻也只是一名8岁的小女孩罢了。夏目浅浅一笑，刚到这里的他就看见这位未来的腿影在地上摸索着什么，这才兴致大起，忍不住冒出来开了个玩笑，逗了逗对方。放心，自己也还没变态到连幼女都不放过地步，再怎么样也要等对方再发育个几年嘛。别激动，我今天不是来杀人的，放心吧。就在这时，金库阁楼内，迪达拉也似乎听到了外面的异响。喂，师妹，什么声音啊？你在和谁说话啊？哥，有敌人，快出来！黑土猛地一跳，一边后退一边大喊道。可他的话还没喊完，便只见前方的那道身影陡然一晃，消失在了原地。随后就感觉自己后颈一麻，当场昏迷了过去。显然，这小妮子虽然实力不错，但对于现如今的夏目来说还是太弱了，连中人水平都不到，自然被一招击昏。下一刻，夏目才将黑土放在了地上。金库内，急迫的迪达拉也猛然冲了出来，可还没等他看清外面发生了什么，他的视野便被一双猩红的万花筒写轮眼所笼罩。时间混乱，空间错移，意识沉沦，不知不觉中，连粘土炸弹都未放出来的迪达拉就已经被写轮眼的幻术控制，深深的沉睡了过去。这小子果然还是不擅长应付幻术啊！小小年纪就打起了自家村子金库的注意，也是个人才啊！看着昏睡在地的迪达拉，夏目微微唏嘘一声，接着这才兴奋地迈进了岩影村的金库，准备顺手的带点伴手礼回去。进入金库内，一大片金钱的气息迎面扑来，令人呼吸都畅快了几分，心头火热火热的。尽管地理位置封闭，不善商贸的岩影村金库储备确实比不上木叶的金库，但好歹也是5大隐村之一，其储备的银两也不算少。放眼看去，少说也有近1亿两，看来又能大发一笔了呀！下一刻，二话不说，夏目抽出了好几卷早已备好的空间卷轴，开始肆意扫荡起了这满满2层楼的银两。现在看来，从系统内抽奖而出的这些空间卷轴还是蛮有用的，一卷终极卷轴就能装载2000万两，而且轻松便携，可比背着几大袋银两跑路要方便多了。很快，夏目就装满了整整2个终极、6个初级空间卷轴，几乎席卷了金库内的一大半银两，足足7000万两整，仅只给岩影村留下了2000多万出头。也不知道到时候大野木那老小子知道了，会不会被活活气死？妈，那就不关自己事了，起码自己还给岩影村留了一些嘛，也不算太过分，对吧？整理好了卷轴，准备满载而去的夏目，也陡然想起了什么，迅速掏出了一只苦无，并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飞雷神之术印记。接着轻轻一跃，便将这把苦无藏在了这座金库上方的横梁背后。难得来一趟，总得留下点礼物嘛。若是这带有印记的苦无被发现了，也没什么；若是没被发现的话，自己以后有时间不就能时常再顺意过来逛一逛吗？想来热情好客的岩影村一定不会拒绝自己的善意造访吧。就这样留下好标记后，夏目不再停留，直接发动了飞雷神之术，循着之前留下的标记瞬移而去，瞬间就消失在了金库内，仿佛从未来过一般。当然，除了那近乎被搬空一大半的金库之外，此刻距离大野木收到消息才不过5分多钟，而心急如焚的这位3代目土影便已急速飞过了10多分钟的路程，赶到了之前夏目和黄土激战的地方。果然，只见一名戴着面具、穿着红云长袍的人正等候在此。下一刻，眼看着自己儿子被打得伤痕累累，昏死在地，暴怒的大野木
一句废话也没有多说，直接发动攻击，对着夏目的这具分身就干了起来。各种土遁忍术铺天盖地的汹涌而出，煞是骇人。不愧是从战国时代一直存活至今的老野物，尽管在山土之术这个土遁忍术上的威力不及黄土，可整体上来说，大野木对忍术的掌控力、释放速度、灵活性等等都远超黄土一大截。哪怕不算他那号称最强之矛的沉遁，这家伙的综合实力在五大隐村的历代隐中都是中上水平的，一个接一个的土遁忍术，繁多的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再加那独有的飞翔能力，直接停在高空，对着夏目的分身不断用忍术轰击着。寻常没有远程攻击能力的忍者，对上他近乎无解，更使得大野木就仿佛立于不败之地一般。当然，也主要是因为夏目分身这边刚经历过一场和黄土的激战，所剩下的查克拉本就不多，只有2卡出头一点，再加上本体带走了昆羽刀，以及各种容易暴露身份的能力和忍术都不方便使用，这才应对的束手束脚，全程被大野木压制着。不然，真若是夏目本体在这直接开启须佐能乎握着神刀的话，那估计就是大野木被追着暴揍了。可恶，区区一个小组织的叛人，竟敢与我岩隐村对抗，你找死！大野木暴喝一声，眼中带着浓郁的愤怒，双手的结印速度更快3分，攻势也更强了几分。这个时间段的五大隐村基本都并不重视小这类叛人组织的。当然，身为3代目土隐，历经3次忍界大战，阅历丰富的大野木也并未被愤怒吞噬理智，反而一边攻击一边寻找着敌人的弱点与破绽，以便于一击毙敌。毕竟面前这名敌人的确实实力强劲，自己都已经和对方交战了数十个回合了，也不过勉强占据上风。此人的实力绝不在无影之下，放眼整个忍界，也未曾听说过哪一家出了这么厉害的叛人啊！更何况对方那招牌的血祭献界血轮眼更是一直未曾使用，这不禁更令大野木忌惮3分，暗暗戒备着。就这样又缠斗了好一会儿后，几乎耗尽了剩余查克拉的夏目分身，也估计着时间差不多了。下一刻，竟在大野木惊愕的目光中陡然放弃了反抗，任由地上凸起的大量岩枪将其贯穿。怎么会？他怎么放弃抵抗了？难道真是因为耗尽查克拉了？眼看着敌人被刺穿，大野木也猛然一惊，不敢置信。可下一瞬间，敌人的身影便爆成了一团白雾，消失于无形。这是影分身之术！大野木惊呼一声，盯着远处，双眼圆鼓，差点没将眼珠子瞪出来。木叶的影分身之术，他也见过不少，确实非常精妙，难以分辨。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和自己鏖战这么久，打得昏天黑地的敌人，竟然只是一道影分身，这太他妈气人了吧！可分身都如此之强，那对方本体的实力岂不更加恐怖？等等，若对方只留了个分身，再次拖延自己，那他的本体不好，被骗了。对方的目标是自家村子。恍然醒悟的大野木这才心头一骇，追悔莫及。亏自己还背负2天秤的称号，更是现任无影中辈分最高的一位，竟连这点小把戏都未看破，实在是救人心切，被迷惑了心眼啊！该死！希望村子不要有事吧。大野木愤恨一声，抓起地上的黄土，赶忙准备回撤，返回隐村。可就在这时，远处一把插在岩缝中的不起眼苦无旁，一道身影陡然闪现。哟，大野木啊，打累了吗？夏目抖了抖身后的背包以及里面装着的7000万，向着远处正准备离去的大野木笑着招呼一声。不得不承认，哪怕抛开战斗不说，这飞雷神之术光是用来赶路，更是效果卓越啊！10余公里的路程，一瞬间就到了，大大节约时间啊！就是消耗的查克拉有点多，按照自己现在查克拉量来算，来回2、3次就得被抽干了。看来还得再提升点自己的查克拉上限啊！另一边，听着身后传来的嘲讽声，大野木也猛然回头，这才发现先前和自己大战的敌人本体竟陡然出现了。这是瞬身术？不，刚刚周围明明没有人的，哪怕再快的瞬身术，也不可能瞬间跨越上千米的距离，瞬息而至。等等，他脚下的那是苦？难不成是飞雷神之术？大野木陡然惊呼道。哪怕已经过去快10年了，他也依旧不会忘记那道木叶黄色闪光横空出世，威压一整个时代的模样。靠着一手飞雷神之术带来的急速，几乎无人能敌。整个第3次忍界大战，光是死在那家伙一个人手上的岩隐忍者就不下100人，其中更是包括了东死人、魔智等等岩隐精锐。也正是因为那场大战，才结下了岩隐和木叶至今不解的仇恨，甚至更是因为那位4代目火影波风水门的存在，逼得大野木自己不得不坐镇岩隐村，不敢外出参战，生怕对方直接一个飞雷神就将自己老家给偷了。足以见一个掌控这般强大 S 级时空忍术忍者所具有的威胁了，那绝对是所有敌人的噩梦。而现在时隔8年，难道木叶又出了一个掌握了飞雷神之术的可怕忍者吗？大野木不敢深想，但看那苦无，看那速度，10有8九便是真的是飞雷神之术。对方若真是木叶忍者的话，恐怕便是未来的5代目火影了吧。届时整个忍界又要被他压得抬不起头了。如此大敌，必须趁早除掉啊！自己若是出其不意的发动沉遁，未必没有一击必杀的可能。一瞬间，大野木那满是皱纹的老脸便神色变化数次，心中无比挣扎着，衡量着。无论如何，他也不想再看见忍界蹦出个黄色闪光了，更何况还大有可能是木叶的。
你究竟是谁？大野木怒声吼道，并暗中准备起了必杀一击。老小子，你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杀我吧？别白费力气了，我走了，有缘再见吧。对了，忘记说了，你孙女很润，你们村子的金库更润。哈哈哈！夏目畅笑一声，没有迟疑，身形一抖，便再次发动飞雷神之术，瞬间离开原地。该做的都做了，他可不想再留在这直面大野木的陈顿了。尽管那东西90%概率根本就打不中自己，眼看着敌人瞬间离去，自己却无力阻止，大野木更是心中郁闷，更只得停下了手中的忍术，同时更想起对方临走时所说的话：不好，村子那边黑土和金库，难不成都已惨遭毒手？大野木瞬间色变，连忙背着黄土朝着村子飞去，一刻都不敢停留。无论是自家孙女黑土，还是村子的金库，都是他的心头肉，不容有失啊！就这样，20分钟后，土影亲卫队循着大野木的气息，在村子外兜转了一大圈，最后又绕回了村子内，并在自家村子的金库阁楼门口发现了大野木。而此刻的3代目土影正一边抱着孙女黑土，一边按着老腰，眼神空洞，一脸呆滞地靠在大门前。而他的面前正是那座近乎被搬空了的自家金库。万幸只是金库被盗，自己的孙女黑土似乎并无大碍，不然今夜非得活活气死这位3代目土影不可。但饶是如此，整个岩隐村今夜的损失也不小啊！尤其是金库被盗，大半银两失窃，这消息要是传出去了，村子内本就脆弱的经济，怕是又得暴跌好几成啊！于是乎，撑着最后一丝精力，大野木只得连忙让亲卫队封锁了金库和消息，并带着黄土、黑土、迪达拉等人赶去医治。夜色愈浓，好在绝大部分的战斗都发生在村外，并未在岩隐村内造成多少伤亡，整个村子内还算安静。当然，不少知情的高层忍者却开始一夜的忙碌。就这样，1个小时后，稍作休息的大野木便再次召集了村子高层，连忙将今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叙述了一遍。黄土、小黑土，他们的伤势如何了？大野木面色一沉，黄土伤势很重，浑身骨骼断裂，大片肌肉受损，但所幸没有性命之忧，就是至少得休养1-2个月了。黑土他俩倒是没受什么伤，只是昏倒了。入侵者手下留情，一名顾问追问道。大野木点头，应该是的，但也不排除是故意的，毕竟杀了他们只会更加激怒我们岩隐村。没想到不但让间谍逃走了，就连村子的金库也失窃了。3代大人，这次的损失可不小啊！大野木，我知道，当务之急还是必须封锁消息，尽快弥补金库的缺失，不该立即派出部队追回失窃的银两吗？大野木没好气地瞥了这位大明使者一眼，淡淡道：对方掌握了时空忍术飞雷神之术，你觉得有人能追上他吗？啊，飞雷神之术，这怎么可能？木叶的黄色闪光不是已经死了吗？难不成又出了一个？大野木还无法确定，那人穿着叛人组织小的衣服，拥有着血轮眼，实力强劲。听此，其余几名岩隐高层也为之一惊，并迅速争论了起来。莫非这都是小干的？不可能，区一个不入流的叛人组织，哪来的这个胆子敢袭击5大隐村？而且那名间谍刚刚逃离，对方就如此巧合地将他救走。若仅是一个叛人组织的话，根本无法维持这样一个严密的间谍情报网。这件事的背后，定然是其他几大隐村在操控。所谓的小，不过是用来掩人耳目的罢了。甚至不排除就是木叶委托小来接走那名间谍的。毕竟除了木叶，其他几大忍村可没有飞雷神之术。更可别忘了，那个小成员可是拥有着血轮眼这一血迹限界的。放眼忍界，也就木叶的嫌疑最大了。如此说来，那最近木叶叛逃的宇智波一族不也大有嫌疑？哼，笑话，那些家伙叛逃木叶，亡命忍界，估计都自顾不暇吧？哪来的精力算计我们岩隐村？这么说，真是木叶干的？大野木静静地看着几人的争论，一边忍着腰疼，一边无奈着。但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木叶的嫌疑最大。间谍、血轮眼、飞雷神之术，全都和木叶有关。说这件事中没有木叶的影子，狗都不信。好一会儿后，大野木才开口打断道：“都消停一下吧，就算和木叶有关，没有直接证据，我们也不好发作。这件事必须追查下去，等找出决定性的证据，再来议论不迟。总之，无论是谁，竟敢算计到老夫头上，这就是在找死。”大野木捏着长须，吹着胡子，气呼呼地拍板道：“那奇袭木叶的计划，间谍都跑了，计划也已暴露，只得先放弃了吧？你们还有什么异议吗？”大野木扫视众人一圈，质问道：“岩隐村可不同于木叶，实力、地位、辈分、威望齐聚一身的大野木，有着完全的决策权，可比木叶那割裂的领导权好多了。没，那就先这样吧，散会。”此刻，距离岩隐村50多里外的一片荒树林中，夏木的身影陡然闪现。呼！靠着飞雷神之术瞬移至此的夏木长呼一口气，微微晃脑，缓解了一下因为长距离空间跃迁所带来的恶心感。显然，才初步掌握这门时空忍术的他，依旧还不太熟练，需要慢慢熟悉。同时，几场激战、长距离的奔袭、时空忍术的连续使用等等，也几乎耗尽夏木的查克拉。不然，刚刚就顺道再将大野木那老小子揍一顿了，哪会直接离开啊？此刻，借着夜色，夏木随意跳上了一棵大树，
暗暗感知一圈，确认了周围没有其他人后，这才盘膝坐下，磕下了2颗回复查克拉的丹，迅速恢复了小半查克拉。这可是忍界，危机四伏，任何时候夏目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战力，一定的查克拉储备。没有查克拉的忍者就和没有爪子的老虎一般，哪怕是擅长体术的忍者，没有查克拉的加强，一样实力大减。前世看了那么多名剧电影，夏目可不想自己也阴沟里翻船。几分钟后，战力恢复后的夏目这才安心了几分，并清点起了今夜的收获。1. 喜提兜和岩乃与2名医疗忍者，自然是好事一件。2. 洗劫了岩隐村金库，带回来了7000万银两，折合为7000金币，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不但这7000金币能让自己在系统内再挥霍一波，加强实力，光是这白得的7000万两，更能大大缓解了自家岩隐村的经济压力，足以再加快不少村子的基础建设，并保障族人们的衣食住行了。当然，这些都是明面上的物质收获，除了物质上的收获以外，其他隐形方面也获利不小。其中最大一方面便是让木叶小替自己抗下了这一大口黑锅。今夜的行动，从服装到行为到所有语言暗示，整个过程中夏目都在刻意将自己装扮成小的人，而且还是和木叶联系不浅的那种，甚至最后不惜连飞雷神之术都暴露给了大野木，在对方面前秀了一把，就是要将岩隐村的猜疑和怒火引向木叶。相信本就对木叶怀有仇恨的岩隐，经过今夜之后必然会更为怨恨，将来自己只需稍稍将火苗一点，必然能引得岩隐村对木叶大打出手，让自己和岩隐村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另一边也将丢威胁与实力暴露了一下，想来日后穿着红云长袍戴着面具的某位徒子哥一旦出现在岩隐村忍者视线内，必然会被好好招待一下吧。啧，先为徒子哥默哀半秒吧。整理好收获，确定没有遗留后，夏目也立即出发，朝着自家岩隐村的方向赶去。已经出来1天多了，是该赶紧回去了，希望村子里没啥变故吧。次日黄昏，一身风尘仆仆的夏目也终于赶回了自家村子，而这2日内村子一片安详，所有族人都在几位族中长老的带领下热火朝天地建设着新村，欣欣向荣。肉眼可见的已经比刚来时的单薄模样多姿多彩了不少，甚至主街上好几家小吃店都开了起来，几位年迈的老叟正在乐呵呵地贩售着各种小吃点甜，备受一群孩童的追捧与热爱。若是还待在木业内的话，定然不会出现如此温馨的一幕吧。在那里，凡是宇智波超过3人以上的聚集，都会被木业暗暗监视，也难怪会逼得如此多宇智波族人不惜造反叛逃了。果然，自己决定率族叛逃木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呀。夏目回来后，这才发现大蛇丸和兜几人还未回归，这倒也不奇怪，毕竟自己孤身一人，赶路速度极快，那边则带着了2个拖油瓶，会慢一点也很正常。而且见识了自己的须佐配神刀之威，短时间大蛇丸也估计难以生出逆反之意，倒是不必担心。很快，夏目就悄悄闪回了自己的住处。少族长，你回来了。正在认真值守的宇智波日耀看到夏目回归后，也陡然一喜，很是开怀。没有少族长坐镇的日子，实力令人心生忐忑呀。村子还好吗？一切安好，那就好。对了，月饼那家伙呢？夏目环视一周，这才发现月饼那只小肥熊不在了。哦，月饼大人正在后院泡澡。泡澡？你们还修了温泉池？这是月饼大人的要求。再加上我们一想，少族长您回来了也能放松一下，于是乎就简单修了一个。日耀支支吾吾的，有些不好意思。你们啊，村子都没有建好，就净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还有月饼那家伙，胆子也肥起来了呀，都会使唤起你们了。夏目笑骂一声，倒并未真的生气，毕竟这都是族人们的一片好心嘛。而且长途跋涉回家后，能泡泡温泉放松一下，确实很舒服。这不就是自己追求的品质生活之一吗？行了，既然我回来了，也就没什么好担心了。你先下去吧。对了，后面2天，你和外面的藤他们都暂时不用来值守了，你们也该放2天假，休息休息了。不，少族长，我们别争，乖乖照做。而且村子刚刚起步，你们的家人也需要你们出力，就别墨迹了。这好吧。日耀心中一暖，也不扭捏，迅速应承道，接着便退了下去。而且少族长实力他们都是清楚的，他们这些护卫虽然值守在此，可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送走了日耀后，夏目也来到了后院，果然刚一进去就感受到了一股迎面扑来的温泉热气，令人毛孔一舒，忍不住的放松了几分。同时热乎乎的池子边缘，那只巴掌大小的月饼也正一边潇洒舒坦的泡着温泉，一边啃食着一根鲜嫩竹笋，仿佛整个猫生充满了惬意。可恶，这只熊猫都比老子会享受了啊。夏目褪去了衣服，直接跳入温泉，溅起大口水花，将池子边缘的月饼浇成了个落汤鸡。谁在打搅本大爷泡澡？月饼一惊，张牙舞爪的咆哮着。可恶，是你小子啊，居然回来的这么快。月饼大人，你可真会享受啊，泡了这么久，熟了没有啊？夏目笑着打趣道。臭小鬼，你说什么呢？本大爷怎么会熟？你溅了我一身的水，还没找你算账呢，竟还敢对本大爷如此无礼！你等着，本大爷这就过来生撕了你！月饼怒笑一声，先小心翼翼地将啃了一半的竹笋放好之后，接着便张牙舞爪地朝着夏目游了过去。可惜只有巴掌大小的月饼才游到池子的一半，就显得越发厚积无力。
没一会儿就扑腾扑腾的挣扎了起来，并缓缓的沉了下去，只留下了一串气泡。夏目瞥了一眼月饼，舒服的温泉也令他懒得和这只熊猫拌嘴了。作为通灵兽，反正他也不可能真淹死，于是乎不自主地摊开了身体，泡着热水舒缓着疲劳的身体，同时也趁着这个放松的间隙，将意识又沉入了系统，准备开始起了新一轮的挥霍。丁，恭喜你获得了7000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7000万价值点兑换为700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7000金币，目前余额7040金币。宿主夏目，属性火、水、风、雷、土，查克拉9卡，忍术非雷神之术 S 级时空忍术，8门遁甲之阵 S 级体术灵化之术 S 级灵魂忍术，黑暗行之术 A 级幻术，3重罗生门 A 级通灵术，手里剑影分身术 A 级人法影分身之术 B 级分身术，血迹现界血轮眼万花筒，体术千年杀木叶旋风，特殊技能查克拉提取之法，特殊武器昆羽刀，目前余额7040金币。夏目先是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基本信息，光是看着这琳琅满目的个人模板就令人心情愉悦啊！谁能想到3个月前自己还只是一个刚满10岁，就连血轮眼都还没动开的不入流见习忍者，而现在却已经是掌握了3门 S 级忍术、3门 A 级忍术，一大堆其余忍术，以及开启了万花筒血轮眼，手持神器，战力几乎逼近超影级的强者了。而这一切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也多亏了万能又强大的系统爸爸，对吧？为了积攒一点运气，夏目更是毫无底气的舔了起来。要是某系统真有自主意识的话，恐怕现在都已经开始唾弃大骂着夏目这个宿主渣男了。在掌握了不少高浩然的忍术，又经过岩隐村一行后，夏目也越发感觉到自身查克拉总量的不足了。若是有着充足的查克拉的话，自己也就不用风尘仆仆的奔走上千公里，从土之国赶回来了，一个飞雷神就直接瞬移回自家村子了，多快多好啊！于是乎进入系统后，夏目没有兑换其他物品，直接花了2600金币兑换出了26卡的查克拉上限，将自己的总查克拉量推升到了整整35卡，也就是足足35个精英上忍的查克拉总量。虽说这个量依旧无法和漩涡一族或是那些尾兽人助力相比，但在影集中也算是中上水平了。按照一卡能释放6至8个 A 级忍术来算，哪怕是高浩然的非雷神之术，也足够自己短距离使用几十次了，而且还顺带的还使得自己的瞳力也增长了一大截，以后再开启须佐能乎时，也就不必小心翼翼的数着分秒来用了。总之短时间内这个35卡的查克拉总量应该够用了。氪金这东西永远没有底线，仅一眨眼的功夫，2600金币就如同流水一般哗啦啦的消失了，看得夏目很是肉疼。看着剩下的4440金币，夏目在系统商城内的挥霍也谨慎了不少。最终遨游的一大圈后，也只购买了一些必需品。封印术契约封印 B 级200金币，可以阻断通灵术的契约。体术千言刀 B 级200金币，霸道刀术，配合武器使用，威力不俗。一颗高级的治疗丹500金币，可以迅速修复任何伤势，留作底牌使用。一颗高级的查克拉回复丹500金币，可以瞬间补满查克拉，留作底牌使用。一共花去1400金币，虽然贵，可还是很划算的。毕竟有了这2颗保命丹药后，哪怕身处绝境，夏目也有了翻盘的底气。当然，现如今，放眼整个忍界，能真正将自己逼到绝境的强敌，恐怕一只手掌都数得过来。兑换完毕后，夏目并未选择继续装盘抽奖，毕竟上一次10连抽的运气太好了，哪怕是幸运女神垂爱了自己一番后，也是需要休息的嘛。就自己这飞求命，现在硬着头皮再来个10连抽，怕是裤衩都得赔掉。因此，剩下的3040金币，夏目也准备先攒起来，以防不时之需，或者等哪天自己运气好点了，再来他个10连抽吧。说起来，这温泉水怎么感觉凉了不少？还有，这里哪来的温泉啊？夏目舒爽的伸了个懒腰，扫视了一周，这才在池子后方发现了一个用来加热泉水的火灶。原来如此，火遁，好火球之术，大量的火焰喷射而出，灌入火灶。没一会儿，整片池子内的泉水又热乎了起来，甚至还冒出了不少气泡，而浴室内也迅速腾起大片白雾。同时，一只浑身发红、疑似被烫熟了的小熊猫也渐渐漂浮了起来。足足泡了1个多小时，夏目这才神清气爽地裹着浴巾出来，并将某只小熊猫也提了出来。就在这时，咚咚咚，前门那边响起了敲门声。夏目开门，门外正站在一名貌美的妇人，并端着一份热气腾腾的晚餐，而对方正是全美的母亲宇智波夜月。其丈夫和夏目的父亲是同一期的队友，私交甚好。可惜后来一个死在第3次忍界大战中，一个死在了九尾之乱的夜幕中。因此小时候在木叶村里时，这位夜月阿姨也颇为关照夏目，时不时给他送去各种食物，几乎将他当成自己半个儿子来看待了。夜月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看藤和日要他们回家了，就知道你肯定结束闭关了。估摸着时间，你肯定还没吃晚饭吧？就做点吃，给你送过来。现在大半个族群的压力都压在你身上，可不能亏待坏自己的身体。妇人柔和的关心道，并递出了餐盒。夏目接过晚餐，闻了闻那诱人的食物香气，心中也暖暖的。谁说自家宇智波一族生性残忍，嗜血好杀啊？纯属就是放屁。而自己就是为了守护这份族人的善良与温柔，才不惜举起了屠刀啊！
谢谢叶月阿姨，进来坐坐吧。不必了，我还得给施工队那边的送晚餐呢，你就好好吃吧。对了，全美。叶月阿姨轻呼一声，将自己身后的女儿全美抓了出来。你不是有事想找夏木吗？问完了，记得早点回家，别太耽误夏木了。好的，母亲。宇智波全美抓着衣角，有些拘谨的应承道：全姐，你有什么事吗？看着年仅13岁，比自己高出半个头，小时候还经常将自己当成他弟弟，常常调戏自己的全美，夏木也格外的温和。也正是因为将对方当成了半个姐姐，叛逃之夜时，他才刻意让下属们将全美一家全部绑走。尽管全姐的本意怕是不想离开木叶，不愿离开佑的吧。此刻看着面前的少年，看着个自己曾经视其为弟弟，准备好好保护的少年，现如今却拥有着如此强大的实力，不但领导了大半个族群叛逃，叛出了木叶隐村，甚至还白手起家建立了新的忍村，为族人们建造了一个新家，这得多强大啊！而自己自从成了下忍之后，就开始荒废了起来，工作上也仅仅是做着帮助大明夫人照顾宠物，帮助火之国的官员们搬家一类的简单工作，整天摸鱼，实力提升缓慢，实在是让人羞愧啊！夏木弟弟，全姐是认为我们一族不该叛逃木叶。夏木一边美滋滋的大快朵颐，一边笑着问道：自己这位全姐也不轻松啊！5岁九尾之乱，父亲为了保护他而死在了他眼前，他开启了写轮眼。7岁在学校午休时间替被高年级欺负的又出头，从而昏迷倒地。11岁因为又明言他身为女孩子不该当忍者，从而又争执不欢而散。12岁止水自杀后，他冒着雨到族长家找又不在，傅月见到了他，对他说又没什么朋友，希望你别放弃又，他答应了。13岁族内聚会，又被族人敌视孤立，爆发争执，他进退两难。最后灭族之夜，这位心灵敏感、勇敢倔强、温柔细腻的女孩，却死在了爱人手中，死不瞑目。这何尝不是一个悲剧呢？现如今夏木的所作所为虽然改写了这一悲剧，但宇智波全美他被夹在爱人与家族之间的两难局面依旧没有解开。毕竟他此前一直都是坚定的木叶派，他的父亲是外族忍者，母亲是宇智波族人，动乱中失去了亲人的他，也非常理解木叶人在九尾之乱遭受的痛楚，积攒的怨恨。他有不错的才能，但却不比止水又那样惊才绝艳的天才。宇智波一族里没有他说话的份，他支持木叶，却在全族汹涌的逆反情绪面前渺小无力。他希望又能扭转一切，为此哀求他再和族人沟通一下，但又也无法说服敌人，只得选择另一条更为残酷的道路。这就是夹缝中的无奈，弱者的悲哀。在这个残酷的人间，弱小即是原罪。一开始我也认为叛逃是错的，但来到这里后的几天中，我看到了族人们迸发前所未有的热情，看到了孩童们绽放出了会心的笑容，看到了一片生机勃勃。也许叛逃木叶并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比起之前这几日的经历，也让全美成熟了不少。而一片欣欣向荣的岩隐村，更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认知。这里的一切生机都仿佛在佐证着，木叶是错误的，是邪恶的，自家宇智波一族早就该叛逃了，早就该反抗了。夏目瞥了全美一眼，本来他还以为要花很多功法才能说服对方的，没想到村子和族人的变化竟已替自己说服了这个小妮子。如此一来，全姐放不下，也就只有佑一人了吧？那全姐现在是在担心着佑吧？啊，夏目弟弟，你都知道了。宇智波全美一惊，稚嫩的脸颊微微泛红。夏目撇嘴，我看起来像那么傻的人吗？怎么说，佑也算是我的堂哥了吧？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那，夏目挥了挥手，放心吧，佑和大族长他们一时半分不会有事的。正因为我们叛逃成功了，时刻威胁着木叶才不敢对村里剩余族人出手。而且若非这场叛逃，佑怕是已经对族人们举起屠刀了。啊，怎么会？佑他被迫而已，站在他的立场上，被木叶高层威胁着，被家族激进派抨击着，他也只能选择其中一方了。庆幸吧，要不是我们成功逃了，他现在已经是手染族人鲜血的罪人了。全美呆滞了，听着夏目的劲爆消息，令他几乎无法思考。他一直深知被夹在木叶和家族之间佑非常痛苦，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木叶竟会逼迫着佑做出如此残忍血腥的决断。若是佑真的踏出哪一步，自己恐怕也得崩溃吧。行了，全姐别多想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照顾好叶月阿姨，建设好我们的新村子，以及努力变强吧。只有足够强，才能站在佑的身旁，才能在危机时保护家人，保护村子。夏目的话令迷茫中的全美也渐渐瞳孔清澈了起来。对啊，若是自己也有着足够的实力，能像夏目弟弟一样强大，哪怕发生任何危机也都能从容应对吧。最起码能成为家族，成为佑，成为夏目他们的支柱吧。我明白了，谢谢你，夏目。对了，木叶那边留下的族人，我也会做出针对性的接触与安排，后续尽可能让佑来这边对接，也不是不可能。啊，真的吗？全美一喜，更是双眼放光了起来。当然，太好了，夏目弟弟，你最好了。全美欢快地凑到了夏目面前，揉了揉这位弟弟的脑袋，接着才开怀地转身离去。那我回去了，好好吃饭。哎，全姐，我明天我想吃照烧鸡。好嘞。看着全美欢快离去，夏目也失笑着摇了摇头。不过他倒是没有欺骗全姐，等后续
木叶逼迫剩余宇智波族人来追杀自己等人时，岩隐村自然免不了和大族长傅岳等人接触。届时自己当然要好好利用一下，毕竟想要捣毁木叶，颠覆整个忍界，只靠自己一人可不够啊！而且以佑的天赋，哪怕没有经历灭族之夜，一样能迸射出璀璨光彩吧？妈，这些以后再考虑吧。先干饭，叶雨阿姨的手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夏木继续美滋滋地扒拉着晚饭，很快，他刚刚吃完，就又传来消息，大蛇带着都两人回来了。几分钟后，夏木收拾好了餐具，并盘坐在房间内，而他的面前都和爷乃与两人正跪坐在那，等候着宣判。两人都没有妄想逃跑，尽管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名少年到底有多强，又为何能掌握一整个忍村，甚至还能让忍界著名的三忍之一大蛇丸为其做事，但毫无疑问，他俩深知自己绝非对方的对手，逃仅有死路一条。我叫宇智波夏木，岩隐村少族长。两位晚上好啊，参见夏木大人。别那么拘谨，抬头说话。如何？爷乃与院长，具体的情况大蛇丸都告诉你们了吧？现在有什么感想，或是说对木叶的背叛有什么看法呢？大胆的说吧，在这里你们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夏木眉头一挑，兴趣满满的问道。此时此刻跪坐在夏木面前，都和爷乃与二人心中皆无比复杂。来回来的路上，大蛇便告诉了他们一切真相，包括着团藏利用他们收集敌村情报，隔绝两人的联系，用虚假照片诓骗爷乃与等等，乃至最后为了抹除风险，不惜让二人自相残杀的卑劣手段。若非夏木及时阻止，恐怕都已经误杀了自己最敬爱的院长，从而崩溃了吧。为此，两人都无比惊骇，几乎不敢置信。但细细想来，这确实更符合木叶根部的阴暗作风。更何况，其他的一切证据也都佐证了这并非妄语，而且真真切切的残酷真相。一时间，知晓真相的两人都差点崩溃。他们为了对方，为了孤儿院，付出了那么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敌村，不断套取情报，结果却活在一场阴谋、一场欺骗、一场背叛中，成为两颗早就注定好的弃子，这怎能不令人绝望呢？我回想着往日种种，都愤怒地捏着拳头，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而比起年轻的都经历丰富的爷乃语就沉稳多了，但也心中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无比悔恨着。是我错了，我早该知道，根究还是那个阴暗、冷酷、不择手段的地方。我不该对他、对团藏抱有希望的，是我害了都。这位云游巫女一边自责，一边控诉着，晶莹的泪珠从她眼角滴落。很难想象，这个残酷的忍界竟能将这样一位坚强且富有爱心的巫女都给活生生逼哭，真是罪孽啊！不怪院长，我们都被骗了。院长也是无辜的，都是跟的那些混蛋，他们才该死。都赶忙辩解道，咬牙切齿地愤恨着。你们以为跟的阴暗就仅限于此了？夏木再次开口。爷乃与和都两人猛然抬头，心中隐隐感觉不妙。告诉你们吧，就连你们拼上性命也要保护的孤儿院，也没能逃脱团藏的魔爪。凡是孤儿院里年幼的一点有忍者天赋的孩童，都会被他暗中绑走，秘密训练。雾隐村的血雾之礼政策有所耳闻吧？团藏就正在模仿着那套模式，让那些被收集而来的孤儿忍者相互厮杀成长，渐渐磨灭他们的人性，以化为他手中最无情、最锋利的刀。一时间，夏目道出的更为血淋淋的残酷真相，更是如同两柄大锤，狠狠地砸在了二人心头，令两人心头猛震，近乎吐血。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团藏竟还将魔爪深入了孤儿院，对其他孩子们实施着如此惨绝人寰的训练。怎么会？团藏大人他不是这么承诺的。他爷乃与捂着双眼，近乎崩溃的喃喃着，而本就发狂的都更是陡然起立，无比愤怒的嘶吼着：畜生！怎么能这样？为什么还要对孤儿院出手？那些畜生，我要杀他们！显然，这种珍惜之人、重视之物被暗中践踏的荒唐感，确实足以令人崩溃。怎么？你想怎么做？独自杀回去？和根部正面对抗？和五大隐村之一的木叶正面对抗？就凭你的查克拉手术刀，你能打得过几个上人？一个？还是半个？夏目大声质问道。林东猛然一震，僵在了原地，憋红了脸。对方说的不错，就以他现在的实力，随便对上一名上忍都极为吃力，更别提和整个木叶抗衡了。无疑以卵击石。都坐下，不可失礼。稍稍稳定了一点情绪的爷乃语连忙轻喝一声，喊住了都。这可是在人家村子里，自家性命还捏在这位少族长手上了，可不能失礼找死。我不甘心。都无力地跪坐在地，耷拉着双手，眼神绝望着。就这样，房间内足足沉默了10分钟。夏目也慢悠悠地品完了一壶茶，给足了两人缓和心绪的时间。许久，爷乃语才悠悠问道：夏目大人，您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木叶就在那，而且你本就出身于根部，只要回去一查，想要验证这些说法，一点也不难吧？爷乃语又沉默了片刻。那大人为什么救我们？为什么要告知我们这些情报？你究竟想要什么？看着面前这位金发巫女，夏目也微微赞叹2分。进入状态后，这位经验丰富的云游巫女确实很出色呀。于是乎，夏目也直接坦白道：跟着我干吧，我不需要你们潜入某个隐村，不需要你们去当危险的间谍，只需要你们发挥你们的特长，用好你们的医疗忍术，沿隐村的人治疗即可。如何？我都顿了顿，有些心动。这几年心惊胆战的间谍生涯，实在是快将他折磨疯了。
但他还是连忙瞥了一眼身旁的院长，并决定和院长爷乃宇共进退。而爷乃宇也沉默了。不得不承认，夏目的提议确实非常诱人。任何一个正常的忍者都不愿永远活在危险的间谍生涯里吧？更何况他们也没有退路了。一旦返回木叶，知晓他俩还活着的团藏必然不会放过他们。而且同样是麦里，岩隐村总比阴暗嗜血的木叶根部要好一些吧？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爷乃宇鼓起胆子，准备再加一个条件，是关于孤儿院吧？放心，我会让人在村子里新建一座孤儿院的，而且我也会想办法将木叶孤儿院里剩余的孤儿一起接过来的。这下可满意了。为了收服这两人，夏目也算非常尽力了。接连许下重重筹码，让这位云游巫女爷乃宇根本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甚至都不禁怀疑着，对方抛下如此血本，会不会是抱有着其他不轨之心了？比如惦记着自己什么的。呸！自己在乱想些什么呀？这孩子才多大呢？看起来还没有都大，应该不会有那种邪恶心思吧？哪怕真的有，拿自己一个换得和那么孤儿一个美好未来，也非常划算啊！念此，爷乃宇也很是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谢谢大人，我愿意留下来。我也愿意。很好。夏目满意点头。村里正在大改，不好安排住处，你们俩就先住我这吧，后面有单独的房间。等之后新的孤儿院建好了，你们再搬过去吧。谢谢，谢谢。都和爷乃宇再次拜谢。他们也还是第一次见如此亲切的上位者，而且对方还只是一名10岁出头的少年，这个岩隐村真是令人惊奇啊！由于赶了1天多的路程，爷乃宇和都两人也极度饥饿疲倦，夏目也没有苛刻这2名好不容易才收服的珍贵医疗忍者，直接让几名族人将他们领了下去，给他们准备点食物，换一换衣物，其他的等次日再说吧。对于这般同样饱受木叶欺凌的苦命人，那几位宇智波族人也非常热情，颇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惜之情，很是热情地招待着爷乃宇2人，令2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同时，夏目刚刚目送2人去休息，并回到房间后，那神出鬼没、带着森森笑意的大蛇丸又扭着腰穿透了墙壁，突然冒入了这间客厅。你下次不走大门的话，我保准将你剁成9段，再烤熟了喂月饼。夏目瞥了一样大蛇丸，没好气地警告着：夏目大人别生气，看样子你已经收服了那2人了，关你什么事？啧，那可是不错的2个人才啊，多棒的实验体，真是浪费了啊！大蛇丸眯着眼，阴灿灿的惋惜道：呸，有屁快放，没屁快滚，别激动啊，我来这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您的。什么消息？筑间细胞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开始移植了。听此，夏目也猛然一震，双眼一亮，兴奋了起来。移植筑间细胞，获得几乎永恒的万花筒血轮眼，这一天自己可等太久了呀！何为筑间细胞？说白了就是仙人体细胞，一种蕴含着强大活力、再生能力、自然亲和力的超级基因细胞，堪称忍界万金油。一旦掌控，便能大幅提升忍者的身体各项机能，让你拥有超出平常1倍或者数倍的力量。而且这只是对于寻常忍者来说，对于拥有血迹限界血轮眼的宇智波忍者来说，移植筑间细胞更能大幅优化使用血轮眼所带来的副作用，就好像带土一般，移植了筑间细胞后，近乎可以无限制的使用自己的万花筒血轮眼。毕竟说白了，血轮眼和筑间细胞的力量都是来自于6道仙人，2种力量本就同出一脉。筑间细胞能够完美驾驭血轮眼，并消除血轮眼的副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正是夏目一直所追求的。确定准备好了吗？当然，尽管这2天陪夏目大人出了一趟远门，可鄙人的分身却一直留在实验室里调试着试验注射药剂，现在都已准备妥当了，只待您移步实验室即可开启了。大蛇丸恭恭敬敬地说道。但光是看他那微微颤抖的指尖，就足以证明这家伙心中有多激动，有多期待了。那好，走吧。同样期许的夏目也不迟疑，在这留下了一具影分身后，便跟着大蛇丸离开了村子，来到了位于阴忍村里的地下试验基地击中。很快，2人便走进了移植准备用的实验室内，而实验室里正站在一名一头白发的年轻少年。大蛇丸大人，军马吕恭敬地向着大蛇丸问好的。哦，这位是军马吕，我的助手之一。我知道，辉夜一族血迹限界尸骨脉的持有者吧？夏目淡淡一声，神色依旧。倒是大蛇丸暗暗一惊，怎么也没想到夏目这小鬼竟一眼就看破了军马吕的底细，亦或是他还在自己这安插了内奸，对自己这里早已了如指掌。不可能啊！哈哈，夏目大人好眼力，这孩子确实是辉夜一族一脉。说来也巧，他也才满10岁，和您年龄相仿。本来还想早些介绍给夏目大人您认识认识的，此刻夏目可没有精力去关心其他的，直接回应道：让他出去吧，接下来的事他没有知道的必要。也好，军马吕，你下去吧。大蛇丸挥了挥手，示意军马吕退下。遵命。很快，这位白发少年便退了下去。尽管他心中很不明白，自己如此崇拜的大蛇丸大人为何会对一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鬼如此热情恭敬，但他非常清楚，自己不该知道的就绝不能多问。可以开始了吗？当然可以。不过夏目大人，您还得先选一下移植程度。筑间细胞的强大活性使得它带有极其的侵蚀性，若是移植失败，大概率就是死亡。可哪怕移植成功，也会产生一些异象，就好比皮肤发白、头长犄角、胸陷人脸等等之类的。若您像团藏那样是移植部分躯体的话，我这倒是有实验体可以帮助您减轻风险，将异象只控制在移植部分内。可您不是肢体移植，只能采用注射的方案来移植了。
因此，我这次准备了低、中、高、极高4种剂量的细胞注射剂，其中柱间细胞的含量依次递增。细胞含量越高的注射剂，当然效果越好，风险也越高。而极高剂量的，还有一定可能助您掌握木盾，就看您选哪个了。夏目皱眉，有些不悦地问道：“异化概率多少？10%、30%、50%、100%吧？能够保证可以完美控制血轮眼的，是那种比例的。高、极高剂量应该都能保证。选高剂量吧。”夏目做出了决断。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自己一样，通过系统来轻松获得强大力量的。大蛇丸的这些试验虽然恐怖，但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天赋表现了。放眼忍界，多少人都渴望着力量啊！别说是冒着少许风险了，就是拼着致死的代价，无数人也心甘情愿，趋之若鹜。当然，这无数人可不包括自己。那个100%概率出现异化的极高剂量，夏目可不会注射。50%几率的倒是可以赌一下，毕竟获得无限续航的万花筒血轮眼很重要。但夏目可不想自己为此增容貌大变，自己才10岁出头，而且长得也蛮俊的，未来还有大把漂亮女忍者等着自己去祸害。呸，是追求呢！真要是被迫异化，从而顶着张白绝脸出门，还不把人吓坏啊？总之，柱间细胞带来的仙人体力量自己要，但自己的俊颜也不能丢，不然实在是不行。大不了自己花高价去系统商城里兑换永恒万花筒血轮眼了。好，夏目大人，请躺上去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了。大蛇丸指了指实验室中央的手术台，很是兴奋地催促道。那泛红的双眼，那喘着热气的鼻孔，此刻的蛇姨几乎和电影中的那些疯狂科学家毫无区别了，光是看着就令人头皮发麻，心中一颤。为此，夏目当然没有马上躺上手术台，而是先再次施展影分身之术，奋出了一具影分身，并将腰间的神器昆羽刀交给了这具分身，令其全程戒备，也示意着一旦自己本体出现危险，分身即可大开杀戒。而这仅仅只是第一道保险罢了。看着手持神器的夏目分身，一旁的大蛇丸也不由眼角一抽，心中微微胆寒几分。但很快，他便发现夏目这小鬼的后手远不仅此。下一刻，夏目的本体躺上了手术台后，二话不说，竟然又猛地发动了另一个忍术——灵化之术，开！一瞬间，夏目的本体内一道半透明的灵魂虚影陡然飞出，并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之中，注视着大蛇丸。而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又将大蛇丸吓了一跳。灵魂忍术，还是级别非常高的那种。夏目大人，真是好手段啊！您就这么不放心我吗？大蛇丸咂舌惊叹道，眼瞳深处也升起了浓浓的忌惮。要知道，他现在可不怕任何物理攻击，哪怕身体被大卸8块，他也死不了。可唯独就害怕这种罕见的灵魂忍术，毕竟自己的灵魂可不会蜕皮重生，一旦被抹杀，那可就真没了。因此，他怎么也没想到，夏目这小鬼竟还掌握了一门如此克制自己的灵魂类忍术，实在是深藏不露啊！看来自己的那些小心思也只得先放弃了，别打什么坏主意了，快开始吧！一旁的夏目分身催促一声。事实上，夏目之所以一开始就兑换这个罕见的 S 级灵魂忍术，除了准备用来针对屠子哥以外，便是准备在这个时候用来防备大蛇丸了。毕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蛇医这个科研狂魔对血轮眼的痴迷程度了。自己真若是什么防备都不做，直接躺上去任由大蛇丸试验的话，他保准对方会有100种方法悄悄整死自己。而现在2重防护措施在此，其中1重还是足以威胁大蛇丸性命的灵魂忍术，想来他也该收起那些邪念了吧。无论何时，夏目都不会愚蠢到将自己的生死完全放在别人手心上的。总之，我的身体你随便草，我的灵魂就在你旁边看着，真要是草坏了我的身体，你丫的也活不了，和我一起陪葬吧。这就是夏目留下的预防机制了。就问你怕不怕？好，好，这就开始。大蛇丸擦了擦眉间的密汗，收敛了所有疑心，迅速开始老老实实的为夏目操作起了移植手术。此刻，幽暗的地下试验基地内，癫狂的大蛇丸正围绕在手术台旁，对着夏目的本体疯狂的操作着。而靠着灵化之术灵魂出体的夏目也一直在旁边死死盯着。脱离肉体，灵魂对时间的敏感程度也低了许多。夏目无法具体估算时间过去了多久，不过想来外面已经天亮了吧。就这样，时间1分1秒的流逝着，移植手术依旧持续着。终于又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台前的大蛇丸猛然大笑，哈哈，我没有猜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原来如此，柱间细胞既能缓解血轮眼的反噬，而血轮眼也能阻止柱间细胞的活性侵蚀。这柱间细胞和血轮眼的力量果然是相互相成的，难怪我之前移植柱间细胞的试验大多失败，原来竟是缺乏血轮眼的力量啊！大蛇丸陡然畅笑道，就仿佛癫狂了一般。如何抑制柱间细胞对生命体的活性侵蚀，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曾经他以为用年幼的孩童，靠着孩童的浓郁生命力以及适应力，可以有效抵抗柱间细胞的侵蚀，结果他失败了。几十个实验体中，只有大和一人侥幸生还。而后他又进行了许多试验，最后只得以性的特殊体质，靠着灭活柱间细胞的大半活性，这才勉强成功移植了柱间细胞，并为团藏制作出了一条右臂。只不过那也只是半成品罢了，虽然具有一定的不俗能力，但却远远无法和活性强大的完整柱间细胞相比。当时大蛇丸也只以为是侥幸成功了，而现在看来，唯有将柱间细胞和血轮眼结合在一起，
才是完美的融合呀！甚至就连普通的血轮眼都稍差一筹，唯有极为罕见强大的万花筒血轮眼才能真正抵挡住间细胞的侵蚀，与这股力量形成一个完美的平衡啊！几分钟后，移植正式结束，夏目解除了灵化之术，让灵魂安然地回到了本体之中。而刚一回归，他便一跃而起，一把拨开大蛇丸，来到实验室旁的镜子前照了照，急忙确认一下自己的样貌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变化。还好，肤色没有发白，头上没有犄角，胸前也没有冒出猪尖的脸，一切正常。呼，夏目松了一口气，随后这才开始细细检查起了自己身体内部的变化。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己硬了，当然不是那个硬了，而且全身都变坚硬了。在柱间细胞的强大活性加成下，自己的骨骼、经脉、肌肉、力量、速度等等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保守估计至少翻了2-3倍。可别小看了这2-3倍，尽管夏目的体魄不比麦特凯那些专精体术的忍者，可也绝对不输于普通精英上人了。寻常忍者想要凭空提升2-3倍的体魄，没有数年时间的艰苦训练，根本妄想。而这强大的柱间细胞，仅仅片刻就让人超越了其他人数年的苦修，而且这还只是移植的细胞能力，单从这一点就足以窥见，拥有着近乎完美仙人体的忍者之神千手柱间该有多强大了呀！也难怪，仅仅只是他的细胞就足以被后人们当成万金油来使用了。除了体魄上的增强之外，夏目也更是发现，在充足的细胞活性加持下，自己的查克拉总量也得到了飞跃式的暴涨，足足翻了1倍，从35卡提升到了70卡。不过这也正常，毕竟查克拉本质上就是从全身细胞中提取的力量和精神力量相结合的产物，自己的细胞活性增加了，查克拉总量自然会增加。而真正让夏目兴奋的是，他当即就又花了100金币，在系统内兑换了1卡的查克拉，结果却发现自己的查克拉总量居然增加了2卡，变成了72卡。也就是说，自己以后无论兑换多少查克拉都能翻倍了。好家伙，感情这柱间细胞给自己带来的是一个永久性的查克拉翻倍 buff， 这 buff 也太棒吧！自己仅移植了少许柱间细胞，效果就如此逆天。等将来自己攒够了金币，将完整的仙人体兑换出来，那还不得逆天了？现在夏目总算是理解，为何当初的初代火影千手柱间开启真树千手后，一巴掌就能将强大如斯的九尾当成鸡仔一样捏在手上了。和那家伙汪洋一般的查克拉储备相比，九尾的查克拉怕是都只能算1小时湖泊了吧？当然，体魄、查克拉等等的提升都只是顺带的。夏目最在意的还是柱间细胞对自己的万花筒血轮眼带来的完善，这才是重中之重。下一刻，瞳力运转，红光乍现，那森罗万象般的万花筒血轮眼瞬间显现，吓得一旁的大蛇丸连忙移开了目光，不敢和夏目的血轮眼对视。而这一次开启万花筒血轮眼的夏目，也明显感觉到很轻松、很畅快，再也没有之前那种需要努力抵抗血轮眼的副作用所带来的灼痛之感了。就好像哪怕一直开着万花筒血轮眼，也不会有丝毫负担。移植在自己身上的柱间细胞果然完美的抑制住了血轮眼的副作用啊！这感觉太棒了！从今天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己再也不必担心因为过度使用血轮眼而变成个瞎子了。开着无垠的万花筒，夏目看着自己的双手，下意识地捏了捏拳头。这种暴涨的力量感和翻涌宣泄的瞳力，令他都想放个须佐能乎出来玩玩了。但看了看周围蛇一这个狭小的实验室，估计一开须佐，这里怕是就得全报废了。于是乎，也只得暂时摁下了这个冲动。夏目大人，可还满意？一旁的大蛇丸搓着手，特意讨好般的笑问道。此刻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面前这个10岁少年究竟掌握着何等强大的力量了。繁多的高等忍术，强大的体魄力量，无与伦比的神器之威，再加上这双堪称无垠的万花筒血轮眼，还有那最令人忌惮的年龄，才仅仅10岁啊，就已经如此恐怖了。真等他成长到20岁、30岁，那又该多强大啊！怕是到时候整个木叶加起来都不够他一个人打吧。只可惜这样完美的身体却不能为我夺舍，实在太遗憾了啊。大蛇丸一边惊叹一边惋惜道：“很不错，感觉很好，还好你没有动歪心思。”夏目坦然赞许道：“对于大蛇丸的先进移植技术，确实值得肯定。当然，若是自己没有防备，对方会不会如此安分，那就不好说了。夏目大人，可感觉有什么副作用吗？如果有，还请告知一下，也能为我后续的试验积累一些经验。”大蛇丸诚恳地问道。抛开那些坏心思不谈，他在试验和科研的道路上还是非常尽心尽力的。确实有一点副作用。这些移植而来柱间细胞虽然和我的身体同化了，但其活性侵蚀力依旧很大，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若是我耗尽了查克拉，怕是就难以控制这些细胞了，届时这些细胞估计就会大幅侵蚀我的身体吧。夏目沉吟片刻，说出了自己的感觉。像这种靠移植得来的力量有少许副作用也很正常，只不过对于别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不小的麻烦。毕竟一场大战后，没有人能迅速恢复耗空的查克拉，可对于夏目而言，有着一大把查克拉回复丹的他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一点。哪怕查克拉耗尽，可2颗丹就好了，完全不必担心压制不住这些柱间细胞，不可能给他们反噬的机会的。听完了夏目的描述，大蛇丸更是双眼一亮，原来如此，这点副作用倒是比之前的试验好多了。显然和之前相比，夏目这次的移植无数是最成功的，副作用最小的，几乎可以算成功了一大半了，更算是大蛇丸在移植手术上迈出的一大步。就是
不知道自己的这场移植手术令夏目小鬼完善了写轮眼后，将来又会给多少人带去恐怖的梦魇啊！妈，反正和自己无关，我只是个搞研究的。大蛇丸暗暗无奈道：如果说几天前自己拼尽全力，还能和夏目争一争长短的话，而现在几个自己捆在一起，恐怕也不是这个小鬼的对手了吧？唉，最近的忍界已经变化这么大了吗？惊人的妖孽一个接一个，自己怕是也要跟不上时代了。手术成功后，夏目也没有继续停留在此的必要了。说实话，这实验室里的气氛和味道都不好闻。很快，夏目就解除了分身，并收回了神刀，穿好了衣物。当然，临走前，他还是特意问了问有关田之国那边的安排情况。田之国那边准备好了吗？说白了，自己和大蛇丸本就是相互利用、相互交易的关系，各取所需是这个关系的基石，而自己的实力则是保障这个关系的纽带。只要自己够强，而且还在不断变强，狡诈如蛇、精明如鼠的蛇姨就不可能和自己撕破脸，与自己对着干。对此，大蛇丸立即给出了回应。当然，已经都安排好了。估计今日那位国主就会亲自颁发国书，承认宇智波一族岩隐村的合法性。夏目笑道：你还真是弄了好傀儡啊！大蛇丸，夏目大人谬赞了，只是图个方便而已。我可没有对田之国的国民出手，而且这里的实验体大多都是从各地抓来的匪徒和叛人，你抓其他任何人我不管，若是敢将手伸入我的村子，后果你是知道的。夏目再次瞥了一眼对方那依旧猩红的万花筒写轮眼，实在过于骇人。当然我会注意的。大蛇丸颔首一笑，这点拿捏分寸他心里还剩有数。就这样，夏目也迅速离开了阴影村，回到了自家村子内。回到村子时已经是正午时分了，可见自己已经在大蛇丸的基地里待了大半天了。当然，成功移植柱间细胞，实力大涨，还摆脱了写轮眼副作用的夏目，此刻也心情大好，很是雀跃，甚至都不隐藏身形了，反而大摇大摆沿着主街一路闲逛回去，也好顺便看一看村子的建设情况如何了。少族长，少族长好！夏目大哥哥，少族长，这是刚烤的肉串，您尝尝。这是我们刚从旁边村普通村民那换来的水果，你也尝尝。眼看着自家少族长露面，沿街上不少淳朴热情的族人都凑了上来，一边打着招呼，一边给夏目兑上来了各种好吃的食物水果。很快就在夏目怀中垒起了高高一堆。可见虽然夏目年轻，但对于崇尚强者的宇智波一族来说，实力出众的少族长本就值得他们敬爱，更何况还是少族长将他们带离了木叶魔窟。因此此刻这里几乎所有族人都将夏目当成了他们的恩人以及真正的少族长。谁要是胆敢站出来反对少族长，估计不等夏目动手，其他人便会直接将他生撕了。就这样，夏目一边乐呵呵的和众人们招呼着，一边收着各种礼物向着自己的住所走去。等抵达家门口时，垒在他怀里的各种慰问品都已经比他整个人还要高了，光是看着就颇为喜人。就在这时，不等夏目开门，屋内那位云游巫女野乃羽穿着一身女仆装小跑了出来，替夏目接过了大半礼品。野乃羽院长，你这是？夏目眼眸一亮，微微吃惊。这是夜月夫人送我的，既然承蒙夏目大人厚爱，让我们居住在此，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也将尽力负责照顾大人您的起居，还请大人特许。夜月阿姨也真爱瞎操心啊。行了，随便你吧，我也总不能将你赶出去吧。夏目挥手特许道。而且还别说，这位巫女小姐穿起女仆装还是蛮好看啊。都那家伙，听闻村子西区那边正在筹建孤儿院，她去帮忙了。也好，这里的食物挺多了，午饭就不必做饭了。另外，你拿一些带去给兜和那些修建工人一起吃吧。多谢大人。野乃羽仆手道谢。他们也真是的，明明几乎都是孑然一身跟着我叛逃出来的，自己家也没有多少余粮，反而给我送了这么多。看着身前的一大堆慰问品，夏目也不禁笑着发愁道：这也证明着大人您备受族人爱戴，不是吗？巫女都这么会拍马屁的吗？野乃羽柔和一笑，继续道：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这里的村民以及夏目大人您都和我了解的宇智波一族大不相同。在根部时，所有忍者都被灌输着宇智波是邪恶一族，十分喜战，十分阴险，必须时刻警惕。而此刻，我只看到一群热情善良，都在努力建设村子，努力活下去的普通人。也许这才是真的宇智波一族。野乃羽发自内心的感慨着，在这里似乎比自己在木叶内还要感觉轻松不少。当然，没有谁生来就是十恶不赦的，歧视与偏见往往才是挑起罪恶的源头之一。根是如此，木叶亦是如此。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讨厌木叶，而是木叶讨厌我们罢了。总之，这里将来定然会成为一个木叶大相径庭的新村子的。夏目认真的笃定道：宇智波一族善战，但并不喜战。善战和喜战是有本质区别的。要知道，当初就连先祖宇智波斑在建立木叶之初，试图颠覆村子、武装夺权时，一众宇智波族人都曾反对过斑，不愿失去来之不易的和平。可见，那些诬陷宇智波一族喜战的，全都是诽谤。而今后随着岩隐村子的发展与强盛，这些诽谤必将不攻自破。随后，夏目草草的吃了些午饭，接着便来到了村子外，找了一片空地，开始练习起了最近新掌握的忍术和能力。这几天自己的实力蹿升的太猛了，不好好磨练一下，以后战斗中失手可是要吃大亏的。同时，野乃羽也出门送饭去了，整个屋内也就只剩下一只翘着二郎腿的熊猫，正躺在门槛上晒着太阳，睡着午觉。不过，
比起一片祥和、有条有序的发展的岩隐村，当日中午，从田之国内突然传出的承认宇智波一族岩隐村的合法性这一消息，却如同砸入湖泊的巨石一般，在整个忍界内迅速掀起了一大片激荡的涟漪。五大隐村、无数小隐村皆为之震动。此刻，木叶火影大楼的议事大厅内，缺失双腿坐在轮椅上的团藏，正靠着左手吃力地将自己推到袁飞三人面前，满脸愤恨地大吼道：“看看，你们看看，这就是宇智波，这就是日斩你纵容的后果！”团藏将一纸公文狠狠拍在桌上，而纸上就赫然记载着田之国公然接纳宇智波一族，并认可对方新建立的岩隐村的合法性。看见如此消息，也难怪团藏会怒发冲冠，激愤不已了。我们都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还在这坐着，这是什么？这是对木叶赤裸裸的挑衅。叛逃的宇智波一族自己建了个岩隐村，还想骑在木叶头上，这怎么能允许？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团藏越说越激动，甚至都想站起来抨击了，结果手一滑，差点从轮椅上跌下来，这才令他想起自己双腿没了。团藏，你的腿？一旁的水户门岩好心问道。哦，我没事，现在该考虑的不是这个。团藏扶正了身子，阴沉着脸继续坚决道。一旁的转寝小春开口了，直接问道：“那你想怎么做呢？”通知其他几大忍村联合出手，以最快速度覆灭掉这个叛徒之村。团藏攥着拳头，毫不留情提议道。在他看来，只有以最残忍的方式灭杀掉所有叛逃的宇智波族人，还有将那个宇智波夏目小鬼狠狠挫骨扬灰，才能倾泻掉自己心中的那份痛苦与屈辱。不可以，袁飞直接否决道。为什么？实话实说吧，现在的村子根本就承担不起一场大战。怎么会？难道日斩你还要纵容宇智波一族吗？团藏大吼道。三代目袁飞顿了顿，解释道，在宇智波一族叛逃的当天夜里，村子的金库也失窃了，初步怀疑也是宇智波叛逃之人干的。而现在仅靠金库内剩余的钱，哪怕能勉强支撑起一场大战，事后村子的经济也会倒退10数年乃至崩溃，更别提联系其他几大忍村帮我们一同出兵征战了。光是事后的那笔巨额费用，木叶就负担不起。听此，团藏也陡然一懵，这几天都在医疗院治疗的他确实不清楚金库被盗的事，也足以见袁飞他们对此事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了。混蛋，这些该死的叛徒竟然还盗窃了金库，不过只是区一笔战争经费而已，完全可以找大明国借啊。团藏不死心的又给出了一个建议。对此，袁飞更是叹息一声，你知道的，替大明国的贵族官僚们服务本就是不讨好的任务，类似的任务有不少都被派遣给了宇智波一族的忍者完成，因此大明国那边对宇智波一族的观感还不错，据说还有个叫宇智波全美的下人备受大明夫人赏识，以至于大明国那边已经将这件事定性为了宇智波一族的内部矛盾，他们并不同意村子直接发动战争，更不会为此支付经费。若是村子这边执意开战的话，那边还会大幅削减明年对村子的经济援助。听到这，团藏更是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火之大明国那边居然会是这个态度，那些腐朽的官员们也太懦弱了吧？难道就真要放任那些叛徒继续嚣张下去吗？团藏，冷静些，此事我和小春他们已经商议好了，接下来会尽量派遣宇智波一族剩余的忍者去追杀的那些叛徒的，此事你就不必过多操心了，安心养伤吧。团藏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你们是想让宇智波一族自相残杀，你们就不怕派出的宇智波忍者也一去不回吗？团藏大声质疑道，同时另一重顾虑他并未说出来，在他看来，现如今宇智波剩余忍者中能打得过夏目那个可怕小鬼的几乎没有，哪怕是鼬也应该差上少许，再派遣那些杂兵去追击，岂不是羊入虎口？团藏，我们自有安排，可别忘了，那一夜就是因为你和根部忍者的贸然出手，这才放走了宇智波夏目。小春，你……团藏憋红了脸，感到浓浓的屈辱，心中更是大骂，真要是换小春这老娘们去直面夏目小鬼的须佐能乎的话，怕是一招就被砍死了，他哪还有机会在这斥责自己啊？团藏，小春，够了，不许再争了！袁飞大喝一声，止住了两人。听此，转寝小春也给了袁飞一个面子，退让了3分。我明白了，并对着水户门岩招呼道：“门岩，我们去巡视一下金库那边吧。”好。另外，虽说不能大肆开战，可那些叛逆分子确实过于嚣张了。为了村子的颜面考虑，日斩还是得尽快督促村子内的宇智波忍者去追杀那些叛徒了。离开前，转寝小春再次沉声催促道。袁飞迟疑了一瞬间，心中有些不忍，但还是只得同意。好，我会尽快安排的。而后，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便离开了会议厅，只留下了袁飞和团藏二人。日斩，你不该这么优柔的，拿宇智波一族去对付那些叛徒是不可能成功。宇智波夏目那小鬼的实力你是知道的，再放任他成长下去，整个村子都会有倾覆的危机。团藏盯着袁飞大吼道。听此，袁飞也怒了。团藏，那你呢？你以为走到这一步是谁的责任？背着我命令又去屠杀整个宇智波一族，你真的只是单纯为了木叶吗？一定要如此激进吗？基于他们一族的血轮眼才是你的目的吧？团藏一惊。日斩，你都看见？哼，那样一只邪恶的手臂，还有那血淋淋的眼珠，你以为我看不见吗？团藏，你都一把年纪了，
还在沉迷于那些歪门邪道吗？火之意志可不是靠你手上的那些罪恶眼珠就能承载的呀！袁飞气呼呼的大骂道，可见他是真的生气了。团藏再次心头一震，他自然知晓这样颐指写轮眼绝不是正道，可自己都已经一把年纪了，体魄、精神、查克拉等等都和袁飞一样在走下坡路，想要勉强保住年轻时的实力都很难，更别说进一步提升实力了。不得已，他才决心走上这条路，和大蛇丸合作，将魔爪伸向了拥有伊邪那岐之术的宇智波一族。我的事不用你操心。团藏怒吼一声，挥着手倔强道。团藏，哎，总之宇智波一族的事你就不要再插手。袁飞罕见的严肃道。那好，日斩宇智波一族后续的事我可以不管，但你得把九尾人助力交给我。这不可能，你应该知道的，宇智波夏目那小子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而万花筒写轮眼是可以强行破开人助力体内的封印的，一旦让他得逞，再次控制九尾，难道你想再上演一次当初的九尾之乱吗？团藏理直气壮的大吼道。短时间内收集更多写轮眼自己是指望不上了，那就只有将目光投向拥有强大力量的九尾人助力身上了。我会加强对鸣人的监管的，绝不会再重演当年的惨剧。袁飞也咬着牙回应道。显然7年前的那一夜一直都是他心头深处的痛。日斩团藏。很快会议厅内又传出了两人的激烈争执，而门外的几位守卫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反正三代目大人隔三差五就要和团藏大人打情骂俏一回，不用管，很快就会结束的。就这样，当得知宇智波叛逃众人建立新村并入驻田之国后，除了木叶这边对这个消息颇为重视并吵得不可开交之外，其余4大忍村也对此颇为重视。毕竟怎么说，宇智波一族都是掌握着最出名之一的血祭献界写轮眼的家族，哪怕是只有半数族人也不可小觑，绝对足以堪比不少小隐村的整体实力了。如此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战是和还是视而不见，各大隐村也必然得做出一个决定。当然此时此刻土之国的某个岩隐村还正在为金库失窃黄土重伤的大事而忙得头昏脑胀，倒是暂时没有功夫来处理这个问题。今日已经是田之国公开承认岩隐村后的第4天了，也是夏目等人入住此地后的第7天了。此刻的夏目正端坐在客厅内，一边捐写着什么，一边听取着下属汇报。各大隐村明面上态度如何？根据阴隐村那边的情报网来看，目前5大隐村对我们岩隐村建村的态度各不相同，其中木叶隐村的态度最为激进，目前已经发表了多封通告，对田之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田之国收回政令，取消对我们村子的合法认可，继续遵循一国一隐村的习俗，并驱逐我们，但似乎暂时并未派遣忍者部队出击。其次，云隐村和沙隐村的态度稍微温和一点，仅分别通过雷之国与风之国向田之国递交国书，希望田之国能够解释一下承认我村独立的缘由，并尊重木叶隐村的名誉问题。再然后，雾隐村和水之国态度不明，似乎依旧处于封闭状态，很难获取其内部消息。最后，岩隐村的态度稍显暧昧，貌似并不介意承认我村的独立，而且还于昨天派出了使者，准备造访我村，目前正在赶来的路上。宇智波日耀恭敬细致的汇报。昨天开始，夏目便组建了自己的亲卫队，暂时一共5人，负责配合自己处理政务、传递情报。宇智波日耀、宇智波藤、宇智波银3人皆在其中，而日耀便初步负责收集整理情报，汇报给自己。听到这，夏目微微点头，这个局面和自己预计的几乎没有差别。每个隐村都需要从自身利益点出发考虑，哪怕是5大隐村也不例外。自己一族叛逃木叶，固然有损木叶的面子，可当发起战争，入不敷出必大于利时，面子什么的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说实话，若木叶真举村之力来攻打自家这稚嫩的岩隐村话，现阶段还真不好对付。毕竟无论是3代目火影的尸鬼封禁，还是麦特凯的8门遁甲，都是能威胁到自己的绝技。只不过他们果然还是怂了，还好自己机智，临走时洗劫了一波木叶金库，不然木叶还真可能立即组织人手对自己隐村发起一次突袭。至于岩隐村那边就更好懂了，他们此刻估计正对木叶咬牙切齿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们此刻当然不介意宇智波叛逃一族建村，继续和木叶对着干，甚至估计他们巴不得看到己方和木叶打起来呢。总之现在看来，短时间内自家村子估计不会受到什么大规模的袭击了。还有其他什么重要情报吗？有，之前少族长您交代过的，我们已经获取到了木叶孤儿院的大体情报了，只是情况不太乐观，连木叶孤儿院的情报也获取了。还是靠着阴忍村的情报网吗？是的，现在自家隐村刚刚起步，人手稀缺，哪有富余的精力去构建巨大的情报网啊？不过在这方面，大蛇丸的阴隐村倒是做得很不错。重视情报的大蛇丸老早就开始在各大隐村埋伏起自己的棋子和间谍了，直至今日已经成效显著了。不说窃取一些绝密情报，但基本的消息还是可以轻松获取的。如此好用的一张情报网，自己怎能放过？当然得好好发挥一下，拿来主义，痛痛快快的使用了。想来身为合作伙伴的蛇姨必然不会介意的吧？很好，村子才起步，能利用的都可以好好利用，不过也要注意甄别情报，不可全信。另外有关木叶孤儿院的情报就留下吧，
现在木业那边戒备极严，不适合再过多打探。后续我会亲自走一趟，去救出那里剩下的锅的。明白。夏木从日耀手中接过一叠资料，先收了起来。而他之所以对这个孤儿院如此上心，一来既然答应了爷奶与河都，自己必然要说到做到；二来可别小瞧了这孤儿院的作用。要知道，尽管现在整个岩隐村9成9都是宇智波族人，可将来想要将整个村子做大做强，仅仅依靠这400多口人必然是不够的。因此，逐步接纳其他人也是村子必然要面临的一道考验。而从孤儿院入手，让族人们先接受孤儿院，再慢慢接受其他人，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所以夏木才颇为重视孤儿院的修建和完善。少族长，吃午饭了。门外准备干饭的宇智波莹兴奋冲冲地跑了进来，呼吁道：“日耀哥，你也在啊？”“咦，少族长，你在写了什么啊？”“未来几年的村子规划。”“啊，那是啥？我可以看看吗？”性格洒脱的宇智波莹很是好奇地问道。“可以。”得到许诺后，莹连忙将脑袋凑了过来，准备瞅一瞅。刚刚好，夏木正哗哗哗地在卷轴上写下了岩隐村的第一个5年计划。第1年，初步建设忍村，完成手工业普及，达到独立化、自给自足化。第2年，招纳人才，扩大隐村规模，开启轻工业化道路，自研科学忍具。第3年，发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技术改造，实现忍村富强化。第4年，灭亡木业，吞并火之国。第5年，灭亡其他4大隐村，一统忍界。看完少族长的未来计划，宇智波莹当场就呆了。这 TM 是未来规划？这根本是白日做梦吧？少族长的野心那么大的吗？5年时间就想一统忍界，步子迈这么大，不怕扯着蛋吗？好一会后，宇智波莹才不禁哆哆嗦嗦的结巴问道：“少族长，这些计划会不会太快了一点啊？”“快吗？无所谓了，先计划着，到时候再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目标定高远一点，才有奋斗的动力嘛。”夏木乐呵着拍了拍莹的肩膀，爽声鼓舞道，弄得莹只得报以苦笑回应。可这目标也太吓人了一点吧？不信你让日耀哥也看看。夏木点头，一旁颇为好奇的日耀也凑过来瞥了几眼。下一刻，哪怕是性格稍微沉稳些许的日耀，当看清了这个近乎离谱的5年计划后，都不由嘴角一抽，额冒细汗，暗暗惊叹着少主的雄心壮志，亦或是痴心妄想。少族长，这些目标确实有点惊世骇俗了一些。尽管看不懂手工业、轻工业化、科学忍具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但灭亡木业、一统忍界这几个字，日耀还是认得出。这也太吓人了吧！不怪他们没有梦想。要知道，一统忍界可是当初无与伦比的先祖宇智波斑大人都没能完成的夙愿啊，更别提自己这几百口人了。不过以少族长那惊世绝艳的天赋，多熬个10几20年，恐怕还是有机会的吧。你们啊，都已经从木业脱离出来了，就不能有点野心吗？难道你们做梦时就不想报复木业，不想毁灭掉那个魔窟吗？当然想。宇智波莹率先笃定道。那不就对了。放心，只要我还在，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好了，先不说这个了，让藤进来汇报一下村子的经济状况吧。夏木主动略过了这个话题，开始关心起了村子的财政情况。明白。从一开始，夏木就定下了整个岩隐村的权力基调，最高领导权、裁决权、军权皆归于自己，所有村内忍者都由自己调度分配，绝不许有其他任何人直染军权。而在这个基调下，其他所有民生类的权利，夏木都放得很开，都交给了其他人，甚至连村子的财政支配权、调度权都大方地让了出去。毕竟想要建设好一个村子，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了，光是每天的财政收入、支出、分配等等都足够令人头大了。夏木可没那精力去细细算账，自己只需定下大方向，把握好财政支出的度就可以了。因此，尽管自己分别从木业和岩隐的金库里一共借来了14800万银两，但也没有大手大脚的撒钱，而是将这一大笔金钱全部存入了岩隐村金库，交由负责统筹新村建设的那几位族内长老来支配分发，帮助建设村子。同时，夏木这边也派遣了亲卫队内的宇智波藤代替自己，负责监督和统计这一大笔钱的使用情况，不会给某些人借机贪污的机会的。当然，整体策略上还是选择以工代赈的模式，通过划定工程、招募工人、修建设施、发放酬劳的一系列操作，来帮助建设村子、增添岗位、补助族人。像那种单纯的发钱，靠着抹杀劳动积极性的方式来刺激村子经济的愚蠢方式，夏木自然不会用的。总的来说，看这几日村子那一片热火朝天的模样，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夏木接过的藤递过来的财政周报，稍稍浏览了一遍，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仅仅1周的财政支出就高达350万银两，远远超出了夏木的预计，着实骇人啊。但细细一看，报告上的每一笔支出都有条有序，并非虚报。要知道，村子目前总共400多人，除开老幼妇孺，其余100多名青壮年全都参与到了基础建设之中，甚至包括了那数十名忍者，平均一个人干活就要养活4个人。而他们每天的工酬都由村子发放，一人一天在200杠400两之间，取300两算，130人干7天就需要发放27万3000两，再加上建造商铺、道路、孤儿院、医疗院、澡堂、学校等等所需要采购的石料、玻璃、设备等等，以及各种民生民需的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等等必需品，零零总总加起来，
1周才花了350万两，真的不多。这还是在一众族内长老们精打细算下，成勉强节约下来的支出了。可按照这个速度算，自家整整14800万的财政储备，也只能坚持42周，连10个月都不到。而且日后随着村子越发扩建、愈发完善，人口越多，支出只会进一步扩大，届时怕是连半年都难以支撑。这可比夏目原来预测的要短太多了，更能佐证想要维持并发展好一个村子可不简单。武力仅仅只是第一重保障罢了，没有足够的经济水平，根本无法维持。这也是为什么哪怕强大如斯的木叶隐村都不得不对火之国低三下四，乃至选择继承火影都必须要征求大明国的意见了。毕竟人家捏着你的经济命脉啊，单靠那一村的忍者根本没法养活整个村子啊。看着这长长的一大串账单，夏目也是一个头两个大。现在想想，前世经常看的那些火影小说中，人家主角脑袋一热，双手一拍就能凭空建起一座隐村了，简直就是 TM 的放屁。自己这边天时地利人和全占了，可只是建座小隐村都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果然还是那句话，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啊。总之不能再这么坐吃山空了，哪怕金库财政还能坚持半年多，也必须尽快开辟自家的收入渠道了。没有足够的经济收入，可没法建立起一个强盛的村子啊。好，我知道了，二长老他们都做很不错，疼，替我转告他们，继续保持。另外也不要过于吝啬财政支出，哪怕是花费再大一些也无妨，一切以建设好村子为第一优先目标。毕竟从今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哪有对自己家的建设还抠抠搜搜啊。明白，我一定转达到。宇智波藤也眉梢一喜，立即应承道：是啊，藤叔，你就提议一下，让长老们将澡堂什么的规划大一点，最好有混浴池，那才舒服呢。一旁的宇智波银也趁机怂恿道：呸，你个毛头小子，说什么呢？是你自己想混浴吧？藤给了这臭小子一个暴扣，笑骂道，接着才收敛了心神，最后向着夏目问道：只是少族长一直大手大脚的花费也不是办法，这些银两总会被耗光的。我们接下来，夏目不必担心，这方面我会想办法的。宇智波银，难道少族长你又准备对那个村子出手了？准备洗劫他们的金库了吗？啪！银再次吃了夏目的一个暴扣。胡说，那不叫洗劫，那是劫富济贫。夏目一本正经的纠正道。听此，宇智波银双眼一亮，恍然大悟，同时也似乎很想尝试一下这种劫富济贫的快感啊。可一直劫富济贫也不是长久之计，被劫过一次的村子必然会加强防守，恐怕下一次就没那么容易得手了。夏目点头赞许一声，藤说的不错。因此纯粹的劫富济贫是不长久的，我们必须开辟自己的收益渠道，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才能达到富强村子的目的。可我们现在都是叛人，寻常大国根本不会让我们接取任务赚取报酬，这该怎么挣钱啊？宇智波银愁眉苦脸道。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一层原因，各村的忍者叛逃后一般都过得非常艰难，哪怕像雾影鬼人在布展那般出色忍者，也不得不靠频繁接取任务积攒银两。放心，我已经有目标了。少族长，是什么目标啊？当然是波之国。夏目温和一笑，露出了那视财如血般的獠牙。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残酷的、血腥的。按照历史规律，一般想要完成初步的资本原始积累，只有2种方法，即掠夺和压榨。前者靠劫掠其他国家积累财富，就如同大航海时代的西欧诸国；后者靠压榨本国人民创造财富，就如同某阿三国一般。而自家岩隐村呢，此刻刚刚起步，整个村子满打满算也不够500人，就这点人怎么压榨？你就是将人当成骡子使唤，这点人也创造不出多少价值啊！因此，想要富强，想要积累原始资本，夏目也只得将目光看向人家村子了。而现在，木叶、岩隐都被自己洗劫，呸！是劫富济贫过一次了，确实难以再次得手了。同时，其他几大隐村现如今也勉强在局面上维持了一个平衡，再去洗劫他们，打破这个平衡的话，只会更不利于自家村子的发展。因此，思来想去，也就是只有这个波之国最合适了。波之国位于火之国东南方，这是一个很小面积的岛国，只有一座大桥与外界相连，国内忍者数量几乎为零，经济贫乏，人民生活贫困。按理说，这样一个又小又贫穷的国家，根本不值得夏目去惦记啊。奈何熟知火影世界的夏目，却非常清楚，波之国虽穷，但控制着波之国的海运公司社长卡多，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富翁。像这种为富不仁，靠着私底下用黑手党和忍者来走私毒品和违禁品发家起来的无恶不作坏蛋，自然最适合被劫富济贫了。而且劫掠了这种罪恶的集团公司，还可能整边接收卡多的海运公司，依靠丰富的海贸为自家村子赚取源源不绝的资金，一举多得，何乐而不啊？这才是夏目将目光瞄上这个小国的真正原因。对此，宇智波藤几人自然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但几人都很清楚，跟着自家少族常干就对了。反正以少族长的智慧，总不会让自家吃亏的。少族长，那你是要去那个什么波之国吗？就这几天就会走一趟。我要去。放心，这次我确实需要几个人手帮忙，到时候出发前再定，不要急。好嘞，好了，藤，你下去吧，记得我的话，不要省，放开手脚干，村子的基建尽可能的做到最好。遵命。
接下来，夏川也开始一边规划村子建设，一边准备物品，准备赶赴波之国。不过，当天下午，岩隐村派来的使者也刚好抵达村子。出于对大野木老妖的同情，以及为了感激岩隐村慷慨赠予的7000万两银子，夏目还是勉强接见了一下对方。对方是一名接近30岁的中年忍者，看起来只有中忍实力，应该不是非常善战的类型。只不过，这个岩隐使者抵达后，倒是颇为趾高气扬，似乎不太看得起这些宇智波叛徒建立起的稚嫩新村，甚至见到对方首领真的只是一名10岁出头的小鬼后，更是耀武扬威了起来，一副高等忍村来低等忍村巡视指导工作的模样，气得宇智波营几人都恨不得抽刀宰了这个混蛋。结果不等他嘚瑟多久，直接被夏目亮出的须佐能乎右手骨爪一把捏住，当场捏爆了好几根肋骨。近距离的体验了一波死神的问候后，一下就学乖了，分毫不敢再耀武扬威了，很是恭敬惶恐的道明了来意，说是奉命3代目土隐之命，希望和岩隐村秘密结交，共同对付木叶。听此，夏目二话不说就将对方赶了出去，一点情面也没有留。看着那名岩隐使者灰溜溜离开的背影，夏目身旁的几位亲卫都微微疑惑，少族长为何不与岩隐联手呢？宇智波日耀主动问道。在他看来，自家村子堪堪起步，若是能和5大隐村之一岩隐村联手，一同抵抗木叶的话，应该利大于弊啊。夏目看了一眼日耀，很满意，不懂就问，是个好习惯，总比那些什么都不懂还要蒙着头忙干的蠢材要好多了。联手？别说笑了，你会和一个随随便便不知深浅的小隐村真心联手吗？岩隐村充其量不过是想利用我们，让我们去削弱木叶罢了，没有好处，还会被算计，更是暗地里的秘密联手。说白了，这样的联手亦无用处。村子刚刚起步，固然羸弱，但我的最低要求起码是公开结盟，而不是这种可有可无、一高一低的攀附。不平等的联手，换来的只可能是被压榨，而非互帮互助。夏目悠悠解释道。看惯了前世那宛如泥潭般的世界斗争时，他对这些政治上的博弈也算是深有感触了。此刻当然不会被岩隐村这虚伪世豪所蒙骗，哪有豺狼会甘愿和绵羊做朋友的？除非他只是想利用这只绵羊，诱骗来更多的绵羊，亦或是这只狼叫灰太狼。当然，实际上谁是狼，谁是待宰的羔羊，也难说啊。毕竟自己前不久才从岩隐村那薅了一大把羊毛。听完夏目的解释，日耀、银几人也略有所思着。这道理虽然简单，可身在局内，想要看破可不容易。毕竟弱小的村子面对强势的5大隐村抛来的橄榄枝，能做到不心动的真的很难。不然夏目前世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小国家，漂亮国卖了还在替人家数钱了。更何况，而且得益于野乃羽和兜二人在岩隐村的长期潜伏，整个岩隐村在自己面前就像完全裸露的舞女一般，毫无秘密可言。现阶段，除非岩隐村真的肯放下姿态，拿出诚意来结盟，不然夏目是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好了，人已经接待过了，他回去怎么交差是他的事了，你们就别管了。另外，日耀、银准备一下，明日一早出发，目标波之国。轰走了岩隐使者后，夏目也开始筹划起了正事，并对着日耀2人吩咐道。一听可以出门活动了，宇智波银顿时大喜，忍不住雀跃着。太好了，不过只有我们3人吗？夏目，再带上月姬和龙叔。日耀，你去通知一下。遵命。啊，月姬姐也去啊？完了完了，这下没好果子吃了。银不由忧愁了起来，毕竟以月姬姐冷淡严厉性格，这一路怕是别想放纵了。次日一早，夏目就领着几名队员出发了。夏目、宇智波日耀、宇智波月姬、宇智波银、宇智波龙，一共5人，其中日耀、月姬、银3人都是夏目的亲卫队成员。其中月姬是日耀的姐姐，今年18岁，身材高挑，一双大长腿都快比肩夏目的肩膀了。嗨嗨，当然夏目将她招入亲卫队也绝不是因为腿长什么的，主要是人家的实力也不错，年仅18就拥有着实打实的上忍实力了，几乎算是宇智波一族的女忍者中最为年轻最出色的那一位了。虽说比不上卡卡西又那种妖孽选手，但也非常具有培养价值。毕竟哪怕是整个木叶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家族加起来，再算上那些隐藏的不记名的，上忍总数也绝对不超过300名。而自己带出来的这些宇智波族人中，实力达到上忍级别更是不足10人，其中还包括了那几位年老体衰的族内长老。因此每一个年轻的上忍都显得弥足珍贵。宇智波龙37岁，中忍实力，战力上不算出色，但却之前一直负责着宇智波驻地与其他木叶家族的交易往来，在商贸来往上经验丰富。之所以带上龙叔，也就是看中他这一特长点，好方便在覆灭卡多等人后快速收编海运公司整合业务。至于带上日耀和银2人，纯粹就是多给他们一点历练的机会。毕竟将来村子一步步壮大后，总不可能靠自己一个人日夜不坠的管理吧，总得多培养点值得信任又能干的下属啊。除此之外，这次外出，夏目也比上次从容多了，已经在村子内的诸多秘密角落留下了不少非雷神印记，再加上自己这72卡的充足查克拉储备，随时都可以瞬移回来。而且哪怕木叶那边真的有什么行动了，也很难逃脱阴忍村的情报网以及自己留在木叶内的宇智波暗探，因此村子的安全问题也暂时不必担心。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搞钱啊。
波之国位于火之国的东南方，距离田之国的路程稍远。不过夏目一行5人最差的都是中忍级别，速度不慢，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就赶到了目标国。当然，若是夏目一人的话，以他的急速，估计半天时间都用不了。波之国位于一座四面环海的小岛上，想要进入，一般只能靠坐船。至于那座后世颇为出名的名人大桥，此时都还没开始动工修建呢。很快，花了点小钱，夏目几人便坐上了一条通向波之国的渔船。划船的是一个不算壮硕的中年男子，根据他双手上的厚茧以及一身的鱼腥味，可以断定对方是个多年靠捕鱼和划船为生的老渔民了，应该不是什么恶徒。少族，少爷，这里的雾气好大啊，都快看不见远处了。16岁的宇智波银趴在船舷上，满心好奇地张望着。很正常，位于海上的国度，包括水之国在内，经常都会被大雾笼罩。一旁的日耀淡淡回应着，比起不喜读书的银，显然他的知识储备要丰富一些。是这样的啊，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起雾？这些雾都是怎么来的？日耀哥，你知道吗？日耀语塞，不知如何解释。就在这时，坐在船尾的夏目开口解释了起来。海水湿润，光照下极易蒸发，蒸发后飘散在空气中形成水汽，水汽压增大到空气饱和后，便会发生凝结形成雾。日耀、银、月姬、龙叔，其余几人撑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夏目，只感觉什么都听懂了，又什么都没懂。夏目白了几人一眼，感觉自己似乎在对牛弹琴。虽然自己前世不是啥博士高材生，但这点原理还是知晓的。这可惜和这几个文盲解释了也没用。哈哈，还是少爷博学多识啊。银，以后别老是想着玩耍，多学点有用的知识。一旁的宇智波龙笑着打趣道，化解了几人的懵逼。船继续划着，片刻后，夏目主动开口问道：“船夫大叔，还有多久啊？”壮年的船夫擦了擦细汗，爽朗回应道：“快了，再有几分钟就到了。看样子，几位都是大国来的贵族少爷小姐吧？”“不，我们都是忍者。”“啊？哪有像小少爷您这么小的忍者呀？您就别逗我了，我们真是忍者啊。”夏目辩解道。但划船的船夫依旧不信，毕竟夏目几人都没有带常见的忍者护额，寻常的哪怕是很小的忍村出来的忍者，都会带有自家的标志护额的。不过这也不奇怪，毕竟自家岩隐村才建不久，还没来得及感知出独属护额呢。大叔，我们真是忍者，而且还是很厉害的那种。宇智波银嚷嚷了起来。我不信，除非你们表演个忍术来看看。忍者大人的忍术可是很厉害的，这忍术不是拿来表演的。银愣了一下，支支吾吾地看向了夏目。毕竟胡乱使用忍术、哗众取宠都是禁止的，是忍者们的常识。可几人都没想到，此刻坐在船尾的夏目却陡然摊开了右手，开始凝聚起了一大股查克拉。片刻间，一颗不算大但却威势十足的查克拉能量球便出现在了夏目手中，其中至少包含着2卡的查克拉。巨大的能量带动着周围雾气迅速汇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螺旋涡流，声势不小。看得站在船头上的壮汉船夫双腿一软，差点没直接跪拜下来。少爷，您这是？龙叔轻呼一声，有些紧张。毕竟在他感知中，光是这一颗能量球内的查克拉就超越他全身查克拉的好几倍了。这要是炸开了，整条船的人都跑不掉吧。同样的，其余几人也很是紧张，就连性格冰冷一路沉默少言的宇智波月姬也面露惊色，看不懂自家少族长的行为。下一刻，夏目并未解释，仅仅右手发力一弹，拳头大小的查克拉能量球便瞬间射出，朝着小船左侧飞去，很快就消失在了一片雾气之中。数秒后，轰一声巨大轰鸣声爆开，大片水柱冲天起，喷射而出，又化为了大濠雨滴坠落下来。仅一击之威就让其余几人瞠目结舌，暗暗心惊。同时，远处伴随爆炸声而来的还有一大片惨呼声、求救声。应该是一伙靠着劫掠为生的海上强盗。夏目淡淡回应道：“少爷，所以您刚刚是？他们的船已经被炸掉了，不过应该还有不少人残存了下来。这种海上匪徒无恶不作，杀人掠货，死不足惜。日耀，你去一趟，将剩下的匪徒都清理干净。”遵命。日耀领命一声，迅速跳出，踩着水面冲向了左侧，没入了雾气中，开始迅速收割着剩下的匪徒性命。很快，又是一声声惨叫声响起，只可惜不过30余秒，惨叫声便渐渐消失。同时，提着2只带血苦无的日耀也迅速回到了小船上。回少爷，确实是一伙海盗，没约20余人，残存者已全部击毙。很好，走吧。日耀收起了苦无，瞥了一眼坐在左侧的姐姐月姬，不再多语。倒是宇智波银又惊叹了起来，好厉害，真是一伙海盗啊！少爷，您怎么发现啊？还有你刚刚用的那招忍术是什么啊？都不用结印吗？夏目微微一笑，一种查克拉的粗糙使用方式罢了，算是超低配版的尾兽玉，只需要足够的查克拉和控制力就能掌握了。我也能学会。可以，等你的查克拉量再翻个5、6倍，估计就能勉强使用了。夏目的回答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银的火热心头上。5、6倍的查克拉，自己猴年马月能攒够啊！果然还是少族长变态，随便放个大招就跟玩一样。至于夏目是如何提前探知到那伙海盗的，就更简单了。有着 S 级灵化之术傍身的他，可以非常轻松感知到周围一切靠近自己且具有灵魂的生命体，而且还能辨别出其是否存在恶意、杀意。因此他很早就察觉到
左侧远处的海面上有一伙满怀恶意的海盗，正在悄悄尾随靠近己方了。只不过是在等个合适的时机再出手罢了，正好能顺便试验一下自己的查克拉能量球威力。放心，绝不是为了装逼什么的。而此时此刻，巨大的爆炸、海盗顷刻间的瓦解，还有这几位深不可测的强大忍者，这一切已经把船头上的那位船夫吓得瘫痪在船了。好家伙，自己这是真载了一船的忍者啊！还有那位最小的少年，究竟又是什么怪物啊？自己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可怕的忍者啊！哈哈，船夫大叔，这下相信我们是忍者了吧？宇智波银笑着调侃道。信了，信了，还请几位忍者大人饶命啊！船夫连忙拜饶，很是惶恐。银，不要乱吓人！夏目出声制止道。宇智波银 Sigma， 自己就说说话，哪里吓人了？而且自己在吓人，也没有少组长，你刚刚那一手害人啊！好了，船夫大叔，你别怕，我们不会害你的。正好，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夏目扶起了那位船夫大叔，很是和善的笑道。几位忍者大人随便问，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统统交代。这位船夫颤颤巍巍的回应道。虽说这几位忍者大人都笑着很和善，但他可不敢有分毫大意。要知道，就是那些流浪武士大人，哪怕怒杀了他这种平民，都不会有任何追究，更何况还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忍者大人啊！别紧张，你应该也是波之国的人吧？夏目和悦的问道。毕竟自己也不是什么吃人的猛兽嘛。是的。那你听过卡多海运公司或是卡多集团吗？听过。这个公司现在就在我们岛上，他们是前2年突然到来的，说是见我们波之国四面环海，交通不便，愿意主动和我们合作，替国民们运送物资、交易商品。到现在，几乎整个岛的海贸运送都被他们公司包办下来了。哦，那你感觉他们公司怎么样？说实话，这位船夫迟疑了一下，还是坦然道：起初还挺好的，岛上的不少人都靠着他们公司的大货船和海贸市场，将各种商品卖了出去，赚了一些钱。可从去年和今年开始，卡多公司的人就渐渐以各种利用压低我们的收购价。就好比我家常常捕捞出的三文鱼，刚开始能卖20多30银两一斤，而现在却被卡多公司压缩到了8、9两一斤了，偶尔还只给了5、6两，甚至还明抢过好几回，令岛上的大半渔民苦不堪言，几乎都难以维持下去了。船夫咬着牙，满心痛恨地控诉道：不单单只是捕鱼业，整个波之国几乎所有产业都被类似这般一步步地压榨着，不然捕了20多年鱼的他，现在也就不会放弃捕鱼，而跑来拉客送客了，实在是快养不活一家的人啊！反倒是那卡多公司靠着从波之国这里征收的低价商品，转手暴涨数倍价格卖出去，赚了个盆满钵满。听此，宇智波银率先惊呼道：啊，这么低的收购价啊！你们就不会卖给别的收购商吗？要知道，在木业老旧的店里，一碗最普通的拉面都要60两了，而这边整整一斤三文鱼居然只有5、6两的收购价，这已经无法用压榨来形容了，简直比粉碎机还要狠啊！没渠道啊！整个岛的收购渠道都被卡多公司控制了，除了他们家，我们根本没其他渠道卖。而且，若是被发现谁敢悄悄私卖，可就不是没收那么简单了。银几人更是面色一惊：你们就不会反抗吗？被这样压榨，你们迟早也会没命的。船夫苦笑一声：是有人反抗过，可卡多公司雇佣了不少流浪武士，那些手持武器的武士老爷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抵抗的，就连领主大人都被他们控制住了，我们根本无力反抗啊！船夫声泪俱下的痛述道：若是能反抗，敢反抗，他们早就动手了，何至于如此凄惨啊！只可惜敌人过于强大，他们根本打不过呀。最近听说凯莎正在组织反抗，但不过还是死路一条罢了。怎么会区区一个公司，区区几个流浪武士，就能掌握这样整个岛国，将无数人骑在胯下欺压？少族少爷，这太不合理了！银陡然起立，看向了夏目，眼中也升起了几分怒火。本就受尽木叶骑士、受尽欺压的宇智波人，对于这种毫无底线的压榨暴行，自然深恶痛绝，无比痛恨。同样的，其余日曜几人也纷纷面露颜色，对这般恶霸公司非常不悦。银，坐下。可是，坐下。夏目再次道，稚嫩的声线中带着几分不可违逆的味道。银只得连忙坐了下去，继续憋着一口怒气。眼见气氛愈发凝重，那位船夫也连忙摆手请求道：几位大人，万万不要置气，这都是鄙人胡言乱语的，万万不当真，也还请几位大人莫要透露出去，不然我这一家的命恐怕也不保了。夏目和煦的安抚道：大叔起来吧，放心，我们不会乱说的。船夫松懈了一口气，并斗胆多说了几句：马上就要到了，请问几位忍者大人，波之国是有什么事吗？方便的话请说一声，我也好选择在哪个港口下船。夏目随口回应：哪个港口下都行，我们只是受人委托，波之国带点特产回去罢了。日曜、银、月姬、龙叔几人默语，随后低头憋笑。还是少族长厉害啊，撒起谎来眉头都不皱一下，简直和真的一样。这特产恐怕又得价值几千万两吧。很快，小船靠港，夏目几人下船登岸。那位船夫本不敢收钱的，最后在夏目的强制下，还是哆哆嗦嗦的收下了一份运载费。此刻港口上的人不多，但是在等待装载的货船却不少，且那些装载货物的村民都被好几名手持长刀的武士盯着驱赶着，就好像在指挥奴隶干活一般。整个港口一片死气沉沉的氛围，令人颇感不适。看来那个船夫没有说谎，这里的村民确实被支配着压榨着。龙叔扫视一圈，
低声断定道。见此，银心中的怒火又被勾了起来。少组长，您刚刚为什么不让我说出来啊？这样的恶势力就该被覆灭。夏目神色如常，拍了拍银的肩膀，越过他，边走边说道：银，说得多不如做得多。心中的愤怒从嘴里喊出来是没有的，得用手中的刀砍出去，让敌人痛得歇斯底里，才会明白你的这份怒。当初我们的先辈族长若是将木叶砍痛了，我们一族也就不至于落魄至此了。而现在也是一样。银恍然大悟，心中一横，连忙跟上了前面的夏目。少组长，我该怎么做？银，上一次杀人是什么时候？夏目眯着眼，悠悠问道。1年前第17次执行任务时，有点久了呀，还记得血的味道吗？从未忘过。那就好，走吧。今天要杀的估计有点多，注意点，别把苦无磨钝了。明白。银重重的应承道，眼瞳中的血红光晕休然升起。下一刻，一行人朝着卡多公司的目标据点急速杀去。不到10分钟，令整个波之国都瑟瑟发抖的卡多公司据地轰然崩塌了。数十名流浪武士，好几名小隐村的下忍叛忍，全部尽数伏诛。夏目全程没有出手，杀这些小角色还要自己动手的话，简直就是杀鸡焉用牛刀，小题大做。这些家伙虽然看着凶，而且人数不少，但也就靠着刀剑武器之力，能欺负一下手无寸铁的民众罢了。随便来个中忍，都能将其一网打尽。更何况银怎么说也有着特别上忍级的实力，想要覆灭这样一个普通恶势力据点，完全轻而易举。很快，一身鲜血，杀气腾腾，左手苦无，右手提着一名大汉的银，便从一片废墟火海中迈了出来。少组长，敌人已经尽数伏诛，只不过并未找到那个叫卡多的，这是这个据点内的管事，还活着，应该能问出不少情报。银将手中的大汉丢在了地上，对方的双脚已被他废掉，不可能再逃走了。更何况当着一个中忍、2个特别上忍、1个上忍，还有一个综合战力不知道多高的夏目面前，别说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了，就是换成无影，能不能逃掉都难说。很好，我还以为你会全部杀光呢。不错，愤怒中保持理智，绝不被怒意支配，才是一个合格忍者该有的模样。看着浴血洗礼又成长了几分的银，夏目也颇为欣慰。只不过卡多那个大恶霸没有在这里，倒是令夏目稍感意外。不过细细一想，才发现自己也被经验主义给误导了呀。作为一个掌握着跨国大集团的恶霸老板，凭什么就认定对方应该一直待在波之国呢？这波之国仅仅只是他暗中支配的其中一个小国罢了。尽管火影最初的剧情确实是发生在波之国内的，可那也是5年后的事了。现在这卡多公司才支配波之国不久，根本没有将这里当作核心据点，因此对方不在这里也很正常啊。想到这，夏目面色微微一黑。只不过还好抓到了这个管事活口，而对方应该知晓着卡多的确切行踪吧。那个，你们谁来拷问一下？我心善，不忍心折磨他。夏目挥手说道。其实主要是怕情报还没问出来，自己一不小心就弄死这活口了。我来吧。一直沉默寡言的宇智波月姬开口了。夏目点头，领着其余几人纷纷离开，将那个活口留给了月姬。不过片刻，站在远处的夏目等人就听到了废墟那边传来的一声声惨叫。啊！那声音如泣如怨，撕心裂肺，痛彻心扉，就好像身为男性最宝贵的资本被狠狠摧残掉了一般。听着夏目几人下体一凉，不自主地夹紧了双腿，就连半身鲜血、杀气腾腾的银都不由瞬间泄气，心中发抖。3分钟不到，月姬便回来了，并带回了夏目需要的情报，及卡多的行踪与那个公司的本部所在。确定了目标地后，一行人二话不说，立即向着目标的赶去。仅仅留下了一大群波之国国民，呆呆地看着他们潇洒离去的背影和那座依旧燃着熊熊烈火的废墟。很久之后，众人这才如释重负，又哭又笑，大喜过望。此时此刻，汤之国卡多集团的本部内，啪！卡多将手中的杯子狠狠砸在地上，指着面前下属，怒笑质问道：“什么？公司在波之国内的据点被人捣毁了？到底怎么回事？”这名下属赶忙颤声回复道：“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是那边传来的电报称，据点遭到猛烈袭击，袭击者疑似忍者，现在联系已断，那边很有可能已经团灭了。”卡多一惊，随即继续大怒：“废物，全是废物！那么多武士，竟然连一个忍者都打不过，究竟是谁在和我作对？是那些波之国人，是他们雇佣的忍者？不可能，那些家伙穷得发酸，哪有钱请得起忍者啊？那就是敌对的公司，这倒是很有可能。”卡多咬牙切齿地猜测道。只可惜根本无法确定，在他看来，哪怕真是竞争公司的手段，这也太恶劣、太破坏规矩了吧？就好像夏目前世2个跨国公司间的恶性竞争，可能会涉及到抹黑、打压、窃取情报，乃至请一些佣兵杀手灭口什么的，都很正常。可你这直接请忍者出手，就太离谱了，就和花天价请五常国的特种部队出击一样，这谁顶得住啊？社长，现在重要的不是查清谁干的，而是赶紧防备啊！万一那伙忍者找上这里了，可就麻烦了。这名智商还算勉强在线的小喽啰赶忙提醒道：“对，必须赶紧加强防御，快去请如，不对，快去发布悬赏任务，给我多请些忍者过来。”卡多急呼呼地催促道：“可是社长，请忍者的费用可不低啊，而且五大国那边，我们就是想，人家也不许啊，更来不及啊！”卡多大怒，狠狠踹了对方一脚，大吼道：“
妈的，都什么时候还在意贵不贵？只管给我去请，花多少钱无所谓。武大国的忍者请不来，不是还有那么多叛人吗？怎么会请不到？好好，我这就去。这名下属连忙手脚并用的爬了出去，赶紧请人去了。汤之国位于波之国的东北方向，也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国，只不过国土面积却比波之国大多了，人口数目也远超数倍。在周围这一大片海域内的10多个岛国之间，也就仅次于武大国的水之国了。而且由于位置特殊，这里更是诸多岛国的海贸交易中心，不少大型海运公司都屹立在此，这卡多集团自然也不例外。夏目一行人离开波之国后，直接劫持了一艘卡多公司的大货船，便朝着汤之国驶去。货船开了一夜，终于次日一早抵达了汤之国的一处港口。肉眼可见的，这边的港口可比波之国那边繁荣多了，大大小小近100艘货船正停泊在港口上货卸货着。少组长，我们怎么办？船上的那些员工应该知道卡多公司的本部在哪，让他们带路，我们直接过去。好。很快，一行人就登上了港口，朝着内陆赶去。只不过没走多远，夏目就陡然喝止了几人，出声提醒道：“有不少忍者在靠近，都带着杀意。看来卡多公司那边已经知晓我们来了，准备迎战吧。”此刻，日曜、银、月姬还有稍弱一点的龙叔4人加在一起，综合实力已经不比武大忍村的暗部精锐小队要弱了。而卡多公司这边雇佣的忍者数目虽然不少，足足有20多人，但基本都是一些小隐村内叛逃出去的叛人，其中1半左右勉强有着下忍水准，其余的仅仅只有见习忍者的水平。唯有领头的一人隐隐有着中忍级别的查克拉波动。如此一群土鸡瓦狗就想来碰刺夏目等人，简直就是不自量力，自寻死路。很快，最先从2旁树林中跳出来的几名杀手，更是一个照面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场暴毙。而后不过半分钟，剩余的10几名杀手也被日曜几人纷纷击毙，甚至几人连血轮眼都未曾动用，仅仅释放了几个小忍术就清空了战场。浓稠的血腥气味渐渐散开，染红大地。更下的那2名带路的卡多公司的雇员瑟瑟发抖，软倒在地。少组长，已清理完毕。这些就是那个卡多公司派出的杀手吗？这点实力就想袭杀我们，真是自不量力啊！夏目点头，但并未松懈，反而对几人告诫道：“这只是前戏，主菜还没登场呢。”日曜几人。而就在下一刻，几人的周围竟渐渐升起了一大片浓雾，很快就将视野内的一切都包裹了进去。这是清晨的雾气？不，这不是自然的雾，雾里面夹杂着淡淡的查克拉气息，这应该是人为施展的忍术，是雾影的雾影之术。怎么会？雾影村的忍者来了！日曜几人一惊，连忙将戒备，并迅速护在了自家少组长夏目周围，谨防着来自周围的攻击。下一刻，几人右侧雾气猛然骤缩，瞬身术，雾瞬身，断刀，斩首大刀。接着，一抹锋利的刀光瞬间闪现，直取日曜。日曜哥，小心！银大呼一声。好在早有警惕，再加上反应速度敏捷，宇智波日曜迅速做出反应，顺开2勾玉血轮眼，预测攻击路线，并反手挥出苦无，挡住了这凌厉一刀。当，刺耳的金戈之声响起，斩首大刀携带的巨力直接将日曜手中的苦无砍出了一条大缺口，且还一击挑飞了这把苦无。但这绝命一击也被苦无的抵挡带偏了方向，紧挨着日曜的肩膀擦过，留下了一条不算深的血痕，并未斩断他的脑袋。找死！眼见弟弟受伤，月姬也寒怒3分，直接一拳挥出，带着霸道刚猛的拳劲击向那道雾中鬼影。轰！重拳被对方用大刀横面挡住，但对方也被巨力轰飞，足足倒退了10余米远，并又一次消失在了浓雾之中。日曜哥，没事吧？没事，小伤，只是敌人力量很强，和刚刚那些杀手不是一个等级的。日曜迅速靠查克拉止住了左肩上的伤口，并提醒着众人。而他那刚刚被一击挑飞苦无的右手，此刻依旧微颤不止，足以见敌人的力道之强了。同时，远处浓雾中也很快传出了一道浑厚男声：“好厉害的一拳，实力不错。你们是哪个村的忍者？怎么没带护额呢？等等，你那是血轮眼？你们是木叶的忍者？”浓雾中传来了再不斩的惊呼声。他本以为这次任务目标只是几名小隐村的不入流忍者罢了，可没想到对方几人的实力竟非常不俗，不但挡住了自己无往不利的雾中斩首术，竟然还有着血轮眼这种著名血迹陷阱，看来是一伙硬点子啊！宇智波一族的忍者可不好对付。该死，自己要价太低了，回头定找卡多那个混蛋提价了。再不斩，心中惋惜道：也万幸自己刚刚没有第一个冒头，而是让那些不值钱的小喽啰忍者去试探了一下，不然说不定都已经栽在这了。能看清敌人的位置吗？龙叔冷静地问道。日曜撑着血轮眼扫视一圈，摇了摇头：不行，这些雾气中掺杂了少许查克拉，影响着血轮眼的锁定。雾气，用刀，实力不俗，对方应该就是那位著名的雾影村叛人雾影鬼人陶地再不斩吧。任务经验丰富的月姬开口了，一下就猜出了敌人的身份。在宇智波一族中，他是罕见的走体术道路的忍者。刚刚他那一拳虽然没有尽全力，但也绝对不轻，寻常上忍都很难接住。而这名鬼人再不斩却看起来游刃有余的样子，确实不简单。居然听闻过我的名号，看来你们确实和木叶关系不浅啊。或者说，你们就是前段时间从木叶叛逃的宇智波一族。
算了，这些都不重要。身处在我的雾气中，你们必死无疑。不，既然听闻过我的名号，我会尽力给你们留具全尸的。嚣张的威胁声从浓雾的四面八方传来。潜藏在雾气中的再不斩，一边靠着语言拖延着时间，一边迅速游走，寻找着对方5人的弱点与破绽，力求下一招一击必杀。这样聊天很累的呀。这雾气也太浓了，有点晃眼睛，还是散开吧。夏目揉了揉双眼，打了个哈欠，随口一声，接着双手一拍，狂暴的查克拉气息瞬间击散而出，以夏目为中心，宛如层层飓风一般席卷而来。不过10余秒，就将周围的浓郁雾气全部冲散。呼呼，大风之后，周围的一切都清晰了起来。同时间，远处某位雾影鬼人先生正握着刀站在原地，一脸呆滞地看着夏目那边。好家伙，虽说自己这雾影之术并不是无法破解，可这种直接以庞大查克拉暴力冲散的破解之法，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好家伙，那小子究竟是什么人？怎么会有如此庞大的查克拉，而且还被其他4人护着，看起来身份不低的样子？难不成是木叶的人助力？再不斩心中惊愕道，一般也只有各村的人助力才会小小年纪就有海量的查克拉吧，可为什么他刚刚能将气息隐藏得那么好？没想到自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本以为年龄最小，应该实力最弱那个小鬼，竟如此强大。好爷，少族长威武！眼看着雾气散开，视野恢复，银兴奋欢呼一声。果然，什么狗屁雾影之术，在自家少族长面前都弱爆了。好了，雾散开了，那家伙太弱了，不值得我动手，就交给你们了。尤其是日耀、月姬、银，你们3人好好熟悉磨练一下配合，尽量活捉对方。夏目挥了挥手，对着其余几人下令道：这个再不斩虽说实力不错，但终究只有精英上人左右的实力。若是几天前自己还有兴趣和他玩一玩，而现在嘛，可没这份心情了。毕竟有哪个小孩子会跟成年人动真格的呢？还是交给日耀他们练练手吧。遵命！日耀几人应承一声，纷纷握紧武器，迅速攻向了远处的再不斩。同时，远处一听那个小鬼居然说自己太弱了，不配他出手，再不斩也瞬间怒了，眉头大皱。他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狂妄的小鬼呢。本来心生少许退意的他，也迅速暗下决心，定要宰了这几个不知死活的忍者。还有那个小鬼，激战瞬息而起。失去迷雾烟雾的再不斩，面对日耀4人的围攻，并没有退缩。要知道，他怎么说也是元雾影忍刀7人众之一，有着精英上忍的实力，更是逆宗杀人的顶级高手。放眼忍界，凡是名声能传到国外的忍者，没一个是好惹的。再说了，这家伙和白可是曾经差点团灭第7班的啊，而第7班可是封印了辉夜姬的，以此类推。当然，这都是玩笑，但毫无疑问，这位雾影鬼人的实力放在这时候来看，还是很可观的。死在他手上的忍者，恐怕也不下3位数了。不过，与他对战的4人同样不容小觑。擅长远超攻击的中忍龙叔，擅长忍术轰击的特别上忍日耀，擅长近身搏斗的上忍月姬，还有特别上忍银。4个人4双血轮眼，阵容堪称豪华。哪怕是再不斩，此刻对战起来也颇为吃力。水遁、水分身、水遁、大瀑布之术、火遁、好火球之术、火遁、龙火之术、风魔手里剑、体术、八卦冲拳，一个又一个猛烈的忍术频繁释放，相互对撞，双方你来我往的交锋着。尽管在硬实力上，日耀几人都不及再不斩，可靠着4个人的配合以及血轮眼的加成，还是非常巧妙地挡住了再不斩的所有攻击，甚至还隐隐压制了对方一筹。此刻，站在远处，夏目一边观赏着大战，一边兴奋地吆喝指导着：“不错不错，就是这样。龙叔，瞄准他的脑袋，释放忍术；月姬贴近点打，攻他下盘，不要给他结印的机会。日耀，注意释放忍术的间隙，辅助好月姬，不要错位。银，别冲太前了，在后面多设点苦无和手里剑。玩阴的会不会啊？战场上不要顾虑节操，怎么狠怎么来，听到没有啊？”如此粗鄙又阴险的指示，更是刺激的战斗中的再不斩嗷嗷叫，恨不得立马冲过去，先宰了个小鬼。可每当他想象那个小鬼杀回去时，这4个宇智波的忍者就会拼了命向他扑上来，对他发动猛攻，甚至不惜以伤换伤，一副不怕死的样子，逼得他只能退步，不敢再杀向那名小鬼。天杀的，那小鬼究竟什么身份，竟能让这几个忍者如此拼命，如此死忠？没道理啊！再不斩黑着脸，心中暗惊道。同时，与日耀4人间的战斗也感觉越发吃力。这4人除了那女忍者和那个大叔以外，另外俩小子的战斗经验都不算丰富。起初还很生疏，但现在他们4人却越打越配合，越战越顺手。照这么下去，最终落败的甚至还可能是自己啊！不行，不能再拖下去了，得找机会释放个大型忍术，一举击溃这几人。都小心点，那家伙可能要用分身拖住你们，然后准备结印释放水龙潭之术了，缠住他的本体，别给他机会。远处的夏目一眼就看穿了再不斩的意图，再次高声提醒道。听此，那边的再不斩更是胸口一闷，猛然咳嗽，差点没直接气得吐血。混蛋，那小鬼是怎么知道的？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准备做什么？还特意喊出来了，这下我怎么施术啊？怎么打啊？要不要这么无耻啊？此刻看着再不斩那一脸憋屈、手忙脚乱的模样，夏目也乐了。笑话，自己前世可是看着这家伙结印长大的，那40多个印的水龙潭之术，
自己闭着眼睛都能倒背如流。放眼忍界，估计没人比自己更熟悉这家伙的战斗方式和底牌招数了。他凭什么打？拿什么赢？就这样，日曜四人再次得到提示后，也陡然加快了攻势，完全不给再不斩结印施术的机会。至于夏目，则更是乐呵呵的在远处观赏着。就这样，肉眼可见再不斩的颓势被一步步扩大。激战至此，浑身已经多了10余条伤口，溢出的鲜血也染红了大半个身体，看起来越发狼狈。只不过，就在日曜几人胜利在望时，夏目身后一团小小的水波却忽然抖动了起来，并渐渐凝聚成了一名莫约10岁左右的精致少女。咻！少女握着苦无，猛然冲出，来到了夏目的身后，将锋利苦无抵在了他的颈脖上。快，让你的人住手，不然我就杀了你！白睁大着双眼，大声威胁道。若非必要，他是真的不想违背再不斩大人的命令，从而出手的。可他也不傻，看这局势，再打下去，再不斩大人很有可能会输，乃至没命。他自然不能再等了，只得强行出手，准备生擒夏目，以此为要挟，逼退那几名忍者。少族长，日曜几人纷纷一顿，心中一紧，连忙就想来驰援夏目，专心战斗，别分神。夏目平淡的呵斥道：“是。”见此，白更是勃怒3分，咬牙再次威胁道：“你不要命了吗？快让你的人快住手，我不会再说第2遍了。当叛忍的日子很苦吧？”你在说什么废话？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放开苦无，老实求饶，或许还能保住一命。夏目淡淡笑道，一点也不紧张。仅有10岁的白微微颤抖着手，并死死捏着苦无。是你逼我的。白心一横，直接朝着夏目的脖子刺了下去。无论如何，他都要救下再不斩先生啊！可下一秒，意料之中的鲜血并未喷射而出，白只感觉苦无一空，完全没有刺中的实感，反而一个踉跄，差点栽倒在地。接着定眼看去，他才猛地发现那名少年的身体竟在瞬间崩散成了无数只小熊猫，然后这些小熊猫又蹦蹦跳跳地绕过了他，在他右侧迅速汇聚，再次凝聚成了那个少年模样。白陡然大惊，替身术、分身术，不是幻术，自己中了幻术。那少年从一开始就不是实体，怎么会？自己什么时候中术的？为何毫无察觉？惊恐之下，白哪还敢犹豫，连忙施展出了自己的血迹限界冰盾，也是他的最强忍术。冰盾秘术，魔镜冰晶。很快，忍术发动，大量冰镜在他的周围迅速凝结，而他本人也准备迅速闪入冰镜，再以此发动攻击。只不过，就在他即将闪入冰镜那时，也下意识地看了那名少年一眼。一瞬间，白再次猛然一震，那是万花筒写轮眼？怎么会？一刹那间，10余面冰镜猛然崩碎，轰！随着一片崩碎声，白只见眼前一晃，还未等他反应了过来，一只和他差不多大的手掌便已捏住了他的喉咙，直接强势打断了他的忍术，并将他轻松提了起来。我说过，请你老实一点，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呢？看着少年那双猩红双瞳，听着那冷漠的声音，白更是全身微颤，如坠冰窖，只感觉前所未有的无力着。我认输！唰的一声，满身伤痕的再不斩将手中的斩首大刀插在了地上，一只手臂耷拉着，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半跪在地，主动认输道。见此，日曜4人也微微一愣，并停下了攻击，然后小心翼翼地卸下了再不斩身上的所有武器，并捆住了他的双手，确定没有威胁后，接着这才向远处的夏目挥手示意。夏目将昏迷过去了白放在地上，并顺手给对方补了一个自负术操，以免对方突然醒来后乱跑。接着这才来到了再不斩这边。啧，我还以为你会血战致死的，再不济也会趁机逃跑，然后再卷土重来的，没想到竟这么干脆的认输了。为啥呀？夏目微微唏嘘笑问道。再不斩低着头，仅微微瞥了一眼远处昏迷在地白，没有多说什么。尽管他刚刚心中挣扎了无数次，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投降。同时一旁的银也连忙凑上了上来，拍着马屁，当然是畏惧少族长您的实力啊，您一出马立马就把他吓破胆了。夏目白了银一眼，没好气的骂道。行了吧，少吹嘘几句，你们4个打了这么久都没完全拿下对方，亏我还在一旁指导着，丢人啊。听此，日曜几人也微微低头，颇感羞愧。这2个家伙怎么处理？杀了吗？月姬冰冷地问道，毫不留情。听此，再不斩立即开口道，我知道你们不是木叶的忍者，你们是宇智波叛逃的遗族吧？既然如此，我愿意花钱买下我的命，请几位放过一马。再不斩咬牙求饶道，像他这种硬汉子愿意开口求饶已实属不易，若非为了心中的夙愿，为了白，恐怕一刀砍了他，这家伙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吧。呸，你能有多少钱啊？你要是有钱，还至于没完没了的去接这种玩命的任务，还想买你的命，真不要脸。夏目唾弃一声，见识了2大隐寸的金库后，他的眼光也明显被养刁了，就再不斩这点小家产，他自然看不上了。此刻被如此一个小鬼嘲讽，再不斩更是憋红了脸，倍感屈辱，只得大声道：1000万两够不够？夏目双眼一亮，立即道：来人，松绑！我了个乖乖，这再不斩真的如此富裕吗？身为一个叛人，竟已经攒下了1000万巨款家底，这家伙上辈子莫不是貔貅变的哟？少族长真要给他松绑？开玩笑的，先绑着他，
这家伙我留着还有用。对了，将那边那个小娃娃也搬过来。接下来，日曜，你留在这守着他们俩，若是他俩有异动的话，直接杀。我和其他人先去卡多公司本部，回头再来找你。夏目迅速安排道。这再不斩的1000万两虽然诱人，可和整个卡多公司一比，只能算9牛1毛，因此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的。一会要是去晚了，让卡多家伙逃走了，可就又麻烦了。遵命！日曜领命一声，将远处的白搬了过来，又将两人捆在一起，并尽责地看守着。而夏目4人则立即沿路朝着卡多公司的老巢赶去。接下来的行程就毫无波澜了。夏目一行4人很轻松的就找到了卡多公司的老巢，很轻松的就杀了进去，很轻松的就覆灭了这个大集团，并结束了卡多这个大恶霸的罪恶一生。值得一提的是，当夏目几人一路杀进去，找到这位社长卡多时，这家伙竟然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很是快乐的有事秘书干呢，似乎完全忘了夏目一行人的威胁。也不知道是对那20多名菜鸡杀手有信心，还是对那位名声赫赫的雾影鬼人有信心啊。总之，虽然恶贯满盈，但能毫无察觉的死在极乐之巅，也算是一件幸事了。当然，按照这家伙犯下的无边罪孽，死后必然是下地狱的。就这样，覆灭了以卡多为首的集团高层以及一大批毫无人性、罪行累累的武士杀手后，夏目几人并未再对其他公司职员出手。毕竟，将来收编这家海运公司后，短时间内还需要这一众职员的运转与维持。而且，这些底层的职员大多也都是被卡多压榨的对象，每天都在996的操劳着、工作着，甚至连去干坏事的时间都没有，也算是颇为可怜了。当然，夏目此行千里迢迢，可不是专门过来惩恶扬善、解放这些被压榨的职员和波之国民众的。搞钱，搞一大笔钱，才是真正目标。因此，由管理经验丰富的龙叔出面，迅速将惊恐的公司数百名职员安抚下来了后，夏目几人很快就在公司主管的带领下，来到了整个卡多集团存储资金的地下银库前。银库很大，而且大门还特意上了锁，似乎只有卡多和少数几人知晓开启密码。只可惜，这种防御在强大的忍者面前等同鸡肋。夏目抽刀一挥，那坚固的合金大锁被昆羽刀瞬间斩成了2半。下一刻，银库大门开启，一大片璀璨的光芒陡然迸射而出，晃得夏目几人直眨眼。而目光所及之处，一车又一车，一堆又一堆，数之不尽的金银珠宝正琳琅满目地摆放在银库内。保守估计，光是现金就有1亿多两，若是再算上那些价值不凡的珠宝钻石，少说也得总计几亿两吧。发了，发了，这回是真发了，超级大丰收啊！看着整座银库，看着面前的无数银两，夏目也乐开了花，欣喜若狂，那颗小心肝都不禁狠狠抽搐了一下。啊，是心肌梗塞的感觉。一个卷轴500万，2个卷轴1000万，1、2、3、4、5，上山草老虎。呸！念错了。夏目一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一边兴高采烈地装取着满地的银两，看得远处的龙叔几人啧啧称奇。第一次见自家少族长如此兴奋啊，都快以为少族长他是不是乐傻了。哇，少族长也这么贪财的吗？一旁的银一边往兜里猛塞着金币，一边乐呵呵地打趣道：呸，这不是贪财，这是从心，遵从本心，懂不懂啊？你们几个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的贵啊！夏目回头笑骂一声，手上装钱的速度可一点没落下。不多一会，整个银库的现金便全被他装入了囊中，足足装了25个空间卷轴。同时，趁着机会，夏目也将这些现金摸了一边，汲取了金钱的气息，将其全部兑换成了金币。丁，恭喜你获得了1亿1700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117000000价值点兑换为1170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11700金币，目前余额14640金币。看着那突然暴涨，直接突破5位数的金币余额，夏目更是雀跃万分，爽得仿佛置身云海。这才是真暴富啊！而且自家系统也有个好处，即使将这些现金兑换成相应的价值点后，也不会吃掉这些钱，这些现金依旧可以带回自家忍村正常使用，堪称一举两得。当然有利有弊，系统在兑换上很慷慨，不过在审核要求上却很高。以前夏目也曾试过拿一份钱企图反复刷价值点，奈何系统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仅仅只承认夏目第一次得到且可以完全支配的现金才能兑换为价值点，再充值成金币。除此之外，那些具有不菲价值的珠宝、奢侈品、武器道具啊，都无法兑换成价值点，不然的话，自己叛逃的那一夜木叶失窃的可就不仅仅是金库了。因此，这座银库内除了能直接兑换成价值点的1亿多现金之外，其余价值数亿的其他各种珠宝、奢侈品等等，可就没法直接为自己所用了。不过问题也不大，回头靠着这家伙海运公司慢慢将这些珠宝兜售出去，全部换成现金即可。虽然过程可能会漫长一些，但胜在稳定可靠嘛。总之，今日的收获确实丰富到令人狂喜。没想到这区区一个卡多公司，居然比堂堂5大隐村之一的岩隐村金库还要富有，真是开了眼界啊！不过细细想来也很正常，这5大隐村的战力虽然高，但充其量一个村子也就几万人，还不比一个小镇呢。像这种大型的跨国公司的总职员也有好几万，在经济体量上比肩一个小镇也完全没有问题。当然，若非维持这么大一个公司需要投入大笔资金流的话，估计这里储备的现金
还得再翻上好几倍。只不过现在如今，这一切都归自己了。这卡多人都死了，还送自己这么大一家海运公司以及这么多财宝，搞得自己不太好意思了。算了，自己就大度一点，以后不便是他了吧。收起了卷轴，满载而归的夏目三人离开了这座公司本部大楼，并将整个公司交给了龙叔整备。后续也会再派几名得力的族人过来辅助龙叔的。而以龙叔的能力，最多半个月应该就能消除完选，重新整备好整个公司。1月之内就能重新运转起海上航线，为自家村子真正带来可持续的盈利收入了。果然，还是躺在家里数钱最舒服了。离开了卡多公司后，夏目、月姬、银三人再次回到了日曜这边，而再部展和白二人依旧老老实实的被绑在原地，并未挣扎逃脱。也不知道是没力气了，还是已经认命了。再部展抬头看着容光满面的夏目几人回归，心中也瞬间有了计较。卡多那家伙已经死了吧？当然，那样的恶霸留着也只会祸害无穷。我已经超度他了。夏目点头，没有否认。真是可笑的呀！再部展唏嘘一声，那样一名富甲天下的大商贾、大恶霸，没想到最终却是因为吝啬那么一点委托费，没能请来足够的帮手，而丢掉了性命。让自己呢，就因为区300万两的委托金，就来贸然袭击这样一位狠人小鬼。这小鬼怕是绝对价值超 S 级悬赏了吧？自己也算是栽得不冤了。好了，日曜，你们先到后面等等，我和这位雾影鬼人先生单独聊聊。少组长，这家伙很危险。日曜迟疑一声，有些担心。毕竟夏目身上可是寄托并承载着自家全族的复兴希望，真要是出事了，后果不敢想象。怎么？难不成你们还以为这家伙会是我的对手，能给我造成危险？我让他双手双脚，他都打不过我。夏目白了几人一眼，无奈道。而这番蔑视言论，更是听得某位鬼人先生面色一黑，差点没忍住暴跳起来揍人。只可惜直觉中他也确实感觉自己并非这名小鬼的对手。日曜几人对视一眼，也没有强求。少组长的实力他们也是清楚的，别说一个双手被捆的狼狈鬼人了，就是10个满状态的鬼人也绝非少组长的对手。很快几人就退到了远处，仅留下夏目和再部展2人独处。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再部展咬牙问道。在他看来，已经覆灭卡多公司报复一波的夏目，大概率已经看不上他那点积蓄了，估计迎接自己的只有死路一条。只可惜未能自己的完成夙愿，还害了白啊！你总共存了多少钱？夏目的话令再部展一愣。1380万两。啧，身为叛人，你是真能攒钱啊！也难怪一身衣服都破旧成这样，还在穿。夏目微微咂舌，在他看来，能攒钱的都是狠人。虽然不及某位攒钱小能手角度先生，但这位再部展先生也很厉害了。钱都给你，你也可以杀，可以的话放过他吧，他还小。再部展低着头，攥着拳头，沉声请求道。这也是他最后遗愿了。只不过夏目并未处决对方，反而屈指一弹，射出一道查克拉，割破了捆着再部展的绳子，释放了他，并笑着问道：装啥硬汉啊，听着就尬。我问你，你些年省吃俭用攒这么多钱，就是为了召集人手，酝酿着下一次政变，好反攻雾影吧？再部展心中一惊，并愣愣地看着解放的双手，实在估不准这名小鬼的用意。你攻打5大隐村的雾影村，这任务怎么算至少也是 S 级以上了吧？如此任务，其他几大忍村的忍者敢接吗？还说是你以为1300万两能雇佣得起多少忍者？5个上人，还是10个？仅靠这点力量，怎么政变？怎么击垮雾影呢？像你这样再攒一辈子的钱也不够吧？夏目的嘲笑令在部展更是怒火中烧，睁红了双目，满眼血丝。这小鬼可以玷污他，但绝不能玷污他的夙愿，玷污他的志向啊！哪怕再部展自己也清楚，单凭自己这辈子都没法肃清自家村子的。混蛋，你找死！夏目笑着挥了挥手，继续诱惑道：先别生气嘛，我也不白拿你的报酬。这样吧，1300万两给我，我替你杀穿水之国，荡平雾影村，如何？听此，再部展心头的怒气顿时消散，并猛然一震，不由呆呆道：你要帮我杀回雾影村？没错。怎么，我看起来不够强吗？或是你想亲自试试吗？夏目露出了一口白牙，笑得宛如深渊恶魔。几个小时后，一艘宽阔的大货船上，右手缠满绷带的再部展正左手持刀，满脸严峻地端坐在甲板上。他的身侧身形不高的白正握着纱布，垫着脚尖，很是温柔地替再部展清理着肩膀上的伤痕，看得远处的几只单身汪很是幽怨。再部展大人，您真的相信他们吗？白瞥了一眼远处的夏目几人，暗暗担忧地低声问道。尤其是那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少年，实在太强了。直到此刻，白也没能从之前瞬间战败的惊骇中恢复过来。白，你也跟了我几年了吧？6年又7个月零23天了。白准确地回答道。那你觉得，仅凭我自己，真的有一天能杀回雾影村吗？这很难，或是说几乎不可能。白咬着红唇，如实回答道。再部展叹息一声：是啊，我们仅是在村子暗部的追杀下，就已经苟延残喘得很艰难了，根本就没有再推翻4代目统治的可能。那小鬼说的不错，我就是再攒一辈子的钱，也根本雇不起足够的忍者。所以信与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我需要的不过是一个机会，他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抛弃一切懦弱，殊死一搏，
就够了。他所求什么？不重要。我会不会死？也不重要。我本就是一个早该死去的罪人啊！再不斩悠悠回应着，眼中带着丝丝近乎燃尽的火苗。那是他对村子存有的最后一丝期望了。不，再不斩大人，您不会死的，您不能死，死才是一名忍者的归途。白，等看完之后，你就悄悄逃走吧。那些人应该不会管你的，只要你跑快一些，应该能逃得一命。再不斩盯着面前的少年，沉声告诫道，就仿佛在交代后事一般。说实话，在他看来，此行几乎十死无生。那几个宇智波忍者虽强，但也绝不可能力敌整个雾隐村。我不会离开再不斩大人您的，无论您在哪，我也会在哪。白轻轻地靠在了再不斩的宽阔肩膀上，无比决绝地回应道：“自己这条命都是再不斩大人救的，他是绝不会独自逃生的。”此刻，甲板远处看着这腻歪又肉麻的一幕，夏目野几人也不由暗暗牙酸。真 TM 该把这个雾隐鬼人直接丢进海里喂鱼去，免得在这疯狂撒狗粮。见此，一旁的银也连忙怂恿道：“少组长，我看那个小妹妹就挺可爱，挺漂亮的，要不您……呸，人家是男生，收起你的肮脏想法啊！是男生啊？可少组长不是你自己说过，只要漂亮就对了，性别什么的不用卡那么死。”夏目没好气地跳起来，又赏了银一记暴扣。好家伙，我说的那么多格言你不记，就偏偏记住了这一句是吧？嘿嘿嘿，开玩笑嘛。不过少组长，说实话，我们这是真的要去硬刚整个雾隐村吗？夏目眉头一挑，怎么怕了？银，当然不是，就是只有我们几个，会不会太寒碜了？不单只是银，哪怕是一旁的日耀和月姬，得知这个消息后，依旧有些心中发怵。这感觉就和夏目前世一支特种部队突然扬言要覆灭五大流氓国之一一样疯狂，实在令人难有信心啊！夏目，别担心，我有把握，也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下我真正的实力了。一会对方的主力部队交给我，你们负责补刀就好。夏目饶有信心地安抚道。此刻的自己可是拥有着堪比永恒万花筒的血轮眼3门 S 级忍术，一把神器，外加5位数的金币储备，仅仅对付一个雾隐村，还真想不出自己会有输的可能。而且自己都一身半神装，在畏畏缩缩地躲在家里，苟到极致，岂不太无趣？真男人就该正面刚，就该迎难直上。尽管自己现在还只是男孩，听此，日耀几人对视一眼，只得无奈应承，准备陪自家少组长封上这一把了。实在不行，真的打不过了，有他们3人拼死拖延，想来也能为少组长争取些逃离时间吧。不过为什么要选择雾隐村呢？日耀不解地问道。夏目，因为雾隐好欺负啊。日耀几人，雾隐村，当然这个好欺负也只是相对来说。5大隐村中，除了禁术一箩筐、挂壁一大堆的木叶隐村以外，其余4大隐村的综合实力差距都不算太离谱。只不过由于3代目水影、4代目水影都被人先后暗中控制，并奉行着血雾之礼政策，这才使得雾隐村内耗极为严重。在相互厮杀的残酷环境下，每一届忍者学院的学员往往只有少数几个能活到毕业。经年累月下来，整个雾隐村的忍者数目自然大幅衰减，综合实力大大削弱。当然，除了雾隐村稍弱以外，其他原因也有不少。比如自家岩隐村刚刚出建，急需一场大胜仗来提升威慑力，没有什么比正面干翻5大隐村之一的辉煌战绩更令人瞩目和忌惮的了。而且有着这位雾隐鬼人逃地再不斩领路，这场战争也完全可以定性为雾隐村的内部政变，自己只是雾隐忍者请的元首罢了，妥妥的师出有名，不会过于塑造出岩隐村好战暴虐的名声。再其次，雾隐村的金库也诱人的很啊，是该去劫富济贫一波了。最后真要是干翻了雾隐村，打服了水之国，届时周围整片海域中将再无制约，自家的海贸公司便能在周围的10余个国家内畅通无阻，大力发展海贸，甚至将市场扩展到人口丰富的水之国内，狠狠捞上一笔。如此算来，一举4得，还是1武得啊？不管了，总之就是好处多多，值得一战。这才是的夏目真正打算对雾隐村动手的原因，绝不是鼠目寸光的，为了贪图再不斩那1000万两报酬的，更不是冲着雾隐村那水灵灵、嫩乎乎的女忍者去的。就这样，大货船在海上莽足了马力，足足开了大半天，直到黄昏时分，终于来到了水之国的一处港口前。而港口上所有普通工人都被清空，只有一艘艘货船正停靠在岸，无声地飘荡着。他们来了。再不斩提着刀站起身，面色凝重地看向了远处港口。显然直觉敏锐的他已经察觉到岸上潜藏了无数杀机。谁？再不斩，雾隐暗部的人。银，不愧是暗部的忍者，来得好快啊！再不斩，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他们的目标应该只是我。夏目轻笑一声，揉了揉双手关节。行了吧，刀都挥不动了，还装啥呢？麻利点让开些吧，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杀人效率。夏目数步跨出，来到货船的龙头上，直面潜藏在港口内的大量雾隐忍者。接着右手一抓，一把由浓郁查克拉固化而成的短刀便瞬间出现在了他手中。显然杀这些小喽啰忍者还用不着昆羽刀。下一刻，夏目脚尖一点，身形瞬间消失，杀戮正式开始。此刻港口内潜藏在一艘艘停泊船只内的一众雾隐暗部忍者正在严阵以待着。
各小队注意，目标货船即将靠岸。据情报显示，叛人再不斩就在那条货船上，这一次绝不能让他再逃掉了。看着远处渐渐靠近的那艘大货船，这名雾影暗部队长沉声提醒着一众队员，他们接受4代目水影之命抓捕那位鬼人再不斩，已经这么多年了，屡屡让对方逃脱，实在丢人至极。而现在对方居然大摇大摆坐船驶向水之国，自投罗网。今日若是再抓不住这名叛忍狂徒，自己这些暗部成员还不如自废忍术，回家种田去算了。就这样，众雾隐忍者继续屏息凝神，磨刀霍霍着。很快，那条大货船便距离岸边不足100米了。就在这时，远处船头上却突然冒出了一道身影。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怎么仅冒出来了一个小鬼？那小鬼也是忍者？这再不斩，居然驱使着这样的小鬼忍者来送死！一众雾影暗部微微一愣，他们也和再不斩打了不少交道了。按理说，那家伙不是这般无耻的人啊！队长，等等，我感觉那小鬼不太对劲。不对劲！众人再次看去，却猛然发现货船上那道少年身影陡然消失了。下一刻，对方便瞬间跨越了数十米的距离，出现在了岸边的海面上，并一步步的朝着岸边走来。对方每迈出一步，狂暴的查克拉气息翻涌震动，带起了周围海面的片片涟漪，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水花，宛如卷出一场淅淅小雨。在朦胧的视线中，无数水滴分割着周围的一切，仿佛令人坠入了灰白色的梦境一般，一切都变得虚幻了。太不对劲！管他对不对劲，都给我杀！今日绝不能让再不斩他们逃走！这名暗部队长大吼一声，迅速指挥着一众队员发动袭杀。显然，所有雾隐忍者都意识到了，那名充斥在雾水中向着他们逐步逼近的少年身影绝不简单。于是乎，下一秒，20余名忍者纷纷探头，发动攻击。无数的苦无、手里剑、水遁忍术等等，成百上千，铺天盖地的朝着夏目涌去。这可惜，这些攻击都未能命中那名少年，全部如同透过虚幻一般，越过了那道身影，打在了远处的海水中，溅射起了更多浪花。见此，这一众雾隐忍者都几乎怀疑人生了，个个就差没将眼珠瞪出来了。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我不相信几个大字。这他妈是什么怪物？他是怎么躲过这么多攻击？那是瞬身术，是高速移动留下的残影？不可能，除非是雷影，不然哪有瞬身术能做到这种地步？且毫发无损的同时避开上百道攻击，恐怕就是4代雷影也做不到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显然，眼前的一幕都大大超出了这些忍者们的认知。不过就在下一秒，一道幽冷的提示声却在这位暗部大队长的耳边陡然炸开，令他头皮炸裂。不是移动残影，是时间的残影呀！唰，一抹冷光闪过，如风如雷般迅猛暴力，鲜血喷溅，直接带走这位暗部队长的生命。自从获得了筑间细胞，大幅削弱了使用血轮眼带来的副作用后，夏目对于自己的血轮眼能力开发与利用也更进了一大步。单说左眼便已经从原来最高3阶刹那可以攀升到4阶了。万花筒血轮眼左眼刹那4阶16倍速增益，16倍的急速增益啊，使得夏目的瞬间速度已经无限接近音障了。如此速度几乎不亚于每小时1200公里速度飞驰的一辆轿车了，无需招式，单单撞在人身上就足以将人轻松碰成肉泥。若非夏目靠着筑间细胞提升了体魄，并用大量查克拉护住了身体，光是以这般速度移动，恐怕身体就已经被强大的风阻给压成肉饼了。此刻眼瞅着身旁突然多出一道身影，而自家队长却已直接暴毙，周围的一众雾隐暗部忍者更是吓得亡魂大惊，但不少人还是立即打起了精神，怒吼起来，再次纷纷朝着夏目围杀而去。杀！动手！下一秒，死神再次动了，又一次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并在船板上留下了2道深深的反作用力深坑。同时间，最近的3名雾隐忍者还什么都没看清，就直接倒飞出去狠狠砸在了船舱之上，五脏尽碎，当场暴毙。突进！冲刺！爆杀！无可匹敌！挡在夏目面前的所有敌人都被瞬间拆卸，被抹杀，被终结掉。扑杀上去的一个又一个雾隐忍者直接暴毙，如同飞蛾扑火一般。那锋利的查克拉刀刃割过人的后颈，就如同割开一块嫩豆腐一般，留下一道血线，然后才陡然爆开，带着无法阻止的鲜血喷涌而出，疯狂吞噬生命。而那道宛如鬼魅、速度快到难以捕捉的身影，简直就像幽灵一般难以捕捉，择人而噬。而凡是被触碰到的人，更是纷纷一击毙命，绝无幸存的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效率，才是速度的艺术。远处大货船上，日耀、月姬、银再不斩一行人也都看呆了。日耀哥，怎么回事？你看得见吗？银结结巴巴地问道。在他视野中，只看见远处的港口上闪起的一次次爆裂，一名名雾隐忍者宛如雏鸡一般倒飞而出，瞬间暴毙。一艘艘船只就像被拆房子一样，被粗暴蛮横的狠狠蹂躏、撕碎，脆弱的仿佛一名名爱哭的小姑娘。反倒是发起攻击的自家少组长却完全看不见踪影。日耀微微张嘴，撑着2勾玉血轮眼，尽全力的想要锁定少组长的身形，奈何也仅仅只能在夏目辗转挪移的瞬间看到少许模糊的身影。是体术，是纯粹的速度。少组长的速度已经超过你们双眼能捕捉的极限了。开着3勾玉血轮眼，一直寡言的月姬出声解释道，哪怕是他也仅能勉强看清夏目的移动，若是想要对抗，根本就来不及，恐怕还不等自己做出应对，少组长的刀就已经割开自己的喉管了吧？这才是少组长的真正实力吗？多么美妙的体术啊！同时
不禁日耀几人备受震撼。身为原本敌人的再不斩更是惊骇万分，不敢置信着，那名少年竟有着如此速度和实力，这得比自己的雾瞬身快上多少倍啊！难怪这小鬼一直气定神闲着，如此实力，他若是想的话，第一次照面的时候，自己就估计已经被对方一刀封喉了吧？亏自己还一直对自己的无声杀人术引以为傲，真正和这般急速一比，自己算个屁啊！原来这才是他敢于对战整个雾隐村的底气吗？再不斩心中自嘲一声，并吃力地稳住了自己那隐隐发抖的右手。此刻仅仅只是因为远远观望，自己就再次体会到了恐惧的味道，实在是令人唏嘘啊！片刻，从浓浓震撼中恢复过来后，月姬第一个跳下了船，加入了战场。别看了，我们也动手吧！真让少族长都杀光了，还要我们干什么？日耀掏出苦无，冷吟一声，也跳下了甲板，向着岸边冲去。对，等等我！银大呼一声，追了上去。见此，再不斩二人也连忙出动。当日耀几人冲上岸后，港口这边的战斗俨然已经结束了。10余艘货船报废，近30名雾隐暗部忍者全部身首异处，暴毙在此，全都是一击毙命，没有丝毫的失误，精准到了极致，就如同30只被捆上双脚任由宰割的雏鸡一般。这可是忍者啊，还是雾隐村令人闻风丧胆的暗部忍者，这也死得太利索了吧！光是看着这一片狼藉的血腥场面，就令人不自觉的心惊胆战，头皮发麻。唰，夏目将手中查克拉刀上的血迹一甩而尽，接着才连忙脱下了脚上正在冒烟的鞋子。刚刚自己的速度太快了，鞋底和船板之间的巨大摩擦力所产生的热量太高，都快将鞋底烧起来了，只得赶紧脱下。果然，以后得抽时间买双好一点的耐热鞋子了，不然每次一用刹那就得烧焦一双鞋，也不划算啊。很快，从空间卷轴里拿出一双新鞋子，并穿戴好后，夏目这才来到了日耀几人面前。看什么？我身上沾上血了？没有。银咽了下口水，哆嗦道：“和少族长一比，自己之前屠灭那个波之国据点的样子实在太狼狈了。看人家杀了这么多厉害的暗部忍者，身上愣是一点血都没沾，实在太凶残了。好了，别傻站着了，去检查下还有没有活口，顺便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一起捞走。这少族长有点不太好吧？”日耀迟疑着问道。宇智波一族大多性格高傲，像这种摸人尸体的做法实在有些抵触。迂腐，你每多捞出10两钱，村子的孩子们就能少挨一天饿，多吃一顿饱饭，这不划算吗？要知道，苍蝇再小也是肉啊！夏目苦心告诫道。只有真正挨过饿的人才知道那种感觉有多痛苦，更何况人是自己杀的，哪怕是捞尸也是凭本事挣的钱，有啥问题吗？日耀愣了愣，随即恍然，确实和自家族中的孩童一比，这摸尸也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了。很快，日耀和银两人便迅速散开，一边检查着是否还有漏网之鱼，一边快乐地摸尸着。另一侧，登岸之后，看着这尸横遍野的惨烈战场，就连再不斩这样的冷血硬汉也不由心中一慌。毫不客气地说，这30名雾隐暗部忍者加在一起，绝对足够活活围杀死自己了，不然自己也就不至于一路躲藏了。而现在前后不过半分钟便全部葬身在此，实在骇人啊！而屠戮掉他们的却仅仅只是一名10岁少年。宇智波一族这是出了一个怎样的妖孽啊？怎么，有什么不满意吗？夏目靠了过来，一边揉着有些发酸的手臂，一边笑盈盈地问道。再不斩的神色有些落寞，摇了摇头道：“之前被这些暗部忍者追杀时，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将他们全部反杀，可现在真正看到他们身死时，却忍不住有些惋惜。”夏目，惋惜什么？他们可是来杀你的。再不斩，他们都是村子的好忍者，都不过听命于水银史仓罢了。我本不想他们死的，他们每多死一个都是村子的极大损失。夏目，可他们不死，你如何政变？如何推翻4代目谁影？如何让雾隐村变回原样呢？再不斩，我知道，所以我不会心软。等一切结束后，我会来收敛他们的尸体，好好安葬他们的。夏目瞥了一眼再不斩，微微感慨。说实话，抛开立场不谈，他还是很敬重这样的硬汉子的，敢做敢当，重情重义。虽然冷血了一点，蠢了一点，但总比木叶的那群老家伙、老阴逼要令人安心多了。按照这样的打法，哪怕这场政变成功了，你们雾隐也应该剩不下几个有实力的忍者了吧？我明白，再做个交易吧。夏目笑着提议道。再不斩瞬间警惕了起来，总感觉这个小鬼又要骗自己了。一路走来，他已经非常清楚，绝不能将这个小鬼当成一名小孩轻视了。你要做什么？别紧张，我的提议是，接下来攻入雾隐村后，我会尽力不杀人，争取将你们雾隐的忍者只击昏，不伤其性命。如此一来，也能为你们村子保留点人才，如何？再不斩眼中一亮，但继续警惕道：“你还想要什么？我已经没有钱了，不要你的钱，我想要你们村子的钱。这样吧，一名下忍20万两。”一名中忍50万两冒号，一名特别上忍200万两冒号，一名上忍500万两，我就下多少忍者，回头等你推翻4代谁影后，就以雾隐的名义支付给我多少钱，如何？这个交易公平吧？夏目再次笑眯眯地提议道。反正杀与不少都只是自己挥挥手的事，举手之劳，能在名正言顺地从雾隐村这捞上一大笔，岂不妙哉？再不斩愣了愣，心动不已。在他看来，虽然钱很重要，可要是一场政变下来，村子里的忍者都死光了，那就算有再多的钱也守不住啊。
其他4大隐村必然会趁机瓜分掉自家村子的。拿这些钱去保下一批雾隐忍者的性命，为村子留下点元气，无疑非常划算。我只是一个叛人，无权支配村子的财政。夏目连忙怂恿道：“哎，别小看自己啊！等一会杀光了4代目水影和其支持者后，你不就是村子里的大人物了吗？甚至坐上5代目水影之位，也不是没可能的。届时你的话会没有分量。而且你们村子支付了这一笔佣金之后，还能和我们形成同盟关系，获得武力上的支持，确保其他4大隐村无法黄雀在后。左右不过是损失点钱而已，日后能挣回来的。真要是到时候钱不够，我们也支持分期付款地。如此百利而无一害好事，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哟。”夏目的诱劝宛如恶魔的低语一般，渐渐侵蚀着再不斩。再不斩狠狠晃了晃脑袋，他真想不出这个钻进钱眼里的小鬼怎么会如此强大，又如此善于诱骗他人。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毕竟他实在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整个雾隐村血流成河，毁之一旦啊！好，我答应你。非常英明的决定。奸计得逞后，夏目心中一乐，并立即呼吁道：“加快速度，准备出发，目标雾隐村。水之国雾隐村，这座位于深山之中，常年为浓雾所覆盖的封闭忍村内。此刻，水影大楼中，眼神空洞的4代目水影狗居士仓正端坐在皮质桌椅上，听取着2名暗部忍者的汇报。回4代大人，暗部第7队、第10队、第12、13队正在港口设伏，准备伏击叛人再不斩。这一回定能击杀这名叛人。明白了，你们做得很好。”史仓淡淡点头，面无表情地回应道，似乎对再不斩并不怎么上心。下去吧。明白，属下告退。这名暗部队长连忙告退，一刻也不想多待。待这名暗部队长退下后，史仓这才将空洞的目光看向了半跪在面前的另一名暗部忍者，干氏鬼鲛。我在4代神影大人。鬼鲛低着头恭敬地应承道，看不出他此刻的脸色。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请吩咐，找机会杀了你的上司。我的上司？西瓜山大人。请问为什么？这个家伙勾结敌人，将村子的重要情报私通给敌国。为了村子，我需要你除掉他。鬼鲛心中猛然一惊，但依旧冷静地问道，为什么是我？西瓜山河豚鬼的戒心极重，实力不俗，强行抓捕只会徒增伤亡。可他对你这个部下极为信任，只要你设下陷阱，锁住他的查克拉，自然可能轻松得手。完成这个任务后，你将代替他成为我的直属部下，继续为村子贡献。史仓兵冷冷地叙述道，就仿佛早就背下了台词一般。鬼鲛沉默了片刻，而后悠悠回应道，看来我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啊。尽管知晓着这个任务却有少许不合理的地方，但既然是4代目水影大人对他亲自下达的任务，那鬼鲛除了接受再无其他选项了。因为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上司西瓜山河豚鬼的实力了。水影大人已经对他起了杀心，那么自己不去做的话，水影大人也会派更多人去做。那样一来，以西瓜山的实力，是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惨死更多的雾隐忍者吧。因此除自己以外，没人能以最小代价而终结这场闹剧了。反正自己早就是一个沾满同伴鲜血的家伙了，也不介意再多背负一条罪孽。真是一个虚伪的世界啊！鬼鲛心中唏嘘一声，接着告退一声后，便准备离去，以及开始计划起如何执行这个任务了。不过就在鬼鲛刚刚踏出房间半步，窗外远处雾隐村正门方向，一道夹杂着浑厚查克拉的高声挑衅陡然响起，惊醒了整个村子。喂，摩西，有人吗？我来踢村了。那个叫史仓的4代目水影，快出来受死！如此狂妄的挑衅，更是令鬼鲛猛然一震，连忙主动道，难道有人打到村门口了？水影大人，我先去看看。说完，鬼鲛便从窗户跃出，朝着村口的方向急速跳去。而鬼鲛刚刚跳出不久，房间内4代目水影史仓依旧神色空洞地坐在椅子上，只不过椅子的背后阴影中，一道戴着螺纹面具的身影却渐渐凸显了出来，并喃喃自语道，这个声音是宇智波夏目，那个混蛋小鬼，他怎么会在这？该死，竟然还敢来挑衅整个雾隐村。不过也好，就趁着机会试一试，能不能借着雾隐之力一举除掉这个大变数吧。带着一声狞笑，屠子哥再次引入黑暗，而在他的控制下，坐在椅子上的4代目水影史仓也陡然起身，开始向着村口赶去。此刻雾隐村村口，夏目一行6人很快就被大量赶来的雾隐忍者给包围了起来。可以明显看到，其中男性忍者的数量偏少，一眼过去，几十双白花花的女忍者大腿映入眼帘，催人心动。可见雾隐村非常阴盛阳衰啊，是该好好补补阳气了。只不过这些忍者的实力都不算太高，而且还有着陶地在不斩这个著名雾隐忍者挡在前面，因此一众雾隐忍者也并未贸然进攻。少组长，我们会不会太高调了一点啊？银擦了擦手心的密汗，有些紧张地问道。长这么大，他还得第一次站在5大隐村之一的雾隐村家门口，如此嚣张的挑衅呢。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只希望一会少组长真能大发神威，杀穿整个雾隐村吧。很快，一位暗部大队长赶到了，西瓜山河豚鬼，胖胖的身材，扎着橘红色的卷发，脸上还纹着3对绿色条纹，背着大刀交鸡，看起来傻乎乎的。可就是这家伙，却是身为雾隐村第一批忍刀7人众之一，大刀交鸡的第一任使用者，也算是现目前雾隐村的高级实权人物了。
他常年执行着地下任务，城府很深，有着很强的戒备心，就连某位徒子哥都对他另眼相看。毕竟这家伙当初可是从开着8门遁甲的麦特戴手上侥幸活下来的，其实力已经稳稳迈入影级门槛了。此刻他到场后，第一眼就认出了再不斩，并立即大吼道：“再不斩，你这个叛人，竟还敢回来！那些派去杀你的暗部忍者呢？”再不斩淡然道：“都死了。”哗！周围一众忍者纷纷哗然，毕竟派去追杀再不斩的暗部忍者可不少，都快赶上整个村子1/5的暗部力量了，竟全被再不斩杀了。他哪来的这番实力？那他此刻堵在村门口，岂不是……混蛋，你这是找死！西瓜山河豚鬼怒笑一声，咬牙切齿，一副恨不得生撕了再不斩的模样。只不过他却并未拔出大刀交击，反而暗暗给再不斩放出了一个只有对方才懂的眼神，而再不斩也连忙回了另一个含义丰富的眼神。双方你来我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俩正搁着相互放电呢。就这样，就在气氛愈发紧张，仿佛大战一触即发时，又有好几道雾隐村高层身影分踏而至。那是元师大人，元师大人也来了。人群中升起一股骚动，同时远处一道手拄蛇形木杖的苍老身影正在两人的搀扶下慢慢走来，对方正是雾隐村的长老元师，拥有跟水影同等的权力和地位，掌管村子内的大半民生事宜，村子里大部分重要的事项都会特意咨询这位长老的意见。而搀扶在这位元师长老身旁的两人，一人即是他的亲信全兵卫，另一道年龄靓丽的身影便是村子的新秀忍者赵美明。眼看着远处那道有着一头红棕色交叉长卷发、碧绿色般宝石眼眸、身材成熟窈窕的未来5代目水影赵美明款款走来，夏目也不禁眼前一亮。漂亮的女忍者，谁不喜欢啊？毕竟欣赏美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嘛。当然，夏目也很清楚自己是来干正事的，区区美色怎么可能影响到自己呢？绝无可能。再不斩，你到底想做什么？元师狠狠跺了一下手中的拐杖，不怒自威，大声地质问道。同样的，站在元师旁边的赵美明也带着极度疑惑神色看向了再不斩。当初再不斩反对4代目水影执行的血雾政策，甚至质疑4代目史仓本身，从而发动政变，失败后逃离，他是知晓了，甚至村子里不少志同道合的忍者也都知晓着，乃至还会悄悄给予再不斩帮助，与他保持联系，并提供暗部动向什么的。其中西瓜山河豚鬼便是其中一人，赵美明也是，不然仅以再不斩一人根本就不可能躲过雾影暗部这么多年来的疯狂追杀，所以赵美明才不明白为何再不斩要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回村子来找死。他真以为自己一个人再加上身后几名外援忍者就能匹敌整个雾影村了。再不斩一步踏出，目光坚定地看着元师，沉声道：“元师大人，我回来是来挑战4代目水影史仓的。虽然我曾经发起过政变，失败了，叛逃了，但我依旧是雾影的忍者。相信这里的所有人都清楚，4代目执政的这些年里，我们雾影村变成了什么样？变得富裕了吗？变得强盛了吗？没有，都没有。反而这些年来，酷政当道，忍者锐减，人人自危。再这么下去，雾影村迟早灭亡。而我今日就是来推翻4代目，重建雾影村的。”再不斩大刀一挥，无比决绝地宣告着。他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是这些话他已经在心里憋了好多年了。今天确实该一吐为快了，哪怕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死亡。听到这，周围的上百名雾影忍者也不禁纷纷黯然。身为雾影人，他们又岂会感觉不到这些年村子的变化？只不过都迫于3代目、4代目的高压政策而敢怒不敢言罢了。现在被再不斩明面指出，回想着往日种种美好，这些雾影忍者们无比心中发酸，沉默不语。同时间看着再不斩仅凭一张嘴就削减了敌方大半士气，夏目也不禁赞叹了起来，还是嘴遁牛逼啊！啧，再不斩，没看出来你还很有演讲天赋啊。不过只靠嘴皮子可没用的，能快点开打吗？还没吃完饭，打完好吃饭了。夏目催促一声，有些等不及了。坐了一天的船了，他早就饿了，只想早点打完，早点干饭。再不斩微微言寒，只感觉这小鬼是真的底气十足啊。不过他说的也没错，自己说的再多，终究还是得靠武力解决，打不过4代目史仓，一切都是空谈。嗨，再不斩，我理解你的心情，只可惜你选择政变的道路是错误的，而且你身为叛人，村子是不能再纵容你下去的，乖乖束手就擒吧。元师猛然咳嗽2声，并好心劝诫道。可他的话还未说完，呼，随着一道破空声响起，又一道身影陡然跳入了人群中，并直面着再不斩一行人。毫无疑问，正是堪堪赶到的4代目水影狗局史仓。史仓到场后，那冷漠强大的气势更是压得周围的雾影任务纷纷呼吸一顿。同时他仅仅瞥了一眼大门外远处的再不斩几人，而后没有一句废话，直接冷声命令道：杀！这位4代目水影的命令一出，周围潜藏在深处的数十名暗部忍者直接冲出，毫不迟疑地朝着再不斩几人杀去。大战瞬间升起，眼见着村口激战开始，赵美明几人连忙护着长老元师后撤，全兵卫赶紧去疏散周围的村民，并通知结界班过来设置结界防御。这场战斗看起来不会轻易结束啊！长老元师连忙指示道：遵命！全兵卫领命一声，连忙去疏散村民了。倒是一旁的赵美明却忍不住低声道：长老，
这或许是一个机会，要不要我们也加入？不急，再等等，局势还不明朗，除非再不斩带来的外援真的有实力击败史仓，不然的话，我们一旦动手，只会功亏一篑。袁师压低着嘶哑的声线，悄声对着身旁的赵美明说道。事实上，作为一名80多岁的老古董，袁师可是一步一眼地注视着整个雾隐村的诞生与发展，历代的水影他都了如指掌，因此他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3代目水影、4代目水影史仓一夜之间的性情大变，并奉行着血雾之礼的残酷政策呢？因此他早就怀疑起4代目史仓有问题了。可迫于史仓的强大实力和身为水影的身份，肩负着整个雾隐命途的他，一直有所忌惮，不敢出手，这才蛰伏至今，准备等待一个好机会，再一举推翻史仓的统治。至于现在是否是个好机会，还得看再不斩他们给不给力了。那家伙既然敢来挑战整个村子，必然是有所依凭吧。好，那就再等等。赵美明咬着红唇，重重点头，并将视线连忙看向了战场那边。此刻黄昏如墨，雾色如水，数十名雾隐暗部忍者发起的攻击就如同倾盆泻下的暴雨一般，遮天蔽日，无处躲藏。繁多的忍术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根本来不及应对。看得再不斩，日耀几人都心中微微发怵。显然在拥有绝对的力量之前，足够多的数量攻击下，还是足以淹没敌人的。以多咬死象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只可惜这一次他们中却有着一名拥有绝对实力的人。须佐能乎，开！夏目毫不犹豫开启了须佐，一瞬间那具猩红色的骷髅须佐魔神再次拔地而起，而且直接就画出了查克拉血肉和外衣，包裹住了骷髅架，进入了第2形态，并将夏目、日耀、再不斩等人都覆盖在了其中。轰轰轰，数之不尽的忍术、苦无、手里剑如暴雨般的轰击在了须佐的身上。只可惜这些攻击都未能分毫撼动须佐，更仿佛狠狠碰撞在岩石上的豆腐一般，顷刻间分崩瓦解。须佐能乎，忍界最强的防御之术可不是吹出来的呀！更何况在充足查克拉和筑间细胞的加持下，夏目此刻驱使须佐能乎更是几乎毫无负担，远远比之前更加得心应手。都打完了吗？该我了吧？夏目轻笑一声，操控着须佐大手一挥，再次抽出了一把查克拉大刀，当然没有用灵气化的昆羽刀，以免威力太大直接砍死敌人。下一刻，须佐持刀猛然挥出，狂风如浪，只不过是以刀侧横面拍打而去的。啪啪，接连3名雾隐忍者直接被大刀拍中，瞬间宛如被弹射出的玻璃球一般，狠狠倒飞数十米，直接撞塌了好几栋房屋，当场昏死过去。也幸好夏目控制着了力道，不然那3人怕是就得被拍成肉泥了。而这凶猛狠辣的一幕，更是看呆了一众雾隐暗部忍者，令他们纷纷驻足不前。快来，快来，再多来点啊！别停下攻击啊！这一刀50万，这一刀200万，这一下500名，这一击1000万，哈哈，赚翻了，赚翻了！雾色中，细雨下，只见那名开着宛如魔神般须佐高达的少年，正在肆意挥舞的刀锋拍打着，宣泄着，畅笑着，疯狂着，仿佛他抽昏的不是一名名敌人，而是收获的一桶桶金银。看得无数雾隐忍者无不头皮发麻，两股颤颤。这是万花筒写轮眼，须佐能乎。远处看着在雨中大现神威的那道猩红色魔神虚影，雾隐长老元师也忍不住惊呼道。时隔近60年，眼前的这一幕也令他忍不住回想起了战国末年宇智波家族的那位族长般，一样恐怖实力，一样的无可匹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宇智波一族又出了一个如此变态，而且还如此年轻，年轻的过分。这就是再不斩找来的外援，有的打，有机会啊！元师眼中一亮，似乎看到了希望。万花筒写轮眼和须佐能乎的力量，他还是清楚的，绝对足以匹敌尾兽之力了。而看样子，那名宇智波少年也并未痛下死手，也不知道是不是和再不斩达成了什么交易。不过，只要能推翻4代目，付出些代价也是值得的。而且，这么小的孩子应该不会太贪吧？长老，这……赵美明压下心中的震撼，低声询问道：“元师，准备一下吧，一会听我指示动手。”赵美明眼中一亮，连忙应承道：“好。”并立即安排去了。同时间，除了大部分在水影史仓一声令下就直接参战的暗部忍者以外，还有一小部分暗部忍者却并未贸然加入，其为首的便是那位西瓜山河豚鬼了。队长，是鬼鲛吗？你总算来了。西瓜山回头看到身后悄悄靠近的鬼鲛，也微微一喜。队长，我们不参战吗？先等等，还说是，你觉得你扛得住那个家伙的一刀？西瓜山河豚鬼指了指那具高大须佐，心有余悸地问道：“那般威势，自己恐怕都硬接不住一刀吧？何况鬼鲛？鬼鲛默语，身为老实人的他可不会口出狂语，自己扛不住就是扛不住。鬼鲛，问你一个问题，你效忠的是4代目水影大人，还是村子？”西瓜山河豚鬼再次沉声问道。鬼鲛一愣，似乎隐隐猜到了什么。当然是村子。那好，一会听我命令行事。遵命。西瓜山河豚鬼伸出大手，拍了拍身侧鬼鲛的后背，沉声叮嘱道。战斗很激烈，短短片刻，雾隐村的大门和周围10余栋房屋便被战斗余波轰塌，足以见须佐战斗时破坏力之大了。不过激战也结束得很快，在一刀1000万的诱惑下，夏目控制着须佐狂猛攻击，
打的那叫一个畅快淋漓啊！前后不过半分钟，便横扫了周围数十名暗部忍者。当然，他也刻意控制住了力道，除1-2名不小心主动撞上须佐刀锋，直接暴毙的忍者以外，其余大多数暗部忍者都仅仅是被刀刃拍昏了而已，并未伤及性命。毕竟，这每一名活下去的忍者之后都是雾影必须支付给自己白花花的银两啊！夏目又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眼见着自家的众多暗部忍者迅速溃败，被控制住心神的4代目水影史仓依旧神色冷漠，似乎一点也不在乎那些暗部忍者的死活，亦或者本就想用这忍者先消耗一下夏目。而夏目这边处理掉那些杂鱼后，没有半句废话，再次挥刀直取远处的4代目水影史仓。水影大人，4代目大人！周围的人群中有人高呼提示着。显然，哪怕是在残暴的统治者，只要有利益可以争取，依旧不会缺乏为其卖命的狗腿子的。下一刻，就在刀锋即将落下时，一大股庞大的查克拉陡然从史仓体内涌出。毫无疑问，那即是三尾基辅的查克拉。片刻间，三尾的暗红色查克拉便包裹了史仓全身，将其半尾兽化，并露出了3条暗红的尾巴，大幅提升了史仓的综合实力。争！半尾兽化的史仓仰天一笑，伸出一对利爪，直接硬抗须佐的斩击，爆出一声金戈轰鸣之声，震慑四方。巨大的反震力带起一股飓风扩散开来，而半尾兽化的史仓也被迫滑退10余米，在地上留下了一条条长长的沟壑。只不过靠着尾兽外衣的强大防御力，他竟硬生生抗住了这一刀，仅仅受了点震荡小伤，足以见尾兽力量之强了。有意思，居然接下了这一刀，看来这刀不够锋利啊，那就换一把。夏目眉头一挑，轻笑一声，如果说有什么劈不开的东西，那只能说明你的力量不够，亦或是你的刀不够好。夏目自己力量必然是够了的，而且他也正好有一把能够灵气化的神刀。下一刻，查克拉大刀消散，紧接着一抹赤红色的亮光在须佐手中绽放，神器昆羽刀瞬间化形，变为了一把20多米灵气长刀。再来，试试我这一刀！璀璨刀光应声落下，宛如流星坠世，速度太快，根本不给史仓反应的机会。哦！刀锋之下，半尾兽化的史仓怪叫一声，再次挥舞着双爪，准备硬抗。可这一次，锋利的刀光远不是之前那一击能比的。当！那坚硬无比、防御力惊人的，甚至能抵挡草剃剑穿刺的尾兽外衣，在昆羽刀的锋芒下也只得溃败，竟连半秒都没有撑住，便被刀锋给劈断了利爪，连同他的一条尾巴和整只左臂全部斩了下来。一时间，鲜血四溅，全场惊呆。尽管在后期挂壁漫天飞时，尾兽似乎看起来不强，可在正常时期，每一只尾兽实力完全放开，都至少有着影级巅峰的实力，不然当初也就不会以分封尾兽来制约各村的平衡了。而九尾，哪怕半只，估计都有着超影级门槛的力量，不然仅仅半尾兽化的鸣人，也就不至于将6道佩恩打得画风突变了。因此，人柱力和完美人柱力根本就是2个概念，几乎比普通影级和影级巅峰之间的差距还要大了。也因此，此刻光是半尾兽化的4代目水影史仓便有着近乎影级中上层的力量了。那一身无坚不摧的暗红色尾兽外衣，几乎免疫绝大部分忍术，根本就无法破开。这也是雾影村忍者哪怕非常不满史仓的暴政，但依旧没人能反抗他的原因了。只是此时此刻，他们皆不曾想到，竟能有人活生生破开尾兽外衣的防御，直接斩断史仓的左臂和尾巴。看着远处的史仓，夏目轻蔑一声，靠着爪子勉强偏移了刀锋吗？若非如此，刚刚这一刀就能直接将对方劈成2半了，而不是只斩下一条手臂和一只尾巴了。不过人柱力本就生命力旺盛，再加上有尾兽查克拉保护，这伤势虽重，不过应该还要不了对方的命。果不其然，不等扬尘散去，夏目就清楚地感觉到了，灰尘中一股更为庞大的查克拉正在迅速汇聚。下一刻，迅速浓缩的高密度查克拉吸走了周围的扬尘，露出那只半尾兽化的史仓。果然，他正在嘴中汇聚了一颗墨黑色的能量球。不好，是尾兽玉！周围残存的不少雾隐忍者惊呼道：“这尾兽玉可不是开玩笑的，是尾兽将尾兽查克拉按一定比例凝结成球，具有很高的密度和能量，一旦射出去，可以造成相当大的破坏，攻击范围亦非常广。普通忍者一旦被波及进去，基本十死无生。则在自家村子门口释放尾兽玉，真是疯狂啊！”夏目嘲讽一声，而后又看了看被自己护在须佐能乎内的日曜几人，仅凭自己的话，绝对可以轻松躲开尾兽玉，奈何就没法保护日曜他们了。还有昏迷在四周那价值数千万两的雾影忍者人头了，没法，只能正面硬抗了。通灵术3重罗生门，夏目迅速结印释放，在史仓释放出尾兽玉的前一刻，从天召唤出了3重巨大的罗生门。轰轰轰，3重巨大的罗生门落地，挡在了夏目面前。同时，尾兽玉瞬间爆发，刺眼的光芒淹没了直线上的一切，也包括了那3重防御力惊人的罗生门。同时间，无数雾隐忍者纷纷逃窜，毕竟如此威力的尾兽玉轰击，要是逃慢了，稍微被卷进去了，绝对尸骨无存。眼见着史仓不顾村子安危，连尾兽玉都用出来了，赵美明等雾隐忍者更是大失所望，心生埋怨。长老，赵美明算说道，可如此威力的尾兽玉轰击，他还真不知道什么人能扛得住。别着急，
罗生门配上须佐能乎的防御，可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那宇智波小鬼应该没有死。元石沉稳地回应道。但结果如何，他心中也没有底。很快，强光散去，露出了被尾兽玉轰击后的场面。一条长达100米、宽达数十米的巨大沟壑出现在了众人眼前，而那具须佐魔神依旧屹立在原地。我没死啊，眼睛好痛，好酸。银趴在地上，一边惊喜一边刺痛地揉着眼睛，一副劫后余生的庆幸样子。刚刚眼见着尾兽玉轰来吞噬一切，他也差点以为自己就要嗝屁了，结果居然活了下来。很快，他便靠着瞳力舒缓了一下刺痛的双眼，并连忙抬头看去，这才看见前方由少族长召唤出的3重罗生门都已被轰碎，而护住自己等人的少族长的须佐能乎也被尾兽玉的余下威能撕开了外衣与血肉，仅剩下一副骨架保护着他们，能同时破开3重罗生门，还消减掉了须佐的大半防御，足以见这一击尾兽玉的恐怖威力了。若是真完全暴露在这招轰击下的话，必然尸骨无存。还活着吗？夏目对着日耀几人问道。活着。月姬率先起身，将扑倒在地的日耀和银一把提了起来，另一边再不斩也紧紧护住了身后的白。没死就先退开，这里的战斗不是你们能参与的了，去周围把那些昏迷的雾影忍者给搬走，那些都是值钱的银子。月姬无语的白了白眼，自家少族长还真是的很啊，都打成这样了还惦记着钱财，但他还是听话的照做了，立即带着日耀几人冲出了须佐能乎的笼罩范围，撤退到了远处。见月姬他们退开后，夏目也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远处4代目水银矢仓，对方这一手尾兽玉可让自己颇显狼狈啊，不能再浪了，早点速战速决吧。夏目一步踏出，双眼的瞳力和体内查克拉翻涌而出，再次为须佐的骷髅骨架填上了肌肉与外衣，变回了第2形态。同时在查克拉增幅下，手中的灵气昆羽刀也再次暴涨一大截，达到了30多米长，足足堪比10层高楼了。接着更是带着浓郁杀意，直接扑向了远处的矢仓。一时间，就连尾兽玉都未能攻克的大敌，更是令矢仓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这一下，他最后的力量也不敢保留，连忙嘶吼一声，直接解开了对3尾肌腹的力量束缚，开始了完全尾兽化。片刻间，一只身长数十米、全身布满刺鳞、长着3只尾巴的巨大乌龟轰然降临。光是其掀起了查克拉飓风，就压得远处的不少雾影忍者极为吃力，近乎跪倒。而完全尾兽化的3尾肌腹一出来后，便再次猛然张嘴，又准备释放尾兽玉攻击。区一只小乌龟，装什么凶啊？给我死！夏目大吼一声，又怎么可能再给3尾释放尾兽玉的机会？直接挥刀横劈，流光一闪，瞬间就斩掉了3尾的半个下巴，打断了他的尾兽玉凝聚。接着高大的须佐猛然挥拳，狠狠砸出，直接重锤在肌腹的龟壳上。轰！巨大的肌腹乌龟哀嚎一声，直接被干趴在地，令周围的大地都猛烈一震。这还没结束呢，夏目再次出击，手中巨刀一转，直接朝着肌腹的3条尾巴砍去。唰！刀锋破空，3条巨大的尾巴冲天而起，应声砍断，以至于堂堂一只尾兽竟被如同小鸡仔一般揉捏自如。如此癫狂的一幕，更是看得无数雾影忍者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尾巴被斩，嘴巴受伤，而且还被须佐狠狠压制着。此刻这只原本威势滔天的3尾肌腹，此刻就好仿佛被掏空了身体一般，实力十不存一，正趴在大地上，仿佛任由宰割一般。同时3尾肌腹更是拼命摆动着4只大脚，并企图收缩身体回到人柱力的封印内。操！外面太危险了，我不玩了，我不出来了，让我回去，让我回去！矢仓这臭小鬼是要坑死老子啊！这么猛的敌人我也打不过呀！肌腹在心中咆哮着，咒骂着，无奈着，只感觉自己再不缩回去的话，恐怕就得死在这了。虽说自己死后用不了太久就会重新聚合复生，可也很难受啊。若非必要，能不死自然最好了。只可惜他刚刚挣扎到一半，却发现面前的那道须佐能乎身影竟渐渐散去，并缓缓露出那名宇智波小鬼的本体。这是准备停手了？这小鬼果然还是被我的王八之气给吓住了。肌腹心中一乐，随即大喜，可还未等他完全嘚瑟起来，便猛然对上了那名宇智波小鬼的双眼。操，是万花筒写轮眼，中招了！肌腹猛然一惊，奈何还未说完，整只尾兽的意识便被无尽写轮眼幻术瞳力所笼罩，所支配。不得不承认，尾兽虽然强大，但在精神抗性上较为薄弱，只要拥有足够瞳力，就连强大的九尾都能被万花筒写轮眼所控制。虽说夏目的写轮眼不是走幻术一脉的，也无法和鼬的阅读相比，可想要控制一只身受重伤、实力一般的3尾肌腹，还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万花筒解除4代目矢仓的精神控制，那是因为夏目早就试过了，短时间自己根本没法解开。毕竟写轮眼和白眼不同，没法直接掐断瞳力的控制，只得用更强的瞳力去覆盖和抹除掉被控制者的精神支配。要知道，这矢仓可是被带土控制了好几年了，每一次的施术都会加深一点控制。按 buff 叠算的话，怕是已经叠到99层了。而夏目哪怕能破开这些瞳力枷锁，也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得不偿失，还不如直接猛攻，将矢仓体内的3尾给打出来呢。毕竟矢仓的幻术难解，可想要控制3尾肌腹还是不难的。很快，
被夏目用万花筒写轮眼控住的三尾肌府便停下了挣扎，开始静静地趴在雾隐村门口一动不动着。不过夏目也能明显感觉到，三尾体内还有着一股倔强的力量在与自己的瞳力相抗衡着。显然，作为人柱力的史仓，依旧在不断反抗，企图刺激三尾挣脱夏目的控制。真要是给他足够时间，以他这个完美人柱力对尾兽的支配力，说不定还真能让三尾挣脱。奈何夏目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正好来试试这个忍术吧。封印术，契约封印。夏目双手结印，按在了肌府的身上，瞬间施展。契约封印，漩涡一族所创的独有封印之一，一旦施展，可以有效切断敌人与通灵兽之间的契约关系。当初四代目火影就曾以此术让九尾摆脱了带土的控制。尽管人柱力和尾兽之间的关系与忍者与通灵兽之间的关系稍有不同，但终究还是靠着封印与契约来支配着尾兽着。不管有没有用，试一试不就知道了。远处一处阴暗中，目睹着战斗全过程的带土也不禁暗暗惊呼道：契约封印，这小鬼居然还会漩涡一族的封印术！不好，他是想将三尾从史仓体内剥离出来。该死，必须得阻止他。当初自己就是中了这一招，才被水门老师掐断了对九尾的支配权。带土又岂会忘记？本来一开始他就是想借用整个雾隐村和三尾力量，大大消耗一波夏目那个小鬼，然后伺机出手给予致命一击。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短短数天时间不见，夏目那个小鬼的实力竟又暴涨了一大截。现在就连数十名忍者和尾兽都能轻易击败，这小鬼的成长速度实在骇人啊！而此刻甚至还想剥离三尾和人柱力。要知道，每一只尾兽都是月之眼计划的重要支柱，带土怎么能坐视不管？可就在他准备出手时，却只见数百米开外的那名小鬼竟一边制约着三尾，一边将视线望向自己这边，那一眼中带着凌厉的杀意与赤裸裸的威胁，一副你敢出来就得做好致死的准备的警告意味。呼！带土猛吸一口气，缩回了正欲迈出的脚步。那小子已经察觉到我了，该死！是意外，还是他早就知晓了是我在控制着四代目史仓？不可能，那小鬼怎么会知道的？带土猛然摇头着，心中充满了疑惑，甚至莫名的冒出了一股仿佛自己的裤衩颜色都暴露在了对方眼中的荒唐感。这种感觉太骇人了。而且既然那小鬼已经知晓了自己的存在，那自己的偷袭也将再难得手啊！该死，难不成只能放弃雾隐村，放弃三尾了？带土咬牙愤恨道，很是不爽。此刻眼见着三尾肌府被暴锤倒地，失去抵抗之力，雾隐的一众忍者，包括元师、赵美明、西瓜山、鬼鲛等等在内的众人无不震撼不已。接着随之而来的便是浓浓的狂喜。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快动手！元师拄着拐杖连声下令道。史仓大败，三尾重挫，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这也是唯一推翻四代目史仓的统治，解救整个雾隐村的最好机会了。为此早已筹备多年，元师、西瓜山等人瞬间出手，立即趁机清剿起了村内剩余那些支持四代目史仓的暴虐分子。只不过此时战场中央的巨变又一次让一众雾隐忍者纷纷目瞪口呆，止步不前。在他们的惊骇目光中，只见随着契约封印咒文出现，那只庞大的三尾肌府和人柱力四代目水银史仓之间的联系迅速断开。契约封印起效了，海量的尾兽查克拉开始被剥离史仓。不消一会，整只三尾肌府便被完全抽离了出来，化为了一只精巧的断尾小乌龟，并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分毫不敢妄动。另一边，尾兽被抽，身为人柱力四代目水影史仓也倒在水泊之中，奄奄一息着。至此，整个雾隐的最强战力也终究落败，而这场必将震惊忍界的颠覆之战也算是暂时落下了帷幕。雨一直下，风一直刮，凄凉的黄昏渐渐落下。虽然村口那的大战已然闭幕，但村子内的局部战斗依旧没有结束。大量早就布满村子暴政的忍者，在元师、西瓜山等高层的指示下，开始迅速发起了对剩余四代目水影死忠分子的清剿运动。毫无疑问，今日整个雾隐村都将来一次大换血。至于最后还能剩下多少忍者，为雾隐村保存多少新鲜血液，就不是夏目该关心的。反正自己已经稳赚不赔了。日曜、银在一旁的日曜和银几人连忙跳了过来，去统计一下那些被我拍昏的雾隐暗部忍者的人数和实力，一个都不要错漏了，那些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夏目迅速叮嘱道：“人可以死，什么事都可以谈，唯独这钱绝不能落下。”明白。几人领命一声，立即行动了起来。接着，夏目这才朝着远处的再部长挥了挥手，看着这满地狼藉、宛如飓风过境般的惨烈战场，此刻的再部长也有些发懵。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位宇智波的少年居然真的成功了，真的仅凭一己之力就干翻了大半个雾隐和四代目水影史仓，这也太生草了吧！亏自己之前还想过一刀砍死这个小鬼，现在回想起来，对方没一刀拍扁自己，已经算是幸运了。只是他现在找自己做什么？难不成是要翻脸了？再不斩带着忐忑的心，示意身后的白仙退开一边，然后才独自走向夏目。夏目大人。再不斩微微结巴道。习惯了常年亡命生活的他，显然还不太会用这些恭敬之词。只可惜为了村子，他不得不放低一点姿态，别那么拘谨。毕竟我们可是妥妥的委托与合作关系啊。走吧，去见见你们的水影大人最后一面。夏目乐呵一声，
并带着载步斩向着远处走去。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那位4代目水影史仓身旁。此刻的史仓浑身浴血，左臂断裂，气息奄奄，确实只差一口气就该归西了。只不过靠着尾兽玻璃石带来的巨大反噬，他的自我意识也终于冲破了幻术的控制，获得了回光返照般的片刻清醒。这一点从他那已经不再空洞的双眼就能看出。再不斩，史仓睁着一丝眼缝看清了来者。4代大人，史仓大人，我看见恢复正常的史仓后，再不斩瞬间泪崩，硬是让这个铁血硬汉落下了眼泪。更令他忍不住回想起了多年前那位在3战阴影下挺身而出，自愿封印尾兽成为人柱力，并初登水影之位，带领整个雾影村迈向复苏与繁荣的史仓大人。那时候的史仓更是整个村子的希望，是忍者学院里所有学员的憧憬崇拜对象。再不斩、赵美明、鬼鲛等等新秀都是那么的渴望追寻着4代大人，复兴整个雾影村。只可惜那1日后一切都变了。曾经励精图治、朝气蓬勃的4代史仓大人，一夜之间性情大变，并重启了3代目水影奉行的血雾之礼政策，再次将村子笼罩在了一片血雾之下。也就是那时，被迫屠戮了所有同届学员的再不斩，这才选择了背叛，发动了政变。直到政变失败，逃离村子，流浪至今，再到今天，带着帮手杀回村子，推翻了4代目的残暴统治。这一切实在令人唏嘘啊！但无论如何，再不斩留存在心中的那份对曾经的4代目史仓大人的敬意，依旧不曾磨灭。对不起，是我被人控制，害了整个村子。再不斩，你做得很好。撑着最后一口气，史仓断断续续地嘶哑道。自责、悔恨、痛苦、怨恨、欣慰等等各种复杂的情绪充斥在他的面容上。鬼知道夏目是怎么看出这么多情绪的。就在这时，远处苍老的元师、性感的赵美明、沉稳的全兵卫等人也纷纷靠了上来。眼看着4代目史仓大人在临终之前终于恢复神智，众人也无不泪眼婆娑，唏嘘万分。史仓啊！元师紧紧捏着拐杖，惋惜一声。毕竟当初也是他一手将那位最看重、最有天赋的少年史仓推上4代水影之位的呀。元师大人，对不起。再不斩、赵美明还有元师大人，村子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真的对不起。话音刚落，史仓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介水影正式宣告死亡。雨继续窸窸窣窣的下着，天也差不多完全黑了，周围全部笼罩在一片悲哀、沉痛的氛围中。对于已死的人，夏目向来不喜欢过多评论。人都是复杂的，人生是复杂，人心更是复杂到令人头皮发麻，将整个雾影村迫害成今天这副模样。史仓有罪，带徒有罪，甚至所有雾影忍者都有罪。这个时候再去深究谁对谁错，已经毫无意义了。更何况若非雾影羸弱比较好欺负，自己估计也就不会选择雾影村开刀了。而现在嘛，既然已经胜利了，何须再去考虑那些烦心事？赶快的麻溜的享受自己的胜利果实才是最重要的呀！你就是雾影村的长老元师？夏目瞥了一眼那位老者，问道。正是老朽。元师极为和善的点头回应道，同时再不斩也立即靠了过去，俯身低语着解释了几句。元师心中一震，这才恍然，但也立即压下了心绪，并恭维的笑道：原来是岩影村这夏目大人啊，久闻盛名，没想到您果真如此年轻啊！老朽代表整个雾影村万分感谢夏目大人的援助。夏目挥了挥手打断道，行了，少走这些形式吧，看你们这样子，估计也早就有政变的打算了。而且现在你们需要处理的事也不少吧，那就等你们都处理完了，明天选出了能决断村子事务的人之后，再来谈正事吧。元师点头，心中对这位少年的评价又高了几分。多谢夏目大人体谅，只不过现在……夏目眉头一挑，直接道：现在赶紧把你们村最好的服务都上来吧，最好的温泉，最好的美食，最好的按摩，最好的服务，一样都不能少，明白吗？总之在夏目看来，好不容易征服了5大影村之一，自己怎么也要好好享受下胜利果实的滋味吧。今天不把这雾影村爽遍，自己就绝不出去。好，我马上命人安排。夏目大人，你们里面请。元师眼中一亮，心中一喜，连忙邀请道。他一点也不怕这位小鬼骄奢淫逸，只害怕对方不够贪财好色。毕竟那样的人是会所求更大，大到现在的雾影村根本无力承受，反而是这些世俗的欲望才是村子最廉价、最拿得出手的服务。所以一听夏目道的世俗要求后，他才会松懈下来，安心了几分。不然真要是闹出矛盾了，自己剩下的全村人加在一起，恐怕也打不过这位宇智波夏目吧。眼见着夏目几人进村后，元师也连忙对着身旁的几人安排道：再不斩、全兵卫，你们跟我走，需要处理的事还有很多。西瓜山，你负责暂时接手暗部，先尽力统计伤亡，稳定暗部局势吧。遵命。再不斩几人纷纷领命，不敢迟疑。接着元师这才看向了赵美明，并语重心长地交代道：美明，先将手上的事放一放，由你去负责接待那位小大人吧。啊，我吗？他有什么要求都尽全力满足他，以村子现在的情况，绝不可与他交恶。而且那小子实力虽强，不过看起来也就10岁出头的样子，想来也不会提出些太过分的要求的。都交给你，能做到吗？我尽力。赵美明咬了咬红唇，坚定道：为了村子，他也必须做到。此刻雾影村最为豪华水影御用温泉池内，
一间满是热雾的桑拿房内，两道裸露的身影正在美滋滋的享受着。呼，双脸潮红的银长呼一口热气，并忍不住感慨道：“舒服啊，不愧是雾隐最好的温泉房，这感觉太爽了。日耀哥，回头让我们村子里也建一个吧，这地方来了一次就不想走了呀。”日耀淡淡点头，并用毛巾擦了一下额头的密汗。虽然他对银这种堕落的想法非常不耻，但平心而论，这里的桑拿房确实非常不错，极具冲击性的炽热蒸汽，令人血液加速循环，全身各部位肌肉得到完全放松，不但将疲劳一扫而空，而且紧张的精神也舒缓了许多，大有裨益。若是以后任务和战斗完了，都能来争上一回，确实很爽啊！要知道，之前在木叶时，他们宇智波一族的人，别说是去最好的温泉池泡澡了，就是村内最普通的池子都拒绝对他们开放，实在令人窝火。哪有此刻在雾隐这般舒坦啊？这待遇，恐怕水之国的这大名使者来了，都不一定有自己的待遇好。果然，只要拳头够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瞎想了，就算真的要见，也得少族长同意之后再说。这一次，要不是少族长力败水影，杀穿雾隐，我们哪有在这享受的机会啊？日耀板着脸告诫着银，已经颇具一副成熟忍者的模样了。对，当然是少族长最厉害了。说起来，少族长已经在温泉池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吧？怎么还没出来？难不成？银坏笑着打趣一声，很是雀跃。难不成什么？我可是看到那位一头红棕色长发的雾隐女忍者，也陪同着少族长进去泡温泉了。还别说，那个女忍者确实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好，2个小时也做什么都足够了吧？啪！日耀赏了银一记暴扣，并板着脸警告道：“别胡思乱想，少族长还小，别老是用聊这种污秽的话题，以免带坏了少族长。少族长他还用我带？他明明就比我还要……”日耀，银连忙摆手：“没，是我多嘴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日耀哥你就不怕雾隐这边用美人计来迷惑少族长？”日耀愣了愣，随即迟疑道：“应该不会吧？毕竟少族长不是那么容易被诱惑的吧？”银顿时乐呵一笑：“哈哈，日耀哥，你真信了呀？你放心吧，月姬姐也在浴池那边，怎么会让雾隐的人得手呢？我就开玩笑而已。”好家伙，讨打！日耀抱起，一把就扯掉了银身上的浴巾。很快，两人就玩闹般的激战在了一起。说实话，这还是夏目重生到火影世界后感觉最舒畅、最舒爽的一个夜晚了。最好的温泉池，最好的美食，最好的精油，还有最漂亮的雾隐女忍者全程服务，简直快活似神仙啊！搞得夏目都想将整个雾隐村给霸占下来，留给自己慢慢享受了。当然，也只得暂时想想，毕竟现如今就吞并雾隐村，无论是时机还是条件，都还不太成熟。胖子也不是一口出来的嘛，自己就算真霸占了整个雾隐村，就自家村子那点人口，拿什么来统治？拿什么来守啊？可惜了，这么漂亮又好玩的一大块肥肉，也只能趁现在过几把手影和眼影了。次日一早，夏目缓缓地从天鹅绒制的丝滑大床上醒来，很快，几名貌美的雾隐女忍者便鱼贯而入，开始细心地替这位夏目大人更衣洗漱着。还别说，不愧是临近大海的水之国雾隐村人，这些女忍者们也个个长得水灵灵、嫩乎乎的。以后倒是可以让自家村子的单身汪们多和这边的女忍者来往一下，促进一下纯洁的友谊交流。没一会，夏目推门而出，而日耀等人也早就在门口等候了。早上好啊，你们休息的如何？精神饱满的夏目乐呵地招呼道。还行。日耀几人尴尬地点头道。总不能说昨晚他俩拼刺刀拼得太晚，根本就没怎么睡着吧？就在这时，负责全权照料夏目的赵美明也迅速靠了上来。早上好啊，赵美明小姐。呀，昨晚你的技术真棒，下次还找你。夏目竖起大拇指，忍不住地赞许道。日耀 Sigma 银 Sigma 月姬 Sigma 还有赵美明自己 Sigma， 发生了什么？自己昨晚不就狠心在浴池内帮这小鬼搓了个背吗？怎么就变得技术很棒了呀？麻烦不要说的这么有歧义好不好？会让很多人误会啊。喂，混蛋小鬼！赵美明涨红了脸，在心中痛骂道。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夏目小鬼小年纪就如此难缠，这要真长大了，还不得吃光自家村子里的女忍者啊？但饶是如此，他也不能发作，毕竟现如今整个雾隐村的生死都只在这个小鬼的一念之间。夏目大人说笑了，早餐已备好，诸位这边请。赵美明憋着一股劲，很是和煦地邀请道。很快，早餐便呈上来了，足足10余道佳肴，摆满了一大桌，很精致，很用心。可见，尽管整个雾隐此刻伤痕累累，但他们更不敢怠慢了这位夏目大人。半个小时后，每餐一顿后，夏目更是懒洋洋伸了个懒腰，煞是惬意。不过，这雾隐村的温柔乡虽好，但终究不是自家的，自己此行出来已经耽搁了好一段时间了，是该快点处理完这边的事务，返回自家隐村了。好了，也该谈点正事了。那位袁氏长老也好，其他人也罢，让你们能代表忍村的人出来谈谈吧。夏目对着身旁的赵美明招呼道，后者心中一顿，也连忙赶去通报了。毕竟决定雾隐村生死的谈判马上就要召开了呀。10分钟后，雾隐村水影大楼内的一间议事厅内，两拨人正在为整个雾隐村的未来大事而激烈谈判着。夏目位居左侧，日耀、月姬3人护在他的身后，雾隐长老元师位居右侧，赵美明全兵卫再不斩，
西瓜山，还有几名不认识的雾影大族长分坐在袁师的两旁，毫不客气地说：“别看对面人多，但夏目若是愿意的话，直接爆发，在短时间内轰杀掉对面的所有人都不是问题。甚至只要对面在座的众人一死，整个雾影村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乃至于自行崩散都不是不可能的。当然，现在灭掉一个充满乐趣的雾影村，对自己和自家村子并无好处，这才是夏目没有动手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沉迷和留恋着昨夜的快乐的。很快，谈判开始了。袁师这边的全程高度严肃，虽说听赵美明汇报，他昨晚令这位夏目大人非常满意，但谁也不知道这个实力骇人的宇智波小鬼会不会那种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家伙。因此，这场谈判，他们必须拿出10分努力，尽可能的为自家雾影村保留利益。是的，他们已经不指望能毫发无损的送走夏目这尊大神了，只希望自家付出的代价能尽可能少一点就好。放心吧，我没想对你们村子怎么样。我的条件有2个，都很简单，只要满足了这2个条件，我立马就走，而且绝不插手你们村子的内部政务。夏目率先开口道。听此，长桌的对面袁师等人也暗暗松了一口气，只要有条件能谈就是最好的，起码比那种无脑的智障要好太多了。袁师缓缓开口：“夏目大人请讲。第一，由雾影村公告世界，正式宣布和岩影村结盟，共同进退，共同抗敌。”夏目甩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条件。说实话，就以雾影现在这破败样，夏目也没指望他能和自家共同抗敌什么的，他需要的不过是借用一下身为5大影村之一的雾影村的名头。毕竟其他几大影村可不知道雾影村的底细，一旦对方和自家岩影村结盟，那么再有任何影村想要对自家妄动兵戈，都必须得慎重掂量一下。而且一旦结盟，自家的海贸公司更能堂而皇之的在水之国过境内做生意了。身为盟友，我赚你点辛苦钱，很正常吧？不过分吧？很快，雾影这边就对此爆发了激烈的讨论，有赞同的，有反对的，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不过没等几分钟，威望最高的长老元师最终还是拍板决定道，同意下了这个条件。尽管身为5大影村之一的自家雾影村和一个从木业内叛逃出且刚刚建立的小影村结盟，必然会有诸多弊端，吃上不少亏。但元师他那毒辣的目光看中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岩影村，仅仅只是宇智波夏目这个拥有着尾兽级别的战力罢了。只要能结盟，只要自家村子对夏目有用，那么便算是弥补了整个雾影村此刻最匮乏的尖端战力了。将来雾影真的遇险，也能更加容易请到这位尖端战力出手相助。而只要能熬过这短暂的几年，自家村子定能培养出新的影级战力，届时一切都是值得的。很好，说说第2点吧。日曜汇报一下。夏目点头，并对着身后的日曜招了招手。日曜点头，上前一步拉开了一卷记账卷轴，迅速汇报道：据统计，此次大战少族长总共对65名雾隐忍者手下留情，其中下忍7名，中忍28名，特别上忍21名，上忍9名，总计10240万两，请支付。听到这，对面坐着的再部斩更是嘴角猛然一抽，并主动低下了头，移开了目光。而其他的一众雾影高层更是瞬间炸锅，那可是1亿多的天价啊！虽说和价值数千亿的整个村子一比，似乎微不足道，可市值和现金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就好比一家好几百亿市值的大公司，都可能因为几百万的现金漏洞而瞬间崩塌。再加上这几年的闭村锁关、高压政策，村子里的金库根本就没有多少存余了，哪还凑得出1亿两啊？当然，真要是狠心变卖一些村子里的资产，克扣一些忍者的任务用金，再找村子的忍者大族借一些，这1亿两还是凑得出来的。只不过那样的话，本就在大战之后平衡脆弱的村子经济，甚至有可能直接崩盘啊！经济一崩，村民吃不起饭，买不起日用品，那这雾影村离分崩离散也就不远了。更重要是，谁 TM 许诺下的这个条件啊？拿雾影忍者的命换钱，这是疯了吧？究竟是那个混蛋同意的这个馊主意啊？嗨，某位雾影鬼人先生低着头，很是尴尬的假咳了几声，瞬间便吸引了其余几位雾影高层的注意力，不由纷纷看向了再部斩，个个咬牙切齿，目眦欲裂。而此刻的再部斩也满心愁苦，无力辩解。当初在夏目那个混蛋小鬼诱惑下，他只觉得能花钱为村子多保存一些忍者血液，绝对非常划算。可回到村里一看，才知道自家金库里都快跑老鼠了，整个村子的经济都被4代目史仓搞得一塌糊涂，极为紧张，根本就筹不出太多的赔偿费用啊！更何况一场大战下，村子内需要安抚和修缮的地方本就极多，钱根本就不够花呀！见状，夏目眉头一挑，毫不客气地威胁道：“怎么，你们想赖账？还说是想要再打一场？”大有一副踢起裤子不认人的模样，看得对面的赵美明更是咬牙切齿。要知道，谈判是一门学问很深的技术，无论前世还是现世，都有人靠着一手凌厉的谈判技巧，为自己争取到了远超原本的利益。只可惜夏目并不怎么擅长谈判，或是说根本懒得和对手勾心斗角，毕竟自己的实力就是这谈判天平上的最重筹码。不同意，开打吧；不合适，开打吧；不给钱，去死吧！总之，达不到夏目的要求，那就只能请整个雾影村灭亡吧。简单粗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此刻被夏目一下，对面是一众雾影高层，无不心中一惊，都忍不住回想起了昨日这个宇智波小鬼大战三尾的骇人实力，纷纷头皮一麻。夏目大人请见谅，我们并非是想赖账，也非常感谢夏目大人救下的那些宝贵忍者们，只是村子现在的情况不佳，一时之间根本筹不出这么多费用。袁师连忙缓和着气氛，并迅速解释道，但他更清楚这笔庞大的费用自家必然是跑不掉，一来是对方本就和再部斩约定好了，而自家根本就没有撕毁这份交易的武力，二来若是连花钱保住村子忍者的命都不愿意的话，必然会大幅打击村子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使得领导层的公信力大幅崩溃，并衍生出更多问题。因此于情于理，这个亏雾影村都必须吃下。没关系，有多少给多少吗？剩下的可以分期慢慢付，毕竟我们已经是盟友关系了，我也不会对盟友太过苛刻的，对吧？夏目咧嘴一笑，极为和善的提议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带走了雾影村3000万的特产。没错，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谈判后，雾影村终究还是全面妥协了，只得同意了夏目这边的2个条件，正式决定和岩影村结为同盟，并老实的支付了赎人赎金，赎回了那65名雾影忍者的性命。当然，由于雾影村确实拿不出太多了，因此夏目也准许着对方先支付3000万两，剩余的7000多万两分4年依次付清。至于为什么是4年，只因为夏目怕整个雾影村都活不过自己5年计划的最后1年啊。就这样，带着3000万雾影土特产以及不少漂亮的海洋珍珠宝石，夏目几人再次满载而归。总有人觉得5大隐村太穷了，其实不然，这5大忍村说白了也就是5个上万人的小镇，而且还是发展水平连工业化都未完全步入的旧时代小镇。假设村子每年有10亿的总税收，若是按照中等酬劳3万的 C 级任务来算，想要达成10亿税收，至少需要完成34000次，且大部分忍者只能混地级任务，而且税收能抽取任务酬劳的1/5，便算是非常高了。也就是单从任务酬劳来算，这个任务数量至少要翻5倍，也就是每年得完成17万个 C 级任务。哪怕一个忍村有1000支忍者小队，在日夜不坠的做任务，且不计算任何任务失败、忍者伤亡的损失，平均每年每支小队也得完成170个任务，几乎于每2天就得完成1个任务。这可能？这合理吗？因此，哪怕是最为繁荣的木叶隐村，一年能盈利10个亿，已经极为庞大了。这还是靠着各种地契、商贸、大国援助才能堪堪达到这般收入。可10亿的收入还得给火影等大批公务员发工资，还得兼顾村子发展，还得给阵亡的忍者发抚恤金，还得资助忍者学院、孤儿院等等机构。因此，除开这些大笔开支，村子能留下1-2个亿作为应急的现金储备，更是非常可观了。所以，别再嫌弃人家穷了。扪心自问，你月入几千啊？至于更高的 A 级、S 级任务，虽然酬劳极高，可放眼一个村子，每年能有几个这样的高危任务啊？就算有，又有多少忍者能够活着完成啊？就好比现实世界中给你1000亿，让你去干掉漂亮国的总统，你能做到吗？也正因为深知雾影村已经穷得抠脚了，确实没法一次性拿出更多赎金了，所以夏目才仁慈地同意了分期支付。毕竟这里的温泉和服务都很周到，有时间夏目也不介意多来这品尝一下某位未来5代木水影的高超技术。真要是直接把雾影搞崩溃了，可就没法常来这玩玩了。此刻雾影水影大楼的会议室内，人走了吗？袁师沙哑地问道。已经走了，目送着他们离开村子的有暗部忍者汇报道。呼！听此，在座的一众雾影高层无不长呼一声，安下心来。毕竟不管那个宇智波小鬼年龄有多小，光是他那一个人的恐怖实力，就足以将整个雾影村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现在，尽管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但总算还是将这尊大神送走了。自家村子也终于能喘口气了呀。三尾基辅呢？被对方带走了。什么？这是我们村的尾兽，怎么能让他随意带走啊？那你需要回来啊。我如此实力，再加上尾兽，这宇智波小鬼岩影村将来必成我们的大敌啊。西瓜山河豚鬼阴沉着脸出声警示道。常年身居黑暗，替村子处理脏活累活的他，看待事物的眼光也必然更加毒辣阴暗一点。听此，众人更是默语。岩影村的潜力很大，这一点谁不知道啊？可问题是，自家雾影村现在没得选啊。要是有得选，又岂会这般妥协？怕什么？那小鬼虽强，可毕竟只有1人，而且整个岩影村都是宇智波叛忍和木叶势同水火，有木叶在前面扛着，该睡不着觉的应该是他们岩影村吧？一位雾影大族长灭笑一声，有理有据地分析道。而这也道出了众人的心声。站在村子的角度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永恒的友谊和同盟，只有利弊优劣罢了。若是有机会，真当木叶和岩影村斗得个2败俱伤的话，雾影这边绝对会毫不犹豫背后捅刀的。忍剑就是这么现实。咚咚咚！突然间，袁师跺了跺拐杖，眯着眼厉声告诫道：“不必再聊这个了。村子刚刚推翻了4代木水影的统治，终结了他的暴政，这是好事一件。此刻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岩影村都是我们可靠的盟友，绝不许再有这般破坏同盟的言论了。还望大家谨记。”显然，人老成精的长老袁师目光也比其余人看得更远一些。明白。众人颔首，纷纷应承。袁师大人，关于选任新一届水影的事，此事先暂缓一下吧。
优先以村子的恢复为第一目标。选任新水影的事，等之后再议吧。袁师做出了决断。事实上，他更清楚，那位控制着4代水影潜藏在阴暗中的敌人，依旧还未浮出水面。此刻急忙重选新任水影，岂不是再给对方一个新的机会，好让对方再次控制新水影，重演之前的大戏？还不如先不选水影，将村子的权力分散一下，优先重建村子。不然，身为雾影长老，权力比肩水影的他，早就迅速集权统治着整个村子了。袁师发话了，众人也很主动地略过了这个话题。毕竟现目前还真的无人有足有的实力和威望坐上新水影之位。而后袁师再次缓缓道：“这一次再不斩的表现非常优异，成功引狼，是引兵驰援，破开了笼罩着整个村子的阴暗。我建议应迅速撤销掉他的通缉令，恢复他的雾影忍者身份。各位意见如何？”“我附议。”“我赞同。”“我也赞同。”众人纷纷投票同意，一致同意恢复再不斩的雾影忍者身份。要知道，此刻任何一位精英上忍对于村子来说都是宝贵的，更何况名义上再不斩还是刚正不阿、勇敢挑战阴暗并推翻4代目史仓暴政的英雄，总不能让英雄寒心，更不能让外村以此为借口来干涉雾影吧。谢谢。再不斩干巴巴的回应一声。对于在座的大多数雾影高层，他并没有分毫感激，毕竟雾影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也和他们当初的一再退让和妥协分不开关系。自己今日能重归雾影，也绝不是因为这些人大发慈悲、良心发现了，根本原因还不是因为忌惮着夏目那小鬼的实力。果然，实力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啊！自己竟靠着一个10岁小鬼完成了近乎毕生的夙愿，实在令他唏嘘羞愧啊！小鬼，下一次见面，我必然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再不斩捏着拳头，暗暗发誓道。还有一事，为了方便起见，老朽提议，我们这边也派1个2人去驻扎在岩隐村，联络情报吧。袁师主动提议道，而这个提议也迅速得到了众人一致认可。毕竟在雾影眼中，那个小鬼的威胁程度现在已经远超尾兽了。虽说双方已经同盟，可不派人多盯着点对方的动向，他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啊。可派谁去呢？选错的人选也只会引起那边的不满吧。众人迟疑着，都在衡量谁最合适这个任务。袁师扫视一周，最后还是将目光停留在了再不斩和赵美明2人身上。这2人，一个心智刚毅，对村子忠心耿耿，且和那个宇智波夏目接触颇久，还是合作关系；另一个美貌出众，能力过人，更和夏目有着一夜之情，也是非常熟悉。2人都是不错的候选对象，着实有些难选啊。出了雾影村，迅速摆脱了身后的小尾巴，寻了个没人的地方后，夏目便带着日曜3人迅速发动了飞雷神之术，瞬间跨越了数千公里的距离，回到自家岩隐村内。这个时候，飞雷神之术的优越性一下就体现出来了，能带着人瞬间穿梭空间，直接回家的妙用，着实太爽了。等以后自己游遍整个忍界，多留下几个印记后，就能想去哪浪去哪浪了，甚至还能嘿嘿嘿了，岂不妙哉？回到村子后，夏目首先遣回了日曜几人，他们几个在这趟旅途中也收获不小，但是魔师应该就收获了一大笔银两，确实该回家好好显摆一下了。毕竟不让他们好好显摆一下收益，怎么能体现跟着自己出去浪好处多多呢？怎么能让更多族人愿意跟着自己出去浪呢？更怎么将自己这一路的雄伟战绩迅速传播出去呢？总不能让自己来说嘛，那多不好意思啊。夏目大人，您回来了呀。很快，夏目身后一身修女装、颇具圣洁感的药师野乃羽正恭敬跪坐在地，问候道：“只有你吗？都呢？那孩子还在修建孤儿院那边帮忙。”夏目他倒是上心啊。野乃羽：“是啊，他估计是想将心中的愤怒和无力感都发泄在搬砖上了吧？由他去吧。”夏目点头道：“说实话，他也很想看看，抛弃了仇恨，不再扭曲的都能凭他的那份天赋再达到何种层次。好了，你也下去吧。对了，顺便替我准备点午饭。”遵命。野乃羽心中松了一口气，连忙退下，同时支开了所有人后，夏目也终于迫不及待地干起了大事，即开始兑换和抽奖了呀。这一趟出门，自己可谓是暴富中的暴富，不赶紧狠狠消费一把，都对不起自己积攒的那么多金币啊。首秀，夏目先摸了摸名正言顺从雾影内获得的赎金，将其全都兑换成了金币。丁，恭喜你获得了3000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3000万价值点兑换为300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3000金币，目前余额17640金币。宿主夏目，属性火、水、风、雷、土、阴，查克拉72卡，忍术飞雷神之术 S 级，时空忍术八门遁甲之阵 S 级，体术灵化之术 S 级，灵魂忍术血祭献界血轮眼万花筒，体术千年杀木叶旋风，特殊技能查克拉提取之法，特殊武器昆羽刀，目前余额17640金币。好家伙，快整整18000金币了。若是再算上自家海运公司变卖那些珠宝名器以及雾影的分期赎金支付，用不了多久，自己的金币怕是更能攀升到数亿了。果然，超度卡多，结盟雾影，确实是无比正确的选择啊。闲话少说，确定了自己的余额后，夏目立即将意识沉入了系统商城，开始寻找着兑换。1万金币以上的物品，在系统商城内也算是高价了，仅仅只有20多样，其中有好几样夏目早就期许已久，即是仙人体、永恒万花筒血轮眼、邪神体以及尾兽体这4样了。
它们的兑换价格都是1万金币。仙人体能让自己获得完美的仙人肉体之力，大幅增加体魄强度、恢复力、查克拉上限，并掌握仙术之力，十分实用。邪神体能让自己获得不死之躯，无论受到何种伤害都不会死亡，类似飞段，但却少了不少限制，哪怕不进食依旧不会死亡。尾兽体能让自己脱离实体身躯，将意识和查克拉尾兽化，大幅提升查克拉上限，且同样无惧死亡，能和其他尾兽一样，哪怕被消灭了，也能花点时间重新聚合复生。最后，永恒万花筒写轮眼自然不必赘述，极致的瞳力，完美的瞳术，无与伦比的力量，你值得拥有。其实很早的时候，夏目就无数次对比衡量过这4种能力的优劣了。显然，他们每一种能力都各具优劣。仙人体确实厉害，对综合实力增幅很强，堪称完美，但是没有不死之力，稍显可惜。邪神体、尾兽体虽然都拥有不死之力，但前者对实力提升不明显，后者也有着容易被封印、被死神抓取的弊端。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对实力提升极大，但一样没有不死之力，只不过却能极大程度地开发出自身的天赋，并成为获得轮回眼的基础。毕竟其原价可是15000金币的，都是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万花筒写轮眼，这才便宜了不少。而在系统商城中，仙人体加木盾等于2万金币，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加8000金币的九尾查克拉等于23000金币。可见永恒万花筒写轮眼的单独价值是要高过仙人体和木盾的。因此犹豫再三，夏目最终还是选择先兑换永恒万花筒写轮眼，毕竟5000金币的优惠差价，不赚白不赚啊！而且自己也已经移植了部分筑间细胞了，算是拥有了小半个仙人体了。因此一旦兑换了永恒万花筒写轮眼，说不定还有机会让自己直接进化出轮回眼呢，就和班爷一样，那岂不赚大发了？因此总得试一试嘛。当然，之所为不换拥有不死之力的邪神体和尾兽体，也是因为夏目感觉等拥有了永恒万花筒写轮眼之后，这个时期能秒杀自己的人几乎不存在吧。不过真要是万一什么人将班爷或是筑间那2个挂壁给绘图转生或者复活出来的话，那自己必然会优先考虑如何先兑换个不死之力保命了。很快夏目确定了兑换，下一刻整整价值1亿2的1万金币瞬间如雪花般消逝。而在系统的作用下，一股浩瀚的瞳力也猛然灌入了夏目的双眼。不过片刻，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到手，哗！夏目睁开了那森罗万象般的永恒万花筒写轮眼，浩瀚的瞳力如星辰般倾泻而出。而且这一次开启永恒万花筒之后，夏目更是感觉双眼一片清澈，毫无副作用的刺激感，甚至连筑间细胞都懒得动了，完全不需要靠筑间细胞来修复使用万花筒写轮眼的损伤。这就是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吗？好爽！夏目喃喃雀跃道。要知道，永恒万花筒远比普通万花筒强太多了。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融合了2双万花筒写轮眼，可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不失明只是基础的福利，瞳力至少成倍提升，视力、双眼的专属能力、须佐能护的威力等等，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幅。毕竟只有万花筒的2柱子，打个团藏都吃力，而拥有了永恒万花筒后，基本就和完美九尾人助力的鸣人持平了。因此，永恒和普通万花筒之间的差距，少说也相当于小半条九尾之间的差距了。对实力的提升非常明显。简单来说，若是之前的夏目不开8门盾甲的话，哪怕是手段进出，也就最多碰一碰超影门槛级的强者，甚至还有不小可能会输。而现在的话，拥有了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后，夏目的综合实力已经稳稳地迈入超影级了。当然，和班爷与筑间那种挂壁相比，还有少许差距。但放眼此刻的忍者，挤进前5，拼拼前3，还是不成问题的。总之，自己已经能初步纵横大半个忍界了。喜提永恒万花筒写轮眼一双后，夏目也颇为开怀。看着还剩下7640金币的巨款，他也豪气的决定再来一次10连抽，赌一赌自己的运气。请问是否支付888金币开始10连抽？确认。哗啦，888金币再次如流水般瞬间消散。夏目脑海中那整整10个宝箱也再次发出了璀璨的光芒。介于之前的金色传说2连抽，这一次夏目也没指望能抽到什么太好的东西，只希望能够勉强出个保底货，便已经很不错了。只可惜随着10个宝箱接连打开，夏目的脸色也黑成了死水。这把运气极差的10连抽，则一共给夏目带来了2颗查克拉回复丹，1颗终极治疗丹，2卷终极空间卷轴，3颗初级治疗丹，1000把普通苦无，1000枚普通手里剑。看到这，夏目立即就放弃继续抽下去的想法了，一个保底奖都没有，反倒是用处不大的苦无、手里剑等等普通武器给自己抽了一大箩筐。要知道，不是谁能都能团藏一样，将苦无用出神器的感觉啊！自己要这么多武器有什么用？拿来开武器铺了吗？如此霉运，十有八九是幸运女神那个小浪蹄子在外面玩野了，还是等她什么时候收心，重新垂爱上自己了，再来试试吧。夏目叹息一声，放弃了继续抽奖的打算。虽说确实没抽到什么好东西，但仅仅只是888金币，对于现在财大气粗的他来说，倒也不算什么。而剩下的6752金币，夏目也决定先攒起来，等海运公司那边一旦恢复，用不了多，便能将公司银库里的第一批珠宝等等贵重物贩卖出去。因此，不出1个月，自己定能再收获一大笔银两。届时再筹够1万金币，
兑换个仙人体或者邪神体什么的，不香吗？夏目将意识退出了系统，整理了一下收获，并关闭了写轮眼。同时，爷乃宇那边也准备好了午餐。正愁肚皮饿扁的夏目也立即狼吞虎咽地干了起来，当然是干饭，不是干别的什么。要知道，一边吃着美食，一边欣赏着家人，这多是一件美事啊！还别说，家里多了个漂亮的保姆，确实方便了不少啊。果然，自己当初将爷乃宇二人哄骗回来，是个无比英明的决定。此刻，跪坐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夏目恰饭的爷乃宇，心中也颇为忐忑。一方面是他在知晓了木叶的骗局后，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孤儿院剩下那些孩子；另一方面，他更清楚自己现在的一切，包括这条命，都是面前这位下川大人给予的，自己是在没权利去催促啊。真要是惹怒了这位小大人，自己和两人加在一起，都还不够对方塞牙缝呢。下川大人可还合胃口？不错，爷乃宇院长的手艺很是不错呀。夏目毫不吝啬赞许。那就好。还有，爷乃宇犹犹豫豫道，是在担心木叶孤儿院那边的孩子，想早点催我动手是吧？是的。爷乃宇微微一惊，咬着嘴唇，坦然承认道。果然，别看这位夏目大人还小，但这察言观色的能力简直强得惊人。行了，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出发吧。爷乃宇，出发，杀回木叶，去救回那些孤儿啊？怎么，你不想去？想，非常想。爷乃宇瞬间一怔，连忙应承，并忍不住微微哽咽道：谢谢夏目大人。日次一早就收拾好了，爷乃宇也正满心忐忑地等候着。虽说他很清楚那位夏目大人的实力超凡，但具体有多强，他也不太清楚。因此，在他看来，想要去冒犯身为5大隐村之一木叶隐村，从根部的手中救下那些孩子们，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至于都得知后，也强烈要求要跟去，最终还是被爷乃宇否决了。此行这么危险，怎么能让多野去冒险呢？还是留在这边比较安全。很快，夏目打着哈欠起床了。说实话，家里的床太硬了，一点也不舒服，好怀念雾隐村的鹅绒大床啊！准备好了吗？出发吧。夏目一边问道，一边看向了爷乃宇。等等，你这是？他这才发现，这位药师女院长今日特意穿了一件紧身黑皮衣，将那前凸后翘的身材勾勒得原汁原味，煞是诱人。好家伙，自己这是去救人，不是去杀人放火呀？有必要穿着这么诱人？嗨，这么紧张吗？这么穿感觉也不错呀。夏目大人，这身装扮有问题吗？没，出发吧。夏目连忙摆手道。随后两人立即出发，朝着木叶方向急速赶去。喂，你们听说了吗？最近雾隐村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啊？好像是他们的4代水影暴毙了。啊？怎么会？谁干的啊？具体的不清楚，只知道好像是雾隐村发生了内乱，不少忍者汇聚在一起，推翻了4代目水影的统治。这么大的事啊？谁干的啊？据说是一名叫桃地再不斩的雾隐派人干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其他雾隐内部忍者的相助。总之啊，这雾隐村现在是变天了，而且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们村呢。为啥呀？你不知道吗？那个叫再不斩的雾隐鬼人，这次政变还是请的新建的那个岩隐村去助阵的，就是宇智波一族叛逃出去的那些人。现在啊，政变成功，雾隐村已经公开宣布正式和岩隐村结盟了。下一步说不定就是要准备联手进攻我们木叶了。啊，不会真要挑起战争了吧？这谁说的准呢？哎，当初高层也真是的，非要将宇智波一族逼得那么狠。这下可好了，人家叛变了，还建了新村，又结盟了雾隐，并对我们虎视眈眈着。要我说，这高层就是吃饱了没事干。嘘，可不能乱说啊。看着远处一闪而过的几名暗部忍者身影，大街上正在热议着这般话题的几名村民连忙住口。别看木叶的风气开放，可真要是让这般不敬言论经由暗部汇报上去的话，妄议之人依旧不会太好过。更何况比起暗部，还有个更加令人闻之色变的根啊。显然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只要有统治阶层的存在，那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都是骗小孩子的罢了。与此同时，宇智波一族的驻地内，父亲刚从暗部执行完任务回来的鼬正在向傅月汇报着。你做的不错，这几日全靠你在村子与家族之间周旋，才保住了剩下的这么多族人。对了，前日雾隐村那边发生的事你听说了？听说了。又点头回应。背靠木叶暗部的他能获取到的信息自然比坊间流言精准多了，虽然一些细节还不清楚，但大致内容都已知晓了。有什么想法？应该是夏目堂弟干的。又确信道。不错，据说4代目水影是罕见的完美人助力，实力不俗，能击败他的强者更是少之又少。而且雾隐村能和岩隐村结盟，必然少不了他的努力。那小子可真能带给人惊喜啊！如此一来，岩隐村里的那些族人也能安居很长一段时间了。傅月点头赞许道。本来木叶高层对于是否要对岩隐村强行动兵就颇具争议，而现在人家又和雾隐村结盟了，一旦动兵，极大可能就是双面受敌。再加上岩隐村能帮忙击败4代水影，至少也说明人家有着远超小隐村的综合实力。因此一旦开战，哪怕最后能赢，代价也必然更为惨烈。相信木叶高层还不至于蠢到那般无可救药。因此未来的好一段时间内，岩隐村和那些族人们的安全
应该都有保障了。短短时间内，自己那位夏木哲就接连干出了这么多件大事，实在令人惊叹啊！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自己眼界狭隘了。若是能早点摒弃木叶，自成一村，宇智波一族或许也就不会变成如今这样了。哟，父亲，还有什么事吗？傅月，是这样，由于夏木他们的离去，我发现最近族内有少数族人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了，甚至还有几个别族人与岩隐村那边联系上了，似乎正准备在今夜再次叛逃，而且岩隐村那边好像也会派人来接应。哟，现如今我们一族在木叶内的境遇，你是明白了，全靠着我们还有征讨叛忍的用处，才勉强维持了一丝平衡。这脆弱的平衡绝不能再被打破了。一旦再有族人成功叛逃，我们剩下的人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为了村子，为了家族，也为了你弟弟，因此，今夜你去吧，尽可能的阻止那几名族人，将他们安然的带回来。宇智波傅月沉声命令道：“让鼬出手的话，定能迅速击昏那几名族人，在他们逃离木叶之前，将他们全带回来。”听着父亲的命令，鼬微微一愣，随即点头，一句废话也没有。明白。而后迅速转身离去，依旧风行雷厉。眼见着鼬离去后，傅月这才微微叹息一声：“八代，出来吧。”很快，宇智波八代便从屋内的阴影中踏了出来。他很敏锐，或许已经发现我在这了。傅月摇头，并不在意。那不重要，你和岩隐村有所联系，鼬本就知晓。宇智波八代点头，盯着鼬离去的方向，悠悠道：“他很快就会将这个消息告知给木叶高层吧，就好像他之前告密的那一次。”傅月闭上了双眼，叹息着，这孩子和止水一样，都在家族和村子之间做出了更为残酷的选择，而我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族长，不然也就轮不到这些孩子来背负如此重担了。八代，这也是我选择追随夏目少爷的原因之一。大族长，对不起。傅月，不说这个了。八代，我问你，今夜又会死很多人吗？八代，不，只要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木叶高层，夏目少爷那边的计划就已经成功了大半，今夜不会有太大伤亡，而且今夜的目标也并非是木叶。傅月再次点头，安心了少许。那就好，那就好，希望这一次能让鼬真正看清他所认可并效忠的村子高层究竟有多糜烂了。另外，等今夜之后，我也会被迅速派出去，指令去讨伐岩隐村吧，正好也能借着机会去看看那小子究竟建立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乐园。另一边，20多分钟后，一处灯光灰暗的密室内，戴着狸猫面具的鼬正半跪在坐着轮椅的团藏面前汇报着重要情报。当然，此刻的他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重要情报本就是故意让他泄露给木叶高层的罢了。此刻从鼬这听闻到如此重要情报后，团藏也为之大惊，居然还有人想叛逃，而那个叛徒之村竟还敢派人来接应，消息是否属实？鼬点了点头，确认道。见此，团藏猛然深吸一口气，左手紧捏轮椅扶手，心中瞬间就火热了起来。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不论岩隐村那边派谁过来接应，自己都能趁机设伏，将对方一网打尽。若是夏目那个小鬼敢来自投罗网的话，那就更好不过了，正好将其大卸八块，以泄自己的心头之恨。另一方对于这个情报的真假，团藏倒没有过多怀疑，不是因为他的疑心不重，而是因为汇报这个消息的就是鼬。试问，你会怀疑一个主动举报家族，并狠心决定向族人麾下屠刀的下属吗？更何况，鼬的父母以及他最疼爱的弟弟都还在木叶之内，还在自己手上，因此又是必不可能背叛木叶的。鼬，你准备怎么办？一切皆由团藏大人决断。鼬低着头，恭敬地回应道，仅从语气上根本判断不出他的内心真实想法。对此，团藏也并不纠结，毕竟当务之急还是该考虑如何确定伏击地点，又该调派多少人手，如何设伏等等问题。不论那叛徒之村来多少人，这一次都要让他们有来无回。团藏捏着左拳，心中狠狠发誓道，甚至自己更能借这个机会再夺取几只血轮眼，以充实自己的血轮眼储备。只不过迫于上一次的致命危险，团藏这次也学乖了，准备着一会伏击时，若非稳操胜券，自己绝不会再现身。时间一点点过去，明面上一片祥和的木叶，此刻暗地里正风起云涌般的咆哮着，大量的暗部合根的忍者被秘密召回，秘密安排，准备行动。当然，身为火影的袁飞也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众多暗部忍者的离奇调动。只不过才和团藏大吵一架的他，只以为这是团藏闹别扭后故意摆出的架势，毕竟根部那边也在刚刚提交了一份应急演习申请，再加上最近村子周围并未什么惊变，袁飞也就暂时没有理会。很快，黄昏消退，夜幕降临。此刻，木叶隐村外两道身影正暗暗潜伏着，自然这两道身影便是一路赶到此地的夏目和野乃羽二人。此刻的野乃羽穿着紧身皮衣，依靠在一棵大树旁，衬托着那窈窕的曲线，令夏目看了后血脉喷张，并忍不住地回想起了前世的钢管舞。死，回去后可以推广一下。夏目大人，夏目大人，哦，野乃羽的呼声将夏目从旖旎的幻想中拉了回来。我们在等什么？等一个机会。夏目微微抬头看向了木叶的上空，继续解释道，之前的忍界大战时，木叶设立了一个由山中家率领的感知部队，这个部队在村子的上空和地下张开了一个大型球状结界，使得他们能感知到所有出入村子忍者的查克拉，且还有一定的防御能力。除了身份干净的普通村民和忍者外，
只有掌握着通过结界的暗号，才能随意出入结界，不然的话，想要靠暴力破开结界或是强行闯入，都会被瞬间发现。虽说这样的结界根本拦不住我，可一旦被发现，势必会惊动整个木叶。届时想要救出孤儿院里的所有孩子，可就不容易了。跟的狠辣作风你是知道的，必须得警惕他们狗急跳墙，伤害那些孩子。而且经过上次的叛逃后，木叶必定会更改结界暗号，我之前掌握的暗号也已作废。听此，爷乃宇也不由一愣。他身为根部的前忍者，自然也知晓了进出木叶需要靠暗号通过结界，可再多的相关信息，就连根的忍者都无法知晓。难以想象，夏目这小家伙竟知道的比自己还要清楚。那我们等，我已经安排好了，稍等片刻即可。好，爷乃宇微微点头，只得信任。渐渐的，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终于随着远处的几声窸窣声响起，好几道漆黑的身影也映入了两人眼帘。是宇智波一族的人。爷乃宇暗暗吃惊，要知道宇智波一族内除了少数执行任务或是加入暗部的族人以外，其余人可是被严格限制知晓结界暗号的。盗用暗号或者强行离开村子，都会迅速被感知部队察觉，并被视为叛人。上一次自家那400多名族人在逃出木叶时，第一时间就暴露了。若非夏目和傅月的大战吸引了绝大部分木叶忍者的注意，感知部队那边早就通知大批暗部忍者去截杀了。因此爷乃宇这才好奇着，为什么此刻会有这么几名宇智波一族的忍者如此仓皇逃窜出来。沉住气，别暴露啊！夏目低声提醒道。很快两人便目送着那几名族人逃向了远方，可夏目依旧按兵不动着。就这样没过几十秒，刷刷刷，好几十道破空声接踵而来，并迅速朝着那几名宇智波忍者逃离的方向悄声追去。而这些木叶忍者全都戴着面具，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木叶暗部的忍者，此刻正准备跟踪那几名叛逃的宇智波忍者，以找到对方的交头点。时机差不多了，夏目喃喃一声，嘴角微微一扬，下一刻他便陡然消失在了原地。数秒后，夏目再次回到了爷乃宇身旁，只不过此刻他手上却多了一名正被掐着脖子的暗部忍者，显然是夏目悍然出手，直接擒拿住了掉队的最后一名暗部忍者。还别说，一名10岁少年捏着一名毫无反抗之力的成年忍者，这个画面怎么看都那么违和。不过此刻时间紧迫，也顾不得什么违和了。下一刻，靠着永恒万花筒写轮眼的强大瞳力，夏目更是很轻松的就用幻术控住了这名暗部忍者，并从对方口中套出了最新的结界暗号。见此，爷乃宇这才恍然，原来这就是夏目大人的安排，这就是他在等的机会啊！有了这新暗号之后，突破结界进入木叶将不会再引起任何骚动，必能迅速救出孤儿院的那些孩子们。好，暗号到手，出发！可夏目大人，您刚刚那些族人不必担心，我有安排，先去孤儿院救人。好，爷乃宇心中一暖，连忙应承道。下一刻，两人瞬间跃出，借着夜色和暗号，直接穿过木叶的结界，冲入了木叶隐村之内。进入木叶之后，夏目和爷乃宇也继续悄悄隐藏着踪迹，向着孤儿院冲去。不是夏目不想高调，只是不想过于张扬罢了。毕竟不论是木叶的苍蓝猛兽，还是猿飞的尸鬼风镜，对于自己都还是有一定威胁的。这可不是怂，是坦然的从心。明明多等2-3个月时间，自己就能再积攒出1万金币，获得不死之躯，届时哪怕硬接8门遁甲都不是问题。而现在自然犯不着为了一时的张扬，而让自己面临致死的危机。要知道自家村子和雾隐村那边还有那么多美好服务等着自己回去享受呢，可不能搁这阴沟里翻了船。夜色中，夏目两人不断在村内穿梭跳跃，很快就来到了孤儿院的附近。小心，注意隐蔽，我先去进去查看一下，确认安全后你再跟进来。夏目拦住了身后的爷乃宇，叮嘱道。根据情报显示，这个孤儿院有10有8九已经变成了根的一处秘密据点，好借此隐匿行踪，培养人手。因此这里面说不定就驻扎着根部的忍者，自己先进去，哪怕有埋伏也问题不大。而只有中忍实力的爷乃宇贸然闯进去，可就难保安全了。自己总不能为了一群还没长大的小屁孩，拿身边这位尤无女去冒险吧。好，爷乃宇点头，显然已经完全信任夏目了。不过就在夏目刚准备进入时，孤儿院内一道爆喝声突然响起。什么人在那鬼鬼祟祟？2道戴着面具的身影突然从孤儿院内跳出，其中一人赫然睁着一双白眼，对着夏目两人所隐藏的地方大声呵斥道。果不然，这里确实藏着根的忍者，而且对方更是靠着白眼的能力，先一步窥见了夏目两人，连忙现身警告。数秒后，踏踏2声清脆的脚步响起，一道不算高的身影从转角的阴暗中走出，对上了这2名根部忍者。你是什么人？另一名并非日向一族的根部忍者厉声呵斥道。可他的话还未说完，便只见黑夜中亮起了一抹妖质的猩红光芒。血轮眼！惊呼声戛然而止，强大的瞳力倾泻而出，瞬间就侵蚀了这名忍者的意识。瞳术系的幻术本就难以抵挡，一旦与之对视，基本就会中招。更何况那还是一双永恒万花筒血轮眼，是幻术。不好！那名靠着白眼预感到不对劲的日向忍者提前半秒移开了视线，勉强躲过了一劫，但他心中也更为骇然。3勾玉血轮眼本就少见，再加上
宇智波一族才叛逃了大半族人，剩余的忍者中，哪还有这般精通幻术的三勾玉忍者啊？竟能在一瞬间控住一名暗部忍者。同时间，顾不得心中的骇然，他连忙转头看向身旁的呆然队友，立即发动白眼，随后猛然出手，在队友后脑上狠狠一拍，强大的掌力直接将对手狠狠拍翻在地。同时，靠着白眼的能力，他也顺利阻断了敌人查克拉的流动，解开了这名队友的幻术控住。远处看着这一幕，夏目也微微一惊，心中暗叹：不错呀，仅仅3秒，对方就帮队友挣脱了自己的幻术控制。虽说也是因为自己只开启了三勾玉血轮眼，并未用上永恒万花筒，严重放水，但本就同力澎湃的夏目，哪怕仅以三勾玉血轮眼施展幻术，也不是一名普通上忍能够迅速破开的。而这名拥有着白眼的根部忍者，看起来也就勉强上忍的实力，却能在短短时间内破开血轮眼的幻术，足以见这家伙对白眼的使用极为娴熟，更能体现出这白眼优越的幻术抗性了。同为3大瞳术之一，如果说血轮眼的威力重在攻击，如天照和迷惑，如阅读，那么白眼的力量则在于感知和预测。除此之外，还不得不承认，白眼也非常克制血轮眼的幻术能力，不然雾影的忍者卿也就不可能仅靠着一只白眼就能解开带土对4代目水影史仓的幻术支配，更不可能在无影大会上直接窥破团藏对3传施展的别天神幻术了。种种表现都足以证明，能够看穿敌人体内查克拉流动的白眼确实非常克制幻术。毕竟幻术的本质就是靠着自身的查克拉来干扰和迷惑敌人的大脑。脸好痛，我怎么躺在地上了？我刚刚是被幻术控制了？狠狠砸在地上并已经清醒过来的那名根部忍者有些迷糊的呆滞道，而他一旁的白眼忍者却赶忙如临大敌般的警示道：没错，就是幻术，对方是宇智波一族的忍者，快发信号，注意对方的幻术能力出众，不要和他对视。地上的忍者一愣，随之恍然，接着马上就想拉开警报信号弹，发出警告。可就在此刻，有意思！夏目轻笑一声，万花筒血轮眼刹那开，3阶8倍速增益。拥有了永恒万花筒血轮眼后，夏目更是完全适应了3阶刹那的8倍速增幅，完全不会给身体带去多少负担，基本随开随用。一瞬间，速度暴增的夏目便已经消失在了原地。这是瞬身术？怎么会？他去哪了？那名白眼忍者大骇，哪怕靠着白眼也难以清晰捕捉对方那消失的身影。宇智波一族何时出了一名瞬身术如此厉害的忍者？亦或是体术？接着不等他反应过来，身旁就猛然传来了一声惨叫，显然他才救起的那名队友已经中招了。砰！不等他看清旁边发现了什么，便只听见一声闷响，随后小腹便传来了一股剧痛，同时那道矮小的身影也出现在了他的身前。在极致的速度加持下，近距离对付这些根部忍者，夏目简直感觉比杀鸡还简单。右手举起查克拉，轻轻一挥，就割破了左侧的那名根部忍者的喉咙，带走了一条生命。随后又瞬间来到那名白眼忍者面前，在对方小腹上轻轻一搓，巨大的力道就直接打得对方浑身肌肉痉挛，失去了抵抗之力。随后曲指一弹，中指击打在对方的脑门上，巨力瞬间震碎了对方的面具，并将这名白眼忍者弹飞数米，重重落地。同时面具破碎后也露出了这名根部忍者的原本相貌。影分身之术，夏目瞬间施术便出了2道分身，冲入了孤儿院。这2道分身必然能迅速清理干净孤儿院内剩余的根部忍者，而夏目的本体却一步步踏出，来到了这名已经被击倒了的白眼根部忍者身前，准备趁机好好策反。嗨，是好好与对方谈谈心。毕竟同术类的血祭献界本就罕见，能将白眼用到这般水准的忍者更是不多，确实具有一定的招揽价值。反正还有少许时间，夏目也不介意试一试。当然，对手要是宁死不屈的话，夏目也就只有痛下杀手了。此刻，日向身川忍着腹部与脑门的剧痛，抬头看向了面前的那道身影，接着更是猛然一惊：是你！叛逃的宇智波夏目，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已经被木叶列为 S 级叛人，并悬赏3000万巨款的家伙，竟会出现在这里，竟敢再次潜入木叶，而且还未被村子发现。同时，他也顿时恍然，难怪敌人有着如此强大的实力和幻术能力，毕竟对方可是洞开了万花筒血轮眼，并战胜了宇智波富岳的超级妖孽忍者啊！能在瞬息间击败自己2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现在看来，村子果然没有假传情报，这小鬼确实是强得过分，且年轻的过分啊！是我。夏目点头。你是日向一族的族人，或是说日向分家的人？夏目瞥了一眼对方的额头，悠悠地问道。毕竟面具碎裂后，对方额头上那明显的青色交叉与2条反方向勾纹的印记实在太明显了。笼中鸟咒印，日向宗家对分家施展了用以限制白眼能力，掌握生命的控制咒印，代表着极致的支配和服从。咒印不但能一定程度的封印白眼的能力，还能控制和破坏分家成员的脑神经，乃至靠着咒印让分家的忍者强行替宗家人去死。总之，有着这个印记在，毫无疑问，对方必然是日向分家的忍者。听此，这名日向身川也瞬间眉头一皱。要知道，他本就最讨厌日向一族的宗家与分家之别，当初也正是因为不满笼中鸟咒印的支配，不想被宗家的人指使如牛，才主动投入暗部，戴上了面具，遮掩了咒印。此刻再次被一名小鬼道破，
他自然心中非常不忿。为此，他更是死死闭嘴，一副拒绝配合的样子。见此，夏目也并不意外，毕竟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非常清楚。哪怕是在阳光开朗的忍者，在里面待久了，都会被潜移默化的改变的。想要靠区区三言两语就破开这些家伙的心理防线，几乎不可能。更何况夏目更不会嘴遁，系统商城里也没有嘴遁的兑换选项。因此，从一开始，夏目便早就有了计划。原来是区区日向分家的残次品，难怪如此羸弱。夏目故意嘲讽道。听此，日向深川更是眉头猛皱，死死咬住牙关。也对，早就听说分家人的白眼不完整，有漏洞，有破绽。现在看来，你怕是连白眼都没完全掌握吧？若是日向宗家的人对白眼的开发和利用，必然远超于你。啧，真是拉胯呀！很快，夏目的嘲讽和羞辱便起作用了。日向深川越听越气愤，越听越窝火，终于忍不住憋红了脸，大骂道：“你放屁！我这白眼比宗家的废物用的好多了。”对白眼的掌握和熟练程度，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重点。他更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绝大部分的族人，不然刚刚也就不可能迅速破开夏目的幻术了。而此刻被敌人如此羞辱自己的长处，他自然难以忍受。怎么，你觉得自己对白眼的利用度比日向宗家的人还要好？当然，有用吗？你的白眼用的再好，只要这龙中鸟咒印还在，你不还是宗家的一条狗吗？宗家无论何时还不是想杀你就杀你，不是吗？你个垃圾！夏目毫不留情地嘲讽道，言语之间刻薄嘲笑至极，简直宛如一把把利刃扎在对方的心头之上，鲜血四溅。你，我要杀你了！极致的不甘与屈辱令日向深川近乎癫狂，乃至不惜忍着全身的剧痛，也要挣扎着爬起来攻向夏目，欲将这个羞辱他的小鬼碎尸万段。怎么，我说的不是实话？还是说你不想改变这一切？改变？日向深川自嘲一笑，若是能改变，有机会改变，这么多日向分家的族人也就不会一直被宗家支配着了。这么多年来，分家也曾诞生过不少天才，无数分家之人都曾呕心沥血地研究过笼中鸟咒印，可却没有一人成功。他不是不想改变，是根本没可能改变啊！如果说我能抹除这个咒印呢？夏目那宛如魔鬼低吟般的诱惑再次响起，令日向深川猛然一震，停下了挣扎，并带着一半狐疑、一半期许的复杂目光看向了面前的这名小鬼。说实话，夏目很早就想吐槽白眼这个和血轮眼并列的三大瞳术之一了。明明本身潜力出众，又极具战略价值，可硬生生被这脑残的日向一族给磨灭的几乎报废，堪称被最为浪费的瞳术，没有之一。基础的白眼大体上有三大能力：望远、透视、洞察。第三点暂且不论，光是前2天就让白眼获得了完美的远透视，哪怕隔着障碍物能看到很远的地方。这种瞳术最适合用来做什么？是做狙击手啊！有着白眼的加成，即使是在狙击手里也是开挂般的存在。你设想一下，交战中一群忍者在森林里走着，突然从几公里外射过来一支带起爆符的剑或是其他武器，你无论躲在哪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都会被一击命中。你却不知道他在哪，而且就算你知道，你也打不到对方。你想摸上去，不好意思，白眼看得清清楚楚，没等你摸上来早就跑了，还能边跑边阻击。你想撤退，不好意思，对方完全可以跟进上去，加大远程狙击的力度，痛打落水狗。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对面一个白眼狙击手便能以逸待劳，牵制你一整个小队的人，乃是团灭你们。你能怎么办？若是配上3、4名白眼狙击手围攻，再加上忍术中的不少驱射攻击，更是近乎无敌，堪称逆天。可是这么多年，日向一族用白眼干啥呢？仅仅只是练拳，然后没了。这么好的瞳术，却拿去练拳头、打近战、拼刺刀。明明拿着8倍镜，非要去拼刀战，纯属傻叉呀！所以，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白眼即是最为浪费的瞳术。若是自己能策反并收服部分日向族人，再加以改善，定能搞出一支令全忍界都为之胆战心惊的远程狙击部队。这才是夏目准备哄骗这名日向分家忍者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想要得手，还必须得先解决笼中鸟咒印的绝对支配问题，不然的话，哪怕策反并收服了日向分家的忍者也没有用。宗家心神一动，分家的人就会瞬间暴毙，那还有个屁用啊！而夏目现在有解除这般笼中鸟咒印的能力吗？没有，只不过夏目没有，系统有啊。虽说还不确定，但总得试一试呗。万一成功了，不就赚了？反正也不贵。初级招募令500金币，有一定几率招募忍者，清空其所有负面状态，并使目标对宿主和所属势力产生大幅好感。中级招募令2000金币，有更高几率招募忍者，清空其所有负面状态，并使目标对宿主和所属势力产生大幅好感。高级招募令5000金币，有较高几率招募忍者，清空其所有负面状态，并使目标对宿主和所属势力产生大幅好感。这就是夏目从系统内筛选出来的，有可能破解笼中鸟咒印的兑换物了。其实，这招募令就类似于弱化版的别天神，只要有足够的查克拉，别天神可以在不被对方发现的情况下，直接入侵对方的大脑，修改对方的意志，堪称最强幻术。而招募令也能在无形之中扭转目标的思维，令其对宿主和所属势力产生大幅好感，让对方为自己所用。只不过，不同级别的招募令成功几率不同，远远无法像别天神那般达到近乎100%的成功率，但也有着价格实惠、没有兑换次数等等优势。当然，
夏目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所谓的清空其所有负面状态效果了。虽说夏目也不确定这笼中鸟咒印在日向分家忍者身上到底算不算负面状图，不过试一试也无妨。若是成功的话，自己便能收获一名潜力不错的白眼忍者，而这招募令也会成为破解笼中鸟咒印的利器，成为克制日向宗家的超级筹码。若是失败的话，左右不过是损失500金币罢了，大不了回头走的时候再去木叶金库逛一逛，带点伴手礼嘛，总不会亏的。同时，短暂的惊愕与期许后，这位日向深川的心也迅速冷静灰暗了下来，并怒斥道：“邪恶的宇智波夏目，你休想哄骗我！骗你什么？骗你说能解开你的咒印，哪怕解不开，对你有影响吗？你的命都在我手上，我还需要刻意骗你吗？”夏目这来自灵魂般的质问，再次令日向深川猛然一震，好像是这个理啊，对方压根没有哄骗自己的必要啊！哪怕对方真是对白眼、对日向家有所图谋，也该去找家族高层，而不是来哄骗自己这么一个没有话语权的根部忍者呀。万一对方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办法解开咒印的话，那自己更是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啊！你究竟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不想解开咒印？你真的有办法？试试不就知道了。日向深川迟疑了，但也显然心动了。犹豫什么？还是说你依旧一辈子都想当宗家的一条狗，永远活在宗家的光辉之下？夏目再次狠狠地羞辱道。日向深川涨红着脸，一咬牙，狠心答应道：“我愿意，来吧。”若是换成别人对自己提出如此癫狂的提议，他定然嗤之以鼻。可却是这位10岁洞开万花筒写轮眼、成功绿足叛逃的宇智波妖孽天才。反正这小鬼已经创下了诸多奇迹了，那为什么不能再多来一次奇迹呢？很好，你会无比庆幸此刻的选择的。夏目赞许一声，他之所以放下这么多嘲讽与屈辱，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勾出对方心中的怒，引起对方的情绪波动，不断削弱他的心理防线，让他主动接受招募，以此增加招募成功的几率。虽说不知道有没有用，但前世的小说里都这么写的，不试一下咋知道能否有效呢？反正只是动动嘴皮骂骂人罢了，也不花钱嘛。请问是否支付500金币兑换初级招募令？确认。下一刻，金光一闪，夏目手中便多出了一枚淡金色的精致令牌。接着，夏目心念一动，迅速发动招募令。片刻间，招募令迅速消散，并化为了一股无形的力量荡漾开来，并尽数覆盖到了面前的这名日向深川身上。没有光芒，没有特效，更没有牛轰轰的异响。这500金币兑换的初级招募令便如此放屁一样消散了，令夏目心中哐当一声，差点都要以为自己的500金币是不是打水漂了。可不过数秒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只见在无形的力量作用下，日向深川额头上的青色笼中鸟咒印迅速消散，归于虚无，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同时，日向深川更是猛然睁眼，一改之前的抵触神色，并带着浓浓的炽热与崇拜之情看向了面前的夏目。那炽热的目光看得夏目都心中一慌，忍不住后退了半步，并只感觉后门一紧。多谢夏目大人，咒印没了，咒印终于没了，我终于自由了，太棒了！这就是无死角的真正白眼吗？太妙了，太棒了！日向深川无比灿烂的雀跃道，感激道，就仿佛一只真正飞出鸟笼的自由麻雀一般，充满了欢悦与生机。没有什么比重获自由，比将性命捏在自己手上更能令人放松开怀的事了。同时，见状，夏目也颇为开怀。这日向深川的状态已经完成证明了，招募令确实可以清除笼中鸟咒印。如此一来，整个日向分家中所有布满咒印的忍者都将会成为自己的哄骗目标。有了招募令，侵蚀整个日向分家绝对指日可待。此刻，夏目也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拥有一支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远程狙击部队了。更何况，招募令一旦生效，目标忍者更是会由新的倾向于自己和岩隐村。估计短时间内也不必担心这些招募而来的忍者会暗生异心背叛自己了。真是爱死这招募令啊！就是成功几率看起来不太高，需要好好把握。就在这时，刚刚夏目派出的那2名分身也冲了回来。我这边清理了3人，我这边清理了4人。2具分身汇报道。日向深川，数目对得上吗？孤儿院还有其他根部忍者吗？没了，一共9人，都已经清空了。日向深川如实汇报道。从这一刻开始，他便再也不是木叶日向一族的忍者了。毕竟笼中鸟咒印一旦解除，日向宗家必然不会放过一名不受掌控的分家忍者的，更绝对不会容忍一名知晓着解除咒印的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只要他还活着且被宗家知晓了，他就必会遭到日向宗家的无尽追杀，直至死亡。第61章招募令。清空了孤儿院内部的根部忍者后，夏目立即让自己的几道分身陪着野乃羽进入其中搜救，尽可能的将孤儿院内的孩子们解救出来。同时，夏目的本体则继续忽悠起了这位日向深川。感觉如何？非常棒。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愿为夏目大人效力。日向深川二话不说，直接半跪在地，并朝着夏目郑重的宣誓道。这也不奇怪，一来一直被笼中鸟咒印支配的他，本就对日向宗家对木叶没有太多好感；二来靠着招募令的效果，更是让他对夏目和岩隐村好感度大涨；三来咒印已除，日向一族也容不下他了。因此，除了投效夏目以外，他本就再没有其他选择了。而且，因为感恩而自愿为人效力，与因为咒印而被迫为宗家效力，
这本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该怎么选，自然不必多说。很好，欢迎你的加入。奸计得逞，成功招募的夏目也露出了一抹浓笑，并继续追问道：“对了，你的笼中鸟咒印解除后，宗家会知道吗？”日向深川会，一旦咒印消失，宗家瞬间就会感应到，难以隐瞒。夏目，问题不大。一会结束后，我会一把火将整个孤儿院和所有尸体都给焚灭掉，以毁尸灭迹。如此一来，宗家的人也只会认为你也暴毙在此，不会继续深究下去的。多谢大人。日向深川微微一愣，随即一喜。如此一来，那个分家的日向深川一死，自己自然就能摆脱宗家的追杀了，并和曾经的自己彻底告别。那我，夏目继续安排道：“你先留在木叶之内，你对暗部和根部运转模式非常熟悉，我希望能你继续留在这，将根部所有秘密据点的具体位置全部打探出来。”遵命。日向深川摸了摸自己那双终于完整的白眼，语气坚定地应承道：“只要摆脱了笼中鸟的束缚，他自信自己绝不会再输给任何一名日向族人了。而且，像这种刺探情报、寻找秘密据点的任务，对于拥有透视能力的白眼也确实非常合适。只要不主动暴露，日向宗家也几乎不可能发现你已经活着解除了咒印。因此，我还需要你悄悄去接触那些心怀怨念、不满宗家的日向分家忍者。我想，一定会有不少分家的忍者早已厌倦了咒印，厌倦了宗家了吧？只要有你这个实力在，为了自由，为了日向一族的真正辉煌未来，我想那些分家的忍者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吧。”夏目扬起嘴角，再次无耻地命令道：“就连日向深川、日向宁次这般分家的天才都难以抵挡解除笼中鸟咒印的诱惑，难以抵挡对自由的向往。想来，其他分家忍者只会更加争先恐后吧。如果顺利的话，自己的白眼远程狙击部队成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这挖墙脚多是一件美事啊，爽啊！唯一的难点就是只怕挖来的日向分家忍者太多，自己的金币都不够兑换招募令。”接到命令后的日向深川也迅速戴上面具，隐匿身形，去执行刺探与挖墙脚的任务去了。平心而论，被笼中鸟咒印支配了这么多年都活在不甘与恐惧中的他，此刻一朝解放，自然也很想带着其余分家忍者一同逃出升天，更想看看等宗家发现所有分家人都已脱离掌控后，又会露出一副什么样的惊恐表情。因此，对于这个任务，他自然非常积极，十分卖力。眼见着这枚棋子离去，夏目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并继续干起了正事，也冲入了面前的孤儿院内。很快进去一看，果不其然，整座孤儿院虽然明面上很正常，但暗地里早已被根部渗透，改造成了一个秘密据点，并在孤儿院下方掏空了地下，建造了一个偌大的血腥杀戮场。凡是被收入孤儿院有着一定忍术天赋的适龄孤儿，便会被提前选中，并暗中送入地下基地，开始秘密地训练着这些孤儿，其手段更是异常残酷血腥。放眼看去，光是堆在基地角落中的孩童枯骨便不下于数十具，更何况这还仅仅只是一处据点，其真正惨死在训练中的人数估计还得再翻上数番，足以见这些年来根部究竟犯下了多少人神共愤的罪行了。因此，当看到了孤儿院地下隐藏的血腥杀戮场，看到了那满地的血迹，看到了那累累枯骨后，饶是心智坚强的野乃羽也差点直接崩溃，不由痛哭流涕，抱着好几具枯骨，泣不成声，自责连连。若非是他轻信了根部，若非是他这个不称职的院长，这么多可怜的孤儿也就不会落入根部与团藏的魔爪之中了呀。他有罪啊！许久，在夏目分身的一番安慰下，野乃羽这才慢慢缓和下了心绪，并连同几道分身，将孤儿院内剩下的30多名孤儿都给一同带了出来。这些孤儿基本都是没有忍者天赋的，其中仅仅有少数几人还认得这位前院长野乃羽，其他20多人都是这几年新接纳的孤儿。只不过其中不少孩子身上都有着明显的殴打淤青，足以见他们在这所孤儿院内也曾遭受过非人的对待，更能想象那些有天赋的孤儿又会被如何残忍对待了。将孩子都救出来后，夏目没有丝毫犹豫，迅速将地上另一具已经暴毙的根部忍者尸体丢进了孤儿院。接着5发巨大的好火球之术咻然喷出，瞬间就将整个孤儿院笼罩在了一片火海之中，开始焚尸灭迹。耀眼的火光，剧烈的查克拉波动，也很快吸引了不少木叶忍者赶来。可等他们赶到时，周围早已空无一人，仅仅只有一座破旧的孤儿院依旧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着。同时，木叶隐村百里之外，夏目正带着一群孩子与野乃羽瞬间闪现至此，出现在了一处他早就设下的飞雷神印记之上。百里距离已经算很远了，哪怕是忍者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追上来，完全足够野乃羽带着这群孩子离开木叶的势力范围了。当然，夏目也能将众人瞬间带回千里之外的岩隐村，只不过一次性带着数十人超远途转移，哪怕是下川也会消耗不少查克拉。接下来自己还得回木叶好好浪一圈，送点伴手礼呢，能节省点查克拉自然最好。这才紧将野乃羽等人传送到了这里。谢谢夏目大人，多亏了您。野乃羽泛红着双眼，发自内心的接连不断的感激道。行了，想感谢的话以后用行动报答我吧。现在你先带这些孩子撤退吧，我回去一趟，一会再来与你们回合。夏目摆了摆手，并迅速指示道，接着留下了一具普通分身作为护卫后，便再次发动了飞雷神之术，瞬移回了木叶。有了飞神雷之术之后，
夏目确实来去自如，无人能阻。送走了野乃羽和一众小屁孩后，夏目瞬间就闪回到了木叶。事实上，这次再临木叶，夏目主要有3个目的：第一，完成对野乃羽的允诺，解救孤儿院的一众孤儿；第二，设计坑杀一波根部，进一步削弱木叶；第三，顺道再来看看能不能再带点伴手礼回去。至于刚刚收服了一名日向家的白烟忍者，并验证了招募卡的强力效果，也纯属都是意外之喜。那位日向身川真能替自己将整个日向一族分家的墙角给挖穿，自然最好。实在不能的话，也不算可惜。左右不过是一步闲棋，无需过分在意。此刻夏目最在意的还是木叶那香喷喷、诱人无比的金库啊！难得来一趟，怎么也要再去金库里逛一逛，带点伴手礼回去啊！更何况自己现目前还剩6700多金币，距离筹够1万金币也仅差3300金币了。虽说等海运公司那边一开，不出1月就能再次兜售珠宝，为自己筹来一大笔巨款，可若是能再去木叶的金库里逛一逛，怕是今夜就能再收获好几千万，直接筹够1万金币哟！他不香吗？就这样，一回生，二回熟。很快再次回到木叶后，夏目二话不说，直接隐匿身形，再次朝着金库方向冲去。由于孤儿院那边突然升起的大火，又一次吸引了不少忍者的注意力，也使得夏目这边一路顺畅，很快就来到了木叶金库的旁边。失窃了一次后，木叶也明显学乖了，将看守金库的2名中忍换成了2名实力出色的上忍。只可惜这点守备力量在夏目眼中近乎和裸露者毫无区别。这2名上忍一个照面就沦陷在了夏目的血轮眼幻术之中，瞬间倒地。很快夏目就直径推开了金库的大门，踏入其中。可刚刚进去，并没有出现那预料之中的银光闪闪，反而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一片空荡。显然木叶早已经将这座金库内的所有银两全部搬光了，仅留下了一座光秃秃空荡荡的金库。好家伙，果然学聪明了，都已经搬空了这座金库啊！夏目唏嘘一声，对此他也没有过分失望。事实上夏目也早有所猜测了，一个人若是家里被偷了，必然会连忙更换门锁，并转移屋内财产。若连这一点都不知道，还傻乎乎的等着窃贼2次光临的话，那这木叶恐怕是真没救了。算了算了，看来是拿不到这份伴手礼了。夏目叹息一声，准备离去。不过就在此刻，金库阁楼外陡然传来了几道破空声。下一刻，一道齐呼声从外面四周传来：人法、结界、四清风牢。夏目退出大门，这才发现金库的四周4名暗部忍者早已分站在4角，并联手施展了一个结界类忍术，将整座金库都笼罩了进去。而这个四清风牢结界正是暗部常用的一种半防御半束缚类的结界，至少需要由4名查克拉储备不低的上忍联手施展，可以形成一圈防御力极为出众的结界，牢牢困住目标。该结界从内部非常难以击破，除非有着堪比尾兽级别的暴力，反倒是从外界极为容易破开，因此经常被暗部忍者用来困住强敌，等候支援。踏踏踏，一连串沉闷的脚步声响起，一名年迈老者带着2名暗部忍者从远处的阴影中渐渐出现。木叶高层顾问转请小春，宇智波夏目，你果然又来了，居然悄无声息地绕过了村子的结界，看来你又获取了结界的新暗号吧？眯着眼睛的转请小春直对夏目冷声嘲讽道：你知道我要来？不确定。转请小春摇头，说实话，他也不确定夏目会不会再次归来，只不过既然金库内的银两都已被搬空，他也不介意将其视为一个陷阱，故意安排2名守卫值守，营造假象，并让其余暗部忍者埋伏在周围，伺机而动，哪怕抓不到夏目，也能一举擒获其他所有还敢打金库主意的不法狂徒。好歹他也活了这么多年，并当了这么久的高层顾问了，这点小手段、小心机他还是有的。只是他没想到，今夜竟如此凑巧，居然一举就擒获了宇智波夏目这个超级大叛人，实在是幸运啊！注意维持结界，绝不能让他逃离。去通知其他人，火速驰援。另外，注意不要与他的眼睛对视，小心他的幻术。得意之际，转请小春也并未过分轻视，连忙对着周围的忍者提醒道：怎么说，他也当了好几10年的忍者了，曾经还是3代目火影飞间的亲卫队之一，再加上之前就连团藏都惨败在了这个小鬼手上，他自然不敢大意。只不过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这宇智波夏目虽强，但想要破开这个专门用来镇压的结界，也必然不会太轻松。这家伙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哪怕就算他能破开这个结界，所花费的时间也足够自己联系村子，调来足够多的忍者驰援，将这个大叛人一举拿下了。今日之后，靠着这份大功，身为顾问的自己必然会再次扬名，将团藏、袁飞那几个老家伙全都压在身下。转请小春美滋滋地设想道，只可惜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无比残酷的。还没等他得意几秒，结界内夏目再次开口：木叶的顾问看来也不都是废物啊。转请小春，当初推动灭族我们一族，你也出力不小吧？只不过你就真以为吃定我了吗？转请小春眉头一皱，厉声骂道：可恶的宇智波小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果然你们一族全是祸害，全都该去死。夏目微微一笑，并不恼怒，反而讥笑一声，继续悠悠道：我们是该死，不过谁要先死，那也难说得很。话音刚落，结界内的夏目便陡然爆成了一团白烟，
消失无形。见此，结界外的转寝小春几人无不大惊，是影分身？该死，那不是真身，这不可能！他的真身在哪？保护顾问大人！几名暗部忍者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就连转寝小春本人也心中一顿，暗呼糟糕。可不等他做出反应，那道熟悉的冰冷声又一次从他身后响起：“一路走好。”那冰冷的祝愿声，此刻在转寝小春听来，就宛如索命的亡灵之音一般，令人头皮发麻，肝胆欲裂。他下意识的就想闪身躲避，并反手对敌。只可惜，比起夏目的急速，他还是太慢了。虽说几十年前，当初身为2代目火影飞间亲卫队时，他却有着妥妥的精英上忍的实力。奈何现如今年老色衰，实力早就不复当年了。忍者实力很大程度是和体术与忍术挂钩的，都一把年纪了，骨头都快脆成旺旺碎冰冰了，细胞活力也大幅下降了，查克拉都提取不来多少了。你能还保留几分实力啊？实力衰退，这也是转寝小春和水户门岩转为顾问的原因之一。总之，仅凭这个老婆娘此刻的实力，根本就躲不开夏目的攻击。而夏目对于这个背地里不知道说了多少宇智波一族的坏话，怂恿了多少高层针对宇智波一族的恶心老婆娘，更是没有半分留情，瞬间就开着3阶8倍速的刹那来到了对方身后，一个手刀就直接打断了转寝小春的腰椎，并废掉了他的双手，剥夺了他的所有反抗能力。顾问大人，转寝大人！周围的其余几名暗部忍者瞬间大骇，连忙惊呼道，并纷纷对夏目准备出手。而夏目又岂会放过这些暗部爪牙？下一刻，神刀出鞘，炽热的红光一闪，刷刷刷，几声锐利的破空声响起。不过片刻间，包括那4名维持着结界的忍者在内，一共6名暗部忍者全部当场暴毙，所有人都被一击封喉，绝无例外。这次夏目的攻击可谓是风行雷厉，毫不拖泥带水，冷酷高效到令人胆颤。当然，之所以动用刹那昆羽刀而没有施展忍术，也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查克拉的使用波动，免得引起木叶其他忍者的警觉。此刻，脊椎断裂，双手被废，并狼狈地瘫痪在地上，转寝小春心中也前所未有的恐慌着。身为忍者，他这辈子也面临过不少的致死危机，但像此时此刻这般如此绝望无力的还是第一回。尤其是在他目睹了面前的小鬼竟能在瞬息间屠灭好几名暗部忍者后，如此强大恐怖的实力，更是令他心中发颤，无力回天。踏，解决了周围的暗部忍者后，夏目再次来到了奄奄一息的转寝小春身前。你浑身的剧痛令这个老婆娘根本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得满眼愤恨地盯着夏目，一副欲要生撕了夏目的眼神。别那么盯着我，比起仇恨，我这可有太多族人，恨不得让你求死不能了。混蛋，你！夏目又狠狠踹了对方一脚，继续道：还在等你的支援吗？呵呵，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本体这么晚才出现吗？放心吧，你派出去通知的那些忍者都已经被我追上，并秘密干掉了。等你一死后，今夜没有人会知道这一切会是我做的。怎么说，夏目前世也是被那么多无间道厚黑学文化熏陶长大的，所以从一开始，夏目就没打算用本体去冒险。毕竟分身这么好用的东西，不拿来好好利用，可就太浪费了。因此，眼见着分身中了陷阱后，他就立即先去处理掉了那些传递情报的小尾巴了，这才耽搁了一点时间。当然，哪怕真是本体被困在结界里面了，在外面留下了诸多非雷神印记的他，也根本无所畏惧。左右不过是一瞬间就能闪出来的事，更何况就那结界能不能挡得住昆羽刀的锋利刀锋都难说呢。毫不客气地说，若是忽略3代目火影元飞、八门麦特凯以及木叶可能隐藏的后手之外，单凭现如今的夏目，一个人基本就能凿穿大半个木叶。也不知道转寝小春这老婆娘哪来的自信的，真以为能生擒自己啊？你还想做？夏目轻笑一声，别急，你们将金库内的银两都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而那个地方必然会更为隐秘，估计新的储藏点也只有木叶少数高层才知晓吧。不过既然是你在这设伏，再加上你的顾问身份，想来你也应该知道新的金库储存点在哪吧？显然，企图从这老婆娘口中撬出新金库的所在，才是夏目留下他一命的原因。不然，刚刚早就一击毙掉这家伙了。你做梦！我是绝不会。放心，我也没认为你会配合。听说你的幻术造诣不低，想不想试一试我这万花筒写轮眼的幻术威力呢？你仅才吐出一个字，夏目便睁开了那双猩红的永恒万花筒写轮眼，澎湃的瞳力倾泻而出，瞬间就淹没了转寝小春的意志。很快，夏目就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知晓了新金库的所在地。你们倒是会挑地方啊！若非靠幻术知晓，我还真不一定能猜到那里。好了，多谢你的情报，估摸着其他人也该来了。最后再替我掩盖一下，发挥一下余热吧。夏目双眼一凝，永恒万花筒写轮眼携带着澎湃瞳力，再次将一段幻象注入了转寝小春的大脑，强行修改了他的记忆。而后抽刀一挥，直接斩断了这个老婆子的半身。如此重伤，他必死无疑。接着便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朝着新金库的方向急速赶去。夏目刚离开不过10余秒，由于结界忍术的显眼，立即就有不少木叶忍者赶了过来。而看到这一地的惨烈战场后，这些忍者也无不心中大骇。同时，一众忍者也迅速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转寝小春，并赶忙用查克拉吊住了这位顾问大人的最后一口气。不多一会儿，
身为3代目火影的袁飞也到场了。而看到如此凄惨的老友小春后，他更是心中爆火，怒发冲冠。小春，小春，谁？是谁干的？转寝小春撑着最后一口气，回忆着脑海中的幻象记忆，告知道：2个人，红云袍，是他们。日斩村子。话音未落，转寝小春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确实的暴毙了。行政部辅助火影管理木叶政务的机构，其最高长官便是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2人，他俩的地位相当于村中的长老。顾问的职责，一来是为了辅助火影工作，给予一些正确性的意见；二来是作为火之国与木叶的桥梁，传达国家的信息及接收国家所拨给村子的财政预算，同时也向大明反映村子的一些状况和形势等等。毫不客气地说，除了手中掌握的实权稍微逊色一些以外，水户门岩和转寝小春2人在木叶中的地位几乎不亚于团藏，乃是木叶当之无愧的高层。此刻这样一位高层顾问的暴毙，确实给木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毕竟哪怕是第2次、第3次忍界大战，整个木叶都没有暴毙过任何一名高层顾问，更何况转寝小春还是袁飞的老战友，情谊深厚。此刻亲眼目睹着小春死亡，对于袁飞日斩来说也无疑是一大冲击，令他心神大震，怒火中烧。堂堂一名高层顾问居然死在自家金库门前，这要是传出去了，对整个木叶无疑又是一大重打击啊！袁飞压着怒火喃喃道：双人行动，红云袍，是那个组织吗？他们竟敢对木叶动手，他们又是如何悄无声息地穿过村子的结界，还偏偏在这里爆发了战斗？无数的疑问从他心底冒出，奈何却无人为其解答。尽管小春临死前留下了一些的线索，但出于谨慎，袁飞也不可能瞬间笃信，毕竟也不排除是有人在故意冒充小，企图祸水东。甚至经验丰富的他都怀疑过小春是否有可能会被幻术控制过。只不过稍稍一顿，袁飞还是迅速否认了这个猜测。小春的幻术造诣他是清楚的，虽比不过昔日红那般年轻的幻术新秀，但也颇为出色。想要无声无息间将其控制，修改他的记忆，几乎不可能做到。哪怕是被誉为幻术极致的万花筒写轮眼，想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熟练的技巧，海量的瞳力，缺一不可。袁飞也不是没有怀疑过，这都是已经叛村的那位妖孽宇智波夏目干的。可那小子虽然动开了万花筒写轮眼，但实在过于年轻，查克拉和瞳力上限都不高，因此可能性不大。当然，他若是知道短短的10余天时间内，夏目那个小鬼的查克拉和瞳力就已经暴涨了数十倍的话，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暗部的效率很高，勘察完现场，收集好情报后，就开始收敛起了尸体。袁飞亲自替小春合上了双眼，盖上了白布。他心中的怒火是有的，可当了几10年的火影，见惯了生离死别的他，倒也并未因此失去理智，反而压着心中的火意，冷声问道：现场勘察完了吗？回3代大人已经检查过周围的尸体了，除了转寝大人以外，所有人皆是被一击毙命。袭击者非常厉害，有办法追踪对方吗？没有，对方经验丰富，不但迅速脱离了战场，而且还隐匿了所有踪迹与气味，就连人犬也难以追踪。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才有可能寻到对方的踪迹。这名暗部小队长低着头，很是羞愧地回应道：同僚被杀，顾问暴毙，而他们却只能眼睁睁地待在这里，毫无线索，一筹莫展。对于暗部而言，无疑也是个巨大打击。当然也不怪他，毕竟谁能想到行凶者会如此强大，如此肆意狂妄，这几乎将整个木叶都当成后花园了。而且感知部队那边也一片沉默，毫无警示。真 TM 的废物啊！袁飞没有怒骂，尽管他也很想大骂几句发泄一下，可最终还是憋了回去。不是这些暗部忍者们太弱，只能说是敌人太强了。6名上忍啊，一同出手的话，都足以直接踏平一些小隐村了。可在这次的敌人面前，却如同鸡仔一般被轻易秒杀。说起来，如此狠辣的敌人，为何没有直接秒杀转寝小春呢？想来也不会是因为顾及他的顾问身份吧？那必然就是别有所图。想到这，袁飞也瞬间恍然，糟了，对方的目标还是从金库中转移出去的那些银两。他们折磨了小春，就是想逼问备用金库的位置。袁飞面色大变，顾不得迟疑，连忙撒开腿，朝着备用金库的方向跑去。再无半分火影的风度与气质，毕竟金库内的银两才是自家村子的命根子啊！上次已经失窃了一半了，这一次若是再被搬空了，怕是连那些暗部公务员忍者的工资都要发不起了。袁飞岂会不激动？几分钟后，木叶村外，一道身影陡然闪现。此刻看着怀中的8卷空间卷轴，夏目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就是那种非常朴素的笑容。整整4000万两的伴手礼，木叶确实非常慷慨啊！慷慨的夏目都不想离开了。另一方面，说实话，吃了一次亏后，木叶确实学乖了，不但将原本金库内的钱都搬了出来，甚至还分别存放在了3个临时秘密备用金库内，以防不测。奈何木叶千算万算，也绝对不曾算到，知晓着秘密备用金库地址的高层顾问转寝小春会直接被夏目给一锅端了，甚至连备用金库的地址都在夏目的幻术控制下一五一十的交代了出来。如此热情，夏目岂能浪费？当即出手，直接突入了其中一个设在历代火影岩像下的天然岩洞内的备用金库，将这个备用金库内存放的4000万两全部搬空，一滴不剩。想来此刻后知后觉的3代目袁飞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备用金库之一，说不定还会被气昏过去吧。除此之外，另外2个备用金库，一个就设在原版金库阁楼的下方，
另一个就设在火影办公室的旁边。木叶也算是将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等真理实践了一波，更能见木叶的胆大心细了。若非靠幻术套出了情报，夏目还真不一定能够迅速找到这些备用金库。当然，由于时间紧迫以及风险较高，夏目并未对另外2个备用金库动手。自己今夜又拿了4000万两的伴手礼，已经很够意思了，没必要再掏空木叶的家底，逼得人家鱼死网破了。而且比起瞬间覆灭木叶，夏目倒是更喜欢看到木叶一点点的崩溃，一步步的坠入深渊，声嘶力竭的挣扎，在绝望中的抓住那一丝的虚化希望，直至死亡。这不爽多了吗？高潮往往只是一哆嗦的事，过去了也就空虚了，唯有那细腻的前戏和正戏才令人百感不腻，回味无穷。丁，恭喜你获得了4140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41400000价值点兑换为414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4140金币，目前余额10892金币。看着自己的余额再次突破1万金币的大关，夏目更是心中一乐，霎时开怀，甚至比1万金币还多出了892金币，足够自己再奢侈的来一把10连抽了。当然，尽管心中颇为雀跃，但夏目也并未猴急的进入系统开始兑换和抽奖，毕竟此刻还有着一件大事等着自己去做呢。今夜的3个目的，夏目已经达成2个了，甚至还超标完成了，不但收获了1名白岩忍者，而且还宰掉了那个烦人的老婆子转请小春。现在也就只剩下最后一项，即设计坑杀一波根部，进一步削弱木叶。而现在估摸着时机也该成熟了，是该去瞅瞅了。与此同时，木叶村外一大波暗部根部的忍者正悄悄跟着几名宇智波一族忍者继续溜达着呢。渐渐的，小部分暗部忍者也微微沉不住气了。队长，我感觉有点不对劲，那几个家伙真的是准备叛逃的吗？他们好像已经围着村子绕了2大圈了，若是准备叛逃的话，应该不会如此慢吞吞的耽搁吧？闭嘴，听令行事即可，不管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只需要完成既定的任务，跟随他们，包围住他们交头点即可。这名小队长低声告诫道。无论是根还是暗部，皆以执行命令为第一要素。作为村子隐藏在阴暗中的利刃，他们只需要对准目标，奋力出击即可。至于对不对，会不会出错，那都是持刀人，也就是木叶高层该考虑的事了。更何况，为了一雪前耻，团藏这次可是下了血本的。除了那些正在执行任务以及还未成熟的幼苗之外，现目前他可是将自己能够调动的暗部与根部忍者全都派出来了，足足上百人，并分成了2批，一批作为先锋部队，暗暗跟踪那些宇智波族人，找到他们和交头点；另一批则潜伏在村子外围，随时待命，等信号一出便会迅猛杀出，成合围之势，来个瓮中捉鳖，一举吃掉那些宇智波叛徒。由于一直在村外行动，以至于这支部队此刻根本就不知道村内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根部的一处孤儿院据点已经被捣毁了，更不知道一位高层顾问也已暴毙，不然他们也就不会如此不急不躁地跟踪着那几名宇智波忍者了。家都被偷了，还有屁的心情去追捕叛徒啊？尽管少数几名木叶忍者有些躁动，但绝大部分受过专业训练的根部忍者都非常沉得住气，或是说冷血的对猎物有着足够的狩猎耐心。就这样，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那几名像是在叛逃的宇智波忍者足足在木叶外绕了3大圈后，这才脱离了轨迹，向着北面赶去。见此，一众根部忍者纷纷精神大振，并连忙跟了上去。不过几分钟，那5名宇智波忍者便停下了脚步，来到了一处稍显空旷的稀疏树林间，并默默地等候着。很好，这里估计就是他们岩隐村叛忍的交头地点了。快通知其他人，朝这里集合，小心一点，万万不可暴露了。这次行动若是失败的话，团藏大人必然会让你我好看。负责领导这50余人的根部队长厉声命令道。跟的风格大家都很清楚，一旦任务失败，哪怕侥幸不死，也至少得脱层皮。再加上近来双腿被废的团藏大人本就心情不好，更是没有人敢去触及这个眉头，都连忙谨慎地应承道。与此同时，这几名守在树林内等候的宇智波忍者也有些不解。现在几点了？9点整，时间刚刚好。这里就是大族长让我们来的地方，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啊。大族长究竟让我们在这等谁啊？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们都是悄悄出来的，若是太久不回去的话，被村子外子的警哨给发现了，可就麻烦了。呸！少说2句乌鸦嘴。哎，早知道当初就该和那些族人们一起叛逃出去的，哪怕再苦再危险，也好过继续待在村子里受这般鸟气啊。怎么，你们也是这么想的？谁不是啊？听说夏目君还领着那些族人们建立了新村，甚至和雾隐村结盟了。真想去看看属于我们一族的村子会是什么样子。总之一定比木叶好。哈哈，那是当然。要我说啊，大族长也早就该一起叛逃出去的，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木叶里。嘘，大族长的坏话可不能乱说，他应该也有自己的考虑吧。罢了罢了，等啥时候真过不下去了，大不了老子也叛逃出去，去那岩隐村看看。好，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就是不知道那边会不会收留我们啊？毕竟当初我们可是拒绝过一次叛逃的。这几名宇智波忍者一边闲聊一边放声爽朗笑道。比起木叶内，这外面确实令他们放开了拘束，畅所欲言。只不过聊到最后，几人都不免微微担心着，
担心着自己等人哪怕叛逃出去，也会被岩隐村拒之门外。而就在这时，几人话音未落，不远处的丛林阴影中却陡然传出了一道爽笑声：“哈哈哈！你们放心，岩隐村绝不会拒绝你们的，那里即是我们一族的真正的家。”几人一惊，连忙循声看去，这才看见一名年轻的少年正抱着一只小乌龟，从树林阴影中缓缓走出。夏木，是夏木君，大族长让我们见的人居然是夏木君，这是要让我们和岩隐村对接吗？此刻，这5名宇智波忍者看到夏木后，纷纷一惊，随即大喜。毕竟这几天内，有关岩隐村和雾隐村结盟的好消息几乎传遍了木叶。身为宇智波一族的人，也正如他们心中期望的那样，谁不去想去那个自家人建立的新隐村瞅瞅啊？因此，得到这位名声赫赫的夏木君亲口承认后，几人更是惊喜万分，皆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瞅瞅了。只不过，不等几人美滋滋的迎上去，惊便顿起。只见一只手提着那只小乌龟的夏木，另一只手竟直接单手结印，施展忍术，影分身之术、水分身之术、变身术、自缚术。操！下一刻，数十道相貌身高不一的身影，一个接一个从夏木身后的森林阴影中浮现而出。同时间，5把锐利的苦无也从树林内陡然激射而出，直指他们。这5名宇智波忍者心中一惊，根本无法理解为何夏木君会突然对他们出手。只不过此刻他们也都被夏木的自缚术瞬间定住了身形，难以动弹，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那5把苦无破空袭来。咻咻咻，噗噗噗，5道闷声响起，5把匕首精准地刺入了5人的胸膛，随即5人应声栽倒在地。与此同时，正潜伏在远处的一众木叶根部忍者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变给吓懵了。报告，目标已出现，对方正在和宇智波忍者接触，只有一人看不清对方的模样，不过应该是岩隐村派来接应的叛徒。很好，鱼儿上钩了，各个小队注意，加快合围速度，绝不能让他们跑了。等等，目标不止一人，1、2、3、4，操！目标身后出现大量不明忍者，人数极多，不对劲，岩隐村哪来的这么多忍者？这是准备反攻木叶吗？眼瞅着远处那突然冒出来的数十道身影，这名根部队长也不由面色巨变。显然，突如其来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和掌控。但不等他做出反应，便又猛然看到那5名宇智波忍者被苦无命中，瞬间倒地的一幕。他们杀了那5名宇智波忍者！该死，他们疯了吗？他们不是岩隐村的宇智波叛忍吗？怎么会在自相残杀？不好，情报有误，他们可能不是岩隐村的忍者，有可能是其他隐村的忍者，是嫡系！快去通知团藏大人！这位根部队长大吼道。此刻也顾不得什么暴露不暴露了，那数十名忍者若真是其他忍村来袭击的敌人，那木叶今天可就危险了。这种时候，谁还在乎那几名小小的宇智波叛徒啊？白眼？谁有白眼？快给我看看那边究竟是哪一家的忍者！听此，这批根部忍者中仅有的2名白眼忍者连忙开眼，并看向了远方，将1公里多外的情景尽收眼底。同时，靠着白眼那特殊的查克拉洞察能力，这2名根部忍者也迅速窥探到了真相，发现了那数十道身影并非实体，似乎有好大一部分都是分身术制造的分身。注：普通白眼看不穿影分身，这是个陷阱，他们在虚张声势，都是假象，那些不是真人。其中一名白眼忍者大吼道，可他还未说完，便又猛然看到了某种极恐之物，令他瞬间卡壳，脸色巨变，并满脸惊恐地嘶吼道：不好，是尾兽，快逃！数秒前，看着面前5人倒地，夏目也微扬嘴角，似乎非常满意。接着单手提起怀中的3尾肌斧，并拍了拍他的小脑袋，命令道：喂，听得懂我说话吧？快对着那边给我吐一发尾兽玉，搞快点，吐慢的话今晚就拿你来煲汤。3尾肌斧，显然肌斧根本就没有拒绝的权利，立即委屈巴巴地张开了小嘴，开始凝聚起了尾兽玉。很快，在煲汤的威胁下，不过3、4秒，肌斧便凝聚出了一发浑厚巨大的尾兽玉。下一刻，夏目提着肌斧瞄准了方向，直接将这颗尾兽玉喷射了出去。太快了，太意外了！远处的一众根部忍者怎么也没想到，对面居然有着一只尾兽，而且还二话不说就朝着他们射了一颗尾兽玉。那可是尾兽的最大奥义啊，随便一发就能摧毁掉一座或者好几座大山。在火影前期，这可是连无影都挡不住的绝杀之招，以至于这一大批根部忍者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更来不及躲避，那紫黑色的巨大尾兽玉便迅速飞越了上千米的距离，瞬息而至，直接在一众根部忍者的正上方陡然爆开。下一刻，橘红色的赤光轰然升起，就如同太阳坠势一般，瞬间吞噬了周围的一切。强烈的光芒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狂暴的冲击波四散阔去，将无数大树连根拔起，吹起无边飓风。巨大的轰鸣声、震荡声，甚至隔着10余公里外都能清晰感受到。尾兽玉之威确实不是吹出来，更何况这还是某只小乌龟在生命胁迫下的全力爆发，自然声势浩大，威力骇人。此刻看着远处升起的那一大朵橘红色光球，以及随之爆开的巨大蘑菇云，夏目也颇为满意，并伸手摸了摸3尾肌斧的龟头，赞许道：啧，干得不错，你还是有点用处的嘛。
三尾也连忙主动用自己的龟头蹭了蹭，很是顺从的样子。毕竟他很清楚，不听话的下场必然很惨。更何况这个人类小鬼可是有着万花筒写轮眼的，就算自己不听话，还不是得被幻术控制，继续照做，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权利啊。那句俗话说得好，既然无法反抗，就好好享受吧。也许配合一点，换个姿势，还会更舒服一点呢。远处的尾兽域爆炸余威还在扩散，那一批50多名根部忍者，除了少数几名提前散开戒备的幸运儿以外，其余的全都被笼罩进了爆炸中心。不说十死无生，绝对是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了。要知道，这可全是根部的精锐骨干啊！这一波团灭后，未来的好几年内，根部必然元气大伤，再无力兴风作浪了。而这便是夏目需要的效果了。也不枉自己特意设计，用这5名宇智波忍者做诱饵，将团藏那老贼骗上了鱼钩。不然，想要将50多名根部精英汇聚在一起，直接一锅端掉，可不容易。总之，还是得多谢那位郭颖大人的鼎力支持了。只可惜，团藏那老贼学乖了，这次没有亲自到场，不然刚刚那发尾兽玉，说不定还能将他也一波带走，那就更好不过了。当然，事实上，以夏目现在的实力，哪怕不依靠三尾，不靠着尾兽玉，也能迅速秒杀掉那一批根部忍者。而之所以特意用尾兽玉攻击，不过是为了隐藏身份，继续栽赃陷害罢了。毕竟夏目也很清楚，自己刚刚在木叶村内的行动虽然成功了，但也算不上滴水不漏。无论是孤儿院的失火，还是备用金库的失窃，只要木叶深究下去，自己和岩隐村依旧会是第一嫌疑人。若是此刻还在村子外展露真身，开启须佐，秒杀一众根部忍者的话，那更是不打自招了。可如果用尾兽和尾兽玉来攻击，情况瞬间就不一样了。毕竟众所皆知，只有5大隐村和龙隐村掌握着尾兽和人柱力，自家岩隐村哪来的尾兽呢？因此，一旦木叶遭受尾兽袭击，便会理所应当的将怀疑对象转移到其他几大隐村上，大大降低自家的嫌疑。之后再稍稍挑拨一下，说不定很快就能掀起新一轮的隐村大战，从而让自家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妙哉？而这才是夏目动用三尾释放尾兽玉攻击的根本原因。反正木叶村里也没人知道三尾在自己手上，至于刚刚变出的一大堆分身，也是为了欺骗木叶忍者祸水东引罢了。现在看来，整个计划还是非常顺利的嘛。眼见计划成功，夏目也不再犹豫，立即让分身将面前的5名宇智波忍者扶了起来，并解开了对他们的控制。下一刻，5人猛吸一口气，连忙爬了起来，并一脸懵逼地看了看夏目，又看了看身后的巨大爆炸，心中充满了疑惑。显然，刚刚这5名宇智波忍者暴毙倒地的一幕，也不过是夏目的演戏罢了。那几把苦无根本就没有刺中几人的要害，他们的轰然倒地，也都是夏目用自负术演绎出的假象而已。时间紧迫，夏目也顾不得和5人解释什么了，直接从空间卷轴内取出了5具早就准备的代替尸体，丢在地上。这几具尸体的双眼早已被扣掉，且全身都被烧焦，无法分辨面容，用来伪装成这5名宇智波族人，正好不过了。接着，夏目没有迟疑，立即带着这5名还在发懵的族人施展飞雷神之术，再次瞬移消失，离开了此地。尾兽域的爆炸实在声势浩大，以至于木叶村内大地都猛地晃动了一下，惊醒了无数正在熟睡的村民。那耀眼的爆炸光芒将大半个村子的天际都映得橘红发亮，如此惊变更是令不少人瞬间回忆起来了7年前的那个恐怖夜晚，回忆起了那只肆虐疯狂，给木叶带来沉重打击的可怕九尾。同时间，村子外围的瞭望台上，看着远处陡然升起的惊天爆炸，感受着那磅礴骇人的尾兽查克拉气息，坐在轮椅上的团藏也不由嘴角猛然一抽，神色巨变。那是尾兽的攻击？怎么会有尾兽？又那小子提供是假情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些宇智波叛人不可能有尾兽，难不成是别的隐村突袭来了？等等，该死！那我的人岂不全没了？团藏心中大骇，牙刺欲裂，心中惊恐地猜测道。为了这次行动，他可是将手里的血本都压进去了。那第一梯队中的50多人更是有着近一半的伤人，若真是莫名其妙的被尾兽团灭的话，他只怕得亏到吐血呀！当然，惊骇之余，团藏心中也暗暗庆幸着，还好自己没有贸然出击，不然说不定现在也葬身在那颗尾兽玉爆炸之中了。刷刷，很快2道身影迅速落在了团藏身前，无比紧张的戒备道：“团藏大人，我们快带我退回村子！另外，让第2梯队的人全部退回来，疑似有外村袭击，先退回去村子，再做打算。”团藏稳着一口气，佯装沉着的指挥道：“不论第1梯队那边情况如何，是否被团灭，既然有尾兽袭击，那自己更不能再让剩下的人手去冒险了。真要是将人手都赔光了，自己之后拿什么争火影之位啊？都苟了这么多年了，他对于总之一道还是很有经验的。尾兽入侵这种大事，还是交给袁飞去应对吧。”遵命！这2名忠心耿耿的根部忍者没有丝毫的迟疑，立即抬着轮椅和团藏向着村子内退去。同样的，木叶的一角，宇智波一族的废墟驻地中，傅月也被震动惊醒，连忙跳上房顶，远远地看着村外升起的那一大圈璀璨橘光爆炸。这位傅月大族长也微微一愣，心中一惊，同样以为是敌村袭来了。接着随之一想，这才恍然，并忍不住的淡淡一笑，暗暗唏嘘道：“那小子也太疯狂了吧！这下可算是把事情闹大了。
不过也好，也许战争一来，村子也就没工夫来针对我们一族了，甚至还得好好仰仗我们了。同时，临时搭建的木屋内，刚刚睡下被吵醒了的二柱子也迷迷糊糊的跑了出来，并好奇的抬头对着傅月问道：“爸爸，你怎么站在屋顶上啊？你在看什么啊？”傅月低头看了看年幼的佐助，心情不错的他也罕见的开起了玩笑：“看烟花呢，村子外有人在放大烟花。”佐助一乐，也兴奋的嚷嚷道：“我也要看，我也要看！”木叶的骚动整整持续了一晚上，无论是村里的火灾还是村外的爆炸，都令无数村民惴惴不安，心惊胆战了一个晚上，疯狂的猜测着是不是又要打仗了。万幸一夜惊涛骇浪过去，村子并没再受到什么攻击，令无数人稍稍安心了几分。只不过随着孤儿院那边火灾的消停，其隐藏的阴暗也显露了出来，再次引起了一片震荡。毕竟无论在哪个隐村，忍者的阵亡都是很高的，若是在战争期间，阵亡率还得再翻上好几倍，也因此造就了大量的孤儿。本来这些孤儿都会统一由村子或者孤儿院收养的，也算是给那些牺牲的英雄忍者们一个保障与交代。可现在呢，孤儿院被烧，下面的血腥实验室暴露无遗，村民们这才发现，这哪是孤儿院啊，根本就是一个吃人不见骨头的魔窟。眼瞅着那一具具孩童尸骨被挖了出来，围观的一众村民都眼红了，都怒了。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忍者愿意看到自己在外面为村子拼死拼活，反而当自己阵亡了，孩子被送入孤儿院，还变成了根部的试验牺牲品，被他们反复折磨训练致死，亦或是被他们培养成一名名没有感情的死士，这谁能忍啊？以至于很快不少忍者就为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要求严查孤儿院，严惩幕后黑手。毕竟村外的战斗太远，反正村子没有多大伤亡，对大多村民来说意义不大，反倒是这近在咫尺的孤儿院问题，事关每一个忍者的后代安危。两者相比，众人自然更加在意后者一些。与此同时，比起下层村民的义愤填膺，此刻的木叶高层也急得一片焦头烂额。昨夜发生的大事实在太多了，孤儿院被毁，备用金库失窃，高层顾问暴毙，疑似外村委受袭击，随便一件都足够木叶的行政部为之头疼不已了。可现在却全部叠加在了一起，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此刻满头白发，一脸愁容，精神萎靡的三代目火影元飞也正独坐在火影办公室内，暗暗叹息着。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任职期内总能发生这么多臭事啊？也只怪自己老了，而且没有初代大人那般的威望和实力，不然谁敢惦记自家木叶啊？唉，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进来。一名暗部忍者进入，并单膝跪地，取下了面具。哦，是卡卡西啊，都统计好了吗？暗部和根是伤亡如何？袁飞收敛了神色，佯装镇定地问道。卡卡西低头迅速汇报道：村子内暗部忍者阵亡11名，村子外暗部忍者阵亡8名，根部忍者阵亡46名。死！袁飞暗吸一口冷气，面色更黑3分。如此损失还是3战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了。暗部暂且不论，这一次怕是绝对将根的脊骨都打断了。团藏手下现在怕是连一半可用的人手都没了吧？备用金库失窃那边有盗贼的线索了吗？没。卡卡西摇头。暗部已经将金库和备用金库那边从里到外掘地3尺的搜索了一遍，并且出动了各种人犬、忍兽来辅助搜寻，奈何依旧没有丝毫线索，就好像那些窃贼能完全凭空消失的一般。听此，袁飞眉头大皱，这已经是金库的第2次失窃了。然而这次连窃贼是谁都知道，只能模糊的推断，或许有小组织的身影。再加上自家还为此惨死了一大顾问，如此窝囊，整个木叶的脸都要丢光了。他如何不气？唉，有关昨夜村外的袭击呢？卡卡西连忙递上了一叠报告，里面是暗部和根部联合昨夜的残存忍者对整个事件的一份具体还原报告。袁飞接过报告，细细翻阅，好一会后，才悠悠地吐出一口浊气，神色复杂。毕竟单从这份报告来看，昨夜发生的袭击实在太离谱了。又的主动告密，宇智波忍者的秘密叛逃，团藏和根的设计伏击，突然冒出来的尾兽袭击，这些事件串在一起，简直比忍界大战还离谱。这里面的巧合实在太多了。本来袁飞还怀疑着村外袭击的那伙人和盗窃备用金库的人之间大有联系的，可现在看来，这背后的关联愈发扑朔迷离了呀。最关键的还是，忙活了一夜，自家这边竟连任何一股敌人的身份都探究不出来，实在太被动了。卡卡西，你怎么看？你觉得这几起袭击事件有关联吗？袁飞主动询问起了卡卡西，希望借助他的精明头脑理一理其中的关系。孤儿院那边我分析不出来，但备用金库失窃和村子外的袭击应该不是同一伙人。若两者都是同一拨人，那么他们既然能够悄无声息地潜入村子，那根本就不需要在村外发动攻击，直接带着人助力或者尾兽在村子内发动奇袭，必然能造成更大伤亡。因此我猜测，村外的那伙人应该是其他隐村派出的袭击部队，只不过恰好撞见了宇智波一族那准备叛逃的几人，这才将5人迅速灭口。随后他们才陡然发现5人后方居然还跟着大批根部忍者，于是乎以为突袭暴露了，只得匆匆用尾兽域发动攻击，然后迅速撤离了。卡卡西说出了自己的推断，这也是他认为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了。毕竟他们根本知道有人已经习得了飞雷神之术，可以轻而易举的在村内村外反复横跳。听此，
袁飞微微点头，在他看来，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猜测，条理清晰地解释了这场虎头蛇尾的袭击中的疑点。袁飞，那5人确定是宇智波的忍者吗？卡卡西，不敢确定，他们的尸体都被大面积烧伤，无法辨认面部，但5人的双眼都被挖走，若非是为了收集血轮眼，一般也不会刻意挖走尸体的双眼的。好，我明白了。袁飞点头一声，并沉默了起来，一边敲击着木桌，一边绞尽脑汁地思索着，开始在脑海中一一匹对着5大隐村的嫌疑。既然有尾兽参战，毫无疑问，嫌疑范围已经被锁定在了其他4大隐村和龙隐村之间。本该嫌疑最大的宇智波岩隐村直接排除在外。其次，龙隐村虽然有尾兽，但只是个小隐村，除非吃了雄心豹子胆才敢来冒犯木叶，因此其嫌疑也不大。再接着，袁飞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岩隐村结盟的雾隐村，可雾隐村这巨变是发生在3天前的，那边的消息也是昨天才堪堪传回村里的。偌大一个隐村发生了政变、水影暴毙、权力更替等等大事，必然有着一大堆政务等待处理，怎么可能马不停蹄地组织人手，出动人助力来袭击木叶呢？2天时间，中间还隔着一片海洋，雾隐村的忍者根本就来不及赶到木叶吧。因此，袁飞这才将雾隐村排除在了怀疑之外。剩下的嫌疑最大的便是岩隐村、云隐村和沙隐村3家了呀！该死，究竟是哪一家啊？袁飞眉头大皱，喃喃自语地猜测道。带着5名新加入的族人以及野乃羽等人，夏目直接瞬移回了千里之外的岩隐村。反正战斗已经结束，也不必过于顾虑查克拉的消耗了。回到自家村子后，野乃羽自然满心欢喜地将那些解救出来的孤儿们送去新修孤儿院安置了，而这5名新来的族人也被夏目命人带下去安顿了。不过想来今夜带给他们的震撼，估计也得好久一会才能缓过来了。支走了这些人后，夏目也放下了包袱，来到了后院的温泉池旁，2个火炖下去，一锅泉水便温热了起来，冒出了股股白烟。夏目一跃而入，躺进了池子内，同时某只小海龟也悄咪咪地挣脱了夏目的魔爪，独自游到了池子边，准备躲远一点，毕竟再让夏目蹭下去，他的龟头皮都要被蹭破了呀。呼，舒坦，真鸡巴的舒坦啊！夏目泡着热水，爽朗一声，煞是惬意，也不知道是因为温泉舒服，还是为今夜的顺利行动而感慨。啧，这下木叶那边怕是已经吓坏了吧？尾兽贴脸，也该让他们慌一慌了。夏目乐呵的唏嘘道。后期暂且不论，反正这个时期中尾兽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接着又细细回忆了一遍全过程，确定没有纰漏后，夏目这才兴奋冲冲地闭上了双眼，将意识潜入了系统，准备起了新一次挥霍。宿主夏目，属性火、水、风、雷、土、阴，查克拉72卡，忍术非雷神之术 S 级，时空忍术8门遁甲之阵 S 级，体术灵化之术 S 级，灵魂忍术血祭献界血轮眼永恒万花筒，体术千年杀千岩刀，特殊技能查克拉提取之法，特殊武器昆羽刀。目前余额10892金币。看着这足足1万金币，夏目也再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果然还是木叶好啊，5大隐村之首就是富得流油啊！3个备用金库，仅其中1个就存了整整4000万两，这还不算自己第一次顺走的7000万两，果然比岩隐村有钱多了。如此生机勃勃的韭菜实在难得呀！以后等木叶养肥了再继续宰吧。些许感慨后，夏目也不迟疑，直接进入了系统商城，将另一样心仪已久的强大能力当场兑换。请问是否支付1万金币兑换仙人体？确认。本来夏目也犹豫过是否要兑换拥有不死之力的邪神体、尾兽体等等的，但考虑到忍界的封印术之风盛行，最后还是选择了对整体实力提升更加明显的仙人体。下一刻，1万金币再次如雪花般飘散，同时间系统对夏目的身体改造也瞬间开始。在不可名状的伟力下，夏目的全身躯体细胞都迅速改造进化升华着，细胞活力、骨骼硬度、肌肉韧性等等都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远超之前大蛇丸替自己移植柱间细胞的那一次。甚至体内那少许不完整的柱间细胞也被全部同化吞噬，尽数化为了独属于夏目的纯正仙人体细胞。其实仙人体的能力很朴实，只有3点： 1. 堪比尾兽级别的海量查克拉； 2. 强大的生命力和恢复力； 3. 过人的体魄强度。而且在这3点的加持下，任何普通忍术都能在仙人体手中化腐朽为神奇。忍术的威力确实可以查克拉的多寡挂钩，但仅仅靠查克拉的多少来衡量战力，绝对是谬论。就好像火影前期鸣人金时3代火影金武，鸣人能打赢3代吗？4代雷影也拥有尾兽级别的查克拉，还拥有超越柱间的速度，可他打得过柱间吗？再比如初代火影柱间的木盾，除了能压制尾兽这一点非常变态之外，不论攻击还是防御，其实都算不上极致，主要强大在功能丰富、控制力强且能力全面。而后期的斑爷也拥有木盾的能力，但双方认真打起来后，初代用木盾，斑爷用的还是须佐能乎，因此也就证明了强大不是木盾，而是初代火影，是他的仙人体。简而言之，即使是同样的忍术，消耗同样多的查克拉，拥有仙人体所施展出的威力必然远超普通忍者，这才是仙人体的最可怕之处。这次的全身改造比以往漫长多了，足足持续近10分钟才堪堪结束。
刚刚一结束，夏目便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身体内那堪称恐怖的实力与查克拉提升，以及那超出常人好几十倍的细胞活性。只感觉以自己现在这状态，一夜10次，嗨，一夜7次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同时，恐怖的实力增幅也令夏目忍不住的想尝试一下。下一刻，夏目微微屈指一弹，铮，狂暴的查克拉宣泄而出，直接将整个池子内的泉水全部震散，纷纷漂浮而起，形成了一大片朦胧梦幻的七彩悬浮雪花。接着，无尽的雪花又迅速汇聚成了一颗巨大的水球，并迅速螺旋转动着。显然，拥有着仙人体之后，夏目对于查克拉的形态变化和性质间的转换造诣，更是瞬间拔高了一大截。仅需一念，便可轻易操控查克拉的变化与转换，堪称离谱。而如此魔幻的一幕，以及夏目瞬间暴涨的恐怖气息，更是吓得某只三尾躲在池底瑟瑟发抖着。哗！夏目散开了这股查克拉，巨大水球坠落，再次化为了一池泉水。接着，夏目也赶紧兴奋地点开了系统个人面板，查看了起来。宿主夏目，属性火、水、风、雷、土、阴、阳，查克拉1800卡，忍术非雷神之术 S 级，时空忍术八门遁甲之阵 S 级，体术灵化之术 S 级，灵魂忍术血祭献界血轮眼永恒万花筒轮回眼18%，体术千年杀千岩刀，特殊技能查克拉提取之法，特殊武器昆羽刀，目前余额892金币。此刻看着系统模板上的1800卡，又感受着体内那宛如汪洋一般的浩瀚查克拉，夏目再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家伙，与之前移植筑间细胞的2倍增幅相比，这次完整的仙人体直接让夏目的查克拉翻了足足50倍，1800卡呀，堪比尾兽级的查克拉储备了呀！甚至1尾到7尾都不一定有如此海量的查克拉。而且夏目很清楚，这还不是自己这具仙人体的极限，只要勤加锻炼，继续挖掘身体的潜力，必然还能继续突破，继续变强。哪怕将查克拉的增幅量推升到上百倍，也不是可能。毕竟，无论是曾经的仙人之子阿修罗，还是初代火影筑间，都并不是生下来就强无敌的，也是靠着一步步的锻炼与开发，这才获得了登峰造极的力量。可见仙人体的潜力确实惊人。当然，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增幅以外，系统个人模板上的那无比显眼的轮回眼进度18%，也令夏目颇为在意。仙人体外加永恒万花筒血轮眼，夏目估计自己的综合实力已经处于超影级中上水准了。就算与巅峰时期的筑间和斑野相比，应该也差不了太远。当然，真要和那2位纵横战国时期、实战经验丰富无比、武技高超绝伦的挂壁对比，必然还有不少差距的。哪怕拥有着同等实力、年仅10岁的夏目，估计也不是那2人的对手。这并非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实话实说罢了。也只有意识到了自己的短处，才能更好弥补短板，提升自己。不过，总的来说，以自己现在的实力，纵横整个忍界，基本绰绰有余了。接下来，也该好好沉淀熟悉一下最近这连番暴涨的实力了。只不过，在沉淀之前，自己好不容易在木叶那边闹了一圈，让小组织让其他几大隐村背了那么多黑锅，怎么也得让这些袭击发挥点作用嘛。这个时期的忍界还是过于和平了一些啊。而自家隐村想要崛起，唯有搅乱整个忍界，搅乱这一池河水，才能乘风而起，趁势得利。想来木叶现在绝对怒火中烧，风声鹤唳着吧，就只差自己的临门一脚就该全面爆发了。至于这最后一脚，估计也该抵达木叶了。正如夏目所预料的，此刻的木叶确实情况不容乐观，大量的抗议村民围聚到了火影办公大楼前，要求查清真相，严惩孤儿院幕后黑手。一时间更令木叶高层压力倍增。本来若只是孤儿院暴雷，影响还至于这么大，可再加上顾问惨死、金库失窃、尾兽入侵，且都打到自家村门口了，等等一系列的惊变，直接使大半个木叶都心弦紧绷，惶恐不安，生怕着什么时候就要再次爆发战争了。而且一旦打仗，必然会死人，必然会增加孤儿。看木叶现在这样，孤儿院都成魔窟了，谁还敢在战场上拼命啊？不怕自己的儿子也被送进魔窟啊？那些忍者大家族的子嗣还好，父母阵亡后可以由家族代养孤，可绝大部分平民忍者哪有这般待遇啊？一旦身死，自己的儿子女儿还不是得送进孤儿院，然后任由别人欺负？没看曾经威名赫赫的4代目火影水门，现如今的儿子都被排挤成那样了吗？因此，在众多平民忍者眼中，查清真相，严惩黑手，自然也变成了首要目的，不然他们连打仗都不安心啊。对此，不少忍者大族也纷纷保持观望态度。毕竟最近几年，木叶暗部根部的膨胀，以及对于不少忍者家族的打压，实在有些过分。而宇智波一族的分裂与惨状，便是前车之鉴。因此，这些大家族也不介意趁机逼宫一下木叶高层，给他们带去一些压力。此刻，火影办公室内，年迈的3代目火影元飞正站在窗户前，低头看着下方那一大片群情激愤的抗议忍者，倾听着那一片冗杂的控诉骂声。下面有多少人了？元飞皱着眉宇，痛心疾首地问道。这还是他继任火影之位这么多年，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抗议啊！已经超过700人了。一名暗部队员迅速回答道：“火影大人，需要出手驱散这些人吗？”元飞摇了摇头：“不必，他们的诉求本就是合理的。关于孤儿院的问题，确实该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了根部和暗部，
让你们出面只会加剧矛盾。基本的是否判断能力，袁飞还是有的，并未采取暴力驱逐的手段来对待这些抗议的村民，以免催生出更大的暴动。总之，现在的木叶就仿佛一个火药桶一般，经不住任何刺激了。火影大人，那我们……唉，袁飞叹息一声，下令道：“让火影辅佐来一趟吧。”遵命。这名暗部忍者立即退开，去邀请着某位团藏大人了。很显然，在孤儿院爆雷后，袁飞立即就知晓了，其背后黑手必然是团藏，也只有他有能力、有机会、够狠心去干出如此残忍的事了。若是以往，小惩大戒一下也就罢了，可这一次，孤儿院对问题影响实在太大，已经惹恼了众怒。如此之多民众的怒火，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平息下来的。所以，袁飞刚刚才纠结着，可现在看来，为了平息众怒，必须得严惩一下团藏和根部了呀。很快，坐在轮椅上的团藏便被推入了火影办公室，接着，其余护卫纷纷退出，并主动关上了门。仅仅片刻，办公室内就又传出了那熟悉的争执声。团藏、日斩，争执足足持续了近10分钟，才堪堪结束。而且，比起以往，这一次袁飞明显更为气愤。若非看着团藏双腿已废且伤势未愈，他都想出手暴揍团藏一顿了。要知道，团藏和他的根部之前确实替村子处理不少阴案，背下了不少黑锅。但你看看最近呢，逼得宇智波一族谋反是他，葬送了好几十名根部精英忍者也是他，甚至暗中侵蚀孤儿院，引得这场浩大抗议的更是他。事到如今，袁飞也不能再包庇他了。团藏，这次事件闹得太大，已经不能再纵容你了。从此刻起，正式解除你火影辅佐一职。可是日斩，团藏猛然一震，非常不甘，连忙就想辩解。可这一次，袁飞却非常决绝，直接呵斥道：“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这也是为了你好。另外，根部的那些非人训练也都停掉吧。同时，没有我的指令，根部不许再参与任何行动。安抚民众并孤儿院重建的事，我会亲自负责的。对你的处置之后，也会正式下达全村。在那之前，你也将禁足在家，好好反省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吧。”袁飞到底还是火影，对于身为火影辅佐的团藏，有着近乎绝对的支配。一句话，几句政令就能直接剥夺了团藏的大半实权。毕竟袁飞很清楚，没有什么处罚比剥夺实际权力更令团藏痛苦了的。可以预见，失去了火影辅佐之位以及根部的实际指挥权后，团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如同失去见识的公母一般，再难生事。不过，这个处罚虽重，但也是为了团藏着想，不然外面那数百名愤怒的抗议者，怕不是就会生撕了团藏。昨夜，袁飞他已经失去小春了，实在不想再失去一位老战友了呀。听到袁飞对自己的严惩后，团藏的脸都差点气绿了。一直野心勃勃，渴望登上火影之位的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手中权力的流逝，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啊。但还是那句话，袁飞在的一天，他就只能被动接受。想要将袁飞压下去，坐在对方身上，那是必不可能。攻就是攻，受就是受，改不了的。可真要他接受处罚，主动放弃一切权利，更是不可能的。自己还没当上火影，更还没宰了夏目那个小鬼报仇呢，他岂能放手？可看今天这样子，日斩似乎是铁了心要搞自己，只靠嘴巴怕是不行了，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呀。随后，团藏一咬牙，还是做出了决定。我知道昨夜袭击村子的敌人是谁。团藏一开口，就立即吸引了袁飞的注意力。站在整个村子的角度来看，平息抗议村民的怒火确实很重要。可查清昨夜袭击者的身份，避免村子再次遭受袭击更为重要。毕竟，前者很有可能让村子大乱，可后者那是有可能倾覆整个村子的。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因此，身为火影的袁飞，更是比任何人都迫切的想要知道袭击者的真实身份。是岩隐村？岩隐村有证据吗？袁飞惊呼一声，皱眉疑惑道：“没有证据，他可是不会贸然相信的。”团藏挪了挪轮椅上的屁股，从身下抽出了一卷卷轴，递给了袁飞。袁飞一眼就认出了，如此细小加密卷轴，必然是根部用来传递绝密消息的。上面设有复杂的忍术禁制，只有知晓解密手法的人才能安全解读。用暴力拆卸的话，只会连同内部的绝密消息一同损坏，算是忍界中传递机密情报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方式之一了。密轴已经被打开过一次了，无需再解。袁飞直接拉开密轴，阅读着。很快，当他看清了其中的消息后，也不由面色一变，陡然一惊。这是我安插岩隐村的一名间谍貌似传回来的消息，上面记载的就是岩隐村准备趁机对我村发动突袭的情报。密轴今日凌晨才到我手中，是完好的，除了我以外，没人知晓解密手法，基本杜绝了假传消息的可能。团藏淡定地解释道。事实上，这密轴便是都准备的。当初在得知了岩隐村的阴谋后，他第一时间就封好了密轴，准备送往木叶，结果却被夏目救了下来。而这卷未曾开封的密轴，自然也落到了夏目手中。直到前日，夏目才假借大蛇丸之手，将这卷密轴悄悄送回到了团藏手上。因此，在团藏看来，这分明就是大蛇丸完成了与自己的合作，替自己除掉了都和野乃羽，并带回了这卷密轴。因此，当看到这个情报后，差点没将团藏气死。因为在他眼中，就是这群狗日的岩忍坏了自己好事，不然昨晚自己早就埋伏到那些宇智波叛人，将他们一网打尽了。而现在不但好处没吃到，反而舔了一嘴的屎，令他的根部损失过半。他如何不气？
得到解释后，袁飞也沉默了，并看向了团藏，神色严肃，死死瞪住。好一会儿后，这才收回了目光。他承认团藏确实有不少小毛病，但在事关村子的安危问题上，他从未欺骗过自己。他和自己一样，都是爱着村子的，不然这么多年以来，袁飞也不可能只因为一个老相识的身份，就让团藏担任火影辅佐，并给予他如此之大的实权。更何况，除非团藏脑子被门夹了，才会不惜拿50多名根部精英的性命去伪造这样一个假消息，那不值得，更不划算。因此，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而这卷密轴上的情报，再加上这昨夜发生的袭击，如此看来，几乎有98%的可能，岩隐村就是真凶。再加上传言中，岩隐村似乎和小组织也有着相互利用的关系，虽然还无法证实，但结合诸多细节来看，真凶是谁，确实已经板上钉钉了。念此，袁飞更是眉头大皱，怒从心生。半年前，第3次忍界大战神无皮桥之战，木叶就已经和岩隐结下了死仇，自己那位优秀的徒曾孙代土也是死在那一战之中。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家没有去找岩隐的麻烦，他们却不知死活的先对木叶出手了，实在可恶。袁飞真是恨不得立即点兵巨将，杀向岩隐村，一雪前仇。可好不容易和平了这么久，他是真不想将村子再次拖入战争的泥潭啊！没有人比他更懂战争的残忍与血腥了。不过就在袁飞迟疑之际，团藏却陡然大声呵斥着：“日斩，这一次你还要隐忍下去吗？还要懦弱下去吗？他们已经打到村子门口，下一次或许那颗尾兽玉就该在村子里爆炸了。你究竟还在犹豫什么？你要眼看着木叶覆灭吗？”显然，团藏在怂恿着，在激励着袁飞，是为了村子，也是为了他的权利。毕竟大战一起，自己的根部必然就会有用武之地，自己也就不会失势了。甚至借着一场大战再登上火影之位也是不可能。团藏的呵斥确实推了一把团藏，令他狠心做出了决定，这也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做出主动出击的疯狂决定。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岩隐太过分了，都带着尾兽打到自家门口了，再忍下去，木叶怕是都得没了。哪怕是脾气再好的人，被骑在头上拉屎拉尿也忍不了啊！为了争一口气，为了保证村子的威名，也为了将来的和平，必须得主动出击，狠狠打一波了。不然，光是村民们此刻群情激愤的怒意都没法转移啊！派出人手散播消息，让自来也那家伙赶紧回来。明日我将亲自去一趟沙隐村，商讨结盟之事。等我回来，立即出兵岩隐村。既然他们要打，那就再来一场忍界大战吧。袁飞咬着牙，狠狠决断道。接连的惊变确实令木叶不得不做出了改变。当天中午，3代目火影袁飞亲自出面，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并给予所有抗议民众一份补贴，这才堪堪熄灭了民众的怒火，将聚集在火影大楼前的众多抗议者遣散回家了。同时，次日一早，木叶行政部连同火影办公室便发布了新的通告，针对孤儿院暴雷事件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并严厉惩处了其背后主使根部副统领。同时，御下不严的火影辅佐团藏也为之引咎辞职，勒令禁足在家。而且，新孤儿院的修建议程也迅速批准，并允许所有村民一同监视，以杜绝类似的事再次发生。当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所谓的主使根部副统领不过是被推出来背锅的罢了。毕竟这口大锅就连身为郭影的团藏都背不起啊，谁背谁死。不过在整个过程中，抗议群众得到了一笔补偿，新孤儿院也得以重建。围观的忍者大族们乐于看见根部吃亏，并借机打压了一波高层。木叶高层也平息了众怒，体现了公平公正，小小收获了一波人望，各方都得到了所需所求，也就没有人会去过分追查真正的黑手究竟是谁，又得到了怎样的处罚了。当然，从当天开始，比起底层村民，木叶中高层也开始疯狂忙碌了起来。一道道政令从火影办公室内传达出去，发放阵亡抚恤金，筹集备战资金，准备后勤物品，召回在外执行任务的忍者，重新布置村外哨岗等等。整个木叶都如同一座开始运转起来的庞大战争机器。而本质上，这所谓的隐村就是各个大国的战争利器，只不过在一代代忍者的付出和建设下，变得更像一个个村子罢了。尤其是村外的防备，袁飞几乎将手中剩余1半多的暗部忍者都全部派了出去，在村子外拉起了一条又一条预警线。总之，绝不能再出现昨晚那种的丑闻了。人家都带着尾兽突进到自家门口了，自家都未能及时发现，再来一次的话，那颗尾兽玉也就该落在村子里。因此，类似的疏漏必须立即弥补，着重加强防御。很快，一道道政令下达，整个木叶都开始运转起来后，袁飞也迅速抛开了手中的政务，仅带着2名护卫，直接秘密离开了村子，赶向了风之国沙隐村。与岩隐村开战已经是他定下的政策，必须得打。可袁飞也没有脑袋一热，不顾一切的直接开战。要知道，前几次忍界大战时，常常都是外村突然发动袭击，木叶被迫迎战，手忙脚乱，损失参重。这一次，为了获取胜利，为了不将村子过久的拖入战争泥潭，袁飞自然需要好好准备一下，而结盟便是其中的一条策略。毕竟一旦开战，无论局势占优还是战劣，盟友还有用的，哪怕不一定能出兵相助，也能唬唬人啊，增加点气势啊。你看那新建的岩隐村，就是拉上了雾隐村结盟，现在在全忍界一下名声大噪，搞得自家都不太好对岩隐村出手了。而这一次若是能让木叶和沙隐结盟，起码
接下来痛打岩隐村时就没有太多后顾之忧了。当然，之所以不选择云隐结盟，一来是因为云隐村更远，不方便配合；二来要知道，当初就是云隐的叛徒金角银角害死了元妃敬爱的二代目火影飞间大人，因此于情于理，元妃都不太想和云隐结盟。只不过考虑到自家木叶和那位杀影素老千代婆婆之间的杀子深仇，这一趟结盟之旅必然不会太轻松。万幸，现在杀影村掌权的是那位三代封印，并非是千代，因此一切还是有机会的。备用金库被盗，高层顾问身死，村外尾兽袭击，这些大事都在木叶的层层封锁下巧妙地隐藏了起来。虽然也传出了不少谣言与风声，但起码大部分村民和普通忍者并不知道实情。只不过如此重要的情报，再加上这2日村内的暗流涌动，想要瞒住一些忍者大族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出名的日向一族、朱鹿蝶三家、有女一族、犬种一族，还有被排挤的宇智波一族等等，都已经明显嗅到了大战将起的味道了，也纷纷悄咪咪地准备了起来。能从战国时代一直言传至今的忍者大族都不会太简单。当然，像千手一族、宇智波一族等等的没落，都是多方面因素与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宇智波一族驻地大族长的府邸内，宇智波富岳也正和宇智波八代密聊着。八代，前夜的尾兽袭击是夏目那小子干的吗？回大族长，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是的，夏目少爷未曾和我透露过任何有关情报，仅仅只让我将那个消息带给您了。八代摇了摇头，如实回答。富岳点头，没再深究，只笑着唏嘘道：那小子确实够谨慎啊，但这一次也闹得很大啊。尾兽都出动了，这是将哪个大隐村也拖下了水，看这样子把村子也吓急了，很快怕是又要开战了吧。对于开战，富岳、八代或是说所有宇智波族人都并不畏惧，毕竟比起在村子被监视、被歧视、被敌对，他们都更愿意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最起码哪怕战死了也还能获得一份荣誉，总比被木叶暗中处决掉要好太多了。而且当初也正是因为高层的命令，他们一族才没有参加九尾之夜的战斗，这才被许多村民排斥敌对。若是真的开战，大族长，那我们……八代低声询问道。说实话，绝大部分族人都对木叶没啥好感了，因此他也是真的不想再为木叶而战了。富岳微微皱眉，也有些迟疑。说实话，那一夜后，见识了木叶高层对宇智波一族的狠辣与冷血后，他也丧失了对村子的最后一丝好感了。不然这一次也就不会配合着夏目的行动，派出那5名诱饵族人了。不过就在富岳准备狠心同意，绝不再为木叶出力时，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某位大孝子又推门而进。见状，八代立即闭口不言，并对又露出了很是和善的微笑。毕竟没有这位大孝子的告密，之前的行动根本不可能成功，更不可能一波团灭根部精英，并直接打断根部的脊椎。如此大功臣，自然值得赞许。是佑啊，有什么事吗？富岳板着脸问道，依旧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佑数步上前，瞥了一眼八代，似乎已经忘了自己立下的大功，直接握着一卷密轴，将其递给了富岳。父亲，这是火影大人对您下达的秘密政令。哦，果然还是来了呀。富岳接过密轴，眯着眼感慨道。不用看，他也能猜出这道密令的大概内容了。这卷密令的内容很简单，要求富岳在即日起开始整备剩余宇智波一族内的忍者，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赶赴宇智波叛忍建立的岩隐村，阻击岩隐村，务必击杀20名以上的宇智波叛忍，并带回他们是尸首。如若不然，密令的口气和要求都极为严厉，和三代目火影元妃平日的风格大呼迥异。可见这一次小春的死、敌村尾兽的袭击都让他真的动怒了，为此这才特意下达了这道密令，就是要用宇智波一族剩下的力量，在木叶和岩隐大战时阻拦住岩隐村的行动，以免到时候大战时夏目那小子直接将自己家木叶给偷了。而且那至少20具尸体的硬指标也是元妃对富岳等人的鞭策，有这个指标在，不怕他们和岩隐村打不出真火气。不然的话，可别怪木叶对剩余在村子的宇智波族人下狠手了。富岳收起了这份密令，神色依旧，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一般，反而平静地看向了佑，问道：佑，前夜村子外发生的战斗你都知道了吧？都已知晓，这一次是我利用了你。我知道。佑神色平淡地回答道。富岳微惊，你是故意告知高层吗？是，不过这应该不是父亲大人你的意思。你知道是谁了？又瞥了一眼左侧的八代，没有回答，但已经不言而喻了。富岳眉头一挑，追问道：那你不应该再去告密一下吗？不，为什么？我本想试试，想再给根部一个机会，看看谁更厉害。结果呢？根部废了。然后呢？我想再选一次。做出选择了吗？还没。富岳和佑之间的哑谜对话，另一旁的八代越听越迷糊。不过其中的条理却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就是又想通过前夜的那场算计与反算计，再试一下，究竟是根部是团藏大人厉害，还是自己那位夏目堂弟更胜一筹。结果嘛，自然是夏目赢妈了，甚至直接废掉了大半个根部。如此一来，压在宇智波一族肩上，压在自己头上的根已经枯萎了，那么佑自然也该重新选择一下了。选择是继续为了村子效死，还是选择回归家族立场？事实上，站在族人的角度上来看，为了保全弟弟，保全木叶，从而决定对族人挥下屠刀的佑，确实可恶，确实可恨。
这没什么好洗白的。可人本就是复杂的，没有谁就是非黑即白的。换个人站在右的位置，同样夹在家族和村子之间，同样被根部、被团藏威胁着，也未必能做得更好。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毕竟，正如佑自己所说的一样，彼时才开万花筒写轮眼不久的他，确实在写轮眼的影响下变得自大，自以为能靠自己解决一切，让情绪左右了理智的判断，这才酿成了惨剧。可现在，在见识过了父亲和夏目堂弟的实力，见识了另一种解决之道后，他也逐渐放弃了原本执念。简单来说，就是被打击到了。毕竟，哪怕他此刻依旧遵从团藏的指令，屠灭掉剩下的所有族人，也无法影响到外面岩隐村和夏目等人啊。更何况，孤儿院才暴露出罪恶，也让佑对根部的观感大幅下降。他根本无法想象，若是自己屠灭了族人，只留下佐助一人，后使得佐助也被根部的魔爪控制侵蚀的话，那就太可怕了。显然，经历了这一连串的变故后，在村子和家族之间的选择又也开始动摇了。一番推心置腹后，这两位慈父孝子之间也陷入了罕见的沉默了。足足沉默了好几分钟，傅月才再次开口道：“哟，休息一阵吧，然后做好准备，随我一起去进攻岩隐村，去追杀那些背叛村子的族人叛人，也一起去看看你那夏目堂弟建立的新隐村究竟如何。等那之后再来决定吧。”傅月没有逼迫佑，反而再一次将选择权交给佑。当然，前提是先一起去岩隐村看看。遵命，多谢父亲大人。佑拜跪道谢一声，随后起身离去，并未停留。与此同时，日向宗家宽阔的训练道场内，一道娇小可爱的身影正在独自练习着柔拳，而雏田的旁边，作为宗家家主的日向日族正和其父两人一边闲聊，一边观看着雏田训练。日族悠悠道：“要打战了。”是啊，这一次火影大人非常决绝，或许就是因为顾问转请小春大人的死。嘘，有些事知道了也不要说出来。日向日族点头，并立即换了一个话题：“前夜我们阵亡了4名族人，遗体呢？”只寻回来了一句，有一句在孤儿院那边，那里烧焦的尸体太多，无法分辨。另外2句都在尾兽域下化为了烟粉。注意，不要让白眼再次遗失了。日向日族4人的笼中鸟咒印联系都已消失，确定必死无疑了。唉，也幸好都是分家的忍者。总之，若是接下来大战再起，可以注意好了，绝不能再像上次一样，让雾影侥幸夺得我们一族白眼了。日族该狠心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日向日族明白。就在这时，道场中央未能把握好查克拉流动的雏田，也不小心失衡栽倒在地，砰！屁股上传来的疼痛令年仅7岁的雏田鼻子一酸，眼眶湿润，差点没直接哭出来。但看着神色威严的父亲和爷爷，他还是强忍着痛楚，连忙站了起来。说实话，他的体术天赋很普通，也一直对体术的训练不太感兴趣。毕竟，除了宗家大小姐的身份以外，她也只是一名各方面都很平俗的普通邻家女孩啊。尽管很可爱，因此对于宗家的苛刻训练课程，她心中一直有些抵触。此刻看着自己长女雏田的失误，日向日族心中更是叹息一声，并继续板着脸呵斥道：“继续练，单纯的独自练习，进步甚微。日族找个人来陪雏田对练吧。”也好。日向日族点点头，踏出了道场，并很快带回来了另一名比雏田年龄稍大的少年日向宁次。宁次低着头，跟着宗家家主日向日族进入了道场之内，开始对练吧。是。宁次恭敬地回应一声，然后比起手势，看向了前面那位堂妹雏田，尽可能压制着心中的怨念，不让其表现出来。宁次哥哥，麻烦您了。对面的雏田有些局促，连忙礼貌地回应道。很快，2人就对练了起来。上千年来，日向一族一直遵从着嫡长子继承制度。日向日差和日向日族是双胞胎，就因为出生时间差了一点，日差便沦为分家，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到了雏田这，日向日族却不止一次的想要废长立幼，想让雏田的妹妹花火继位宗家。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废长立幼？为什么要违背祖训？总不能是因为日向雏田的天赋太好吧？因此，也足以看出在父亲的眼里，雏田的天赋有多差了。有一个笑话很写实，说的是火影里的天才大致可以分这么几种：佐助好火球，傅月不愧是我的儿子，看了一遍勤加练习就会了；又好火球，傅月不愧是我的儿子，看了一遍直接就会了。宁次八卦回天，日族谁教他的？当然不是断定宁次的天赋一定比佑强，只是证明了身为分家的族人在白眼被限制的情况下，在近乎放养的状态，宁次不到13岁就无师自通了八卦64掌。而身为宗家长女的雏田，享受着最好的资源、最优越的指导。4战时依靠鸣人的刺激、宁次的托梦等一大通铺垫之后，才终于打出了64掌，且没打死一个小怪。双方之间的天赋差距可见一斑。因此10余次的对练中，宁次全部非常轻松地击败了雏田，甚至他还刻意保留了绝大部分的实力，以免真的伤及这位宗家大小姐。不知不觉1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宁次厌烦了，他实在不想再继续花费自己宝贵的训练时间来陪这位雏田大小姐过家家了。唉，宁次哥哥，家主大人，换别人来当陪练应该也没问题吧？请允许我去进行自己的训练吧。毕竟自从4年前父亲死亡后，也就只有繁重的训练能让他的心稍稍平静一些，从而不再过分痛恨着宗家与分家之别了。不行，还没结束，继续。日向日族抱着双手冷声回应道：拜托你了，
宁次哥哥，雏田连忙请求道。善良的他并不想看见宁次哥哥继续与父亲大人争执。星号，宁次暗哼一声，心中长期积攒的不满也悄悄升起。我知道了。下一回合中，宁次轻松一掌就打断了雏田的进攻，将其击退，并忍不住的讽刺道：你怎么了？雏田大人，这可不是在做游戏。同时也主动发起了进攻，随手几招便打散了雏田的防御。明明只有这点能耐，日向宗家的宿命，你背负得了吗？打出火气来的宁次一边怒斥一边加剧攻势，很快就狠狠地击中了雏田的肩膀与下颚，将其打倒在地，并毫无停歇的意思继续挥掌出击。只不过就在宁次最后一掌即将击中雏田时，身为宗家家主的日向日族瞬间插手，一把就捏住了宁次的手掌，轻松将其翻摔出去，重重砸落在地。接着还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笼中鸟咒印。下一刻，地上的宁次瞬间捂住脑袋，双眼颤动，神色扭曲，极度痛苦地挣扎着，嘶吼着：啊！头，我的头！剧痛中的宁次扯掉了额头上的头巾，露出那正在泛着青光的咒印花纹。在笼中鸟咒印的侵蚀下，此刻他就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脑袋内啃食一般，剧痛难忍。那种痛楚根本就不是人的意志能够抵挡、能够忍受的，不然这么多代分家忍者也不会一直屈服在宗家的支配下了。就这样，不过片刻，剧烈的疼痛逐渐吞噬了宁次的意识，令他昏迷了过去。看得躲在父亲身后的雏田一脸惊恐，不知所措。愚蠢！日向日族怒骂一声，接着道：今天的训练暂停，雏田下去好好熟悉一下。是。雏田胆怯的点头。可父亲，宁次哥哥他，你不必理会。来人，将他搬回去即可，死不了的。很快，几名族人便走进了道场，将昏迷中的宁次搬出了宗家府邸。当宁次醒过来时，已经是入夜10点了。偌大的宅邸内也只有他一人而已。4年前，父亲被迫替宗家家族日族赴死，随后没多久，母亲也伤心欲绝地离去了，只留下宁次独守着整座宅邸，所以他才拼命的训练，企图靠训练麻痹心中痛苦，同时也竭力隐藏着心中对宗家的那份怨恨与不满。只是没想到，今天稍稍忍不住对雏田下手重了少许，就受到了来自宗家的猛烈惩戒。直到此刻，自己那被咒印侵蚀过后的大脑依旧后痛阵阵。该死，以后必须得更加小心一点了。宁次咬着牙喃喃一声，挣扎着站了起来，准备去厨房吃点东西，以免身体被掏空。可还没走2步，脑海中的阵痛就令他脚步一虚，摇曳着栽倒在地。笼中鸟咒印之狠，可见一斑。而就在这时，宁次身后一道声音陡然响起：真是狼狈啊！谁？宁次一惊，连忙起身，强撑着戒备道：怎么，宁次不记得我了？一道戴着面具的身影从阴暗的庭院外渐渐走出，来到了宁次面前。你是深川哥？听着这熟悉的声线，宁次顿时恍然猜出了来者的身份。虽说他和这位深川哥也不算太熟，但同为受宗家咒印控制的分家忍者，都难免有些同病相怜的息息感。而且父亲刚去世的那2年里，这位深川哥也关照过自己好几次，只是这2年他加入暗部后，就联系越来越少了，常常好几个月也不会回日向家一次。说实话，宁次还是有些羡慕的，起码加入暗部后，可以很大程度上和家族分离，更无需再过分担忧自己额头上的咒印了。本意上，若是可以的话，等自己通过中忍考核后，宁次也准备加入暗部试试。深川哥，你怎么来了？等等，你还活着？他们都说你已经死在前夜的骚动里了。宁次压低着声线，惊愕道。聪明的他也猜到了，深川哥会在这个时候来找自己，必然不简单。日向深川淡淡一笑，回应道：是的，我确实已经死了，起码在日向家的眼中，那个日向深川已经确确实实的死了。宁次？日向深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锐利反问道：宁次，这是你第几次被宗家用笼中鸟惩罚？第4次。很痛苦吧？宁次看着面前的深川哥，迟疑了一下，还是坦诚道：是，很痛苦，很不甘，很怨恨吧？是，非常不甘。想改变这一切吗？宁次惨笑一声：想，做梦都想，可是也只能想想。如果有机会解除这个咒印，宁次，你愿意付出些什么？日向深川继续蛊惑道，似乎他已经从那位夏目大人身上学到了几分精髓了。一切，我的所有一切。宁次咬牙道，父亲的死亡，身为分家忍者的卑贱，还有今日的痛苦，都让他满心怨念。若是真能解除咒印，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确实愿意不惜一切。只可惜，他知道这也只是奢望罢了。听此，日向深川得到了想要的回应后，也不禁微微一笑。宁次，机会是有的，你看看我。说着，深川摘下了自己的面具，露出那一片光滑的额头。看见这一幕，宁次更是猛然一震，屏住了呼吸，满眼不敢置信。此刻，木叶澡堂，一众香汗淋漓的女忍者正在雾气腾腾的澡池内欢快地嬉戏着。谁也没有注意到，远处那片木质围栏的缝隙小孔后，一只睁得大大的蛤蟆眼正在肆无忌惮观赏着内部美景。嘿嘿嘿，不错，这个真不错。那个的身体也很好啊，又有灵感了，我的小说又有素材了。一连串的淫笑声从这名白发中年男子口中发出，那红彤彤的鼻血，那摇曳着的屁股，都足以证明此刻的自来也有多兴奋。直到一只手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别闹，正忙着呢。自来也挥了挥手，
不耐烦地打发道：“自来也大人。”卡卡西出声喊道。一听是自己的徒孙，外加忠实读者，自来也立即起立回头：“哟，是卡卡西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找到我的？听闻你回村了，那么十有八九就该在澡堂附近了。”卡卡西双手一摊，理所当然地回应道：“哈哈，确实，只有这里才是亲热的圣地，才是我的灵感迸发之源。怎么样，我新出内气如何啊？那可是我的最高杰作了。”自来也一把抹去了鼻血，得意洋洋地自夸道。一聊起亲热天堂，卡卡西可就来精神了。当然，我已经反复翻阅了10遍了，确实是难得的佳品。最新的一期还没好吗？别急，很快就好，我不正在取素材吗？自来也扬起了鼻尖，一副很是受用的样子。别看他的取材方式有些不堪，但在文学一道，他可是有着真才实学的。其连载的限制级的 H 小说《亲热天堂》可是风靡10余个国家的畅销读物，甚至还有一些小国国主都是他的忠实粉丝。同时，他更是靠着这些小说赚足了稿酬，也算是名利双收，富得流油了。当然，尽管看起来这位传说中的3忍之一自来也有些大大咧咧、好好色色、很不着调的样子，但在大是大非、轻重缓急的要事上，他一向很有分寸的。仅仅只在取材了半个小时，等到那一批年轻女忍者都泡完，换了一批大妈入场后，自来也便很自觉地结束了取材，并换了一个小酒馆和卡卡西聊起了正事。自来也大人，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就今天。3代大人还真是的，派了那么多忍者到处寻我，散布消息，发布通知悬赏，搞得我还以为村子里出啥大事了。自来也抿着小酒，唏嘘笑道。亏自己看到消息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都快以为木叶是不是要被覆灭了呢。至于之前宇智波一族叛逃的事，他虽有所耳闻，但也并未过于在意。木叶好歹也是由10多家忍界名门组成的，叛逃一家宇智波也算不得什么。更何况，按照木叶对待宇智波一族的恶劣态度，好早之前他就预料到会出事。事实上，他也正是厌倦了村里的权力斗争，再加上仅有的2名挚友都离开了，他也才特意离开村子，踏上了旅途。放心，绝不是只为了寻求更多风格迥异的素材的。你呢？卡卡西还待在暗部吗？是的，暗部不适合你，一直待在那里面，你是得不到解脱的。自来也悠悠劝导道。要知道，在忍界可没有心理辅导师，也没有系统的战后心理创伤疗养，所有的痛苦都只能靠自己扛，扛不住了就崩溃，就那么简单。因此，投入忘我的训练，投入繁忙的暗部任务中，都不过是一种逃避方式罢了。卡卡西迟疑一声，没有反驳什么。他也知道自己这样下去不行，可很多时候心里的痛也不是3言2语就能化解了。没事，你还年轻，慢慢改变吧。你是水门的得意弟子，迟早会走出来的。对了，说起来，鸣人那小子最近如何了？鸣人，卡卡西一愣，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毕竟总不能说此刻的鸣人家徒四壁，无依无靠，仅靠着3代发放的少许救助金，每天靠着吃过气泡面，喝过汽牛奶，勉强度日吧。说实话，鸣人那样的艰苦生活，比起孤儿院里的孤儿还不如呢。卡卡西也不知道为何3代大人非要给鸣人营造出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就算是魔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也未免有些残酷。还好，还活着，那就好。自来也乐呵一声，也没有多想。在他看来，以水门的身份和贡献，村子总不会太为难这样一名英雄子嗣吧。等到了合适的时候，自己再去教导一下鸣人，看看他是否愿意追随他父亲，成为一名蛤蟆忍者吧。对了，自来也大人，这一次村子是准备要打仗了是吧？您都知道了？一看便知。自来也轻笑一声，好歹他也是在村子里长大，并且生活了几10年的，对村子几乎了如指掌。回来时，光是通过村外的布防、村内的人手调动、物资调配，很轻松就嗅到了一股战争将起的气息。所以说，要打谁呢？我不知道，不过据推测，应该是岩隐村，5大隐村之一吗？袁飞老师可真是做了个疯狂的决定啊！自来也唏嘘道。印象中，上了年纪后，自己那位一样好色的袁飞老师，风格也越来越保守稳健了起来，不太会仅因为一场袭击就主动挑起大隐村之间的战斗吧。2周前那个晚上，转请小春大人也死在了入侵中，凶疑似和岩隐村关系不浅的小组织。什么？小春大人居然也包庇了吗？自来也猛然一惊，可见木叶的消息封锁还是很有一套的。同时，这一下也就不奇怪袁飞会如此激愤了，毕竟他们可是同一期的生死战友啊。就像自己若是纲手和大蛇丸被人杀了话，自己也必然会不顾一切的报复吧。尽管大蛇丸那家伙基本不太可能会死。现在呢？3代大人还在村子里吗？战争什么时候开启？他叫我回来，总不会是想让我去当先锋吧？卡卡西，火影大人2周前就秘密出发，赶往沙隐村寻求同盟去了。估计若是结盟顺利，等火影大人回归之际，就是大战开启之时吧。听此，自来也狠狠灌了一口酒，有些郁闷。唉，又是打仗，战争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啊！卡卡西，不打的话，敌村只会越发得寸进尺。自来也红着脸，迷迷糊糊的祈祷着。我知道，只希望这一次的伤亡能少一点，能快一点结束吧。在他看来，打仗什么的，哪有去观摩前凸后翘的女忍者泡澡，激发灵感，唱写小说有意思啊？为什么全忍界的人就不能放弃战争，好好的坐下来欣赏自己的佳作呢？亲热才是正道啊！不过就在2人畅所欲言、微微醺醉之时，一名暗部忍者却急匆匆地闯入了酒馆，对着自来也汇报道：
自来也大人，火影大人已回归，正命你迅速赶去火影大楼议事。听此，自来也二人瞬间一惊，打了个寒战，酒意顿消。两人对视一眼，皆明白这场大战怕是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距离村子遇袭的那一夜已经过去2周多了，可以明显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整个木叶气氛越来越紧张，就连街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哪怕再迟钝的人也察觉到不对劲了。如此严格的氛围，太像大战之前的警戒了，以至于不少其他隐村安插在木叶内的间谍也纷纷心惊胆战，企图传递情报。只可惜，还是太晚了。从2周前3代目火影元飞秘密离开木叶后，整个木叶便启动了1级预警，将包裹着整个村子的阵法推升到了极致。在此期间，只许进，不许出，杜绝了一切消息泄露的可能。这次的大战可不是儿戏，要打就要出其不意，一击定胜，不然不等自家突袭过去，岩影那边就收到了消息，做好了防备，那只会徒增更大伤亡啊！就这样，尽管这些潜藏在木叶内的奸细与卧底全都早已急得跳脚了，但依旧无可奈何，只得坐以待毙。就这样，直到这一夜，即3代火影元飞回归的当天夜里，整个木叶动起来了，没有丝毫的拖延，所有后勤工作都在这2周内准备完毕，足以见这一次木叶开战的决心。很快，夜色中，一大批忍者分成3路冲出了木叶。第一批由3代目火影元飞日斩亲自带队直扑岩影，总计800名忍者，包括了半数暗部精英、各大家族支援的人手，以及1半多的平民忍者。这一队配置豪华，也是木叶实力最强的主力部队。第二批由著名的3忍之一蛤蟆仙人自来也领队，总计21人。除了自来也以外，其余都是从暗部和平民忍者中抽调出的精锐、清一色的上忍实力，堪称一把锐利的尖刀队。只不过动向不明，任务也不明。第三批由宇智波大族长富岳带领的宇智波小队，约为50人，全是宇智波忍者，目标岩影村，以求在大战时期拖住岩影村跟那群叛人。剩下的自然也给自家木叶村留下一定的人手自卫，全部交由顾问水户门岩来统领。同时，为了安全起见，袁飞还是解除了团藏的禁足，不过并未恢复他的火影辅佐职位，只让他带领根部的剩余人手协助水户门岩保护村子。对此，团藏自然喜闻乐见，能恢复他对根部的领导权，就足以让他干很多事情了。虽说之前被团灭了一波，几乎打断了脊椎的根部早已实力大衰，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强，根部的底蕴还是有的，而且光是对团藏绝对的效忠便是一大优势。因此，只要有自己在，只要来袭的不是什么尾兽，团藏也很有信心守住木叶，甚至他心中还不禁小小的期望过，能够在战争中带领木叶赢下一场，大大提升一波自己的名望。届时火影之位唾手可得呀！当然也只能幻想一下罢了。这一次出动，可是将宇智波剩下族人内的所有忍者全都抽调出来了，除了少数几名过于年轻的下忍之外，留守的就仅剩一些妇孺老弱了，足以见宇智波一族的决心。一出村后，在傅岳的带领下，一众人便迅速朝着北方赶去。没一会，又悄悄地加速来到了傅岳身旁，低声问道：“父亲，这场战争木叶会赢吗？”“会。”傅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哟，傅岳，不要小看了3代目那只老猿猴，他可精明得很，2周时间足够他准备好一切了。以木叶的综合实力，外加充足的准备以及出其不意的突袭，这场战争早在一开始就确定了输赢，唯一需要担心只是损失的大与小罢了。”作为同样经历过第2次、第3次忍界大战的傅岳来说，他可太清楚袁飞的实力和谋略了。哪怕现如今袁飞年事已高，战力下滑，但也绝对无愧于忍术教授的名号。由他亲自带队出击，胜算绝对不小。那我们真的要和岩影村死战吗？哟，你引导出了神之力须佐能乎了吗？又停顿了一下，点了点头。在1月前那场大战的刺激下，他这段时间也着重投入到了对万花筒写轮眼的开发中。就在前几天，也终于引导出了第3例，成功开启了须佐能乎。只不过由于还不够熟练，也只能暂时稳定的使用初始形态，连完整的第2形态骷髅架都难以维持。傅岳，那你觉得你打得过夏目那小子吗？又摇了摇头。傅岳，那你我联手有胜算吗？又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衡量着。拼命的话有机会，但我们也很可能会死。傅岳说的不错，那小子的实力确实惊人，只不过你的推测也是建立在1个月之前吧？以那小子的妖孽天赋，现如今只怕实力又蹿升了一大截。你觉得我们获胜的几率还高吗？哟，那我们不打了。可后面那2人，又回头瞥了一眼队伍最后方，那里还跟着2名戴着面具的暗部忍者，他俩便是木叶高层派来监视宇智波一族的。若是在后续的战斗中，己方等人出现消极待战、故意拖延等等行为的话，他们便会回禀木叶，惩罚村内的宇智波族人。说白了，就是2名督军。有这2人在，他们很难装模作样、消极待战啊。傅岳摇了摇头，并未将后面那2人放在心上。打，必然是要打的，只不过打那一边还不一定。想来，你那夏目堂弟那边也不会毫无准备吧？具体如何，等到了岩影村那边再看看吧。放心，我绝不会抛弃佐助和美月他们的。听此，又这才安心下来。显然，他最担心的就是父亲不顾一切，直接一股脑的也跟着投靠岩影村了，从而将留在木叶内的母亲和弟弟佐助置于险地。现在得到父亲的承诺后，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至于那位夏目堂弟，再过不久应该就能看到了。希望这一次他能再给自己和家族多带来点惊喜吧。木叶之所以选择在晚上出击，就是为了悄悄躲过那些散落在木叶周围的各村探子。尽管在此之前，暗部已经一次次动手清理了一批又一批村子外的探子了，但也难保不会有侥幸残存下来的。可只要借着夜色，绕过那些探子，一路狂奔冲向目的地，赶在那些探子将消息传回岩隐村之前抵达，那么袭击依旧不会暴露，先手就依旧在自己这方。同理，傅岳与右这边出了村子后，也在那2名暗部督军的催促下，也一路加速向着火之国以北的田之国迅速赶去。由于田之国本就距离木叶不算太远，再加上众人一路疾驰，仅仅只花费了1天不到的时间，便在次日的黄昏时分赶到田之国境内，并继续朝着岩隐村方向前进。而随着愈发靠近岩隐村，这一众宇智波忍者的心情也越发复杂。怎么会说那都是自家族人冒着生命危险叛逃出去后所建立的新忍村啊？自己的熟人、自己的好友，甚至自己暗恋之人，都正安然和平地生活在那里面，而现在自己等人却要去亲手摧毁那里，将痛苦和灾难又带给他们。同为宇智波族人，他们岂能不内心颤动，左右为难呢？可不打也不行啊，自己的家人孩儿等等也都在木叶内当着人质呢。此刻他们不狠心，死亡或许就会降临到自己家人头上。同时间看着身后族人们那痛苦挣扎的神色，在最前方领队的傅岳也不禁内心酸楚，颇为不忍。说到底，宇智波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木叶高层的刁难与敌视外，自己身为大族长也有很大部分原因。若是自己的能早点狠下心，早点政变，亦或是早点谋划其他出路的话，族人们也就不必遭受这般内心煎熬了。唉，此刻再惋惜也没有用了，还是想想如何应付接下来的这道难关吧。傅岳心中惋叹一声。而此刻他们整支队伍距离岩隐村也已经很近了，直线距离估计不超过1000米，甚至都能远远看到远处飘起了一道道烟火气息。显然那边就是岩隐村，且有不少人家正在做晚饭了。所有人保持静默，先分散队形，听我指示。经验丰富的大族长傅岳立即喝停了队伍，准备调整队形，慢慢靠近。说实话，他也不知道现在的岩隐村和夏目那小子的态度，万一直接莽上去，人家来个大义灭亲，直接一刀将自己后面的族人全部砍了，那自己可就欲哭无泪了呀，更没法和村里的其余族人交代啊。因此他必须小心一点。不过傅岳也还算好的了，比起他的小心谨慎，队伍最后的那2名暗部忍者督军此刻紧张的都快打哆嗦了，2只手心也在不断冒汗。没办法呀，夏目等人叛逃的那一夜，他俩也在场啊。那2具须佐魔神互殴的劲爆场面，他们都是亲眼见过的。一会真打起来了，那个夏目小鬼或许会对其他宇智波族人留手，可对于他们俩外人，必然不会手下留情。就他俩这小身板，怕是连须佐的一拳都扛不住哟，必死无疑啊。他俩能不怕吗？以至于2人都开始考虑着，要不要先找地方躲躲算了。只可惜不等2人下定决心，一边突起，只见远处的丛林内突然闪出几道身影，直接拦住了整支队伍的前路。自然，这5道身影便是宇智波夏目和夏目的亲卫队4人了。哟，傅岳大伯，好久不见啊！夏目乐呵着招呼一声，显然早就在此恭候多时了。你小子早就知道我们要来了。傅岳微微一惊，从出村后，他们可是马不停蹄的一路赶来。按理说，就算被发现了，也不会有探子先一步将情报传回来吧？当然，你们一出发，我就知道了。夏目淡定一笑，怎么说，这场大战也是他一手计划并挑起来的。对于木叶的动向，他怎么会不知情呢？同时，夏目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傅岳身旁的右点头一笑。上次若非这位大孝子的积极告密，自己怕是也没法如此轻松痛快的一波吃掉那些根部精锐，更没法顺理成章的推动这场大战的爆发。这位堂哥确实功勋卓越啊，只可惜就是脑袋不太好使，满脑子里都只有他那亲爱的欧豆豆。倒是一旁的佑被自己这位堂弟盯得都有些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了。好小子，这么说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中。傅岳唏嘘一声，愈发感觉自己老了。差不多吧。那你？傅岳还想继续问点什么，但就在这时，队伍最后的2名暗部忍者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口提醒道：傅岳大族长，请注意你的言行，莫要与叛忍过多交谈。他俩也很怕再这样聊下去，两边聊出感情了，这仗怕是也就不用打了哟。你再叫我做事？凶眼傅岳回头一瞥，怒喝一声，很是骇人，吓得这2名暗部忍者连忙摇头后退，不敢再废话半句。开玩笑，此刻这里3圈外3圈的都是宇智波一族的人，真要是还将这位宇智波大族长也惹恼了，他俩今日必死无疑呀。眼见2人服软，傅岳这才回头看向夏目，继续聊着。夏目，要开打不？不急，能说说你小子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吗？傅岳故意拖延道，反正能拖一会是一会，也好给夏目那边多一点准备时间，或是多给自己一点最终决定的犹豫时间。这个嘛，很简单啊。夏目轻笑，接着右手一挥，一把苦无破空射出，直取远处的傅岳。顿时吓得后方的一众宇智波忍者面色大变，都以为是要开打了。可下一刻，傅岳左手一抓，轻松捏住了这发力道一般的苦无，并挥手喝止了身后的众人。不过他倒是有些不明白，夏目这小子为何突然朝着自己丢来一把苦无？这苦无有什么特殊之处吗？直到他眼神一扫，
这才陡然发现这苦无上竟刻着一道繁杂且熟悉的印记，一道曾经他的好友水门最擅长使用的印记。这是……傅月心中猛然一震，惊呼道。可不等他说完，只见眼前一晃，一道身影便陡然闪现，与他近在咫尺。夏目握住了苦无手柄，将其抽了回去。如何？傅月大伯，这下明白了吧？并扬了扬手中的苦无，稍显得意道。见此，傅月更是眼中金光一闪，瞬间就明白了一切。这一下，他终于知道夏目这小子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了。原来是早就有了对策啊！同时，这一下他也终于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了。呼！傅月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并狠狠呼出了这口浊气。下一秒，傅月陡然睁眼，那象征着森罗万象的万花筒写轮眼陡然浮现，同时呼啸的瞳力和查克拉宣泄涌出，瞬间就形成了一具高大的须佐能乎。只不过这须佐可不是用来对付夏目的，而是在所有人都预料不及之时，傅月控制着须佐转身挥拳，直接朝着那2名暗部忍者狠狠捶下，瞬间就将2人砸成了肉饼。这突如其来的惊变，着实将众人都吓了一跳。谁也不知道自家这位一向优柔寡断的大族长为何突然就硬起来了，而是还是帮硬的那种。二话不说就直接反叛，当场就锤死了那2名被派来监视的暗部忍者，一点余地都不留，可算是看呆了其余一众族人，甚至就连他身旁的鼬都被吓了一跳，不明白父亲的态度为何突然转变得如此彻底，甚至不惜直接宰了那2名暗部忍者当做投名状。父亲这是彻底打算和木叶决裂了吗？不是说好的会顾虑还身处在木叶母亲和弟弟等人吗？抬起须佐双拳，确定了2人都已死亡后，傅月这才收手。说实话，比起自己的好友水门，比起他那份甘愿为木叶献身的决绝，傅月自知自己并不一个好族长。不过好族长当不成了，起码还能做一个好父亲吧。也正是一直顾虑着家人，顾虑着美琴，佐助他们的安危，这才让傅月处处掣肘，显得颇为被动。而现在当他发现夏目这小子居然已经掌握了飞雷神之术后，他所有的顾虑瞬间消散。没人比他更清楚这门 S 级忍术的恐怖作用了。虽说威力不比那些攻击性的禁术，可它绝对是最灵活、最实用，也是最难学的一门 S 级忍术了。有了飞雷神之术后，几乎可以算立于不败之地了。进可攻，远可追，败可逃。当年的水门便是靠着这一手黄色闪光的威名，威压整个忍界，冠绝一世。只可惜水门走得太早了，不然别说是自家宇智波一族了，怕是整个木叶都绝不会再出现叛人了。也难怪夏目这小子对木叶的行动了如指掌，恐怕之前早就靠着这个忍术，全程躲在木叶里，悠哉地监视着木叶的动向了。从今以后，在这小子的神速威胁下，恐怕整个忍界又得瑟瑟发抖数十年了吧。傅月没有去纠结夏目是从哪学会这门忍术了，那不重要，重要是这小子是真的掌握了。最主要的还是有着飞雷神之术后，便无需担心如何解救还被关在村里的剩下族人了，直接修了一下过去，再修的一下带着人出来就行了。也因此不再顾虑如何解救家人和族人的傅月，自然格外的硬气。这还怂个屁啊！他也早就看不惯木叶，更不想忍了，这才悍然反叛，直接锤死了那2名暗部忍者，全当表个态。事到如今，他要是再犹豫，那就真的是傻了。呼！傅月收起了须佐能乎和万花筒写轮眼，回头看向了夏目。傅月大伯，欢迎加入。夏目乐呵呵的迎了上去，一大一小2人对视一眼，皆心照不宣。还是你小子厉害，这份惊喜可把人吓了一跳啊。傅月唏嘘道，本来自水门之后，他就以为再无人能学会那门飞雷神之术了，而今日一见，着实令他吓了一跳。还好区一门 S 级忍术而已。夏目随口一笑，无形装逼了一把。而对于这位傅月大伯的态度转变，夏目一点也不例外。毕竟今日来之前，他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飞雷神之术只是第一重表演罢了。若是傅月还不愿弃暗投明的话，接下来自己的尾兽、永恒万花筒写轮眼、仙人体等等，都会令他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绝对的实力。保准傅月和这一众宇智波忍者全都老老实实的放弃抵抗，主动投降。只是没想到傅月竟如此识相，二话不说就投了，甚至连投名状都备好了。你就不能矜持一下，体现一下身为元大族长的节操吗？算了算了，不过能兵不血刃的收服这么多族人也是一件好事。毕竟现如今自家岩隐村实在太缺人了，夏目可是早就盼星星盼月亮的期待着为隐村注入新的血液了。若是木叶再晚一点开战，夏目都准备直接去抢人了。当然哪怕傅月弃暗投明了，他这大族长之位也不可能保留了，以后加入岩隐村后，最多就当个名义长老什么的，用来镇守一下村子，实权是肯定不会有的。反正夏目可不会愚蠢到像木叶一样主动分权，主动给自己搞一个根部来添堵。至于鼬嘛，则另有大用。夏目堂弟，哟，二五仔你好啊。哟，夏目，没事，好久没看到你了。鼬哥，全姐可是想你得很啊。他还好吗？挺好的。又松了一口气，并看着夏目手中的苦无，略有所思地猜测道：你刚刚那是时空忍术？对，飞雷神之术，你应该知道吧？知道。你居然学会了它？又心中一震，更是惊愕。身为暗部忍者，又岂能没听过这个 S 级忍术的鼎鼎大名？
当初就连带领他的卡卡西队长都对这门忍术赞不绝口，心驰神往。奈何作为4代目水门的弟子，即使天赋出众，12岁就成为上忍的卡卡西也未能学会这门忍术，足以见其研习难度之高了。夏目君，你到底？夏目挥了挥手，打断了鼬的追问。闲话之后再聊吧，现在我和富岳大伯先回去救人。藤、日耀，你们带这些族人们先回村吧。是。日耀几人上前，齐刷刷应道，气势十足。身为少族长亲卫队的他们，可不想在这些新族人面前堕了自家岩隐村的威风。同时，一听夏目和父亲他们要回去救弟弟他们了，鼬也瞬间激动，连忙道：“我也去。堂哥，你就留在这，替我看好所有人吧。”夏目叮嘱一声，毕竟真带这位地控回去救人，还指不定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更何况夏目现在也还不确定又到底放弃了木叶梅。听此，又迟疑了一下，又看了看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强求。注意，多安分点。谁若是在我们岩隐村里生事，可别怪我不顾同族之情。随即，夏目又神色凌厉地扫过一众宇智波忍者，毫不客气地警告道：“虽说绝大部分宇智波族人都讨厌着木叶，但这些之前拒绝和自己一起叛逃的族人里，说不定就还有着少数心怀木叶的忍者。先警告一下，若是之后真有人不知死活的话，夏目届时自然可以狠下杀手，杀鸡儆猴。都老实点，听令行事。我们是回去，就剩下所有族人，也包括你们的家人，别给我再添乱了。”傅岳也配合着大吼一声，沉声警告着：“是。”其余一众宇智波忍者面面相觑，连忙应承：“好，我们走吧。”走。说完，夏目便带着傅岳瞬间发动飞神雷之术，消失在原地，闪回木叶去了。毕竟此刻木叶大军开拔，正是村子最薄弱的时候，也正好将剩余的族人一起带出来。当然，若是这一次还有不识相、不愿离开的族人，那夏目只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了。放眼整个忍界，除非是个人伟力达到了巅峰，足以一人匹敌上万大军的超影级强者之外，在平常时候，战争依旧是一场拼情报、拼人数、拼策略的残酷游戏。毕竟强如2代目火影千手飞剑，依旧死在了云隐村的围殴之下。虽说其中有着各种巧合，但也足以说明战争策略的重要性。毕竟只要配合得当，10余名精英上忍想要围殴并耗死一名普通影级强者，还是有机会的。更何况大隐村之间的战争更绝非简简单单的对子，不然两家人直接把忍者数量和级别摆出来一对比，谁少谁认输就行了，那还用打个屁啊！因此这一次袁飞亲自带队出击，更是鼓足了马力，近千名木叶忍者一路奔袭，日夜不歇，连查克拉都用上了，只求能以最快速度杀到岩隐村，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甚至还不惜给每位忍者配备了冰凉丸，以恢复赶路时所消耗的查克拉。就这样，从木叶到岩隐村原本近3天的路程，硬是被他们缩短到了2天不到。仅在第3日的黄昏时分之前，便冲入了土之国，来到了岩隐村之外。呼，年迈的袁飞经过这么长时间高消耗的赶路，也明显有些吃力，一边喝止了队伍，一边喘息休息着。全体原地歇息，结界班设置隐秘结界，斥候队散开侦察敌方哨兵，半个小时后发动强攻。袁飞有条有序地安排道。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忍者，虽然他身上缺点不少，但对行军作战确实很有一套。若非之后被爱徒大蛇丸打懵了，过早的暴毙，木叶也不至于将一代赌鬼给推上火影之位了。火影大人，吃点吧。卡卡西靠了上来，递上了一些干粮。很显然，年事已高，消化能力不行的袁飞并不适合吃太多冰凉丸。真要是吃坏了肚子，在战前拉稀了，那这战也就不用打了。卡卡西，你觉得这场战争是对吗？袁飞一边嚼着干粮，一边微微唏嘘问道。作为自己的亲徒曾孙，3代还是很信赖卡卡西的，更何况齐木一家历代忠心，也算是村子内名门忍族。当然，他也不是真的在质疑自己的决斗，只不过实在大战之前想要和信赖之人聊一聊罢了。人越老，心里也就越空虚啊。火影大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卡卡西如实回应道。一路走来，尽管途中顺手灭了不少岩隐村的探子，但100%有遗漏的，因此哪怕此刻木叶退兵，等那些探子回去后，岩隐村依旧会知道木叶的这次行动，届时迎接木叶的便可能是岩隐的第2次袭击了。反正在卡卡西看来，自家木叶此刻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进攻，只有将岩隐打疼，打得对面没有反抗之力后，才能功成身退。也是啊，我们没有退路了。袁飞点头，心中也更坚定了几分。对了，火影大人，沙隐那边真的可靠吗？卡卡西追问道。前夜袁飞刚刚返回村子时，他就知晓了沙隐村决定与木叶同盟的消息。只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父亲齐木左云可是在第2次忍界大战中出手斩杀了些的父母，双方之间的仇恨积怨已久，应该非常难以化解吧。放心，现在或许沙隐村比我们更期望获胜吧。袁飞坦然地安抚道。他之前秘密前往沙隐村寻求同盟，一开始确实碰了一鼻子灰，以千代为首的不少岩隐宿老一个劲的反对。可最好当袁飞祭出了自己的底牌后，那位4代目风影立即改口，直接力压全村同意了结盟。而那底牌也很简单，袁飞直接狠心许诺，此次大战后将会分予沙隐村1半的战争获利，并且额外支付沙隐村5000万两的资助金。如此一大比例又对于地处沙漠、穷得发酸的沙隐村来说，无疑是天降甘露，而且要求也不过分。
只需要沙隐村在之后的大战中策应一下木叶，若是木叶隐村遭受入侵了，帮忙配合防御一下即可，甚至都不需要沙隐村出兵参与对付岩隐村的大战，就能坐在家里躺赚数千万乃至上亿两的酬金，岂不妙哉？沙隐村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啊，自然很是痛快的答应了。而听到着，卡卡西也为之咂舌，不由惊叹着袁飞的豪赌。要知道，目前由于木叶金库的连番被盗，现在所剩的备用金也就只剩下5、6千万了，而且光是安抚那些抗议村民以及筹备这场大战，便又花去了一大半。现在那还有钱，足足支付沙隐村5千万的巨款啊！增税，找各家忍者大足见，无论怎么选，也只会让本就拮据的木叶更加困难啊！火影大人，村子真还能支付得起？袁飞摇了摇头，那我们不必担心，钱就在那边，真等着我们去取呢。袁飞抬头远眺，看向了岩隐村的方向。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挣自家那些穷鬼忍者的钱，好不容易主动挑起一场大战，他要挣的自然是岩隐村钱啊！如此一来，既能弥补自家金库的亏损，又能支付给沙隐村的补偿，这才是他亲自带队出击的原因啊！也是他敢于拿豪柱去利诱沙隐村结盟的底气所在。好了，也休息的差不多了，准备动手吧！再拖下去，我们说不定就得暴露了。全体出击！袁飞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站起身来，摘掉了头顶的火影帽，捆紧了双手护腕，直指岩隐，冷声下令道。下一刻，无数木叶忍者蜂拥杀出，直扑岩隐村。咻！木叶之内，2道身影瞬间出现。尽管木叶已经一次又一次更改了大结界的暗号，以限制住所有外来者的进入，只可惜对于早已在木叶留下了多个飞雷神标记的夏目来说，整个木叶早已成了自己后花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那种。此刻被瞬间转移上千里远，直接回到木叶内，看着周围的熟悉景色，傅月也忍不住有些恍惚。这才是真正的时空忍术啊！多少年了，自家宇智波一族也终于有人学会了这般时空忍术。等以后自己什么时候下地府了，若是见到水门那家伙，也能好好吹嘘一把了呀。傅月大伯，你先去家族那边将所有人都召集起来，那些不愿走了就算了，剩下的30分钟后在神社那边集合离开。夏目迅速安排道。他之所以带傅月回来，就是想靠这位袁大族长的号召力聚集起剩余的族人，毕竟剩下的族人有很大一部分都还是会听从傅月的调遣的。好，傅月立即出发，在这种关键时刻，他可不敢拖延。眼见着傅月开始行动，夏目这边也没有闲着，直接扑向了木叶感知部队的结界中枢台。经过上次的事件后，木叶必然会加强结界对整个村子的监控，自己带着傅月1、2个人瞬移过来，很难被察觉。可若是带着剩余宇智波一族数百口人一同瞬移离开的话，很大概率会被感知部队监测到，而自己会飞雷神之术的秘密绝不能暴露给木叶，以免木叶以后做出针对性的防御。因此离开之前必须先摧毁掉木叶的结界中枢台。作为维持着整个村子结界的核心之地，结界中枢台的所在位置一直都是绝密的，除了木叶高层以及山中一族以外，其余人根本不知道在哪。只不过上一次用幻术控制了转寝小春时，夏目便将他所知道的木叶绝大部分的机密都套了出来，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木叶感知部队设立的结界中枢台位置。很快夏目就来到了目的地，那是一座伪装成民宿的6层高楼，距离火影大楼不远，就100来米的距离。而那结界中枢台就隐藏高楼的最顶层内，一众山中一族的忍者正在其中维持并操控着结界。此刻抵达之后，夏目没有分毫犹豫，直接攻击火遁好火球之术。下一刻，一颗宛如小山般的赤红色巨大火球呼啸喷出，在1800卡的查克拉加持下，在仙人体的增幅下，夏目也终于将自己这个最熟练的忍术用出了毁天灭地般的感觉，就好似班爷的好火灭犬一般，已经突破了阈值，几乎可以算是另一种禁术了。甚至这已经不能叫火球了，都快堪比一个小太阳了，足足比那整栋大楼还要大。轰！耀日般的火光笼罩了一切，瞬间就将整座大楼吞噬，其内的一众感知部队的忍者当场团灭，整个结界中枢台也直接破碎，那包裹着木叶全村的大型结界也迅速消散。至此，木叶的双眼正是七瞎，日后哪怕能重建结界中枢台，重建结界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物力。强烈的查克拉波动，村内爆开的巨大火球也瞬间引起了木叶留守部队的注意，一众忍者全都被吓了一跳，连忙朝着爆炸升起的方向看去。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敌袭！是敌袭！结界中枢台那边遭到不明袭击。什么？哪来的袭击？敌人有多少？是火遁攻击，威力很大，绝非1、2个人能做到的。敌人至少有1个半。大量木叶忍者开始骚动着，嘶吼着，警戒着，并纷纷朝着那边赶去。毕竟那火球攻击范围太大了，大得骇人，怎么看也不像是1、2名忍者能够释放出的攻击。因此根据估测，这次来袭的敌人必然不少。该死！火影大人他们才出动不久，敌人这就来袭了，难不成是有人走漏了消息，或是被间谍暴露了？一时间，留守的一众木叶忍者无不心中忐忑，惴惴不安着。毕竟有火影大人坐镇和没有火影坐镇的村子完全是2个概念。至于现在负责布防的顾问水户门岩大人与团藏大人，不提也罢。只不过此刻火影大楼内，原本正在和水户门岩干瞪眼的团藏，
在陡然听到爆炸，发现村子又遭遇袭击后，却不由反喜。太好了，机会来了！此刻袁飞不在，正是我大展拳脚的好机会。只要能击退这波袭击，歼灭敌军，我的威望必然会更上一层楼。团藏心中兴奋地期许着，并迅速从背后抽出一把苦无，准备领队出击。可他刚刚挺起身子，便一不小心，直接从轮椅上栽倒在地。接着，倒在地上的团藏只得看着自己那空荡荡的双腿，陷入了沉思。一波摧毁了木叶的结界中枢台后，夏目没有停留，立即离去。这里的骚乱已经足够牵制木叶一段时间了，也能更方便剩余的族人集合在一起了。至于木叶剩下的金库储备金，夏目并未再过分贪恋，毕竟只要袁飞不傻的话，肯定又一次将剩余的银两都转移了。而且这一次，恐怕也只有袁飞本人才知道新的储存点了。因此，再去之前那2处备用金库搜刮，几乎毫无意义，反而还可能再中一次陷阱，得不偿失。做人嘛，得知足。木叶都已经对自己慷慨2次了，就让韭菜还口气，再尝尝吧，反正来日方长嘛。很快，夏目就回到了宇智波一族的南鹤神社。此时，在傅岳的召集下，留在村内的一众宇智波妇孺老弱也纷纷聚集到了这。可见傅岳这位元大族长还是有一点声望的。同时，数百名剩余的宇智波族人忽然汇聚到神社这边，自然也引起了木叶暗部的注意。只不过，为了和岩影的大战，暗部本就抽走了大批人手，再加上村内突发的爆炸，又吸引了不少目光。因此，此时在这边监视着宇智波集会的暗部忍者也就6、7人而已。夏目到场后，迅速出手，不过数秒时间就轻松解决了这几名暗部监视忍者。看见夏目后，留守的宇智波8代立即凑了上来，一脸兴奋：“夏目少爷，哦，是8代啊，人都齐了吗？”“基本都齐了，只是还有极少数人不愿离开。”“不必理会。”夏目皱眉挥手，没有强求。任何一个大族群总会有少数贱骨头，心中还对木叶念念不忘着。只不过人嘛，总是要为自己选择付出代价的。好也罢，坏也罢，反正都是他们选的。当然，不愿离去的也就10来人而已，数量不多，无伤大雅。接着，夏目扫视一圈，这才发现傅岳不在了。8代，傅岳大伯呢？8代，队长他说神社地下室里有块祖传的石碑，非常重要，他应该正在挖那块石碑吧？夏目，去，让他马上出来，别搬那什么石碑了。夏目黑着脸对着8代催促道：“那狗屁石碑早被黑爵那个大孝子改成旧母童话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宇智波一族的人居然没一个怀疑的，真是就是祖宗的话毋庸置疑，简直是热狗的。”听此，8代立即冲进了神社，连忙去催促傅岳了。同时间，夏目也瞥到了一旁的宇智波美琴与佐助。此刻的佐助正躲在母亲的身后，悄咪咪地看着夏目。毕竟印象中，这位堂哥总喜欢找各种借口揍自己一顿，虽说每次揍的也不算太狠，而且还会事后给他买糖吃，但还是使得佐助对这位夏目堂哥又爱又怕，不太敢靠近对方。当然，站在夏目的立场上来说，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放过？毕竟这可是二柱子啊，因陀罗查克拉的转世，火影天命主角之一，不趁着还小的时候欺负一下，以后长大了可就不好欺负了呀。美琴伯母好，夏目礼貌地问候道。当初在木叶生活时，除了叶月阿姨以外，这位美琴伯母也时常关照过他，因此基本的知恩图报夏目还是懂的。你这孩子真是胆子啊，不过也多谢你了，没有你的话又怕是已经迈入深渊了。美琴诚心感谢道。她就是那种很顾家的日式妇女性格，基本夫唱妇随，一直支持着傅岳的决定。不过她更清楚，若非夏目这孩子的话，傅岳可能依旧活在每日的挣扎与痛苦中，而又甚至也可能背负上了累累血债，难以自拔。对了，佐助，出来喊喊你堂哥啊，我记得以前你们不是经常一起玩的吗？宇智波美琴将身后的佐助拉了出来，叮嘱道。夏目哥好。佐助结巴的问好道，满脸的不情愿。仅才7岁的他并不知道此刻的危险，也不知道父亲和夏目哥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晚上好呀，二柱子。夏目乐呵道，心中很是开怀。只可惜没有相机将这一幕录下来，不然等10多年后佐助长大了，再给他看看这个，定能羞愧死那时的高冷二柱子。光是想想就很有趣啊。不过就在这时，神社内傅岳和8代也一同出来了。此刻这位元大族长傅岳确实将地下室的那块石碑给整个翘了起来，并背在了背上。也不知道若是真有宇智波的先祖看到了这一幕，会不会急得跳起来将这个不孝子孙给暴锤一顿。不过反正都已经挖出来了，夏目也懒得再纠结了，就当是带个纪念物离开吧，以后也好拿这个做证据，证明一下月之眼计划的荒唐与漏洞。好了，出发吧，再磨蹭下去，木叶的其他忍者就该来了。夏目催促一声，很快傅岳也指挥着一众族人将手拉起来，准备好了转移。没一会儿，夏目就带着准备好的一众族人再次发动了飞雷神之术，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一次性带着近400人跨越上千里的距离，从木叶瞬移到岩隐村，可不轻松。这比夏目一个人连续使用400次飞雷神之术还要吃力，若非他已经获得了仙人体，查克拉翻了整整50倍，还真不一定能遭得住。饶是如此，也足足消耗了夏目1小半的查克拉，而瞬间从木叶来到了岩隐村，也将这些宇智波族人吓了一大跳。但好歹都是忍者家族的人，众人的接受能力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有着傅月等人的安抚，还是很快就稳定了情绪。接下来，如何接待和安置这些新来的族人，夏目便交给其他几位族中长老了。这些族中长老在木叶时，其威望和实力虽然不及傅月，但年轻时也都参加过忍界大战的，实力基本都在上忍之列，而且还都开启了3勾玉血轮眼。而在这1个多月内，他们主管民生事务，也为岩隐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都值得信赖的。要实力有实力，要威望也不算低，有他们在，想要安顿好这些新加入的族人，还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最主要的是夏目接下来还有事情要做，因此也抽不出空来操办这些俗事。当然，还是那句话，若真有人不知死活，敢在岩隐村惹事的，无论他是不是宇智波一族大人，夏目都绝不会手下留情的。很快，盘坐在地，吞服了一大把查克拉回复丹，迅速将消耗的查克拉补满之后，夏目再次动了，再一次发动了飞雷神之术，直接从岩隐村又瞬移到了岩隐村外。如此一场木叶大战岩隐的好戏，夏目又岂能错过呢？这般乱战，正是自己浑水摸鱼、坐收渔翁之利的好机会啊！毕竟自从上次一别，也快过去1个月了，想来岩隐村这株大韭菜也该长肥了，是时候再接受下自己镰刀的洗礼了。与此同时，入夜时分，岩隐村土影大楼内，一把年纪的3代木老土影大野木也正在批改着各种公文。最近一段时间，忍界也好像风声渐起了，木叶宇智波的叛逃，自家岩隐村的遇袭，还有雾隐村的政变等等，不但使得忍界的湖面涟漪不绝，更使得大野木的心里也慌慌的，总感觉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只不过细细探究，却什么线索也抓不到，只得作罢。当然，好消息也有，自己的儿子黄土在最近1个月村子不懈余力的治疗下，也恢复了大半，再有1个月应该就能痊愈，而且也不会留下什么大隐患，也算是好事一件了。倒是自己的孙女和爱徒迪达拉那2个小鬼越发的闹腾了，尤其是迪达拉，上次败给了那位不知名的敌人的血轮眼后，最近一段时间内更是变着法子的想要增强精神抗性，硬是天天缠着村子里少有的几名幻术忍者对练，弄得到处鸡飞狗跳，投诉连连。也亏大野木只是腰不好，而不是心脏有问题，不然早就被活活气死了。但有一说一，迪达拉那小子的天赋和干劲确实非常出众，不然也就不会被大野木收为关门弟子了。此刻就在大野木一边揉着腰一边唏嘘时，突然间一名暗部忍者冲入了办公室，急迫地汇报道：报告土影大人，我们在村子的东南方向2公里外发现一队外村忍者，疑似木叶侦察小队，行迹可疑。大野木一惊，并直接破口大骂道：木叶侦察部队？难道是木叶打过来了？上次的账还没算，这狗日的木叶还敢主动打过来。显然大野木心中充满了对木叶的怒火，但关键时刻他还是压下了怒意，冷静地判断道：不对，如果是木叶的主力部队，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我们安插在木叶内的间谍和探子也不可能毫无预警。对方有多少人？暗部忍者5人以上10人以下，那应该不是主力部队，只是木叶派出的刺探罢了。不过竟敢摸到我们村子门口，真是胆大妄为啊！不狠狠给他们一个教训，真以为我岩隐好欺负？传令下去，让守卫第3中队、第5中队联合暗部第7班、第11班一同出击，尽力活捉这支侦察小队，适当情况下准许击杀。当然，若是真遇到意外，记得第一时间撤退，将消息传回来。一想到还瘫痪在床的儿子黄土以及那损失惨重的金库，大野木心中便又升起了一团火，直接狠心下令道：决定吃光这支木叶侦察小队，也好借此摸清楚木叶的动向。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他才特意派出了2个中队，外加2个班的暗部，总计近30人。如此一来，哪怕真出了意外，他们也足够相互掩护着撤退回来了。说到底，大野木还是不相信木叶才经历了宇智波一族的叛逃，在元气未恢复的情况就敢发动全面战争。出击的命令下达后，3代木土影也没有过多忧虑，毕竟只要不是木叶大举进攻，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接着没过多久，随着一道清脆的童声响起，一名活泼的少女也推门冲入了土影办公室。爷爷呀，你这丫头怎么来了？爷爷我正忙着呢。大野木嘴上说着，但心中却颇为喜悦，这可是他最疼爱的孙女了，更是连忙放下了手头上的公文，准备将黑土抱到腿上好好亲热一下。奈何咔的一声，后腰传来的脆响瞬间令大野木色变。爷爷，你又扭到腰了呀？都叫你别一整天都坐在这了，对腰不好。黑土点起一双长腿，轻快地蹦到了大野木身旁，一边轻敲着爷爷大野木的后腰，一边笑着数落道：爷爷的腰不好，整个岩隐村众所皆知，不然也就不会只有自己爸爸黄土一个儿子了。乖孙女，轻点轻点。大野木扶着木桌，龇牙咧嘴地喊道：再让黑土这么敲下去，他的腰恐怕是真得断了。对了，迪达拉那小子呢？迪达拉哥哥吗？他还在锻炼着幻术抗性呢，最近都不和我们一起练习忍术了。黑土嘟着小嘴，没好气道：他能理解自诩天才的迪达拉哥哥上次惨败后心有不甘，可最近的他也实在太疯狂了，几乎是日夜不坠地锻炼着，真不知道什么就会猝死。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忙于锻炼幻术抗性的迪达拉，最近1月里也确实很少再制造各种爆炸了，让村子久违的安详了不少。为此，大野木都特赦他可以从村子外搬回来居住了。那小子，让他去闹吧，失败一次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了，乖孙女，你怎么跑这来了？黑土，我来找赤土师哥。爷爷，
他没在你这吗？黑土好奇的扫视一周，确实没看到赤土的身影。作为爷爷大野木的弟子，外加亲卫，赤土一般都会守在土影办公室周围的。赤土啊，出任务去了，刚走的。这么晚了，什么任务啊？村子外冒出了一堆木叶的探子，我让赤土他们去看看，最好都活捉回来，拷问一下。黑土愣了愣，有些惊愕。木叶探子是木叶打过来了？大野木扶着腰坐了回去，笑着安抚道：“应该不是，不过5、6名侦察忍者罢了，不足为惧。可万一呢？万一什么？黑土，万一这几名忍者都是诱饵，木叶的大部队就藏在后面呢？那赤土师哥他们岂不是羊入虎口？反正要是我的话，一定会这么干的。不然那几名木叶忍者怎么会轻易的暴露呢？”大野木，不会那么巧的。木叶现在哪有功夫发动大战啊？不然上次他们就不会利用着小组织来突袭了。更何况还有个岩隐村卡着他们的喉咙。大野木的额头上冒出了丝丝密汗，结巴的自我安慰道：“身为岩隐村的老古董，他历经3次忍界大战，确实经验丰富，眼光独到。但也正是因为他的丰富经验主义，阻碍了他的判断。毕竟在他眼中，这么多年来，木叶从来没有主动出击过，3次忍界大战都是被动迎战。当初威名赫赫的初代目火影、2代目火影都不曾挑起过战争，何况还是现在这名年事已高的3代目火影元飞，更是不敢出动开战吧。当然，也有情报匮乏的原因。若是知晓着木叶半月前又遇到了一次袭击，而且还误以为是岩隐村干的话，大野木此刻也绝不会如此轻视的。爷爷，不管对不对，你也不能拿赤土师哥他们的命去冒险啊！万一是真的，整个村子都危险了。听此，大野木面色更黑3分。细细一想，自家孙女也说得不错，这种时候不能赌啊！只要有10万分之一、1000万分之一的可能，一旦赌输了，对岩隐村来说即是灭顶之灾啊！是爷爷失算了。快，你先回家去照顾好你父亲，其他的就交给爷爷吧。大野木催促一声，将黑土送出了土影办公室，接着二话不说，直接按下了办公桌下的警报按钮。很快，嘹亮的警报声便在整个岩隐村内响起，将一家又一家正准备入睡或已经入睡的村民纷纷惊醒。岩隐村一级战备状态警报，即预示着有大批外村忍者正在入侵。此刻，岩隐村东南方向约2公里外的一片岩地上，一场一面倒的屠杀正在上演着。100余名木叶精锐忍者正在围攻着30名岩隐忍者。毫无疑问，这30人便是之前大野木派出的准备吃掉木叶侦察小队的组合部队。只可惜他们哪能想到，埋伏在这的根本就不是一小支木叶侦察部队，而是一大片主力部队，以至于30人直接踏入了包围圈中，瞬间就被木叶大军给淹没掉了。火影大人，目标已全歼。卡卡西来到了袁飞身前，迅速汇报道：“很好，做得不错。”袁飞心中微微一喜，面色依旧平淡地赞许道：“作为木叶的第一次主动出击，袁飞自然不可能直接莽上去，不然哪怕莽赢了，木叶也绝对损失惨重。因此，早在出发之前，袁飞便领着奈良鹿九等一众黑心智囊团，制定了好几条作战计划，力求以最小伤亡夺取最大的胜利。此刻，将这30名岩隐忍者诱骗出来，全歼灭之，不过只是一道开胃前菜罢了。此刻，刚刚吃掉这批岩隐忍者，立即便有前方派出的木叶侦察忍者回禀：火影大人，岩隐村拉起警报了，好像已经发现我们了。这么快吗？大野木那个老家伙确实敏锐啊。不过，奈良鹿九那边也该到了，收拾战场，开始执行 B 计划吧。袁飞沉声下令道。这一次，他怎么说也要从岩隐村身上狠狠咬下一大口肉来。此刻，岩隐村外南面方向100米开外的一块大岩石后，莫约20名木叶忍者正潜藏在此。其领队之人真是被称为传说中3忍之一的蛤蟆仙人自来也。此刻的自来也正让3只通灵蛤蟆在周围施展出了一个足以遮蔽感知和气息的辅助性结界，将所有人都笼罩在了其中，以躲过了一名又一名雾隐忍者的侦查。作为这场大战的尖刀小队，他们埋伏在此，自然是有着特殊任务的。只不过现在时机未到，还需要耐心等待一会。自来也大人，岩隐村内的警报响了，这是发现我们了吗？不，应该不是。自来也笃定道。对于自己的结界，他还是很有信心。除非是3代目土影那个级别的高手靠近，不然其他忍者基本难以识破。更何况岩隐村内也没有像白眼一样善于侦查识破的血迹限界。那我们继续等。自来也忍着心中的躁动，继续蛰伏着。无论他喜不喜欢战争，可既然身处在战争中，身为木叶的一员，他都不能失败，因为他很清楚，一旦失败，付出的可不仅是自己的性命，还有身后这20名队友的性命，乃至左右整个战局的走向。警报响起后不过1分钟，轰轰，巨大的爆炸声、轰鸣声伴随着各种光彩夺目的忍术轰击，从岩隐村的西面响起，其中还夹杂着各种嘶吼声、惨叫声，似乎那边正爆发了猛烈的进攻。自来也继续蛰伏着，他很清楚，那边是由木叶军师奈良鹿九带领的第2部队，总计近200名木叶忍者所发起的攻击，也是木叶早就制定好的计划。若是在团灭了岩隐的侦察部队后，岩隐依旧没有察觉的话，木叶的大部队自然会一拥而上，直接强攻岩隐村。若是侥幸被察觉的话，则立即启动 B 计划，由奈良鹿九带领的第2部队从西侧发动强攻，先撕开岩隐的大结界，并将岩隐的大部队吸引到村子西侧防御。而后，
袁飞所带领的主力第一部队则会出从东南方向正面突入，如重锤一般猛然砸入，直扑土影大楼，摆出一副灭亡眼影的架势。总之，今夜这场战火必然会烧及整座眼影村。此刻，当村子西侧的结界被陡然撕破，并爆起一团团战火后，悬浮在土影大楼之上的大野木瞬间恍然：混蛋，木叶真的打过来了！畜生啊，居然如此不要脸！上次的事都还没找你们算账呢。大野木一边愤骂，一边迅速下达指令，开始调动人手去抵抗入侵，并指挥村民迅速避难。无论如何，大野木都不能让眼影村葬送在自己手上啊！当然，自从上一次被轻易调虎离山后，大野木也吸取了教训，这一次继续坐镇在土影大楼，并未贸然赶去村子西面作战，以免再次中计。不过，眼见村子西侧那边越烧越大，愈演愈烈的火势，大野木也无比揪心着，心痛着。之前入侵别人家的村子时，总感觉很爽，现在轮到自家被入侵时，一下就难受了起来。又要分人手去迎战，又要派人去协助普通村民避难，需要多付出1-2倍的人手啊！反倒是敌人完全没有这个顾虑，随便一个忍术就能摧毁掉好几座房屋，造成大量伤亡，实在是气人啊！现在大野木就非常后悔，为何当初4尾人助力老子和5尾人助力汉两人离开村子时，自己没有阻止，更没有将他们及时寻回，就因为着那所谓的政治不和而心存芥蒂，以至于现在黄土一受伤，整个村子除了自己以外，连一个像样的影级高手都没有。不然，光是随便一个人助力往村子西面那一摆，就足以拖延阻拦住大部分敌军啊，也就不至于如此被动了呀。眼影村西侧的激战还在持续，虽说眼影这边提前1分多钟就拉起了警报，惊醒了许多忍者，可这时间还是太短了，不少人的裤子都还没穿好呢，更有甚者当场就被吓软了，都还没回过神来呢。再加上木叶这边的攻势极猛，一路突进，很快就给眼影村造成了不小伤亡。而且为了突出效果，这仅有200人的木叶第2部队还特意分化出了数百具分身，以作佯攻，营造出了一副上千人的主力部队正在西侧猛攻的错觉，更使得大野木产生了错判，不断的向村子西侧增调人手阻击。没一会，就将村子里1半多能打的忍者都调过去了。就这样，经历了几分钟的一路溃败，付出了上百条人命的牺牲后，眼影这边也在大野木的运筹帷幄下，渐渐稳住了颓势，并靠着人数的优势，开始压制住了木叶第2部队的突进。毕竟200多人打人家上千名忍者还是很吃力的。不过就在此刻，轰！眼影村东南方向一片火光再次迸起，直接将大野木惊得一哆嗦。木叶的主力第1部队入场了，而且攻势更加凶猛。8门遁甲，第5度门开，5遁大连弹之术，雷切。浑身冒着绿光的麦特凯施展着大型复合爆炸忍术的袁飞，以及开着 S 级雷遁忍术的卡卡西，仅这3人一马当先，便直接撕裂了眼影村东南面的薄弱防御，根本无人能敌，势不可挡。尤其是那只冒着绿光的野兽，更是凶狠万分。凡是被他撞上的眼影忍者，触之则伤，碰之则死，毫无例外。看得其余一众眼影忍者无不神色大变，畏战不前。好歹也是5大影村之首，不得不承认，木叶忍者的平均质量还是要略胜其他影村一筹。更何况攻打的还是一个本就被打懵了，且把大量兵力都调往了西侧的空虚眼影村。看到这一幕，看到袁飞日斩本人，大野木更是瞬间惊醒，明白了西侧的木叶部队只是佯攻，这东南面的突袭才是主攻。对方是想诱骗自己调动眼影的布防，给对方制造可乘之机，好一鼓作气打入眼影村的腹地，摧毁土影大楼，打断眼影村的脊骨啊！木叶，袁飞日斩，你该死！大野木牙眦欲裂的大吼道。他怎么也没想到，从未主动出击的木叶，一出手就如此之脏，如此之黑，一记套一记，实在太恶毒了。同时，咔！暴怒中的大野木再一次狠狠闪到了老腰，但此刻的他也顾不得疼痛了，只得连忙召集人手去阻拦木叶主力部队的突袭，绝不能让他们打入村子腹地。万幸自己还留守在了这，没有被骗去西侧应敌，不然还真就让木叶的奸计得逞了呀。战斗还在持续，木叶的攻势确实凌厉，不过短短10分钟就推进了上千米的距离，击杀了数百名眼影忍者，而木叶这边的战损却不过50-60人，这已经算是战果斐然了。毕竟这里可是人家眼影村的老巢，木叶能以不足1000的兵力对战数千眼影忍者，并取得如此战果，着实可观了。当然，最主要还是靠着出其不意的战术以及自家精锐的凶猛，这才占尽优势。很快，就在木叶的忍者即将攻入眼影村腹地，准备捣毁那象征着眼影精神支柱的土影大楼之时，3代目土影大野木也带着一众亲卫队和暗部忍者加入了战斗。不得不承认，尽管木叶这边的突袭很猛，但大野木这个老小子的实力也不是盖的，哪怕不算那独有的血迹淘汰沉遁，其综合实力也不比3代目火影猿飞差上多少。若是算上沉遁的杀伤力化，甚至还有可能小胜一筹。不过猿飞日斩这边也同样不是吃素的，尽管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实力也不比当年全盛时期了，但若真用上那些底牌忍术，以死相搏的话，孰胜孰败也犹未可知。而且猿飞也曾亲口承认自己见识过大野木的沉遁，足以证明在之前的几次忍界大战中，两人必然是交过手的。而身为双方的村长，如果碰上了，如果能击杀敌方司令，那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士气上都是巨大的提升。
所以不管是日展还是大野木，都会卯足了劲要对方的命，绝不会手下留情。可时至今日，两人都还好好活着，也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并不会太大。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大野木不敌年轻时的袁飞，从而灰溜溜的跑路了。毕竟有着这悟空术和长距离大范围击死技能沉遁的大野木，只要想走，当时的忍界也没人能留得住他。可这一次不一样了，大野木身后就是自家村子的腹地，就是土影大楼，他退无可退啊！袁飞日斩，你个混蛋！你是想再挑起一场忍界大战吗？大野木一边施术一边破口大骂道，一具具有土遁、刚力士之术制造出的巨大岩土巨怪拔地而起，加入着战斗，阻拦着木叶大军。趁火打劫的你们才最该死！多说无益，今日就是要灭了你们岩隐村！袁飞大声咆哮道。一想到小春的惨死，想到那些牺牲的木叶忍者，他就怒火中烧，哪有功夫和大野木扯皮啊？复合人法土龙炎流，复合人法雷水龙弹，人法手里剑影分身，通灵猿猴王猿魔，一个个将查克拉性质变化磨练到极致的复合人法从袁飞和其分身口中喷出，瞬间就淹没了周围的一大片区域，数十座岩隐房屋瞬间崩塌。别看袁飞在自家村子里总是优柔寡断，可上了战场后他可从不心软，真要是在战场上还心软的话，他也就活不到现在了。袁飞日斩，你找死！沉遁元界玻璃之术，眼看着敌人任意肆虐，村子的伤亡愈发扩大，大野木也近乎疯了，更是不顾一切的用上了血祭淘汰沉遁，只求能重创这批木叶忍者。不得不承认，大野木这个老小子发飙了之后确实害人，那几乎无物不克的沉遁轻轻一扫便带走了沿途好几名木叶忍者的生命。尽管在自家村子里施展这种大范围的必杀忍术确实非常容易伤及无辜，但这种关键时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这样，仅大野木一人便硬生生挡住了木叶的大半凶猛攻势。见此，大野木也心中一喜，毕竟他也看出来了，这次木叶突袭而来的人数并不多，绝对不过1000人，只要能挡住他们的这波攻势，再抽调西侧的人手回援，定能扭亏为盈，甚至团灭木叶也不是不可能啊。只不过就在这时，木叶那边的变动却令大野木又傻眼了。对面那个本来打得最凶最猛的3代目火影袁飞，竟突然停止了攻势，直接带着一众木叶忍者开始撤退，没有一丝犹豫，也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好几百名木叶忍者就这样一边断后，一边朝着岩隐村外撤退而去，只留下了一地狼藉与大片的断壁残垣。眼见着木叶撤退的如此干脆，大野木也懵了，毕竟只要再拖一会，等岩隐村的大部队包围过来，这批木叶主力必然插翅难逃。可现在对方却直接退走了，木叶败退了，难不成是识破了自己的打算？不，识破不识破的无所谓，绝不能让木叶如此轻易的跑了。大野木黑着脸在心中咆哮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给村子造成了这么大伤亡。若是真让木叶轻易逃走了，那自家岩隐村也就不用混了，自己这土影之位也就不用当了。无论如何都得让木叶付出代价。暴怒中的大野木没有迟疑，立即组织着人手，带领着一众岩隐忍者朝着木叶退离的方向追去。他不是没有想过，这有可能是木叶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反正村子都被摧毁近一半了，也没啥不能失去了的，反倒是木叶也不太可能还有潜藏的部队了。因此若是自己能领着数千岩隐忍者将木叶的主力部队和3代目猿飞给团灭掉的话，那就完全不亏了，甚至还能大赚一笔，以弥补今日的损失。大野木怎么能不心动？与此同时，岩隐村外南面的那块不起眼的岩石后，潜伏在此的自来也等人也终于等到了机会。情况如何？回自来也大人，奈良鹿九大人的部队已经从西面撤出来了，东南方向火影大人的部队也撤退出来了，不过其后方还有大批岩隐追兵，莫约3000人以上。一名日向分家的忍者正开着白眼远眺着远方，迅速汇报道：自来也能看清岩隐追击部队的领队之人吗？看不太清，不过那人看起来不高，而且还在天上飞着。听此，自来也心中一喜，在天上飞着，那应该就是大野木了。袁飞老师他们果然将3代目土影骗了出去了，很好，该到我们动手了。所有人准备出击，记住要求，若遇敌方忍者，力求速杀，绝不可与之纠缠，以免暴露。是。随着一声令下，由自来也带领的这支尖刀小队瞬间出击，全部隐匿着身形，再次冲入了岩隐村。2日前，即木叶大军出发前，3代目火影袁飞就和自来也密谈过一次。自来也，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挑起这场战争吗？是为了去岩隐村取材。呸！什么时候了，还不正经？袁飞碎骂一声。是为了转请小春大人？还是有部分原因吧，当然最主要还为了村子的未来。我越来越老了，实力也大不如当初了。这些年木叶虽然还坐在5大隐村之首的位置，但其威名已经远远不如以往了。之前的宇智波叛逃只是一条导火索罢了，便引来了岩隐村的觊觎，对方甚至不惜动用上尾兽，便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所以我才准备趁着现在，趁着我还能打，主动出击一回，来为木叶拼出下一个10年、20年的和平。袁飞叹息一声，但一双眼瞳中却仿佛燃着熊熊的火之意志。袁飞老师，自来也心头一震，看着这位曾经和他一起偷窥过女澡堂的好色老师，此刻也已满脸皱纹，怒气沉沉，心中也很不是滋味。自来也，发动这场战争，我并未征求过大明国的同意，
无论结果如何，哪怕我活着回来了，也必然会被大明国问责的。届时我会揽下一切罪责，主动承担处罚，并引咎辞职。自来也，在那之后，木叶就交给你了。自来也再次一愣，连忙回句：可我不是当火影的料啊。袁飞老师，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而且就算要选，比起懒散的我，能干的纲手也更加合适一点吧。所爱之人求而不得，所信之人倒戈相向，所受之人或盼或允，这便是自来也的悲催一生了。虽然闯出三忍之一的赫赫名号，但自来也其实也根本不认同自己，他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在他眼里，火影是一种高度，而自己还差得很远，自然没有继任火影之位的信心。绝不是因为当了火影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搞权色交易了。可对于一个有品位绅士来说，明目张胆哪里有偷窥来的刺激啊？自来也，难道只有火影才能守护木叶吗？你来继承火影之位也好，纲手也罢，总之木叶的未来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替我好好守住。袁飞郑重地交托道。也许年轻时他也曾贪恋过权力，曾犯下很多过错，但都这把年纪了，他最放不下的依旧还是村子啊。自来也摸了摸一头白发，瘪嘴道：好，我会的。只不过袁飞老师别说的好像在交代后事一样啊。领着尖刀小队再次潜入进岩隐村之前，自来也忍不住又瞥了一眼东南方向。显然他的任务早就定好了，无论是 A 计划、B 计划还是后面 F 计划，都只有两个目标：一，尽可能的摧毁岩隐村，消灭岩隐的有生力量；二，尽可能的引诱走岩隐村内的忍者，为自来也他们创造劫掠岩隐村金库的机会。打仗嘛，除了为获得威望以外，就是想捞点好处了。这一场大战，木叶这边几乎算是将棺材本都押上去了。若是不能从岩隐村这边大捞一笔，哪怕最后战胜了岩隐村，木叶自家的经济说不定也得崩溃。也因此，木叶才组建了这样一支精锐的尖刀部队，并交由实力出色的自来也亲自带队，就是为了趁机一波掏空岩隐村的金库。为此，袁飞都不惜亲自上阵，拿自己做诱饵，将大野木和大半岩隐忍者都诱骗了出去。尽管面对3000多岩隐忍者的追击，袁飞他们必然危机重重，乃至命悬一线，可只要能掏空岩隐村的金库，那么自家便能大赚一笔，收获累累。风险和收益往往都是成正比的。木叶的计划不算非常高明，但在特定的时间下，加上岩隐完全被打懵了，也使得这个计划出奇的奏效。绝大部分的岩隐忍者都跟随大野木追击去了，再加上刚刚大战之后，岩隐村那一片狼藉，到处都是伤兵，到处都是等待救援村民，仅剩的那些岩隐忍者根本就不够用，都在手忙脚乱的搜索被困者，救治伤员，清理废墟，根本就没注意到一小队全员隐身的木叶精锐又一次潜入了村子，并朝着岩隐村金库所在的位置急速奔去。一路上也确实有少许敏锐的岩隐忍者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只可惜在1名影级、20名上忍的巅峰战力下，这些侥幸察觉的岩隐忍者基本都被瞬间秒杀，根本来不及发出警告。就这样，自来也一行人近乎畅通无阻地朝着岩隐村腹地赶去。得益于野乃宇、都等一众木叶间谍在岩隐村内的长期潜伏，也基本将整个岩隐村的结构布置全部摸清楚了。因此，在那幅详细地图的指引下，自来也等人也很快来到了目标金库的所在地。这里位于岩隐村腹地，土影大楼后方，并未遭到攻击，保存完好。不过可以明显看到，金库阁楼周围足足驻扎了近20名岩隐忍者，其中实力最次的都是中忍，甚至还有5人都上忍级别的，而且每个人的站位都非常讲究，相互照应，全无死角，杜绝了任何悄悄潜入的可能。足以见吃过一次亏的岩隐村对自家金库的防卫有多森严了。这岩隐村都是守财奴吗？他们村子都乱成这样了，竟还把自家金库守得这么严实，这下可没法悄悄潜入了，看来只能强攻了啊。自来也暗暗皱眉叹息道，若是可以，他是真的不想强攻啊，不然一旦暴露，自家整支小队都会陷入险境。自来也大人，让我来吧。就在这时，一道干练的女声响起，昔日红从小队内走出，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双楚楚动人的赤红眼眸。此刻，这位貌美的木叶幻术大师主动请缨道，虽为女性，但在战场中毫无畏惧，尽显忍者本色呀，有把握吗？可以试试。昔日红郑重道，在这20名精锐上忍中，他是唯一一名特别上忍，综合实力几乎算是垫底的。但作为木叶罕见的幻术天才，年仅22的他，在幻术意图上的造诣确实极为出色，甚至已经隐隐有着赶超袁飞，夺取木叶第一幻术师的势头了。此刻，在这种潜伏行动中，若是能用幻术悄无声息地制服那些守在金库外的岩隐忍者，自然最好不过了。好，你试一下吧。若是失败，我们再发动强攻。自来也迅速决断道。而昔日红也立即静心凝神，准备施展幻术。只不过此刻的他们以及所有岩隐忍者都不知道，那本该密不透风的岩隐金库内，一名少年却早已坐在阁楼顶层的窗沿上，一边喝着西瓜汁，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着下方将要开演的大戏。将宇智波一族都带回自家岩隐村后，夏目就发动了飞雷神，再次瞬移到了土之国岩隐村外，正好看到木叶的主力部队正准备进攻。接着夏目又试了试，感知着上次自己在岩隐金库内留下的那道飞雷神标记是否还存在，结果一试，还真就直接瞬移到了岩隐金库内。显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上次被夏目光临后，岩隐这边根本就没有重新细致的彻查整个金库，完全忽视了这把藏在金库横梁上的标记苦无。
反而舍本逐末的大力加强着金库外围的防御。按理说，已经知晓自己会使用飞雷神之术的大野木不该这么蠢的。当然，这是好事。眼影这边越蠢，也越方便自己的行动嘛。夏目倒是非常喜闻乐见。由于上次带走了7000万的伴手礼，眼影金库内此刻也显得有些空旷，仅仅只剩下4000万左右的银两，那多出了1000来万，估计也是近1个月眼影新封入金库的备用金。可见眼影虽比不得木叶，还也是能榨出些油水来的。此时此刻，目光下移，金库1楼的中央正坐着一名神色严肃的眼影忍者。夏目认得对方，眼影村爆破队员成员兽，拥有着罕见的血迹限界爆盾精英上忍级别，综合实力非常出色。其爆盾全力施展的话，单论威力绝不亚于一些影级强者的攻击。而且在金库这般狭小空间中施展爆盾，更是威力惊人。也难怪眼影会将他派来镇守金库了。有他在，哪怕是影级强者来突袭金库，也绝对难以迅速得手，反而只会被爆盾的巨大声响暴露踪迹，从而引来整个眼影村的围杀。只可惜大野木算得再好，眼影村安排的再缜密，依旧失算了呀。毕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再次突袭金库的这名恶贼根本就不是什么影级强者，而是一名拥有着仙人体、永恒万花筒血轮眼的超影级变态。在此时的忍界中，如此级别的变态实力已经不是任何算计能够抵挡了的。因此当坐在金库内的兽刚刚察觉到有一股陌生气息突然出现在金库内，正准备起身搜寻时，唰，一道身影便已出现在他面前，同时映入眼帘的更是那一抹极致妖异血轮眼红光。为了保险起见，夏目直接动开了万花筒血轮眼，靠着强大的瞳力瞬间将对方拉入了幻术之中。可怜的这位眼影上忍兽，半个字都还没吐出来，便已身中幻术，神志迷糊。夏目轻轻一推，对方便坐回到了椅子上，同时在幻术的控制下也抹除掉了对方的这一小段记忆，令其昏睡过去。等他再醒来时，恐怕只会发现空无一物的金库了。搞定了这名眼影忍者，确定没有惊动外面其余守卫后，夏目又开始欢快的劫富济贫着。4000万两啊，又是一大笔收入。虽说不比木叶富足，但也很可观了。自己难得来一趟，带点伴手礼回去，很正常吧？就当是眼影这边缴纳的保护费吧。毕竟自己要是真出手的话，这大半个眼影村都得覆灭，到时候的损失可就远远不止这4000万了。没一会，这整整4000万两便全部落入了夏目的口袋中了，只剩下一座老鼠见了都流泪的空荡仓库。本来夏目还打算稍微留一点的，但考虑到木叶的尖刀背锅小队正在赶来的路上，也就没有留的必要了。反正搬空眼影金库的都是木叶，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夏目刚刚清空金库，阁楼外自来也领着的木叶小队也抵达了。说实话，对于这位名声赫赫的木叶好色仙人，夏目还很有兴趣的。抛开对方的性格不说，光是那一手妙木山嫡传的仙人模式便有许多可取之处。毕竟唯有那3大圣地的仙人模式才是不同于神术查克拉体系，源自于忍界本身的力量啊。因此心情不错的夏目也迅速来到了阁楼顶层，靠窗而坐，隐匿气息，一边悠闲地喝着西瓜汁，一边观赏着金库外即将爆发的战斗。得益于仙人体的妙用，处于静止状态的夏目可以和周围的环境完全相融，不扩散出丝毫查克拉的气息，这才瞒过了金库外的一众眼影守卫，得以静静看戏。人体幻作为忍者3大体系之一，幻术一直是最难以琢磨、最为诡秘的那一项了。幻术通常以五感为媒介，想要躲避就需要以封闭五感为方法。简单来说，可以分为同术幻术与非同术幻术2大类。前者以血轮眼为代表，发动速度快，效果强，一旦与之对视，10有8九都会中术。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要封闭五官之一的眼睛，或是不与之对视，亦或是发动像黑暗行之术一类的致盲忍术，都能大幅克制同术幻术。后者没有代表性幻术，听觉幻术魔笛多有也，嗅觉幻术2代水影的大哈利等等都各有妙用。相较于前者来说，这些类型的幻术发动速度较慢，效果稍弱，但胜在悄无声息，变化多端，难以抵挡。总之各有优劣吧。而此刻作为木叶幻术天才的昔日红，便是非同术幻术的杰出代表。尽管总有人拿他和幻术巅峰的鼬相比，可作为幻术忍者，他遇到了鼬，输的也光彩。毕竟假设我拿了省区篮球冠军去挑战科比，哪怕输了，但也总不能说我篮球打的就是不好吧。此刻躲在远处的昔日红迅速结印施术，想要施展出一次性控制住20余名忍者的大范围幻术，对于昔日红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魔幻、束缚杀、幻术、落英耐剑之术，这2个忍术一出，便直接抽空了他体内的大半查克拉。毕竟他的查克拉本就不多，身为特别上忍，但查克拉也就勉强堪比一个普通中忍，甚至连半卡都不到，明显不擅长持久战。尽管在忍术、体术等方面都远远弱于同级忍者，但昔日红的幻术确实颇为精妙绝伦，悄无声色。不知不觉中，就在这批眼影守卫的身后构建出了20棵虚幻藤树，将众人牢牢捆住，并迅速令他们置换沉睡。快动手，我撑不了太久。昔日红催促道，能一次性昏迷这么多名眼影忍者，对于他来说也负担极大，甚至可以说是超常发挥了。因此仅凭他那半卡都不到的查克拉，撑死也就能困住这些眼忍10来秒。至于那几名眼影上忍，能否昏住10秒都不一定，因此必须迅速出击，趁着这些眼影忍者还未苏醒之际，尽快干掉他们。出击，尽量不要用过于张扬的忍术。自来也低喝一声，
解除隐身，率先冲出。人法乱狮子发之术，一瞬间，自来也的一头白发迅速变长，形成3道狮子头状，直接缠住3名眼影。在强大的脚力下，当场就扭断了那3名眼影忍者的颈脖，无声无息。同时，其余木叶精锐也纷纷冲出，都刻意施展着各种声音较小的忍术或体术，以免暴露。再加上敌人基本都被昔日红的幻术制住，根本毫无抵抗之力，因此一个照面下去，10余名眼影忍者瞬间归西。不过就在这时，最靠近眼影金库大门前，一大一小2道身影却先后强行挣脱了幻术的控制，苏醒了过来。见此，自来也微微一惊，那名年长的看来是位眼影上人，而且精神力颇强，估计也善于幻术，能在短短数秒内破开昔日红的幻术，倒也正常。倒是对方身旁的那名少年，看起来也只有10岁出头，估计连下忍都不是，为何也能如此快速地挣脱幻术？眼影村还有这样一名出色的幻术小天才。幻术，又是幻术，我破开了！这一次休想用幻术打败我！从幻术中挣脱，满眼血丝、精神疲惫的迪达拉忍不住兴奋嚷嚷道：“也不枉他这1个月以来的疯狂训练，总算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了。”是木叶的忍者，他们的目标是金库。该死！我来拦住他们！迪达拉，快发求援信号！这名眼影上忍心中一惊，连忙大吼道，并立即出手，接连挡住了左右两侧扑杀而来的2名木叶上忍。也幸好木叶这边不想暴露，没有施展什么大威力的忍术，不然光是这20名木叶忍者的一轮忍术轰击，就足以淹没这名仅存的眼影上忍了。见状，面对3忍之一的自来也以及木叶20名上忍精锐所带来的强大压力，哪怕是心高气傲的迪达拉也不得不退却3分。这可是战争，不是村里的游戏，在村里捣乱，认识他的忍者们都不会下狠手的。可敌人是不会留情的，是会一刀宰了他的。为此，本就不蠢的迪达拉也没有去强行出头，而是趁着那名眼影上忍为他争取的时间，赶忙制作粘土炸弹，企图靠炸弹的爆炸来吸引更多的眼影支援。只可惜，经验丰富的自来也又怎么可能给对方机会呢？眼见着有人挣脱了幻术，自来也第一时间就准备起了另一个忍术——人法蛤蟆口束缚之术。下一刻，一大片粉嫩嫩、黏糊糊的长条形肉壁瞬间出现，直接将那名眼影上忍、2名木叶忍者，还有刚刚放出粘土飞鸟炸弹的迪达拉都困了进去。可别小看了这个蛤蟆口束缚之术，它能召唤出妙木山严肃大蛤蟆的卫臂，其作用广泛，既能防御，又能困住对手，然后慢慢消化掉。除非有着超越岩秀大蛤蟆的实力，或是有着特殊的破解忍术，不然基本上没有人能够逃脱。当然，此刻自来也施展这个蛤蟆口束缚之术，真正的目的即是困住那名眼影上忍和迪达拉，以免他们施展忍术惊动整个眼影村。就这样，刚刚困住迪达拉2人，那长条状的卫臂内便传来好几声沉闷的爆炸巨响，轰轰！显然那是迪达拉的粘土炸弹爆开了。只可惜如此爆炸依旧无法破开蛤蟆卫臂，更压缩了爆炸声响和范围，完美的避免了暴露。很快，蛤蟆卫臂内又传出一片沉闷的交战声、爆炸声，接着不过10多秒，战斗便戛然而止。显然是自来也获胜了。怎么说，他也是传说中的3忍之一，若是开启仙人模式，哪怕对上大野木也难分胜负。此刻来对付一名普通的眼影上忍和还未成长起来的迪达拉，自然手到擒来。哗！自来也将长长的蛤蟆卫臂通灵了回去，并左手提着已经被击昏的迪达拉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至于另一名眼忍也已被击杀了。自来也大人，这小鬼不杀吗？自来也提了提手中的迪达拉，回应道：“这小鬼叫迪达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代土影大野木的弟子，留着他之后可以再找眼影村要一大笔赎金，可比杀了划算多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不喜杀戮的自来也本不想对这般小孩痛下杀手。原来如此，大人远见，你们赶紧清理战场，布置隐秘结界，尽可能的争取时间。”自来也迅速下令道：“遵命！其他人随我进去搬金库。”自来也将昏迷的迪达拉交给昔日红，然后急匆匆的领着人冲入了眼影金库。毕竟席卷眼影金库，弥补这场大战的损失，大赚一笔，才是他们这支尖刀小队的根本任务啊！可下一刻，当自来也兴奋无比的推开金库大门，一眼看去后，这才陡然傻眼。钱呢？这金库里不该堆满银两吗？眼影村这些畜生将钱藏去了，没把钱放这，外面还守着那么多忍者，眼影村的人都疯了吗？不仅自来也一人，其余跟进来的一众木叶忍者也都懵了，他们根本就没想到眼影竟然早就搬空了这座金库，仅留下一具空壳在这。亏他们还一路小心翼翼、打生打死的突袭到这呢，结果一根毛都没捞着。这狗日的眼影实在太无耻了吧！可不等人自来也等人反应过来，此刻坐在金库中间的那名刚刚被夏目弄昏的眼影忍者兽也悠悠苏醒了过来。醒来的兽根本就不记得夏目之前的突袭了，只以为是自己太过疲倦昏睡了过去。可现在睁眼一看，却发现整个金库都空了，反而门口还站着一堆木叶忍者。兽看了看空荡荡的自家金库，又望了望自来也等人，面色逐渐从迷茫变为恍然，最后变为暴怒。此情此景，盗取金库的贼人是谁？答案已经不言而喻。木叶、眼影。随着2声怒吼，爆炸瞬起，直接将整座金库阁楼炸开了花。哈哈！看着木叶和眼影双方间陡然爆发的战斗，阁楼顶层上的夏目也笑得前仰后合。说实话，也不能怪双方太蠢，
毕竟人们总是会下意识地相信亲眼所见的事实，至于这份事实背后还不会隐藏着什么内情，就少有人会去关注了。更何况还是在这般你死我活的激烈战场中，谁还有闲心去细细推理啊？当然，还是因为飞雷神之术过于离谱，也没有人能猜到夏目能在瞬间穿过层层守卫，悄无声息地闪现进这座金库之内。阁楼顶层传来的笑声令自来也瞬间一怔，并赶忙看了过去，结果却发现那里空无一人。按理说，如果真有人在的那话，这么一瞬间，对方也根本不可能逃离自己的感知范围。没办法，自来也只能将其当成自己的幻听了。毕竟眼瞅着空荡的眼影金库，计划失败，他也确实心绪激荡，有可能出现幻觉的。只不过此刻也由不得他慢慢梳理情报了。那名眼影忍者兽二话不说就发动了他的血祭限界暴盾，剧烈的爆炸瞬间摧毁了整座金库阁楼，将自来也等人轰了出来。同时惊人的爆炸声也迅速引起了小半个眼影村的注意，相信估计用不了片刻，便会有更多留守在村内的眼忍包围过来。自来也收起了那一头坚硬的长发，若非靠着这门忍法真地藏，延长头发护住了众人，恐怕刚刚自家的好几名队员都已被炸伤了。在封闭空间，那个暴盾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啊！所有人收缩队形，立即撤离！自来也大吼一声，没有丝毫的犹豫。既然任务已经失败，而且还暴露了，那继续拖延下去，整支小队只会面临团灭的风险，还不如赶紧撤退，保留有生力量呢。火盾大盐弹，自来也将查克拉炼成油，猛然喷出，同时使用火盾忍术将其引燃。刹那间，大片的火海倾泻而下，瞬间就笼罩了前方的大片区域。其余威力可比普通的火盾盐弹强多了，此时用来断后非常合适。暴盾地雷拳，炎影忍者兽一拳轰在地上，靠着暴盾的威力将地面炸起无数碎石，堪堪挡住了面前的汹涌火海。这些烈火可都是油性物质，一旦沾染很难熄灭，非常危险。尽管危险，可这位炎忍兽不等火势熄灭，便举着一块大石头破开火海追了上去。不追不行啊！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自己的玩忽职守，因为自己睡着了，这才让木叶有了可乘之机盗走自家金库。为此，他无论如何拼了命也要留住那群狗日的木叶奸贼啊！自来也一边断后，一边跟着队伍撤离。只可惜周围包抄而来炎影忍者也越来越多，把那个小鬼给我！其他人分散撤离，在村外3号标记点集合。自来也从昔日红手中接过迪达拉，并对着一众队员下令道：自己等人已经暴露，若是20余人还聚在一起撤退，目标太大了，一旦让炎影忍者完成包围，可能自己等人一个也逃不出，还不如分散开来，各凭手段逃离。听此，一众木叶忍者纷纷应诺，并迅速散开逃离。他们都是上忍，实力不俗，经验丰富，想来都还是有不小几率突破重围逃离出去的，哪怕依旧可能会出现折损，也比全军覆没在这要好啊！此刻自来也带着迪达拉，一边阻击着身后追兵，一边拖延着时间。眼见着一众木叶队员开始散开逃离后，他也不再保留实力。忍法通灵之术，下一刻，数十米高的蛤蟆文泰瞬间出现，重重砸落在地，掀起了大片扬尘，好不威风。自来也，混蛋，你叫我出来干什么？巨大的蛤蟆文泰叼着一个大烟斗，气呼呼地吼道。他可正在嘿咻着呢，突然就被自来也召唤出来了，岂能不生气？嘿嘿嘿，文泰，不好意思，又得麻烦你了。这里不是木叶吧？你们又在打仗了？蛤蟆文泰扫视一周，皱眉问道。一会再聊。文泰，先用油。行吧。文泰点头，一人一蛤蟆相识已久，早就有了默契。自来也屁股一撅，文泰就知道他想放什么屁了。火盾蛤蟆油盐弹。蛤蟆深吸一口气，喷出一大口黑油，并与自来也的火盾结合，瞬间形成了一发巨大无比的油盐弹。这一招可比刚刚大盐弹还要凶猛数十倍，所形成的火海甚至笼罩了前方上千米的范围，将无数包围而来炎影忍者都囊括了进去。那上千度的高温瞬间就焚灭了大批炎影忍者，仅有少数实力不错的上忍能在火海内勉强支撑片刻。总之也算是大大拖延了炎影合围的速度，为自家队友争取了更多逃离的时间。文泰，谢了，回头再给你多带点上好的烟草。自来也，你个混蛋！蛤蟆文泰还没骂完，就被自来也通灵回了妙木山。同时借着这个空隙，自来也赶忙隐藏着自己的身形。忍法蛤蟆影之术。下一刻，自来也便带着迪达拉一同窜入一只小蛤蟆的嘴里，遮掩了一切气息。仅靠着这只不起眼的小蛤蟆，悄咪咪地向着右侧蹦去。不得不承认，自来也这一手蛤蟆盾术确实非常有效。这只不起眼的小蛤蟆确实轻松穿过了层层炎忍包围圈，将自来也送到了炎影村腹地的一栋普通楼房内。要知道，蛤蟆影之术也是有限制时长的，无法一直待在蛤蟆肚子内。与其向村外逃去，继续躲避大量炎影忍者的追杀，还不如反其道而行，先躲入炎影村腹地，等局势平和一些后再轻松遁走。于是乎，自来也提着迪达拉从蛤蟆口中钻出来后，也立即潜入了这栋楼房，准备制服其中的村民，以便躲藏片刻。可才窜进去，就看见屋内的大床上正躺在一名浑身缠满绷带的壮硕男子，看其样子似乎不是普通村民，也是一名忍者。可这忍者受伤也太重了吧？什么样的伤需要将全身都包起来呢？眼瞅着一名带着木叶护额的忍者窜入了自家，正躺在床上黄土也猛然一骇，并连忙挣扎警告着。只可惜为了早日康复，他的浑身都被结实的纱布和木板固定着，
就连嘴巴也被堵住着，根本没法清晰说话，只得不断呜呜的警告着。爸爸，你又在叫什么？是想妈妈了吗？放心，有爷爷在，妈妈不会出事的。屋外正在熬着药的黑土大声回应道，只以为是父亲又在担心母亲，担心外面的战斗了。可等他探头进屋一看，这才发现屋内却多了一名奇奇怪怪、眼神色眯眯的中年白发男子，而自己那位师哥迪达拉也正被对方提在手中，眼影的追杀非常卖力，毕竟大半夜的，正在床上放松着呢。哐当一下，敌人就打进来了，裤子都没来得及穿呢，就被打得晕头转向，七荤八素，伤亡惨重。换成任何一个人都难以咽下这口恶气。尽管三代屠影大人已经带着大部队去追击木叶主力了，可剩下的众多炎隐忍者心里也都憋着一团怒火。此刻眼瞅着竟然还有木叶忍者潜入村子，盗窃了金库，并准备逃离。其余一众炎忍自然怒气冲天，不要命地追杀着20名木叶精锐。尽管自来也带领的这支木叶小队的队员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实力出众，可在数倍、数十倍于己方的炎影围杀中，也难免出现损伤。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着自来也那般实力，那般通灵忍术，那般前行之术的，以至于其中实力最弱且本就消耗了大量查克拉的昔日红，自然最先不敌。靠着幻术接连斩杀4名追击炎忍后，在他即将逃出炎隐村外时，还是被10余名炎隐忍者包围了起来，击倒在地。高大的炎土傀儡将昔日红架了起来，锋利的炎土长枪刺破了他的衣服，露出了大片雪白肌肤，混杂着伤口流淌出的嫣红鲜血，更是平添了几分凄美之感。没办法呀，他已经尽力了，实在是查克拉不够用，敌人太凶残了啊！而此刻眼看着生擒了这样一名木叶女忍者，周围的一群炎忍大汉也纷纷步步迫近，那包含怒火的眼神中更是尽显肆无忌惮的侵略之色。毕竟忍界战争中俘虏了敌方女忍者后会发生些什么，早就是人尽皆知的事了。更何况还是这样一名年轻貌美、姿色过人的木叶精锐女忍者，忍界的残酷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快，这小妞怕是想自尽，别给她机会。很快就有炎隐忍者射出了带着麻痹毒素的苦无，刺中了昔日红，令其瘫痪在地，连最后自尽的能力都失去了。队长，这木叶的女忍者倒是很水灵啊。呸，有什么好藏的呢？你那点心思我会不知道？嘿嘿，队长，那我们……哼，这万恶的木叶今夜害死了我们多少兄弟，此刻正是让他们的女人血债血偿的时候。队长英明，我懂了。得到许可后，一众满眼血丝、杀气腾腾的炎忍，二话不说便朝着地上的昔日红扑去，就仿佛一只饥渴了半个月的猎狗一般，迫不及待，极尽龌龊。见此，绝望中的昔日红更是无比不甘地闭上了双眼，静候着来自地狱的无尽折磨。只可惜，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一只只魔爪，而是一抔抔溅射而出的温热鲜血。昔日红睁眼，却陡然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好像静止了。片刻之后，时间齿轮波动，周围的一切才再次开始运转起来。而就在下一刻，他的周围那10余名炎隐忍者竟在同一时间全部颈脖破裂，鲜血喷涌而出，并随之齐刷刷地栽倒在地，当场暴毙，无一例外。见此，昔日红也不禁心中一震，瞳孔猛缩。除了那些大范围的高杀伤性忍术，他还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忍术能在眨眼之间同时取走10余名忍者的性命的。这也太可怕了吧！究竟是谁干的？是来救我的？木叶还有这样的强者？疑惑之际，随着那大抔血雨落下，昔日红前方一名稚嫩的少年正手握苦无，屹立在尸堆之上。夏目没有用苦无，以免造成明显的伤痕，被人推测出蛛丝马迹。毕竟从论理上来说，他今夜从未来过炎隐村，这里的一切都和自己无关。而之所以救下这名昔日红，也不是特意要玩 cos 英雄救美什么的。毕竟夏目自诩也不是什么英雄，非要算的话，自己更像是一个还在发育中的大魔王、大反派。而且更不是因为夏目好色，只是眼瞅着这样一名优秀漂亮的女忍者，真让这群污秽的炎隐大汉给糟蹋了，也是一种可惜啊。还不如顺手带回自家隐村呢。怎么说，自己那边也要比炎隐村这更加人性化一点嘛。一般也不会虐待俘虏啥的，更何况一名非同数类的幻术大师，能够干的事情可多了去了。未来自家村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他的幻术呢。不是木叶的忍者，自己这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眼瞅着夏目头上并没有那熟悉的木叶护额，昔日红暗叹一声，但心中还是松了一口气。他很清楚，哪怕自己依旧没有脱离危险，可平心而论，哪怕真被一名还算秀气的少年给霍霍了，也比被一群炎忍大汉给糟蹋了要好啊。你是？夏目瞥了一眼昔日红，眼中的猩红光芒一闪而过。此刻他可没时间和对方慢慢解释，更没有心情去忽悠这位木叶幻术大师，能顺道救他一命就已经是魄力。因此夏目直接催动写轮眼，将昔日红迷昏了过去，接着抱起对方后，便再次发动飞雷神之术，消失在了原地。刹那间，数千里外炎隐村夏目的住所内，一身女仆装的野乃羽正在尽职尽责地为夏目整理被褥，以便于夏目大人随时回来都能舒服入睡。呼，一道风声自客厅响起，野乃羽连忙过去查看，果然只见夏目正抱着一名浑身浴血、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忍者出现在了客厅内。夏目大人，您回来了，这人你认得吧？这是木叶的昔日红。野乃羽一惊，当初身在根部的他可没少听闻这位村子里的幻术新秀之名，
据说团藏大人也曾亲自招募过对方，可惜也被拒绝了。没想到对方此刻竟被夏目大人带回来了，而且还是这般伤痕累累。夏目指了指昔日红，对着野乃羽吩咐道：“认得就好，给他治疗一下吧，别让他死了。另外，他的幻术能力你也应该知道的，因此在我回来之前，最好让他一直睡着。这对于你来说不难吧？”“明白。”野乃羽点头。对于一名精通医疗忍术的药师来说，想让一个人多睡一会，实在太简单了。下一刻，野乃羽刚刚眨眼，便发现夏目又一次消失在了客厅内，显然再次瞬移离开了。而他也立即遵从指示，开始施救着。此时此刻，岩隐村外正在疯狂追击的大野木一行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家的水晶又一次被偷了，甚至哪怕夏目不出手的话，就岩隐村金库外的那点防卫，也根本就挡不住自来也等人。左右不过是被木叶又洗劫一次罢了。只不过虽然将大野木和大部分岩隐忍者都骗出来了，为自来也他们争取了机会，可此时的袁飞等人的处境就显得很糟糕了。他们在拼命的跑，后面的岩隐忍者也在拼命的追，可一些实力仅为下忍、中忍级别的木叶忍者，又怎么可能跟得上那些特别上忍、上忍的速度吗？很快600多人的队伍便被拉开了。尽管靠着各种陷阱忍术、大范围攻击忍术，可以很大程度上阻拦岩隐忍者的追击速度，可后方那数千名岩忍追兵中，也不乏实力出色的上忍先锋部队，依旧能迅速跨越陷阱障碍，一点点的缩短着追击距离。更何况天空上还有着一名靠着超轻重岩之术翱翔追击着的大野木，他那一手沉遁更是骇人，隔着老远就能给木叶这边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逼迫木叶这边不得不一次次的留下人手断后，阻拦追兵。可每一次留下断后的忍者，基本都难逃一死。短短时间内就已经有好几十名木叶忍者为了断后而葬身在此了。照这样下去，不等自家主力部队逃出升天，木叶这边可能就得折损半数以上的忍者呀！火影大人，让我留下来断后吧！青春就是要在此刻燃烧！麦特凯露出一口白牙，诚恳地请求道：“自己若是全力爆发的话，必然能踢死后面一大片的岩隐忍者，为自家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不，火影大人，让我去吧！”戴着面具的卡卡西也迅速请求道。除了卡卡西两人之外，周围其他不少忍者也纷纷请命道。看着这熟悉的一幕，袁飞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21年前自己与二代目火影飞间大人一同断后的一幕幕，多么似曾相识啊！只可惜此刻也容不得他触景生情了。现在每多拖延片刻，只会令大部队的处境更加危险。卡卡西、麦特凯，你们继续保护大部队撤离，你们都还年轻，村子需要你们。另外，暗部第4班、第9班、第13班和我一同留下断后。袁飞沉声命令道，前所未有的决绝。火影大人，不可，这是命令。片刻后，袁飞亲自带着10余名精锐暗部忍者脱离了大部队，开始在原地设置忍术陷阱，准备断后。看着后方追来的大批岩忍部队，袁飞神色淡然，并迅速撕开了一条布带，将受伤的右臂捆住。那是刚刚被大野木的沉遁扫射到所留下了伤口。尽管袁飞知道这次断后自己10有8九便会殒命在此，但能像自己尊敬的飞间大人一样，为了保护后辈而战死在战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呀。与此同时，一片漆黑的广袤岩土荒野上，一道身影也正在观赏着远处的激烈追击战。毫无疑问，这便是又一次闪回到岩隐村外的夏目。而此时的夏目也在微微迟疑的说实话，此刻只要自己莽上去，大概率能将袁飞日斩和大野木2个老家伙一同送走。毕竟此刻的袁飞右臂已废，就算还能施展尸鬼封印，也绝对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如此间隙，以自己现在的实力，绝对足够杀他10回8回了。只不过夏目顾虑的则是，一旦出手，自己参与这场大战的事实便会暴露，届时不但无法加剧岩隐村和木叶之间的仇恨，还可能使得他们同仇敌忾，再联合其他2大隐村一同攻伐岩隐村。若是再加上一直伺机而动的小组织，哪怕自己能获胜，能击溃4大隐村，而自家岩隐村也大概率会遭受灭顶之灾，自己向往的繁荣奢靡生活也将宣告破产。不划算，不划算啊！自己都已经暗中推波助澜，怂恿起了这场木叶岩隐大战，使得木叶和岩隐2家隐村连狗脑子都快打出来，更又一次掏空了岩隐金库，还嫁祸给了木叶，着实收获满满了。没必要再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暴露身份了。不过来都来了，怎么也得再留下份大礼呗。自己不好暴露，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呀。三尾，你说对吧？夏目将兜里的小乌龟三尾肌腹再次摸出了出来，并轻轻弹了弹对方的小龟头，一脸和善的商量道：“如何，休息好了吧？又需要你干活了，看样子应该还能射几次吧？是该你表现的时候了。当然，对于某只小乌龟来说，可以商量，但没有拒绝的权利。”很快，肌腹便再次屈服在了夏目的淫威下，只得老老实实凝聚起了尾兽玉，一点点的榨干着他的身躯，并由夏目控制好了方向，朝着远处2支部队的中央爆射而去。此刻，岩隐村的先锋追击部队也再次追上了袁飞等人，而看着下方自愿留守断后的袁飞等人，飞在空中的大野木也没有半分喜悦。虽说他确实非常想杀了袁飞日斩，而且能击杀掉这位3代目火影的话，也确实会对木叶造成巨大打击。和那600多人木叶主力部队一比，仅吃掉一个袁飞可不划算。但既然袁飞这家伙想找死，那大野木也非常乐意成全对方。
元妃日斩，你该死，给我杀！大野木怒斥一声，直接下令道，没有丝毫的迟疑。而下方的数百名眼影精锐更是个个杀气磅礴，满腔怒火，一拥而上，迅速朝着元妃等人扑杀而去。只不过就在双方即将接触厮杀之际，咻，几道破空声响起，不等众人反应过来，3颗偌大的尾兽玉便已突然飞到战场中央，并瞬间爆开。下一刻，无比刺眼的橘光绽放开来，仿佛照亮了整个黑夜。3颗尾兽玉叠加在一起的爆炸更是威力骇人，范围更大。元妃等人、眼影的数百先锋部队，乃至飞在空中的大野木，都被瞬间笼罩了进去。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再加上夜色漆黑，甚至都没人看清这几颗尾兽玉是从哪射过来的。轰隆隆，大地发出了悲鸣般的咆哮声，震荡四方，隔着数千米外都能清晰感觉到。一时间，无论是正在前面逃离的木叶大部队，还是正在后方追击的眼影大部队，此刻看着远处升起那3颗小太阳，都不禁愣在了原地，目瞪口呆。同时，双方心中也不约而同地怒骂着：眼影、草，木叶的人这么狠，连尾兽都动用了，为了逃命，连自己人都杀。木叶、草，眼影的人这么狠，连尾兽都动用了，为了追杀，连自己人都不放过。榨干了3尾击斧，朝着元妃和大野木所在的战场方向连射了3发尾兽玉，并确认尾兽玉皆爆炸了后，夏目便干脆地离开了。至于尾兽玉能炸死多少人，能不能直接带走元妃和大野木那2个老家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让双方都误以为这是对方发动的尾兽攻击，进一步加剧2村之间的仇恨就足够了。只要能让这份仇恨延续下去，使得木叶和眼影继续高度对敌着，才最有利于自家眼影村暗暗发展，渔翁得利。离开眼影这边后，夏目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又靠着飞雷神之术瞬间去了一趟木叶影村那边。昨日自己一炮轰塌了整个木叶感知部队的结界中枢台，并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剩余宇智波的族人，可把留守在木叶的一众忍者和仅存的木叶高层给气坏了。尤其是团藏，眼瞅着那几百双有潜力化为血轮眼的宝藏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了，煮熟的鸭子都能飞走，他岂能不气？气得他都恨不得把水户门岩给暴锤一顿了。只可惜以团藏现在的状态，能不能打得过水户门岩都是一个大问题。同时趁着木叶内一片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再加上覆盖木叶的大阵也被捣毁，此刻的夏目在木叶内行动起来更是如入无人之境，畅通无阻。很快夏目就找到了已经被招募令策反的那位日向分家根部忍者日向深川。参见夏目大人，任务调查的如何了？已查出了2处根部秘密基地，都在村子外。这是详细的地图。日向深川恭敬地递出一卷地图，上面详细标注了那2处根部秘密基地的位置。很好，继续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查出根部的所有秘密基地。夏目满意的点头道，看起来还是没白招募这个家伙。遵命。另外，你已经说服多少日向分家的忍者了？回大人，目前为止已经说服38名分家忍者了。夏目眉宇一挑，暗暗一喜，短短时间内深川就已经策反了38名日向分家忍者，足以说明日向分家忍者心中埋有多少怨念了，恐怕早就恨不得判出日向一族了。而他们只是缺少一根导火索，就能瞬间引爆了。而深川所展示的希望，正是分家忍者最渴望、最渴求的自由，更是那条足以点燃愤怒的导火索。也难怪会有那么多人分家忍者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了。夏目大人是需要准备集合叛逃了吗？不，还不急。要知道，这世上本就没有平白无故施舍，渴望自由的代价也注定昂贵。告诉那些向往自由的分家忍者们，1人800万两，我便出手替他们解开笼中鸟咒印，而且并不会限制他们，解开后随意去哪里都行。夏目开出了自己的条件。本来趁着木叶大部队出击，内部防御空虚，也是将宇智波一族和愿意投诚的日向分家忍者一同带走的好机会。只不过夏目却并未贸然带走日向分族的一众忍者，原因也很简单，实在养不起啊。每一名日向分家的忍者想要为其解除笼中鸟咒印，最少都要花费1张500金币的初级招募令，那可是500万两的巨款啊。若只是单纯花在宁次这种罕见的天才身上，倒也值得。可真要为那些潜力不高的日向分家内的下人、中人全都支付，就按50人来算，也是足足2亿5千万两啊！如此巨款，就是把整个岩影村卖了都不一定能筹齐。更何况这还不算初级招募令也具有一定的失败风险呢。这才夏目没有贸然将日向分家的忍者都接回岩影村的真正原因。而此刻让这些渴望自由的日向分家忍者自己准备这笔酬金，那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啊，为啥多出了300万两？这多正常啊，总得赚点辛苦费嘛。兑换招募令替人解咒可是很辛苦的，反正800万两的价格虽然昂贵，可和永远的自由一比，却显得非常划算了。以日向分家忍者的能力去赚也好，去抢也罢，只要想还是能筹够的。毕竟在木叶村里，有钱的忍族名门可不少，他们家里藏的小金库甚至可能比木叶的金库还有富余呢。当然夏目也并未将条件卡死，也承诺着18岁以下已经学会了柔拳八卦64掌且愿意加入岩影村的，即可免去800万两的解咒费用。25岁以下已经学会了柔拳八卦128掌且愿意加入岩影村的同上。任何年龄已参悟八卦破山机奥义
且愿意加入岩隐村的也同上。简单来说，想要自由可以，前提是报酬或者天赋，你总的占一样。前者一次性买断，后者拿时间和苦力慢慢偿还，而且还是得有一定天赋的，才有被压榨的价值。夏目可不想招募一堆七老八十了，连基本柔拳都学不会的废物。总之，想白嫖，在夏目这是不存在地。得到夏目的指示后，日向深川也非常理解，毕竟他可是最清楚自由的代价有多昂贵了，不然他当初也不会为了那名少许的自由而主动加入根部，加入那个无比血腥黑暗的地方了。而且尽管价格昂贵，但也更让人安心一点，不是？若真有人愿意无偿的花费大代价帮你获得梦寐以求之物的话，那你可就要小心了，对方是有十有八九就是想睡你，亦或是还想从你身上谋取更大的利益。去吧，通知下去，半个月后我会再来一趟，届时愿意回归自由的都最好早点备好酬金，机会给他们了，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他们自己了。夏目挥了挥手，沉声告诫道：遵命。日向深川恭敬一声，后撤数步，没入黑暗之中，迅速离去。当夏目离开木叶，带着三尾回到自家村子里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里大部分族人都已睡下，那些新来的宇智波族人也都基本分配安顿好了。这一个多月内，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一众族人热情高涨的建设下，整个岩隐村早已焕然一新，生活区也比一开始大了数倍不止。别说这400多新来的族人了，就是再多上几倍都完全足以容纳。尽管这些新来的族人们此刻都或多或少的有些不安，但比起此刻一片狼藉、满是硝烟战火的岩隐村，无疑好上太多了。回家后，叶乃宇已经睡下，夏目没有去打搅，而那名未来的工具人昔日红身上的伤势也被治愈的差不多了。此刻正被叶乃宇绑在了一张单人床上，浑身用数十根医用钢针封住了查克拉穴窍，哪怕他苏醒过来，也绝对无力挣脱。夏目满意的点点头，没有急着去调教昔日红，而是来到了后院温泉池这边，又用火盾热起了一池温泉，一边舒坦的泡澡着，一边整理着今夜的收获。丁，恭喜你获得了4186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41860000价值点兑换为4186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4186金币，目前余额5078金币。夏目顺手将从岩隐金库内带回来的伴手礼都换成了金币，一下子又多了4000多金币，确实让人开怀。只不过，若是曾经一下子收入这么大一笔金币，定会让夏目雀跃不已。可现在夏目也淡定多了，估计也是被之前的上万金币给阔绰惯了。果然，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难啊！感觉今天的手气不错，先来个10连抽压压惊吧。夏目搓了搓手，兴奋地决断道：都过了这么久了，幸运女神怎么也该浪完了，收心了，也该怜爱下自己了吧？请问是否支付888金币开始10连抽？确认。夏目毅然而然地选择了确定。哗啦，888金币再次如流水般瞬间消逝，紧接着那10个光芒璀璨的宝箱依次打开。丁，恭喜你获得查克拉回复丹1颗。丁，恭喜你获得终极空间卷轴1卷。丁，恭喜你获得秘术引针4之术1份。丁，恭喜你获得高级招募令1张。很快10个宝箱全部开启了。夏目细数了一下收获：3颗查克拉回复丹，2颗初级治疗丹，1卷终极空间卷轴，1000枚普通手里剑，100把封魔手里剑，1门秘术引针4之术，1张高级招募令。其中各种丹药、卷轴、手里剑什么都是充数用的，虽然有些用处，但单纯用珍贵的金币来兑换还是有些不值的。至于那门奈良一族的秘术影子束缚术，价值1000金币，比普通的 A 级忍术还要贵上一些，倒也不错。只不过这个硬控制类的秘术虽然好用，可限制也不少，用来对付一些实力一般的忍者还行，可真用来对付影级乃至超影级的强者就显得有些吃力了。除非有着庞大的查克拉作为支撑，倒是能发挥出强大的限制作用。只不过以夏目现在的实力，再加上方便的写轮眼与自负术，再多会一门引针4之术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不过这门秘术的价值还是有的，对战时也很实用，倒是可以让其余族人钻研学习一下。毕竟作为查克拉因属性的秘术，还是很适合宇智波一族学习的。而最让夏目开怀的，还是抽中了1张高级招募令啊，其价值整整5000金币啊！而且按照效果推算，除非是对班爷、麦特凯等等这种心智无比坚韧的强者使用，不然对于其他人使用，绝对堪比别天神的效果了，基本一用一个准。而夏目此刻需要招募新的人手吗？当然需要了，自家村子就迫切的需要大批人才来建设，而放眼整个忍界，实用的人才还是不少的。组织里的角督、谢等等，真要是能将他们用招募令挖过来，起码日后夏目就不用每天在为钱的事儿操心了。某个优秀的存钱罐，自然能将岩隐村的经济打理的一级棒。因此，夏目也确实很需要这种高概率的招募令。只可惜之前由于价格太贵，夏目一直没忍下心兑换。没想到现在居然就抽到了1张，运气不错呀！看来幸运女神果然是浪够了，准备找自己接盘了呀！当然，只要能抽出好东西，能把出金色传说，夏目也不在乎接盘不接盘的。888金币抽出了价值6000多金币的实物，这种好事再来10次、100次，夏目都不嫌多啊！10连抽后，夏目还是凭借着莫大的毅力，抑制住了继续霍下去的冲动。见好就收，过分贪婪可是要剁手的呀！而且这剩下的4000多金币，夏目也没有妄动，
准备等海运公司那边变卖珠宝后赚回来的大笔财富，早日再筹齐1万金币，好将不死的邪神体等等血脉兑换了。到那时，自己雪藏已久的八门遁甲便可一展神威了，直接挂着不死的 buff， 开着八门遁甲，一脚踹死6道都不是问题。光是想想就很激动啊！说起来，这些日子里，自己东奔西走，挑拨了这场大战，也总算是为自家村子创造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发展环境了。现目前雾隐村还在重建，且和自家结盟着，基本可以放心。木叶都被自己偷家了好几次了，再加上这场大战的损耗，估计就连裤衩都得赔掉。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怕是也没有余力闹事。岩隐村更是成了半个废墟，再加上那空荡的足以跑耗子的金库，能维持着不分崩离散就不错了。而最后剩下的云隐村和沙隐村更不必过于担心，毕竟不说抗衡5大隐村联手，以夏目目前的实力，在保护自家村子安全的前提下，孤身屠灭1-2个隐村还是不成问题。因此，最后需要稍稍注意的便只剩下小了。谁叫某位闰土哥一直对自己恶意满满呢？不过总的来说，外部威胁已经降低到基线之下了，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该好好的享受。呸，是该好好注重一下自家村子的发展了，对吧？月饼、基辅，夏目舒坦的伸了个懒腰，看向了池子边缘，却只见一脸豪横的熊猫月饼正骑在虚弱3尾基辅背上，哥那冲浪一般在温泉池内欢快的划水着。可怜的基辅才被夏目压榨完，就又落入了月饼的魔爪下。哎呦呦，轻点轻点，我的腰，息内息内！狗日的木叶居然连尾兽都用上了，连自己都炸，疯了疯了！木叶真 TM 疯了。此刻浑身伤痕，胡须头发全部烧焦，狼狈至极的大野木正躺在担架上，一边被抬回岩隐村，一边疯狂的破口大骂道：他是真没搞懂，木叶怎么就突然发了疯一样的来袭击自家岩隐呢？是因为之前第3次忍界大战积累下的仇怨？那也没道理如此拼命啊！尾兽都用上了，袁飞日斩那老东西是真的不要命啊！若不是自己命硬，而且飞得高，没身处尾兽域的爆炸中心，不然现在也早已一命呜呼了。该死的木叶，总有一天我要灭了整个木叶！嗨，大野木一边咳嗽一边愤恨道：要知道这场大战下，光是在刚刚那几颗尾兽域的爆炸下，就又阵亡了200多名岩隐精英，而且还有半数多都是上人，再加之前村子内的大量伤亡，保守估计仅仅一夜，岩隐就折损了上千名忍者，这已经不是所谓的伤筋动骨了，都快算是粉身碎骨了。最主要的还是自家隐村内部被大面积的破坏，这可比前几次忍者大战还要损失惨重，光是事后的修缮、伤亡补贴等等，就又得花费一大笔费用啊！更何况自家金库才被盗窃过一次，就算是将现如今金库内的备用金全部拿出来，估计都远远不够。这一波若是处理不好，自家整个村子都有可能陷入分崩离散的危机啊！就这样，躺在担架上的大野木跟随着2000多的岩隐主力部队迅速返回了村子。此刻村子里依旧一片火光闪烁，浓烟弥漫，到处都是嘶吼声、求救声，惨不忍睹。见此，大野木更是满心酸苦，捶胸顿足，恨得直咬牙。可就在这时，另一个消息也传来了：土隐大人，村子的金库又被偷了！什么？大野木瞬间垂死病中惊坐起，瞪大了双眼，满脸不敢置信。怎么会？金库那边如此严密的守卫，怎么会失窃？是谁干的？木叶，是木叶。他们趁您追击离开后，就再次悄悄潜入，总共20余人，全是上忍级别的精锐。目前守卫在金库周围的，除爆破队成员兽以外，其余的都已全部阵亡。这名岩隐忍者咬着牙，迅速汇报着。听此，包括大野木在内的一众回归岩忍更是怒火中烧。这一下，他们才瞬间恍然，原来自家金库才是木叶根本目标。也难怪之前木叶撤退的那么干脆利落，仅仅只是打算将岩隐的主力部队都骗出去啊！嗨，金库还剩多少？大野木捂着胸口，呛红了脸，大声追问道：全被搬空了。大野木，一众岩忍，木叶，袁飞，你个畜生！咔！大野木仰天咆哮，前所未有的怒吼道，奈何又一次闪到了老妖，直接戴着痛苦面具摔回了担架上。土隐大人，土隐大人！周围的岩忍纷纷围了上来，生怕大野木这一把老骨头直接气死在这。那样的话，没了这根主心骨，那岩隐恐怕真就离灭亡不远了。大野木吃力地挥了挥手，示意众人不必担心，并忍着剧痛，龇牙咧嘴地继续问道：抓了几个活口？击杀了6个，活捉了1个，还有一个本来能活捉，但意外的好像被人救走了。问出对面领头的是谁了吗？是木叶3忍之一的自来也，那位好色仙人。原来如此，是他的话，难怪你们不敌。算了，你也下去吧，先尽全力救治伤员，其他的之后再说吧。大野木叹息一声，漆黑的脸上更显憔悴，就仿佛瞬间老了好几岁。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金库已经被掏空了，再过分纠结也毫无用处。好歹也活了这么久，尽管心中无比气愤，但这点定力大野木还是有的。总之自己还在，自己儿子黄土、孙女黑土等等都还在，岩隐的未来还在，自家村子定能咬牙撑过去的。稍稍缓过一口气后，躺在担架上的大野木也继续强撑着精神，指挥着一众忍者开始善后救治、伤亡统计，
村子布防等等工作。可还没等他放松下来，另一个噩耗再次传来：土尹大人，这是暂时失踪的人员名单。大野木接过名单，刚扫一眼，名单最前面黄土、黑土、迪达拉三人的名字就明晃晃的摆在那。嘿，黑土，我的乖孙女，还有迪达拉、黄土，怎么会？他们怎么可能会失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野木再次激动着，猛然坐起，就连腰又闪了，也浑然不觉，紧撑着一双红彤彤的双眼，厉声反驳道：黑土他们可是自己的亲孙女，更是眼影的未来啊！他们真要是有个闪失，自己活着也没用啊！也难怪大野木如此激动着。迪达拉是在金库外失踪的，黄土大人和黑土都是在家中失踪。有人称看到他们被一名白发忍者带走，应该都是被木叶的人抓走了。听到这，大野木更是面色一黑，胸口一闷。木叶，我认你！大野木嘶哑的诅咒道。可由于气急攻心，一句话还未说完，便眼前一黑，直接气昏了过去，吓得周围的一众岩忍也纷纷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毫无疑问，黄土三人确实被自来也抓走了。作为三代木土影的亲儿子、亲孙女，其余村子高层自然都浏览过他们的相关资料。刚刚自来也好巧不巧的躲进去黄土的家里，眼瞅着偶遇上了这样两名岩影重要人物，自然顺道一起打包带走了。毕竟瘫痪在床的黄土基本毫无抵抗力，而黑土虽然天赋尚可，可还是年龄太小，在经验丰富的好色仙人面前自然无力反抗，同样被瞬间击昏。尽管突袭金库劫掠军费的计划失败了，可只要将这三人活捉回去，一样能作为重要人质，从岩影村这边要得大量赎金，事关自己的儿子、孙女以及爱徒。不信大野木那老小子不就范？如此一来，也算是变相弥补这次任务的失败了。虽说自来也并不太喜欢这种卑鄙的手段，可为了自家村子，他也不得不当回恶人了。毕竟他也深知这场大战给木叶带来的经济负担有多么沉重，而且北面的沙隐村还在嗷嗷待哺的等着木叶支付一大笔结盟费呢。若是一点都捞不着的话，木叶可就真危险了啊！当清晨的阳光照进木屋后，又醒了。他轻巧地从被窝里钻出，并为身旁的佐助隔好被褥，然后才轻悄悄地走出了木屋。自从加入暗部以后，他就很少再和佐助一起睡了，甚至都很少在家留宿了。因此，难得的一觉美梦，他并不想太早吵醒佐助。推开房门，屋外的阳光很明媚，明媚的令又有些不习惯。他摸了摸腰间，准备下意识地戴上暗部的狐狸面具。停顿了一下后，才想起这里已经不是木叶了，也无需再戴什么暗部面具了。哟，你醒了！一道沉稳的浑厚男声响起。又望了过去，却只见前院内，自己的父亲宇智波富岳正坐在一棵樱花树下，慢悠悠地品着一小壶清酒。好家伙，大清早的就跟那品起了小酒，而且下酒菜也木有。逃离了木叶，辞去了警备对队长一职，卸下了包袱后，父亲都闲成这样了吗？又没有将心中的吐槽憋出来，因为实在不知道如何开口，仅淡淡的点了点头，并关上了房门。佐助还在睡？是，你母亲还在收拾厨房，今日就不忙着生火做饭了。哟，去街上买点早食吧，顺便帮我带些下酒小吃回来。也正好，由你去亲眼看看这个宇智波一族独立建造的新村子吧。傅岳抿下一小口清酒，眯着眼，心情不错的吩咐道。绝不是因为之前走得太急，他连自己的私房钱都忘记带了，这才买不起下酒菜的。好，又点了点头，迅速迈出了前院，来到了街上。说实话，他也确实想亲眼看看夏目堂弟领着一群族人建立的新村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刚来到街上，一道身影便迅速出现在了佑的身后。我叫宇智波日耀，我们见过2次，这几日负责监视你，当然只要你不生事，我也绝不会干预你。日耀冷声自我介绍道。对于佑这位家族内极为出名天才，日耀还是早就有所耳闻的。监视，随你吧。又瞥了一眼身后的宇智波日耀，喃喃道。他还是第一次见如此明目张胆的监视。是的，不过这不是少族长的命令。坦白来说，宇智波鼬，只是我们不信任你罢了。我不明白，天赋出众、实力过人的你，为何要选择站在家族的对立面？日耀憋着一股怒火，冷声质问道。身为夏目的亲卫队之一，有关鼬的一些情报和抉择，他也有所了解。也正是因此，他才不明白，为什么除了少族长以外，他们宇智波一族内越是天赋异禀的族人，越是喜欢和家族对着干，并站在木叶那一边。之前的宇智波镜、宇智波止水都是，现在的宇智波鼬也是。那什么狗屁的火之意志，真有那么大的魔力？又愣了愣，随后摇了摇头，并未解释。事到如今，再多的辩解也毫无意义。只要佐助还活着，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你要去哪？买吃的。又淡淡回应一声，不再理会日耀，转身大步迈向了主街方向。根据空气中弥散的食物味道，可以确定那边应该有贩卖早点的地方。一路走过，又也确认了岩影村这建造确实很规范，街道、房屋、店铺、排水、交通等等，都是用心建造了的，比木叶的宇智波驻地那边还要规范大气多了。光是那清新的房屋木料气息，就令人格外的倍感精神。很快来到主街后，眼前的热闹场景也令又微微一震。整条不过100来米长的主街上，已经开了30多家商铺了，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售卖各种食物的小吃店。好几十名脸上带着笑容的宇智波族人，也正在热热闹闹的吃着早食，以开启干劲十足的新的一天。这里这么快就建起了商贸街，又心中惊叹着。事实上，衡量一个村子的人民是否安居乐业的最明显标准，
就是这商贸是否繁荣了。毕竟一个村子若是连年战火，村民不敢买东西，商家不敢卖东西，还谈个屁的和平，谈个屁的繁荣昌盛啊！而之前第一批到来的宇智波族人不过才400多人，现在就开了30多家商铺，这个比例可非常高了。而且最主要的还是，又在这些族人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吃着早点的工人们在相互笑谈，贩卖着食物的老叟老翁也在开怀交谈，就连在街口争抢糖果的孩童也笑声朗朗着。光是笑声就为整一幅黑白画卷中添了几分色彩，几分生气。要知道，从幼记事起，整个木叶宇智波一族的驻地内就笼罩着一股阴暗沉闷的气息。他基本没见过父母，更没见过族人露出过笑容。笑，那是不可能的。你个邪恶的宇智波，敢乱笑？你是在嘲笑谁？还是想讽刺着什么吗？走走走，跟我们回去调查一趟。这就是当时宇智波驻地内的情景了。也许有一点点夸张，但那份木叶整个村子对宇智波的敌视、冷漠、鄙夷，绝对一点也不夸张。与之相比，在这里的族人们仿佛像换了一批人一般。原来宇智波的族人也能如此畅笑，如此放松，如何与常人一般无二啊？生活在这应该会轻松很多很多吧？如何和在木叶时的感觉不一样吗？突然间，另一道熟悉的声音在右身旁响起，右心中一惊，连忙看去，这才发现原来是夏目堂弟，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了自己身旁，而自己竟毫无察觉。是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吗？确实，族人在这里比在木叶内都放松了好多，好久都没看到族人们如此放松的笑容了。又点了点头，坦诚地回应道：忍者呀，本来就是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可为什么连常人能享受的简单快乐都不能享受呢？人生苦短，活得快乐才重要啊！哟，你说对吗？夏目眯着眼笑问道。又眉宇一皱，想反驳，但看着面前的一幕幕，却不知从何反驳起。夏目堂弟，你究竟……别叫堂弟什么的，听着怪膈应的，就叫我夏目吧，夏目君也行，我也叫你佑吧。佑，好。夏目，对了，说实话，在叛逃之前，我是有考虑过，要不要先除掉你的。夏目眉宇一挑，突然坦言道，尽管当初又选择村子，背叛家族，有着各种理由，但夏目还是蛮讨厌这种二五仔行为的。明明家族和父母生了他，养了他，哪怕他不回报也行，但也不该直接转头对族人挥下屠刀啊！就算是为了保护佐助，以佑的实力也有很多选择呀。实在不行，带着佐助逃出去也行吧？为何偏偏选了条最残忍、最痛苦的道路呢？只不过最后综合了一下自己当时的实力、佑的作用、木叶的反响等等因素，夏目还是没有动手。又再次一愣，也没想到夏目竟如此坦诚，随后失笑一声，自嘲道：对，我是叛徒一个，想除掉我这个家族叛徒也很正常。夏目，是啊，当时你们一家实在太让我难办了，一个大叛徒，还有一个优柔寡断的大族长，你俩还真是如同卡在宇智波一族喉咙上的2根大鱼刺，吞不下，取不出，甚至我都想直接除掉你们一整家了。说到这，又顿时色变，这个一整家似乎也包括了佐助，而凡是涉及到自己亲弟弟的事，又可是100%的认真，在地控上他连玩笑都开不得。于是乎又立即看向了身旁的夏目，眼中也带起了一丝丝的警惕与杀意。行了，别那么看着我，我知道止水的另一颗眼睛在你手上，而且你也能随时发动别天神。夏目挥了挥手，淡定地戳穿道。听此又猛然一惊，毕竟止水将另一只眼交给自己的事本是绝密，应该只有佑自己知晓啊。夏目君怎么会知道？难不成当初止水赴死时他也在周围偷窥着？不可能啊。佑，你怎么知道的？夏目，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劝你最好别对我乱用，以你现在的实力，想要用别天神无声无息地控制我的话，只会把你的瞳力抽干，而且还会大概率失败。夏目自信地叮嘱道。现如今他可不是刚刚叛逃时的雏鸡了，而是拥有了永恒万花筒血轮眼仙人体的反派大 boss 了。以佑现在的实力和查克拉储备，根本不可能仅靠一个别天神就侵蚀掉自己这双永恒万花筒血轮眼。不谈其他，光是他们俩之间的瞳力就至少差了好几十倍。毕竟别天神虽强，可依旧要是要瞳力发动的瞳术，还是说不会真的有人以为一个别天神就能轻松改写斑爷、改写诛间的意志吧？要知道佐助的瞳力都能抵挡无限阅读呢，当实力差距到一定程度后，绝非1-2个数就能弥补的呀。又深吸一口气，默默点头，没有多语。他不觉得夏目这是在骗他，因为此刻他能很清晰地感觉到身旁的这位堂弟那隐藏在平淡之下的恐怖气息，一股近乎超乎了他的认知、深不可测的实力，令人忍不住的头皮发麻。短短1月不见，这位夏目堂弟的实力显然已经不能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了，简直可以说是螺旋升天了。这般实力下，木叶还有胜算吗？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就搁那静静地站着，也不知道家里的老爸富岳他们等急了没有，直到憋得夏目都肚子饿了，这才率先开口：不怕我动手吗？你不会。为何？因为我还有用，不然我们一家人不可能活着进入岩隐村。又笃定道。在他看来，这位夏目堂弟是一个务实到了极致的人，可以说是宇智波家族的千手飞剑也不为过。若是没有用处的话，他必不可能特意来救自己等人的。夏目点头，果然和聪明人聊天就是轻松啊，不像赢那个笨蛋，一句话不拆成3段来解释，他都硬是听不懂其中的内涵意思。
行吧，话都说这么明白了，那就直奔主题吧。哟，不知道你现在心中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你是否还选择站在木叶那一边，但我很确定，你最重视的还是你弟弟佐助。为了他，你什么都愿意做，对吧？又没有回应，仅点了点头，但那决绝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夏目，这样吧，我给出的筹码即是，只要我还在一天，岩隐村还在一天，都能保证佐助在村子里快乐的成长下去，直到成年。听此，又眼中一亮。不得不说，夏目的提议确实令他心动。以这位夏目堂弟的实力来看，整个忍界中几乎没有多少能威胁他的存在了。更何况，哪怕抛开安全不谈，让佐助活在一个幸福自由的环境下，也比活在木叶的骑士中好多了。条件呢？夏目，很简单，替我做事。哟，我不会对木叶出手的，这是我的底线。尽管心中已经有了迟疑，且体会到了岩隐村的温暖，但又依旧不愿对木叶出手，不愿去破坏止水拿生命守护的村子。毕竟止水可是他唯一的挚友，也是引领他成长的好兄长啊。夏目，没人要你去战斗，真是的，为什么你们脑子里只有打打杀杀呢？哟，那是夏目，来当岩隐村忍者学院的特别教导员吧。哟，夏目，你的万花筒左眼能力应该传说中的阅读吧。哟 Sigma， 这一次又更是惊呆了。若是之前止水将眼睛交付给自己，还有可能是被偷窥得知的话，那现在自己的万花筒左眼能力，夏目这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又是怎么暴露的啊？他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吗？怎么什么都知道？明明自己才开发出了左眼的专属能力，都还没对外人用过呢，这不可能啊！哟，你夏目，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而你的阅读幻术正是我需要的。阅读一旦施展，就可以将敌人的精神拉入幻术空间，而在阅读世界里，一切因素都能被你掌控，你可以编造出任何想要的场景和剧情，对吧？对，而我们宇智波一族想要开启或者进化血轮眼，一般都需要强烈的精神刺激，是吧？是，又点头承认。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再结合族人们开启血轮眼的情况，想要猜出这个条件并不困难。夏目继续道，但没人有说过这个精神刺激必须是现实中的刺激吧？如果让你用阅读将族人们拉入幻术空间，再为他们制造一场场逼真的刺激体验，让他们在幻术空间内信以为真，也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你猜他们能开启血轮眼吗？能让血轮眼进化吗？而这才是夏目舍不得对鼬出手的真正原因。普通的幻术模拟出的幻境真实度非常有限，稍微有点判断力的忍者，不说破除幻术，但分清自己是否在幻境内还是不难的。可阅读完全没有这个缺点，一旦夏目的假设成真的话，那就根本不需要靠牺牲什么亲友来刺激族人开眼了，直接靠鼬的阅读就能大批量流水线般的使得大量族人洞开血轮眼，并一步步晋升为2勾玉、3勾玉、万花筒。再加上大蛇丸的柱间细胞移植手术，万花筒的副作用也会被大大降低。届时，那自家岩隐村恐怕就不是1只2只须佐魔神了，而是1群、2群、3群了。那时候，数十上百具须佐能乎拔地而起，别说是5大隐村了，就是大筒木一族来了，也得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光是想想那场面就激动难忍啊！同样的，聪慧的鼬也瞬间猜出了夏目的打算，更是心头一震，头皮发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设想确实很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一旦成功，其带来的效益更是不可估量啊！真要是能成功，能卡 bug 般的开出一堆万花筒的话，什么木叶，什么尾兽，都得靠边站。我宇智波一族即是和平，即是和平的象征。啥？你不同意？先派几具须佐高达和你聊聊。我在如此疯狂的设想下，又也罕见的迟疑了。理性和感性在他脑海中疯狂的交锋着，迫使他渴望着答应。夏目，别着急，我只是提议而已，不急着做决定，可以慢慢衡量一下。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哟，好，容我考虑一下。夏目，对了，还有件事你需要保证一下，在这期间，你不得向木叶透露任何情报，也不得做出任何有损岩隐村的事。好，我明白。需要签订什么契约吗？不必了，我已经提醒了，那你就不会蠢到那种地步。而且，若你真的敢做，我也真的敢对你们一家出手。你猜，我若拼命，这世界上有哪个村子能护得住你弟弟的性命呢？夏目露出一口白牙，毫不客气，语气森冷地威胁道：“此刻多说2句狠话，也好过等东窗事发后去当一个真的恶人嘛。而且，正如夏目说的，放眼忍界，现如今确实没有他拼命也杀不了的人了。夏目弟弟，那是……哟！”远处一道清脆明亮的女声打破了夏目和鼬之间的冷凛。看到夏目和朝思暮想的鼬后，全也立即跑了过来。鼬，真的是你？全，你好。鼬微微点头，生硬的回应道：“全姐，你怎么来了？店里的佐料用完了，我帮妈妈从家里带点过来。”全美指了指手中的一大包佐料，开怀道。只不过那一双眼珠的焦点却一直停在鼬身上。见此，夏目无奈的摇头惋惜一声，显然再待下去，自己又要被喂一嘴狗粮了，还不如早点回家，一边享受着巫女女仆的服务，一边调教下抓回来的俘虏呢。全姐，鼬他还没吃早饭，你带他去吃点吧。啊，夏目弟弟，你也去吃点吧。不了，我先回去了，还有事。行吧。全美红着脸抱着佐料
瞥了瞥一旁的佑，想通了话，记得来找我。夏木挥了挥手，拉着后方的日耀一起离开了。夏木回到家时，桌上也早就备好了一大份热气腾腾的早点。不得不说，身为家用女仆，这位爷奶与女巫还是蛮称职的。吧唧吧唧，夏木一边狼吞虎咽着早点，一边含糊地问道：“昔日红醒了吗？”“还没，这身子骨也柔弱得很啊。”总之，他醒了后也不急着给他松绑，继续封住他的查克拉。木叶的忍者骨头都很硬，先饿他几天，瓦解他的意志后，我再来施术。水倒是可以喂一点，别中途渴死就行。夏木冷酷地指示道。对于木叶的忍者，他向来不会留情。若非是昔日红确实有用，夏木也根本就懒得救他。好歹上辈子接受过那么多教育片的洗礼，区区这点美色根本不可能让夏木动摇的。遵命。爷乃语应承道。对了，上次接回来的那些孤儿院的孩子们都怎么样了？都很好，已经安顿在新修的孤儿院里了，都正在引导他们。那就好。孤儿院那边缺什么，都可以和我的亲卫几人说，我已经叮嘱过他们了，会全力资助孤儿院那边的。另外，你也不必整日待在这里，我不在的时候留2具分身在这就行。你的本体也可以多去孤儿院那边看看，去疏导一下那些孤儿们。那些孩子们都很重要，以后他们也会和我们宇智波一族的人慢慢接触，一起相处，一起生活。夏木细致地叮嘱道。自己想要建立起一个富强的隐村，仅靠宇智波这几百口人是远远不够的，日后必然会渐渐接纳更多的人。可在木业内受尽了歧视与孤立的宇智波一族本就有些排外，因此只有让族人们先接纳了那些孤儿们，才能以此为铺垫，慢慢接受更多人。我明白了，谢大人。爷乃与心中一喜，赶忙拜谢道。说实话，他也确实很想去看看孤儿院那边的孩子们了。之前只是生怕自己没伺候好这位少族长，从而让夏木迁怒于孤儿院。吃完早饭后，休息了片刻，夏木又出发了。现目前短时间内村子应该不会再受到什么太大的威胁了，因此发展村子成了首要目的。众所皆知，想要发展村子，增加岩隐村的影响力，需要涉及到方面可就多了，武力、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其中除了武力以外，其他方面都先有捷径可走，需要不少时间的积累。因此此刻夏木出门，便是准备去寻求捷径，以增加一下己方村子的综合战力。没多久，夏木就来到了邻居阴忍村这边，准备找亲爱的蛇姨商量一下。在进入大蛇丸的地下基地前，夏木也刻意收敛一下仙人体的气息，毕竟短时间内还不太合适将自己获得仙人体的消息透露给大蛇丸，不然完全可以想象，一具鲜活的仙人体对大蛇丸会具有多强的吸引力。以大蛇丸的狂热程度，恐怕自己睡觉时他都会忍不住爬上自己床，给自己来上一刀，然后带走点活体样本回去研究吧。大蛇丸在家不？呀，这不是夏木大人吗？欢迎光临。解剖室内，一身血腥气味的大蛇丸正戴着一副手套，眯着眼乐呵呵地走了出来，并欢迎道：“你又在做实验？玩玩而已，已经结束了，不碍事。而夏木大人呢？有什么事吗？看样子你又在挑起的这场战争中获利不小吧？”大蛇丸笑眯眯地回问道。毕竟之前斗的那封密轴可是借由他的情报网回传给木叶团藏的，因此大蛇丸也猜到了，这场木叶和岩隐间大战的挑拨黑手就是夏木。于黑暗中搅动风云，以伟力波动命运弦丝，自己渴望达成的伟业竟被一名10岁出头的孩童抢先了，得手了，真是令人唏嘘啊！这宇智波一族当真是先人的宠儿，时代的眷顾者吗？为何总能诞生出一位又一位惊世骇俗的妖孽啊？大蛇丸眯着蛇眼，暗暗唏嘘道。当然，在常人眼中，身为3忍之一，投身于竞技研究的他，本身也是一名妖孽，小赚而已，算不得什么。对了，这是之前承诺的报酬之一，拿去吧。夏木右手一翻，将一只玻璃管丢给了大蛇丸，而玻璃管内保存的正是一双完好的3勾玉血轮眼，这也是当初夏木和大蛇丸合作的条件之一。不然，以大蛇丸的性格，又岂会无偿帮助夏木他呢？至于这双3勾玉血轮眼，也是从宇智波夫月那抢来的。身为家族大族长，为了保证自家的血迹献界血轮眼不流失，这些年来大量在战争任务中战死的宇智波忍者，其双眼都会收归到大族长手中。虽然这些收归回来的血轮眼绝大部分都会抹除掉，但少数优秀的血轮眼依旧会被保存下来，作为家族为应对下一次战争所留下的底牌。不单只是宇智波一族，忍界的所有同属家族都有类似的措施，因此傅月手中掌握了一小批封存着的血轮眼也很正常。当然，这些年中，木叶根部偶尔也会回报称，有些执行任务中的宇智波忍者突然阵亡并尸骨无存。毫无疑问，那些尸体必然是被根部吞没了。可介于木叶高层的压迫，傅月也只好忍气吞声。直到现在，宇智波全族都叛逃了出来，傅月再将这些封存的血轮眼留在手中，也毫无用处，只会加剧猜疑，这才都交给了夏木。大蛇丸接过这只玻璃管，看着其中的血轮眼，心中也升起了一股火热。虽说这3勾玉血轮眼远比不上自己最期望的万花筒血轮眼，可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研究素材了。没想到夏木这小鬼竟如此痛快就给自己了，他莫不是悄悄对自己族人下手了？够狠啊！不过管他怎么得来的，都和自己无关。总之，夏木这小鬼能处。夏木君果然实在啊！别那么叫，听着恶心。夏木鄙夷一声，听着大蛇丸这亲昵的叫法，实在令人心里毛骨悚然啊。不过夏木大人什么时候
能将你的万花筒也拿来让我研究一下？随时都可以，不过得你自己动手来拿。夏目坦然一笑，开玩笑般的回应道。当然，大蛇丸真敢动手的话，他也保证会一层一层的扒开蛇衣的衣。啊，不是一层一层的扒开蛇叔的皮。大蛇丸，玩笑而已，不必当真。对了，夏目大人突然造访，有何贵干？总不会只是来给我送试验素材的吧？大蛇丸收好了玻璃管，开始聊起了正事。以他对夏目这小鬼的了解，这小子绝对是有正事来找自己的。没什么大事，只是想来让你帮个小忙。什么小忙？帮我用绘图转生通灵回来2个人。大蛇丸一惊，不知道自己又什么时候暴露了。明明他偷学过这个禁术，也是无人知晓的秘密。不过大蛇丸也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毕竟已经见怪不怪了，仿佛这世上就没有夏目这小鬼不知道的秘密。大蛇丸，哪2人？夏目曾经云隐的叛人金角和银角。绘图转生可以将早已死亡的忍者灵魂召唤回人世，并以实体的形式复活。2代土影无就曾直言过，亵渎死者的绘图转生是个下三滥的术，表明了对绘图转生的极端鄙视。而忍者之神千手柱间也对飞间表示过，这确实称不上是什么好忍术。但无论什么样的评价，都不能磨灭这个禁术的强大与可怕。在2代目火影飞间创造出的所有禁术中，也算是最 bug 最变态的一个了。没这禁术，4战根本都打不起来。而此刻放眼整个忍界，也就只有大蛇丸一人算是完整掌握了这个禁术。云隐村的金角和银角，这2人确实有名，实力也很出色，甚至靠着偷袭和出其不意，还击杀了2代目火影。但若是需要战力的话，这2人也算不上什么好选择吧？大蛇丸好奇地问道。毕竟真要算的话，1代、2代、4代火影、2代土影、水影、3代雷影等等，历史中的一大批著名忍者的实力应该都在他俩之上。夏目这小鬼为何要偏偏让自己绘图出这2人呢？夏目，有关这2人的传闻你应该听说过吧？大蛇丸却有耳闻，传说他俩拥有少许6道仙人的血统，能够自如操纵的6道仙人的强大忍具，甚至还曾经与九尾大战过并得以生还，故被一同被尊为云中的2道光芒。尽管不比千手柱间的忍者之神那般威名，可是能在历史中留下传说的忍者本就已经凤毛麟角，足以见这俩兄弟的强悍了。同时说到这，大蛇丸也迅速恍然，你是想通过绘图转生夺取他们手中的6道忍具？夏目点头，是的，不过夺取6道忍具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之前这2人被九尾吞入腹部后，也因祸得福，通过啃食九尾血肉而获得了不少九尾查克拉。如果大蛇丸一惊，再次明悟，并忍不住拍手称赞道，如果将他们绘图出来，还能夺取部分九尾之力，好想法，好算计啊！难怪夏目非要先绘图出这2人，感情根本不是拿他俩当战力，而是准备当成送宝童子啊！6道血脉，6道忍具，九尾查克拉，这简直是一身的宝贝啊！可恶，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大蛇丸暗暗后悔道，若是先一步想到，这九尾查克拉和6道忍具，怕都是自己的了。大蛇丸，夏目大人，你就不怕我绘图出了这2人后，直接将他们的6道忍具都据为己有吗？夏目，绘图转生需要其本人的部分肉体或者骸骨，你有吗？大蛇丸，还是说你以为靠着2具绘图傀儡和几把6道忍具就能打得过我了？夏目继续膨胀道，没办法，以自己现在的实力，确实有膨胀的资本啊。大蛇丸讪笑一声，哈哈，玩笑而已，夏目大人不必当真。无碍，我也是说笑而已。一大一小，一人一蛇，相视一笑，皆心照不宣。事实上，夏目也早就在系统商城里确认过绘图转生的价格了。作为 S 级禁术中的禁忌，其起步兑换价为2500金币，比其他不少 S 级忍术还少稍微贵上500金币。乍一看似乎还挺划算的，可这2500金币的仅仅只是基础款，也就是2代目火影飞间研究出的绘图转生。这个基础版的更有着人数、时间、实力等等各种限制，非常不划算。而基础版之上还有着升级版和终极版的，分别售价为6000金币和1万金币，堪称黑心。其中也只有1万金币的终极版才和大蛇丸后期完善后的绘图转生相比，可以完美保留绘图出忍者的生前实力。因此，既然能让大蛇丸这位疯狂科学工具人创造出的价值，又何必自己掏出上万金币去浪费呢？毕竟夏目现在手头上也不宽裕。届时等成功之后，虽说自己已经瞧不上那部分九尾查克拉和几把6道忍具了，但若将这九尾查克拉和6道忍具交由下属和族人使用的话，必然能迅速催生出好几名隐级强者，大大增强村子的综合武力。不然自己现在一离村，村子剩下人中最强的便是傅月和右俩父子了，总是让人有点不放心啊。不过既然惦记着九尾查克拉，那为何不去抓鸣人那小鬼呢？原因很简单，夏目可不想赌啊，那可是火影世界命定的主角，鬼知道提早对其出手会引发什么问题啊。甚至就连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6道老头会突然蹦出来给自己一下都不奇怪。因此在没有获得比肩6道或者超越6道的实力前，夏目都尽力避免对鸣人直接出手。那为啥敢对同为主角的佐助出手呢？笑话，二柱子身为狂笑四杰的名头，岂非浪得虚名？天晴了，雨停了，二柱子觉得自己又行了，基本后期每笑一次，他就要被暴揍一次，因此多揍揍二柱子，毫无心理负担。这不是殴打，是爱的教育啊！毕竟夏目可没有恶意啊。大蛇丸，
多久开始？先不急，你先停停手上的研究，先将绘图转生这门禁术完善一下。据我所知，2代所创的绘图转生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完善吧？夏目提示道。总之，若非完美的绘图转生，只怕通灵出来的金角和银角，其携带的九尾查克拉也是不完整的。夏目可不想费了半天劲，只搞到一点点的九尾查克拉，那可太浪费了。听此，大蛇丸更是无语，只感觉好像夏目这小鬼比自己还要擅长绘图转生一般，连有木有完善都一清二楚。可恶，明明改良忍术是我啊！给点面子好不好？改良好忍术后，你先拿一些名气不大的死亡忍者试验试验吧。至于金角银角的骸骨，我会搞定的。夏目欢快地补充道。很快就和大蛇丸敲定了这个计划的其余细节部分。和大蛇丸约定好了后，夏目也迅速离开了阴影村，一个飞雷神就回到了自家村子内。目前在村子综合武力的加强上，夏目也准备好了3条方案。一，自然是通过绘图转生通灵出一些类似金角银角等有价值的历史忍者，好好劫掠一番，以充实自家战力。2，将自家的战力部队逐步规范化，从军制、配合、补给等等方面逐一升级，并吸纳更多优秀忍者，争取建立更加完善的作战体系。3，建立忍者学院，系统的培养人才，并利用鼬的阅读、幻术，大批量的稳定开发写轮眼。其中，第1条见效最快，成功率很高，足以催生出好几名影级强者，大大弥补村子高端战力不足的尴尬局面。第2条成效稍慢，但胜在最稳定。再配合上自己前世的现代军制理念，外加自己手上的各种禁术，以及即将投入自家怀抱的日向分家忍者，定能极大的丰富岩隐村的作战体系，大幅提升综合战力。最后1条看似收益最大，但也是难度最高的1条，耗时最久的1条。哪怕有着阅读这般神技，想要大批量的稳定开发写轮眼也非常困难，其中要克服的难点很多，比如如何尽可能保证这个强烈的精神刺激能使得体验者完好的开启写轮眼，而不是直接精神崩溃，如何提升体验者的毅力与韧性，如何制定符合个人的环境刺激场景，如何抚平开眼后族人的心理创伤，如何引导他们不被写轮眼的力量所侵蚀，从而变得偏激等等，需要考虑和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绝非一蹴而成的。不过事在人为嘛，一步步走下去，方法总比困难多。因此自家村子的综合战力提升的大体方向已经定下了，就沿着这3条方案慢慢推进即可，剩下的就需要好好发展一下其他方面了。经济、文化、政治这3要素即是一个国家一个村子除开武力外最重要的砝码了。就好像那常年中立的铁之国，经济上其依托着发达的锻造业，收益不菲，每年都能承接到各大国的大批武器用具订单。文化上其特有的武士道文化也广为流传，吸引了不少崇尚武士道文化的人加入其中。政治上一直奉行着中立国政策，备受各国信赖，好几次武影大会都定在其国内举行。因此尽管其自身的综合武力远无法和其他5大国5大隐村相比，可靠着这3样，铁之国在忍界中的影响力也颇为举足轻重，一直国泰民安着。可见经济、文化、政治等要素对一个国家来说确实很重要，而且若是不早点做好准备，早一点扩大岩隐村的影响力，哪怕真等自己的5年计划实施完毕，成功灭掉5大隐村，一统忍界后，也难以稳定的统治整个忍界啊。守江山远比打江山更难。因此夏目决定着，经济上依旧以海运公司为主，大力发展海运，积累资本。只可惜忍界的科技术点的实在太歪了，像那些穿越者前辈屡试不爽的什么造玻璃、造肥皂、造火药等等发财大计，忍界早就有了。人家鱼隐村那边甚至连小型导弹都造出来了，想靠这些小把戏、小发明来大肆敛财，可能性都不高。当然其他办法也有，比如玩金融、玩银行、玩股票、玩债券、玩庞氏骗局等等，以这些忍界还没出现的新概念去骗钱敛财，还是有不少成功几率的。只不过这些想法虽好，但也得徐徐图之，以免操之过急。政治上，短期内夏目依旧准备保持合纵连横的策略，即联合雾隐村对抗云隐村和沙隐村，并继续挑拨木叶与岩隐村间的矛盾。短期内绝不主动挑起战争，以便于削弱其他几大隐村对自家的戒心，继续深藏自家的狼子野心。至于最后的文化上，这可是重中之重，夏目也早就计划筹谋好了。很快夏目回到了屋内，此时也才上午10点过。屋内爷乃宇留下了一具分身，正在准备着午饭，其本身也去孤儿院帮忙了。眼见左右无人后，夏目也迅速闪入了关着昔日红的那间囚室内。此刻的这位木叶幻术大师依旧被困在单人床上，浑身扎满了钢针，封住了查克拉的流动。不过他倒是已经苏醒了，正睁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不断地扫视着夏目，并企图挣扎着。被塞住了嘴巴的昔日红一边挣扎一边吃力地呜呜道，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辩解些什么。对此夏目毫无兴趣，若是像日向分家忍者那种本就对宗家对木叶心怀不满的忍者，自己倒是愿意多听2句。而像昔日红这种忠诚的木叶忍者，夏目可不想听其半句废话。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夏目可不想被对方的话给魅惑住了，还是麻利点干正事吧。下一刻夏目睁开了自己的一双万花筒写轮眼，与昔日红对视。
汹涌的瞳力呼啸而出，化为幻术查克拉，入侵到对方的脑海之中，开始篡改他的意识。毕竟夏目需要的是一名听话的、不会泄露岩隐村秘密的工具人，而非一名保留着自主意识、天天想着怎么逃离、怎么给木叶传递消息的木叶忍者。什么人能策反，什么人油盐不进，夏目可非常清楚。很快，在永恒万花筒写轮眼的加持下，夏目很是轻松的就篡改了昔日红的意识，抹除了他对木叶的所有感情。当然，这种强制篡改并不稳定，就好像之前的4代木水银史仓一般，随着时间的流逝，幻术效果会慢慢削弱，众术者也会渐渐回想起一切，需要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就重新施术一次，以加强幻术控制力。不过对于夏目来说，这也不是问题，等多施术几次，彻底征服了昔日红的身心后，再补上一张招募令，即可永远固化这个效果，令对方全身心的对自己、对岩隐村产生归属感。夏目勾了勾手指，强悍的查克拉涌出，瞬间拔掉了昔日红身上的所有钢针，割断了皮带，将对方放了下来。参见主人。昔日红落地后，很是恭敬的单膝跪地问候道，没有任何不适。起来吧。是。先用幻术变出一棵小树来看看。夏目下令道。遵命。昔日红立即结印施术，很快就在夏目面前变化出一棵鲜活的小树。这棵幻术很逼真，上面的每一片树叶都非常鲜嫩翠绿，迎风摇曳，树干纹路也清晰可见，完全足以以假乱真。只有伸手一摸，直接透过树干虚影时，才发现这只是幻象。见此，夏目更是心中一喜，他要就是这种效果呀。要知道，像写轮眼这种同术类幻术，一般都是指定性的，只能让众术者在幻境中看到虚假的景象。这虽然强大，但却不符合夏目的要求。而非同术类幻术大多可以利用扎卡拉在现实世界内编造出虚假的景象，让所有人看到虚幻的造物。因此，这昔日红在自己手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幻术大师，而是一名实打实的特效大师啊！没错，夏目在文化上的战略意图就是准备通过拍摄各种刺激逼真的影片来宣传岩隐村的文化，以达到文化入侵、文化支配其他各大国的目的。毕竟，就连自来也的黄文小说都能风靡人界，而自己若是将现代影片搞出来，在这个娱乐匮乏的时代，必将大火。而有了昔日红的这一手非同术类幻术，自己将来拍摄各种影片便完全无需任何后期特效加工，直接实景拍摄便能轻松达到100万、1000万特效的逼真效果，这才是非同术类幻术的真正价值啊！届时，夏目心中早就备好的一众宣传大片，皆可化为滚滚炮弹，淹没其他各国。就比如这个宇智波不太冷、宇智波的救赎、美女与宇智波、宇智波的速度与激情、宇智波、黑暗骑士、天外来客、大筒木激战宇智波等等，这一套眼影好莱坞大片下去，还不信扭转不了整个人界对宇智波一族的看法。靠，只要文化入侵得当，舆论宣传到位，什么白的都能抹黑，什么黑的都能洗白。此刻木叶内，3天前木叶的大部队就已经回归村子了。自来也大人，火影大人塔卡西瞥了一眼左侧的医疗室，有些担心地询问着身前的自来也。5天前那场撤离实在太艰难了，而且最后木叶这边谁也不曾想到，岩影竟再次动用了尾兽，甚至连自己人都一起炸，实在太疯狂了。也因此，跟随着3代目火影猿飞日斩留下断后的10多名暗部忍者，全部丧命在了那几颗尾兽玉的爆炸下，而猿飞也受到了重伤，断了4根肋骨，失去了半条右臂，近乎濒死。这还是在好几名暗部忍者不惜用命帮他挡住了大部分伤害的情况下，不然猿飞也早就死在爆炸之下。而且本就重伤的猿飞，再加上一路的奔波，等回到木叶后，也就只剩下半口气了，一直躺在治疗室内救治着，直到前日虽已勉强脱离危险，只可惜到现在依旧还未醒来。已无大碍，不必担心，有我守着，不会让人威胁到老头子他的。自来也靠在墙壁旁，抱着双手，饶有信心地保证道。确实，有身为木叶3忍之一的自来也在这守着，也杜绝了一些有心之徒的冒犯，得以让猿飞安心接受治疗。麻烦自来也大人了。卡卡西诚挚地感激道。别说我了，这2天村子里的情况也不乐观吧？是的，卡卡西点头回应。这场和岩隐村的大战，木叶确实赢了，总共出动了不到1000名忍者，仅阵亡了200人出头，虽然折损也不少，可相比于岩隐那至少2000多的死亡人数，已经非常划算了。而且还摧毁了岩隐那么多房屋，重创了岩隐村，这绝对算是一场大捷。本来这样一场大捷，消息传回来后，再加上大军凯旋，必然能好好振奋一波木叶的民心。只不过等回家后，他们才猛地发现，别看自己等人把岩隐村的水晶给偷了，而自家村子的水晶一样也被岩隐村给偷了。不但感知部队近乎团灭，木叶大阵被毁，而且整个宇智波一族剩余的族人也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很显然，之前派出的富岳一行人压根就没起到阻拦岩隐村的作用，反而被人家一波收了。真是 TM 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亦或是裴夫人又折兵。总之，这波打击直接冲淡了木叶大捷的喜讯，令其他不少木叶名门都或多或少的动了点歪念头，同时更是直接将某位团藏大人也气得吐血，直到现在也还在静养之中。当然，上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毕竟宇智波一族全员叛逃也好，村子的结界损坏也罢，对于木叶普通村民的影响都不大。真正最要命的是没有收获啊！尽管打了一场胜仗，可一点油水都没捞着啊！本来为了打这场大战，
提前准备各种物资就已经掏空了木业的临时储备金，同时临时征收了不少战时税，也让一众村民都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甚至还欠下了沙隐村5000万的结盟费。因此大家都指望着能打败眼影，大捞一笔呢。结果是打赢了，可毛都没捞着一根，大家还得继续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能不沮丧吗？这打了胜仗比不打还要难受呢。也难怪村子里一片气氛沉闷。当然，比起拮据的普通村民们，此刻的木业高层也非常难受。袁飞昏迷不起，团藏卧家不出，小春早已暴毙，剩下的也就只有水户门岩一个人在维持着木业行政部了。沙隐催债，金库空虚，村民怨念不断，战后抚恤等等，而这一大堆麻烦更是搅得他焦头烂额，不知所措，以至于尽管木业的损失不大，但整个村子似乎比以往大战时还要艰难许多。昨日大明就以遣人来问责村子，要求村子为擅自开战而给出一个的解释，不然就要弹劾火影大人。同时今早沙隐那边也已发来了第3次催训了，还在催促村子赶紧支付结盟费。卡卡西迅速汇报道：呸！沙隐这群贪婪的豺狼，一闻到血腥味就疯狂凑了上来，自来也碎骂一句，很是不忿。显然现在木业的大阵一没，潜藏在木业和岩隐村内的沙隐间谍也连滚带爬的将消息传了回去，这才使得沙隐的胆子变肥了，敢一次次的骑在木业这只老虎头上撒野。若是寻常，沙隐村哪有这个狗胆子啊？自来也，村子真的已经拿不出钱了吗？卡卡西，是的，村子已经没有现金余钱了，若再次临时征收一次，更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与抗议，甚至还有不少阵亡忍者的家属都在等候着发放抚恤金呢。因此水户门岩大人现在的压力也非常大。作为名门之后，不单只是袁飞，水户门岩等顾问也颇为信赖卡卡西，并经常询问他的意见，因此卡卡西也知晓着不少高层的内部信息。已经拮据到这个地步了吗？罢了，我这里。自来也摇了摇头，叹息道，正准备说些什么呢，突然医疗室的门开了，火影大人已经醒了，只是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不要过久的探望。这名医疗班的忍者连忙叮嘱道，并将大喜过望的自来也领了进去，仅留下卡卡西一人在外面守着。说起来，凯那家伙好像也骨折了，就住在下面一层的疗养室里，要去看看吗？算了，还是先等等自来也大人吧。卡卡西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决定先等候一下自来也大人。10多分钟后，自来也出来了，并顺手关好了大门。自来也大人，老头子没事了，只是还得静养一段时间。呼，卡卡西松了一口气。接着自来也罕见严肃道，另外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将暂代火影一职。卡卡西一愣，但也没有任何怀疑，立即单膝跪地准备领命。第一，转告大明国的使者，火影大人正在养伤中，有关这场战争的缘由，等火影大人恢复后会亲自和大明大人解释的。遵命。第二，想办法扣下一部分大明使者，借机向大明府那边寻求点经济支援，怎么样也得从那边先要来几千万应急。这遵命。第三，以木业的名义向岩隐村和土之国发表控诉，斥责他们之前的突袭行为，并要求大野木那个老头支付赎金。他儿子黄土就和阿斯玛一样吧，3500万两赎金，1分钱都不能少。怎么说，他们都是2位影的嫡子，应该值这个价。至于他孙女黑土就标个2500万，徒弟迪达拉就标个2000万吧。这2人倒是可以稍微还价一点，但最低不能超过1800万。具体的我会让行政部那边再挑选人手去交接的。自来也大手一挥，毫不客气地决断道，这也是刚刚袁飞授意他这么干的。如此霸道要求，也听得一旁的卡卡西都为之头皮发麻。明明毁了小半个岩隐村，杀了那么多岩人，现在还要人家支付这么一大笔赎金，这怕是得活活气死那位3代土影大野木吧。第四，这里是我的存款包，里面应该还有1亿出头的存款，都是我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任务报酬和稿费。你带几个人去一趟火之国首都，将里面的钱都取出来带回来吧，也足够让村子缓过这一口气了。自来也摸出了一本厚厚的存款包，递给了卡卡西。卡卡西接过存折，翻看一看，也不由猛然一震。一方面是惊叹于自来也大人竟真有如此一大笔存款，另一方面更是惊愕于他居然愿意在这时个时候将自己的储蓄贡献出来支援木业。这位好色仙人果然是刀子嘴豆腐心啊！谢谢。卡卡西收好了存折，诚挚感激道。自来也大人还有什么命令吗？自来也挠了挠后脑勺，应该没了。等等，最后吗？以我这代理火影之名，将村内最大的几个浴池都改为混浴场吧。卡卡西，由于只涉及到2大隐村，且战事仅持续了1夜，因此木业和岩隐之间的这场大战并未上升到第4次忍界大战的地步。双方和整个忍界后续具体会如何定性这场大战，都还需要时间。因为眼下双方正围绕着各种明面的正义而疯狂扯皮着。岩隐村以土之国的名义大力谴责木业隐村的无端突袭行为，并要求赔偿，而木业这边更是反咬一口，称是岩隐村先挑衅的，且违背协约，率先动用了尾兽。听此，可把大野木等一众岩隐高层气得怒发冲冠，睚眦欲裂，大呼狗日的木业不要脸，竟敢血口喷人，贼喊捉贼。双方就是谁先动手这一问题上争得那叫一个狗血淋头，难分难解啊。只可惜最后岩隐村还是不得不认输一筹。没办法呀，你儿子孙女徒弟都在人家手上，他们要是没了的话，岩隐村的未来更是一片黑暗。只不过一听木业那边狮子大开口
要出的天价赎金后，又将大野木气得七窍冒烟，差点没再次昏迷过去。毕竟在严颖眼中，分明就是木叶盗空了他们的金库，现在还贪得无厌的索要赎金，实在欺人太甚。只可惜严颖村就算再气，也无力反攻了，除非他们连自己的村子都不要了，或是连黄土等人的命也不顾及了，不然还是只得咽下这口恶气，老老实实筹钱赎人。总之，这场大戏看得其他一众小国与另外3大国无不津津有味，拍手称快，都巴不得木叶和严颖两家再打起来呢。毕竟只有他们打得越凶，实力才削弱得越厉害，才能让其他国家、其他隐村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另一边，当木叶和严颖吵得不可开交之时，大战结束的1周后，严颖村这边，夏目也再次离开了村子。不过这一次可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以严颖村官方的正式名义，向雷之国云隐村提交了访问交流意向的文书，并获得了同意。因此这一次，夏目直接带了一整个使团，足足20人的队伍，踏上了去往云隐村的路。当然，夏目此行的目的也很明确，一来准备加强一下和云隐村的联系，扩大一点严隐村的政治影响力，顺便去了解借鉴一下云隐村的人体术；二来也正好去云隐村的公墓那边参观一下，顺手留2个飞雷神印记，以便于之后去金角银角的墓穴里逛一逛。而夏目之所以没有选择独自潜入，非要以访问为借口，大张旗鼓地驶向云隐村，也是为安全地获得金角银角的骸骨。毕竟夏目之前从未去过云隐村，也未曾在那边留下过飞雷神印记，再加上云隐村也有着大型结界守护，自己独自潜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暴露。届时以4代雷影爱的急速，恐怕不等自己找到金角银角的坟墓还没开挖，人家就直接赶到了。因此还是以正常的访问渠道，先光明正大的溜进去，留下标记后，等下一次轻松绕过结界，悄悄动手更为稳妥一些。忍界中5大隐村都各有特色，而这些特色又与每个村的文化息息相关。云隐村位于高山之上云端之下，修行雷遁得天独厚，所以云隐的高端战力大多擅长雷遁。云隐的地理位置也令生活在村里的人很容易被雷劈。为了适应环境，2代雷影发明了人体术后，云隐村的雷遁人体术之名也冠绝人界。再加上高山之上光线强烈，使得云隐村大多数男性忍者的肤色比较黑，体型较为健硕，反观注重保养的女忍者更是大多身体高挑健美。也因此云隐村更成了一个崇尚战斗力的隐村。在这里，智慧谋划固然重要，但是本身的实力更是重中之重，谁的拳头大，谁的话语权就更多。历代雷影便是整个村子的佼佼者，从3战结束到现在，4代雷影也执政云隐村快10年了。前面3代雷影的功绩如何暂且不谈，而作为云隐的最高领导人，4代雷影无疑是非常成功的，极具个人魅力，自身实力强大，2大人助力归心，云隐忍者对村子认同度 max， 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部下，统治时期也没出现过有名有姓的叛人，更没出现什么打压血祭家族的丑闻。可以说4代雷影爱统治时期的云隐村绝对是5大忍村的模范标兵，甚至他还是唯一一个让鸣人的别天嘴都铩羽而归的狠人。总之，4代雷影用事实证明了虚假的民主远不如理性的独裁。与之相比，木叶等等村子，那所谓的民主更是一个比一个龌龊黑暗，简直就是一坨屎。此刻高耸的云隐村雷影大楼办公室内，4代雷影爱等人也正在讨论着，宇智波的人还有多久才到？已经2天了，估计明天上午时分就会抵达。雷影爱的右侧，一头灰发一身秘书装的麻布衣正抱着文件准确地回应道，听说木叶内剩下的宇智波族人也都叛逃了，加入了岩隐村。是的，岩隐村的防备极严，且人数不多，我们很难安插间谍进入。但根据木叶那边间谍回传的情报称，宇智波一族确实都已从木叶内消失。这么说，宇智波富岳那个家伙也叛出木叶了？雷影爱追问一声，之前的大战中，他可是和富岳那家伙交手过好几次的，还击杀了不少宇智波的忍者。富岳那家伙的实力远不止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啊！麻布衣，是的，只不过根据前几日岩隐村传来的消息显示，对方村子内现在掌权的应该是宇智波夏目。雷影爱宇智波夏目，那个率先叛逃的小鬼。富岳那家伙以为推出个小鬼在前面遮掩就能迷惑视野吗？真是愚蠢啊！麻布衣，雷影大人，不可小觑对方。据情报显示，之前雾隐村政变时，4代水银史仓就疑似是这人击败的，切区区一个10岁的小屁孩罢了。等他到了后，我要好好教教他什么叫做拳头最大。雷影爱撇嘴一声，性格直爽的他本最讨厌叛人了，这宇智波一族要是搁自家村子还敢叛逃的话，他一定不惜一切代价灭掉对方。因此对于即将到来的岩隐村使团，他也并无多少好感，甚至还在暗暗琢磨着要不要找机会直接吃掉这整支宇智波使团，夺取他们的血祭献祭呢。毕竟雾隐村那边的白眼杀手青可是让其他隐村都要眼馋了许久，不然当初云隐村也就不会通过那样的手段逼迫木叶的日向家族交出日向日族了。只可惜最后却只得到了一具早已被破坏白眼的日向日叉的尸体。这一次好不容易送上门来一堆血祭献祭，可不能放过呀。此刻一片高耸的山脉小路上，20余人正在跋涉着。还有多远啊？感觉看不到尽头啊。宇智波银抬头望了望前方，只感觉前面那些云雾环绕的山峰一座接着一座，
简直数不清啊！一旁的宇智波日耀翻出了地图，将地图转了2圈，立正起来，又反复确认了好久，这才笃定道：“快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应该就到了。”日耀哥，1个小时前你也是这么说的，你到底会不会看路啊？日耀愣了愣，再次笃定道：“信我。虽然我没来过云隐村，我也没来过呀。该死，这狗屁的云隐村怎么把村子建得这么偏僻隐秘啊？”银梅好气地吐槽道。可见通往云隐村的路确实不好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这些山峰云雾都是天然的地理屏障，这才是真正的隐村。队伍中间正躺在一只牛背上，戴着墨镜，悠闲地晒着太阳的夏目开口解释道：“也正是因为云隐村的优越地理位置，才使得他们在前几次大战中，村子几乎完好无损，根本就没有被打到过家门口。不像木叶，地势平坦，周围又全是树林，视野受阻，仿佛是个人都能来欺负一下木叶。这里确实易守难攻啊。对了，少组长，话说我们这趟来云隐村，只有这么点人，会不会有危险啊？之前我记得您说过，各大隐村都眼馋着我们的写轮眼，云隐村会不会趁机对我们？”夏目，放心吧，真出事了也问题不大。少组长，你早就有准备了？没准备，不过真的出事了，云隐村也留不下我。那我们呢？自谋多福呗。银 Sigma， 夏目和你开玩笑呢，别激动。话说，少组长，我们要是真被抓了，你会来救我们吗？不会。夏目非常果断道，没有一丝丝的迟疑。您就不能假意迟疑一下吗？夏目，本来就没啥好迟疑的。总之，要是到时候你真被抓了，记得嘴硬一点，多撑几轮严刑拷打，说不定就撑到美人计了呢。这不正是你期望的吗？银 Sigma， 比起之前每次外出的劳累奔波，已经拥有了屹立在现阶段忍界之巅实力的夏目，心态也悠闲了许多。不说飘了，但也没有之前那么急躁了，以至于此次的云隐之行也确实颇为淡定。诚然，云隐村综合实力很强，4代雷影，2大人助力，一堆精英护卫，外加一起潜藏的老牌忍者，其影级强者少说也超过了1掌之数。这个战力天团规模，放眼5大隐村也算是顶尖的。不然，你看旁边的雾隐村，现在穷酸到连能2、3个影级战力都凑不出来。只不过以夏目目前的实力，哪怕云隐村地的所有人尖端战力一起围攻自己，他也能大概率取胜，哪怕再不济也能从容离去，毫发无伤。更何况，除非对面连自家村子都不要了，不然也可能和自己在云隐村内大战的。总而言之，实力决定底气，底气决定心态。夏目现在的心态就很淡然，甚至还在畅想着云隐村有些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一定要趁机多体验一下。不过就在夏目畅想时，前面斜上方的山崖上，一大片手里剑猛然射出，朝着整个宇智波使团飞来。率先发现袭击的夏目直接伸手一握，没有动用忍术，光是那股呼啸涌出的庞大查克拉就近乎凝成实质，将数十把手里剑全部拦下，并轻易地扭成了一坨坨铁麻花，坠落在地。滴血，有滴血！夏目周围的宇智波众人纷纷警惕着，并迅速进入了备战状态。接着，便只见前方崖壁上迅速跳出了10多名装饰各异的山贼，并毫不客气地朝着夏目一行人攻来。说是山贼，倒是低估他们了，毕竟这10多人中，大部分都是下忍，甚至还有2、3名中忍。这种级别的忍者团队都足够在一些小国里称霸一方了，没道理会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当山贼啊！只不过此刻可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这群山贼来势汹汹，一看就是奔着杀人夺财来的，可不会留情。日耀，交给你们了，快些解决！尽管夏目一招就能清空这些普通山贼，但依旧将锻炼的机会交给手下们，毕竟自己也没法保护族人们一辈子，总该让他们多磨练下。好嘞，交给我们吧！区区毛贼，找死！银大喝一声，毫不客气的出击。虽然他打不过再不斩那种精英上人，可对付这些喽啰们还是没问题的。更何况自家这边20多人中，哪怕不算亲卫队的几人以及1半左右的文职人员，剩下的最次的也是中人水平，还怕打不过一群山贼？战斗没有持续多久，前后不过半分多钟便结束了。10多名山贼几乎全部击毙，仅有1名中人、1名下人躲在后面侥幸逃走了。若是这群普通山贼能稍加训练，相互配合一下，倒是还能多撑片刻。只可惜他们的战斗杂乱无章，释放忍术的结印手法都千奇百怪，一看就是一群杂牌，不堪一击。少组长，要追吗？不必，他们跑不掉的。夏目指了指前方，开着灵化之术，对周围所有智慧生物灵魂都感觉极为灵敏的他，也早就发现还躲在己方视野之外的那2道身影了。片刻后，2道身影便分别提着2具尸体来到了夏目等人面前。4代雷影护卫西，这是我的队友达鲁伊，你们就是岩影村使团吧？不好意思，让你们受惊了。这些家伙是最近才出现，流窜在附近山头上的山贼，我们正在搜寻，并准备剿灭他们，没想到让你们遇上了，真是不好意思啊。西一脸和笑，很是熟练地解释着，道歉着，并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尸体，示意他们已经除掉那2名逃窜的山贼了。听此，夏目更是心中鄙夷一声，极为不屑。若非自己早就感知到这2人在前方等候着，偷窥着己方遇袭，自己怕是也会误信这套说辞，将其当成一个巧合吧。可现在看来，这批实力不俗的山贼，10有8、9和云隐脱不了干系。也许是云隐村用自家死刑犯伪装的，
也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驱赶过来的。总之，就是为了用这群山贼先来试探出己方的实力吧，哪怕全死了也不可惜。可若是能意外杀掉几名宇智波忍者，收获几枚血轮眼，更是白赚一笔。毕竟云隐村虽然崇尚武斗，以实力为尊，但可不代表人人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材，不然当初也就不会将木叶逼得无计可施，被迫交出日向日差的尸体了。像这种操作简单但却非常有效的试探手段，还是值得一试的。反正此刻这些山贼都已暴毙，死无对证，也根本无法指证云隐村。好家伙，没想到云隐村这群浓眉大眼的家伙也搞起了这些弯弯绕绕啊！本打算到了云隐村小露一手，让四代雷影见好就收，给对方一个面子。现在看来倒是可以下点狠手，给对方点教训了。夏目在心中暗暗决定道，并对着云隐的西和达鲁伊二人也露出了和善的微笑。没错，我们就是岩隐村使团，两位快带路吧，我也迫不及待的想见见你们雷影大人了。宇智波的那些家伙到了吗？到了，已经安排在公馆住下了。麻布伊正在接待他们，达鲁伊正在盯着他们。实力如何？实力一般，目测10多个中忍，2、3名上忍的样子。那个叫宇智波夏目的小鬼呢？看不出深浅，不过应该实力不弱，而年龄上倒是和传言相仿，看起来10来岁出头的样子。果然只是一个小屁孩吗？雷影爱一边听着护卫西的报告，一边狠狠咬下一大口牛肉，边嚼边回应道，依旧没有将岩隐村的一众人放在眼中。毕竟自己这么大一隐村，要是真被区区20名宇智波忍者给颠覆，那还得了。四代雷影爱，他们来访的目的弄清楚了吗？护卫西貌似是想来和我们洽谈商业合作的，不过具体合作什么没有告知，说是想和雷影大人您亲自谈谈。商业合作，八成又是来想骗我们的吧？真以为我们云隐这么好骗？也好，就给他们这个机会，只要能打得过我，什么都好谈。西，准备一下，一会吃完饭就安排他们去训练场，我要亲自招待一下他们。明白。当然，尽管雷影爱信心十足，但却不代表愚蠢，并迅速补充道，比那家伙呢？比大人应该还在云雷峡训练着，加强一下那边的防卫。宇智波一族的血轮眼有很强的幻术能力，足以影响尾兽，别让宇智波的人靠近那边。遵命。西领命一声，迅速准备去了。云隐村地处深山，而整个雷之国也海拔较高，日照充足，植被茂盛甘甜，非常适合畜牧业的发展。因此，云隐村的畜牧业也是5大国中最为发达的。牛、羊、猪等等牲畜应有尽有，其中的特产精品水牛更是一绝。其村子内的忍者也基本以牛肉为主食的。牛肉拥有着丰富的蛋白质，长期大量食用可以增进肌肉，这也是大多数云隐忍者皆看起来身材健硕的原因之一了。因此，对于肉类的加工和处理，云隐村确实非常有一套，常常以高档精品全牛宴招待各种来客。只不过，由于雷之国地势较高，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等等缺点，也使得云隐村尽管畜牧业发达，但却难以大量出口，销路不佳。为此，夏目此行也准备和云隐村这边谈谈合作。这里发达畜牧业供给出的大量肉制品，再加上自家海贸公司开辟出的丰富航线，定能获益匪浅，形成一条源源不绝的收益渠道。这也是夏目为何会带着一整支使团造访的原因了。毕竟，一旦合作敲定，需要拟定和签署的协议细节可太多了，自己一个人可忙不来。只不过想法虽好，可刚到云隐村的夏目等人还是被吃了一记下马威。此刻，云隐村专门用来招待客人的公馆之内，少族长，这都快中午了，云隐村也不送点好吃的过来吗？不是说这里的全牛宴、全羊宴忍界一绝吗？银盘坐在地上，咬了一口硬邦邦的干粮，很是不满地吐槽道。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本以为抵达云隐村后能吃上一口香喷喷的特色全牛宴呢，结果这边压根就没有半分招待他们的意思，这待遇也太过分了吧。对此，夏目倒是并不在意，毕竟除了见识过自家实力的木叶和雾隐村以外，其他几家大隐村对他们的认知大概依旧停留在一群木叶叛忍建立的不入流隐村上，能和雾隐村结盟，估计也是沾了点雾隐的光彩，算不得什么。因此云隐村对他们态度冷淡也很正常。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已经轻松穿过云隐村的结界进入其中了，接下来就该自己为所欲为了。说起来，云隐的金库在哪来着？自己这份地图上也没有标记啊，倒是公墓的位置标记了，只不过想要在大片公墓里准确的找到金角银角的墓也不容易啊。夏目摸着下巴暗暗思索着。不过就在这时，门开了，作为雷影秘书的麻布衣进来了，主动邀请着夏目等人去见4代雷影大人。夏目，赢，机会来了，一会好好打，打赢了应该就能吃全羊宴了。赢？为啥呀？一会要打架吗？夏目，少问废话，总之一会输了话，你就看着我们吃吧。赢 Sigma。 夏目没有带太多人，大部分使团族人都留在了公馆内，仅带着日耀等4名亲卫队成员出门。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云隐村训练场这边。这座训练场位于村子左侧，被开辟在半山腰上，有上下2块，下区面积极大，足以容纳数百名云隐忍者在此同时训练，上区则是由坚硬的花岗岩铺砌而成，十分坚固，专门用于实战模拟，足以见云隐村确实武斗之风盛行。你就是宇智波夏目？训练场上区，雷影抱着双手横立在那，宛如一座高山般气势逼人的问道。雷影大人把我们请到这，
似乎不太符合礼仪啊。夏目分毫不弱地回怼道，一点也不怂。雷影爱睁开双目，看向面前的少年，眼中仿佛闪过一道厉光。听说你们岩影村想找我合作？是。合作什么？大量收购云影村的畜牧业商品，包括肉制品、奶制品、蛋类等食品，以及各种兽皮、绒毛、鬃、兽骨、长衣等原料。要多少？很多，很大。哼，大言不惭，你们一个小小的叛忍之村，也配和我们合作？雷影爱冷哼一声，一步跨出，浑身气势倾泻而出，汹涌澎湃地朝着夏目等人压去。那股凝稠到实质的杀气，混合着浩瀚的查克拉，绝对足以将一些普通忍者吓得当场失禁，心防决堤。甚至面对着如此威压，夏目身后的日耀、影几人都无不面色骤变，头皮发麻，浑身紧绷。只可惜，如此压迫，对于夏目来说，却如同一股清风拂过，毫无压力。雷影大人是晚上没睡好吗？这么大脾气？笑话，这世上能令仙人体感到畏惧的威压，恐怕还没有吧。同时，眼见着这个小鬼直面自己的威压，依旧风轻云淡，面色不改。四代雷影爱也露出了少许赞色，并坦言质问道：“好骨气，胆子你是有的，可本事呢？我凭什么相信你们能履行交易，能完好的将牛羊转售出去呢？”少废话，开打吧！单挑还是围殴？你选。夏目很是干脆地回应道，并挥了挥手，示意身后的日耀几人散开。够痛快！雷影畅笑一声，性格暴躁直爽的他本就不喜欢废话。刚刚若非为了弄清楚岩影村造访的目的，他更是懒得废话。现在这个叫宇智波夏目的小鬼如此识趣，如此痛快，倒是令他颇为欣赏啊。他就喜欢这种耿直的家伙。好，给你一个机会，小鬼，我也不欺负你。你要是能在我手下撑过3分钟，我就考虑一下你提议的合作。撑不过死在半路了，可别怪我。当然，你们一起上也行，敢不敢来？雷影爱大喝一声，一把扯掉了外衣，露出那一身健硕如牛的刚猛肌肉。老大！一旁的达鲁伊连忙劝阻。怎么说，人家岩影村都是来访问使团，之前的暗中试探已经很出格了，现在再让雷影亲自出手欺负一个10岁小孩，哪怕赢了，传出去也不是一件美名啊。达鲁伊，别拦我！雷影爱暴喝道。而夏目这边也毫不畏惧。好，我也正想活动下身子，不用别人，我一个就够了，3分钟也足够揍趴下你了。呸！大言不惭的小鬼，找死！雷影爱双拳一锤，浑身电光闪烁，蓝色的查克拉瞬间包裹全身，一瞬间便穿上了雷遁铠甲，并用反射活性化的雷遁查克拉大幅增强了体魄，直接爆发出了骇人速度，瞬间消失在了原地。见此，夏目也瞬间开启了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当看见眼前视野中陡然消失的4代雷影后，也不由一惊。好快！要知道，虽然写轮眼对动态视力的加成比不上白眼，但也能大幅提升动态捕捉能力，更何况还是永恒万花筒写轮眼。饶是如此，夏目也只能勉强看见雷影的残影。保守估计，对方此刻的速度都不亚于1000米每秒了吧？3倍音速啊，足以见对方速度有多快了。这世上单论爆发速度的话，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这才获得了忍界速度最快的人的美誉称号。而当初他也仅略逊木叶的黄色闪光一筹，时隔这么多年，他也早就突破了当年的极速，现如今自然成了当之无愧的忍界极速。而夏目这边哪怕获得了强大的仙人体，体魄速度暴涨一大截，再加上开启4阶刹那，综合速度也才不到2倍音速而已。万花筒写轮眼，左眼刹那，5阶32倍速增益。夏目毫不犹豫地开启了左眼的能力，瞬间将刹那推升到了5阶32倍速增益。现如今的他，有着仙人体做保障，也无需害怕肉体承受不住的高速冲击的阻力，终于可以肆意使用高阶刹那了。而在如此急速的加持下，夏目的速度也瞬间突破了1000米每秒，直逼4倍音速，甚至隐隐比4代雷影爱还要快上一丢丢。一瞬间，两人皆消失在了原地。巨大的音爆声瞬间炸起，剧烈的劲风猛然冲开，差点没直接吹飞周围的日耀几人。砰砰，宛如爆炸般的撞击声一次次炸起，周围的众人甚至完全看不到两人的运动轨迹，就只听到一阵阵震荡如雷的撞击声，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爆裂。同样的，身处激战中的4代雷影爱也被夏目这小鬼陡然爆发出的急速给吓了一跳。据他所知，自从4代目火影波风水门死了后，还没人能在速度上与他一争高低呢。更何况水门的急速也是靠着时空忍术取巧，算不得真正的速度。唯有眼前这个10岁出头的小屁孩，竟能在纯粹的速度上略胜自己一筹。要知道了，为了避免给对方施展诡异的万花筒写轮眼能力的机会，他可是毫无保留，一出手就用上了全力，将反射活性化的雷遁查克拉推升到了极致啊！难不成这小子的写轮眼能力就是提升速度类的？管他的，你就是再快，我也能将你锤成一张肉饼。4代雷影爱心中振奋的决断道。至此，他已经收敛了对这名小鬼的所有不屑，开始认真对待了。而且他也好久没有体会到这种能和自己在体术上酣畅淋漓一战的对手了。重流爆，雷虐水平，一雷沉怒雷斧，一击更甚一击的猛烈体术攻击被雷影爱一一施展出来，疯狂攻向夏目，每一击都快如闪电，重如太岳。不过片刻，整片坚硬无比的花岗岩训练场就被轰成了一片碎坑。若非靠着刹那带来的5倍加速，在如此猛攻下，
夏目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击中了吧。抛开其他不谈，光是凭借这一手人体术，4代雷影就已经稳稳地立在影级巅峰，足以和诸多尾兽一较长短了。可是饶是速度略胜一筹，但夏目的防御力和攻击力也远无法和身穿雷遁铠甲的雷影爱相比。每一次碰撞，每一次拳击，对方都能直接震断自己手骨、脚骨。幸好仙人体的恢复力极强，片刻间就能让伤势自愈，这才令夏目得以继续抗衡。毕竟拼消耗打持久战上，仙人体绝对立于不败之地。但每一次撞击所带来的断骨剧痛可无法磨灭。不过片刻，剧痛就让夏目咬牙切齿，满头大汗。但他依旧还在坚持着，继续和4代雷影硬拼着。事实上，无论是开启须佐能乎，或是用上其他手段，夏目都能很快结束战斗。而他非要用这般原始的方法和4代雷影拼体术，硬碰硬，也只是为了增强自己。毕竟这一路走来，在系统的帮助下，在自己熟知剧情的帮助下，虽小有磨难，但终究还是太顺了。比起那些身经百战、屡屡九死一生的真正战士来说，夏目在经验、毅力、决心等等方面都远不如他们。而这次便是自己为数不多的磨练机会，和一个体术登峰造极的强者鏖战，绝对能大幅提升夏目的体术、战斗经验、毅力，甚至还能进一步开发仙人体，提升自己的极限。最后更能让夏目用血轮眼悄悄地复制解析雷影爱的最强雷遁查克拉模式，完全就是一举多得呀。而酣战至此，尽管备受痛苦，可夏目已经复制的差不多了，再多坚持片刻，云隐村的雷遁查克拉模式就是自己的了。到那时，自己学会了雷遁查克拉模式，再将不死的邪神体一兑换，然后把雷遁铠甲加八门遁甲加刹那加邪神体全部一开，这一套爆发下来，别说是6道了，夏目感觉连大筒木都扛不住自己一招。而且他就是在借4代雷影之手来好好磨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好将自己这把宝剑淬炼得更加锋利，将仙人体的潜力进一步开发，为以后将这几门能力糅合到一起使用而打下坚实的基础。夏目和4代雷影爱之间激战实在过于凶残，过于生猛，更看得周围的一众围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云影这边的麻布衣、达鲁伊、西等人皆做梦都想不到，自家的雷影大人竟和一名宇智波小鬼打了个难分难解。毕竟在他们眼中，近乎无敌的雷影大人都出手了，按理说几乎瞬间就能解决战斗了吧。同样的，夏目亲卫队这边，日耀他们虽然早就知晓着自家少族长的强大实力，但那也是建立在须佐能乎之下的呀。这一次少族长光是爆发出的纯粹速度就超乎了他们的认知，这就是体术的巅峰对决吗？少族长好快，太快了，我根本都看不清了。月姬姐，你看得清吗？闭嘴，别影响我。宇智波月姬一巴掌抽开了面前的宇智波银，继续津津有味、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激战。对于一名走体术道路的忍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亲眼观赏一场巅峰体术对决更令他振奋的事了。尽管他几乎看不清夏目和雷影间的战斗，但这并不妨碍他脑补一下并体验一下这种氛围啊。果然还是少族长最棒了，日后一定要让他亲自教教自己该如何精进体术。尽管战斗非常激烈，可时间也才仅仅过去了2分钟不到，只不过短短2分钟，双方便已经对撞了不下100次，现场更是一片狼藉，整座训练场几乎都快要崩塌了。而直到此刻，夏目也终于用血轮眼完美的复刻下了4代雷影的雷遁查克拉模式，回头只需稍稍熟练便可轻松学会，一贯而通。同时这100余次的碰撞、锻炼、修复、淬炼，也让夏目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魄又强了不少，仙人体的潜力又被挖掘出了一点点。可别小看了这一点，达到夏目这个体魄级别后，每一丝的提升正常情况下都要付出长久的苦练。果然找虐依旧是最便捷的提升途径之一呀。不过既然已经达到目的了，夏目自然也没有继续找虐的理由了。更何况这云影和雷影之前还给自家使团下了好几次小绊子，也是时候狠狠给他一点教训了。下一刻，夏目主动从激战中退出，后撤数十米，躲开了雷影爱的猛击。见状，雷影爱这边也暂时停手，并悄咪咪地揉了揉有些发酸的双拳。他就不明白，根据触感，自己明明已经击断了那个小鬼的手骨腿骨无数次了，为何对方总是能迅速修复，还能继续悍不畏死的和自己对撞着？放眼忍界，不该有恢复力如此可怕的血迹限界啊！如此恢复力，莫不是真要将对方碾成肉末才能杀死啊？小鬼，你很不错，能跟上我的速度，和我酣战至今的，除了比以外，你是第一个。不过你要是还打算继续下去，可别怪老夫下狠手了。雷影警告一声。说实话，他心中已经认可夏目这个小鬼了，但为了云影的面子，他可不能输。呸！装什么？雷影老头，试试这个吧。夏目唾弃一声，没有多说废话，直接开打。下一秒，随着夏目体内的瞳力与查克拉汹涌而出，一具宛如山岳般的完整高大须佐魔神迅速拔地而起。初始形态、第一形态、第二形态、第三形态、第四形态、完全体形态。这一次，依靠着永恒万花筒血轮眼以及仙人体带来的庞大查克拉，夏目连跨须佐能乎的5种形态，直接推升至了完全体形态。要知道，完全体形态才被称为真正的须佐能乎，只有将万花筒血轮眼的瞳力发挥到了极致，且自身具备庞大查克拉的人才能开启的完全体须佐能乎。此时的须佐能乎体积变得异常巨大，下半身及双腿显现，查克拉趋于稳定。
其力量不仅可以轻松劈开大山陨石，而且还具有飞行能力，同时能够结印使出施术者所擅长的术。事实上，夏目才获得永恒万花筒写轮眼不久，并未将自己的瞳力开发到极致，可得益于完美仙人体的增幅以及1800卡海量查克拉的加成，这才施展出了须佐能乎的完全体形态。同时间，眼瞅着这数百米之高、巍峨如山岳般的须佐魔神升起，感受着那天地都为之失色的极致查克拉压迫之力，包括4代雷影在内，所有云影忍者无不面色巨变，一些实力稍弱的更是吓得两股颤颤，当场软倒在地。刚刚那名宇智波小鬼能和自家雷影大人拼个旗鼓相当，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谁曾想对方压根就没出全力啊！现在看来，这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啊，这完全就是一只择人而噬的猛虎啊！这究竟是什么怪物？麻布衣颤抖着唇，一脸惊骇地问道：“是须佐能乎，是拥有极致的写轮眼之力才能施展的能力。初代雷影大人留下的笔札中有记载过了，而且如此庞大恐怖的魔神，这绝对是完全态的须佐能乎吧？那小子如此年轻，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实力啊？”博学一些的雷影护卫西连忙惊呼解释道：“这种级别的须佐能乎，翻遍云影村的典籍记录，恐怕也只有战国时期那位凶名赫赫的忍界修罗宇智波斑才施展过吧。时隔这么多年，宇智波一族这时又出了个超级变态。老大，危险！别打了！”达鲁伊大吼道。显然，在他看来，如此魔神恐怕连老大也不是对手啊。此刻看着如此巨大的魔神须佐，4代雷影爱的脸色也迅速发黑。一向看不起写轮眼的他，这还是第一次正面对抗须佐能乎，而且还是完全踢的状态。那山岳般的身姿，那汹涌的查克拉威压，就连他也感觉到了致命般的威胁。可是不等他做出决定，正前方夏目便再次悍然出手，没有使用神器，也没有用须佐自带的武器，仅仅一拳挥下，直取4代雷影。刚刚打得挺爽的是吧？来试试我这一拳。完全体的须佐能乎仅仅一个拳头就有60-70米粗，比一整座房子还要大。一次冲拳，拳速更是可达3000米每秒，都快接近10倍音速了，几乎没有人能避开。饶是速度冠绝忍界的雷影能侥幸躲避，而他背后的整个训练场以及一众围观的云影忍者可躲不开。以这一拳的威力，雷影爱敢躲，这半座山峰还有所有云影都得死。而夏目更是算准了这一点，逼迫的雷影爱只能硬抗。啊！4代雷影爱果然没有闪避，反而怒笑一声，瞬间爆开所有查克拉，直接顶着雷遁铠甲挥拳迎向须佐的重拳。只可惜在巨大的须佐面前，他不比一只蚂蚁大上多少。轰！比惊雷还要响亮数倍的冲击波瞬间爆开，直接震碎了整片上区训练场。周围的所有围观忍者全部被气流冲飞，狠狠地砸在了数十米开外。而4代雷影本人更是被一拳锤落，如同一枚炮弹一般砸入山体，足足下陷了10余米，形成了一个100米大小的圆形深坑。甚至就连那无坚不摧的雷遁铠甲都尽数崩裂，露出了大片皲裂纹路。而雷影爱本人更是嘴角溢血，浑身剧痛，俨然已经重伤。同时，隆隆隆，巨力之下，训练场后方的半座山峰也随之塌陷，无数石块坠入下方云海，掀起一片惊涛之声。完全体须佐的一拳之威尽显无疑。老大，雷影大人！一众被冲击波吹飞的云影忍者连忙大吼道，甚至顾不得训练场的崩碎、山峰的倒塌，只关心着自家雷影大人的安危。毕竟那可是整个云影村的主心骨啊！别过来，都退开！嗨！巨大深坑中传来了雷影爱的怒笑声。尽管浑身剧痛，但他依旧憋着一口气，从坑洞底部一片碎石中站了起来。虽然他已经确信自己恐怕绝非这具完全踢须佐魔神的对手，但身为雷影，身为云影村的好儿郎，除非战死，不然他是绝不许自己在还有力气情况下主动认输的。雷影爱深吸一口气，再次调动查克拉，重塑雷遁最强之铠，并一跃而起，强行施展出了自己的奥义一击——雷虐水平千代舞。经由粉身碎骨的锻炼，磨练出有如闪光般锐利的传家手刀，这也是他的最强一击了。一击下，劈断半座山峰都不是问题。只可惜4代雷影刚跳到一半，身体还没完全旋转起来，啪的一声，夏目的须佐能乎就一个大嘴巴子拍了过来，笔直的击中了雷影，就好像用苍蝇拍打苍蝇一般，将雷影再次拍了下去，重重的砸在半山腰上，或是说砸在了已经崩塌了一半的山顶上。舒坦，真鸡巴舒坦，让你狂，让你傲，这下知道痛了吧？夏目捏了捏须佐的右拳，忍不住舒坦的唏嘘道：“这完全踢的须佐能乎确实威力骇人，远超以往啊！掌握着如此强大的力量，也难怪半夜动不动就想起舞了，甚至夏目都想蹦跶2下了。不过有一说一，这4代雷影爱的体术实力还是很厉害了。刚刚那招雷虐水平千代舞，竟将自己的完全体须左右手都撞出了几条裂纹。当然，这点裂纹在夏目的仙人体庞大查克拉的加持下，几乎瞬间就修复了。但也足以说明，这雷影还是有2把刷子的。毕竟，若是换成其他忍者，任他们将吃奶的劲都使出来攻击完全体须佐，怕是也和挠痒差不多。不打了，不打了，我们认输。夏目大人，还请留手。远处被劲风吹飞了的雷影护卫西等人连忙爬起来，冲了过来，朝着巍峨的须佐魔神招呼道：“认输道，再打下去，自家雷影大人可能连命都要没了，不能再打了呀。”对此，夏目压根就没有理会他们，
你叫我停手，我就停手，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日曜，3分钟到了吗？回少组长，还没有，还有20秒。听此，夏目咧嘴一笑，还有20秒啊，那就再补几拳吧。雷影大人，撑不住，死在半路了，可别怪我啊！轰！话音刚落，偌大的须佐拳头再次悍然垂下，将剩下的半座山体全部砸碎，把卡在山体内的雷影爱再次揍飞。同时，这一击更是将其覆盖在雷影爱体表的雷遁最强之铠直接击碎，令其防御力大减。按照这样子下去，再来不过3拳，定能锤死雷影爱。也不怪夏目太狠，毕竟这云隐村一开始就没有理待自己等人，反而屡次试探打压。而且刚刚一开始雷影出手时也毫无保留，一副奔着废掉自己的模样，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此刻夏目出手反击，自然毫无心理负担。砰！又是一拳挥出，刚刚才暴吐一大口鲜血，并将雷遁铠甲凝聚到一半的雷影爱，再次被瞬间击飞，直接撞穿了2座山头，浑身骨头断裂，狠狠嵌入了第3座山峰的岩壁上。哗！夏目控制着须佐，变出一对查克拉翅膀，带着自己飞身而起，朝着远处的雷影爱飞去。看样子再来最后一下，就能送那个雷影老头去往净土了。不过刚飞到一半，靠着仙人体和灵化之术带来的敏锐感知力，夏目便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右侧远处一股灵力浑厚的杀机陡然袭来。千分之一秒间，夏目没有任何犹豫，拔刀出鞘挥砍，一气呵成，300米长的灵气化神刀昆羽被夏目的须佐能乎瞬间抽出，横刀砍去，直接斩出了一条上千米长的赤红璀璨刀气，仿佛一抹斜阳分割了天地一般，绚烂无比。同时间，那颗急速射来的巨大尾兽玉也被这绚丽一刀劈成了2半，并直接爆开，橘红色的能量光芒吞噬了一切，甚至将须佐也囊括了进去。当然，若是全功率爆发的尾兽玉，倒是有可能给完全体的须佐造成一点伤害。只可惜，这颗尾兽玉已经被夏目劈断，搅乱了内部的阴阳查克拉，爆炸威力不足原来的1/3，根本就无法给完全体须佐造成丝毫伤害。与此同时，远处数千米外，一只气息骇人的庞大牛身八爪章鱼正盘绕在一座山峰上，直对着远处的须佐魔神。毫无疑问，这便是闻讯赶来的云隐村现任8尾人助力奇拉比。刚刚正在日常 rap 的他，远远的突然就感受到了那股惊天动地、完全不输于尾兽的恐怖查克拉气息，让他以为这是其他村子的尾兽袭击来了，这才不顾一切的赶到了这，并直接进入了完全尾兽化，露出了8尾牛鬼的本体。这不可能，那是什么鬼东西？那东西居然砍断了尾兽玉！8尾内部看着远处的那道悬空魔神身影，奇拉比也忍不住瞪眼惊呼道，甚至连他平日间喜爱的说唱调都下意识的忘记了。别，不要大意，那是完全踢须佐能乎，我曾见宇智波斑那个人类施展过，非常厉害，据说就连9喇叭都不是那个东西的对手。8尾牛鬼连忙警示道，语气中也带着少许忌惮，毕竟当年木叶的那2个家伙可是所有尾兽的噩梦啊。那家伙好像在打大哥，我们该怎么办？比急呼呼的追问道。8尾牛鬼连忙回应，比，和他拉开距离，不要和他硬抗，他手上的刀有古怪，那是一把我从没见过的神器，一旦被他拉近距离，能劈开尾兽玉的刀也能砍死我的。足足有70-80米高的8尾牛鬼，尽管已经算是庞然大物了，可和400-500米的完全体须佐一比，还是显得有些渺小。真要是被近身了，那具须佐魔神哪怕不用刀，估计都能手撕8尾，然后来一场炭烤章鱼尾宴。好，看我的吧！八嘎呀路口闹呀路耶！奇拉比不敢迟疑，连忙配合着8尾，一边向后撤退，一边凝聚着尾兽玉，朝着夏目须佐的方向疯狂喷射。连续尾兽玉，夏目控制着须佐，大手一挥，掀起大片飓风，将前方的爆炸余烟迅速吹散，并双目一凝，将目光锁定在了数千米开外的巨大8尾牛鬼身上。8尾居然自己冒出来了，正好省了亲自去找你的麻烦了。夏目轻笑一声，巨大的须佐再次振翅一飞，向着远处的8尾俯冲飞去，同时接连4发尾兽玉也再次朝着夏目射来。不得不承认，这8尾牛鬼的奶水确实比其他尾兽多了，要是换成3尾基辅的，照这程度猛射的话，估计早就虚脱了。果然，尾兽与尾兽之间的差距也很大，只不过现目前来说，除非是10尾的超大尾兽玉，或是几只尾兽联合释放的尾兽玉能小有威胁以外，这几发连续尾兽玉对于夏目这手持神器的完全体须佐基本毫无压力。只见飞驰在空中的须佐魔神再次挥舞起那把300米长的神刀，刷刷刷的几刀，一道道刀芒凌空斩出，击射千米，纵横交织，形成赤红色的天罗地网，瞬间就将这几颗击射而来的尾兽玉斩成了好几段，爆成了一团团火光。呼！巨大的须佐穿过片片火光，继续朝着8尾杀去。见此，可把远处的8尾吓得菊花一紧，头皮一麻，甚至连继续喷射尾兽玉阻拦都来不及了，只得疯狂挥动着8条尾巴拼命后退。只可惜8尾跑得再快，也绝对比不过在天上飞驰的须佐。本来以夏目才获得的永恒万花筒写轮眼，根本没法长时间支撑须佐的恐怖消耗。架不住他有仙人体啊！在庞大查克拉的支撑和超高速的查克拉恢复加持下，须佐能乎在他手上更是完全不需要顾虑消耗。不说站个几天几夜，尽情挥洒个几个小时，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快，再快点！那东西要追上来了！八嘎呀洛，口闹呀洛，要死了呀！奇拉比疯狂地催促道。没办法，尾兽域便是他和八尾的最强攻击了，连这种攻击毫不畏惧的魔神，他根本就难以力敌呀！不赶紧逃命，还要留着等死吗？只可惜没等八尾逃出几百米，扑哧一声，一把巨大的灵气化神刀便陡然刺中了八尾的胸膛，贯穿了他的尾兽躯干，将其狠狠地钉在了地上。砰！紧接着一道超越音速的巨大音爆之声这才堪堪传来，显然正是远处的夏目将手中的昆羽神刀猛然投出，超越了音速，瞬间刺中了八尾。哞！八尾发出一声凄惨的牛嚎声，并拼命地挣扎着，企图挣脱这把神刀，奈何神刀太长，又将他死死钉在地上，除非他愿意将身体割成两半，不然根本就挣脱不了。接着不过数秒时间，夏目也开着须佐高达追了上来，飞到了八尾头上。八嘎呀洛，口闹呀洛，你究竟是谁？奇拉比借着八尾的嘴怒声大骂道。我是谁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就是云隐村的八尾人助力吧？刚刚吐尾兽域吐得很爽吧？你知道我是在和雷影单挑比试吗？原来你们云隐村是想借机围殴我，对我痛下死手啊！夏目落地后二话不说就给云隐扣上了一口大黑锅。你胡说，是你在袭击村子，是你在攻击我大哥！奇拉比慌了，连忙辩解道。毕竟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比试。当然夏目这边可不会留情，继续言辞锋利的讽刺道。做了还不敢承认吗？没想到堂堂云隐村竟如此卑鄙龌龊，阴暗无耻啊！甭管对不对，反正就是这奇拉比突然插手，搅乱了自己和四代雷影派之间的比试，这一点谁也反驳不了。这场比试众所皆知，3分钟内要么自己被雷影打死，要么雷影被自己打死，都怨不得他人。这也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规则，哪怕自己真在规则之内杀了雷影，传出去也只能说是四代雷影自己技不如人，和别人比试时被失手打死。可现在规矩被破坏了，比试途中云隐村不但以大欺小，甚至还以多欺少，这下就轮到云隐村理亏了，因此也该云隐村付出点代价，赔偿自己点精神损失费了。就先从这八尾下手吧，虽然不好直接杀了你，不过收点利息还是没问题的。夏目坏笑一声，接着再次悍然出手，控制着完全体须佐，直接抓住了八尾的一根大尾巴，撕拉一声，一条偌大的尾巴便被夏目硬生生的撕了下来，痛得这只蛮牛八尾再次哀嚎，眼神中也充满了无助。只不过这可没有结束，很快第二条尾巴、第三条也被接连声撕开了下来，痛得可怜的八尾牛鬼也遭不住了，都想强行缩回人助力的封印内了。奈何被昆羽神刀贯穿躯干，被钉在地上的八尾根本就没法缩小体型回归人助力体内，只得含泪忍受着夏目的粗暴欺凌。就这样直到连断4根尾巴，弄得八尾浑身伤痕累累，奄奄一息后，夏目这才堪堪停手，并抽出了一卷珍藏的高级封印卷轴，将这4条断尾全部封印了进去。毕竟尾兽的本质就是高浓度的查克拉生命聚合体，这4条巨尾说白了也就是一大股查克拉，估计能占八尾总体1/3的查克拉了，少说也有着几百卡。先封印起来，回头研究一下，再封印到族人体内，弄出个半人助力还是没问题的。那也就意味着自家又能多出一名影级强者了，白赚不亏啊！当然没有直接抽走整只八尾，也是考虑到那样会直接弄死奇拉比，从而导致云隐村和自家岩隐村爆发大战。虽说一旦开打，夏目很有把握一举覆灭掉整个云隐村，但覆灭后呢？靠自家那几百口族人怎么统治偌大的一个云隐村？靠自家那点人手，怕是连放牧的都不够吧？更何况整个云隐村在4代雷影的统治下，基本上下一心，宛如铁桶，自己很难像之前挑拨木业的日向分家一般离间云隐各个家族，因此这才选择了钝刀子割肉之法，先假意合作，并趁机寻求赔偿，慢慢放干云隐村的血，一点点蚕食云隐村的肉，直到自家足够壮大，再一举吞并，这才是最优解。几分钟后，被掏空了身体，还被剥削了1/3查克拉的八尾牛鬼，也终于缩回了奇拉比体内。同时，大量查克拉的流失也令奇拉比昏迷了过去。没一会，夏目便提着已经昏迷过去的奇拉比回到了云隐训练场所在的位置。当然，这里早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整座山峰都已崩塌，到处都是碎石。同时，这边掀起的巨大动静也迅速引来了大批云隐忍者，将整座山峰团团包围了起来，并警惕着日耀几人，激战似乎一触即发。少族长，你回来了，您没事吧？眼见夏目回归，日耀几人也面色一喜。我没事，这人是云隐八尾人助力，刚刚就是他用尾兽玉偷袭的我。哦，日耀几人恍然，更是心中一震，毕竟少族长才离开不过几分钟吧，就把云隐村的人助力都给生擒回来了，这也太生猛了吧！还有那能飞的完全体须佐能乎也太帅了啊，自己也好想开一开啊！把他绑住，架起来，周围的云隐要是敢攻击，就直接宰了他。夏目把手上的奇拉比丢给日耀，冷酷的命令道。周围这大批云隐忍者虽然对自己威胁不大，但真要是一拥而上，也令人心烦。不过既然八尾人助力在自家手上，而且一言不合就能剁了，不信云隐的忍者们还敢不顾一切的攻上来。果不其然，眼瞅着夏目他们俘虏了奇拉比，云隐这边也忌惮无比，
纷纷踌躇不前，谁也不敢贸然进攻。少组长，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等，4代雷影那老家伙虽然重伤了，但应该没死。等他来了，我们再继续谈吧。夏目搬起一块大石头，将其一刀削平，坐上去休息了起来。日耀几人对视一眼，只得纷纷护在了石凳周围，并将可怜的奇拉比架了起来，拿苦无顶着脖子，继续威胁着周围的一众云人。就这样，双方僵持了10来分钟后，终于云影的主心骨那位4代目雷影爱出现了。此刻的4代雷影爱正由达鲁伊搀扶着，一旁的西也在持续不断的为雷影爱施展着治疗忍术，治愈他的伤势。饶是如此，雷影爱也前所未有的狼狈，不但浑身伤痕累累，嘴角血迹斑斑，就连胸膛都凹下去了好大一块，不知道断了多少根肋骨。若是换成常人，如此重伤早就暴毙了。可得益于那千锤百炼、健硕无比的体魄，他这才活了下来，回到了这里。雷影大人，雷影大人！眼见雷影爱出现，一众云隐忍者也安心了不少，多了许多底气，甚至不少人都跃跃欲试的企图发起攻击了。嗨，雷影再次猛咳出2口鲜血，脸色愈白了几分。老大！雷影挥了挥手，示意达鲁伊自己死不了，并用双目扫过了周围的一众云人。尽管气息羸弱，尽管伤痕累累，但4代雷影爱那宛如雄狮般的锐利目光与那独特的霸道气势，依旧瞬间压住了所有云人，令那些正欲攻击的云人都憋了回去。哟，雷影大人还没死呢！夏目跳下了石凳，对着远处的雷影招呼一声。雷影提起一口气，推开了搀扶着他的达鲁伊，独自走向了夏目，并大笑一声，气势依旧的回应道：“死不了，再打一场都没有问题。倒是我小看你这家伙呀。”宇智波夏目，很好，我记住你了，你比傅岳那家伙厉害多了。这么多年了，宇智波一族又出了一个狠角色呀。这一次，雷影爱是被真的打服气了。当然，性格直爽暴躁的他也从不屑于隐瞒失败，败了就是败了，对方还是堂堂正正的在比试中正面击败自己的，再找借口否认失败，那和懦夫有什么两样？再加上云隐村本就尚武，本就崇尚强者，因此雷影爱也终于改变了对夏目的看法，将其视为了一个真正的强者，甚至还多了一丝丝的敬佩。夏目，这么说，刚刚的那场比试算我赢了对吧？对，是我败了。按照承诺，你们那个什么交易，我答应了。雷影爱豪爽一声，毫不迟疑地答应道。听此，夏目眉宇一挑，心中一喜，他倒是也蛮喜欢云隐村这种直爽豪迈的风格。输了就是输了，该许诺的条件绝不会推脱分毫，不像木叶那边，输了后还要找各种借口，搞各种背后偷袭。当然，欣赏归欣赏，该为自家争取的利益，夏目可不会分毫手软。毕竟一开始云隐村对自家的态度确实可谓糟糕。好，交易详情之后再聊，现在先说说赔偿问题吧。雷影爱一猛，赔偿什么？自家这么大一座山，这么大一块训练场都被夏目的须佐锤得粉碎，自家都没要求赔偿呢，对方还想要什么赔偿？忒不要脸了吧？这是你弟弟奇拉比吧？夏目拍了拍身旁被夹起来的奇拉比，对，你把比怎么了？一聊起比，雷影也心中一顿，稍显激动了起来。毕竟尽管比是人助力，但更是他的手足，而这么多年下来，两人早已培养出了超越普通兄弟之间的情谊了。更何况刚刚要不是奇拉比插手，自己说不定就已经被打死了。放心，没杀他，只不过刚刚我们之间的比试还没结束，就是他突然插手袭击了我，对吧？堂堂云影，堂堂4代雷影，破坏比试，出尔反尔，以多欺少的丑闻，若是传出去了，整个忍界都会不耻于云影吧？亦或是让已经魂归净土的前几代雷影大人也听听这般丑闻？当然，会不会泄露出去，还得看雷影大人的意思了。夏目嘴角一扬，毫不客气地讽刺道，句句刺耳，句句诛心，并理所当然地摆明了一副我想要封口费、精神损失费的模样。而如此讽刺，令远处4代雷影也越听越难受，越听脸越黑。毕竟对方说的不错，无论原因如何，明面上看来确实是自家破坏了比试，以多欺少，而且还惨败了。如此丑闻传出去后，雷影爱倒是不介意自己的名声，可依旧会丢云影的脸啊。同样的，他也更不想因为此事让父亲3代雷影蒙黑，让历代雷影争取的光明磊落的形象葬送在自己手上。为此，看来也只得赔偿一笔，压下这个丑闻了。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灭口，以绝后患。但此刻真要再打下去，谁灭谁口还不一定呢。更何况奇拉比的命还在对方手上捏着呢。就这样沉默了片刻后，4代雷影爱还是妥协了。好，我答应了。雷影大人痛快。夏目眯着眼，乐呵呵地竖起大拇指赞许道，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换个地方聊吧，这里不合适。雷影爱瞥了一眼周围，提议道。显然继续在成百上千的云忍面前商讨赔偿，非常有损他的威严啊。也好，对了，正好我们还没吃午饭呢。雷影大人，听说你们这的全牛宴忍界一绝。有，想吃多少都有。雷影爱黑着脸应承道，只感觉今日云影村怕是得血亏一大笔了呀。此刻云影村雷影大楼内，夏目一行人正围坐在餐桌前，美滋滋地享受着云影村准备的一大桌全牛宴。不得不说，这云影村的精品牛肉确实一绝。夏目裹了一大片鲜肉，放入热锅10秒烫熟，再卷上一小撮秘制辣酱，塞入嘴中。一时间，各种五彩缤纷的味道在口中席卷散开，香辣
咸，浓郁的香辣气息层层涌动，再加上牛肉特有的鲜美，就仿佛在嘴里升起一股风暴，令人倍感满足。爽！夏目呼出一口热气，很是满足。这云隐的牛肉，肉质鲜嫩丝滑，且富有嚼劲，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特有花香。听闻这便是云隐村独有的云香花的味道。奢侈的云隐常常用此花喂养牛畜，因为云香不管是花朵还是本身还是的枝叶，都带有浓烈特殊的香气。吃了后还有清热解毒、凉血散瘀、驱蚊止蝇的效果。除此之外，为达到极致的肉质口感，云隐还会专门为这些极品牛畜提供各种服务，包括着听音乐，在牛采时、休息时会放不同的音乐，以增强食欲和促进消化；做按摩，每天需要给牛做刷式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放松肌肉；睡软床及发酵床，可将粪污终止发酵降解，使牛舍环境极为干净。再加上一系列的定时、定期、定量的营养餐食搭配，这些牛崽子们在死亡之前过得那可叫一个舒坦啊！甚至比各大隐村苦兮兮的忍者还要舒服多了，妥妥的一副人不如畜。也因此，这种肉质鲜嫩、富有嚼劲，还带有特殊花香的顶级牛肉，也成了云隐村的招牌，仅供给于自家村子高层与雷之国的少数权贵，可谓珍贵万分。而此刻，饭桌上，夏目外加日曜4人都正在欢快地享用着这道精品全牛宴，甚至就连注重身材的月姬都忍不住多刷了好几盘牛肉。咕噜咕噜，银，你慢点吃，吃肉弄得跟吞水一样，脸都让你丢光了。日曜笑骂一声，拍了拍身旁的银，咕噜，太好吃了，忍不住啊！银囫囵吞枣的边吃边回应道，一副饿了3天3夜的样子，但也佐证了云隐村的肉制品确实非常可口，更何况旁边还有个吃相比自己更凶残的少族长呢。总之，这一顿下来，也证明了夏目他们这一趟没跑错。以云隐村这品质过硬的肉制品，再加上自家的庞大海贸航线，定能大赚一笔源源不绝的持续获利。奈何云隐村对这般优势，居然都不知道好好开发利用一下，就因为交通不便而一直雪藏至今，着实可惜啊。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云隐，毕竟人家本来就是崇尚武斗、民风彪悍的村子，村子的开支勉强够维持就行。剩下多余的时间，与其去研究怎么赚钱，还不如多去健健身，多锻炼一下忍术和体魄呢。说到底，还是整个忍界的发展过于畸形，交流太少了。不然，以5大隐村的实力，也就不会轮到区区一个卡多就能建立那么大一个海运公司，并支配着整个波之国了。美滋滋的饱餐一顿后，夏目也开始和云隐村这边聊起了正事。首先，当然是关于封口费和精神损失费的商榷了。对此，夏目也并不贪心，仅仅只开口要价了3000万两。一听这个价后，本来就伤势严峻的4代目雷影也差点没再气昏过去。3000万两啊，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尽管还不到云隐备用金库的1/3，但也是不少了。单单从任务酬金上扣税的话，至少1000支云隐小队马不停蹄的接取 C 级任务2-3个月才能赚到这么多。而现在仅仅只是因为一点封口费和精神损失费，就要让整个云隐村忍者白干好几个月，这确实过于昂贵了。奈何夏目这边拳头又大又占理，为了顾全村子的名声，为了保护弟弟奇拉比的安危，雷影爱也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还算痛快的拿出了3000万两交给夏目作为赔偿。毕竟在雷影爱看来，以夏目这小鬼的实力，就是强行打劫了整个云隐金库，估计也能从容离去。这就是强者的强权啊！再不济，日后这岩隐村还要购买自家的肉制品，还有很多生意要做，届时总能挣回来的。在整个忍界中，银票是并不通用的，5大国都有着各自的银票，上面的标识与印记也各不相同，想要跨国使用，都需要先去大的城镇中兑换。因此，各大隐村的战略储备金库内储存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谨防战乱发生，普通银票大幅贬值。这也是之前夏目洗劫木业和岩隐金库时，为何需要不少空间卷轴来存放银两了。不然，仅仅只是几千万的银票，最多不会超过2-3吨重，几个大箱子就足够装下了。同样的，这次云隐赔偿的3000万两白银，也足足堆了小半个房间。夏目拿了整整10个空间卷轴，这才堪堪将这些银两都装了进去，并塞入了自己的腰包。接着，夏目悄悄地抚摸过这些空间卷轴，将其带有的价值点都兑换成了金币。丁，恭喜你获得了3000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3000万价值点兑换为300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3000金币，目前余额7190金币。片刻间，夏目再次美滋滋地入账3000金币。见此，云隐这边的麻布衣等人也无不面色发黑，心如刀绞。好了，这下两清了，我也会遵守承诺，绝不宣扬你们卑鄙无耻、以多欺少的事迹的。夏目乐呵呵地拍了拍卷轴，笑着回应道。再次气得雷影爱嘴角一抽，差点没当场爆发。这话听着也太欠揍了。只不过于情于理，他们还得感谢夏目这边信守承诺，并承认下自家确实卑鄙无耻了一回。可想而知，雷影心中有多郁闷了。另外，接下来来谈一下我们两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吧。刚刚我已经品尝过贵村的顶级全牛宴了，确实味道不错。我们准备先进购一批新鲜牛肉，尝试一下。不知贵村的牛肉价格如何？夏目收敛了笑意，又聊起了正事。雷影深吸一口气，压下怒气，对身旁的麻布衣比划一眼。麻布衣迅速上去为夏目解释道：我们村对牛肉大致分为3级，普通级别的平均60两一斤，高级牛肉平均180两一斤，顶级牛肉平均2000两一斤，就是诸位刚刚吃到的那些。听此，
一旁的银撑着大大的肚皮，顿时一惊，好贵！那我刚刚岂不是就吃了上万两了？尽管已经实在吃不下了，但他现在也好后悔，早知道刚刚应该再多吃一点啊。夏目稍稍估算了一下，平心而论，这个价格确实不贵，自家靠海贸航线转售出去，利润再翻上1-2倍都完全不是问题。沉吟片刻后，夏目决断道：“那普通级别的先来个250吨，高级的来个50吨，顶级的来个3吨吧。少组长会不会有点多啊？”“不怕，我对云隐村的牛肉品质非常信赖。”如此信誓旦旦的赞许道。也另一旁的雷影爱等人听了后，面色缓和了不少。当然，云隐这边并不知道，对于夏目来说，无论自己买的再多，也完全不要考虑昂贵的运费问题，左右不过是一个飞雷神就能瞬间带走的事。显然，令云隐村难受万分的崎岖山路和昂贵运费，在夏目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得到如此一大笔订单的云隐方面也舒缓了许多，更感觉到这样交易可比做任务赚钱来得快多了。以后只需要多养点出口，就能躺着挣钱啊，更能省下大把时间锻炼身体、休息忍术，着实不错呀。麻布衣，算算价钱。雷影爱乐呵一声，只感觉胸口也不是那么疼了。麻布衣，稍等片刻。夏目，不必算了，一共3000万两整。雷影爱点头一喜，再次乐呵道：“3000万啊，不错，倒是一笔不小的交易了，以后还能多多合作。”等等，3000万两，那岂不是？夏目，没错，就是3000万两整，钱我已经备好了，都在这，你们清点一下吧。说完，夏目便掏出了那10个空间卷轴，将其中的3000万银两又一一取了出来，放在了众人面前。一时间，看着这一屋子的银两，空气也陷入了一片沉默。4代雷影爱也有些发懵，一众云忍更是无比懵逼。神 TM 的钱我已经备好了，神 TM 的你们清点一下吧。这还清点个屁啊！这不就是我们家的钱吗？好家伙，这是拿我自己的钱来买我自家的商品。岩隐村这些混蛋1毛钱都不用出，自家就要白送他们数百吨牛肉。哥这打劫呢？打劫都没有这么离谱啊！更可恶的是，宇智波夏目这小鬼明明都把钱都装进自己腰包了，现在又把钱放了出来，就活生生的当着他们的面来个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一时间，看着面前那名笑得人畜无害的宇智波小鬼，4代雷影更是满脸黝黑，青筋暴起，攥紧了拳头，恨不得当场爆发，一拳揍死这个可恶的小鬼。最终，雷影爱还是攥着拳头收下了自家的3000万两。接着没多久，夏目等人就在雷影秘书麻布衣的带领下被送出了雷影大楼，回到了公馆这边。当然，之所以雷影爱没有亲自相送，一来是因为他还有伤在身，不便多动；二来也是他怕他压不住那股火气，再次动手，从而被夏目直接打死。总之，尽管吃了个大闷亏，可介于实力，云隐还是只得忍气吞声着。更何况，退一万步讲，除了这次的开门红交易吃亏了一波，后续云隐和岩隐之间的贸易往来都还是稳赚不赔的。等以后交易量越来越大了，总能赚回来的。夏目大人，本次交易涉及的商品，我们会在5天之内准备好，还请诸位在公馆内好好歇息，稍等几日。期间若有什么要求，都可以随时通知我，我们会尽力满足诸位的。麻布衣将夏目几人送回后，很是礼貌地告知道，毕竟那可是3000万两的订单，需要宰杀数百头牛，并处理好、包装好，这可不是一件小工程，自然需要几天的准备时间。好，我会静候佳音的。达成目的后，夏目也不准备再刺激对方了。这一趟云隐之行已经收获很大了，1/3的8尾查克拉，3000金币，数百吨牛肉商品，外加和云隐签订了稳定的商贸协议。接下来，再抽点时间去云隐村公墓那边瞅瞅，标记一下金角银角的墓穴，便算是圆满了。毕竟这云隐村确实团结，夏目想继续见缝插针一下的机会都不给，也就懒得再搞事了。反正自家已经赚翻了，接下来的几天时光就过得很悠闲快乐。夏目几人每天就只需要吃美食、打扑克、泡温泉，调戏一下云隐女忍者。嗨嗨，最后一个绝对是无稽之谈，要调戏也都是宇智波银的错，和身为少组长的夏目毫无关系。当然，剩下的时间夏目也没有完全浪费，反而再次向云隐提出了比试的提议，这可将云隐这边又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夏目这个魔鬼再次欲求不满，想要拿云隐开刀了呢。结果一听，只是让日耀等几名亲卫队成员和雷影的亲卫比试锻炼后，云隐这边才安心下来，并同意了比试。而云隐村出战的当然是雷影亲卫队的达鲁伊和西两人，两人都是云隐的精英上人，更是4代雷影爱的左右臂。其中达鲁伊更是拥有着黑雷加兰顿家人体术家庞大的查克拉储备，都快迈入影级门槛了，几乎被当作5代雷影培养着。而西也是兼具着幻术、医疗、感知3种稀有能力的全能型忍者，经验丰富，实力不俗。两人在整个忍界中也是除开无影外最顶尖的那一批忍者了，甚至比雾影鬼人再不斩都要强上少许。因此和他们相比，夏目亲卫队这边的日耀、银、月姬、藤几人都明显差了一大截，哪怕是4打2都难有胜算。当然，等回去后，随着尾兽查克拉一封印，柱间细胞一移植，日耀他们几人的实力都会得到翻天覆地的暴涨。正因如此，夏目才希望他们能趁这个机会多和云隐的精锐上忍实战一下，被虐一虐，体悟一下自己的不足，以便于更好的沉淀心态，为将来的实力暴涨而打下坚固的基础。于是乎，短短5天内，日耀4人就被达鲁伊2人虐了好几十遍，浑身伤痕累累，精疲力尽，
甚至最后夏目还将苏醒后的8尾人助力奇拉比也拉来做陪练了。在夏目的威胁下，奇拉比也老老实实的充当了一回教练，再次将日曜几人血虐了好几遍。当然，几天内日曜几人也收获满满，除了一身伤痕外，几人的实战能力都精进了不少，配合默契度也高了许多，甚至还开着写轮眼从达鲁伊几人身上学到了好几个不错的云影忍术。其中体术天赋最高的月姬，在不断的实战、自己体悟以及夏目的指导下，几乎都快掌握云影村的看家本领雷顿查克拉模式了，可谓收获累累。若是云影那边知道了，恐怕又得被气得吐血吧。除此之外，这几日的晚上，夏目也趁着云影村一片静谧之时，悄悄溜出了公馆好几次，摸到了云影村公墓之内，细细地翻着金角银角的墓穴。当年金角银角袭杀了2代目雷影后叛逃，又被3代目雷影追上并斩杀了。但作为云影村的元老级忍者，再加上又为云影立下过不少功劳，哪怕两人罪大恶极，其死后应该还是能够被葬入公墓的。果不其然，第4个晚上，将云影公墓都探索了一大圈后，夏目终于还是找到了金角银角的墓穴，并在其旁边的土地下埋下了一柄带着飞雷神印记的苦物，随后就悄悄离开了。毕竟夏目可不会傻到这个时候去掘墓，不然掘墓之后第2天暴露了，云影这边用屁股想也能猜得到和自己这几名外人有关。可等自家一行人离开云影村后，自己再悄咪咪的用飞雷神瞬移回来掘墓，可就和自己没关系了吧。就这样欢快的度过了5日后，云影这边也终于准备好了货品，将300多吨的牛肉全部处理并分装好了，而且箱子里还放有低温制冰的忍术卷轴，足以保证近期内牛肉不会变质，令夏目也颇为满意。于是乎，在一众云人咬牙切齿的欢送目光下，夏目等人也终于离开了云影村，并载着满满的货物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其实是找了个无人的角落，用飞雷神瞬移回家罢了，不然夏目可不想把时间都花在一路的风尘仆仆上。此刻木叶隐村距离上次的大战已经过去半月有余了，奈何3代目火影源飞日斩伤势严重，此时依旧在疗养室休养着。不过经过多日的治疗和休养，他的状态也恢复了许多，已经能正常的交谈和处理一些公文了。当然，在尾兽域爆炸中被泯灭掉的那半只左手是不可能回来了。卡卡西岩隐村那边如何了？已经支付了一半，也就是3500万两的赎金了，并承诺着剩余的赎金会在1个月之内筹齐支付，还请我们这边善待剩下的黄土。另外，代理火影大人也已经命人将黑土和迪达拉2人送了回去。卡卡西翻阅了一下手中的报告，细致的回答道。袁飞唏嘘一声，微微感慨道：大野木那老家伙比起儿子还是更在意自己的孙女和徒弟啊。这份心情袁飞倒也能理解，就好像自己的长孙木叶丸在前年出生后，袁飞也明显感觉到还是孙子更可爱一些，更何况以黄土的状态，哪怕先一步被赎回岩隐村也无法充当战力，还不如让他在木叶这边好吃好喝的再关押一段时间呢。反正为了那3500万两的巨额赎金，木叶也不会太为难黄土的。村子最近的财政状况如何？袁飞继续问道。上周大明国那边也送来了一笔援助金，再加上代理火影大人的慷慨相助，以及岩隐村缴纳的赎金，村子已经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了。所有阵亡忍者的抚恤金都已发放，破碎的建筑也正在维修，只是感知部队那边以及村子的结界，短时间内恐怕难以修复。听此，袁飞微微点头。时至今日，他也没弄明白，当时岩隐村的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带走村内剩下的所有宇智波族人的，甚至还顺手摧毁了感知部队的结界中枢台，反倒是自家这边毫无察觉，步步落后。宇智波一族着实给他好好上了一课啊！不过事到如今，再考虑这些也意义不大了。宇智波全族叛逃，确实令木叶颜面大损，可现在看来，起码也有利有弊嘛。不然木叶才经历了和岩隐的一场大战，本就元气大伤，若是再和宇智波一族来场全面内战的话，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当务之急依旧是修身养息，巩固好村子啊。自来也去哪了？他怎么没来？这几日他的代理火影当得如何了？袁飞眉头一挑，继续问道。听此，卡卡西顿了顿，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坦白来说，自来也大人这半月以来，除了干出了一些下令改建会玉池、修建皇书殿、扩建内衣殿等等荒唐事，在村子内闹得鸡飞狗跳之外，其身为代理火影的本职工作还是都尽职尽责地完成了，甚至还干得不错。若非他的力挽狂澜，填平了村子的财政漏洞，并以足够的实力稳住了各方家族，此刻的木叶说不定早就生出乱子了。要知道，身为木叶3忍之一，既获得了妙木山真传，又培养出了波风水门那般俊才，自来也的能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也就性格好色又懒散了一些，可一旦认真起来，还是非常可靠的。卡卡西，一切正常。代理火影大人他现在应该在忙着处理公文吧？应该是在会玉池旁边处理着公文吧。哎，那家伙虽说性格跳脱了些，但还是值得信赖的。这段时间有他撑着，我也能好好歇歇了。袁飞唏嘘一声，微微感慨道。身为自己的徒弟，自来也的品性和能力，他还是很清楚，很信赖的。卡卡西，在，拿着我的手令，去一趟禁书库，帮我取2卷卷轴出来。遵命。卡卡西上前一步，从袁飞手中接过那份开启禁书库的手令，领命道。另外，帮我通知一下，让日向家主和有女家主过来一趟吧。关于这段时间村子外的布防，我需要再和他们2家确认一下。
要知道，感知部队灭亡，大结界被毁，现如今的木叶对于外人来说，几乎和全裸着的没什么区别。因此，为保险起见，加强村子外围的监控和布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日向一族的白眼有女一族的寄坏虫术组合在一起，便能形成完整的监察陷阱网，将整个木叶保护在其中，及时的发现并阻拦任何图谋不轨、意图接近木叶的外村忍者。这也是袁飞准备亲自见一见这两位木叶名门家主的原因。是，卡卡西领命，迅速退出，并很快就分别去了一趟日向宗家和有女家，将消息带给了两家的家主。而后又立即赶到火影大楼背后的藏书库内，靠着袁飞的手令打开了禁书库大门，准备取走指定的那2卷禁书卷轴。只不过才踏进禁书库，卡卡西便陡然察觉，这里竟还有着另一个人。要知道，禁书库作为木叶的机密，除了少数几位木叶高层之外，其余人没有高层专属的手令授权，都一律禁止入内。毕竟这里面可是存放了大量的禁忌之术，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什么人？卡卡西大喝一声，立即戒备。而远处的那道身影也迅速停手，并回头看向了卡卡西。根部忍者奉团藏大人之名前来提取封印术卷轴，有什么问题吗？对方扬了扬手中的团藏手令，并睁开了面具下的一双纯澈白眼，很是淡定地解释道。见此，卡卡西心中的疑惑也消散了大半。既然是团藏大人派来的人，那就没问题了。毕竟根部的忍者相互独立，他也认不全所有根部忍者，何况对方还戴着面具。不过既然对方有着那双无可假扮的白眼，也足以佐证对方的身份了。除此之外，曾在团藏手下干过一段时间的卡卡西也知道着团藏大人颇为钟爱封印术，会偶尔派人来取几门封印术做研究，也不足为奇。无碍，是我冒失了。卡卡西收起苦无，致歉一声，接着便不再理会对方，开始沿着书架序号去寻找着自己需要取走的禁书卷轴。很快，卡卡西便找到了其中一卷卷轴。可当他再回头一看时，那名白眼根部忍者却已消失不见。那家伙已经离开了吗？卡卡西收回了目光，不再注意。毕竟无论对方是谁，既拥有着白眼，那就永不可能背叛日向宗家，背叛木叶。此刻，木叶隐村的一角，从禁术库匆匆赶出的日向深川也来到了约定的地点，见到了约定之人夏目大人。日向深川恭敬地将4个禁术卷轴交给了面前的夏目。不错，此刻隐藏在黑夜中的身影正是从云隐村赶回来的夏目。实际上，夏目已经回归自家岩隐村好几天了，在这期间一直研究着如何将8尾的尾兽查克拉安全地封印进忍者体内。结果研究了许久，最终还是发现利用成熟的封印之术将尾兽查克拉封印进忍者体内才是最佳选择，才能将其对忍者的伤害降到最低，更能让忍者更好地掌握尾兽之力。其中各大忍村为了掌控尾兽之力，经过多年的研究，都发展出了独属于自家的尾兽封印之法，比如沙隐村的灵媒封印、云隐村的铁甲封印等等。而这些封印术各有优劣，各具特点，很难区分高低。但忍界公认的最强封印之术，却一直都是漩涡一族的封印术。不过也正是因为名气过大，令人忌惮，这才为倭之国招来了灭顶之灾。不过介于木叶和倭之国联姻，尽管倭之国没了，但他们一族的封印术精髓也都被并入了木叶，成为木叶秘术的一部分。本着要用就用最好的原则，因此夏目自然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木叶。毕竟要封印的可是8尾和9尾的查克拉，不比其他7只尾兽，不用上最好的封印之术，只怕风险多多。就这样，夏目一个飞雷神，瞬间再次回到了木叶这个后花园，并联系上了日向深川，借用他的原根部身份，伪造了手令，进入到了禁书库内，借出来几卷封印术与禁术，让自己好好观摩一下。当然，夏目需求的这些封印术，其实系统里也能兑换，但价格也不便宜啊。还准备攒钱兑换邪神体的夏目，自然节俭多了，能白嫖，当然不会花钱了。于是乎，在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谋划后，日向深川也成功得手了，为夏目带回来了4卷指定的卷轴：1. 4项封印卷轴；2. 5行封印卷轴；3. 创造再生术卷轴；4. 人助力如何控制尾兽查克拉手札；3门禁术卷轴，1卷记录手札。这便是夏目所需求的。其中4项封印自不必多说，漩涡一族的得意封印术，经由波风水门研究并改进后，封印更是极其精湛牢固，两叠加后更能形成8卦封印，以至于强大的9尾都无法突破，也是用来封印尾兽的不二法门。5行封印，木叶的秘传封印术，效果不输于4项封印，学习难度极高，而且除非使用同系统、同类别、同等难度、同效果范围的5行解印，不然几乎无法破解，其保密性更在4项封印之上。而那份人助力手札，则是漩涡水户、漩涡9星奈等木叶历代9尾人助力留下的经验注释，里面详细的记录了如何压制尾兽，如何利用尾兽之力的要点与技巧，实用价值很高，颇为珍贵。有了这份手札，更能让自家的半人助力少走不少弯路，更快的熟练尾兽之力。至于最后那份 S 级禁术创造再生术，则是夏目拿来自己用的。这门 S 级禁术乃是千手一族的家传秘术，后来千手一族没落，这门秘术才被收藏进了木叶的禁书库。本来夏目也没指望能一次性找到的，没想到还真就在禁书库里。这门禁术的效果也很直接，只要学会后，再加上大量查克拉支持，便可根据伤势不同进行器官再生。简而言之，哪怕断手断脚了，5脏6腑被掏空了，
只要查克拉足够，都能迅速再生出来。而这门禁术更像是为仙人体量身打造的一般。仙人体是强，像夏目之前和雷影爱硬碰硬时，普通的骨折、外伤都能靠仙人体迅速恢复。可真要是断手断脚了，只靠仙人体也难以快速恢复。可学会创造再生术就不一样了，这门禁术能完美的发挥出仙人体超跑赛车的极致性能，依托着仙人体的海量查克拉，外加强大的细胞活性。一旦学会此术，夏目基本就能像千手诛奸一般，成为一只几乎打不死的小强。无论受到什么伤害，只要查克拉足够，都能迅速恢复。若是再配上邪神体，那几乎就是真正的不死了。毕竟邪神体可没法肢体再生，一旦被分割封印也很麻烦。而仙人体加创造再生术，便能完全弥补邪神体的不足。这才是夏目垂涎这门 S 级禁术的真正原因。至于让木叶三忍之一的纲手成名的阴封印加创造再生加百豪之术，其中的另外2门术，有着仙人体的夏目根本就不需要，更看不上。总之，今夜能收获这4门卷轴也已经很不错了。至于木叶禁书库里的像绘图转生的其他禁术，夏目也并未奢求直染，毕竟那里面的绘图转生禁术都是2代目火影飞间开发出的基础版，远不如蛇叔后续的改良版和终极版好用，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夏目大人，接下来深川距离上次也过去半个多月了吧？是的，日向分家那边都准备好了吗？回大人，基本都已准备妥当，只是什么？只是少部分想要弃暗投明的分家族人还未准备好足够的酬金。那你们准备怎么呢？日向深川沉默了片刻，随后猛然单膝跪地，很是诚恳郑重地请求道：我们筹备了一个计划，足以筹够更大一笔酬金，只是还缺少了一个破局点，还请夏目大人相助。若是成功后，那些族人们都愿意加入岩隐村，为夏目大人效力。听此，夏目也升起了少许兴趣。风险和机遇并存，只要有足够的收益，他也不介意稍微帮忙。反正这些钱最后都得落入自己的口袋嘛。先说说看你们的计划，我再决定。遵命。日向深川一喜，连忙细致地介绍着。此刻入夜8时，木叶隐村日向宗家内，刚刚面见过元飞日斩的日向宗家现任家主日向日族也回到了家内。父亲，火影大人刚刚找你，何事？不是什么大事，就和我商讨了一下有关村外哨点人员调动的事，并命我再调派一些家族忍者，配合有女一族的忍者，加强对村外的监察。日向日族正常的解释道。还要加派人手？估计还得增派20多人。分家的忍者还能调度的已经不多了呀。日向老家主微微感慨道。上次根部的重创，外加和岩隐之间的大战，日向一族最近也阵亡不少分家忍者，而且前几日已经派出不少人去协助村子布防了。再调的话，分家忍者可就所剩无几了。而宗家这边不留多几个能够随时拿来做替死鬼的，实在心里不安全。我会酌情派遣的。日向日族回应道。日向老家主微微点头，并语重心长地继续提醒道：你心里有数就好。村子现在正是多事之秋，别把整个家族都搭进去了。至于袁飞那个老家伙，更是需要警惕。别看他这次伤势不轻，还扶持了个代理火影上去，可那老家伙对于手里的权力丝毫没有放松。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千手一族，现在的宇智波一族等等，都灭亡的灭亡，叛逃的叛逃，唯有他们袁飞一家是越来越蒸蒸日上了。事实上，别看袁飞将代理火影之位交给自来也，但整个村子的大权依旧在他手中握着，整个暗部也在他的儿子袁飞新之助控制下。木叶的城防近战部队队长也由袁飞阿斯玛担任着。不知不觉中，整个袁飞家族早已支配了大半个村子的实权，仅仅只是表现得颇为内敛，不似宇智波一族那般锋芒毕露罢了。更何况自来也孤家寡人一个，背后并无家族，而且还是的袁飞的徒弟。袁飞日斩这才敢安心的让他暂代火影之位吧。父亲，我明白，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总之，你要谨记，在这忍界，有的家族荣耀，有的家族伟大，而我们日向一族却活得最久。因此，无论何时，身为宗家家主，你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听着老父亲的教诲，日向日族默然点头。他早已不是当年的义气少年了，现如今肩负着整个日向家延续重担的他，自然知晓着什么最重要。对了，最近感觉分家的不少忍者都有些躁动，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日向日族摇了摇头，不太清楚。或许是又有人在散播无用的自由论了吧。真是愚蠢啊！这么多年了，时不时总能出现一些自以为是，企图颠覆笼中鸟周印的家伙。不过这也不是小事，人心再浮躁下去的话，难免生起异端。之后找时间清理一下那些愚蠢的蛇虫吧。我会的。日向日族点头允诺，示意自己会处理的。接着便准备去调任剩余赋闲在家的日向分家忍者。只不过他前脚还未踏出家门，一道突然升起的警示声便令他猛然一惊。当，清脆的钟铃声响起，示意着日向宗家遇袭了。下一刻，一名分家忍者便跳到了日向日族身前，迅速禀报道：报告家主，不好了，雏田小姐被刺客抓走了。什么？日向日族勃然大怒，一把抓起这名分家忍者，大声质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属下刚刚去大小姐屋外换班值守，就发现一道漆黑身影从屋内窜出，并抓雏田大小姐逃离，而屋外值守的2名忍者都已经被击昏了。目前属下的队友已经去追击。日向日族一把甩开这名分家忍者，大骂道：废物，全是废物！同时
日向老家主走了出来，不疾不徐地问道：“日族发生了什么？有刺客袭击，雏田被抓走了，十有八九是冲着白眼来的。刺客往哪边逃了？东北方向，离开不过半分钟。父亲，我带人去追击，家里交给你了，去吧，注意安全，尽量把雏田带回来。”好。说完，日向日族立即出发，带着仅剩的几名分家上人，便向着东北方向追去。尽管雏田的天赋很差，甚至日后能否接任日向宗家之位都很难说，但她毕竟还是日族的嫡长女，是日向一族的大小姐，必须得救。更何况雏田身为嫡长女，也没有被下过笼中鸟咒印，一旦她的双眼被敌人夺得，更是后患无穷。无论如何，日向家也不能让外村再多出个白眼杀手了。至于为何要日向日族亲自出马，也是没办法呀。毕竟现如今日向分家的大半忍者都被派去驻守村外了，族内剩下的人手本就不多，更何况能无声无息地击败那2名守在雏田屋外的分家忍者，也证明了敌人至少都是上忍水准。也只有日向日族亲自出马，才能保证迅速拿下对方。很快，日向宗家这边的警铃声也引起木叶的警觉，立即就有暗部忍者前来询问状况。作为日向宗家的老家主，日向土和也迅速说明了情况，并请求暗部派人驰援正在追击的日向日族。暗部这边一听又有人入侵村子了，也被吓了一跳，然后得知敌人仅有1人，且目标是日向家的白眼后，才不禁松了一口气。但出于职责以及防止村子的血迹献界外泄，暗部这边也立即组织人手朝着东北方向追去。眼瞅着暗部的忍者也追了上去，日向土和也松了一口气，这么多人手都追上去了，想来日族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希望能顺利将雏田带回来吧。不过就在日向日族他们离开不过1-2分钟后，砰砰砰，宗家宗祠方向却陡然传来了几声激烈的碰撞交战声，吓得这位老家主日向土和猛然一震，心中大惊，连忙朝着宗祠方向赶去。毕竟宗祠内的先祖灵位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藏在宗祠下方的家族密库内的积蓄啊，那可是日向宗家的棺材本，可不容有失啊。此刻木叶村外，日向日族正领着3名分家上人全力追击着，不多一会，他们便追上了最初发现刺客的那名分家中人。日族大人，敌人呢？前方1公里左右，正在逃离着。日向日族猛然睁开白眼，发动望远能力，循着方向看去，果然在前方1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现了那名敌人。对方正抓着昏迷的雏田急速逃窜，身形高挑，没有带护额，看不出身份。追！日向日族怒喝道，没有任何废话，继续带着众人疯狂加速追击。虽说日族也会远距离攻击柔拳法八卦空掌，可以他的查克拉总量和精炼程度最多也就能击中200米以内的物体，而是威力也会大大衰弱。而更厉害一点的八卦大空掌，日族也顶多能打个300米，不拉近距离的话，他根本就打不到敌人，只有先拉近距离再发动攻击了。万幸对方的速度也就勉强上忍级别，而且不知道是因为多带着雏田，还是因为先前袭击本就消耗了不少，反正对方的速度也在慢慢递减着，让日向日族等人得以慢慢拉近距离。就这样一路追击了5分钟，日向日族这边也终于将距离拉近到了200米左右。八卦大空掌，日向日族瞬间出击，一大股高强度高密度的查克拉流瞬间冲出，跨越上百米距离直击那名忍者。而八卦空掌的优势就在于发动快，威力大，不易察觉，一击必敌，哪怕是上人，若是在逃离途中被不小心击中，都难以硬抗。只不过这一次，就在八卦大空掌即将击中远处的那名敌人时，对方身上竟陡然升起一股汹涌的蔚蓝色查克拉，并迅速凝聚身形，化为了一副铠甲模样。轰！八卦大空掌打在了那层蓝色查克拉铠甲上，仅仅将对方打了一个踉跄，并未受伤。那是雷顿铠甲，雷顿查克拉模式，是云影的出生。日向日族瞬间就辨认出了那个忍术，并大喝一声，面容扭曲，极度愤怒。毕竟4年前自己的胞弟日向日差就是被云影村逼死的，他对云影的标志性人体术又岂会不熟悉？更何况还是云影嫡传才能学习掌握的雷顿铠甲。毫无疑问，那必然是云影的畜生。雷顿铠甲又如何？我一样打爆你，休想带走我女儿！日向日族一边怒笑，一边接连出手，一记又一记八卦大空掌接连不断的攻向远处那名云影忍者。拥有白眼的他也看出来了，对方虽然有着上忍的实力，但貌似对雷顿查克拉模式并不熟练，似乎才掌握不久。就连聚集在体表的雷顿铠甲也不算稳定，远远无法和4代雷影相比。以对方这水平，只要自己连续攻击，还是有几率打破那层雷顿铠甲的。八卦空掌，八卦大空掌，一道道凝实的查克拉轰击在了远处的那名云影忍者身上。饶是雷顿查克拉模式大幅提升了他的速度和防御力，也难以躲避在白眼加持下的远程攻击。更何况出手的还是这位日向一族的现任家主，实力隐隐触摸到影级门槛，日向一族最强者。果不其然，又追击了6-7分钟，接连吃了几十掌后，对方那层坚硬雷顿铠甲也被陡然击碎，并被日向日族的下一击打得重摔在地，受伤不轻。见此，那人更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手中的日向雏田一掌打飞，并画出好几道影分身四散逃离。急于救回女儿的日向日族也顾不得继续追击了，只得连忙接住日向雏田，为其查看伤势。还好对方最后甩出的一击并不重，并未杀害雏田，只令其受点了轻伤，背上留下了几块淤青而已。而且雏田的双眼也完好着，
并未被挖走。见此，有些乏力的日向日族也终于安心了下来。呼！日向日族抱着雏田，长呼一口气，并立即命令道：“你们继续追击，那人已经受伤了，务必将他活捉回来。”只可惜身后却并未传来领命声。日向日族连忙回头一看，这才发现他身后本该紧跟着他的4名分家忍者竟全都不在了。见此，日向日族也心中一骇，头皮发麻，猜测道：“人呢？怎么回事？都被干掉了？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能在不被自己察觉的情况下，无声无息地干掉3名日向上忍和1名中忍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向日族迅速否定了这个猜测，亦或是因为自己刚刚追杀的太投入，没发现他们都掉队了，却有这个可能。哼，追击敌人也能掉队，分家的这些忍者实在废物，回头定要好好操练下他们了。日向日族暗骂一声，也没有多想，只得放弃了继续追击那名云隐忍者的打算，并抱着女儿雏田准备先退回村子。只不过此刻的他并不知道，他们日向宗家的老巢也已经被偷了。时间推回10分钟前，日向宗家内听到有战斗声后，老家主日向土和立即赶到了宗祠这边，这才发现守护着宗祠的那2名家族忍者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失去了生机。同时，宗祠右侧那条仅有少数人知晓的通往家族地下密库的暗道也被打开了。见此，日向土和也心中一揪，差点没直接心肌梗塞过去，连忙拄着拐杖疯了似的冲了过去，沿着密道一路向下，来到了地下密库前。密库的石门极为厚重敦实，上面还设有绝密结界，只有历代宗家家主才知晓开启密令。此刻看样子石门似乎并未被暴力攻破，但他也不敢保证密库内的日向一族的积蓄是否已经失窃，毕竟今夜发生的一切实在太过巧合了，绝对是有人蓄意为之，说不定对方也早已从某种途径知晓了开启结界的密令呢。不亲眼看看，他实在不安心啊。想着，日向土和也连忙施展密令，解开了结界，推开了巨大石门。下一刻，密库内一片金光闪烁，珠光宝气，眼花缭乱，显然密库并未失窃。见此，日向土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安心了下来。不过就在他准备关闭石门，重启结界之时，一道身影也突然来到了他的身后。什么人？日向土和大喝一声，回头看去，正欲发起攻击。参见老家主大人！来者戴着暗部面具，撑着一双辨识度极高的白眼，立即问候道。见状，日向土和也瞬间松懈了下来，他还以为是敌人呢，被吓了一跳。既然来者是有着白眼的分家忍者，那就不必担心了，反正自己一念之间即可发动笼中鸟咒印控制对方。原来是暗部的日向分家忍者，是来支援的吗？只不过这里是宗家禁地，谁允许你下来的？日向土和板着脸训斥一声，并继续转过身准备关闭石门和结界。但下一秒，一股凌厉的查克拉攻击瞬间从他身后暴起。此时此刻，这位日向老家主日向土和怎么也不曾想到，身后那名日向分家的族人竟敢对自己出手，而且甚至用的还不是日向家的拳法，是直接用查克拉包裹着的苦无捅了上来。试问一把年纪的他哪能躲过身后突然袭来且如此猝不及防的凌厉一击啊？下一刻，当场就被苦无捅穿了胸膛，来了一个透心凉心飞扬。日向土和捂着伤口向前踉跄好几步，靠在石门旁，满口鲜血，一脸惊骇地盯着背后的这名分家忍者。你怎么敢？嗨，你找死！日向土和一脸灰黑，破口大骂道。对方若是用拳法偷袭自己的话，他还能反抗1、2，甚至反制一手。可鬼知道这个畜生分家忍者竟直接用苦无偷袭，一下就捅穿了他的心肺。如此一来，本就年老体衰的他几乎必死无疑了。哪怕他立即用查克拉堵住了伤口，也只能延缓个几十秒的死亡降临罢了。因此，自知必死无疑的他也毫不犹豫，立即发动了笼中鸟咒印，打算着就是死也得拉上这个家族叛徒一起下地狱。可下一刻，他才猛然察觉，面前之人额头上竟毫无笼中鸟咒印的气息，让他根本无法发动笼中鸟咒印。这怎么可能？老家主大人，别白费力气了，笼中鸟咒印已经对我不起作用了。这名面具分家忍者蔑笑一声，极为不屑。什么狗屁宗家，没了咒印的掌控，根本不值一提，和分家忍者一样，被苦无捅了，一样得死，都是血肉之躯，凭什么这些混蛋生来就高贵一等，生来就能手握所有分家族人的生死呢？怎么会？你到底是谁？你哪来的白眼？日向土和面露惊恐，心中大骇，甚至比他刚刚被偷袭时还要惊愕。毕竟笼中鸟咒印可是日向一族的根啊，是宗家拴在分家颈脖上的无解缰绳，怎么可能被破解呢？要是真能破解，那整个分家还不得瞬间反噬？因此他甚至更希望着这人不是日向分家的忍者，他的那对白眼也是夺取而来的。老家主大人，你的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呀，这就不记得我吗？这名分家忍者甩去了苦无上的血迹，冷笑一声，并慢慢取下了脸上的暗部面具。而看清对方面容的一瞬间，这位老家主日向土和更是瞪大了双眼，面如土色，一脸的不敢置信。日向深川，是你？怎么会？你不是已经死了吗？等等，你的额头怎么会？你的笼中鸟咒印呢？你是怎么解除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日向土和面色癫狂的否认道，一副见到了鬼魂般的惊恐模样。老东西，还记得我啊？当初在战场上，你拿我爹的命给你替死的时候，
可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呀。对于高高在上的宗家大人来说，我们这些分家的卑贱忍者都和替死鬼差不多吧。今天我就要亲手葬送你，将来我定会再送整个宗家下去陪你的。另外还得多谢你了，替我打开了家族的密库。日向深川狠狠攥着苦无，一步步走去，眼中喷涌的怒火仿佛能吞噬一切。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年幼时父亲战死的消息传回后，眼前这个混蛋老东西竟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仅仅只是在战场上用笼中鸟随意控制了一名分家忍者，替他挡住了必死的一击。也就是那时起，他便彻底对宗家死心了，并一股脑的企图逃离日向家，乃至不惜加入根部，成为团藏的爪牙。时至今日，他终于能亲手报仇了啊！你究竟怎么解除笼中鸟？日向土和瞪着深川，一边咳血一边质问道。只可惜他连一句话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显然已经油尽灯枯了。算了，不废话了，老畜生，一路走好吧。说完，日向深川再次出击，将手中的苦无瞬间刺进了面前的这位老家主的颈脖，干净利落地带走了对方最后一丝生机。说实话，若非对方大义清新，外加自己出其不意，深川还真没法瞬间干掉对方。怎么说，对方也是日向一族的前任家主，在拳法上的造诣必然登峰造极。只可惜，再厉害的忍者被苦无刺穿了心肺，依旧得死。呼！日向深川抽出苦无，长呼一口气，再次确认了这个老东西已死后，这才安心了几分。至于亲手手刃杀父仇人后的空虚，空虚个屁！此刻的他心中只有浓浓的畅快之情，以及获得自由后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之情。至于背叛家族什么的，根本不值一提。反正这日向宗家本就没将他们这些分家忍者当成过族人对待，而且他更清楚，自此之后，起码自己的子嗣、自己的所有后代都不必再被笼中鸟咒印支配了。此刻，由于大量分家忍者都被派了出去，整个日向宗家也显得极为空虚，留存的忍者也不过寥寥几人，相形见绌。再加上还得守护宗家的女眷，更是以至于宗家宗祠这边发生了如此惊变，也没有人手驰援。或许却有少数驰援，不过估计也被暗中串通好的分家忍者给拦截了。同时间，宗祠地下密库内，日向深川也不再理会地上的尸体，而是吹了一声口哨，咻！片刻后，5名日向分家忍者便一同冲入了地下密库。所有人快速装取金银，只带金银，其他的珠宝珍品一律摒弃，尽可能用卷轴装取，卷轴装不下的就不带装。我们只有3分钟时间，时间一到，立即撤退。日向深川迅速下令道：“是。”这5名分家忍者立即开工，直接冲入密库，开始掠夺着这满满一库的家族棺材本。毕竟这可都是他们迈向自由的酬金啊！没有人比他们更积极、更激动了。至于为何日向家会在宗祠下埋藏着这么大一笔财富，也再正常不过了。毕竟日向一族可是言传了近千年的忍界名门，和漫长的家族史一比，不过才几十年的忍村文化，还是显得太的单薄了。除了那可恶的火之意志时不时会洗脑出一些家族忍者之外，一般的忍者大族比起村子，还是会更优先于自己家族的存亡。因此，大多忍界名门家族都会私藏不少忍者财富，以便于在危难之际保留火种，延续家族。怎么说，都是言传了千年的名门，家里多藏点积蓄也不奇怪吧？不然，你以为那是赌如命，传说中的大肥羊纲手，为什么能接连狂输几十年？若非是继承了千手一族的海量遗产，他怕是早就把裤衩都输光了。因此，储存在日向家密库内的也都是千年不朽的真金白银、名贵珠宝，而非火之国近几十年流行的纸币。就这样，不到3分钟，几人便将密库内的所有真金白银洗劫一空，而后迅速离去，没有片刻的迟疑。距离骚动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而就回了雏田的日向日族也领着后续追来的一众暗部忍者回到了村内。尽管一路上他并未寻到掉队的那4名分家忍者，心中抱有不少疑惑，但却也并未过于担心。毕竟根据笼中鸟咒印感知，他们都还活着。既然活着，那就问题不大了。反正有咒印奴隶着，谅他们也不敢乱跑。只不过刚回到宗家府邸，看见宗祠这边的惨状后，日向日族也懵了。等在看到老家主日向土和的尸体以及被几乎搬空的家族地下密库后，更是傻眼了。自己明明就只出去了一小会，怎么家里的棺材本都被掏空了呢？明明密库结界的开启密令只有自己和老家主知晓啊，怎么会暴露呢？究竟是谁干的？看着父亲的尸体以及那双被掏空了的眼眶，还有空荡荡的家族密库，日向日族更是怒气冲天，目眦欲裂，连忙大吼，准备调来所有分家忍者追杀凶手，为父报仇。结果吼了半天，却仅仅只有9名忠心耿耿的分家忍者前来，其中更是只有1名特别上忍，2名中忍，剩余的全是下忍。其余的人，日向日族勃然大怒地质问道。这几名分家忍者摇了摇头，浑然不知。仅有1人称，刚刚好似看到不少分家忍者都悄悄地向着村子外赶去，说是奉老家主的命令去驰援家主大人你了。听此，盛怒之下，日向日族也稍微冷静了一些，起码这个解释也说得过去。却有可能是老家主不放心自己，而将剩下的不少分家忍者都派了出去，这才造成宗家府邸防御空虚，从而被贼人趁机得手。马上去通知代理火影大人，就说日向一族遭受袭击，请求支援。另外，将驻守在村外的分家忍者全部召回，无论是谁，竟敢对我日向一族动手，我必要他100倍偿还。
日向日族前所有无的愤怒道。当然，靠着仅存的理智，他还是迅速下达了正确的指令，企图依靠村子收缩力量，再慢慢报仇。毕竟他已经中了一次调虎离山之计，再贸然出击，说不定回来后连整个宗家府邸都没了。当然，此刻的他并不知道，那些从家族内派遣出去支援他的，以及大半驻守在村子外充当哨兵的日向分家忍者，都早已悄悄擅离职守，向着村子外逃走了。得益于木叶大结界的崩溃，也使得木叶根本无法得知，短时间内有大批量的日向分家忍者正在叛逃，而少数驻扎在村子的木叶忍者，偶尔看到有几名日向忍者向着村外逃去，也并未生疑，只以为那是日向家的忍者被派去执行任务罢了。毕竟以木叶的常识来说，哪个家族都有可能出现叛逃的忍者，唯独日向家绝不会出现。毕竟其他忍者叛逃了，那就是鱼入大海，龙出升天，自由翱翔；而有着龙中鸟咒印的日向分家忍者叛逃，那就是鱼入油锅，自找死路。因此根本没有人去阻拦那些日向分家忍者。就这样，不到1个小时，木叶隐村以北100里外的一处密林之中，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了。200余名日向分家族人正汇聚在此，静静地等候着。而这一众日向分家族人的中心却站在一名宇智波少年。只不过这些日向忍者却对他并无半分排斥，反而目光灼灼，热情似火地看着少年。毕竟对方可是他们迈向自由、迈向新人生的唯一期望啊！又等了几分钟，远处一片窸窣之声响起，没一会，6道身影便窜了出来，来到了众人身前。参见夏目大人！日向深川领着5人立即问候道：“成功了，成功了！”日向深川无比兴奋地回应道，连忙将几人身上的空间卷轴以及10多个古杖的大麻袋都递给了夏目。宗家的所有现金积蓄全都在这了，还有这是日向土河的双眼也都挖出来了，还请夏目大人为我等解除咒印，重获自由。日向深川跪拜在地，无比诚恳地请求道：“为了整个分家，为了族人们的未来，区区一跪根本不值一提。更何况他们这辈子早就不知道给宗家下跪了多少次了，又哪还会在乎这点尊严呢？也唯有解除咒印，重获自由，他们才能拾回真正的尊严啊！”同样的，周围的一众分家忍者也连忙将自己筹集到的银两都交给了夏目，并纷纷拜跪，齐声恳求道：“还请夏目大人为我等解除咒印，重获自由。”听此，夏目摸了摸脑袋，也有些局促。这种受人跪拜的感觉也不好受啊，自己还活着好好的，可不想继续折寿呢。行了，都起来吧，既是我的承诺，必然应许。而这也是公平的交易，不必过于自污。回头解除咒印后，真要心存感激的话，就多多加入岩隐村吧，我们村子也非常乐意接纳大家的。夏目乐呵地招呼道，而他的2只手早已抚摸着身前的一卷卷空间卷轴与一袋袋现金麻袋了。客套话都是虚的，唯有眼前的这些真金白银才是实在的。我了个乖乖，这么多卷轴，这么多口大麻袋，这日向一族的底蕴也太丰厚了吧！再加上其他日向分家忍者自己筹集而来的银两，这得多大一笔巨款啊！感觉比木叶的金库还要富饶啊！这也正常，毕竟是言传了1000年的忍界大族嘛。贪了这么多年没点积蓄的话，那才奇怪呢。要知道自己前世那大名鼎鼎的企鹅集团和阿里集团，才发展了1、2代人，就不知比多少城镇、多少村庄还要富有多少倍了。行吧，让我来看看这里究竟有多少钱吧。夏目心中暗暗唏嘘一声，接着迅速地用手拂过所有卷轴、所有麻袋，将全部银两都换算成了价值点，继而开始兑换金币。叮！恭喜你获得了1102104500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10021000000价值点，兑换为10021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100210金币，目前余额107400金币。看着瞬间入账的10万金币，夏目可谓是乐开花，只感觉瞬间置身云端，仿佛达到了高潮。当然，瞬间的高潮之后，夏目还是立即按下了心中的兴奋。毕竟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如此大的一笔财富都不能算是自己的，而是面前这些日向分家忍者拼死一搏，为了自由而争取来的。这些金币还是得用于为他们解除笼中鸟咒印。当然，夏目也可以直接卷款逃离，放弃这一堆日向分家忍者，带着这10万金币的巨款，一举迈入6道神级都不是问题。只不过那样做的话，还是感觉太掉价了。毕竟夏目很清楚，自己也算不上一个英雄，从来到这个世界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命，让自己过得更好、更舒服一些。而这一路走来，自己也没少犯下杀念，甚至挑起了一场大战，使得不少无辜之人死亡。只不过做人的底线，夏目还是没有抛弃。阴谋诡计，血腥狠辣，可以干，但背信弃义、言而无信，宛如牲畜，夏目却是不屑于去做的。毕竟钱花光了，可再抢；可实在挣，但节操丢光了，可就捡不起来了。大家准备一下，开始为所有人解咒了。麻烦入赘日向分家的，以及3岁以下还未中咒印的幼儿都站到左边，其余的需要解咒的都站到右边，都排好队，一个个来。夏目指挥着众人分成2队，依次解咒。而所有日向分家的族人都非常配合，很自觉的就分成了2队。此次算上日向深川，一共逃离出来的日向分家族人共有206人，其中并非原日向一族，而是通过入赘联姻加入日向分家的共有38人。3岁以下由父母抱着的，还并未被宗家刻下咒印的共有15名。
这一共53人都是不需要解咒的，剩下的152人才是需要解咒的，其中又有包括日向宁次在内的11人，都是天赋出众，通过夏目的要求不需要支付酬金便可解咒的。简而言之，用来给这11人解咒的招募令，可就要夏目自己掏钱了。只有剩下的141人才是自备酬金用于解咒的。现在夏目就非常庆幸，自己当初将解咒酬金的标价从500万提升到了800万一人，赚了不少中间差价。不然真要是标价500金币一张招募令，再加上失败率来算的话，就是把自己卖了也抵不够啊。还好每人能赚300万的中间差价，只希望足以抵够大批量兑换招募令的花费吧。接下来的过程就很顺利了，夏目只需要反复的兑换初级招募令，并对着一名日向分家忍者使用即可，就像第一次对日向深川使用一样，招募令的强大效果便能直接抹除掉笼中鸟咒印，而且不会对本人造成任何伤害，仅仅会让这些忍者增加少许对夏目以及岩隐村的好感而已。只不过看着一张又一张招募令迅速消耗，看着一个又一个500金币哗哗流逝，夏目的心也在疯狂滴血着。这些金币要是都拿给自己霍霍，那该多棒啊！算了，不想了。起码眼瞅着这一名日向分家忍者解开咒印重获自由后，那从心底里露出的笑容还是很不错的，令夏目也感觉身为反派的自己也干了件好事啊。谢谢夏目大人，自由了，我终于自由了。此起彼伏的感激声欢呼声混成一片，令周围的气氛愈发热烈。本来众人还持有少许怀疑，可眼见着前面一名民族人真的解除了咒印重获自由后，所有人都再无疑惑，只恨不得马上轮到自己，恨不得马上解除咒印拥抱自由。就这样整个解咒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效率也很快，除开兑换招募令的时间，平均10来秒就能解除一枚咒印。而在一次次的解咒中，夏目也慢慢摸索出了规律。一般来说，只要主动的心甘情愿地接受招募，哪怕是使用初级招募令，成功的几率依旧非常大。而那些心藏不轨不愿投效自己的，哪怕用上中级招募令，失败率几率也不小。因此面对某一名日向忍者，若是接连2张初级招募令都失败的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你小子有问题，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木叶，惦记着日向宗家？可恶，白花了老子1000金币。好了，你不必解释了，你先往旁边站一站，等最后结束了我再来收拾你。很快40多分钟过去了，整个解咒过程顺利结束，除了6名使用了2次初级招募令依旧没有成功的嫌疑分子以外，其余146人全部顺利的解除了咒印，获得了自由。除开中途兑换了2次2000金币的中级招募令以外，剩下的一共兑换并使用了190张500金币的初级招募令，成功146次，失败44次，其中有6人是接连失败了2次，浪费了12张初级招募令，另外有32人都失败了1次，好在第2次是成功了。当然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整整192张招募令足足花了夏目99000金币，仅差1210金币就将这次所得的所有金币都耗光了。一开始解咒时，夏目还只怕花光自己手上的所有金币都还不够呢，万幸最后还是剩下了8400金币，比一开始多赚了1000多金币，也算没白忙活这么大一圈。当然夏目也并未过分惋惜，毕竟根据消息称，要不到几天自家海运公司那边就会将上个月的部分盈利以及变卖珠宝的所得都运回来，届时怎么说也能赚个几千万两嘛，让自己再筹够1万金币兑换邪神体什么的毫无压力。谢谢夏目大人，谢谢。此刻解除了咒印重获自由后，这一众日向分家忍者也无不内心激动，宛若重生，皆纷纷再次跪拜，朝着夏目感激道。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恩着。这一次夏目倒是很坦然地接受了众人拜谢，毕竟自己可是为此花费了99000金币的天价巨款啊，还不能让人小小缅怀一下吗？不过就在这时，众人的最右侧，那6名未能成功解咒的日向忍者也忍不住面色惨白追问道：夏目大人，那我们？显然看着那么多族人都成功解咒，进而获得了自由，他们此刻也无比羡慕，心中极为不甘。哼，你们还是好好反省下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吧。若是还心念着木叶，向往着日向宗家，就都滚回去吧。你们的咒印我解不了。夏目没有分毫留情，冷厉的驳拒道。这些6只白眼狼都白白浪费自己6000金币了，还想恬不知耻的求自己为他们继续解咒，夏目才懒得搭理他们呢。其余人愿意加入岩隐村的就和我一起离去的吧，不愿加入的我也不强求，那就自行离去吧。夏目扫过面前的众人，高声呼吁道，接着便朝着北方独自离去。而留在这的一众日向分家忍者也毫不犹豫，纷纷出发，跟上了夏目的脚步。事实上夏目也早就检索过自己的系统了，商城里确实有笼中鸟咒印的兑换，只不过稍稍了解一下，夏目就明白了，哪怕自己兑换了笼中鸟咒印，也无法解开这些分家忍者的咒印，因为这个咒印从刻下之后本就是无解的，其创造者也解不开，就好像将合上了一把没有锁的钥匙，要么只能暴力拆卸，将咒印和忍者的脑神经一起摧毁掉，要么只有靠招募令，靠这种奇迹之力抹除掉咒印，不然夏目哪会刻意兑换这么多招募令来解咒呢？直接花个几千金币兑换笼中鸟咒印，
然后白嫖10万金币，还不相报了？只能说，创造者笼中鸟咒印那位日向先祖确实是狠人一个，狠得连给后人一条活路都不留。此刻，茂密的丛林内，夏目正带着一大群被收服的日向分家忍者，朝着自家岩隐村赶去。当然，夏目没有用方便的飞雷神，毕竟这些日向忍者还不能完全信任，难保里面不会有1-2名叛徒。若是用飞雷神带他们回去，后续有叛徒将自己会飞雷神之术的事透露给木叶，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因此，也只得带着他们慢慢赶回去了。反正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可不比当初第一次率族叛逃时。真有木叶追兵杀来了，自己保准来多少杀多少，杀到他们胆寒为止。夏目大人，有多少人跟上来了？夏目瞥了一眼追上来的日向深川，淡淡问道。所有解除了咒印的分家忍者以及他们的家属都跟上来了。夏目点头，招募令的效果可不是吹的。这些分家忍者愿意加入岩隐村，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事。那6名未解除咒印的忍者呢？其中3人跟了上来，另外3人似乎准备返回木叶了。日向深川细致的汇报没有任何隐瞒，听此，夏目也眉头轻皱，暗暗思索着。说实话，他也不能确定那3名企图返回木叶的日向分家忍者，究竟是忠于木叶，假意叛逃，准备收集情报的，还是因为不想加入岩隐村，不想再次加入另一势力的。只不过现如今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这几人估计既想赌一把，看夏目这边能不能解开他们的咒印，又准备失败了逃回木叶，再反咬一口，邀功获利。只不过这世上的墙头草哪有那么好当啊？既然已经叛逃了一回，又知晓了自己的身份，还白白浪费了自己那么多金币，夏目就不能让他们再活着回去了，以免他们将岩隐村招募了半个日向一族的消息告知给木叶。更何况为了隐秘情报，为了保证其余日向族人的安全，夏目也不得不痛下狠手了。立即对着深川冷声低吟命令道：去，绕回去，将那3人都解决掉，一个也不能留。以你现在的实力，应该没问题吧？遵命。日向深川毫不迟疑地应允道，并立即悄悄退开，脱离大部队，朝着后方追杀而去。在根部的磨练早已令他杀伐果断，他也很清楚，那3人若是活着回去后，只会为其余族人带来更大的威胁，因此他们必须死。由于带着10几名婴儿以及不少老人，夏目一行人的行军速度确实慢了不少。本来从木叶到田之国也就1天多的路程，而这一次却足足走了2天多，才在第3日清晨赶回了自家岩隐村。一时间，眼瞅着村子里居然来了200多名日向分家的忍者，村里的一众宇智波族人也被吓了一跳。不过当得知是少族长领回来时，一众族人也无人反对，反而纷纷喜闻乐见着。毕竟若是其他木叶家族的人来投靠，宇智波一族必然敌视，因为当初可就是那些人在木叶里百般歧视，百般刁难他们。可既然是日向分家的人，那就没问题了。毕竟之前在木叶里唯一不会敌视他们的就是日向分家的人了。要知道那时在木叶内的地位排名，大概是火影元飞一族、日向宗家、其他各个家族、平民宇智波一族、狗日向分家、九尾人助力。那时的日向分家忍者，夸张点来说，地位连狗都不如，又哪来的资本去欺凌宇智波一族呢？如果说放眼木叶，宇智波一族最痛恨村子以外，这些日向分家忍者必然是第2个讨厌村子的，都是在木叶内被压榨、被欺凌的人。此刻再次见面，也难免惺惺相惜，其乐融融。当然，夏目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会特意招募日向分家的。若是其他木叶家族，哪怕跪着求着，主动恳请加入岩隐村，夏目都断然不会同意的。因此，有着这一层关系在不少宇智波族人的帮助下，这一众日向分家忍者在安置入村的过程中也非常顺利。再加上这一次又为村子带回来了10亿现金，这一下整个岩隐村可算是豪气冲天了，想怎么扩建就怎么扩建，完全不需要担心资金的问题。可把那几位宇智波一族的长老乐呵得不得了，一副富容光满面，好似焕发第2春的模样。安置好了这些日向分家忍者后，夏目也没有急着开始组建远程狙击部队，而是准备让这些日向忍者先熟悉一下岩隐村，并和宇智波一族多磨合一下。毕竟夏目也很期待着，有着血轮眼的宇智波族人和有着白眼的日向族人通婚后，又能诞生出具有何等血迹献界妖孽，真是令人期待啊！当然，除此之外，夏目最近要忙的事也不少。首先要处理的，自然是那双日向宗家老家主的白眼。说实话，这样一双年过半百、晶状体浑浊、都快成真白内障的眼珠子，夏目可不稀奇。反正现在自家这么多解除了笼中鸟咒印的日向忍者，还怕没有好使的白眼？不过夏目不稀奇，总有人稀奇嘛。就比如那云隐村，当初为了夺得一双白眼，甚至都不惜挑起大战。若非最后日向一族怂了，拿宁次的父亲日向日差的尸体去赔罪，恐怕第4次忍界大战也早就爆发了。毫无疑问，云隐村那边是做梦都想得到一双白眼的，因此拿着双白眼去交换的话，云隐村那边必然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一旦交易成功，云隐村有了白眼之后，自然而然又会替自家背上一口黑锅，成为前夜袭击日向宗家的真凶。毕竟当时日向日族可是亲眼所见掳走雏田的忍者，是一名会雷顿铠甲的云隐村忍者呀。如此黑锅，云隐必背无疑。而且哪怕就算知道这是一口大黑锅，为了那双白眼，云隐村也必定欣然入套。这极是阳谋，容不得云隐拒绝。此刻黎明时分，雷之国云隐村外，
两道身影正在悄悄潜伏着。夏木望了望前方的云隐村，随后转头对着身旁的日耀叮嘱道：“记住了，一会我先进去拿骸骨，你在外面等着。半天之后，再带着白眼进入云隐村。要求就按之前商量好的提，少一分都不行。为了得到白眼，他们必然会答应的。另外，若是有谁威胁你的话，不要怂，不要怕，就是刚，有我替你撑腰呢。”夏木拍了拍日耀的肩膀，鼓舞着。想来，除非云隐村的高层脑袋全都被门夹了，不然应该不会对日耀动粗的。若他们真敢动粗，那就更好了。有了借口后，夏木立即就能过去拆了整个云隐村。明白。日耀重重点头，神色严肃。虽说一个人面对整个云隐村颇有压力，但正如少族长所说，对面应该不敢强取豪夺的。毕竟自家少族长的武力就是最好保证，对面想要强取豪夺，也得要有那个实力啊。说完，夏木就咻的一下消失在了原地，发动了飞雷神之术，瞬移到了云隐村的公墓内。下一刻，云隐村公墓金角银角的墓穴旁，一道身影陡然从泥地里钻出。呸呸呸！夏木将一嘴巴的泥土吐了出来。果然，将带有飞雷神印记的苦屋埋在地下，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呀。瞬移过来后，使得夏木也被埋在了土中。当然，这也是无关紧要的小插曲罢了。很快确认了周围没有闲杂人等后，夏木立即动手，汹涌的查克拉呼啸而出，化成2只查克拉巨手，直接插入泥地，掀翻了整个金角银角的墓穴，并轰开了墓穴内的几具棺材。接着再小手一挥，就直接将棺材内的尸骨全部封入了空间卷轴内。整个过程甚至连20秒都没有用到，就是那么粗暴，那么任性。毕竟只要不暴露身份并抢得骸骨即可，夏木可懒得慢慢挖掘。至于破坏了人家的墓穴，会不会不道德，谁管这啊？一个秽土转生下去，死人都得活过来给你打工，岂不更加不道德？就这样，公墓这边发生的异动也很快引起了云隐的注意。不过半分钟便立即有人赶到这里，只可惜这里早已不见盗墓贼的踪影，仅剩下一座满目狼藉的坟墓。很快，金角银角墓穴失窃的消息便传到了云隐村高层耳中。而经过了1周的休养，那位4代雷影爱伤势也近乎痊愈，不得不感慨他那健硕的体魄呀。同时得知了此事后，雷影爱也很是愤怒。毕竟那金角银角就算再可恶，再罪大恶极，说到底他们也是云隐村的忍者，是建立云隐村的元老之一。现如今人都死了，墓还被盗了，这不是在打云隐村的脸吗？这还能忍？更何况那盗墓贼仅仅半分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加上村子的大结界也没有被触动的痕迹，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方必不可能逃出村子，肯定是还躲在村子内。如此熟悉云隐地形，这也就说明了对方很有可能是村子内的叛徒。一听到村子内可能出现了叛徒，雷影爱这一下可就不困了。很快就在村内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抓捕运动，务求带住那名万恶的盗墓贼，将其碎尸万段。当然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名万恶的盗墓贼此时早已回到了数千里外的村子内，在享受着细腻的清晨服务了。几个小时的搜捕下来，不但人没抓到，反而将整个云隐村弄得鸡飞狗跳，一片混乱，再次将4代雷影爱给气得不浅。直到中午时分，其秘书麻布衣又突然报告着：“雷影大人，村外有岩隐村的人求见。”岩隐村怎么又来了？也没到下一批货物的交易预定时间啊！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又在打什么坏主意？雷影爱皱眉疑惑道。在他心中，那个才10岁出头的小鬼已经和奸诈2字画上了等号，对方再次派人前来，必然没安好心。不过雷影爱倒并未将墓地失窃案怀疑到岩隐村身上，毕竟人家当时都不在村子内，怎么可能是他们干的吗？对方说有非常重要的交易，想和雷影大人您亲自谈谈。一听到交易2字，雷影爱又忍不住头皮一麻。没办法，上次的交易实在太黑了，都快给云隐这边留下后遗症了。也罢，让他进来吧，正好看看那个小鬼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雷影爱一咬牙，还是决定见一见，反正只要憋住火气，捂住钱包，他就不信岩隐村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另一边，回到自家村子后，夏木也没有闲着，而是立即研习起了从木叶禁书库里顺来的那2门封印之术，准备早点学会，早点开启尾兽封印，便为自家村子多添加几名隐籍强者嘛。而封印之术在众多忍术中也是比较难学的一种，虽难度比不上时空类的忍术，但也绝不简单。更何况还是像4象封印、5行封印这种封印术中的金字塔。若是正常来说的，以夏木这勉强上课的资质，没个10天半个月，基本难以入门。想要熟练掌握、灵活使用的话，更是至少需要好几个月的磨合时间。不过嘛，遇事不决，系统力学。在现成的禁术卷轴下，夏木仅花费了100金币，便瞬间学会了整个4象封印，并随之延展出的八卦封印也一同领悟了。而后又仅用了不到半天时间，便完全融合贯通了整个4象封印与八卦封印。至于学习难度更胜一筹的5行封印，夏木倒是没有急着学，准备等以后再花时间慢慢研习，能省点金币是一点吗？反正只是封印尾兽查克拉的话，4象封印完全绰绰有余了。就这样，当天夜里，夏木就急呼呼地敲开了宇智波月姬的家门，拉着身材高挑的月姬姐，急匆匆地跑出了村子，没入了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此刻半夜时分，岩隐村外寂静的原野上，2道身影正在并排而行着。月姬姐，伤势如何了？爷乃与院长的治疗术很有效，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月姬点头回应道：“3天前那晚，就是已经学会了雷顿查克拉模式的月姬，假扮的云影忍者将日向雏田掳了出来，并因此被日向日族打伤了。当然，都是故意演戏的，因此伤势也不算重。那就好。另外，你是还在担心日曜他吗？”宇智波月姬微微点头。虽说他并不善于表达，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这次一个人去云影完成交易白眼的任务，还是难免令人担心。毕竟不是每个忍者都像自家少族长一样强大，一样有力啊。放心吧，下午的时候我已经又去过一趟云影村了。日曜主导的交易很顺利，云影那边已经答应并收下那对白眼，他现在估计正在好好享受着云影村的服务呢，需要在那边再住几天，等云影准备好了交易商品，再一同返回。夏目咬牙切齿地回应道：“若不是为了盗取骸骨，并早点回来学习封印术，此刻沉沦在云影村的奢靡服务中的就应该是自己了。唉，算了，这次就便宜日曜那小子了。”同时，听闻自家弟弟安然无恙后，月姬也松了一口气，并这才认真地考虑起了今夜少族长急匆匆地将自己拉出来，究竟是想做什么？大半夜的，总不会是准备为自己单独传授高级体术吧？虽说那样也不错，但总感觉有点怪怪的。少族长，我们这是……月姬姐还记之前说过的人助力的事吗？听此，本就不蠢的月姬瞬间就明白了，原来少族长今夜带自己出来，是准备商量伪人助力的事啊。这伪人助力说白了，就是将一部分的伪兽之力封印进忍者体内，这一部分的伪兽之力要小于伪兽本体，因此被封印成伪人助力后，虽然可以和正常人助力一样借用伪兽查克拉乃至半伪兽化，但却没法完全伪兽化，而且这部分失去伪兽本体意识支配的伪兽查克拉也变得非常难以控制，甚至还会侵蚀人助力本身，危险极大。不过倒也能因此换来强大的查克拉与力量，有利有弊吧。月姬姐，伪人助力这事有风险，我愿意。不等夏目说完，宇智波月姬就毫不迟疑地做出了决断。身为忍者，又岂会不明白，力量与风险本都是相辅相成的，想要获得强大的力量，还不用冒风险，那才是骗人的。不过是伪人助力罢了，自己还求之不得呢。一旦成功了，到时候有了庞大的伪兽查克拉做增幅，自己的体魄和体术威力更能攀升好几个层次。届时在实战练习中，不说能与夏目抗衡，但也应该能扛住少族长的几回合冲撞了，不至于瞬间缴械一败涂地。而且好歹自己也是宇智波的忍者，总不能一遇到强敌就一直躲在少族长背后嘛。少族长才10岁出头啊，已经为家族抗下了那么多压力了，也该自己等人付出点了。更何况他也确信，尽管有风险，可少族长这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小鬼是必然不会让自己死掉的。既然死不了，那就更不必害怕了。好，眼见月姬姐干脆地做出了决定，夏目也没有废话。都是忍者，都知晓忍界的残酷，再说那些安慰人的废话才更掉价呢。而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保证封印顺利，让月姬姐成为完美的伪人助力。试验的地点，夏目选择在了大蛇丸的地下基地内。一来自己准备用伪兽查克拉制造伪人助力的事，大蛇丸必然猜到了，也没啥好隐藏的。二来掌握了五行封印，对封印术也造诣极高的大蛇丸本就经验十足，有他从旁指导辅佐，也能大大提高成功概率。而且万一失败了，也能更好的补救，从而保护月姬。至于大蛇丸这边，更是欣然允诺，很是配合。毕竟对于封印人助力这样的试验，身为木叶首席科学家的大蛇丸又怎会不感兴趣？若非手上没有足够的伪兽查克拉，而且自己的身体也不耐操，没有寻到合适完美的躯体，大蛇丸都巴不得把自己也变成伪人助力呢。因此这般大好的试验机会，还能积累经验，他当然非常愿意。就这样，接下来的3天时间，夏目和月姬都在大蛇丸的地下基地内度过着。夏目一直在用动物、尸体、实验体等等来熟悉和练习4项封印与八卦封印，而月姬则是在一边调整身体状态，一边参读着那本人助力如何控制伪兽查克拉手札，汲取着前辈经验。很快，第3天的傍晚时分，一切准备妥当，封印仪式正式开始，由夏目主导，大蛇丸辅助，月姬作为封印体。很快，月姬便躺上了仪式用的祭台，撩开了衣襟，露出了洁白丝滑的小腹。介于八卦封印的皱纹大小，还是小腹最适合封印了。虽说上面和后面也行，但毕竟涉及到人体禁区，还是不太方便。准备好了吗？夏目平淡地问道，尽可能保持着心态平和。这是一颗能治疗伤势的丹药，一会若是封印过程中感觉到自己生命力被伪兽查克拉过度侵蚀，或是感觉其他不对劲，就立即吃下，保住性命最要紧，其他的失败了也没关系。夏目掏出了那颗自己之前用500金币兑换的高级治疗丹，认真地叮嘱道，有这颗丹药在，哪怕情况再差，也能保住月姬的命。要知道，对于自家人，夏目从不吝啬，更何况以月姬姐的天赋和身姿，可远超500金币啊。谢谢少族长。月姬接过丹药，心中一暖，果然比起那位只会护犊子的前大族长傅远，还是少族长最好了。同时不远处，眼瞅着夏目这小鬼手里还藏着这样稀奇的丹，大蛇丸也颇为好奇，心里痒痒的。但他也很清楚，此刻可不是打探这些事的时候，还是封印仪式最重要。下一刻，准备好的一切的夏目便拉开了封印卷轴，将之前自己斩断的4根8尾牛鬼的尾巴放了出来。由于长时间脱离8尾本体，
这4条尾巴也不再成尾巴状态，而是化成了一大团凝实稠密的鲜红尾兽查克拉，莫约有全盛时8尾的1/3，已经极为庞大了。按理说，如此海量的尾兽查克拉，一旦失去卷轴封印，只会瞬间爆发，席卷一切，并迅速回归8尾本体。奈何，此时此地一股比尾兽查克拉还要浩瀚强大的查克拉，却直接制住了这一大股8尾查克拉，令其无法逃逸，无法爆发，只得被温顺的一步步压缩着。同时间，感受着8尾的强大尾兽查克拉，在感知着夏目那小鬼爆发出的更为强大海量的查克拉。不远处的大蛇丸也瞬间癫狂，两眼放光，一副垂涎无比的贪婪神色。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才是你敢于徒手封印尾兽查克拉的底气。如此海量的查克拉，这感觉太棒了，太棒了！明明没有成为人柱力，你哪来的如此庞大的查克拉？我懂了，是柱间细胞，是仙人体。宇智波夏目，你居然获得了完美的仙人体！此刻，夏目可没时间理会大蛇丸的鬼哭狼嚎，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尾兽查克拉的封印中，并迅速结印施展。八卦封印起！封印尾兽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前期压制尾兽查克拉最为困难，其难度无异于一个人想要徒手捆住一只大象。别看人家4代目火影波风水门当年封印9尾时似乎很简单，那可是在漩涡一族的金刚封锁与极限封印术尸鬼封禁的共同作用下，这才压制住了9尾。饶是如此，两人都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足以见其难度了。只不过，若是你本身就有着强过尾兽的实力，那就另当别论了。就好像当初的千手柱间一般，一只大佛手便能擒住9尾鸡仔，根本无需封印压制。而夏目现在虽说距离仙人体加木盾加仙人模式的巅峰柱间还有一点差距，但想要拿捏一只8尾还是轻轻松松的。更何况还只是8尾的部分查克拉，在夏目那庞大的仙人体查克拉加持下，这点尾兽查克拉根本就翻不起任何浪花。很快就在一步步压缩下，通过八卦封印被封入了月姬的体内。封印结束，夏目又在月姬的肚皮上摸索了好一会儿，确定了封印完整没有纰漏后，这才安下心来。月姬姐，感觉如何？还好，就是有一点累。祭台上平躺着的月姬正微微喘息着，面色些许发白，但气息还算平稳，并无异态。说到底，这尾兽查克拉可比普通忍者的查克拉多太多了，更何况是一大股无意识的查克拉，就这样被粗暴地塞入一个人体内，哪怕有着封印的压制，也必然不好受。需要月姬本身也调动自己的大把查克拉去压制、去适应。当然，只要度过了这一开始的艰难时间，后续就会好多了。毕竟由4项封印组合而成的顶级封印术八卦封印可精妙得很。外重的封印可以将里层的4项封印内露出来的8尾查克拉逐渐还原给月姬，一点点的壮大它的查克拉。没事就好，先好好休息，慢慢熟悉尾兽的查克拉。以后月姬姐你就是村子的第一任人助力了。夏目叮嘱道，让月姬先好好休息，接着就拉着大蛇丸一同离开了。封印仪式既然已经成功，那后续就更好办了，只需照着这模式，便可能批量制造出了大把伪人助力。不说10个8个，只要能多出了4、5个影级战力的伪人助力，那么整个岩隐村便可一跃成为足以匹敌5大隐村的新晋势力。哪怕是自己不在村子内，整个岩隐村也不会被轻易攻破了。这才是夏目着重推进伪人助力计划的真正原因。毕竟整个忍界中，论偷家的话，自己已经算是一绝了。正因如此，夏目才更需要保证自家留足战力，以免日后阴沟里翻船，被别人偷家。离开了封印实验室后，大蛇丸更是满眼放光的盯着夏目，二话不说就扑了上来，抱着夏目的手臂疯狂嗅着，一副迫不及待准备一口咬下去的样子。没办法呀，这可是活生生的完美仙人体啊，可比泡在营养罐里的柱间细胞的诱人太多了。若是可以，大蛇丸恨不得拿自己的一切去换啊。当然，别看他此刻状若疯癫，但理智还是很清晰的，并未对夏目发动攻击。因为大蛇丸也很清楚，当初仅有一对万花筒的夏目，他都打极为吃力，还被迫假意认输。现在这完美的仙人体，外加上那双不知道开发到何种地步的血轮眼，自己必然不敌。想要夺舍面前的这具完美躯体，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小鬼还奸诈的要命，从不曾放松过警惕，更不会给自己得手的机会。别秀了，恶心死了！夏目没好气的踹开了大蛇丸，他就知道一旦暴露了仙人体，大蛇丸必然会疯狂的缠上自己，必须得想个法子支开他的注意力，不然睡觉都睡不踏实啊。哦，这磅礴的查克拉气息，在活跃无比的细胞生命力，实在太棒了。夏目君，夏目大人，你这完整的仙人体究竟从何而来？大蛇丸撕开了面皮，瞬间化成了一张面容姣好的少女模样，抛着媚眼，用着假声无比诱惑的追问道。为了达成目的，蛇乙早就放弃了所谓的性别，甚至连自己的躯体也不过是随时都能舍弃的工具罢了。当然，若是这能夺舍一具完美的仙人体，那就太棒了。届时，未来好几十年里，他都无需担心灵魂腐蚀躯体，被迫更换素体的麻烦了。呸！别想了，这不可能告诉你的，而且你也复制不了。夏目打了个寒战，毫不犹豫地回绝道。毕竟总不能说我这都是系统兑换的，你兑换不了吧？听此，大蛇丸眼中的金光一闪而过，显然他并没有放弃，依旧在想办法如何从夏目这里套出有关仙人体的情报。对于科学，对于永生的追求，没人比他更加执着了。不过就在这时，
大蛇丸手中的那枚小组织的空戒指陡然亮了，放出了一抹红色的光芒，似在提示他很快就要召开小组织的例会了。当然，如此一幕也迅速落入了夏目的眼中。一瞬间，夏目脑海中就浮现出了数个计谋，并迅速敲定。大蛇丸，那是发来的信息对吧？夏目很是和善地问道。大蛇丸也很坦然地点了点头，并不隐瞒。毕竟这空界的第一下闪烁，只是在提醒成员尽快完成手中的事务，10分钟后召开集会，因此时间上也不急。夏目大人还有什么指教吗？大蛇丸，再做个交易吧。哦，愿洗耳恭闻。你想要的无非就是一具拥有血迹限界或是足以不死的完美躯体吧？夏目直白地问道。他很清楚，大蛇丸的底牌禁术不死转生便是他不死的基本保证，可以让他把精神灵魂转移到别人的身体中，借此得到永远生命。但如此写法也会让灵魂大幅加速侵蚀肉体的速度，常常使得大蛇丸的载体用不了多久便会生命力干枯，近乎崩溃。所以为了达到真正的永生，他才疯狂地渴求着更加完美的转生之躯。你准备拿仙人体的秘密交换？大蛇心中一喜，呼吸也急促了几分。并不是，不过除了仙人体的之外，还有2种也能满足你的不死要求，有兴趣听听不？听到这，大蛇丸也来了兴趣。自诩博闻广记的他也未曾听过还有比仙人体、血轮眼更强的血迹限界，而且还是适合自己转生的。不过夏目这小鬼虽然奸诈，但应该还不至于乱编一通胡话来欺骗自己，自己可没那么好骗啊。行吧，就先听听吧，看看这小鬼到底准备怎么忽悠自己。当然有兴趣，请说。大蛇丸点头应允，示意夏目先说来听听。对大蛇丸而言，他干的所有坏事都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他和常人不同，他没有善恶观、道德观、伦理观。常人看来十恶不赦的事，对他而言和吃饭喝水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不用洗白，更不需要洗白。对于别人的评价，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心中真正向往的只有知识，只有科学。哪怕是众叛亲离，不惜研究不死禁术，也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能拥有更长的时间，以探索忍术，探索科学的真理，满足那近乎无垠的求知欲罢了。因此熟知这一点的夏目，这才敢和大蛇丸毫不顾虑的交易。毕竟放眼忍界，也只有自己知晓一切，知晓着哪里有对方可求之物。简而言之，只要自己能提供足够诱人的筹码，再加上足够强的实力做保证，自己和大蛇丸之间的合作关系只会牢不可破。至于大蛇丸所需要的合适的转生容器，除仙人体之外，夏目就知道还有另外2种更为合适。第一，白绝肉体。现在小的秘密基地内可是有着一大堆待机中的白绝肉体，这些白绝都是由外道魔像和柱间细胞相结合而培育出的，堪称另一种植物性的仙人体。而且白绝可以随意分裂，轻松制造分身，每一个分身又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一个白绝，便相当于拥有了无数转生容器，可以说再适合大蛇丸不过了。只不过现阶段小组织保密性极强，带土和黑绝等人根本就不曾向大蛇丸透露过这个秘密。若是他们愿意早点坦白，并拿几具白绝肉体做交换的话，后续大蛇丸也就不至于直接脱离小组织了。第二，拥有不完整邪神体的飞段，这就不必多说了，哪怕被大卸8块，依旧不会死亡的飞段，足以见其邪神体蕴含的生命力有多旺盛了，甚至可以说已经违背了生命体的本质了。若是让大蛇丸夺舍了飞段的身体，不死转生的弊端更将一扫而光，岂不妙哉？而且相比夺舍，面对如此诡异稀奇的邪神体，大蛇丸更是会爱不释手，兴奋难耐吧。毕竟一具不死的躯体更是无数具用之不竭的实验素材啊。就这样一听这世上还有如此合适这般诡异稀奇的肉体，大蛇丸果然来了兴趣，连忙追问着他们在那里，以至于就连夏目的仙人体都不再过分关注了。毕竟仙人体虽好，可根本得不到啊。倒是夏目所述的白绝肉体和邪神体似乎有机会搞到的样子，大蛇丸自然更加在意唾手可得的食物了。很快夏目只言明了白绝肉体在小组织内，并许诺愿意帮大蛇丸搞到。而拥有着不完整邪神体的飞段就在汤之国之内的消息，夏目当然没有立即透露，毕竟合作总得一步步来嘛。一下就把筹码都曝光完了，可没法获取最大利益。先让蛇姨垂涎一下小组织的白绝肉体，借蛇姨之手搞一搞小组织，届时蛇姨夺取到白绝肉体，自己也招募到存钱罐等人，岂不一举两得？当然若是后续继续合作愉快，夏目也不介意带蛇姨去搞一搞飞段，甚至再惦记一下真正的不死转生、大筒木一族的蝎印法，亦或是神树果实等等，都不是不可能的。总之自己手上可以利用的筹码绝对够多，绝不会让某位蛇姨失望的。好，这交易我答应了。需要我做些什么？一起进攻吗？大蛇丸欣然允诺，并毫不犹豫地准备出卖小笑话。为达成目的，大蛇丸连自己的身体都能卖，更何况是一个才加入不久的叛人组织呢？卖起来更是没有丝毫心理负担。当然不是，我可不喜欢打打杀杀。夏目一本正经地回句道，我们都是文明人，得用礼貌的方法。一会你们不是要开会吗？记得回头将会议内容转述给我听一下。大蛇丸眯眼一笑，这个简单，不过条件恐怕不止这些吧。夏目当然不止一个条件，一会开会时估计会有个戴虎纹面具的家伙
怂恿所有人来攻击岩隐村，攻击我。希望你能多对一对他，阻止他怂恿其他人与我为敌。起码现在还不是和组织全面开战的时候，现在就覆灭他们，还是比较棘手的。大蛇丸眉头一挑，好心提醒着。哦，夏目大人看来还不太了解那里面的叛人可都实力不弱呀，想要完全覆灭他们可不简单，更何况的首领还有这一双。夏目，一双轮回眼是吧？大蛇丸心中一震，再次语塞。好家伙，这小鬼连这都知道，莫非他也早就加入组织里的某个成员，就是他假扮的？夏目淡然一笑，区区一双轮回眼而已，不要把想得过于神秘了。他们的底细我早已一清二楚，记住不要站错队了。大蛇丸舔了舔嘴唇，眯着一对蛇眼。诚然，那个拥有轮回眼的小首领确实令他忌惮，但真要论实力，论奸诈程度，对方恐怕远非夏目这个小鬼的对手。究竟该如何站队，大蛇丸自然一清二楚。大蛇丸，放心，我会尽力搅乱这场会议的。夏目，对了，最后散会了，记得帮我提一下，我也很仰慕小组织，很想加入，希望能和你们首领见个面，深入探讨一下。时间和地点都由他定。怎么说，我现在也算是木叶的头号叛人了吧？他也应该给个面子，见一下。若是他还不同意的话，你就说我也不介意去鱼隐村亲自见见他。想来他听了后必然会愿意与我见面的。听到这，大蛇丸更是惊愕的麻木了。他当然不会信夏目是真的仰慕想加入而他惊讶的是，这小鬼居然没加入却知道首领的位置，而且还如此笃定。这小鬼知道也太多了吧？好，我会说一声的。那好，都交给你了，我先回村去了，等你们开完会我再来找你。夏目挥了挥手，迅速离开了基地。毕竟顶着张少女脸的蛇仪实在可怕，再看下去夏目也很害怕自己会把持不住啊。而大蛇丸这边送走了夏目后，也立即整理了一下仪容，盘坐在地，并任由手上的戒指发动忍术，将自身放出的查克拉转换成思念波扩散出去，并由数千里外的佩恩接收，再把这些思念波增幅，以幻象的形式显现在特定的地方上。借由这个幻灯身之术，召开了这样一场跨区域的高端线上会议。莫约10年前，饱受战乱之苦的迷燕、掌门、小南三人联合在了一起，创立了小组织。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国家和村子带来和平。奈何8年前的3战中，团藏与鱼隐村的半藏合谋逼死了迷燕。至此，感受到了撕心裂肺般的剧痛后，长门也随之性情大变。他依旧向往和平，但他更认为在通往和平上的道路上，还必然让整个世界再感受一次痛苦，一次前所未有撕心裂肺的痛苦。如此一来，世人才能意识到和平的宝贵。这也是他为什么愿意与带土合作，一同收集尾兽，创造究极禁术的原因了。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了10尾这般超越尾兽、凌驾于整个忍界之上的力量，即可轻松让全世界感受到剧痛。届时，手握究极核武他才能让全世界变成一个由痛苦与恐惧控制的乌托邦乐园。那样的乌托邦乐园不一定最完美，但一定会比现在的忍界更好，起码不会再随意爆发战争，也不会再有那么多生离死别了。只可惜他的想法虽好，但却没有与愿望相匹配的实力与心智。简而言之，就是不够心黑。和奸诈狡猾的黑爵、老谋深算的班爷、不择手段的带土这几个老阴逼一比，长门确实纯净的和白莲花一样，轻而易举的就被哄骗了，被利用了。不然最后他也就不会轻易败在鸣人的别天嘴之下了。要是换成黑爵或者班爷的话，鸣人怕是连别天嘴还没开始用，就直接大嘴巴子呼吃下去了。此时此刻，小组织的一处地下基地会议室内，操控着天道佩恩躯体的长门也通过幻灯身之术，将远在各地小组织成员幻象汇聚一齐，准备开会。事实上，组织成立这10年以来，加入其中的忍者并不少。从早期迷燕创立小之时，就有一批忍者追随其左右。虽然这些成员实力参差不齐，但也有着10多20来人。鸠助、大佛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者。其后迷燕死亡，掌门和小南接管了小组织，便开始逐渐精简人员，不再刻意招收鱼隐村忍者，反而更倾向于接收各村的叛人。当然，初期的小名声并不显赫，招收的叛忍成员也千奇百怪，下忍、中忍、上忍都有，诸如角都、琵琶石藏等等，都先后换过数名队友。直到现如今，靠着一次次危险任务的高额阵亡率，这才渐渐过滤掉了那些杂兵，仅剩下佩恩、小南、带土、绝、蝎、角都、琵琶石藏、大蛇丸和无名糙汉，一共9人。首领怎么突然开会了？距离既定的例会时间不是还有1个多月吗？是又有新人要加入了吗？要给我安排队友了吗？一个人执行任务，着实有些无聊啊。性格大大咧咧的琵琶石藏率先抱怨道。身为雾隐村第一批忍刀7人众之一，断刀斩首大刀的第一任使用者，哪怕叛逃后，他挥舞着斩首大刀，让战场沾满鲜血的血腥名号依旧名闻诸国。不过实际上这却是个颇重情义的硬汉子。也正是因为看好他的实力，之前带土才控制着4代目水银史仓，反复施压，将其逼得叛逃了雾隐村，从而被迫加入了小组织。佩恩并未理会琵琶石藏的抱怨，依旧语气冰冷，气势逼人的叙述道：将诸位召集而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准备讨论一下是否接受一个重要任务。什么任务？谢沙哑着声线，很是配合地问道。同时其余一众组织成员也升起了几分兴趣，毕竟
能让首领如此重视并召集所有成员开会的任务，必然不简单。佩恩没有扭捏，直白道：“狙杀3代目火影，猿飞日斩。”一听如此劲爆的任务，更令一众小组织的成员无不大惊。这哪是什么重要任务？这简直就是找死的任务啊！3代目火影猿飞日斩，那可是5大隐村之首的木叶领导，人称忍术教授的老油条。狙杀火影，这根本就不是 S 级任务了，说是 SSS 任务都低估他了。这般疯狂的任务，哪怕是其他4大隐村都不敢接，更何况自家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叛人组织。这是要再挑起一次忍界大战吗？是岩隐村下的任务吧？右侧大蛇丸的虚影桀笑一声，直接点破道：“不错，诸位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大半个月前，岩隐村和木叶又爆发了一场大战，岩隐村损失严重，包括3代土影的弟子赤土在内，大批岩隐忍者阵亡。岩隐必然恨透了木叶，这应该就是原因了。”佩恩并不掩饰，很大方地承认着。对于小这样潜伏在地下世界的叛人组织来说，忍界越乱越好，打得越凶越好，如此一来，才能激化各方矛盾，带来更多任务，好让自家组织赚取更多报酬，积累更多资金。狙杀火影非常危险，不符合组织的规定，还有可能暴露整个小。从利益的角度分析，这并不划算。一旁的角都开口了，当年他可是孤身去狙杀过初代火影的，那叫败得一个惨啊！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他早就归西了。因此他也难免有些心理阴影，并不想再去阻杀火影。佩恩顿了顿，看了看角都，只回应道：“岩隐村很舍得出钱。”听此，角都瞬间闭口，不再反对。难怪就连一向稳重的首领都心动了，看来岩隐村这回也是下了血本啊！啥？狙杀火影很危险，只要钱到位，什么危险都能克服，甚至还能顺手宰个阿斯玛，多领个几千万呢。不过，除了倾向于接下这个任务的佩恩等人以外，依旧有几人持有反对意见。呀！不是说岩隐村才被木叶打垮了吗？他们还有钱吗？别最后他们给不起钱，让我们白忙活一场要。黑爵掐着假声，阴阳怪气的质疑道。反正他也没将佩恩当成真首领，而且对他来说，太早暴露这底细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只会更加影响他的救母大计。这不是问题，在我这没有人可以欠债。佩恩无比自信地回应道。若是岩隐真敢在自己这白嫖的话，他也不介意再去岩隐村放个超神罗天征，岩隐村提前感受一下痛苦。见此，黑爵也不好继续反驳，只得朝着旁边的带土比划了一下，示意他也出头的反对一下。而此刻的带土可一点也不在意接不接这个任务，虽说他也很不喜欢3代那个老头子，也想着找机会让那不作为的3代目为当初林的惨死而付出代价，但现阶段他最迫切的还是在考虑着如何怂恿众人先去攻打岩隐村，去掐死那个讨厌的宇智波小鬼。最后这场会议足足争论了20多分钟，意见依旧没有统一，整个组织内暂时分成了2派，佩恩、小南、角都、大蛇丸4人同意接下这个任务，带土、绝、琵琶石藏和无名糙汉5人不同意这个任务。这也不难理解，毕竟阻杀任何一位大隐村的影都绝非一件小事，哪怕出动整个组织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而带土几人之所以拒绝，也都有着自己的考量。至于琵琶石藏这种，当年可是雾隐忍刀7人众之一，威名赫赫，结果稀里糊涂的就被木叶的一名不起眼的下忍麦特代当场踢死了4个，变成了吉祥3宝。说他对木叶不忌惮，那才是假的呢。更何况无论失败与否，整个小都会迎来木叶疯狂报复，实在看起来不划算啊。当然，对于这个分歧，佩恩也并不意外，更没有拿自己的首领身份来压迫众人，一票裁决，仿佛是真的在听取众人的意见，决定着是否要接下这个任务一般。因此，最后也神色平淡地终止了会议，决定过2日再召开会议，真正决断。此刻，会议结束，于隐村内在掌门的控制下，天道佩恩并未立即结束幻灯身之术，而是遣散了其他人的虚影，单独将自己和带土2人留下了下来，准备建个临时小群聊聊天。为什么怂恿我们去进攻那个岩隐村？佩恩单刀直入，直接问出了关键。毕竟他也看出来了，这个所谓的宇智波斑刚刚就是因为提议去攻打岩隐村，这才反驳了自己的提议。这家伙明明自己也有着血轮眼，且身为宇智波一族，但却对同族格外的狠，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真正的忍界修罗宇智波斑会如此苛刻自己的族人吗？带土抱着双手，故意提高逼格，冷声反驳道：“我自有考量，而你呢？贸然对3代火影出手，只会暴露整个小，将整个小推到明面上，更会大大增加变数。可别忘了我们最终目标，我不想现在就让你将整个小拉入深渊。而岩隐村那边全是宇智波一族的人，屠掉他们，我们便能收集大量血轮眼，积蓄更多实力，对后续计划也大有裨益。”带土一本正经地反驳道，丝毫不提自己曾败给了夏目那个小鬼的事，纯粹的将自己企图对岩隐村出手包装成了站在小的集体利益出发的好建议。反正最后血轮眼到手，整个小会以血纳其尽数的也只有自己一人，那些血轮眼终究还是得落入自己的腰包。若是平常，带土的这番忽悠可能会有点用，只可惜这一次长门也早就有了打算，不好忽悠了。宇智波一族已经是叛忍了，和木叶水火不容，帮助木叶覆灭一个叛忍之村，这并不会对小有利。另外，你说的避免暴露，反而是你
早已经暴露给岩隐村了。戴土一惊，什么暴露？天道佩恩，岩隐村在通知任务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声称若是我们不接取这个任务，大野木他便会将已知所有关于小的情报都曝光出去，其中还包括一个戴着面具、右眼是写轮眼、擅长时空忍术的家伙的情报。你说这人是谁呢？为了报复木叶，大野木可谓是不择手段了，甚至不惜威胁起了小。谁叫上一次某组织的阿飞大人岩隐村犯下了那般罪行呢？他自然得好好利用下这个情报，作为威胁小组织的筹码。而此刻戴土这边当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夏目顶着他的模样去犯下的罪行，只知道面具加写轮眼加时空忍术，这摆明了就是指的自己啊！该死，大野木那个老小子怎么会知道自己从未在他面前施展过能力啊？我什么时候暴露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戴土百思不得其解，整张脸都憋绿了，恨不得现在就飞去岩隐村好好暴揍一顿大野木那个老小子。这就是我们当下的选择：一，去覆灭整个岩隐村，杀人灭口，然后面对其余4大隐村的围剿；二，接下任务，阻杀火影，抓捕九尾，并获取一大笔酬金，然后面对木叶的报复；三，拒绝任务，让岩隐村暴露我们，然后面对5大隐村的针对与围剿。班大人，你选一个吧。天道佩恩没好气地质问道。说到底，还是怪戴土将自身的重要情报与威胁性暴露给了岩隐村，这才令现在如此被动。不然，按照长门的计划，自家完全能再苟一段时间，等准备充足后再开启抓捕尾兽的计划。因此，此时他对于这个宇智波斑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戴土沉默好一会儿，最终还是不得不黑着脸，被迫选择了第二条，或是说这3条选择中，也只有第二条最合适，收益最大，弊端最小。见戴土同意，佩恩也缓和了不少，并再次提议道：虽然不知道你为何如此针对宇智波一族，针对岩隐村，但等狙杀了火影，夺取了九尾之后，有了九尾之力，再去覆灭岩隐村，应该会更稳妥一些吧。虽说掌门他一直不太信任这位宇智波斑，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为让世界先感受痛苦，再达成和平，这个班的力量确实不可或缺。因此，计划途中顺手帮他屠灭岩隐村也不是不可以。当然，前提是对方现在必须支持自己，协助自己狙杀火影。好，戴土点头应允。他也不傻，若是能再次夺取九尾，依靠着九尾之力，自然可以轻松匹敌夏目那个小鬼的须佐能乎。届时，覆灭整个岩隐村也会更有把握一些。也罢，就让那小鬼再逍遥一阵子吧。佩恩再次询问道：狙杀火影，你那边可以再调动雾隐村参加吗？若是可以，便能将这个罪名都嫁祸给雾隐村。听此，戴土面色一黑，又想起了那一幕幕，只得如实道：不行，我已经失去了对雾隐村的掌控了。莫不是和那岩隐村有关？是，原来如此，难怪你如此憎恨那些宇智波叛人。也罢，只有我们也足够了。等夺取了九尾之后，哪怕暴露整个小也不足为惧了。佩恩瞬间恍然，并信心满满的笃定道：对于自己的实力，他有着充足的自信。不过，就在他准备继续和戴土商量一下狙杀细节时，他手中的戒指却突然闪烁了一下。有人找你，是大蛇丸，在请求与我私谈。佩恩闭目感知了一下，给出了回答。听此，戴土也愣了愣。说起来，传闻中岩隐村和大蛇丸、阴隐村都在田之国境内，双方走得很近啊。大蛇丸和夏目那小鬼不会关系不一般吧？戴土嘴角一抽，似乎有了不好的预感。10余分钟后，长门控制着佩恩解除了幻灯身之术，结束了这场跨服私聊。此刻，于隐村西区的高塔内，聊完了吗？这次有点久，他同意了吗？小南走到了天道佩恩身后，清冷地问道。佩恩点了点头，平淡地回应道：他只能同意，除非他甘愿把自己暴露在全忍界面前。可他藏得很深，他的目的绝不简单，因此，除非逼不得已，他是绝不会提前暴露的。小南，他在利用我们，佩恩，相互利用罢了。总之，无论他是不是宇智波斑，无论他有什么目的，最终都得臣服在我的这双神之眼下。小南点头，不再多语。对于掌门，他确实充满了信心。对了，还有一件事，大蛇丸刚刚联系我，说想要举荐一个人加入组织。谁？宇智波一族名为宇智波夏目的一个小鬼，就是那个才10岁出头就已开启万花筒写轮眼的小鬼。小南恍然一声，显然这情报网也收集不少有关宇智波夏目和岩隐村的消息。对于那名近来风头正盛的宇智波小鬼，他也有所耳闻。你同意了？还没，不过我同意和他见一面。可是看样子那个班和宇智波一族并不合，这个时候再招入一名宇智波人，并非好事吧？小南略微顾虑地提醒道。佩恩，那个小鬼知道我就在鱼隐村内。小南一惊，怎么会？他怎么会知道？佩恩，这正是我所好奇的。既然如此，确实有必要见一见，甚至这样的威胁还需要尽可能的排除掉。小南沉吟片刻，冰冷地给出了肯定。准备一下吧，等到时候见了面就知道缘由了。据说他还是现在宇智波一族的领导，那小鬼若是容易控制的话，倒是能利用他借取宇智波一族全族的力量狙杀火影，抓捕九尾。若是不好控制的话，那就处理掉吧。佩恩依旧平淡地说道，准备先见一见那个小鬼，再做决定。至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掌门更是不曾担忧过。
若是自己连一名10岁的小鬼都打不过，那还自诩个屁的是啊！佩恩答应了，答应了。时间呢？5天后，地点就在余隐村，不过只许我和你2人前去。大蛇丸眯着眼，给出了确切的回答。听此，夏目也心中一乐，这长门果然还是答应了他的见面请求。至于不许带人前往，那根本就不是问题，自己的实力就是最好的保障，自己一人就足以干翻整个余隐村，根本不需要再带什么人手。很好，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吧，正好你也能趁机盗取几具白绝的肉体。对了，组织开会都说了些什么？夏目心情不错，继续追问道。在商量袭击木叶、狙杀3代火影那个老头子。大蛇丸撇了撇嘴，无所谓的说道，仿佛袁飞那个老头子和他毫无关系一般。夏目微微一惊，眼中一喜。哦，为什么突然如此激进？可不像是这作风。岩隐村下的任务，听说很舍得出钱，让某些人心动了。夏目点了点头。现阶段的小确实可能比较缺钱，无论是小南的6000一张起爆符，还是些的百击操演，亦或是发展云隐村本身，都少不了金钱的支持。若是岩隐村真的不惜血本雇佣小的话，长门、角都等人是有可能同意的，甚至借着狙杀火影的机会，顺道摧毁一下木叶，抓捕一下九尾，更是一举多得。有意思，岩隐村对这波助攻很漂亮啊！大野木那老小子果然咽不下这口恶气。不过正好，只要是打木叶的，我都欢迎。说起来，若是小那边接下了这个任务，大蛇丸这一次说不定会真的能覆灭木叶喽。你要是对木叶还留有念想的话，可得赶紧准备悄悄阻拦了。夏目瞥了一眼大蛇丸，笑着揶揄道。大蛇丸平淡一笑，夏目大人说笑了，木叶与我早已没有什么瓜葛了。夏目会心一笑，不再多语，接着又叮嘱了大蛇丸几句，让他赶紧完善绘图转生，好早点将完整版的金角银角绘图出来，供自己抽取尾兽之力。接着就带着已经恢复了大半的月姬离开了阴影村。至于5天后去造访云隐村的事，到时候再说吧。从第2波宇智波族人迁入岩隐村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了，从日向分家一族并入岩隐村也过去4、5天了。这段时间内虽然两族之间难免小有摩擦，但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处的和睦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毕竟双方都是从木叶内叛逃出来的，都还有着一个共同的大敌木叶，再加上一方才摆脱了歧视与打压，另一方也才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由，都正乐呵着呢，哪有时间搞敌对啊？而且又多了一批日向的劳动力后，整个岩隐村的建设也快了不少。虽说还无法和5大隐村相比，但比起一些小隐村已经算是有模有样，颇为豪华了。没办法呀，钱多呀，任性啊！在夏目东奔西走劫富济贫积攒的这么多财富下，就是一群猪都能建起一座城来，更何况还是一群忍者。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就显得有些枯燥了。吃早饭研习封印术，吃午饭和月姬交流体术，吃晚饭泡澡享受按摩睡觉。夏目每天的安排就是如此的枯燥与充实。直到第3天，在云隐村快乐了好几天的大功臣日耀也回来了。正如夏目预料的一般，云隐那边很是痛快地接受了交易，让自家这边用1双年迈浑浊的白眼换得了2000万两现金与300吨鲜牛肉，总共价值接近4000万两，而且还让云隐村背下了一大口黑锅，已经非常划算，收获满满了。原本夏目以为会是海运公司那边先一步将上月的盈利和贩售珠宝的所得都带回来的，没想到却是日耀这边更快一步。不过差距也不大，有了日耀带回来的这2000万银两后，也让夏目的金币储蓄再次突破了1万大关。叮，恭喜你获得了2000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2000万价值点兑换为200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2000万金币，目前余额10300金币，终于又筹够1万金币了。这次终于可以兑换邪神体了，真正的不死之躯，外加8门全开的8门遁甲，我来了！夏目在心中兴奋地欢呼道。很快，夏目就兴奋地闪回了自己屋里，迅速兑换了垂涎已久的邪神体。可直到兑换之后，夏目才陡然发现自己失算了，仙人体、邪神体居然会相互排斥。原因也很简单，仙人体即是代表了身体与细胞的极致活性，正因为细胞极其活跃，这才催生了强大的恢复力和查克拉。而邪神体则代表了细胞的极致惰性，正因为带惰到了极致，哪怕肉体被五马分尸，被分割的部分也不会腐败，依然长久的存在着。因此，当极致的活性与极致惰性共同出现在了一个身体上时，自然会产生强烈的排斥，使得夏目的身体和细胞造成撕裂般的分割感。万幸，系统商城这个大奸商出售了商品后，还是保证了基本的售后服务，没有直接撂担子。当然，退货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乎，系统最终还是给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将夏目兑换的邪神体改成了可主动开启类的，相当于按上了一个开关。不开启的时候，邪神体将处于关闭状态，不会抑制细胞活性，没有任何异常；而开启之后，才会抑制细胞活性，获得永久的不死属性。至此，夏目才松了一口气。虽说修改之后小有限制，但基本还是可以接受的，无非就是从被动技能变成了主动技能罢了。自己真想开启8门遁甲的死门时，先一步启动邪神体即可，区别也不算太大。总之，自己终于还是获得了一副真正的不死之躯。更何况
换个角度来说，也幸好自己提前兑换了仙人体，不然先兑换了邪神体，让身体细胞一直都处于惰性状态的话，可不利于自己的小蝌蚪的成长啊，甚至还有可能直接剥夺了自己的那个功能，这可是夏目万万不能接受的。如此说来，将系统将邪神体变为了主动技能，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将来等自己干一些儿童不宜的事时，提前关闭即可，想来也就不会影响到夏目小蝌蚪的活性了。接下来，夏目也好好犒劳了一下身为大功臣的日曜，直接给日曜奖赏了30万两的奖金，以及整整半吨牛肉，还有3次指导体术的机会，让同为亲卫队的尹等人很是眼红，也吵着要接取独立任务，一展才能。对此，夏目可没有惯着他，直接将银丢给了日向深川，让他去指导日向分家忍者实战。什么时候能击败3名以上的日向一族的上忍后，就单独给他安排重要任务。同样的，奖赏完的日曜也被夏目丢了过去，准备借白眼和日向忍者的手，好好磨练一下两人。毕竟这2颗好苗子不磨尖一些，以后可难以驾驭住尾兽之力啊！而且跟日向忍者实战也远比和自家熟悉的族人对练效果也更好。至于夏目本人吗？当然是继续指导着月姬锻炼体术以及掌控尾兽之力了。毕竟放眼整个村子，也就自己最合适了。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沉溺于指导体术中的夏目依旧流连忘返。不过时间到了，为了正事，夏目还是从温柔乡里爬了出来，准备和大蛇丸一起去拜访下鱼隐村，去拜访一下那位自诩为神却骨瘦如柴的长门大人。同时准备出发的前一天，雾隐村那边也传来了消息，说是安排了几名使者，准备来岩隐村这边交流，并顺道支付第2笔酬金，应该后日就会抵达。一听到雾隐村，夏目又不自觉想起了那边的豪华温泉，以及某位赵美明小姐的高超技术，确实令人回味无穷啊。当然，夏目还是以坚韧的毅力忍住了，并交代了让日曜他们好好招待一下雾隐村来的同盟友人，反正真要享受，等自己从鱼隐村那边回来也不迟嘛，不急于一时。就这样，第5日下午，夏目便和大蛇丸一起离开了田之国，朝着3国交接中央的鱼隐村赶去。放眼整个忍界，宇之国是唯一一个和3个大国都交界的小国了，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令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更因此常年饱受战火。从战国末年到现在，不足60年的时间里，整个宇之国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处在战乱之中。但在接连2代强大的首领统治下，鱼隐村依旧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未被吞并，甚至还建造了一座近现代风格的先进城市，有着一片片的超巨型金属建筑，有着一座座灯红酒绿的酒吧，都足以说明现如今的鱼隐村并不穷苦，人民生活也还算富足。只不过身为一个小国，它注定是悲惨的，因为战争也好，经济博弈也罢，考验的不是你多强，而是你的持久度与耐操度。人口本就不多，外加常年的战乱与暴雨，使得鱼隐村一点也不耐操。就好像20年前忍界半神山椒鱼半藏一个人横扫3国联军，暴打木叶3忍率领的精锐部队，结果却并无卵用。等他大败敌军时，整个鱼隐村早就被大片联军草傻了，根本无法继续作战，甚至连普通人的吃饭都是问题。为此，他才不得不放过木叶3忍，并与木叶暗中结盟。再比如，木叶就算打不过九尾，打不过佩恩，但是他们吃下一发超神罗天征，九尾尾兽愈后，哪怕损失惨重，但依旧能够迅速恢复。前些日子，岩隐村被木叶打得7荤8素，损失惨重，但在土之国土的支持下，依旧能恢复元气，甚至还敢花重金让小巨袭杀火影。而鱼隐村这般小地方呢，一颗尾兽愈下去，估计10年8年都缓不过来了。体量大小、耐操程度、人口多寡，才是决定一个政权的未来要素。这也是为何掌门哪怕有着轮回眼，有着力敌整个忍界的实力，也还在默默发展的原因了。因为鱼隐村只有一次机会，他在等鱼隐村发展起来，等自己夺取尾兽，让世界感受到痛苦后，能有足够体量，迅速站出来一统忍界。同理，夏目也在积蓄，在等自家岩隐村有能力统治世界后，及5年计划之后再一定乾坤，宛如大秦奋6世之余烈而一统寰宇。不然以夏目现在的实力，早就杀进其余几大隐村，将他们搅个稀巴烂了。而今日终于到夏目和掌门这2个隐村的首领，2个野心勃勃的家伙碰面的时候了。此刻鱼隐村内雨稀稀疏疏的下着，灰暗宽阔的街道上，行人们皆戴着斗笠，穿着雨衣，行色匆匆地走过。没一会，2道一高一低披着蓑衣的身影便停在了一家糕点店前。阿伯，给我来2个。夏目拨开雨帽，指着那热气腾腾的包子，摸出铜钱，乐呵道：“来，给你，有点烫，小心点。”看店的老婆婆取出2个肉馒头递给夏目，夏目接过，一口咬下，鲜香的肉糜配合着面粉的筋道，瞬间满口生津，一下子就驱散了雨天的阴冷。果然，这热的包子比干粮好吃多了。好俊俏的小少爷啊！不过看着面生，是外面来的吗？是的，我们来这里拜访下朋友，顺便游历游历。哦，是这样。如何？我家的肉馒头还不错吧？老婆婆乐呵一声，很开怀地问道。确实不错。你呢？来一个不？夏目乐呵一声，转头问向了身旁的大蛇丸。蛇叔淡然摇头，没有接受。显然，他根本就没有这种世俗的欲望，或是说，早已超脱了这种基本的口腹之欲了。夏目没有强求，毕竟人各有志嘛，自己喜欢享受，也不能强求别人和自己一样堕落嘛。
毕竟没有大蛇丸这种尽职的科学家，忍界又哪能快速进步呢？阿婆，我之前听说鱼隐村常年战乱，不过现在看起来倒是很和平啊。说起这个，这位老婆婆也来劲了，开始喋喋不休地赞许着。是啊，这多亏了佩恩大人啊，是他结束了战乱，让村子重归了和平。甚至佩恩大人还改变了原本的糟糕天气，让整个村子只在星期日下雨，使得农作物终于不会被太多雨水浸泡腐烂了，让村子的粮食也充足了许多。真是的，佩恩大人可比前几任村长好多了。而不少年轻人却还在抱怨着佩恩大人太严厉、太苛刻了。他们啊，就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可怕，才会不知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老婆婆没好气地抱怨道，似乎对那些年轻人意见很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那些年轻人。由于极度憎恨前任村长山椒鱼半藏，掌门接手鱼隐村后，可是直接处死了所有之前追随山椒鱼半藏的忍者，甚至连其家人也一并连诛，一个不留，手段极其狠辣，难免吓到了不少年轻人。看来真是一位好村长啊。夏目继续咬着肉馒头，点头附和道。对于掌门本人，夏目当然非常了解，此刻在这闲谈套话，也不过是想了解一下在掌门治理下的鱼隐村村民对其本人是什么看法罢了。毕竟同为一村的领导人，自己和掌门走的却两条路线，自己颇为亲民，治村政策温和，以利诱之，而长门极度冰冷，行踪神秘，采取着高压政策。只不过现在看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并不重要，对于底层人的民众来说，只要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免受战火之苦，他们便会拥戴谁。其他所谓的政策不过是手段而已，根本不是目的。说起来，你们见过那位新村长佩恩大人吗？没，似乎没人见过。佩恩大人的所有政令都是通过天使大人来传达的，天使大人的纸鹤无处不在，他能迅速传达佩恩大人的指令，而且也多亏了有天使大人在，我们才能安心的做生意啊。老婆婆再次诚心的感激着，毕竟若非天使大人无处不在，监察着整个城市，村里说不定还会和之前一样混乱。那时候别说开店做生意了，就是走在路上都很有可能突然被人劫掠，被人凌辱。啧，好一个天使大人啊，居然如此受欢迎，真是羡慕啊。你说对吧，天使大人？夏目吃掉了最后一口包子，拍了拍手，一边感慨一边笑着询问道。下一刻，夏目的左侧大量漂浮飞翔着的纸鹤陡然浮现，并迅速汇聚，化为了一道人形。那是一名年轻的女忍者，看起来20来岁的样子，有着一头浅蓝紫色的长发，头部右侧戴着一朵淡蓝色的纸花，金橘黄色的眼眸，抹有带紫色的眼影，穿一身绣着白边红云图案的黑色长袍，面目秀丽，气质清冷。天使大人，是天使大人来了！看见小南的瞬间，这位老婆婆也很是激动，忍不住的惊呼道。而面色清冷的小南却并未理会这个老婆婆，仅直勾勾的盯着夏目，似乎想要看透这个小鬼究竟是怎么提前发现自己的。他的神之指者之术精巧绝伦，不仅只是寻常物品，就连把纸片模拟成水都可以，其精巧程度就连写轮眼也难以察觉。很难想象这个小鬼竟能先一步识破。你就是宇智波夏目？是的。说起来，天使大人你确实挺好看的呀。夏目一本正经的点头评价道。莫要油嘴滑舌。宇智波夏目，大蛇丸，走吧，我带你们去见佩恩大人。小南冷声警告着，并说明了来意。很快，他便领着夏目两人离开了街道，向着城市西侧的那座高塔走去。感觉如何？你和自来也他们当初也来过鱼隐村好几次吧？夏目边走边闲聊道。确实变化极大，这里的建筑，这里的风气，还有这里的人民，甚至不输于木叶了。大蛇丸衷心的感慨道。毕竟当年鱼隐村的破败样子，他可记忆犹新，甚至哪怕是击败了他们3人的山椒鱼半藏，也没能把鱼隐村引向和平。而现在这位新村长佩恩居然做到了，而且还让鱼隐村人民安居乐业着，足以见他的手腕和实力了。更何况对方竟还是老熟人啊！啧，我也没想到，真是当年的那个小姑娘。看着小南的背影，大蛇丸也不禁咂舌玩味道。他之前加入小时，一直都是由首领佩恩本人和谐在引导着，并未见过小南的本体。估计长门也是为了避免被大蛇丸识破，毕竟当年大战时，大蛇丸可是见过他们3人的。如此说来，这首领莫不是就和当年的另外2个小鬼有关？睿智的蛇叔很快就猜到了真相，只不过依旧还不太确认罢了。没多久，一行3人就来到了那座高塔下，踏入其中，内部竟是一片空荡的方形广场，很是空旷。而那所谓的佩恩大人也并不在此，看来又有好戏看了。轻一点吧，别把这里给掩埋了。大蛇丸玩味一笑，对着左侧的夏目提醒了一句，并很是主动地朝着右侧跳去，退到了一边。夏目也不紧张，随口回应道：放心，我有把握，只是玩玩而已，不会打死对面的。同时，夏目刚说完，前方领路的小南就瞬间崩散，化为了大片纸鹤，并又折成了一把把纸手里剑，一边高速旋转，一边朝着夏目击射而来，悍然动手，毫不留情。很显然，夏目和大蛇丸也早就猜到了，毕竟谈判也好，合作也罢，亦或是加入小，都需要先是测试一下实力，没有足够实力的废物根本就不配加入小，这即是忍界的残酷常识，也是小南悍然出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下宇智波夏目这个小鬼的实力如何。当然，若是允许的话，他不介意趁机除掉这个变数。
作为忍界第一富婆，也作为忍界神级辅助，平心而论，小南的实力很不错。在时间充足、场地合适、起爆符足够的情况下，就连带土不靠禁术伊邪那岐都不是他的对手。当然，哪怕没有大量起爆符的加成，他的实力也是妥妥的影级。他的是指之舞更是无视物理伤害，轻而易举地克制了些。这些都足以说明这位天使大人的实力并不羸弱，几乎将只完成了花。只可惜他挑错了对手，亦或是说低估了对手。影分身之术才吃了东西，夏目懒得动手，仅分出了一具影分身去对战小南。虽说是影分身，无法复刻仙人体的强大体魄和恢复力，但平分了1800卡查克拉后，夏目的影分身可不比普通尾兽弱，用来调戏一下这位天使大人，绝对绰绰有余了。区区一个分身，真是自大啊！小南皱起了秀眉，感觉自己被看扁了。噬指之舞，火遁，好火球之术。小南射出了无数锐利的纸片，和夏目分身喷出的大火球猛烈碰撞在了一起。奈何刚一接触，小南这才发现，对方这个好火球之术威力大的离谱，比整整一个班的忍者组合释放的火遁还要恐怖，比自来也老师的火遁大岩弹还要可怕。瞬间就笼罩了大半个空间，将自己的无数纸刀直接吞噬，逼得小南连忙散开本体，躲避火球，并在100米开外再次凝聚。好厉害的火遁！小南暗惊一声，神色也凝重了起来，同时手中的攻击也没有停止，再次分出了大片直手手里剑，从四面八方射去。他就不信一个火遁还能挡住所有方向的攻击，甚至他还立即蓄力，高举右手，将纸张汇聚成了一个更为锋利的圆形螺旋指手里剑，准备发射。人法手里剑影分身术。夏目双手一拍，数以千计的影分身手里剑瞬间射出，数量竟比小南的指手里剑还要多出数倍，一下子就通过对撞淹没了所有指手里剑，防御住了所有方向的攻击。看得远处的小南更是一懵，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敢这么挥霍查克拉的，一个影分身直接分出了成千上万把影分身手里剑，这小鬼究竟有多少查克拉啊？经得住这么挥霍？惊疑间，小南再次出手，将手中已经成型的巨型圆形螺旋指手里剑猛地射出，高速旋转螺旋指手里剑锋利无比，直接沿路击飞了大片影分身手里剑，直取夏目。见此，夏目分身并不急迫，反而再次施展了火遁。火遁，好火灭却。这一次，更为巨大的火海汹涌喷出，直接将周围数百米大的广场全部笼罩了进去，瞬间就吞噬了那把螺旋指手里剑，而且还完全封死了小南的所有闪避角落，更逼得一旁看戏的大蛇丸都嘴角一抽，被迫后撤躲避。这小子的火遁实在越来越离谱了呀！此时，如此大规模的火海确实令小南应接不暇。他的折纸之术虽然可以分化、重组、无视物理伤害，但却没法穿透墙壁，更无法免疫忍术攻击。威力如此恐怖，范围如此之大，并覆盖了所有死角的火遁忍术，着实令他无解。无奈中，小南只得连忙收回了所有纸片，化成一双巨大纸翼，将自己包裹在其中，以抵挡火势。哗！凶猛的火海足足烧了10余秒，将整个大厅都烤得红红的，更直接烧穿了小南的巨大指翼，令其被迫解除了噬指之舞状态，显得有些狼狈。若是这火遁再多持续10来秒，他怕是也得被烧伤了。只可惜夏目并不会蛤蟆油弹之类的忍术，不然在忍术克制下，只需一招即可将控住对方，将小南全身弄得湿漉漉、黏糊糊的了。当然，夏目刚刚也是在玩闹罢了。要知道，就算以他分身的查克拉储备，也足够让好火灭却烧上个几十分钟了，足以焚灭一切敌人了。之所以留手，也是为了将某位正主逼出来而已。果不其然，下一刻，一道身影突然跃下，落在了小南前方。畜生道佩恩登场。入场之后，在长门的控制下，畜生道佩恩一句废话都没有，直接动手。通过刚刚的对战，他已经确认了这个叫宇智波夏目的小鬼非常厉害，一具分身就能击败小南，妥妥的影级实力。若是寻常这样实力的叛人，确实值得加入小。只不过这个小鬼却知晓着自己身在鱼影村，而且还是宇智波一族的。既然如此，还是直接除掉更为稳妥，以免暴露小和鱼影村的关系，从而给鱼影村再次带来战火。于是乎，掌门这才决定出手，出动了畜生道佩恩，准备击杀这个小鬼。当然，自己出手都杀不了的可能性极低。真要是那样的话，届时再说吧。通灵术，一阵白雾中，畜生道佩恩通灵出了一只变色龙，并迅速将自己和小南吞入，并发动了透明化能力，隐去了身形。接着再次发动通灵术，又通灵出了一只地狱犬，并为其附加了增幅通灵之术。如此一来，这只地狱犬只要遭受了攻击，就会迅速分裂，不断增加数量，直到畜生道被击倒为止，堪称通灵术中的 bug。除了像天照等特殊瞳术以外，基本无解。而且若是不知道情报，胡乱攻击的话，只会大大增加地狱犬的数量，愈发难缠，直到活活耗死敌人，堪称畜生道佩恩最实用、最得意的通灵兽之一，更体现了情报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只可惜，无论长门怎么算计，也根本不知道面前的这个小鬼早已熟悉了佩恩6道的所有能力，甚至或许比他本人还要熟悉佩恩6道的能力和弱点。下手轻点，别一下把人打死了。夏目的本体对着影分身吆喝一声后，便不再理会，反而很悠闲的从随身的空间卷轴里拿出了桌椅，并倒上了一杯橙汁，一边品着，一边观赏着远处的战斗。此时此刻，
上方那只长着一对小翅膀的地狱犬正张着血盆大口，朝着夏目的分身撕咬而来。只可惜，这只地狱犬还未落地，啪的一声，夏目的分身便用大量纯粹的查克拉凝聚出了一只巨手，一把将其捏住。星号星号，两声恶犬咆哮中，地狱犬开始剧烈的挣扎着，眼瞅着它就要分裂开来之际，一片繁杂的皱纹突然从那只查克拉巨手上亮起。下一瞬间，巨手的掌心爆出一股强大的吸力，很快就将整只地狱犬吸入了其中。数秒后，巨手消失，一卷刻着封印皱纹的卷轴从空中缓缓飘落。显然，那只凶恶的地狱犬已经被封印在了卷轴之内。见此，隐藏在远处变色龙内的佩恩也不由一愣：是封印吗？一瞬间就封印了，很高级的封印术。不过，这小鬼怎么知道用封印术来克制地狱犬的？是巧合，还是……不等他做出判断，水遁、水铁炮术，咻咻咻！一连串宛如炮弹般的液体水球从夏目分身手中射出，瞬间跨越上百米距离，击中了正趴在墙上、处于隐身中的通灵兽变色龙。显然，尽管这种通灵兽的隐匿能力非常出色，甚至还能隔绝内部人员的查克拉气息，但它依旧无法遮掩一个人的灵魂气息。在 S 级灵化之术的被动感之下，夏目几乎轻而易举的就锁定了小南的位置，并迅速发动了反击。而靠着庞大的查克拉和仙人体的增益，本就威力不俗的水铁炮术更是惊人，仅仅2发就宛如炮弹一般击碎整只变色龙通灵兽，将其内部的畜生道佩恩和小南给炸了出来。宇智波一族还会水遁，好强的威力！普通的忍术断然没有这般威力，莫非是自来也老师曾经提过的仙术？畜生道佩恩心中一惊，显然那个小鬼每个忍术的威力都远超他的认知，实在不对劲。通灵之术，畜生道佩恩落在了远处的墙壁上，再次施术，这一次更是毫无保留，直接通灵出了一堆通灵兽：地狱蟹、八指鸟、双角公牛、独角巨蜥、巨蜈蚣、石像熊猫，就仿佛不要查克拉似的疯狂通灵。事实上，这正是畜生道佩恩的强大之处，不需要签订血之契约就可以随意召唤通灵兽，还能依靠瞳力强行控制通灵兽。除了传承悠久、掌握了仙术的3大圣地之外，其余绝大部分的灵兽都能被其强行通灵。毫不客气地说，光是这一堆通灵兽就足以匹敌半个木叶了，足以见轮回眼的强大。拼通灵兽吗？有趣。除了被赋予分裂能力的地狱犬不好对付以外，其他通灵兽虽强，但并不可怕。下一刻，夏目分身这边也施展了通灵之术。砰！白雾散去，只有巴掌大小，浑身湿漉漉的通灵熊猫月饼出现了。小鬼头，你干什么呢？本大爷正洗澡呢。等等，这是哪啊？看着好陌生啊。还有，你人呢？怎么是个分身召唤的本大爷？月饼伸出圆爪，一边梳理着毛发，一边骚包的抱怨着。不过就在这时，他也陡然发现了对面的大片通灵兽。怎么回事？那边怎么那么多灵兽？这是在打架？卧槽！太爷爷家门口的石像怎么跑这来了？谁搬出来的啊？月饼惊呼一声，他记得很清楚，对面那只巨大的石像熊猫明明是太爷爷放在家门前用来镇宅的，怎么会跑到这呢？别惊叹了，快摇人吧！那些通灵兽都是来杀你的。对了，敌人有轮回眼，小心点，别被对面控制住了。夏目分身迅速提醒道，并一把抓起面前的月饼，将它朝着那群通灵兽丢了过去。混蛋夏目小鬼，我认你大爷！加油干，打赢了回头补偿你。夏目分身吆喝了一句，并同样悠闲地看起了戏。本体都在划水摸鱼呢，身为分身就不能也歇歇？而被丢飞出去的月饼也疯狂怒骂着，同时他也不敢大意，连忙举起双爪结印施术。虽然有些不正经，但他可是这几代灵兽熊猫中最具天赋的一个，不但将本家的通灵术用得炉火纯青，就连人类忍者的诸多忍术他也颇为精通。不然当初夏目也就不会刻意让月饼来施展逆通灵之术，将自己从木叶的重重包围中通灵出去了。通灵之术，砰！一瞬间，一只比月饼大了无数倍的巨型熊猫陡然出现。不比月饼的萌蠢外表，这只身高近40米的巨大熊猫看起来可凶悍多了，光是那一对利爪就有足足3米之长，再加上那凶厉的眼神、壮硕的虎背熊腰、骇人的恐怖气势，完全和熊猫搭不上边啊！若是把它全身涂黑，你说这是战神熊都有人信？三叔，就是他们偷了太爷爷家的石像，快揍他们！夏目那小鬼说了，打赢了话，保我们1年的竹笋口粮。月饼趴在自家三叔的头上，伸出爪子指着远处的一堆通灵兽大吼道，同时还很是自觉地拉高了砝码，准备反坑一波夏目。好！月饼的三叔大吼一声，一听能承包1年的竹笋口粮也充满了干劲。接着大爪一挥，就从背后掏出了一根30米长的巨大狼牙棒，异常狰狞，异常血腥，让人看了都直哆嗦的那种，并二话不说朝着远处的一堆通灵兽扑了过去。象力增幅之术，轻敏之术，绝对霸体之术。站在三叔头顶上的月饼也没有闲着，立即掐着爪子施展了3个增益忍术，为三叔大幅增加了力量、速度，还套上了一层防御物理攻击的霸体护甲，令其战力飙升，直追尾兽级别。如此暴力，再加上30米长的大狼牙棒，一棒下去，光是掀起了呼呼风刚，就刮得人脸颊生疼，头皮发麻。更是一个照面，就将迎面的第一只独角巨蜥砸死，当场爆成了一团白雾，并还在地上砸出一个数10米大的巨坑，更把周围的其余通灵兽统统震飞。一击之威，恐怖如斯。这一大一小，
两只熊猫实在太生猛了，有着霸体护甲的防御，周围的通灵兽根本就无法给他带去伤害，反而他挥舞的巨大狼牙棒却是所向披靡，在那强大怪力的加持下，每一击都是视若万钧，根本就是触之即伤，碰之即死，凶猛到了极点，看得畜生道佩恩都面色发黑，嘴角抽搐，只感觉双方召唤的通灵兽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当然这也正常，毕竟月饼这边可是有着专门的忍术和武器加持的，实际战力必然远超一般的通灵兽，更何况一开始那只无视物理攻击的地狱犬已经被封印了，其余的通灵兽都不足为惧。本来畜生道佩恩还准备用轮回眼的能力来控制那两只通灵兽，结果不曾想那只大的熊猫直接闭上了双眼，封闭了视觉，只靠听觉挥舞大棒发动攻击，而那些小更是奸诈，直接藏在进了大的毛发之中，一边施法一边指挥着大的，根本不给佩恩施展幻术控制对方的机会，有些难缠了呀。眼瞅着短短半分钟就有3、4只通灵兽死在了那只大熊猫的巨棒下，畜生道佩恩也愈发面色凝重，本以为只是一名10岁出头的小鬼应该不难对付，没想到竟实力如此了得，如此难缠，连畜生道都难以制服，看来必须再拿出点实力了。下一刻畜生道佩恩再次施术，这一次直接将其他5道全部通灵了过来，集齐了佩恩6道，准备动真格了。远处突然看到又冒出了5名佩恩，而且个个都有着轮回眼，也将大蛇丸吓了一跳，那是6双轮回眼，这感觉就像一夜之间突然看到面前多了6名开着万花筒血轮眼的宇智波忍者一般吓人，甚至还要更惊骇一些。毕竟轮回眼可是3大瞳术之首，已经数十年未曾出现过了，而且他并不知道这6双轮回眼都是由长门的眼睛映射出来的。怕了？要逃不？夏目淡淡一笑，对着大蛇丸问道：当然不是，我只是在兴奋而已。大蛇丸眯着眼舔了舔舌头，浑身兴奋的发抖。6双轮回眼啊，这得是多少试验素材啊！甚至他恨不得现在马上加入战斗，趁机击败1、2名佩恩，夺取几双轮回眼了。别激动了，那些都不是真的，真的轮回眼并不在这，别惦记了。夏目直接点破，一盆冷水浇灭了大蛇丸的热情。原来如此，这才对，这才正常嘛。如此珍惜的瞳术，必然不可能如此泛滥。大蛇丸唏嘘一声，也迅速收敛了心中的贪念，继续老实的看戏着。另一边，佩恩6道全部出现后，也不迟疑，直接动手。主攻的修罗道立即突进，配合着剩余的几只通灵兽一同围攻月饼两雄。擅长防御可以吸收查克拉和忍术的恶鬼道直接扑向了夏目分身，准备缠住这具分身。而擅长近身战可以抽出忍者灵魂的人间道更是陡然消失，不见踪影。剩下的天道、地狱道、畜生道则位居后方，一边继续通灵着忍兽，一边随机策应。修罗道佩恩是个壮汉，身形魁梧，攻击力非常可观，而且本身还是被全改造的一件人形兵器，浑身上下全是兵器，头上的激光发射器，手臂上的大量导弹，躯干内的锯齿等等，几乎全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能充当武器。而且在轮回眼的加持下，还能施展出超乎人类极限的体术，杀伤力惊人，哪怕徒手都能轻而易举地捏碎人骨。再加上那些热武器攻击，对于体型巨大的通灵兽更是效果杰出，几乎必中。因此哪怕有着霸体护身，面对修罗道佩恩加入后，月饼这边也越打越吃力。毕竟霸体的持续时间有限，而且也并非绝对的无敌，起码月饼的查克拉也不是无限的。同时恶鬼道佩恩也冲到了夏目分身面前。身为恶鬼，名副其实，他的能力就是吸收各种忍术与查克拉，无论是形态变化还是性质变化的查克拉忍术，他都能自如吸收。在长门看来，正好用来对付夏目的分身，以克制他那些威力大的离谱的各种忍术。而夏目的分身从一开始就知道着本体的目的，因此也很是配合的对着恶鬼道释放着忍术攻击，任由对方吸收，仿佛是被对方缠住了一般。看样子你的分身和通灵兽都被拖住了，怎么还不出手吗？见状，大蛇丸故意讥讽一声，以刺激着夏目。毕竟以他的立场来说，他巴不得夏目和佩恩打得越激烈呢，他们打得越凶，对自己就越有利。一来可以让大蛇丸清晰地目睹两人的能力和底牌，分析他们的实力；二来若是真能打死其中一方，亦或是两败俱伤，也更方便他渔翁得利嘛。不急，再跟他耍耍。夏目抿了一口橙汁，继续游刃有余道。不过就在此刻，夏目本体身后地面突然变软，并迅速波动着，接着一道身影便从中陡然跃出，直取夏目本体。毫无疑问，这便是刚刚消失的人间道佩恩。很显然，他一路前行而来，就是认准了夏目本体，准备一击必杀。此刻面对身后的突袭，夏目依旧坐在椅子上，巍峨不动，游刃有余，任由人间道佩恩突进过来，并将手按在了自己头上。而人间道佩恩的能力就是和灵魂有关，不但可以通过肢体接触读取他人的记忆，更能通过接触瞬间抽走对方的灵魂。一旦灵魂被抽出，对方必然马上死亡，而抽取灵魂的速度与目标的查克拉强弱有关，只要对方的查克拉没有长门本身强，基本都会被很快抽走。你的灵魂我收下了。人间道佩恩嘴角一扬，轻呼一声，自以为终于得手了。
并立即发动能力，准备抽出这个小鬼的灵魂。可下一刻，他却面色巨变，心中一震，自己居然抽不动这个小鬼的灵魂，是自己的能力失效了？不是的，是这个小鬼的查克拉太庞大了，死死地护住了他的灵魂，把灵魂变得宛如一座山峰般稳重，任由自己如何抽取都纹丝不动。这不可能！对此，夏目自然早有预料，正是因为知晓着人间道佩恩的能力和攻击方式，他才敢于继续稳坐在此。不然，不等这具佩恩靠近自己，对方就已经被自己大卸八块，剁成肉糜了。至于这人间道的抽灵魂能力，对上一般忍者，确实异常恐怖，防不胜防。只可惜对自己无用。笑话！哪怕分出了一半查克拉，夏目的本体内依旧有着将近1000卡，这堪比尾兽级别的庞大查克拉，又岂是那么好抽离的？哪怕放着不动，人间道佩恩抽上1个小时，怕是也抽不出来一半。更何况夏目的本体还是完美的仙人体，对查克拉的增幅，对灵魂的包容性堪称忍界极致。区一个人间道就想将仙人的灵魂抽出来，做梦呢！行了，别白费劲了，试探了这么久，也该结束了。夏目喝下最后一口橙汁，悠然起身。下一刻，他身后的人间道佩恩只感觉面前一晃，接着那名宇智波小鬼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并用手按在了他的背上。八门遁甲第5度门，刹那5阶32倍增益，寸劲开天。一瞬间，一股巨力汹涌爆发，砰！巨力瞬间贯穿人间道佩恩，将其打成了无数碎片，甚至光是逸散的余烬，就卷起大片飓风，冲出了数十米远，将前方更离出了一大片扇形沟壑。结合的还是不够好，不好控制力道，这样想要再把雷遁也融合进去，只会更麻烦了。夏目喃喃一声，并揉了揉自己的右手，将脱臼的手腕矫正了回来。事实上，从获得了仙人体体魄大幅增强之后，夏目就开始悄悄练习起了八门遁甲，直到现在也已经能勉强同时开启刹那和八门遁甲了。刚刚也只是小试牛刀而已，果不其然，威力也大得离谱，两叠加下，几乎堪比开启第7门的速度与力量了。那么近的距离都能瞬间突破阴障，爆发出骇人巨力，就是还不太好控制，有些费手。同样的，夏目本体的瞬间爆发，也将观战中的其余佩恩和大蛇丸都吓了一跳。如此急速爆发，甚至超出了他们视野的动态捕捉极限。这小鬼哪来的这般体术实力？真要是换个位置，除了天道能靠神罗天征勉强防御一下以外，其他佩恩怕是都得被秒杀吧。同时，一击解决掉人间道佩恩后，夏目本体再次出击，趁着刹那和八门遁甲带来的恐怖增幅，直接屈指一弹，他腰间的坤羽神刀便出鞘射出，化成了一道红光，瞬间射过100米。5倍音速，锥形逐月，快得离谱。不等那恶鬼道佩恩反应过来，就笔直的击中了对方，将其穿透，并轻而易举地钉在了远处的墙上。很显然，能吸收各种忍术，恶鬼道佩恩并不能吸收食物，更何况还是这样一把锋利的神器。同时，夏目分身也瞬间来到了恶鬼道佩恩身旁，抽出神刀，当场斩断了恶鬼道的颈脖，接着又冲向了远处正在和月饼他们交战中的修罗道佩恩。不过2个回合，就将修罗道一同肢解，斩成了一堆破铜烂铁。好强，这小鬼又强了一大截。看着夏目的爆发，大蛇丸也不由暗暗心惊着，一出手不过10来秒，就接连秒杀了3名佩恩，而且他估计还没用上全力吧。要知道，就是大蛇丸本身想要迅速击败这3名佩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小鬼实力确实越来越恐怖了啊！见此，月饼也立即从三叔铜锣的毛发里钻了出来，并大声嚷嚷道：“臭小子，你总算出手了！我们打了这么久，就你在那看戏，俺三叔可是要生气了。说好的1年份的竹笋口粮，1天都不能少。”夏目解除了分身，收回了神刀，笑着应承道：“好，不会少的。自从开辟了海茂和云隐村达成了合作，还得到了日向家的数百年积蓄，自家村子现在也算是富得流油了。区2份口粮而已，还是付得起的。虽说以月饼三叔这魁梧的体格，可能吃的会有一点点多，但那都不叫事。毕竟人家刚刚也打得很卖力了，不但锤死了近10只通灵兽，而且自己身上也多了好几道伤痕。此刻性格憨直的三叔铜锣一听真的包饭后，也颇为开怀，但却不太会感谢，只得摸着后脑勺憨厚一笑，接着甚至又举起了大棒，准备继续去暴锤远处剩下的3名佩恩，以回报这1年份的伙食费。好了，停手吧，剩下那个你们打不过的。铜锣说，你也先回去休息吧。夏目挥了挥手，发动通灵术，将三叔铜锣先送了回去。毕竟剩下的那个天道佩恩的铜术非常克制普通的物理攻击，铜锣叔挥棒砸去，也只会瞬间弹飞，没必要再去受苦了。此刻3名佩恩的瞬间阵亡，确实给天道佩恩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当然，由于面瘫，他明面上看起来依旧毫无表情，并不在意的样子。很快，天道佩恩带着剩下的畜生道和地狱道从高处跳下，开始直面着夏目。怎么，还没打够吗？还要继续吗？我倒是不介意奉陪的。夏目眉头一挑，底气十足。天道佩恩也开口了：“宇智波的小鬼，你确实很强，不过不要以为这样你就赢了，真正的痛苦只会超乎你的想象。”下一刻，天道佩恩身旁，畜生道再次施展通灵术，又一次强行通灵出了7只忍兽，
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怎么，还准备拼数量吗？可以啊。夏目淡淡一笑，双手再次一拍，身旁瞬间就多了10道分身。天道配恩，分身之术吗？不过如此。夏目，对啊，就只是普通的分身而已。不过，你觉得这些分身用不用得了须佐能乎呢？天道配恩，夏目，猜不出来吗？那就我替你回答吧。话音刚落，下一刻，猩红色的查克拉透体而出，10具须佐能乎再次拔地而起，一起拱卫在夏目本体身旁。当然，为了不吓坏对面，夏目也是只让这些分身开启普通2阶段的须佐，并未施展10具完全体的须佐。来吧，继续吧。不过再战下去就得做好让整鱼影村变为废墟的准备哦。夏目狞笑一声，抱着双手催促道。若非年龄太小，他这完全就是一副大反派的样子了。同时间，眼看着对面那拔地而起的10具须佐，每一具都有20-30米高，且散发着骇人的气势，完全不输于这边的所有通灵兽。就连天道佩恩也不禁眼角一抽，心中骇然。这 TM 真的只有10岁，分身都能使用须佐能乎？要不要这么扯啊？和这小鬼一比，自己这边的宇智波斑杂感觉好拉胯啊，都没见他用过须佐能乎。若非这小鬼年龄太小，你说他才是真正的宇智波斑，长门都有可能相信。最终，掌门还是放弃了继续死战下去的念头。他很清楚，那个小鬼还没拿出全部实力，但对方现在已经表现出的战力就已经超越绝大部分小的成员了。尽管自己这边虽然也没有拿出全部实力，尤其是天道几乎没有出手过，但长门更清楚，这个宇智波的小鬼已经不是他能轻松碾死的了。再加上他们身处鱼影村腹地，再死战下去的话，整个鱼影村必然惨遭蹂躏，甚至因此灭亡也说不准。到那时，哪怕自己聚齐了尾兽，让世界感受到了痛苦，也没有足够人手来一统世界了呀！不划算，不划算。当然，身为神是不可能怂的，他仅仅只是为了脆弱的凡人考虑罢了，决定晚一点时间，换一个地方，再让这个小鬼感受真正的痛苦。很快，一番对峙后，双方都收起了杀意，或是说把杀意都藏了起来。佩恩这边遣回了所有通灵兽，并收敛了3具佩恩的尸身。夏目这边也散去了所有分身与须佐。接着，双方也很默契的握手言和，并换了一个地方，准备开始谈判。这也正常，既然都不准备死战，那就只有靠嘴皮子解决问题了。反正掌门并不相信这个宇智波的小鬼只是单纯想来加入小的，以这小鬼的实力，再加上手握着整个宇智波一族，根本就不逊色于小分毫。你说他是准备来吞并小的，都大有可能。当然，夏目并非是来吞并小的，尽管他确实很想吞并，不过考虑到掌门、带土、黑绝等人的阻扰，现阶段想要吞并小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他这次亲自造访鱼影村，主要目的也很明确：第一，连袭击木叶，借刀杀人，得手再给木叶狠狠来一下；第二，观察一下鱼影村的现状，借鉴一下这边的先进技术，毕竟这边连小型导弹都造出来了，可见其科技水平绝对不低；第三，尝试接触一下角都和谐等人，看看不能挥舞一下锄头，挖挖墙角；第四，顺便嘛也履行一下承诺，帮蛇一搞一搞白绝肉体，正好之后绘土金角银角时也用得上。事实上，夏目很清楚，从自己带领宇智波叛逃的那一刻开始，自家和木叶就再无和谈的可能了。哪怕有这机会，夏目也绝不会再去和木叶搞暧昧，去当木叶的舔狗了。尽管木叶这次和岩影村大战后元气受损，但其并未伤及根本，诸多重要人物都还活着。因此，一旦等木叶恢复元气，必然会再次着手针对岩影村，试图找机会覆灭宇智波一族。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主动出击。所以，一听小准备提前对木叶出手，狙杀火影，这么好的机会，夏目怎么能错过？自然需要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好好怂恿一下了。这也是夏目为何刚刚大战时一直保留实力的原因了。他就是要让掌门感觉到自己很厉害，但却并非不可战胜的那种，这样才便于合作。若是自己一开始就施展全力把长门秒杀了，那谁替自己去打木叶啊？谁替自己去硬抗3代元妃的尸鬼风镜，去抵挡八门铠的叶铠啊？哪怕不秒杀长门，一旦让掌门感觉到自己和外道魔像和石尾一样厉害，你猜他还会去打木叶吗？不联合木叶来一起对抗自己就不错了。这是忍界，是真实的世界，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会思考的，而非夏目前世的死板漫画人物。因此，夏目做出每个抉择之前都会三思而行，绝不会抱着那种自以为是、自诩无敌的想法而小觑任何一个对手的。没看强如6道斑爷都被黑绝直接掏心窝子了吗？夏目可不想自己也这般狼狈落幕呢。敌人的敌人即是利益上的朋友，尽管不能信任，但夏目和掌门起码现阶段的敌人都是木叶，因此谈判开始后也进行非常顺利。若是别的人跑过来说要和小一起对付木叶，掌门必然不会轻信。可既然是宇智波一族，那就没有问题了。宇智波一族和木叶不和，并判出木叶自立门户的事，忍界无人不知。就算是玩无间道，木叶也不可能玩得这么大。而且从一开始，掌门也打算过利用宇智波一族共同对付木叶。现在两方目的相同，自然一拍即合，狼狈为奸了起来。很快确定了合作后，为了表明诚意，
夏目这边还主动提供了木叶的布防图以及有关结界破碎等等重要消息，令掌门这边收获不菲。因此，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也为了避免木叶重新构建新的大结界，双方也迅速敲定了袭击时间，就定在2周后。当然，如何袭击的方式、具体细节等等都有待完善，毕竟双方的根本目的不同。夏目也不可能告诉掌门，自己就是想利用小去打击木叶，去拼掉木叶的高手。掌门更不可能告诉夏目，他除了想给木叶带去痛苦，想击杀3代火影以外，更想趁机抓捕九尾。尽管夏目早就知晓着掌门的真正目的了，就这样一场本该剑拔弩张的谈判，最后竟和和气气的达成了合作联盟，着实让周围明里旁听、暗里偷听着的人都心照不宣，并松了一口气。当然，除了大蛇丸以外，估计在场的所有人里，也就他最希望夏目能和佩恩等人拼个你死我活了。只可惜最终还是失望了。佩恩大人，我第一次来鱼隐村，还没好好参观过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风格也和其他国家迥乎不同，如何有时间领我逛一逛这座城市吗？夏目从谈判桌旁的椅子上跳下，对着天道佩恩邀请道。天道佩恩沉默了3秒，实在猜不出这个小鬼还有什么目的，但最终他还是颔首同意了。不然总不能放任这个实力害人的小鬼独自在城市里浪荡吧？鬼知道他会干出些什么大事来，还是由自己跟着好一些。起码有着神罗天征的天道并不害怕夏目的偷袭，更何况除了被打成碎渣的人间道以外，其余的修罗道和恶鬼道都已经在地狱道的能力下复原了，自己这边并不缺乏战力。小南，你跟着大蛇丸，我带这位去逛一逛。天道佩恩命令一声，接着就带着夏目离开了高塔。临走前，夏目也对着大蛇丸比了一个眼神，示意大蛇丸可以找机会去探寻白绝肉体的藏匿点了。一直以来，夏目都非常清楚，比起5个高高在上的大国，被夹杂在大国中间的小国才是最悲催的。就如同这鱼隐村一般，你弱小就会变成大国间交锋的战场，你强大就会引起大国的忌惮来覆灭你。天下乱战的时候，没人会管你的死活；天下太平的时候，没人想起你的存在。曾经，包括木叶在内的大国们在鱼隐村的土地上疯狂交战，冷酷的士兵、忍者如同强盗一般在民房内搜刮粮食、奸淫掳掠。在那场战斗中，木叶出了3位俊才，这3个人是英雄，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木叶的孩子们可以无忧快乐的去忍者学校上学，这3个人也是恶魔，他们在别人的家园内疯狂厮杀，让这个国家的孩子们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因此，忍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正义，有的不过是各自的立场和各自的利益罢了。弱小就是这么无能为力。夏目努力至今，也不过是想避免自家的岩隐村最后和鱼隐村一般悲惨罢了。当然，夏目也很佩服掌门，因为抛开其他方面的缺点不谈，单从治理村子上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从迷燕死亡到现在，也不过才短短8年时间，就将这样一座原本破破烂烂、满目狼藉的城市打理得有模有样，蒸蒸日上了，确实很有一套啊，都快赶得上自家的5年计划了。不过想来，这其中也少不了组织的其他工具人的努力吧。单凭掌门一人，就他那骨瘦如柴的状态，哪里撑得住啊？这也使得夏目愈发垂涎小组织里的这些人才了，他的大锄头也愈发饥渴难耐了。一路上，夏目并未和天道佩恩过多交流，尽管双方达成了合作，但双方都很清楚，这只是暂时的。一旦木叶覆灭，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后，他们这2方势力10有8九也会再次敌对。不过，夏目所展现出的实力确实让掌门很是顾虑，一路上也并未再对夏目趁机出手过。尽管夏目清晰地感觉到，佩恩6道的其余4道也一直尾随在2人后方，同时一下午的参观，也让夏目从另一个方面收获不浅。鱼隐村的技术水平确实远超忍界平均水平，建筑高楼的金属材料工程技术，遍布城市的电力供应系统技术，制造导弹的合成化工技术，再加上那随处可见电子显示屏广告，奔驰在街上和湖面上的发动机载具等等，都让夏目大开眼界。除了在微观集成和高端物理应用等方面上稍显稚嫩以外，其他部分的技术水平完全不逊色于夏目前世了。只能说忍界的科技术实在太歪了。不过这也正好，这些技术都是岩隐村目前所缺乏的。而夏目前世作为一名普通人，脑袋里除了装了几百集火影等动漫以及部分9年义务教育知识点以外，其他的都了解的有限，因此还是很有必要借鉴一下其他村子的技术。等回去之后，夏目就准备趁着组织的这一段蜜月期，多派几组交流团队来鱼隐村学技术，好好汲取一下营养，争取让自家村子也尽快发展起来。对于夏目的这个请求，掌门并未多虑，这他看来，这些民用技术都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让岩隐村偷学去了也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依旧还是绝对的实力。等抓起了尾兽，掌控了10尾之力后，即是自己的一统忍界，带来和平之日。区区一点民用技术不足道哉。夏目游逛了一个下午，依旧意犹未尽。当然，除了那些新奇精妙的技术以外，常年下雨，空气湿润的鱼隐村也非常养人，这里的小姐姐们也颇为水嫩，和雾隐村都得有的一拼了。一路看去，欣赏着这般艺术，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就这样流连忘返的夏目，当晚也很是配合地留宿在鱼隐村内。
由清冷的天使大人小南亲自安排住宿，晚上的小南也已经恢复了原样，而且心思细腻的他，这次还特意携带了好几十只锡纸纸鹤围绕在身旁周围，以便于在危险时将其包裹在身体外围。毕竟锡纸可比普通纸耐高温多了，而且还有着不吸油、极耐脏等等特点，看样子以后更没法轻易将它弄得湿漉漉、黏糊糊的了。可惜了呀！吃了晚饭后，夏目也回到了房间。没一会儿，房间门缝下一道薄如纸翼的身影便扭扭捏捏地钻了进来，并迅速化成了蛇翼的模样。两人对视一眼，皆心照不宣，并未开口，而是双手一握，开始靠着查克拉传递信息，无声沟通着。如何，找到了吗？没有。大蛇丸给出了回答。白天，夏目去游逛后，大蛇丸便趁机用蛇分身骗开了小南，开始去探寻着整个鱼影村。他几乎将整个鱼影村的地下都探索了一遍，结果依旧没有找到夏目所述中那个储存着大量白绝肉体的地下秘密基地，以至于他都怀疑着夏目这小鬼是不是在忽悠自己了。没找到吗？看来他们果然没把基地设在鱼影村内。问题不大，我还有方案二。夏目宽慰一声，松开了蛇姨的手，并从床上跳下，接着目光在房间内扫视一周，最后停在了右侧的墙壁上。下一刻，一掌挥出，笔直地打在了墙壁之上。轰！墙体破碎，烟尘弥漫，而夏目本人却已死死捏住了一道身影的脖子，将其提到了外面走廊上。怎么，偷窥好玩吗？啊！你被捏着脖子的白绝面色扭曲的痛苦道：“他是真没想到自己居然早就暴露了，还被这小鬼瞬间制服。只不过白绝更是不敢乱动，因为他无比确信，只要自己稍有异动，这个小鬼必然会将他轰成碎末。”这边突然爆发的异响也迅速引来了佩恩和小南，而一看现状以及白绝的模样，他们便猜出了大概，显然是白绝这个偷窥狂暴露了，这才被夏目瞬间擒拿。为此，小南只得道歉，并希望夏目可以放过白绝一回，毕竟白绝现在也是小的一员，真要是在这被杀了，并不利于双方之间的合作。最终，夏目还是给了这个面子。呸！恶心的东西，别让我再看到你！怒骂一声后，夏目便将白绝随手丢弃，并一脚踹飞。轰轰！被踢飞的白绝瞬间接连撞破三面墙壁，并狠狠地砸入了另一座高楼之中，扭曲着身形，气息羸弱，可见已经受伤不轻。接着，夏目这才收手，并跟着小南准备去另一间房屋内休息了。半分钟后，对面大楼的废墟内，白绝摇曳着身子站了起来，而天道佩恩也出现在了他身旁。好强的力道，好敏锐的小鬼，恐怕他一开始就发现我了。白绝笑眯眯地唏嘘道：“够了，在击溃木叶之前，不要再去窥视他了，给我安分一点。”天道佩恩冷声警告道：“明白。”白绝点头应承道，语气中也多了一丝幽怨。不过此刻的白绝并不知道，他的颈脖侧后方不知何时竟多了一道小小的飞雷神标记。次日一早，夏目和大蛇丸便一同离开了鱼影村。本来夏目还提议想见一见、认识一下小组织的其他成员，以便于趁机招募一下存钱罐等人，只可惜掌门以其他成员都在执行任务为由拒绝了。对此夏目也不强求，毕竟要不了多久，双方就要联合对木叶出手了。届时不怕招募不到角都等人，实在不行，到时候趁着大战将角都等人直接掳走也不是不行。方法总比困难多嘛。终于离开吗？长门，那个小鬼很危险。小南皱眉提醒道，他总感觉那个小鬼非常不正常，有着超远自身年龄的思维，而且看向自己的目光也充满了侵略性，一时的妥协罢了。等击溃木叶得到九尾之后，未来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身为神，我必会为世界带来和平。天道佩恩捏着双拳，信心满满的笃定道，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外道魔像和十尾的力量了，只要有股力量在，区区宇智波根本不在话下。不过就这时，戴着面具的带土和绝也从两人身后冒出。白绝，呀，那个小鬼真不简单啊，感觉比班小时候还要厉害啊。黑绝，闭嘴，不要说出来。听此，带土嘴角一抽，总感觉这两个家伙在内涵自己，但他还是收敛心绪，正色道，雾隐村的三尾应该也在那个小鬼手上，我们迟早还会和他对上。那小鬼的天赋出众，不能再拖久了，不然他便是最大的变数。很显然，带土依旧非常忌惮夏目，毕竟同样拥有万花筒写轮眼的他，自然知晓着这双诅咒之眼的强大。再让那个小鬼开发下去，鬼知道他能发挥出多强的战力。不过还好有一点，自己早就查过了，那个夏目小鬼是独生子，并没有兄弟姐妹，起码他就没法获得永恒万花筒写轮眼了。只要自己熬下去，那小鬼迟早会失明的。另一边，离开了鱼影村后，夏目和大蛇丸并未急着离去，而是在数十里外寻了个地方潜藏着。夏目的方案二很简单，就是准备通过昨夜自己悄悄留在白绝身上的飞雷神印记来探知白绝的动向，以寻到带土他们的秘密基地，找到那数万白绝大军，夺取白绝肉体。就这样，两人在原地整整潜伏了一天，直到深夜时分，夏目这才感觉到自己留在白绝身上的印记气息离开了鱼影村，一路向东北方向赶去。见此，夏目他俩也立即跟了上去。一天之后，北方铁之国境内山岳之牧场，班留下的秘密基地之一，
跟随着觉的移动，夏目二人也终于寻到了这个秘密地下基地的所在位置。当然，两人并未着急，又等了2日。当感知到觉再次离开了这座基地，去往其他地方后，夏目二人才悄悄地潜入了这个基地，以免暴露身份。毕竟，若是带土和觉发现自己的秘密基地和白绝大军暴露后，恐怕也会猛然暴怒，失去理智吧。到时候阻碍了小准备奇袭木叶的计划，可就不好了。这座基地有3层，第一层很普通，就和正常的地下溶洞没什么区别，主要用来交流和掩人耳目。第2层则藏有各种实验仪器，想来当初带土被班救下，并为其移植筑间细胞，就在这里进行的。同时，第2层深处还留有一个大房间，门口被设下了封印。夏目几乎可以确定，这个房间原本就是用来放置外道魔像的，只不过现在外道魔像应该正在掌门手上。第3层便是夏目他俩的目的地。果不其然，这里确实封存着密密麻麻的大批白绝肉体，粗略一数，至少也有3-4万具。此刻看见这大片白绝肉体后，大蛇丸也不禁猛然一震，呼吸急促了起来。夏目这小鬼果然没有骗自己，这里居然真的封存了这么多合适的肉体。哪怕没有细细检查，大蛇丸也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些白绝肉体上所拥有的浓郁生命气息以及强烈的细胞活力。毫无疑问，这些白绝绝对是移植了筑间细胞的，非常适合作为自己转生载体。看吧，没骗你吧？大蛇丸眼中闪烁着火热光芒，不住地惊叹道：“太棒了，太棒了！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别感叹了，多带几句，赶紧离走吧。一会等人家回来了，可就免不了一场大战了。夏目催促一声，很快，大蛇丸便卷了20多具白绝肉体，全部吞入了腹部，存储到了自己的忍术空间内。还别说，这种空间类忍术确实挺方便的，就是看起来恶心了一点，动不动就要用到嘴巴来吞东西，也忒不卫生了。载体到手，夏目两人并未停留，直接离开了这座地下基地，并朝着田之国的方向返回。不到1天时间，两人便分别回到了岩隐村和鱼隐村内，又开始忙碌着。大蛇丸这边得到合适的转生与绘图载体后，自然马不停蹄，兴奋无比地研究了起来。再加上禁术、绘图转生也有待完善，需要做的事可不少。毕竟夏目也希望能早点将金角银角这对送宝童子给绘图出来，以便于为自家岩隐村多添几件强大的6道忍具和2名伟人助力。如此一来，2周后自己也好更加放心去的突袭木叶嘛。当然，现目前最紧要的还是听说雾隐村的使者早已经到岩隐村了，也不知道赵美明在不在其中。身为少族长，让人家等了这么久，怪不好意思的，也该先去好好招待一下了。当夏目回到村里时，已经是下午时分了，可还没进村呢，就感觉到自家村子外南侧那边准备规划修建成训练场的区域，正传来2股激荡的查克拉气息，似乎正在爆发战斗。村子被入侵了！夏目一惊，二话不说，实力全开，瞬间就开启了完全踢须佐能乎。数百米高的宏伟须佐振翅一飞，卷起凶猛飓风冲天起，直扑南侧。不过短短2-3秒时间，便越过了上千米的距离，狠狠地砸落在村子南侧那座还未建成的训练场内。轰！宛如山岳般的魔神重重落地，掀起了大片烟尘。光是须佐散发出的恐怖查克拉威压，就令周围的众人倍感压力，呼吸艰难。尤其是身处在训练场中心的再不斩了，更是被吓得菊花一紧，头皮一麻。他身为雾隐村的使者，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联络一下2家村子间的感情，并刺探一下岩隐村的虚实。结果来了这边大半周，依旧没有见到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于是乎就手痒痒的准备找其他宇智波忍者练练手，交流一下，以此评估一下岩隐村的综合实力。结果才刚刚开始，才和那位名叫宇智波月姬的女忍者比试了2招，人家就开着这么大一具魔神降临了，手上还拿着300米长的锋利太刀，杀气腾腾。这是啥意思啊？这么大阵仗，恐吓助威还是杀鸡儆猴啊？我认输，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再不斩面色僵硬的收起了自己的大刀，头皮发麻的看向了夏目。亏自己夜以继日的锻炼了这么久，就是想拉近一点和这小鬼的实力差距。现在看来，别说拉近了，这怕是又拉开了一个东非大裂谷的差距啊！在这近500米高的庞大魔神下，再不斩只感觉自己比一只蚂蚁还要卑微，这也太伤人了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比起被吓麻了的再不斩，看见自家少族长回来后，日耀等人纷纷一喜。虽说他们也在完全体须佐能乎的威压下倍感压力，但起码比再不斩从容多了。而且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少族长开完全体须佐了，就是有些疑惑，少族长为何突然开大？这是准备对再不斩等雾隐使者出手了吗？不过也没必要开完全体须佐吧。杀鸡焉用牛刀？当看清了是再不斩等人后，夏目也明白是自己激动了，并非是村子遭到了袭击。毕竟再不斩这个倒霉玩意虽然运气不好，但应该还不至于蠢到敢和岩隐村作对。夏目散去了须佐能乎，落回地上，并一脸和善地迎了上去。哟，这不是雾隐村再不斩大哥吗？你终于来了，欢迎欢迎啊！不好意思，前几日不在，让你久等了。夏目的热情让再不斩一愣，并微微受宠若惊了起来。原来这小鬼还是很欢迎自己的。对了，你的钱以及雾隐村的酬金都带来了吗？再不斩，好家伙，自己收回刚刚的误判，这小鬼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的贪财重利，
毫不掩饰。再不斩在心中疯狂吐槽着，但明面上还是很客气的回应着：“都带来了，已经交割给贵村了。”一听特产都带来了，夏目也笑得更和善了。人来玩就对了，这些特产不重要。对了，你们这次来了几个人啊？不多，就5人。那赵美明小姐来了吗？没，她应该会在下一批来访问的使者中。哦，这样啊。夏目随口一声，语气一下子就冷淡了起来，看得再不斩愣一愣的。好家伙，要不要这么直接啊？你那满脸失望的神色是什么意思？好歹老子当初可是和你一起推翻的雾隐村上代政权的，也算是半个战友了吧？结果还比不过一个就陪了你一晚上的赵美明，小小年纪就这般重色忘义。一丝莫名的酸楚从再不斩心中涌出。夏目转头看向了月姬，月姬姐，你们这是？这位陶地再不斩先生想和我们交流一下忍术，我们正在切磋。月姬平淡的回应道。不过才成为伟人助力的他，由于实力暴涨，也非常渴望能多多实战一下，这才答应了再不斩那边的提议。原来如此，行吧，日耀、月姬，你们好好陪再不斩大哥练一练吧。再不斩大哥，你也不要客气，拿出全力来，替我好好教育一下他们。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眼瞅着赵美明并未到来，索然无味的夏目也懒得继续客气了，随意叮嘱了2声后，便休然离去。只不过这份随口叮嘱，在再不斩听来却是充满了威胁意味。再不斩 ，Sigma， 尽个屁的全力啊！你都恐吓得这么明显了，我敢认真打个屁啊！真要是赢了，怕不是就得永远葬身在这岩隐村内了。他可不想太早死在这里呢。最后一场比试下来，再不斩果然还是惨败了。当然，一开始他确实打算放水的，只可惜到后半场，哪怕实力尽出，他依旧败给了月姬。没办啊，拥有了尾兽查克拉后，月姬的综合实力早已稳稳地跨入了影级。虽说无法像完美人助力那般指使如臂地操控尾兽查克拉，但哪怕仅用大量的尾兽查克拉强化体术和忍术，依旧能获得远超平常忍者的力量。更何况还是专精体术，甚至连云隐秘术、雷顿查克拉模式都已掌握的月姬，更是实力提升的夸张。反观再不斩这边，虽然靠着高强度的修炼，比起之前却有少许提升，奈何实力依旧处在精英上忍的水准，又岂会的月姬的对手？一场比试下来，不但被揍得鼻青脸肿，甚至连手上的大刀就被击断，可谓是一败涂地。啧，月姬姐变得好强了呀，这就是尾兽的力量吗？一旁观战的银也忍不住的羡慕道。日耀，任何强大的力量都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好好提升自己吧。银，我知道，我只是在唏嘘，没想到上一次我们4人联手都难以力敌的雾隐鬼人，现在却被月姬姐一人暴揍。如此看来，这雾隐鬼人也不咋样嘛。日耀，别瞎想了，你比不过人家的。银，为什么啊？人家哪怕输比赛，依旧赢了人生，而你输了就什么都没有。日耀指了指那边，此刻果然正见，一身长裙的白正蹲在地上，满眼柔情，小心翼翼地替再不斩包扎着伤口。银，日耀哥，这狗粮吃得好苦啊！银用上了从少族长那学来的新词，心中酸楚的感慨道：“苦就少吃2口吧。”日耀哥，你爸妈还准备生个妹妹什么的吗？我想，滚！距离夏目从鱼隐村回来已经过去1周多了。这1周内，大蛇丸几乎一门心思的扑在了研究白绝肉体绘图转生上。现目前已经基本吃透了白绝肉体，将其用来作为绘图转生这祭品，确实非常合适，远比普通忍者的躯体要好太多了。毕竟这白绝体内都或多或少蕴含着部分柱间细胞，活性很高，质量上乘。而除了祭品肉体质量以外，施术者自身的水准、这个禁术的完善程度、被转生者自身的意愿等等，都会影响最终绘图出来的人偶综合实力。而现在，尽管大蛇丸未能将绘图转生完善到极致，仅在2代火影飞剑的发明基础上做了一个升级，但也比一开始的基础版要强大不少了。短时间内够用了。此刻，阴忍村以北，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大蛇丸也正在为这次绘图转生做着最后的准备。媒介：金角银角的骸骨，祭品：2具白绝肉体，皱纹：刻有皱纹的繁杂图案，符篆：带有符篆的苦无，可用于压制绘图人偶。此刻都已准备妥当。大蛇丸，那个带有符篆的苦无就不必放了，那东西应该会压制被转生者的意识和实力吧？夏目挥了挥手，对着大蛇丸说道：“若是不放置这个，我可没法完全控制的被转生后的这2人哦。”大蛇丸眯着眼，如实提醒道：“毕竟他对金角银角的实力并不熟悉，但传闻中光是他们杀害了发明这个禁术的2代目火影飞剑这一条，就足以令人忌惮了。若是可以，他自然想更为保险一点。不必了，区2个送宝童子罢了，无需顾虑。”夏目信心满满的回应道：“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别说2名实力不全的金角和银角了，就是他们全盛时期，也不过2个渣渣罢了，根本无需顾虑。”好，那就这样吧。大蛇丸不再废话，同意了夏目的决定。反正真出了什么意外，他也能迅速溜之大吉，就让夏目这小鬼头疼去吧。绘图转生之术，大蛇丸结印施术，终于发动了这个禁忌之术。下一刻，2团灵魂从净土内被强行召唤到现实绘图，并迅速融入祭品肉体内，再由大片尘土覆盖，随之化为了被转生者的模样。同时，大蛇丸也遵循了夏目的意思，并未将带有符篆的苦无放入2人脑中，以放弃压制意识所得的绝对控制权，
而让两人尽可能的发挥出身前的实力。尽管这个还不算完善的绘图转生，势必无法完全还原被转生者的实力。片刻间，被绘图出来的金角和银角便已稳定了状态，恢复了意识。金角，我们这是复活了？看着自己，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银角一脸懵逼。不是真正的复活，这不是我们的身体，那这是绘土之躯，是二代目火影那个家伙发明的禁术，真是丢人！我们竟然中了手下败将二代火影的术啊！金角银角碎骂一声，也很快认出了这个禁术，并心中极度不爽着，被自己杀了的人所发明的忍术给拘灵回现实，确实让人很难接受。另一边，眼瞅着绘土成功，夏目和大蛇丸也纷纷一喜。金角、银角施展全力去攻击面前的这个小鬼。大蛇丸捏着手印，暗中传声命令道：“虽说没有用符篆压制两人的意识，但作为施术者，他依旧可以很大程度上控制两人的行为，命他们去攻击、去战斗。而这也是大蛇丸和夏目先就商量好的，只有逼出金角和银角的实力，才能让他们动用6道忍具，并趁机抢夺。至于这金角和银角能不能击败夏目这小鬼，大蛇丸想都没想过。以这小鬼的实力，恐怕也只有忍者之神千手柱间那种级别的忍者方能击败吧。这金角银角还差远了。接到大蛇丸的命令后，金角银角也感觉到了一股来自灵魂的强大束缚力，正在迫使他们听令行事。这样的命令吗？哼，让我们去对付区区一个小鬼，那个施术者怎么回事？没办法，只有动手了。银角，行吧，那就动手吧。先杀了这个小鬼，再想办法解除这个禁术。好，金角和银角对视一眼，默契地做出了决定。尽管他俩并不想对施术者唯命是从，但现阶段也只得暂时屈服一下了。下一刻，金角大嘴一张，将七星剑、芭蕉扇等6道忍具从自己嘴里吐了出来。很显然，这家伙在生前就将这些忍具都储存在了自己体内的空间忍术位囊中，以至于他俩身死后，云隐村也未能回收这4件6道忍具。拿出6道忍具后，金角和银角立即出击。吃我芭蕉扇！金角猛然挥动芭蕉扇，这把6道忍具可以一次性轻松释放火水雷风土5大查克拉性质变化的攻击，而且不需要结印即可发动，速度快，威力大，非常实用。下一刻，大片火属性的查克拉从芭蕉扇内呼啸而出，化为了一大条火龙，直扑夏目。在我面前玩火遁吗？有趣！火遁，好火龙之术！夏目结印施术，瞬间，一条比芭蕉扇释放的火龙还要大上3、4倍的赤色火龙也从夏目口中呼啸喷出，张牙舞爪，直接一口咬住了对方的火龙，将其轻松吞噬，凶猛无比，势不可挡。怎么会？这是火遁，竟比芭蕉扇还要强！金角一惊，大骇道：“他还是第一次见有人的忍术能胜过芭蕉扇的，这小鬼什么来头？”来不及迟疑了，金角连忙向右翻滚，并靠着晃金绳的附加防御力，勉强躲避了这条巨大火龙。可下一瞬间，不等他站稳身形，眼前一晃，便只见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前。寸劲，开瓢！金角还未反应过来，胸前传来的一股洪荒巨力就以瞬间将其击碎，直接打成了无数尘土，飘散飞去。而他手中的芭蕉扇、晃金绳也顺势落入了夏目手中。金角，左侧的银角嘶吼一声，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呢，金角就被打成了碎末，这也太猛了吧！当年的3代雷影大人都没这么恐怖吧？这就是6道忍具吗？却有几分奥妙。夏目摸了摸手中的晃金绳，又挥了挥芭蕉扇，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忍具中都蕴含着深奥咒文，能够轻易改变查克拉的性质，施展固有能力。说白，这些6道忍具和普通忍具的原理类似，基本都是将忍术的力量封存在武器之中，使得武器获得特殊能力罢了。只不过6道忍具更加优越，威力更大罢了。不过也就那样吧，想靠几把武器就无敌于忍界，本就是无稽之谈。武器再好，也得看使用者的水平。就好像那被誉为最强神道天剑的天爪之矛，在某位徒子哥手上，还不是被用成了碎冰冰。因此，夏目也从未想过，仅靠着几把6道忍戒就能呼风唤雨，称霸忍界了。之所以夺取这几件忍戒，不过是想为村子增加点战力，多留一道保险罢了。混蛋，你居然把金角！银角怒笑一声，握着手中的七星剑，奋力朝着夏目砍去。夏目侧身，轻描淡写的躲过了这一记劈砍，接着左手随意一拳，轻松击溃银角，直接将其半个绘土之躯打得粉碎。同时，也顺手取走了银角身上的2件6道忍具，即七星剑和红葫芦。就这样，开战不过10秒时间，金角银角的4把6道忍具便全部落入了夏目之手。看得远处的大蛇丸都为之啧啧称奇。也不能说金角银角太废，哪怕无法发挥出生前的全部实力，两人现在也有着普通影级的水准。只可惜挑错了对手，遇上了夏目这个大挂壁。4件宝具到手后，夏目随手便将其都封印回了卷轴内，并再次看向了前方。尽管这一对送宝童子已经赠送了4件6道忍具，但两人体内还存着另一股宝贵的9尾查克拉。本着节俭的原则，夏目当然不会浪费，必然得全部榨干。此刻金角银角2人都是绘土之躯，除非用封印术或是将其打成灰烬，不然很快都会恢复。果不其然，没一块被轰碎的金角银角便再次聚合起了绘土，恢复如初。好厉害的禁术，我们居然复原了！当初2代目火影那家伙最后怎么没用这忍术？银角，
现在可不是唏嘘的时候。这个小鬼太厉害了，只能用那个了。金角面色凝重，狠心决定道：“啊，在这里吗？九尾的查克拉可不好控制。”银角露出了一丝顾虑，显然他并不喜欢化身成为半尾兽，那种随时都可能被尾兽查克拉吞噬意志的感觉并不好受。没时间犹豫了，快！金角大喝一声，迅速动手，开始释放出了体内的九尾之力。在他看来，失去了6道忍具的己方，也只有依靠九尾之力了，不然绝不是这个小鬼的对手。不过片刻，2大股鲜红狂暴的查克拉从金角银角体内涌出，两人一上来就毫无保留地释放了所有九尾查克拉，直接跨过了借用尾兽查克拉模式，突变成了半尾兽化模式，浑身都被暗红色的尾兽外衣所覆盖，并显露出了6条尾巴，张牙舞爪，很是凶恶。在这磅礴的尾兽查克拉压迫下，若是普通忍者，恐怕也早已失去战意了吧。啧，气势不错啊！两人都能一次性显化6条尾巴吗？不过只是吞噬了九尾的部分血肉，感觉就比半尾兽化的3尾史苍还要强大。只能说不愧是九尾啊，或是说6道仙人那老家伙着实偏心啊。夏目在心中吐槽着。不过对于己方来说，金角银角身上的九尾查克拉自然越多越好，反正一会就是自己的了，夏目可不会嫌多。至于此刻半尾兽化的金角银角，看起来很凶，似乎实力很强，那都不叫事。别说是2只冒牌货了，就是九尾本体在这，夏目都能一巴掌给他抽哭。下一瞬间，不等金角和银角发威，夏目也睁开了自己的万花筒写轮眼。呼，2只猩红色须佐大手呼啸伸出，瞬间就一把捏住了远处的2只半尾兽。而且这次的须佐也非是初始阶段的骨架，是富有血肉、穿着外衣的第2形态。显然，随着瞳力的增长，再加上对永恒万花筒写轮眼的愈发熟悉，夏目对于须佐能呼的使用也愈发娴熟。好，被须佐巨手抓住后，半尾兽化的金角银角也疯狂挣扎着，怒笑着。汹涌的九尾查克拉肆意扩散，6条尾巴不断地抽击着地面和须佐大手，每一击都势若千钧，能把普通忍者轻易砸成肉饼。只可惜如此距离，依旧无法击穿这双须佐大手，甚至两人还用上了利爪、利牙，开始疯狂的撕咬抓击着须佐大手，奈何依旧无用，至多勉强撕破一点须佐的外衣皮，而且还是片刻间就能恢复的那种，根本无痛无痒。别挣扎了，就等着你们激活九尾查克拉呢，这样也方便我抽离九尾查克拉。夏目挥了挥右手，须佐巨手一动，将半尾兽化的银角如同捏鸡仔一般轻松送到了面前，二话不说开始了抽离。契约封印，4项封印，接下来的过程就很顺利了。在绝对实力的压制下，金角银角根本翻不起任何风浪。很快，夏目就分别将两人体内的九尾查克拉都抽离了出来，并封印在了卷轴之内。完全榨干了金角银角这对送宝童子后，夏目也心情大悦，很是和蔼地收回了须佐，将面色惨白的两人放了下来。两位，谢谢配合。这6道忍具和九尾查克拉被你们带入棺材，也是一种浪费，我就大方的替你们收下了。不用谢，我就是喜欢乐于助人。此刻听着这刺耳的感激声，看着面前小鬼的得意之色，金角和银角也攥紧了拳头，咬牙切齿着，恨不得一拳揍飞这个小鬼。除了战国末年忍者之神和忍界修罗两人压得不敢冒头以外，其他时期他俩何时受过这样的气？当初就连九尾也奈何不了他俩，而现在竟被这样一名小鬼手拿把捏，百般羞辱，实在可气啊！金角，我不甘心。万花筒写轮眼，宇智波一族，须佐能乎，就和当年的宇智波斑一样啊！银角，我们拜得不冤。夏目再次挥手打断了两人交谈，并画出2条查克拉长绳捆住了两人。行了，别废话了，尽管你们用处不大了，不过请放心，也不会急着将两位送回净土的。大蛇丸，这俩人身具部分6道血统，还知晓不少云隐村曾经的机密，应该对你有用，就交给你了。顺便还能利用他们继续完善一下绘图转生，如何？夏目转头对着大蛇丸问道。6道忍具和九尾查克拉都已入手后，这金角银角对自己已经没啥价值，倒不如交给大蛇丸继续压榨呢。非常乐意。大蛇丸舔了舔嘴唇，一脸兴奋地看向了金角银角。虽说没能得到渴望的6道忍具和九尾查克拉，但能收获2具绘图之躯来做研究，也是一件妙事啊。更何况还是2名云隐村的元老级忍者。同时，金角和银角也看向了远处的大蛇丸，看着对方那妖娆的身段，那长长的蛇形舌头，皆不由心中一寒，头皮发麻。叮！恭喜你获得了1880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188000000价值点兑换为1880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1880金币，目前余额2180金币。夏目清点了一下数额，将这笔现金的价值点都兑换成了金币。这次的1880万两都是再不斩带来的，其中有1380万两是再不斩本人的积蓄，也是他没日没夜干了这么多年，杀了那么多人所积攒下的所有财富了。本来他当初是准备多攒点钱，好招募一些忍者，随他反攻雾隐村，推翻4代目水影史苍的残暴统治。而现在雾隐村已经革新，他自然也用不到这么大一笔钱了。根据当初和夏目的交易承诺，这才主动将钱都送了过来。信守承诺，有钱他真送，可见这个硬汉子是真的能出，确实让夏目都小小感动了一把。至于剩下的500万两，则是雾隐村分期支付的酬金。上一次的雾隐政变中，
夏目一共救下了65名雾隐忍者的性命，雾隐自然得支付足够酬金。可由于雾隐村的战略金库早就被歹徒控制着史仓、中饱私囊贪光了，确实拿不出多少了，因此雾隐村才只支付3000万两，并承诺剩余的7000多万两分4年依次付清，而这500万两即是第一批分期还款。可见雾隐村最近也过得不容易啊。说实话，本着善良的心意，夏目都在考虑要不要允许雾隐村肉偿了，当然是正经的那种，即加强一下两村间的来往，多让自家的忍者和雾隐的女忍者通通婚什么的了。毕竟雾隐村在这几年暴政下来，村子里确实极度阴盛阳衰，男女比例失调。不过夏目也并不着急，这种事也急不得，慢慢来即可，免得有人诽谤自己，称自己不怀好意呢。接下来再不斩等人会作为使者，在岩隐村免费当苦力。嗨，是在岩隐村做客3个月，直到换成下一批雾隐村使者来接替他们。夏目倒是很想早点将再不斩一脚踹回去，将某位技术超棒的赵美明小姐换过来，但考虑了一下再不斩的免费劳工价，还是决定先缓缓。而且接下来自己这边也得忙起来了，估计也没时间享受生活。毕竟距离和小约定的一起突袭木叶的既定日期也不足3天了，时间紧迫。另一边，夏目的伪人助力计划也稍稍搁浅了。亲手封印了部分九尾查克拉后，夏目也清晰感觉到了九尾的查克拉远比8尾的更为狂暴许多，更加难以控制，而且还极易侵蚀忍者心智。因此本来还打算早点让日耀他们也成为伪人助力的，夏目也只得先暂停了这个计划，准备等两人实力再提升一截，全面迈入上忍水准后，再为他们封印九尾查克拉。至于从金角银角那夺来的4件6道忍具，夏目也都分散了下去，交由亲卫队的月姬几人使用，并细腻地告知了他们每件忍具的使用方法和能力特点。只不过除了拥有8尾查克拉的月姬可以正常使用外，其余人都难以连续使用6道忍具，毕竟这些6道忍具使用时会大量吸收使用者的查克拉，查克拉不够的忍者连续强行使用的话，只会作茧自缚，将自己抽成人干，因此最多只能当成底牌，出其不意的勉强用上1-2次。想要完整的发挥出这几件6道忍具的能力，还是只等日耀他们封印了尾兽查克拉后。至于夏目本人，对他来说，这些花里胡哨的6道忍具还没自己的血轮眼、仙人体好使呢。更何况单论武器的话，他可不觉得自己的昆羽神刀会比这些6道忍具要弱。接下来的几日，夏目也并未再浪了，而是好好熟悉一遍自身的能力，为接下来的大战养精蓄锐着。很快3日一过，小月边也通过大蛇丸传来了信息，约定次日在木叶西北方向外的50里处先行集合。这次出发，夏目并未带任何人，甚至除了最亲近的月姬、日耀等人以外，其余族人都不知道夏目去哪了，只知道少族长有事要离开几日。对此，族人们一点也见怪不怪了，毕竟少族长每出去，总能带回来大把银两，让村子越过越好，这可是大好事啊，可比曾经那位唯唯诺诺的傅月前大族长给力多了。而这一次，夏目很清楚，有长门亲自出手，在集结着大批小组织成员，这场对木叶发动的突袭大战必定会异常惨烈，凶险万分。只有自己一人还好，进可攻，退可逃，万一真有难以力敌的异变发生，自己也能靠飞雷神之术瞬间撤离。可要是带多人了，反而会难以首尾兼顾，还不如自己孑然一身，独自攻伐呢。约定之日的前一晚，夏目便找到了大蛇丸，一同出发了。对于村子里的安全问题，夏目也已留下了充足准备，并在离开前又和傅月与又谈了一次。这一次不同在木叶了，整个宇智波一族都在岩隐村内，全佐助等等也在这里。真要是村子遭受袭击了，傅月和又两人也必然会出手的，再加上月姬和3尾，整整4位影级战力足以应对任何危机了。实在不行，某只还在温泉里泡着的月饼也会再使用逆通灵之术将夏目召回去。总之已无后顾之忧了。而这一次定要给木叶来一波狠的。此刻木叶疗养院内，某位3代目火影元飞日斩正躺在病床上，一边吃着水果，一边翻阅着禁术卷轴。病床旁一脸愁容的元飞阿斯玛也正在为元飞包着水果。阿斯玛，还是没有希日红的消息吗？元飞开口问道。身为父亲，他又岂会感觉不到阿斯玛的忧虑？自从上次大战昔日红失踪后，阿斯玛便一直郁郁不欢，萎靡不振，很显然是在挂念着他那位青梅竹马呢。没有，根据岩隐村那边传回来的战报，他应该已经阵亡了吧？阿斯玛无奈一声，很是落寞。昔日红若是被岩隐村俘虏的话，自己也早就通过运作将其赎回来了。可直到现在，岩隐那边的俘虏名单中都没有昔日红的消息，显然他10有8九已经遇害了。唉，元飞惋叹一声，虽为火影，可元飞日斩他也无法逆转死亡。那昔日红倒是一个好姑娘，天赋也不错，自己还曾指导过她修炼幻术，就这样陨落在岩隐村内了，着实可惜了呀。不过既然是战争，死人也是在所难免，换个方向来看也还好，自己已经有长孙木叶丸了，倒是不急着催婚阿斯玛了。等过几年，让时间磨平了他这份伤痛后，便可再为他挑个好姑娘了。阿斯玛，节哀顺变吧，也怪我执意发起了这场战争。阿斯玛摇了摇头，攥着拳头回应道：不怪您，父亲您也是为了村子。若非这场大战我们胜利了，要是让岩隐村打进了木叶，届时只会伤亡更大。
红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显然，阿斯玛也赞同着这场战争，只是一时间难以从痛失青梅竹马的悲痛中走出来而已。袁飞日斩拍了拍阿斯玛的肩膀，再次安慰着，并让阿斯玛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舒缓一下身心。至于袁飞本人，除了失去的半只左手难以复原之外，他的伤势也基本痊愈了。之所以继续待在疗养院里，也不过是方便隐藏幕后，暗中操控罢了，和当年4代目继位后也差不了多少。咻！阿斯玛刚走，另一道戴着暗部面具的身影便窜入了房间，来到了袁飞身旁。那个女忍者的牺牲对二弟的打击不小啊！袁飞心之助暗暗唏嘘一声，哪怕身为大哥，在这种儿女情长的事上，他也不好安慰阿斯玛。没事，时间会磨平一切的，相信他会振作起来的。袁飞摆了摆手，回应道：经历了好几次忍界大战，对于生离死别，他也感触颇深。不过比起这些小事，半个多月前日向一族发生的惊变更令袁飞焦头烂额。一夜之间，数百名日向分家的忍者集体叛逃，这在整个木叶的历史上都闻所未闻了。嗨，除了之前叛逃的宇智波一族以外，日向一族那边现在情况如何？袁飞问道。很糟糕，宗家将剩下的所有分家忍者都召回去了，全部禁令在家中。我们已经无法再利用白眼协助村子外围监控了。袁飞日斩禁足了剩下的所有分家忍者。为什么？袁飞心之助，传闻说是那些叛逃的日向分家忍者有办法解除日向一族的龙中鸟咒印，为了安定人心，避免再有叛逃者，日向宗家这才禁足了剩余所有分家忍者。一旦发现有人私自离开，便会立即发动咒印抹杀分家忍者。袁飞日斩一惊，能解除龙中鸟咒印的方法？这怎么可能？日向一族的龙中鸟咒印可不简单，当年就连2代目飞间大人都未能破解，现如今怎么可能有破解之法？8成都是用于蛊惑人心的谣言罢了。只不过以日向日族的经验，应该不会被这般谣言给轻易唬住啊。莫非真有破解之法？分出点暗部人手，悄悄去调查一下，看看这个谣言是否属真，顺道也加强一下对日向家的监视。日向一族作为村子内的名门，更作为村子的中流砥柱，绝不许再有人叛逃了。袁飞严肃地下令道：先是宇智波一族叛逃，现在又是日向一族，再不遏制一下的话，整个木叶的忍者大族都要逃光了，那还得了啊！是。袁飞心之助领命道。对了，之前说袭击日向宗家的人是云隐村的忍者，现在查证了吗？已经基本查证了。根部那边潜伏在云隐村的探子回报，据闻云隐村在半月前新得了一双白眼，正在寻找合适的移植者。听此，袁飞日斩再次勃然大怒，果然是云隐的畜生干的！可恶！4年前就是那些畜生逼死了日向日茶，没想到现在又贼心不死，趁着我们与岩隐大战之后再次出手，实在畜生！袁飞破口大骂道，也恨不得现在就扑向云隐，让他们付出代价。火影大人，还请息怒，就算是云隐干的，我们村子也经不起第2场大战了。袁飞心之助连忙劝导着。唉，我知道，放心吧，我有分寸的，这笔账先记下，等日后定要让云隐偿还。袁飞深吸一口气，压下了怒意。他自然清楚，才和岩隐大战一场后，木叶虽然损失不大，但也几乎被榨干了，全靠岩隐的赔偿、自来也的资助以及大明国的援助，这才勉强挺过了这一关，已经无力再和云隐开战了。只怕云隐也是算准了这一点，才敢肆无忌惮地对日向一族发动突袭吧。村子的大结界还要多久才能修复？估计还得半个月左右，让他们加快速度。另外，注意加强防备，不能再给其他隐村入侵的机会了。好了，你也去忙吧。袁飞日斩点了点头，再次叮嘱道：遵命。袁飞心之助领命一声，正准备离开，只不过就在这时，砰的一声，疗养室的大门被人陡然撞开了，一道身影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吓得袁飞心之助连忙戒备，以为这是敌人闯进来了，结果定眼一看，才发现竟然是那位代理火影自来也大人。自来也，你连门都不敲了吗？袁飞板着脸没好气地训斥着，可此时的自来也完全没工夫理会这些细节，连忙大声道：出大事了，小组织要突袭木叶了。什么小？就是忍界地下交易市场中那个愈发出名的叛忍雇佣兵组织。哦，是他们啊。袁飞恍然，似乎在之前处理公文时也偶尔看到过与之相关的情报，只不过袁飞对其也不甚了解，毕竟身为火影要处理的政务太多了，哪有闲心去细腻的调查了解全世界的每一个雇佣兵组织啊？区区一个雇佣兵组织，何必如此惊慌？自来也，他们的首领有着轮回眼，就是被视为忍者始祖的6道仙人所拥有的神之眼。袁飞日斩零 Q。 袁飞日斩，怎么会？自来也，你哪来的消息？可靠吗？自来也是大蛇丸传给我的消息，而且我曾经也亲眼见过那双眼睛。袁飞日斩。几分钟前，身为代理火影的自来也正趴在办公室里，对着一张木叶地图鼓捣着，正考虑着新修的超大混浴池应该建在哪里，应该建多大。结果刚规划到一半，前方办公桌下一条小蛇突然跃起，朝着自来也扑咬而来。眼疾手快的自来也很轻松的就一把捏住了这条小蛇，并在其身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无比的查克拉气息。大蛇丸。下一刻，小蛇张嘴吐出了一卷卷轴，随后便奋力一甩，便挣脱了自来也的手掌，逃离了出去。自来也收起了玩闹之心，摸了摸后脑勺，有些搞不懂大蛇丸那家伙
为何突然联系上了自己，但基本可以确定这绝不是什么小事。自来也拉开卷轴，细细一看，下一刻也瞬间色变。卷轴内的消息很简洁，只说了就在今日，小组织将大举进攻木叶，其首领即是拥有轮回眼的佩恩。另外，大蛇丸他和宇智波夏目也会参与袭击，希望木叶能扛过这一劫。等到他日，好由大蛇丸他亲自来摧毁木叶。得到这份警告后，自来也一瞬间就猜出了，所谓的轮回眼很有可能和自己曾经的弟子长门有关。可不是说他们3人早就死了吗？怎么会和小扯上关系呢？算了，来不及考虑这些了，必须马上通知老头子。这要是真的话，村子恐怕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啊！自来也没有犹豫，立即赶去和元飞日长汇报着。事实上，大蛇丸对木叶确实还有存少许感情，但也仅有一丝丝罢了。他更加不愿看到的是自来也、元飞、纲手这些熟悉的战友、老师死在别人手上。怎么说，这些家伙也得等亲眼见证自己的璀璨成果，见证自己的科学真理后才能死啊！还有木叶也是，起码得让自己亲手摧毁才有快感。这种好事怎么能全部便宜给小呢？更何况稍稍提醒一下木叶，让木叶有所防备，才能让战斗更加激烈嘛。真要是木叶一下子就被佩恩秒了，他可就没法渔翁得利了。这便是大蛇丸发出这通警告的根本原因。确认了自来也手上的消息后，元飞日展也前所未有的凝重。根据大蛇丸传来的消息看，小那边算上佩恩6道的话，至少一共有着8名隐级战力。若是再加上宇智波夏目、大蛇丸的话，怕是至少有10名隐级战力。如此规模，别说是对付木叶，对上任何一个隐村几乎都是碾压级别的。而木叶这边满打满算能凑出5个隐级战力都很困难，拿什么和人家硬拼啊？也难怪自来也如此急迫地找到了自己。至于消息是否属实，元飞和自来也都没有过多怀疑，毕竟他们可算最熟悉大蛇丸的人之一了，非常清楚对方不会在这种情报上作假，更不屑于靠虚假情报来威胁与恐吓木叶。哼，大蛇丸那个臭小子还算没有忘本，若非他送来的这个消息，整个村子都可能在猝不及防下被瞬间击溃。元飞日展唏嘘一声，说实话，大蛇丸当初可是他最得意的弟子，而大蛇丸叛逃后，他也心痛无比，屡屡后悔自己当初为何没能狠心将其留下。可说到底，他还是不忍心啊，甚至后续也很少派遣大量人手去追杀大蛇丸。没想到大蛇丸此刻居然送来了一份如此重要的警告，也算是当年没白教他了。老头子，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自来也面色严肃地问道。就连一向玩世不恭的他都收起了玩闹之色，可见其重视程度了。只能相信这份情报了。接下来村子有可能面临最严峻的劫难，容不得我们迟疑了。元飞同样眉头大皱，面色严峻。新之助立即调动所有暗部成员、根部成员，配合近战部队、防卫部队，疏散所有村民，将他们带去地下避难所。遵命。元飞新之助立即领命，并赶去疏散了。自来也，你去把纲手叫回来吧，这场战斗必须借用他的力量了。啊，可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啊。这是他的位置，快去吧。元飞迅速告知了自来也纲手的所在的位置。身为火影，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千手一族的公主其所在位置呢？之前只是不需要纲手再出力而已，而这一次却不得不请他回归了。怎么说，他也是曾经的木叶3忍之一啊。这自来也扭扭捏捏着，有些不好意思。快去！难不成你想让我这个老头子去喊他回来吗？元飞大吼一声。行吧，我去。只不过若对方真的有10名以上的无影强者，老头子，就算我将纲手寻回来了，也难以匹敌吧。元飞日展摇了摇头，起码纲手的治疗忍术能减少许多伤亡。总之尽力吧，实在不敌也不必害怕。木叶的底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关键时刻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击溃敌人的。元飞日展捏了捏手中的禁术卷轴，很是决绝地保证道。老头子，你快去，不要让我踢你出去。好，我这就去。自来也跳出房门，也不再犹豫，立即爆发全速向着纲手所在的短侧街赶去。另一边，木叶西北方向的50里外，当夏目和大蛇丸2人赶到时，的众人早已在此聚集等候着。佩恩6道、小南、绝、蝎、琵琶10藏，一共10人，除了带土、角多和无名糙汉，剩下的3人以外，其余人全部到齐，可谓是精锐尽出，毫不留手，一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的样子。很显然，今日的木叶大威。看到夏目和大蛇丸到场后，天道佩恩也开口了：“你们迟到了，问题不大，都还没开打，也不缺这么几分钟吧？”夏目乐呵一声，一点也紧张。对了，忘记介绍了，我叫宇智波夏目。小的诸位，中午好啊！夏目一边问好，一边扫视一周。当看到心心念叨的角都并不在此后，也微微有些失望。不过最后还是将目光停在了蝎的身上。还好这位傀儡大师在，得想个法子将他拐回去，帮自己家造高达傀儡啊！同时，夏目那炽热的目光也看得蝎都不禁微微发怵。明明他可是躲在这么一副丑陋的傀儡里的，这小鬼怎么还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啊？这宇智波的小鬼不会口味这么重吧？比起疑惑的蝎，剩下的没见过的夏目的琵琶10藏就更加不屑了。不是说宇智波一族也会参加吗？怎么就只来一个小鬼？这样的小鬼有什么用？琵琶10藏挥了挥手中的斩首大刀，
眼瞅着只有夏木这一个小屁孩，也不禁无趣的吐槽道：“这样一个小屁孩能有什么用吗？别一会打架时被吓得尿裤子哟！”石子，住嘴！小南呵斥一声，企图阻止琵琶石藏这个家伙继续作死。只可惜他还没说完，一抹猩红的光芒便已亮起。下一瞬间，与夏木的永恒万花筒写轮眼对视上的琵琶石藏便瞬间坠入了幻术之中。啪啪啪，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堕入幻术、失去自主意识的琵琶石藏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打起了自己的脸颊，每一巴掌都十足用力，击打声不绝于耳。不消片刻，琵琶石藏的两半脸都迅速红肿了起来，像极了猴子的屁股，看得其余几人皆一边忍俊不禁，一边暗暗心悸不已，忍不住的惊叹着写轮眼的强大幻术能力。整整自己抽了抽自己30个大嘴巴后，琵琶石藏才停了下来。夏木也解除了对他的幻术控制，不会说话就闭上嘴巴，若有下一次，你就不会再有苏醒过来的机会了。夏木冷声警告着，极度豪横，自己这次可是代表着岩隐村和小合作着，可是完全平等的关系，自然要彰显出自家的强势，更何况如今的自己也有着豪横的资本了。总之，还轮不到一个吉祥三宝之一的琵琶石藏来对自己冷嘲热讽，这次长脸也只是对他的一个教训而已。若是换个地方的话，这个琵琶石藏绝对活不过3秒，而他手中的那把的斩首大刀也得易主了。你脸颊肿得比猴子屁股还要红的琵琶石藏，甚至连话都说不清了，只能愤恨一声。只不过再回想起自己刚刚被瞬间支配的恐惧，他最终还是只得怂了下去，闭口不言，暗暗咽下了这个大亏。不吃不行啊，这小鬼太凶了，他可不想再被万花筒写轮眼控制，然后不明不白的嗝屁了。行了，别闹了，准备开始作战吧。天道佩恩开口缓和了一下气氛，并迅速指示道：绝，你先潜入木叶，寻找3代火影猿飞日斩的位置，找到后立即通知所有人。是。绝领命一声，迅速潜入地下，向着木叶赶去。不过刚刚潜入木叶，绝便分成了白绝和黑绝2人，一人先去探查袁飞的下落，另一人则去刺探着九尾人伫立的所在。显然比起袁飞那个老头子，长门还是更加在意一点九尾。其余人分成2组，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琵琶石藏、大蛇丸，还有宇智波夏目，你们和我一起负责袭杀3代木火影。修罗道、人间道、小南，你们负责后援，监视4周，随时准备驰援。当然这第2组说是负责后援，其实是为了支开其他人，以便于去秘密抓捕九尾罢了。毕竟无论是修罗道还是人间道，都比较擅长近战和压制，再配合上小南，非常利于抓捕人助力。而第1组嘛，自然是负责主攻，以便于牵扯住木叶的所有战力和注意力。对此分配，夏目也并无意见，反正他只是想借小得手去换掉木叶的高手，去尝试覆灭木叶。双方打得越激烈越好呢，最好让木叶拼个2败俱伤，那就更棒了。此刻木叶东北方向20多里外，这里是一座战国时期留下的老旧城堡，依托着城堡，不少来往的商人和忍者在这里建立一座颇为繁华小镇，其中被誉为赌方圣地、登酒一条龙的著名短侧街也在这里。得知到纲手的所在位置后，自来也便一路疾驰赶到了这里。随后在急迫搜寻大半条街道后，他也终于找到了纲手。此时的纲手正从一间赌坊内呼啸冲出，身上除了一件短裤、一件灰白色裹胸背心之外，再无他物。显然这只大肥羊又在赌场内输了个精光，正准备逃跑呢，以至于急呼呼的和自来也撞在了起来。同时那胸前传来的巍峨弹性触感，更是令自来也如坠云端，鼻血横流，仿佛瞬间达到了高潮，都快忘记自己来的目的了。好大的欧派，这触感是自来也。纲手，果然是你，终于找到你了，你个老鬼怎么会出现在这？哎呀，来不及解释了，村子又遇到大危机了，快跟我回去，我们路上说。想起了正事的自来也连忙收起了龌龊之色，一把拉起纲手就准备离开。纲手一愣，脸上升起一抹腾红，多年不见，没想到自来也一见面就如此主动啊，他都还没准备好呢，可随后一听居然又是为了村子，他一下就火气上来了。为了村子，他的弟弟、他的爱人、他的一切都覆灭了，而村子呢，却对他毫无补偿。需要的时候他是木叶的忍者，不需要时候的他只是一名无人想起的赌鬼罢了。这样的村子，那样的火影，有什么值得他为之拼搏的地方？不，我拒绝，我不会再回去了，那样的地方根本不值得留恋。反正还有一个上了年纪依旧爱逞强的3代老头子，就让他去操心吧。纲手一把甩开了自来也，没好气的拒绝道。同时2人身后抱着小粉猪的静音也追了上来。纲手，你变了。自来也盯着纲手唏嘘一声，哼，都快46岁的人了，岂会和当初一样？岁月总会使人改变的。纲手，这次不一样，村子很有可能会真的覆灭，我们需要你。自来也诚恳地劝说道。村子和我有什么关系？覆灭了就覆灭了吧。纲手，难道说你的孔雀症还没好吗？和这无关，我只是……纲手倔强地反驳道。显然他并不想承认自己的孔雀症依旧未好。可就在这时，轰隆隆，轻微的轰鸣声伴随着大地的微微震动，从西南方向传来。那个方向是村子。这袭击已经开始了吗？怎么会？居然这么快！可恶，来不及了！
自来也眉头大皱，愤骂一声，随后立即和纲手告别道：“纲手，既然你的孔雀症还没好，那就不要勉强了，我必须得赶回村子去了。若是最后木叶真的覆灭了，记得帮我收尸，顺便替我照顾一下水门的孩子。”说完，自来也便纵身一跳，瞬间迅速在了远方，朝着木叶的方向赶去。尽管他和村子都很需要纲手的力量，但总不能让一个孔血的忍者去参加战斗吧？他已经失去很多亲人了，绝不想让战争再夺走纲手的性命了。纲手大人，那是自来也大人吧？他怎么？静音迷糊地问道，什么也没听懂。混蛋，死鬼，说什么收尸，耍什么帅啊？谁允许你先死的呀？看着自来也离去的背影，纲手也咬着牙，攥着拳头，心中愤骂着。哪来的爆炸声？怎么回事？又有入侵者了！回团藏大人，村子里冒出了不少通灵兽，正在四处破坏。通灵兽？谁指使的？根据暗部的消息，疑似组织的人在袭击村子。这名根部忍者迅速汇报道。自从团藏被限制后，根部的情报能力也被压制了许多。除了派遣到外村的卧底依旧信息通畅外，对于本村的情报掌控已经远不如袁飞手下的暗部了。小一个叛人组织也敢袭击木叶，都怪袁飞那家伙，让木叶失去了曾经的威势。团藏大骂一声，很是愤慨。据说宇智波的忍者也可能参与其中。什么？还有万恶的宇智波？都怪袁飞，不然我早就覆灭了那些邪恶的宇智波了。团藏再次大骂一声，愤慨都想站起来了。团藏大人，那我们敌人的实力不明，不可贸然。通知根部的忍者暂且按兵不动。团藏迅速做出了决定。上一次根部的团灭，几乎将他的家底都快败光了，现在他自然不敢妄动。敌人若是不强，自己观望一下，最后再出去收割一波，岂不美哉？敌人若是不弱，等和袁飞拼个两败俱伤，自己再出去力挽狂澜，岂不更好？敌人若是太强，袁飞战败，自己保留火种，等结束后再接任火影之位，重建木叶，也不差嘛。总之，还是先蛰伏一下吧。遵命！这名根部忍者立即领命，并迅速去通知其他根部成员了。显然，在根部内，团藏大人的命令高于一切。另一边，此时小组织的人确实已经攻入木叶，由于木叶没有大结界，此刻连究竟有多少人入侵都不知道，一副极为被动的样子。探知道三代火影的位置了吗？天道佩恩问道。他在火影大楼内，周围聚集了不少暗部忍者。白绝从土里探出一个脑袋，迅速回应道：“要直接对火影大楼发起攻击吗？”天道佩恩摇了摇头，迅速冷静地决断道：“不急，火影大楼必然守卫森严，遍布陷阱，先攻击整个村子，逼迫火影出战。我就不信，看着整个村子被毁，他还能无动于衷。”下一刻，畜生道佩恩立即施展术，直接召唤出了一只又一只通灵兽，开始在木叶内横行无忌，大肆破坏，准备疯狂屠戮平民，逼迫三代目火影出战。如此一来，也能为小南和黑绝那边争取一点时间，让他们早点抓捕九尾，以免被夏目那小鬼横插一手。只不过10余只通灵兽都肆虐了好一会儿，众人这才渐渐发现，木叶村内几乎看不到什么平民了，仿佛绝大部分平民都已消失，仅有少部分忍者正埋伏在周围的建筑之内，伺机发动攻击，阻挡着那通灵兽。聪明的掌门等人瞬间就猜到了，定是木叶早已提前撤离了村子里的普通村民，这才让木叶显得如此空旷。木叶必然早就知晓他们会来袭击，他们中有人告密了。下一刻，4名佩恩，包括猜到内情的谢，皆猛然回头看向了夏目。毕竟也就这个突然加入的小鬼最可疑了，很有可能就是他和木叶告密了。看我干什么？你们觉得我们宇智波一族会去和木叶告密？我吃饱没事做吗？是不是想现在就打一场？夏目反斥一声，底气十足，自己没做过事，他可不会替别人背黑锅。听此，佩恩一愣，随后立即放弃了继续深究的打算。正如夏目说的一样，他们宇智波一族确实没有理由再和木叶暗通驱款，而且真要是在这和夏目这小鬼死战一场，打得两败俱伤的话，最后怕是木叶那边得笑出猪叫吧。无妨，我们的目的本就不是这些平民，无所谓他们是否已经撤离。既然如此，所有人全力进攻火影大楼吧，力求速杀袁飞日斩。天道佩恩重新下令，并让畜生道也迅速控制着所有通灵兽，朝着火影大楼杀去。夏目君，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天道佩恩回头警告一声，接着便带着其余几人也冲向了火影大楼。此刻夏目这边，他也转头瞥了一眼身旁右侧的大蛇丸，那一眼尽在不语之中。别人不知道，他还能不知道吗？十有八九是大蛇丸提前告密了。果然，蛇叔对于木叶还是留有感情的呀。算了，对于夏目来说，这也不重要了。既然突袭开始了，无论木叶提前知晓与否，都无法阻拦这场战争，无法劝退小的众人。这场覆灭木叶的大战已经不可挽回了，现在再究竟谁在告密也没有用了。眼瞅着夏目似乎已经猜到了，大蛇丸舔了舔嘴唇，眯着眼，并笑着反问道：“夏目君有什么指教吗？”“没什么，只是希望一会见了你的袁飞老师，可不要手下留情哟。”“当然不会的。不过夏目大人，你会尽全力帮助覆灭木叶吗？”“当然会，我也必然会竭尽全力的。”夏目也扬起嘴角，淡淡一笑，并迅速施展分身之术，变出了5道分身，然后指挥这些分身杀向了前线，一副竭尽全力的样子。
大蛇丸，该死！敌人朝着火影大楼的方向去了，那边需要支援。可恶，我们被拖住了！哪来的如此之多的通灵兽？这又是什么怪物？它的脑袋为何还会分裂？不好，我们要顶不住了！在大量巨型通灵兽的肆虐下，小半个木叶很快就化为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激战，到处都是纷乱。也幸好木叶提前撤离了大半普通村民，不然光是这道前菜就足以让木叶伤亡惨重了。只不过尽管有所准备，可普通忍者想要对付这些体型巨大、能力各异的通灵兽可不轻松。尤其是像被忍术加强了的地狱犬，根本无惧于各种攻击，反而越战越凶，都快分裂出第4颗头了，实在令一众木叶忍者束手无策。此刻率领着一支暗部小队，正在和这只地狱犬鏖战的卡卡西也感觉到极为吃力。通灵之术，卡卡西大手一拍，通过血之契约将自己的专属人犬之一帕克给召唤了出来。什么情况？卡卡西，我可是正在吃饭呢，能不能别乱打扰我的私人时间？帕克挠了挠狗鼻子，很是不满地抗议道。而此刻的卡卡西可顾不上和帕克拌嘴了，直接一把抓起帕克，跳上高楼，并指着远处的那只4头地狱犬询问道：帕克，快看看，你认识那只通灵兽吗？那是……操！是地狱犬！那家伙怎么会在这？他们一族不是早就和人类断绝关系了吗？看清地狱犬后，帕克也不由大吃一惊。地狱犬？那是什么忍兽？有什么特点？卡卡西连忙问道。帕克点头，开始了介绍。身为人犬一族的担当，他的见闻还是蛮丰富的，自然听闻过有关地狱犬的消息。那是传闻中魔犬一族，历史悠久，很早的时候就迁去极北地狱。据说只有妙木山那些老不死的蛤蟆曾经见过地狱犬一族的先祖。说重点！卡卡西催促一声，他现在可没时间听帕克慢慢讲故事。根据传闻，这种地狱魔犬不死不灭，寻常的攻击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还会刺激它，令其不断分裂，愈发凶残。想要对付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阻断它和召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将其送回去。怎么阻断？结界类忍术、封印术都行。封印术吗？想要封印这么大一只可不简单，需要不少的准备时间。还有其他办法吗？卡卡西皱眉，想要封印这么大的通灵兽可不容易，哪怕是封印术准备好了，人家也不是石头，不会乖乖坐在那等你去封印啊。封印永远不是难题，难得是如何压制对方啊。我怎么知道？这东西论辈分我都得叫他祖宗，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先走了。真是的，这么点工资我可不想玩命呢。帕克哆嗦了一声，再瞅了一眼远处的那只凶恶地狱犬，二话不说，砰的了一声，变成一团白雾，迅速离开了。他本就不是战斗性的人犬，更何况还是和自己祖宗打，赶紧逃命才是真的。得知了情报后，善于分析的卡卡西很快就找到了弱点，并立即对着远处的暗部忍者提示道：用粘土封住他的行动。几名暗部忍者对视一眼，立即配合着。雷遁、四柱缚、土遁、粘土落，巨大石柱从地下升起，迅速困住了这只地狱犬，并带着电光反复雷击，以麻痹着对方。同时，大量的粘土也从空中落下，包裹了整只地狱犬。雷遁、16柱缚、火遁、速烧之术，更多的石柱升起，将地狱犬完全封闭，并用大量的火遁开始灼烧着内部粘土。靠着这一连串的配合忍术，很快就将石牢内的粘土烤干，形成了一具陶土雕像，以此封住了地狱犬的行动。成功了，终于封住了这个东西了。见此，一众木叶忍者纷纷雀跃，无不兴奋。同时，卡卡西也松了一口气，并立即朝着火影大楼的方向看去，通知封印班迅速来封印这个怪物。其他人快去支援火影大人，敌人主力朝着那边去了。是。可不等众人离去，那边才被硬化粘土封住的地狱犬也迅速挣脱了起来，直接轰碎了大片陶土，再次疯狂肆虐着。怎么会这么快就挣脱了？好强大的力量！这地狱犬竟如此凶猛，究竟是谁竟能驯服如此强大的通灵兽为己所用？卡卡西皱眉惊叹道：要知道，如此复合的行动阻止之术可是暗部常年磨练出来的秘技，针对大型忍兽非常有效，一旦成功，就连妙木山的大蛤蟆都难以迅速挣脱，足以见这只地狱犬的强大了。该死，别让他逃了！土遁、土流壁！卡卡西连忙施术，从地上是升起了一大面带着好几个狗头的土墙，挡住了地狱犬的一次冲击，救下了土墙背后的另一名暗部忍者。只可惜坚硬的狗头土墙也在地狱犬的第2次撞击中崩碎，而幸好那名暗部忍者也已被卡卡西救走。见此，愤怒的地狱犬直接转向，朝着卡卡西扑咬而来。看我的，燃烧吧，青春！关键时刻，一道绿色的身影闪亮而出，冲天而降，直接一个下劈便狠狠击中了地狱犬的头骨，将其砸趴在地，掀起了大片扬尘。下一刻，麦特凯落地，正对着卡卡露出一口青春的白牙，一副坐等赞许的得意样子。蠢货，那东西不能随便攻击！卡卡西大骂一声，把麦特凯说的愣一愣的。很快，果不其然，被击倒在地的地狱犬也迅速爬了起来，并陡然分裂了2只，每一只都长着2个头。靠，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回头一看，麦特凯也被吓了一跳。他也是第一见被攻击了还会自我分裂的通灵兽，这也太诡异了吧！而且眼瞅着这分裂出的2只地狱犬还在继续变化，似乎要再次分裂，企图变成4只。通灵术，哀暗明殿！
拷问部的队长森乃伊比喜迅速出手，迅速召唤出一具喵形大容器，将其中一只地狱犬包裹住，并在外层用大量铁链紧锁住，但却并未将其送入地下爆炸。同时间，通灵之术、猿猴王、猿魔、金刚牢壁，一根巨大的金刚如意棒陡然飞来，迅速分成了上百根如意棒，并组成了一个巨大正方体牢笼，将剩下的一只地狱犬困在其中。这是火影大人的忍术，火影大人居然来了！果不其然，下一刻，猿飞日斩从远处跳来，落在了金刚牢壁之上。五行封印，猿飞单手结印施术，很快就将金刚牢壁内的这只地狱犬封印了起来。接着，如法炮制，将另外一只地狱犬也同样封印了起来。显然，尽管年迈，但他这忍术教授之名也不是白叫的。单论丰富的战斗经验，就连自来也略微逊色。同时，眼见着三代目大人现身，并迅速解决了强敌，周围的暗部忍者也不由惊叹连连，很是羞愧。火影大人，你不是在？卡卡西立即靠了上去，很是疑惑，不明白猿飞怎么会出现在这。猿飞收起了封印卷轴，迅速解释道：“不必担心，火影大楼那边只是我的分身，那里已经被设置成了陷阱，就等敌人主动踏入其中了。”猿飞并不傻，在明知敌人强势，难以正面力敌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选择正面对抗。因此，在提前疏散了村子里的民众后，他便立即制定了作战策略，将整个村子的中枢火影大楼设置成了陷阱，并预留了一道影分身在内，吸引注意。届时，那些意图擒贼擒王的敌人必然会直接杀向火影大楼，一头迈入陷阱之中。然后，驻守在火影大楼外的3个班便会立即施展结界忍术，将敌人主力困在结界内，不求杀敌，只求拖延时间。如此一来，猿飞即可腾出手，并率领村子的尖端战力，先将在村子内肆虐的其他敌人逐个击破，最后再集合所有力量来迎战敌方主力。原来如此，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个策略确实可行。卡卡西点头赞许道：“毫无疑问，这也是唯一可行的作战策略了。若是选择和10名以上隐疾的敌方主力正面对抗，木叶怕是得被一锅端了哟。唯有将敌人拖入木叶的泥潭，分开击破，才是正道。只不过如此一来，变成整个战场的木叶恐怕不保了呀。没关系，只要人还在，村子迟早能重建起来的。木叶飞舞之处，火翼生生不息。”猿飞似乎看出了卡卡西的顾虑，出声安抚道：“当然，敌人这次进攻的凶猛程度也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光是通灵兽就有10多只，这究竟是出动了多少名精通通灵之术的忍者？小组织的底蕴竟深厚到了如此地步吗？”卡卡西，火影大人，接下来你们带领2队忍者去搜寻敌方的通灵忍者，务必尽快将其击杀。途中若是遇上了落单的敌人，也力求迅速镇杀；若是遇上了大股敌人，则尽力拖延，并请求支援。另外，自来也正在去求援纲手，等他们回来，情况必然会好转许多。届时即可发动反攻。猿飞沉声下令道，虽然失去了一只手，但他并未失去理智，依旧很是沉着地指挥着战局。纲手大人吗？如果他在，可就好多了。卡卡西心中一喜，当初3战时，他可是品尝过的纲手大人的奶量的，太充足了，仅凭阔余之力就可治疗一个村子的究极医疗忍术，定能大大减少村子的伤亡。领命之后，卡卡西和麦特凯也不迟疑，立即领队散去，准备去击杀敌方的通灵忍者。同时间，猿飞等人后方及木叶腹地火影大楼的方向那边也陡然升起了一片亮光，一道4角的青色结界，一道黄色的6芒结界同时升起，将火影大楼覆盖在了其中，牢牢封死。那边得手了，看来敌人的主力应该都被暂时困住了。猿飞呼出一口浊气，眼瞅着作战策略初步成功，他也松懈了2分。若是敌人主力没有中计，没有被结界困住的，今日恐怕就是木叶的覆灭之日了。当然，以敌人的实力，哪怕是双层结界，估计也只能拖延一会。自己等人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尽可能击杀其余落单的敌人，以削平双方的实力差距。有女至威，如何？探寻到其余敌人的踪迹了吗？猿飞立即转头问道。他的身旁戴着一副墨镜的沉默忍者，正是有女至威，有女一族的上忍，也是有女至乃的父亲，更是有女一族的重树极大成者，在重树上面的造诣登峰造极，忍界一绝。有女至威伸出手指和散落在外的炭之虫群交流一下后，便得到了答案，发现武道一样的敌人身影，疑似分身。不过对方本体看似年纪不大，分身武道身影，其中应该有一个真身。无论对方年纪大小，凡是入侵村子的都是敌人，绝不能留情。对方在哪？带路！猿飞冷声下令道。很快，在有女至威的带领下，猿飞率领的尖刀小队便朝着目标方向迅速赶去。不过片刻就寻到了那5名敌方忍者，只不过谁都没想到，那5名敌人此时竟为在街角的一辆小推车上开着油锅，正在炸着一串串黄金鱿鱼呢，一点身为入侵者的自觉都没有。同时，猿飞也一眼就认出了夏目，宇智波夏目，你果然是你！猿飞气得吹胡瞪眼，大声吼道。虽说他早已知晓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有可能参与到袭击中，没想到竟真的来了，而且还在这大摇大摆的享用美食，还用的是木叶的小推车，何止是嚣张，简直就是嚣张！哟，这不是3代目？看样子应该是本体吧？你不在火影大楼那边等死，怎么跑这来了？怎么不去打佩恩，还准备先对付我这个打算摸鱼的？猿飞的出现也让夏目愣了愣，不过
眼瞅着火影大楼那边升起了结界光芒，他也很快猜出了真相。只不过想靠那么2个结界就困住佩恩他们，只怕是在做梦吧。哼，只怪老夫以往过于纵容你们一族了，真该如团藏说的那样，早点扼杀掉你们这些威胁的。村子惨遭入侵，今日的元妃也格外生气。而对于夏目这个主导了宇智波叛逃的祸害，他也再无留情，直接下令道：动手，找出真身，不要给这个小鬼开启须佐能乎的机会。至于那些分身，不足为惧。一声令下，5名暗部忍者纷纷杀出，大量虫群也在由女之威控制下扑向夏目的5道分身，企图逼出夏目的真身，再迅速击杀这个小鬼。只不过下一刻，这几名暗部忍者全部一怔，只因为对方那5道分身上都泛起了须佐能乎的猩红光芒，让他们根本分不清哪一具才是本体。此刻木叶腹地火影大楼内，天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一共4具佩恩，外加1名白绝，皆被困在了2重结界内。至于留在火影大楼内的元妃分身，也瞬间被他们打爆。呀，居然是影分身，还设有结界陷阱啊！看来我们中计了。白绝笑嘻嘻的惊讶道，一点也不紧张，仿佛一开始被元妃分身欺骗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天道佩恩瞥了一眼白绝，若非这东西是班的人，他都想一巴掌拍死这个废物了，居然会被3代火影的一具分身欺骗，真是废啊！不过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个时候，先想法突破这双重结界，找到3代火影并击杀掉对方才是重点。天道佩恩又扫了一眼外围的结界，一眼就看出了这双层结界的奥妙。防御性的结界看起来从内部并不容易打破，似乎还有一定的阻隔查克拉传递的效果。结界这东西本就是忍术的集大成杰作，能以最小的力量极致的强化单一能力。就比如那著名的4赤阳阵，4个影级就能构建出一个足以暂时困住10尾的大阵，可见结界的强大了。当然其缺点也很明显，主要防御外部攻击的结界从内部就非常容易打破，主要防御内部攻击的结界从外部也很容易打破。感知类的结界防御力基本都不强，限制类的结界更是缺点五花八门。而此刻由10余名暗部忍者齐力施展的双层防御性结界，就是主要用来防御内部攻击的，想从内部击破绝不轻松。最主要的还是其中一层结界正阻拦着查克拉的传递，让长门的本体难以通过黑棒再大量传送查克拉给其他几具佩恩傀儡，令他对结界内的4具佩恩傀儡的掌控力都大幅削弱了不少，难以发挥出这4具佩恩的全部实力。神罗天征，天道佩恩猛然出手，强大的斥力汹涌而出，狠狠地撞击在了远处的防御结界上。结界被巨力猛然撑大了一圈，但并未破碎，反而将这股斥力反弹了一部分，冲击的天道佩恩都后退了数十米，撞破了好几面墙壁。2层结界叠加在一起的吗？果然不容易打破。天道佩恩从容地从废墟内爬出，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很是淡定地评价道：通过刚刚的攻击，他已经基本判断出了这2层结界的防御力，自己至少需要释放20-30次普通的神罗天征才能突破结界的极限，破开它们，或是直接释放1次超神罗天征也能瞬间破开。只不过后者需要消耗的查克拉太多，一旦施展，不但其他几具佩恩都会停摆，而且天道佩恩也会陷入一段虚弱期，并不划算。让修罗道变更一下目标，先过来破开结界吧。另外留在外面先和琵琶使藏也应该会过来帮忙的。天道佩恩做出了决断，准备让外面的修罗道过来帮忙。以修罗道的暴力，从外面破开这种结界绝对轻而易举。至于被拖延的这点时间会不会出现什么变故，天道佩恩倒是并不担心。除了自己这4具佩恩以外，蝎、琵琶十藏、人间道、小南、大蛇丸，还有个宇智波夏目都在外面呢。光是他们也够木叶喝一壶了，正好还能让木叶多消耗一点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的力量，以免那家伙最后和自己争夺9尾。只不过那小鬼奸诈狡猾，怕是不会轻易出力吧。若是能让他直接撞上3代火影，那就最好了。天道佩恩暗暗期许着，并迅速联系了修罗道那边，控制着他先过来破开结界。突然间白绝惊呼一声，看那边！天道佩恩侧目看去，只见远处数百米的开外地方陡然升起了5道巨大的猩红色须佐能乎，似乎正在原激战。能让夏目那小鬼的分身施展出须佐能乎的，必然是木叶的强敌，说不定正是元妃日斩那个老家伙。那个小鬼也出手了，木叶那边究竟是谁遇上他了？那也太不幸了吧！白绝幸灾乐祸地嘲笑道，巴不得那边越打越凶呢。为了避免目标逃离，因此当天道佩恩4人突袭火影大楼时，蝎和琵琶十藏2人并未跟随，而是留在了外围，准备阻拦周围的木叶援兵。同时若是火影大楼内的元妃能侥幸突围出来，2人也能迅速截杀。只可惜2人也未曾想到，由于泄密，火影大楼早已变成了陷阱，木叶这边直接利用结界困住了首领佩恩几人。那是结界，首领他们中计了。琵琶十藏一愣，喃喃自语道，看起来是的。我们需要出手吗？去帮忙破开结界吧，这种结界应该从外界比较好破除。蝎冷冰冰地回应道，反正首领的实力他是清楚的，不可能会输的。说着2人便冲向了火影大楼，准备将大楼外那些正在维持着结界的木叶忍者屠戮一空。届时这2层结界自然不攻而破。只不过就在2人准备出手之际，2人的后方
一道凌厉杀机陡然袭来。雷遁、雷切，在卡卡西的出色体术加持下，蓝色的电光一闪而过，发出阵阵鸟鸣，一瞬之间就击中血。显然，卡卡西早就盯上了这2名敌人，并蓄谋已久，就等着这一刻对敌人发动致命一击。只可惜，经验丰富的蝎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关键时刻，立即将傀儡飞流虎背后的长长钢铁蝎子尾缩成一团，以此抵挡雷切的锐利一击。当然 ，S 级忍术雷切本就拥有着的极强贯穿力，再加上卡卡西急速冲刺带来的惯性，更是威力惊人。哪怕是缩成一团的钢铁蝎子尾，也无法完全抵挡，直接被雷切贯穿并击中了蝎的身体。等等，这手感，这不是实体，是傀儡！卡卡西惊呼一声，他可以明显感觉自己的雷切已经刺入了对方的身体，虽然不深，但却并未感觉到鲜血涌出，反而给他一种插入木块傀儡般的阻顿感，就是很硬、很紧的那种感觉。很显然，这根本并不是敌人的本体，他刺入的很有可能只是一具傀儡。真霸波！就在这时，蝎操控的飞流虎傀儡也立即转头张嘴，对着卡卡西射出了大片毒针和毒刺，速度奇快，再加上数量极多，距离太近，根本就难以躲避。不过就在这一刻，看我的！随着一声大喝，那道绿色的身影再次冲出，一脚就踹开了卡卡西，并迅速挥舞起了手中的双节棍，形成了一圈防御，将大片毒针和毒刺尽数挡下，救下了卡卡西一命。卡卡西，你还好着吗？我这一脚够青春吧？麦特凯再次一脚踢出，将身前的蝎瞬间踹飞，并立即回头看向了卡卡西，露出一口白齿，充满激情地问道：“你再重一点，我就要死在这了。”卡卡西从地上站起，揉了揉疼痛的后腰，没好气地骂道。同时，他也主动取下了脸上的面具，毕竟袁飞也是，凯也是，全都一口一口地喊着他的名字，完全忽略了暗部的保密性。他再戴着面具也毫无用处，还不如取了呢。卡卡西，这东西果然不像是人啊，还能从嘴里吐出毒针，那是一具傀儡，其控制者应该就藏在周围。卡卡西迅速推断道。当然，他也想过，那名控制傀儡的忍者会不会就藏在那具傀儡之中？但看其体型以及自己刚刚的插入手感，那名傀儡师应该并未藏身其中，那就只有可能藏在周围，暗中控制着这具傀儡了。那为什么不可能是他旁边那个人啊？麦特凯洛回到了卡卡西身旁，指着琵琶石藏问道：“不是他，那人手持大刀，应该是近战型忍者。至于那把大刀，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应该就是雾影七忍刀中的斩首大刀吧？”卡卡西盯着琵琶石藏，面色严峻地猜测道。身为木叶暗部忍者，他自然了解过雾影村的那7把著名忍刀，这才一眼就认出了那把斩首大刀。哟，没想到木叶也还有忍者记得这把大刀啊！你那只眼是写轮眼吧？早就听闻过木叶暗部有一名优秀的写轮眼忍者，应该就是你吧？琵琶石藏挥舞了2下手中的大刀，兴致满满地笑道。同时间，刚刚被一脚踢飞的蝎也重新回到了他身边。就在这时，轰轰，卡卡西几人后方传来一声声巨响，几人回头看去，只见5道压迫力极强的须佐魔神拔地而起，正疯狂肆虐着。那是须佐能乎？怎么会？5具须佐能乎？宇智波一族的人也参与袭击了？他们哪来如此多的强者？卡卡西惊呼一声，面色迅速发黑，神色凝重。那是火影大人的方向。卡卡西，怎么办？要回去帮忙吗？麦特凯追问道，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不，相信火影大人他们，我们必须先解决了这2名敌人，以免他们去破坏大楼那边的结界。不然的话，让他们破坏了结界，与敌方主力会合，我们必败无疑。仅仅迟疑了片刻，卡卡西就做出了最理智的选择。这种两难之地时，也只有选择相信火影大人了。麦特凯点头，毫不犹豫。好，听你的。卡卡西，你去对付那个拿大刀的，那个傀儡师交给我，必须迅速击杀他们2个，再去驰援火影大人。好嘞，交给我吧，我的青春已经开始燃烧了。麦特凯斗志高昂，二话不说就朝着琵琶石藏冲去。同时，卡卡西也领着几名暗部忍者朝着蝎攻去，准备迅速击溃这具傀儡，并揪出那名傀儡师。来得好，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今日就让我将当年败给你们木叶的耻辱都洗刷回来吧。琵琶石藏大喝一声，挥舞着大刀，立即迎向了麦特凯。很快，2人就战成了一团。同时，卡卡西这边一共7人也迅速包围了蝎，接着各种火遁、水遁、雷遁忍术一股脑的招呼了上去，瞬间就淹没了蝎的飞流虎傀儡，企图依靠人数优势尽快击败蝎。很快，大片忍术轰击所造成的烟雾散去，露出了中心那具伤痕累累的飞流虎傀儡。不过，卡卡西等人这才发现，这具傀儡非常坚硬，内部骨架近乎全是钢铁，哪怕承受了大量忍术攻击，也未能将其完全破坏。飞流虎一手牵本。下一刻，飞流虎傀儡再次施展攻击，左臂装置射出了一卷机关炮，上面插满装有10多根毒针的圆筒。一瞬间，无数毒针朝着4面8方飞射，覆盖了周围的所有方向。快躲开！一众木叶忍者急忙闪避，可由于毒针攻击范围实在太大了，依旧有3人不幸被命中，而毒针上的毒素很快就侵蚀了他们的身体，使得这3人失去了战斗力。见此，卡卡西也怒了，不顾查克拉消耗，又一次施展出了雷切忍术。试试这个！雷遁、
雷兽追牙。大量的查克拉通过性质变化成为电流，再通过形态变化成为一只狼的形态，迅速嘶哑冲出。其移动速度奇快，并且还能自动锁定目标，几乎避无可避。一瞬之间，闪烁雷光的雷兽狼狗便跨越了数十米的距离，狠狠咬住了蝎的飞流狐傀儡，直接一口撕掉了飞流狐傀儡的右臂以及小半右肩。很厉害的雷遁忍术。看着自己傀儡破碎的右肩，蝎也不禁赞叹道：能将查克拉的性质变化和形态变化融合在一起，这个雷遁忍术绝对算是忍界一绝了。卡卡西，你姓什么？齐木。什么意思？齐木硕茂是你的父亲吗？你怎么知道？你究竟是谁？卡卡西喘着气，神色严肃地追问道。可他还未问完，他所站的位置从地下陡然钻出一道身影，速度奇快，几乎贴着他的脸擦过。若非卡卡西靠着写轮眼带来动态视觉能力加成，提前闪避的话，这一击就已经将其切成两半了。但这凌厉的突袭依旧在卡卡西的胸口和脸上都留下了一道浅浅刀伤。这是另一具傀儡，好险，差点就没了。卡卡西心中一惊，同时他更感觉到了，从刚刚开始，对方对自己的杀意似乎猛地暴涨了一大截，就因为自己姓齐木。齐木卡卡西，你该死！蝎厉喝一声，左手一拉，那具从地下钻出的3代封印傀儡也终于完全展开，悬浮在了飞流狐傀儡身旁。显然他怒了，准备不惜代价的击杀掉这名仇人之子，为自己的父母报仇，甚至连首领佩恩那边的事他也顾不上了。那个样子是3代封印？怎么会突然消失的3代封印竟被人制成了傀儡？作为木叶暗部，卡卡西自然早就看过这位所谓最强封印的画像，因此也迅速认出了那具傀儡的真身。也正是因为认出了，这才惊愕万分，难以想象竟能有傀儡师能将一村之影杀害并制成了傀儡，对方究竟得多强啊！同时从掏出3代封印的傀儡时，蝎就准备必杀卡卡西了。若非那个齐木硕茂在2战时杀害了自己的父母，自己也不至于变成今天这样。负债自偿，这齐木一族的人都该死，尤其是这个齐木卡卡西。下一刻，蝎二话不说便操控着飞流虎和3代封印2具傀儡朝着卡卡西杀去，没有丝毫的留情。仓促之间，卡卡西再次施展出了狗头土流臂以作抵挡，只可惜无往不利的狗头土流臂却被3代封印的磁盾沙铁陀螺轻松破开。可恶，敌人超乎意料的强，难不成只能动用那个了吗？卡卡西皱眉衡量着，似在纠结是否要动用自己的万花筒写轮眼了，亦或是继续拖延一会，等待凯那边先一步击溃敌人，再过来合围。不对，那名手持斩首大刀的敌人很有可能就是前雾隐忍刀7人众之一，实力不俗，哪怕是凯也没法轻易战胜那种家伙吧。只可惜卡卡西的判断终究还是失误了。此刻另一旁，麦特凯和琵琶十藏之间的战斗确实非常激烈，两人都是近战型忍者，一人用刀，一人用双节棍，一个身为前雾隐忍刀7人众之一，实打实的精英上忍实力，另一个也是木叶的体术佼佼者，以努力挑战血统论的真正代表。两人激战起来异常凶猛，短短半分钟便交锋了上百次，接连撞塌了5栋大楼，可见双方的破坏力了。又一次对撞后，两人退开，开启了正常的吹嘘模式。琵琶十藏，好小子，没想到木叶还有这种体术强者，我琵琶十藏这辈子也杀过不少忍者了，除了那个家伙以外，你的体术已经算是名列前茅了。麦特凯看到了吧，这就是青春的力量。等等，你就是琵琶十藏，前忍刀7人众之一，是你，我想来了，当年父亲击败的就是你们。听到琵琶十藏的名字后，脑袋缺筋的麦特凯也终于想起了什么，将面前这道身影和10年前的那一幕迅速重合了起来。击败我们？笑话，我们忍刀7人众何时败过？不对，等等，你是当年那个小鬼麦特戴的儿子？怎么会是你？琵琶十藏也终于认出了麦特凯，不由心惊一惊，再次忍不住回想起了当年那道怒开八门手撕忍刀7人众的恐怖身影。果然是你，当年父亲放走了你们几个，今天我的青春绝不会再对你们手下留情了。麦特凯握紧了双拳，大喝一声，哼，区当年的一个小屁孩，要不是你父亲，你早死了，今天我就送你去见你父亲。琵琶十藏同样狂傲一声，杀意磅礴，准备出招，燃烧我的青春吧。八门遁甲，第5度门开。麦特凯再次大吼，瞬间开启八门遁甲，浑身血液沸腾，面色发红，汹涌的绿色查克拉澎湃涌出，迅速包裹全身，而且整个人的气势也瞬间翻倍，极为迫人。此时远处的琵琶十藏看见那道宛如梦魇般的熟悉绿色查克拉光芒后，更是瞬间瞪大了双眼，面露惊恐，心胆俱裂。操！怎么会？你个曾经的小鬼，居然也会这一招？你父亲麦特戴那个混蛋，在死之前就已经传给你了。显然10年前被麦特戴暴虐的一幕依旧令他难以忘怀，心有余悸。下一刻，话音刚落，琵琶十藏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提着大刀向后逃去，没有一丝犹豫，果断到了极致。不过片刻，就逃出了数百米之远，看得正欲发动攻击的麦特凯都不由懵了。怎么回事？这人怎么这么怂？才撂下狠话呢，转眼就跑了。自己的八门遁甲有这么吓人的吗？别跑，让我踹你一脚！麦特凯大吼一声，吓得正在逃离的琵琶十藏更是头皮一麻，连忙拼了命的加速，
只求赶紧远离那个怪物。真要是被对方踹上一下，自己怕是必死无疑啊！见此，麦特凯本来还想追上去的，可看了看旁边正在鏖战的卡卡西，最终还是放弃了追击，准备先去帮助卡卡解决掉那个傀儡师李连华。刹那间，一道绿色光芒从远处袭来，瞬间突破音速，令些都完全反应不过来，便直径一脚踢在了飞流虎傀儡身上。这一脚威力惊人，直接将这具傀儡踹出了上百米远，接连撞破了好几栋房屋，绝对够这具傀儡喝一壶的了。卡卡西，我来帮你了。怎么回事？你的那名敌人解决掉了没？让他跑了？算了，那就先合力击败这个家伙吧。这个傀儡师很厉害，还操控着一具3代封印的傀儡，不可小觑。放心，有我在，我的青春足以焚烧一切。开着8门盾甲的麦特凯近乎无所畏惧，其话音未落，整个人就化为一道残影，瞬间消失在原地，朝着那具3代封印傀儡攻去。就在卡卡西这边陷入焦灼之战时，另一边对上了那5具须佐高达的袁飞日斩一行人，更是苦不堪言。袁飞更是做梦都没想到，宇智波夏目这小鬼现在居然连分身都能开启须佐能乎，怎么会这样？这合理吗？距离他叛逃木叶也才过去了3、4个月吧，这小鬼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大？更何况他也没听过分身还能开须佐的呀。可事已至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开打了，只希望这些分身须佐应该都比较弱吧。结果才开战，他便发现这5具分身须佐也猛得一塌糊涂。他配合着通灵兽元魔施展着各种组合忍术，也才勉强拖住2具须佐，而剩下的3具须佐则早已将他手下的暗部忍者和有女一族的忍者杀得屁滚尿流了。没办法呀，没有足够的攻击力，你甚至连须佐的防御都破不了，而人家的每一拳每一刀都能给你这边带来巨额伤害，哪怕你拼死破开了一具须佐的防御，那又有什么样？人家不过是一具分身罢了，被击溃了也不心疼，这怎么打？拿什么打？以至于原本还胸有成竹的袁飞一下就陷入了两难之地。再拖下去，别说是去击溃所有敌人了，光是这里的5具须佐就能活生生拖死他们了。等等，宇智波夏目，我们可以谈一谈。无奈中，袁飞只得被迫采取怀柔政策，企图通过交易和谈判软化宇智波一族的敌意。谈个屁！当初准备覆灭我们一族时，你怎么不选择谈谈？现在太晚了。夏目的分身给出了回应，没有分毫的犹豫和妥协，继续猛攻着。反正自己的本体也不在这边，无惧于袁飞的尸鬼封禁，只管打。若是能在这砍死袁飞这个老家伙，那就最好不过了。此刻，公寓内7岁的鸣人正盘坐在地，静静地等候着2桶杯面泡熟。不过此刻他心情倒是非常不错，因为从前段时间开始，从那位好色仙人出现后，鸣人的日子便好过了不少。对方自称是4代火影的师傅，传说中的木叶3忍之一，现阶段的代理火影大人，就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而且还愿意充当鸣人的监护人，并指导他修习忍术。这一下可把鸣人乐坏了，二话不说的就粘上了自来也。尽管一段时间的相处下来后，鸣人也发现这个白头发大叔有很多缺点，就比如好色还是好色，但不可否认的，比起其他所有人，他对鸣人要好太多了。不但带着鸣人开始修习忍术，还时常带他去吃饭去泡澡。当然最主要的却是他在那位好色仙人身上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一种鸣人最渴望最或缺宛如亲人一般的关爱。于是乎这几周来，鸣人也不再特意花钱去买油漆了，也没有再去火影岩上涂油漆恶作剧了，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他想要的关注，也因此他的救助金也稍稍充裕了一点，起码不用再喝过期的牛奶，不用再吃过期的泡面了，甚至偶尔去怡乐大叔那吃面时都能给上一次面钱了，甚至现在都敢豪气的一顿吃2杯泡面了，日子感觉越来越有盼头了呀。终于好了，可以开吃了。鸣人兴奋地搓了搓手，端起杯面准备开吃。就这时，整栋大楼猛然震动，剧烈的震动打翻了鸣人泡面，将其掀翻在地。什么鬼啊！啊！我的杯面！接着一条巨大的通灵蜈蚣突然钻出，瞬间贯穿了整栋大楼。哇哇哇！好大的蜈蚣！眼瞅着大楼破碎，鸣人也顾不得泡面了，连忙眼疾手快的沿着窗户翻了出来，跳到了外面的街道上。逃到了街上后，鸣人这才发现，似乎整个村子都在面临袭击，但周围的街道上却并未有逃难的村民。他也才想起，1个多小时前街上闹哄哄的，似乎正在组织撤离避险，只是一直都没人来通知他，他也就没太在意。毕竟危险时刻，那些本就敌视9尾妖狐的村民又岂会在意一只妖狐的死活？只是没想到，现在村子居然真的遭受袭击了。3代老爷爷呢？好色仙人呢？他们去哪的？鸣人一脸疑惑，同时回头一看，突然发现自己身后不远处居然还站着一名身穿黑色长袍的漂亮小姐姐。你是9尾人助力？小南冷声问道。他并未从这个小鬼身上感受到任何尾兽查克拉气息，要么就是情报出错，对方不是9尾人助力，要么就是这小鬼身上的封印很出色，完全封住了尾兽气息。你不是村子的忍者，你究竟是谁？鸣人并不蠢，一下就猜出了敌人的不同，毕竟若是村里人可不会对他问这么白痴的问题。很好，看来就是你了。小南确认一声，接着右手微微一抬，身后便涌出大片纸张，迅速朝着鸣人飞去。哎，
你要做什么？慌乱中，不过片刻，没什么战斗经验的鸣人便被大片白纸裹成了木乃伊，只留下一双眼睛在外面盯着，甚至就连嘴巴也被塞满了白纸，塞得严严实实的。鸣人一边挣扎，一边呜呜求救着：“不要挣扎了，老实点，或许能给你一个痛快。”小南再次挥手，飞舞的纸片便带着鸣人朝他飞去。得手了！人间道佩恩突然出现，来到了小南身旁。事实上，刚刚就人间道佩恩通过他的能力读取了好几名木叶忍者的记忆，这才寻到了鸣人的所在位置。就是这个小鬼。小南点头回应。说实话，他也不曾想到，抓捕九尾人助力的行动竟如此顺利。这木叶似乎根本就没人在意这名九尾人助力，居然连护卫都没有安排，真是松懈啊！修罗道，赶去驰元天道那边了，那边出了点小状况。那我们先带九尾人助力回去，以免撞上宇智波夏目那小鬼出现意外。人间道命令着，这也是掌门早就决定好的。九尾的优先度可比击杀3代火影高多了。好，不过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小南却猛然一怔，有人来了，速度很快，查克拉很熟悉。哦，熟悉的查克拉？难不成是？人间道的话还未说完，远处就传来了一声怒喝：“放开鸣人！”姗姗回归的自来也第一时间向着鸣人的住处赶来，他可不想自己弟子的儿子再出什么意外了。果然是你！佩恩喃喃一声，看着落在右侧废墟之上的自来也，心中也不禁唏嘘着：“你是小南？还有你那双眼睛，掌门的眼睛，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看清了小南与人间道佩恩的模样后，自来也同样惊愕不已。据他所知，小南他们似乎早就不幸夭折了，为何会出现在此？而且还穿着小的服饰？难不成他们都加入了小？此刻也随同着那个佩恩在入侵木叶？我们在做什么？和老师你无关吧？不要阻拦我们，我并不想和你动手。小南冷漠地警告着，说着就准备带着鸣人离开这里。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让你们带走鸣人？小南，把鸣人留下，他不是你可以指染的，我也不想对你出手。自来也跳到小南前方，拦住了他的去路，一脸严肃地劝诫道：“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让小的人带走鸣人的，哪怕对方是自己原来的弟子。无需废话，强行突破！”掌门通过人间道下令道：“是。”小南领命一声，瞬间出手，直接分出大片纸张，朝着前方的自来也射去。可恶，看来难以沟通了，只能先制服你们了。火遁炎弹，无数纸片和火焰对撞在了起来。只可惜自来也仓促间施展的忍术，自然无法匹敌小南的密集纸片射击，很快就被压制了下去。见此，经验丰富的自来也当然不会继续正面对抗，立即侧身闪避，并施展蛤蟆油弹之术，直接喷出了一大口带有粘性的蛤蟆油，包裹住了小南。想来这种忍术必然天克小南的噬纸之舞忍术，定能将其全身弄得黏糊糊的，限制纸张的变形。只可惜自来也失算了，那大片蛤蟆油确实击中并包裹住了小南，但很快这些蛤蟆油便从小南身上滑落，并未粘在他身上，就好像他身上包裹了一层隔油的物质。自来也细细一看，这才发现对方身形的最外层居然是用一层轻薄无比的锡纸包裹着，就是那层锡纸隔绝了蛤蟆油的侵染。可恶，你这丫头居然用上了防油的锡纸，你是吃过类似的亏吗？竟如此小心谨慎。自来也吐槽一声，很是惋惜，若非那层锡纸的话，小南此刻恐怕已经被他制服了，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先一步糟蹋过他，让小南他吃过了亏，有所防备了。老师，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恶心啊！小南抖了抖身体，将最外层的油腻锡纸都剥了下来，并盯着自来也冷淡的鄙夷道。尽管小南的本体靠着锡纸抵挡住了自来也的蛤蟆油弹攻击，只不过他的旁边束缚着鸣人的纸张可都是普通的纸，一下就被蛤蟆油弹侵蚀了，脱离了小南的控制。而趁着这个机会，自来也迅速发动了乱狮子发之术，靠着自己那一头延长的白发，立即将鸣人卷了回来，从小南手中夺回了鸣人。嗨！鸣人落地后猛烈地咳嗽着，毕竟那混着粘稠油液的纸张被塞在嘴里的感觉实在难受，更何况这还是从好色仙人嘴里吐出了油液，更是令鸣人忍不住的想要反胃。没事吧，鸣人？自来也老师，你的油弹好臭好臭啊！哎，将就一下吧，现在可不是抱怨这些的时候。眼见鸣人安好，自来也这才松了一口气。鸣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他们是什么人啊？自来也，他们是袭击木叶的人，而且还想抓捕你。鸣人啊，为什么抓我啊？自来也，解释起来很麻烦，之后再说吧。总之，为了你的安全，只能先委屈你一会了。说完，自来也便双手一拍，立即施展通灵之术，并直接召唤出4只蛤蟆，3大1小，3只巨大的主战蛤蟆，玩单刀的蛤蟆文泰，玩双刀的蛤蟆广，玩叉子的蛤蟆剑，以及自带胃囊结界可以隔绝感知的葫芦蛤蟆。葫芦蛤蟆一出来后，就在自来也的指示下，二话不说，一口将鸣人吞了进去。啊！鸣人惨叫一声，便迅速进入了葫芦蛤蟆的腹部结界内。如此一来，鸣人也算是暂时安全了，自来也能专心的对付这些入侵者了。自来也，你怎么一次性召唤出了我们3个？蛤蟆文泰叼着烟筒，大声问道。蛤蟆老大，蛤蟆广，蛤蟆剑，又要麻烦你们了。木叶遭受了袭击，
还请你们去帮忙解决一下那些通灵兽吧。自来也迅速请求道。敌人的通灵兽不但数目多，而且个个实力不俗，放眼木叶，也只有妙木山圣地内的大蛤蟆们能与之一战了。行吧，一会再找你算账。光剑动手！关键时候，蛤蟆文泰也没有拖沓，立即开攻。3只大蛤蟆一跃而出，迅速杀向了那些在木叶村内肆虐的通灵兽。哼，将九尾收入了结界之中吗？看来这下更麻烦了。人间道佩恩平淡一声，但心中却颇感棘手。毕竟自己这位好色老师的实力，他可非常清楚。想要从他手中重新夺回九尾人助力，可不容易。接下来，拖住他，等天道那边过来，再围杀他。另外，注意那只吞了九尾人助力的小蛤蟆，不要让他逃了。明白。两人再次出手。人间道佩恩独自杀向了自来也，而小南则迅速化为无数纸鹤，去围堵着那只葫芦蛤蟆，以免他带走九尾人助力。与此同时，木叶村的另一边，3代目火影猿飞和5具须佐分身之间的大战也渐渐步入尾声。尽管猿飞日斩的实力不低，哪怕失去了一只手，依旧能单手结印，各种组合忍术信手拈来，连绵不绝，杀伤力不俗，甚至还靠着2个组合的陷阱忍术以及5盾大连弹之术，一举击溃了夏目的一道须佐分身。只可惜，比起这位火影，他手下的那些暗部忍者可就太拉胯了，或是说，只怪夏目的分身须佐太强了。不过1分钟，其余暗部忍者就被另外3具须佐杀得一干二净，以至于尽管击败了1具须佐分身，可很快猿飞日斩就遭受到了其余4具须佐分身的围攻，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还是4具无可匹敌的须佐。如此围攻令猿飞日斩根本应接不暇，很快就节节败退，愈发颓势。而且他更想不明白，为何这几具须佐竟能如此持久，激战至此依旧没有半分力竭的样子。想要一个人供应5具须佐的查克拉巨大消耗，这根本就匪夷所思啊！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明明那么年轻，哪来的这般海量查克拉啊？这不合理，挡不住了！火影大人，快逃！不善言辞的有女之威开口了，立即劝阻着猿飞日斩先行撤退。再拖下去，他们怕是全都得死在这4具须佐的围攻之下。有女之威，你……猿飞喘着气，看着身旁的有女之威，不知该说些什么。对方全是分身，再打下去毫无意义。而且，火影大人，村子不能没有您，您先突围出去和其他人会合吧，我来断后。若是您没了，村子恐怕就真得覆灭了。秘术重龙卷风。下一刻，有女智威也悍然发动了自家的秘术，直接掏空了所有查克拉，释放了所有寄坏虫，将周围上百米的一切都笼罩在了漆黑虫海之中，企图拖住这4具须佐分身，为猿飞争取逃离时间。很快，大量的寄坏虫便包裹了夏目分身的4具须佐，疯狂地吞噬着须佐表明的查克拉。当然，仅凭这些虫子根本不可能破开须佐的防御，但大片的漆黑虫海却遮掩了夏目分身的视野，令人颇为不爽。烦人的虫子！火遁，好火龙之术！夏目的4具分身同时释放火遁，宛如天火一般倾泻而下，瞬间就笼罩了周围100米的一切。不过片刻，巨大部分的寄坏虫和房屋都被烈火焚灭一空。呼！须佐大手一挥，掀起大片风罡，将周围的浓烟和灰烬迅速吹散。同时，夏目分身也发现了，刚刚还在鏖战的猿飞日斩早已消失了。果然还是逃了吗？猿飞这老头子真会审时度势啊！对此，夏目也并不可惜，反正他可是小的目标。猿飞这家伙，还是留个小的人去围杀吧。自己这几具分身打了这么久，也算是够意思了。之后既然能隔岸观火，又何必亲自拼命呢？不过倒是可惜了木叶的这些下属。夏目分身低头看去，地上除那些暗部忍者被烧焦的尸体以外，那位有女一族的有女智威也因为耗尽了查克拉，力竭身亡了。木叶里还是有些悍不未死的硬汉子啊，只可惜都毁在了一代肮脏的领导首领手下。夏目唏嘘一声，若是木叶的初代2代火影还在，这个村子也不至于走到如今这样了。未来若非有着鸣人和佐助这2个主角，以3代火影和团藏的糟蹋程度，木叶说不定早就被其他隐村覆灭了。当然，感慨归感慨，该杀还是得杀。夏目可不会对木叶有分毫手软，毕竟在这忍界中，从来就没有对错，只有立场和信念的不同。看样子佩恩和自来也那边也打起来了，有意思，正好过去看看，说不定还能捡个漏呢。战场后方，夏目的本体跳了出来，一边吃着鱿鱼串，一边看向了远处，迅速解散了4具分身，并朝着自来也大战的方向赶去。此刻，木叶火影大楼前，谢也正在和卡卡西与麦特凯等一众人激烈交战着。磁盾、沙铁巨针，我踹；磁盾、沙铁三棱锥，我再踹；磁盾、沙铁戒法，我还踹；赤秘技、百击操演，八门遁甲，第6景门开；朝孔雀，我踹。就这样，但夏目赶到这里时，正好看见某只木叶的苍蓝猛兽正怒开6门，施展出了体术秘技朝孔雀。此刻6门凯的战力已经稳稳处在影级中上水准了，他挥出的每一击高速正拳都能和空气摩擦产生火焰，迸发出强大的冲击波和绚丽火焰，形成宛如孔雀开屏般的景象。大片孔雀火雨漫天闪开，宛如流星，精准地击中了谢的一具又一具傀儡，看得周围众人皆惊愕不已，呆若木鸡。当然，最为惊愕还是要数谢本人了。
本来他是瞧不上这一众木叶忍者的，可谁能想到，打到一半，琵琶石藏那个混蛋就逃了，将这个一身绿的家伙丢到了自己这边。而且更不曾想到，这个一身绿的家伙竟猛得一塌糊涂，不但踹坏了他的飞流虎傀儡，甚至就连3代风影傀儡也奈何不了他，很快就被他踹碎了大半。此刻只有施展秘技百击操演了。本以为自己施展出了秘技百击操演，一次性操控数百具傀儡为己作战后，定能全歼这群木叶忍者。可下一秒，随着那大片孔雀火雨落下，先还没反应过来呢，自己的上百具傀儡便已经被轰碎了大半，仅剩下10来具残破的傀儡还凄惨的悬浮在空。这怎么可能？那是什么体术？木叶还有这样的体术强者？为何之前从未听闻过？木叶真就如此卧虎藏龙？难怪琵琶石藏那个混蛋逃得那么快，他是早就知晓这个绿家伙的实力。一瞬间，谢的脑海中便闪过无数猜测，更是再一次唾骂起了琵琶石藏，怒骂着那个怂蛋。当然，骂归骂，战斗还是得打下去。只不过眼瞅着那个绿衣木叶忍者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体术实力，谢心中也升起了少许退意。毕竟他本就不擅长对付体术忍者，更何况还是这种几乎刀枪不入、速度和攻击快到都看不清的可怕家伙，还不如先行撤退，等之后准备好了再去袭杀卡卡西。凯，对方可能要逃了，别给他机会。他的本体也是傀儡，其弱点十有八九就是胸口处那块核心，瞄准那里攻击。远处一边辅助攻击一边观察着战斗的卡卡西，也凭借着写轮眼和聪慧的大脑，迅速分析出了些的弱点和意图。这么快就发现我的核心了，可恶，真是烦人的家伙。先回头瞥了一眼卡卡西，心中愤骂一句，真恨不得现在就宰了这个仇人之子。奈何麦特凯的攻击实在太密集了，根本就不给他反击的机会。卷轴炎域五阵，无奈中谢只得抽出了背后上的第2个卷轴，利用炎域卷轴从掌心管道中喷出具有强大融化力的高温火焰，再配合着剩下的10余具傀儡，瞬间就压制了全场，逼得麦特凯都被迫后撤。毕竟如此高温的烈火，就连岩石和钢铁都足以融化，拿忍者的血肉之躯去扛，可不理智。很好，趁这机会先撤离吧。谢暗暗决断着，当即就准备撤离。可就在这一瞬间，他的本体背后一股莫名的空间之力陡然浮现，瞬间将他背后的炎域卷轴和部分傀儡脊椎全部都吸了进去，令他的身形猛然踉跄一步，甚至就连双手喷射出的火焰也戛然而止。凯，就是现在！卡卡西捂着刚刚强行使用的万花筒左眼，大吼一声：“看我的吧！”真知李莲华趁着这个机会开启6门的凯再次施展体术奥义，陡然爆发，迅速化为一道橘光，瞬间穿过100米的距离突进到了蝎的面前，一拳轰出。如此凌厉一击，别说此刻被神威突袭下的蝎了，就是完整状态下他也难以硬抗。无奈下，他只得启动了最后的保险装置，将自己胸前的核心瞬间朝后弹射了出去。他早已将自己的意识和查克拉都凝练封存在了这颗核心之中，只要核心不坏，他依旧能唤具载体傀儡再次轻松复活。轰！凯的迅猛一击瞬间就摧毁了蝎的原本傀儡躯体，可眼瞅着对方还弹射出了一卷核心，凯也连忙追去。邪门的东西，休想逃！再吃我一击青春！失去了傀儡之体，仅剩一卷核心的蝎，又怎么可能逃得过6门凯的追击？几乎瞬间就被追上了。可就在麦特凯准备一拳轰出，将蝎的核心也一起打碎时，另一道身影竟突然闪现，挡在凯的面前，先一步一把抓住了那卷蝎的核心。什么人？凯停下脚步，看着面前之人，大声质问道：“怎么是个小孩？”夏目没有立即回应麦特凯，反而握着手中的蝎的核心，对其微微唏嘘着：“才一会不见，谢君，你怎么就只剩这么点了呢？不过既然落到我手里，被我救下了，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压榨，是好好对待你的。”夏目带着笑意，一脸灿烂的安抚道。说实话，他也没想到蝎居然败得这么快，毕竟拥有200多具傀儡的蝎，综合实力在小组织里也算是名列前茅了。只可惜来到木叶的第一站就遇上了这2个挂壁，败给了卡卡西的神威和麦特凯8门遁甲，也不冤，只能怪运气不好，以及队友太怂了。喂，小朋友，你是谁啊？看起来不像是木叶的人，你和这家伙是一伙的吗？麦特凯大声追问道，也很是警惕，时刻准备再次出手。可当那名少年回头看向他时，他也不由猛然一惊。血轮眼，你是宇智波？夏目淡定转头，撑开了那双猩红的血轮眼，不容置疑地回应道：“行了，这家伙我救了，你们滚吧，不想死的话就滚远点。”夏目估算了一下，如果拼命的话，自己的刹那最高能开到6阶64倍增速，而8门遁甲的话，则能开到第7门，两两相乘，再加上完全踢须佐能乎，自己的综合实力绝对足以媲美超影巅峰了。但距离6道级还是有不少差距，更别提和8门凯皇一脚踢爆6道班爷的战绩相比了。因此在出场的前一刻，夏目就开启了邪神体，以确保自己不会阴沟翻船。若非没有邪神体的话，他是绝不会在凯皇面前露面的。这可不是怂，而是保险起见。毕竟比起一时的硬气，夏目还是觉得活着去享受一下未来几10年内的细腻一条龙服务更为划算。因此他才没有一出场
就对卡卡西出手。虽说扎扎西的手上那只万花筒确实很珍贵，但夏目实力都已经达到这般地步了，自己已经拥有永恒万花筒写轮眼，也没必要再去过分贪求别人的写轮眼了，那样反倒落了下乘。就好像班爷也从不曾贪求其他族人的写轮眼一般，更何况自己对扎扎西出手的话，麦特凯这个死基友必然会不顾一切的爆发，一只不属于自己的写轮眼去换自己承受八门凯皇的一脚，怎么想都不划算啊。尽管夏目也不确定此时的麦特凯是否能开启第八门，总之为了一只写轮眼去和凯皇赌命，着实愚蠢。是你，宇智波夏目。远处卡卡西一眼就认出了夏目，当初夏目和傅岳大战演戏，魏族人争取逃跑时间的那一夜，他也在场着，自然见过这个小鬼的模样。什么？这个小鬼就是领着宇智波一族叛逃的家伙？真这么小啊？他忍者学院毕业了吗？麦特凯惊叹一声，显然他的脑回路和在意点远远异于常人。凯，不可大意，这家伙的实力不在火影大人之下。卡卡西连忙提醒着。啊，这么厉害？宇智波夏目怎么会出现在此？你将火影大人他们怎么了？卡卡西盯着夏目大声质问道，同时也暗暗准备着再次发动万花筒写轮眼，尽管他剩下的查克拉也只够再勉强用一次了。哦，你们火影啊，已经被我杀了，怎么要替他报仇吗？夏目轻笑一声，刻意嘲讽道，企图激怒了一下对方，看看能不能让麦特凯自爆一下，看他究竟是否能开启第八门。什么？你居然杀害火影大人？凯果然轻信，瞬间暴怒，怒气值暴涨一大截。凯，不要激动，他在说谎，相信火影大人没那么容易阵亡的，不要被他激怒了。卡卡西连忙劝阻道，显然他可不会轻信夏目的话，更何况哪怕火影大人真的遇害了，自己等人此时更应该保持冷静，想法撤退，以保存有生力量。也对，火影大人没那么容易死的。麦特凯也反应了过来，肯定一声，没劲，算了，不聊了，让他们陪你们玩玩吧。夏目拍了拍手，本体身旁迅速多出了3具分身，准备用分身来陪凯他们玩玩。一来分身开启完全体须佐后战力也够了，二来分身不怕死，就算被踢爆了也不心疼。总之这影分身确实好用。说完，夏目本体便转身离去，继续朝着自来也那边赶去。比起这边，还是那边的战斗令他更感兴趣一点，也正好看看鸣人那小子究竟能否被提前扼杀。夏目也给这3具分身留足了大量查克拉，足以让分身开启完全体的查克拉，而3具完全体须佐的分身可不是之前那5具2状态的须佐能比的，每一具都拥有着匹敌影级巅峰的战力，绝非6门铠能够匹敌的，除非他开启6门以上的8门遁甲。因此才离开不久，夏目就听到后方传来一声暴喝声：8门遁甲第7金门开！咒虎，咆哮吧青春！惊人气压从后方传来，那道宏大的蓝色查克拉气旋冲天升起，隔着数百米外依旧清晰可见，散发着几乎足以与分身完全体须佐相媲美的威势了。夏目本体回头瞥了一眼，微微感慨道，果然麦特凯已经能强开7门了，但哪怕是7门的凯皇，3具完全体的分身须佐联手依旧不虚，不过还无法确定他能否再强开8门。若是真能开启8门，那3具分身必然不敌，当然就算分身被侥幸击败了也不可惜。若是这3具分身能够联手压制对方，逼他开启8门，从而换掉一个凯皇，那可太划算了。这才是夏目留下3具分身的根本目的。半分钟后，夏目的本体已经越过了小半个木叶，来到了另一处战场上。此处小南和人间道佩恩正在联手与自来也交战着纠缠着，眼瞅着夏目突然到场，激战中的人间道佩恩也连忙抽身后退，跳到了夏目身旁。夏目笑着调侃着，看样子你这边并不轻松啊，你手里的是？人间道佩恩神色一凝，立即问道。蝎的核心，他败了，被木叶2名忍者打得粉身碎骨了，我路过就顺手救了下来。夏目的解释让佩恩一愣，对于蝎的实力他是清楚的，真没想到木叶还有人能将其打得如此狼狈，近乎濒死，看来自己还真是小觑了木叶啊。知道了，将他交给我吧。算了吧，他在我这安全点，不是吗？夏目淡然一笑，拒绝了佩恩。这位傀儡大师都已经落入自己的魔爪了，他还等着让些帮自家多造几具傀儡高达，以便于配合须佐能乎使用呢。夏目怎么可能轻易将其还回去？对此佩恩也不好争执什么，毕竟些确实是对方救下的，而且他也不可能真在这里和夏目这小鬼翻脸。其他情况呢？琵琶十藏被吓跑了，大蛇丸自由行动着，我留了几具分身，正在那边和木叶的忍者耍着呢。佩恩远眺一眼，果然看见远处有着3具威武高大的完全体须佐，正在和什么人激战着，那声势可比自己这边凶猛多了。这也叫完？宇智波夏目这小鬼真是疯狂啊！佩恩嘴角一抽，不再多语。夏目，你这边呢？那个就是木叶3忍之一的自来也。佩恩，是，实力很强，只有你这具身体和小南2人，估计不是他的对手。没错，人间道佩恩点头承认，这是实话，没什么好狡辩的。仅靠一具佩恩和小南，确实很难与自来也抗衡。需要我帮手吗？不必。佩恩果断拒绝，真让夏目这小鬼插手，回头得手了，9尾怎么分啊？难道再打一场？行吧，那你加油吧，我继续看戏。
夏目双手一摊，本来他也没打算插手，卖苦力的事还是交给小去吧，他只想坐享其成。不过就在这时，又有几道强大的气息迅速朝着这边赶来了。此刻木叶村内一片混乱，战火纷飞，日向宗家和分家剩余的绝大部分族人都已被疏散到了避难所内，唯有少部分具有战力的忍者还留在村内，配合着木叶其余忍者抵抗入侵。当然，为了避免分家忍者再次叛逃，身为宗家家族的日向日族也刻意将剩下的分家忍者分成了3批，一批混入木叶近战部队里，一批配合暗部忍者作战，剩下的最后一批留在自己身旁，尽可能的预防分家忍者再次叛逃。而日向日族此刻便亲自带着10名分家忍者驻守在宗家府邸内，以抵抗着那些敌方通灵兽的肆虐，保证宗家府邸不被破坏。虽说宗家的家底都被贼人基本倒空了，但宗祠和大片房屋还是很重要的。分家的叛逃已经让日向一族极为丢脸了，若是这次连宗家府邸也被毁掉的话，那日向一族可就真的没脸见人了。更何况有着日向日族外加10名分家好手忍者，也算是一股不俗的战力了。只可惜日向日族失算了，从战斗开始不到10分钟，他们这些留在日向宗家府邸内的忍者便尽数阵亡，无一生还。此刻大蛇丸正扭着蛮腰穿过大片血迹，来到了日向日族的尸体旁，很是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他的双眼，真是一双诱人的眼睛啊！看着手中的这对白眼，大蛇丸忍不住地赞许着。很显然，这日向日族以及周围一众分家忍者都已惨遭毒手，就这点人又岂是大蛇丸的对手呢？事实上，这场针对木叶的袭击，像这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大蛇丸也不例外。前些日子他已经从夏木那得到一对3勾玉血轮眼的报酬了，现在就差一对白眼。只可惜近一半的日向分家忍者都已并入岩隐村，大蛇丸可不想为了一对白眼而与夏木那个变态小鬼翻脸，因此只有将目标投向日向宗家了。而趁着这场袭击，他当然非常乐意来日向宗家这边逛一逛，顺便带走一双期盼已久的白眼了。反正这些罪都会算到小的头上，与我大蛇丸何干？倒是夏木那小鬼说的不错，这口黑锅还是由来背吧。大蛇丸收起白眼，回头瞥了一眼身后的一地尸体，很是满意的喃喃道，接着便纵身一跳，迅速离开了日向宗家府邸。那便是夏目分身的须佐能乎，村子里还有人能和那样的分身须佐能乎打得有来有回，倒是小觑了村子。眼瞅着麦特凯那边的骇人激战，大蛇丸也不禁唏嘘一声。根据战斗规模的判断，那样的分身完全踢须佐能乎，自己打一个都颇为吃力，竟还有人能力敌3具须佐能乎。看来若是今日木叶没有覆灭，将来自己的木叶崩溃计划必须得重新制定一下了呀。大蛇丸暗暗忌惮着，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他可不准备去那边凑热闹，就那边的战况激烈程度，顺便一击都能让自己这具身体报废。虽说自己已经得到了不少白绝肉体作为备用转生载体，但也没必要随意浪费啊。那边是火影大楼，那是结界困住了佩恩他们，居然拿火影大楼做陷阱，老头子果然还是有一套啊。大蛇丸再次唏嘘一声，在他看来，和老奸巨猾的3代老头子一比，所谓的首领佩恩还是太稚嫩了，会中计也很正常，只不过这点小算计也只能稍稍影响战局罢了。在绝对综合实力之下，仅靠这点小算计可无法主导胜利，仅凭那样2个结界，怕是困不住佩恩多久啊。老头子，你还有什么后手吗？就都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吧。大蛇丸眯着眼兴奋地期许着，他已经好久没这般心潮澎湃过了。同时就在此刻，咔咔2声，远处火影大楼那边那2层结界也陡然破碎，似乎是被人从外界打破了。至此结界一破，内部的天道佩恩5人也瞬间脱困而出。出困后，天道佩恩5人外加来驰援的修罗道一共6人，毫不迟疑立即向着另一个方向赶去。见此，大蛇丸也略有所思着，都过去了吗？看来那边的战场才是重中之重啊。是袁飞那老头子就在那边，还是其他什么更重要的目标呢？比如说九尾？有趣有趣，那我也该过去看看啊。大蛇丸舔了舔嘴唇，一脸兴奋地猜测道，接着没有迟疑，也立即跟了上去，向着自来也那边赶去。小南，住手吧，我并不想伤害你，当年在那些孩子中，你也是最善良最温柔的一个，为什么要选择入侵木叶呢？你们有什么难言之隐，都可以找老师我说啊。此刻自来也正一边防御一边劝阻着小南，以他的实力，哪怕不用蛤蟆油弹，想要迅速击败小南也并不困难，只不过那样的话很大可能会伤害到对方。对于自己曾经的可爱弟子，他实在难以痛下狠手啊。而且他更希望通过交谈以套出小的更多情报，就比如那双轮回眼究竟是怎么回事。自来也老师，你还是如此软弱呀。不必废话了，你已经输了。小南冷声回应道。说什么呢？我哪里输了？你要是再不停手，可别怪我狠心了。只有你区区一人，可不是老师我的对手。自来也大喝一声，似乎他的耐心也要被消磨殆尽了。不过就在这时，咻咻咻，数道破空声接连响起，一道道身影落在周围的楼房上，以包围之势围住了自来也。天道、修罗道、人间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佩恩6道再次齐聚，一同围猎自来也。怎么会？
6双轮回眼，这怎么可能？你们究竟是谁？长门呢？小南，你们到底做了什么？眼见一下子冒出了6具佩恩，且6人都还有着轮回眼，自来也慌了。没办法，轮回眼名头实在太响亮，更何况还是一次性出现6双。当初第一次见到佩恩6道时，甚至把大蛇丸都吓了一跳。老师，交出九尾吧，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小南退出了包围圈，最后劝诫了一句。说实话，他也并不想杀死这位曾经的老师，但若是对方执意包庇九尾和掌门作对的话，那就只能痛下狠手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自来也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否决。既然如此，那就动手吧。天道佩恩冷漠地下令道。一瞬间，6具佩恩一齐动了，齐刷刷地朝着自来也杀去。血战正式拉开帷幕。战场外围一座高楼之上，夏目正在静静地观赏着这场激战。说实话，比起佩恩，夏目还是更欣赏重情重义一点的自来也。不过站在自家岩隐村的立场上，木叶美多阵亡一名高手，对自家的威胁也就小一分。为了自家村子，还是最好请这位好色仙人魂归净土吧。总之还是那句话，人界中没有对与错，只有立场的不同。没过多久，又一道熟悉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夏目身旁。已经开打了吗？看来我来晚了呀。大蛇丸眯着眼看着前方的战斗，戏谑笑道。那可是你的老熟人，不去帮一手吗？曾经的熟人，现在与我何干？大蛇丸依旧嘴硬道，故意装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呸！夏目心中唾骂一声，若不是他早就知道是大蛇丸提前告密，他还就真信了呢。这个蛇姨实在是不老实啊。佩恩6道，他打不过的。确实，缺乏足够的情报，任谁对上他们都会吃亏的。大蛇丸点头同意。佩恩6道的能力确实各不相同，而且威力不俗，初次照面的话必然难以招架。更何况自来也还是1人对战6人，更是压力山大。毕竟不是每个忍者都像宇智波夏目这个小鬼一样离谱。自来也和佩恩6道之间的战斗异常激烈。一开始佩恩6道便全力进出，疯狂朝着自来也进攻着，而自来也不敢保留，第一时间就召唤出了妙木山的神作，至坚2位蛤蟆夫妻仙人。有了这2位蛤蟆仙人的辅佐，自来也这才勉强扛住了第一波攻势，没有被佩恩6道秒杀。但饶是如此，他也极为劣势，被6具佩恩的诡异能力压制的手忙脚乱，屡陷险境，甚至连结印吸收自然力量开启仙人模式的时间都没有。不过短短2-3分钟，自来也身上就已平添了好几道伤口，就连左手也被打脱臼了一次，还好被他迅速接了回去。也幸好对方畜生道佩恩所召唤出的大量通灵兽都在木叶其他地方肆虐着，还被蛤蟆老大他们3蛤蟆拖住了。若非如此，自来也说不定就已经败了。小自来也，快撤退吧，这6人组合在一起太强了，你不是他们6个的对手。站在自来也右肩上的身作仙人迅速劝说道。根据刚刚的交手判断，他早已确定敌人之强绝非自来也1人能够匹敌的。若是单独对上2-3个倒是还有胜算，可6人一起的话，哪怕加上他们夫妇也绝无胜算。孩子他爸，你怎么这么胆小啊？这不是胆小，孩子他妈，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想小自来也死在这。那你用点力好吗？从刚刚开始就疲软的不行。孩子他妈说什么呢？我一直很用力的好不好？3言2语间，这对蛤蟆仙人夫妇又一次拌嘴争吵了起来，仿佛这里不是战场，而是他们家里一般。好了，2位别再吵了，我是不会撤退的，这里就是木叶，我已经没有退的地方了。而且他们的目标应该是鸣人，就算我退了，也不见得会放过我。2位大人，最后若是我败了，还请把葫芦蛤蟆带回去吧，鸣人就在他体内，那小子就麻烦你们了。勉强交代完，自来也便再次主动进攻。他也很清楚，无法变成仙人模式的自己绝非这6人的对手，因此唯一的破局点就是佯装突围，以伤换伤，先尽全力拼死其中1个或2个，再寻转机。说不定到那时自家村子的驰援也赶到了呢。他开始拼命了。确实，夏目再次怂恿着，真不去帮一把？放心，你要是出手，我一定会阻拦你的。大蛇丸，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哦。夏目大人说笑了。大蛇丸摇了摇头，依旧无动于衷。在他看来，为了当年的情分，提前告密一波，已经算是自己最大的让步了。若是自来也那傻蛋真死在这了，那也是他命该如此。为了达到忍术的极致，达到科学的真理，他可不会在此意气用事。行吧，那就继续看戏吧。夏目无所谓的摊了摊手，反正都是看戏。当然，若是这场戏能打得再激烈一点，就更好了。最好能给自来也一个开启仙人模式的机会，也好让自己也观摩一下妙木山的仙人模式究竟有些什么奇妙之处。接下来的战局走向和夏目预料的几乎没有区别。自来也在2位蛤蟆仙人的帮助下拼死一战，直接击毙了人间道佩恩，并还废掉了半个畜生道佩恩。同时，自来也他的左小臂也被修罗道打断，腹部也被拉开了一条大口，血流不止，俨然已经重伤，失去了大半战斗力。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吗？没想到最后的落幕之地竟会是自家村子啊！自来也半跪在地，捂着腹部，气息羸弱的婉叹道：“但自己起码击杀了2名佩恩，也算是战果斐然了。希望能为村子缓解一点压力吧。不愧是老师啊，如此绝境还能击杀掉2人。”看着跪倒在地的自来也，天道佩恩也暗暗感慨了一声。
当然，感慨归感慨，他可没有留情，立即先对地狱道下令，令他去回收人间道、畜生道得尸体复活出来。接着又对修罗道指示道：去吧，废掉他的四肢，注意别弄死了。等人间道复活后，再去搜索他的记忆，操控他，将九尾人柱力弄回来。下一刻，修罗道微微狞笑，猛然跳起，落在了自来也身旁，并伸出五爪，狠狠朝他捶下，准备废掉自来也的四肢，将其囚禁。轰！巨大爆鸣声响起，大地下陷，碎石崩裂，两股恐怖的力量对撞在一起，甚至掀起一圈圈冲击波，四散扩去。蠢货，谁允许你死在这的啊？一声熟悉的怒骂声响起，将近乎绝望的自来也瞬间吼醒，抬头一看，果然是那道熟悉的丰盈身影正挡在了自己面前，并一拳击退了那具力量惊人的修罗道。纲手，你怎么？自来也猛然一震，随即喜出望外，心中仿佛被挤入了一罐酣甜的蜂蜜。别婆婆妈妈的，老娘最讨厌你这种自以为是的选择了，赶紧治疗，要是还能打的话，马上给我滚起来！纲手大喝一声，同时一只阔鱼也从纲手肩上跳出，落在自来也身上，立即为其输送查克拉，治疗着他的伤势。得到治疗后，自来也的状态也好了不少，这奶量实在太足，太妙了！在战场上有奶妈和没奶妈，果然是两种体验啊！一下子自来也就重新拾起了战意，毕竟自己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呀。不过就在这时，自来也这才突然想起，纲手的孔血症不是还在吗？自己现在都浑身浴血，他怎么敢上战场的呀？结果抬头细细一看，这才发现纲手竟用布带绑住了双眼，隔绝了视野，仅仅靠着自己的感知和阔鱼提醒，在战斗着。非常简陋愚蠢的方法，但却效果不错。如此一来，起码看不到血了，也就不会过分刺激到他的孔血症了。那是纲手支援入场了吗？大蛇丸，看来你的老伙计没那么容易死了呀。如何，失望不？远处眼瞅着纲手入场救下了自来也，夏目也不禁唏嘘一声。他不确定这究竟只是意外，还是世界的修正之力在尽力避免着某些重要人物过早暴毙。但这都不重要，就算是世界再修正，夏目也无所畏惧。只要系统在手，自己一步步超越六道都是不是问题。到那时，就连这忍界的天都能给他捅穿，还怕这点修正之力？失望什么？多来了一个蠢货罢了。他们两人加在一起，估计也不是首领佩恩的对手吧？我记得那几个佩恩好像都能复活的。大蛇丸撇嘴一声，他倒是看得很通透，对双方的战力也分析得很准确。这倒是没错，只不过这里可是木叶，打了这么久，木叶的其他支援也该来了吧？夏目唏嘘一声，仿佛已经猜到了接下来的战局走向了。毕竟根据分身传来的消息看，和麦特凯那边的激战也已结束。很可惜，那3具分身未能耗死麦特凯。在扎扎西的指挥下，有了脑子的麦特凯没打一会就带着扎扎西逃离了。以七门凯皇的逃跑速度，那3具分身确实难以追上。其他支援，这么说，夏目大人并不喜欢木叶战败？大蛇丸双眼一眯，很是锐利的反问道：战败无所谓了，木叶也好，小也罢，我只希望他们能多死几名强者。难道你不是这么期望的吗？夏目洒脱一声，从一开始他也没指望能一次覆灭木叶，毕竟木叶要是现在就亡了，这么大块地盘，自家岩隐村现在根本无力蚕食，只会白白便宜了其他几大隐村，那多可惜啊！吞并木叶是最终目标，消灭木叶的高级有生战力才是现阶段的目标。对此，大蛇丸也早已了然于胸，不然从进村开始，他就不会一直划水到现在了。显然和夏目一样，他也巴不得小组织木叶拼个两败俱伤呢。因此两人对视一眼，微微一笑，皆心照不宣。尽管蒙眼限制了纲手的部分实力，但好歹他也是曾经的木叶3忍之一，一身怪力和恢复能力不容小觑。有了他的加入后，战局一下子就搬了一些。得到治疗与空隙的自来也靠着身作2位仙人的帮助，迅速开启了仙人模式。虽说骨折的左臂也令他实力下滑不少，可在仙人模式的加持下，他的战力依旧比一开始高了一大截。两人本就默契，双双配合下，倒也足以勉强抵抗佩恩6道的猛攻，当然也只是勉强抵挡而已。就佩恩6道的诡异能力，外加地狱道赋予的复生能力，简直和打不死的小强一般。也幸好，随着战斗的加剧，再加上纲手的充足奶量，自来也的作战风格也粗犷了许多，很快就探清了好几名佩恩的能力，并知晓了那个地狱道佩恩居然还有着复活的能力，这才立即更换了作战策略，连同纲手疯狂攻击地狱道，令佩恩6道这边放缓了不少攻势。当然，有着天道佩恩那几乎无解的神罗天征与万象天印坐镇，想要击败6道佩恩依旧难上加难。若是再鏖战下去，等自来也仙术查克拉一旦耗尽，两人还是必败无疑。怎么回事？这些家伙从哪冒出来的？怎么会这么厉害？他们都还有着那什么轮回眼。纲手一边战斗一边骂着，自来也连忙为其解释着。显然自来也似乎也认出了天道佩恩和迷燕非常相似，一听对方有可能是当年自来也收养并教导的那3个小孩后，纲手更是火冒三丈，骂得自来也狗血淋头，唯唯诺诺。没法呀，自来也更没理由反驳呀，任谁被自己教的徒弟给打上家门了，还被揍得如此狼狈，估计也硬气不起来吧。
3代那个老头子呢？不清楚，估计也被敌人拖住了吧？那我们怎么办？撑住！我刚刚击败了那个擅长通灵的佩恩，在村子里肆虐的大半通灵兽好像都消失了。只要我们撑住，村里的其他人应该很快就会来支援了。自来也并不愚蠢，很快就分析出了战局的破局点。只要他们撑住，就还有机会翻盘。只能这样了。自来也，你个死鬼！等结束了，我一定要把你的脑袋拧下来！纲手点头，一拳再次击退修罗道，并对着自来也大骂着。有了治疗辅助，再加上仙人模式后，自来也的压力确实小了不少。虽说依旧被佩恩6道压制着，但起码还能硬撑一会。就这样，没多久，果然不出自来也的预料，随着畜生道的那些通灵兽的消失，木叶这边也逐渐抽出了人手，开始驰援着这边了。山中亥一、秋道丁作、奈良鹿九、犬种爪等等，除了已经战死的，剩余的不少木叶大族内的家长、忍者，都陆续赶到这里，加入到了战斗之中。当然，除了上忍之外，其余忍者都被自来也迅速喝退了。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中，就连上忍能发挥的作用也不多，最多就牵扯一下，吸引一下火力。真要是让上忍之下的忍者也加入，那纯粹就是去送人头了。但好歹这些大家族忍者也有着家传的秘术，就像奈良一族的隐真四之术，山中一族的心乱身之术、通心之术等等，出其不意下确实能发挥出不小作用，令佩恩6道这边频频受阻，攻击节奏紊乱。咻！突然间，又一道身影落入了战场之中。自来也，老爷子，你果然没死啊！看见袁飞也到场后，自来也更是松了一口气，兴奋一声，并连忙分出了一道普通分身，和袁飞介绍起了战场情况与敌人的能力。瞎说什么死不死的！不过倒是多亏了有女智薇他们，不然老夫也得栽在那了。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的成长速度实在超乎我的想象。回想着刚刚被五具须佐分身支配的恐惧，就连袁飞也不禁嘴角一抽，暗暗心颤。他们都，袁飞都牺牲了，现在可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你这边情况怎么样？自来也，敌人很强大，总共6人都拥有着传说中的轮回眼，可以视野共享，且似乎每人只能使用一种体系的力量。袁飞，连仙人模式下的你也无法匹敌吗？自来也，是的，多亏了纲手及时赶到，不然我已经死在这了。纲手回来了吗？太好了，总算听到个好消息了。袁飞呼出一口浊气，振奋了少许，抬头细细一看，果然看见战场中一道熟悉的女性身影正在横行无忌。听此，战斗中的纲手也回撤了下来，瞥了一眼袁飞，通过阔鱼得知了袁飞已经断掉的左手、满身血迹以及一头灰尘的狼狈样子后，也不禁咂舌：老头子，你怎么如此狼狈？袁飞败给了一个宇智波的少年，那小鬼实力已经远超我的认知了。纲手，什么少年？宇智波？哦，好像宇智波确实是叛逃了。不过你个老头子怎么会败给一个小鬼啊？别瞎扯行不行？蒙着眼睛的纲手火气也格外的大，只感觉袁飞这老头子完全就是在瞎扯。一个活了60多岁的老油条会打不过一个少年？别闲聊了，我要顶不住了。老爷子，快来帮忙！远处正在鏖战中的自来也本体大吼一声，催促着袁飞等人一同加入战斗。好！袁飞也憋着一口气，立即出手，带着不少木叶忍者也加入了战场之中。人多欺负人少，这才是大隐村的原本战斗模式。像自来也这种一人单挑佩恩6道的，才是意外中的意外。如此一来，双方天平瞬间倾倒。靠着人数优势，木叶这边也终于压制住了佩恩6道。哟，来的人有点多呀，连你的老师也到场了。看着逐渐入场的袁飞几人，夏目再次玩味笑道：刚刚你有机会杀死他的？大蛇丸阴灿灿地反问道。显然刚刚夏目分身和袁飞等人战斗的一幕，他也通过蛇分身看到了。或者说在这木叶村之内，到处都是大蛇丸留下的眼线。机会？哪来的机会？你觉得是你掌握的忍术更多，还是袁飞日斩掌握的忍术更多？夏目转头盯着大蛇丸询问道。大蛇丸愣了愣，坦然道：现在应该是他掌握更多，毕竟袁飞可比大蛇丸大了整整1倍。当然，以大蛇丸的学习速度和寿命来看，超过袁飞也只是迟早的问题。那你怎么就能保证那个老家伙没有掌握什么同归于尽的底牌忍术呢？不到万不得已，将一名火影逼上绝路，可不是一个好选择。还是说，你觉得以他的地位，木叶的所有禁术有他无法接触的吗？夏目的质问令大蛇丸心头一震，随即微微讪笑。正如夏目所说，自己仅靠偷学的几门禁术就已经脱胎换骨了，而拥有着光明正大翻越所有木叶禁术权力的袁飞，又怎么可能没有掌握某种底牌禁术呢？光是自己知晓的同归于尽的禁术就有好几种，更何况还有不少自己未知的禁术呢。难怪夏目这小鬼没有和老头子死磕，感情是顾虑着这一点呢。果然，这小鬼真是奸诈又惜命到了极致啊！夏目，这么多木叶忍者都来了，看样子佩恩6道也不好对付了。你说最后哪边会赢呢？大蛇丸，若是拼命的话，木叶有机会赢，只不过有我们在，老头子那边估计不敢全力以赴吧。大蛇丸猜测道。只可惜他话音未落，陡然间又一圈大型结界迅速升起，将木叶众人和佩恩6道都包裹在了内部，将夏目、大蛇丸、小南等观战之人都隔绝在结界外。结界吗？看来木叶这是准备拼命了呀。正如夏目猜测那样，结界内的木叶等人准备开始拼命了。不拼不行啊！
在刚刚的激战中，他们已经接连又杀死3名佩恩了，但很快都被那个地狱岛佩恩复活了。如此看来，若是不通过结界困住敌方，并不顾一切的灭掉那个地狱岛佩恩，那么这场战斗再拖下去，木叶这边必败无疑。更何况，无论袁飞还是自来也等人，也都看出来了，这个佩恩6道即是小组织的核心首领与战力，只要击败他们，这场针对木叶的袭击也将逐渐崩散。因此，这也是最后的决战了，容不得他们再保留余力了。杀！动手！为了村子，为了火影大人！随着一声声嘶吼，双方再次猛烈碰撞，厮杀在了一起。每一秒，木叶这边都有人阵亡，但靠着这股拼劲，佩恩6道也确确实实被压了下去。很显然，除非一方完全阵亡，不然这场决战绝不会停止的。战斗结束了，或是说结束了一大半。佩恩6道除了天道之外，其余5人尽数覆灭。木叶这边战死了3名大家族族长，16名上人，同时纲手重伤，自来也双臂骨折，袁飞近乎脱力，可谓是一片惨烈。此刻，天道佩恩看了看周围的尸体，也忍不住赞叹了一句：“老师，能将身为秩序之神的我逼到如此地步，你们已经足以自豪了。”自来也，嗨嗨，你究竟是迷眼还是长门？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败了。呸！老娘我还没输！纲手唾骂一声，撑着一双酸软的双腿，准备从地上挣扎起来，奈何还没站稳，又软倒在地。天道佩恩无需挣扎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什么绝对的力量，不过是一介暴徒而已。你们头上戴着的余隐村的护额吧，不要以为对木叶犯下这样的暴行就可以逃之夭夭，将来余隐村必然会为此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袁飞日斩大喝一声，怒意十足，赤果果地威胁道。眼瞅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村子被敌人破坏成这样，而这名敌手还在这大言不惭，他怎能不气愤？天道佩恩冷笑一声，果然，你们还是如此狂妄自大，只要有力量就能为所欲为，就能蔑视一切小国。只要你们还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就不会将自己的考虑在死亡之内，自以为的将和平当场游戏，将战火和杀戮带给其他国家。杀人的话，就注定会有被人所杀的一天，仇恨会把双方连在一起，只要战斗就会伴随着双方的死亡、伤痕、疼痛，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噩梦。自来也，这就是你再次挑起战争的理由？愚蠢！袁飞，荒谬的理论！自来也，你竟教出了这样扭曲的弟子！纲手，胡扯！我们村子，我们大国也承受着同样的痛苦，不要找这种借口啊，混蛋！3人立即驳斥，满腔怒火地回应道。显然，痛苦总会让人愈发暴躁。天道佩恩，同样的痛苦，可笑至极！从未被当成战场的你们，也配说同样的痛苦？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痛苦吧。大蛇丸开始舌战了吗？真是狼狈啊！不过他们都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这繁华的木叶确实不曾体会过余隐村的伤痛。夏目，道理谁都会说，决定痛苦与否的依旧是实力罢了。大蛇丸，夏目大人倒是看得通透。你说最后谁会体会到痛苦呢？夏目摆了摆手，制止道：“别再痛苦过来，痛苦过去了，都要变成佩恩的样子了。不过看样子佩恩是准备开大了，做好防御吧。”大蛇丸一怔，开大？如此说来，他还有底牌没有使用，看呗，马上就要到高潮了。夏目双目一凝，永恒万花筒写轮眼陡然浮现，已经随时准备好开启须佐能乎作为防御了。虽说有着邪神体的自己，哪怕吃满佩恩的一个大也死不了，但身体4分5裂也很痛啊。夏目可没有什么受虐癖好，可不想去硬抗。结界内，面对天道佩恩的宣言，此刻袁飞等人都不以为意，皆不认为仅剩下1人的佩恩还能掀起多大浪花，反倒是更加在意着结界外的其他几名敌人。只不过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余5具佩恩的阵亡也正好让长门能将所有精力和查克拉都集中在天道佩恩身上，以便于发动那一招。下一刻，在自来也等人的注视下，天道佩恩动了，整个人的脚下竟升起了一股斥力，卷起风浪，令他整个人漂浮了起来，而且一路向上，越飞越高。接受痛苦吧，了解痛苦吧。不了解痛楚的人是不会理解真正的和平的。看着这诡异的一幕，自来也几人心中也生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自来也，等等，迷夜，你究竟还要做什么？经验老道的袁飞一眼看破了佩恩的目的，不由面色巨变。不好，他估计是想释放某种大范围的术吧。同时，结界外猜出长门要做什么的小南也急忙大吼道：“不行，不要！那个术会缩短你的性命的，不能用！”听此，更是将结界内的袁飞等人吓了一跳。靠牺牲寿命施展的忍术，那威力得多大？莫不是要一击覆灭整个木叶？这谁顶得住啊？快阻止他，绝不能让他发动！袁飞目眦欲裂，连忙大吼道。奈何已经太晚了，上升到数百米高空的天道佩恩本身就已经免疫绝大部分的攻击了，寻常忍术根本就攻击不到这么远，以至于一众木叶忍者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高空中的天道佩恩继续蓄力施展绝招。此刻悬浮在高空中，天道佩恩也未曾犹豫，今日他就要让木叶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痛苦。届时他就不信木叶的忍者还能说出那样大言不惭的话。
让世界感受痛苦吧！超神罗天征发动，下一刻，白光迸射，宛如耀日坠世，瞬间淹没了一切。当看见那耀眼的白光吞噬了视野中的一切时，所有人才知道大事不妙了。小南立即发动了噬指之舞，将身体化为无数纸片，以躲避冲击。大蛇丸也发动了通灵之术，召唤出了一条长蛇，令其将自己一口吞下，并钻入了地下。至于夏目，自然秒开须佐能乎，依旧屹立在原地，巍峨不动，也准备正好看看超神罗天征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不过，就在天上佩恩所释放的恐怖冲击抵达地面的前一刻，大地竟提前猛然震动着，无数道巨大的阴影从地下凸起，缠绕结合，层层密密，无边无际，仅片刻就形成了一大片树界海洋，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木藤网，将整个木叶村都包裹在了其下方。下一刻，天上地下两股伟力对撞在一起，轰隆隆，山河倾倒，世界都仿佛为之发颤。数十秒后，冲击结束，大量扬尘弥漫，遮掩了整个村子。夏目也控制着须佐，再次大手一挥，拨开了面前的扬尘。这是……下一刻，他目光所及之处，竟是一条条巨大的木藤，整个木叶都仿佛变成了一片史前丛林。大量的巨藤如龙盘球，遮天蔽日，那些断裂的都有几十米长，那些完好的、粗壮的更是长达数百米。其中好几根木藤上还开出了一朵朵巨大的粉色花朵。不过，也正是靠着这些巨大的木藤罗网，这才抗住了超神罗天征的冲击，使得木叶没有在顷刻间覆灭。这是木盾花树界降临？怎么会如此范围，如此规模，甚至能抗下一记超神罗天征？这绝非大河那个弱鸡能办到的，除非是真正的初代火影千手柱间。看着眼前满目狼藉的场景，夏目也忍不住喃喃感慨着，并瞬间猜测道：当然，他是不相信已经死翘翘的忍者之神千手柱间能够复生出来，但这几乎囊括了整个木叶村的超大范围的木盾花树界降临，却证明着世上应该只有千手柱间一人能够做到。这倒是有意思啊！很快，刚刚钻入地下躲避冲击的大蛇丸也迅速回到了夏目身旁，同时看着此时木叶这匪夷所思的模样，也不禁面露惊色，大为不解。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的忍术，都快超出他对忍术的认知了。和这般忍术一比，那曾经被誉为忍界半神的山椒鱼半藏就是一坨屎啊！大蛇丸，这究竟是夏目是木盾？大河怎么可能？也只有初代火影的木盾才能拥有这般威力吧？初代火影千手柱间，他活过来了？应该不是。看那边，大蛇丸顺着夏目所指看了过去，却只见刚刚的战场中央内，三代火影猿飞日斩不知从何掏出了一卷忍术卷轴，提前打开了。尽管封存在卷轴内的禁术已经发动了，但卷轴上依旧残留着强劲的查克拉波动气息。很显然，这个超大范围的木盾禁术绝对和那卷轴脱不了干系。那个卷轴应该就是千手柱间留下的底牌吧？有意思，我竟从未听袁飞老师提起过。这种底牌想来只会传给历代火影，且一般都被封存在某一处，只有村子面临覆灭危机之时才会启用吧？你都判出木叶了，袁飞那个老家伙又怎么会告诉你呢？夏目理智地猜测道。这也不奇怪，在夏目的预计中，木叶定然是留有底牌的。当初二代目给村子留下了一箩筐的禁术，作为初代目火影，又怎么可能毫无后手呢？平心而论，若是自己将来大限将至，也必然会给自家岩影村留下一大堆底牌的。更何况，那还是数十年前纵横忍界的忍者之神千手柱间。很显然，这才是木叶的真正底蕴啊！嗨，废墟中央发动了这个底牌卷轴，袁飞更是近乎虚脱，再加上吸入了大量阳尘，也忍不住猛烈咳嗽着。这是……自来也迷茫地看着周围，一脸的骇然。是木盾，是爷爷的忍术。倒是纲手，哪怕蒙着眼，也瞬间感觉到了那股熟悉的查克拉以及木盾的勃勃生机。老头子，爷爷的木盾怎么会在这卷轴里？纲手兴奋地追问道。呼！袁飞深吸一口气，解释道：这是初代大人临终前为村子留下的底牌，他将自己的忍术和大量查克拉都封印在了这个卷轴之内，并告诫后代火影们，只有在村子面临覆灭危机时才能动用。为此，哪怕当初木叶被四国联手都打上村门了，二代目大人也不曾动用。而这卷轴一直以来都被封存在火影办公室内，代代单传，只有历任火影才知晓着其位置和解封手法。当初九尾之乱时，我便准备使用它了，奈何水门瞬间带走了九尾，我也只好作罢。直到今日，将火影大楼设为陷阱时，我便刻意取出了这卷轴，以防万一。没想到正好用在这了。袁飞唏嘘一声，也幸好，若非这超大范围的木盾忍术帮忙扛住了佩恩忍术的攻击，木叶怕是已经没了吧？那个佩恩的绝招实在太可怕了，爷爷竟还留下了这种好东西。还有吗？还有吗？纲手兴奋一声，只感觉胜利在望了。没了，初代大人只留下了这么一卷。袁飞惋惜道：若是多留下几卷的话，木叶哪还需要唯唯诺诺呀？当初云影敢威胁自家时，就直接带着一个卷轴去灭了整个云影村。当然，袁飞更清楚，为了留下这么一张底牌，初代大人当初可是琢磨了许久，失败了无数次，才堪堪成功了这么一次。毕竟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卷轴就能轻易承载柱间那海量的查克拉。
这就是忍者之神的实力吗？并非本人，仅仅只是留下的一个忍术就能覆盖整个木叶，这也太离谱了吧！自来也再次咂舌道，和这般伟力一比，自己果然还差得远啊！自己就算是全盛状态，外加仙人模式，也难以释放出如此大规模的忍术。还没有结束呢，这初代大人留下的忍术卷轴，威力和灵活性都无法和他本人施展的相比。而且看样子我们的敌人也还没有放弃。袁飞抬起头，艰难地警告道。透过破碎的木藤与浓密的扬尘，依稀可以看到高空之上那具天道佩恩的身影依旧还悬浮在那，如同一把利剑悬在木叶的咽喉之上。战斗还并未结束啊！强行释放了超神罗天征后，天道佩恩的查克拉也近乎耗尽，其能力也暂时失效，全靠小南的纸片垫在脚下和衣服里，这才勉强继续悬浮在空，不然怕是已经坠落下去了。当然，此刻的天道佩恩心中更是无比惊骇，他怎么也想不到，木叶竟然扛下了自己这最强的一招，通过一个范围大的离谱的忍术，制造出了一大片木藤，包裹住了村子，挡住了自己的超神罗天征。这怎么可能？木叶还有谁能施展如此强大的忍术？这是传说中的血祭线剑木盾，木叶还有人能施展木盾忍术？天道佩恩皱起了眉宇，迅速思索，反复猜测着。这也是他第二次感觉到意料之外的棘手。上一次当然是遇到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时了。就在这时，大片白纸在佩恩身旁汇聚，凝聚成了小南。掌门，先撤退吧，再打下去你的身体会扛不住的。小南忧心忡忡地劝说道。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掌门本体的糟糕状况了，再打下去只会越来越危险。不，还没有结束。根据气息判断，下面的木叶忍者数量并未增加，那就证明了这个忍术并非是忍者施展的，而是木叶预留的某种底牌，是能使用的一次的那种。不愧是5大国之一啊，竟然还留下了这种级别的后手。不过这也是他们的极限了吧？接下来他们将再无反抗之力了。若是我们现在撤离，只会将九尾人助力拱手让给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到那时我的计划将功亏一篑。小南，可是掌门，没有可是，放我下去吧。你知道的，只要我的本体位置不暴露，就不会有危险的。在掌门的坚决要求下，小南只得服从，并操控着纸张带着长门缓缓落下，停在了半截高高的断木之上，俯视着下方剩余的木叶众人。尽管木叶靠着这个木盾挡住了超神罗天征的直接冲击，但哪怕是穿透木盾所溢散下来的余威，也震得不少木叶忍者五脏翻涌，气血沸腾。若非靠着纲手和阔鱼的治疗，怕是当场就得震死大量忍者。尽管如此，这一击之下，绝大部分的木叶忍者也都失去战斗力了。迷叶，你为什么？自来也神色痛苦，看着佩恩，悲从心生。老师，真正的痛苦远不是你们这些大国能理解的。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交出九尾，不要让我再施展一次刚刚的神迹了。天道佩恩冷漠地警告道。当然，他已经没法再施展一次超神罗天征了，但借着这个机会威胁一下，废话几句，争取一点让天道能力恢复的时间，还是有用的。呸！什么痛苦？什么机会？有本事就来亲手拿呀！看你这样子，也施展不出刚刚那一招了吧？少大言不惭了！暴躁的纲手怒斥一声，稍稍恢复了一点，他也终于站了起来。真是愚蠢啊！你们的愚蠢只会让木叶更加痛苦。佩恩再次大声威胁道，但依旧没有妄动，显然是他的能力还在冷却之中。他好像不能动了，快攻击他！袁飞大声指示道。人法真谛藏，自来也立即发动攻击。尽管双手被废，但他的一头白发还在，依旧能射出发针攻击敌人。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天道佩恩身前，挥舞着大刀替佩恩挡下了所有坚针。我来晚了。琵琶石藏收起大刀，落在佩恩身旁，大声笑道，一副豪气的样子。但他的眼角却不断地扫视着木叶那边的忍者，似乎在搜寻和忌惮着某一道身影。听说你逃了？佩恩平淡地质问道。我只是战略撤退了一下，这不就回来吗？琵琶石藏头皮一麻，连忙解释道。他刚刚确实被麦特凯吓坏了，逃离了战场，可随后就被首领佩恩的一发超神罗天征吓得屁股一紧，连忙赶了回来。他可不想最后逃出了木叶，然后又被首领佩恩追杀致死啊！说起来，这里打得可真激烈啊！究竟是什么忍术，居然能造出如此多的巨大木藤啊？琵琶石藏摸了摸脚下的巨大木藤，咂舌惊叹道：“少废话，杀！”佩恩懒得再和琵琶石藏废话了，直接下令道：“行吧，交给我了。”琵琶石藏挥了挥手中的大刀，将目光锁定在了下方袁飞3人身上。只要那个绿衣服的忍者不在，他可无所畏惧。眼瞅着又有一名敌人入场，自来也等人心中更是绝望。毕竟刚刚的那招人法真谛藏也已榨干了他最后一份查克拉。此刻的木叶众人皆是强弩之末，哪还有再战之力啊？面对这样一名完好的敌人，怕是只能引颈受戮了吧？就在这时，本已精疲力尽的袁飞日斩却站了出来。纲手，将剩下的查克拉都给我吧。老头子，你……纲手一愣，但还是立即照做，将阴封印那仅剩的部分查克拉都通过阔鱼传给了袁飞日斩。自来也，村子之后就交给你了，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孩子和孙子也麻烦照看一下。袁飞一边踏步向前，一边对着身后的自来也叮嘱道，并分出了几道分身，扛起周围的几名重伤忍者退出了战场。
还有一道分身则主动冲了上去，和琵琶石藏交战在一起，拖住了对方。袁飞老师自来也哽咽一声，也猜到袁飞是打算拼死了。还有，以后收敛点你的性格吧，别在村里建那么多浴池了。自来也，袁飞停在了所有木叶忍者之前，继续道：我不算是个好火影吧？这么多年来，死抓着权力，争来争去，算来算去，犯下了不少错。只可惜最后还是没能带木叶走向辉煌。起码最后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就像二代大人一样，木叶的火苗绝不会熄灭在此的。袁飞目光决绝，立即结印施术。尸鬼封禁！下一刻，周围气温瞬间暴降好几度，一股阴寒之气席卷开来。而那一道只有施术者才能看到的死神身影也浮现在了袁飞背后。那是什么忍术？有一种非常不妙的感觉。看着袁飞结印施术，天道佩恩也微微皱眉。尽管他看不到死神，但靠着轮回眼，依旧能感觉到少许异常。下一刻，不等他做出反应，袁飞这边也做好了准备。很快，带着黑色皱纹的虚幻死神右臂便穿过袁飞的腹部，并急速伸长，迅速朝着天道佩恩抓去。本就处于虚弱期中的天道佩恩根本就来不及闪避，更难以察觉，刹那间就被死神的右手抓住，穿透了腹部。这一刻，哪怕是远在百里之外的长门本体都不由感觉身体一僵，头皮发麻，就仿佛是自己的灵魂都在战栗。一切都结束了。袁飞大吼一声，在他看来，只要带走这名敌方首领，那么对这场袭击必然失败。这一切就以自己的生命来画上句号吧。下一刻，死神右臂收缩，从天道佩恩腹部抽出，即可带着对方的灵魂和袁飞一起被永远封入死神的腹中。只不过，直到死神右臂抽出后，袁飞这才陡然发现，死神并未抓住对方的灵魂，或是说，这个佩恩根本就没有灵魂，对方本就是死人一个。袁飞，此刻的袁飞只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如此离谱过。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施展了这个玉石俱焚的封印禁术，结果却掏了一具尸体，根本没能抓到对方的灵魂。那自己还开个屁的尸鬼封禁啊！只可惜已经晚了，尸鬼封禁一旦施展，便没有反悔的机会了。无论是否成功吞噬掉目标的灵魂，自己的灵魂都已献祭给了死神，不可能退货了。就现阶段来说，死神可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因此袁飞已经注定了死亡。但他不甘心啊！真要是这样毫无建树的死去，那自己怕是就成了史上最蠢的火影了啊！人家4代木水门起码还是带着九尾一起阵亡，自己若是用尸鬼封禁封了个寂寞，最后还不得笑死人啊！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袁飞咬破了舌头，提起一口精气，连忙控制着死神正在缩回的手臂，在空中拐了个弯，向着左侧正在和自己分身纠缠着的琵琶石藏抓去。没办法呀，佩恩那是个傀儡，没有灵魂。小南那个女忍者还化成片片白纸，散落漫天，寻不到本体。宇智波夏目那小鬼又站得太远了，根本抓取不到。现场中能够带走的敌人就只剩下这个琵琶石藏了。好歹对方也是雾影的前精英上人，现在也勉强有着影级的实力了，带走这样一名敌人，起码还能挽回一点颜面吗？可怜的琵琶石藏，正和袁飞的分身打得有来有回，畅快淋漓呢。结果下一秒，咻的一下，不知从哪飞来的一条虚影手臂便陡然穿透了他的身体，射入了他的腹部，并一把捏住了他的灵魂，就如同捏住一只雏鸡那般简单。啊！一股极致的寒意从琵琶石藏的脚底板升起，瞬间窜上头顶。被死神抓住灵魂后，他也猛然看清了一切，看见了悬浮在袁飞背后的恐怖死神虚影，瞬间就被吓得面色灰白，惊恐万状。那是什么？痛！我的身体怎么回事？不！下一刻，不等琵琶石藏反抗，死神的手臂便抓着他的灵魂瞬间拉出，并朝着袁飞日斩飞去。封印！袁飞大喝一声，仅仅片刻，死神就抓着琵琶石藏的灵魂一同吸入了他的腹部。滋滋，白烟升起，袁飞的腹部上形成了一副封印皱纹。至此，尸鬼封禁成功封印。嗨，没想到最后还是这么狼狈啊！打了这么久，对方竟只是一具傀儡啊！再见了，我的村子！袁飞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惋叹一声，很快就闭上了双眼，栽倒在地。一代火影就此陨落。只可惜，某位可怜的琵琶石藏先生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没有死在麦特戴的脚下，也没有葬身在麦特凯的脚下，最后反而栽在了这位3代火影的封印禁术之下。不过，能和3代火影一命换一命，也算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吹嘘了。天道佩恩身旁大量纸张汇聚，化成了小南的模样。眼瞅着3代火影袁飞日斩，竟以自己难以理解的方式直接带走了琵琶石藏，小南也被吓了一跳。长门，刚刚那是一种针对灵魂的封印术吧？非常强大，几乎避无可避。天道佩恩同样面色凝重道，尽管他看不到死神，但根据自己刚刚的感觉以及琵琶石藏死状，想要推测出那个忍术的效果并不难。正因如此，他才后怕不已。没想到袁飞这个老头子竟还藏了一手这般诡异的底牌，和真正的死神一比，自己这个自诩的秩序之神还是差距蛮大的。也幸好自己的本体和灵魂并不在这，不然说不定刚刚就已经被袁飞给阴了。这大国的底蕴果然非同凡响啊！小南，离开这里，靠远一点，不要再给对面施展类似忍术的机会。不过对面应该也没有再战之力了。天道佩恩对着小南命令道。
刚刚若非琵琶石藏做了替死鬼，恐怕小南也危险了。同样的漏洞，他可不想再犯，必须让小南离远一点。而自己这具傀儡之躯倒是并不害怕，也正好经过了这一场闹剧之后，天道佩恩的能力也终于恢复了，可以继续战斗了。与此同时，远处眼瞅着战斗全过程的夏目也忍不住畅笑了起来，哈哈，有趣有趣，实在有趣。袁飞这老头子居然只拉了个琵琶石藏陪葬，这个倒霉蛋真是笑死我了。也罢，还是位英勇的琵琶石藏先生默哀半秒钟吧。哈哈哈，说实话，他是真没想到，就连自己曾经都为之忌惮的尸鬼封禁，一个以命换命的极致禁术，居然被袁飞这个老头就这样的给浪费掉了。一种既唏嘘又荒唐的感觉在夏目心中充斥着，当然唏嘘之余则是一股浓浓的雀跃。尽管途经波折，但自己的计划终于还是成功了，确实利用小组织的人手将整个木叶打残了，不但逼出了初代火影留下的后手，而且还带走了袁飞日战。这下木叶之内终于再无威胁了。老头子死了，那是什么忍术？比起畅快淋漓的夏目，一旁的大蛇丸却愣住了。虽说他早就做好了袁飞等人会战死的心理准备，可此刻实打实的看着袁飞死在自己眼前，心中还是难免五味杂陈。毕竟那确实是他曾经的恩师，而且还是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忍术以命换命阵亡的尸鬼封禁漩涡一族的封印禁术，由4代目火影学会并改良，最终并入了木叶的忍术体系之内，能以自身灵魂为祭品和死神签订契约，从而强行封印敌人的灵魂，无视物理防御。当初4代火影就是以此术强行封印了九尾。夏目干脆地解说道，反正以大蛇丸的头脑和情报网，事后想要查清这个忍术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竟然还有这种封印术，大蛇丸忍不住的咂舌惊叹。对于涉及到灵魂类的忍术，他向来无比好奇，颇为忌惮，更何况还是这种封印禁术。看来夏目大人你早已知晓啊，原来这就是你让佩恩他们去打头阵的原因吗？大蛇丸眯着眼猜测出了真相。废话，我还年轻呢，可不想被一个老头子拼死互换，被封进死神的肚子里坐牢。倒是你就不怕也被袁飞一波带走吗？听此，大蛇丸也打了一个寒战，不禁联想到了自己原本筹备着的木叶崩溃计划。若是将来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真的发动了木叶崩溃计划，说不定还真有可能被袁飞老师一波带走啊！光是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啊！行了，别多想了，接下来就该我们登场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做黄雀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呀。夏目拍了拍身旁的大蛇丸，宽慰一声，接着屈膝一跳，越过上百米距离，直径落入了战场之中。没了袁飞之后，木叶就和失去反抗之力的小姑娘没什么两样了，自己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呀！刷刷两声，夏目和大蛇丸也先后跳入了战场，落在了天道佩恩身旁。眼见在这种关键时刻，在自己即将得手之时，这两个老阴逼突然入场，佩恩怕是用屁股想都知道夏目两人是准备来渔翁得利的，自然面色一暗，很是不客气地说道：“非要与我为敌吗？这不是准备来帮帮忙吗？毕竟我们也算是盟友吧。”夏目乐呵一声，毫不畏惧，看了这么久戏，现在才入场，过分了。天道佩恩冷厉一声，随时准备好了翻脸。为了这场战争，他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绝不可能在这最后关头将九尾拱手相让。无论是谁，别那么激动啊，人还没杀光呢，还不是分赃的时候，等到手后再聊分赃，如何？夏目指了指下方的木叶众人，主动提议道：“目标都还没到手呢，就率先内讧，他可不会那么蠢呢。更何况按照情况来看，自己等人现在便是十足的反派，真要先一步内讧的话，十有八九会被正义的木叶给翻盘的，那才丢人呢。”听此，天道佩恩只沉默了片刻，也立即同意了下来。毕竟今日之战，木叶给他带来的惊吓实在太多了，不先干掉木叶的所有人，他也寝食难安啊。很快，双方就达成了默契，准备先清空残存的木叶忍者，活捉九尾，再来内讧。袁飞老师自来也跪倒在地，哽咽一声，眼眶迅速泛红着，可见心中悲伤之痛。同时眼见着袁飞阵亡，就连不怎么待见老头子的纲手也心中一酸，泪花翻滚，甚至连一直他不曾治愈的孔雀症也缓解了不少。同样的，后方瘫倒在地的一众木叶忍者也纷纷落泪怅然，为三代火影大人的牺牲而悲痛万分。无论三代在位时的功过如何，起码此刻他是为了村子而牺牲的，足以获得一份敬重了。只不过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却将众人陡然骂醒。哭什么？战斗还没结束呢！众人循声看去，这才见左侧那道抱着元魔金箍棒的袁飞分身正在大吼着：“老爷子，你惊讶什么？一具分身而已，用不了多久也会消散的。现在可不是伤感的时候，那几个敌人可没准备放过你们啊！”众人狠狠一愣，抬头看去，正好看见夏目和大蛇丸两人也落在佩恩身旁，皆呼吸一顿，头皮发麻。毕竟一个天道佩恩都已经将他们打得哭爹喊娘了，现在还又多了两名强大的敌人，这谁顶得住啊？看见大蛇丸出现后，自来也更是心头一怒，正欲大骂，可这才想起，若非大蛇丸的提前告密，木叶村可能早就覆灭了。某种程度上来说，自家等人还必须感谢他呢。可此时眼瞅着他站在敌人那边，依旧令自来也如鲠在喉，很是不舒服。老爷子，我们已经无力再战了呀！
自来也回头瞥了一眼后方众人，几乎所有木叶忍者都瘫痪在地着，根本没多少战斗力了。至于外围的一众下人、中人，更是不用指望了。木叶确实已经山穷水尽了，更何况听说那个佩恩还不是真人，只是一具死尸傀儡，打了这么久，连敌人的本体都没摸到过，还有翻盘的可能吗？不许放弃！木叶还没有枯萎，村子的火苗就不会熄灭。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袁飞这具分身大声鼓舞道：“没想到竟然连尸鬼封禁都用上了，也无法击败对方。还好我最后留了一手，以防万一。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对于本体的拉胯表现，竟只带走了一个琵琶石藏，分身也很是无语。但此刻可没时间再去纠结这个了。一个实力强大的天道佩恩，一个诡异无比的大蛇丸，外加一个深不可测的宇智波小鬼，光是这三人就足以给全盛时期的木叶带来覆灭的危机了。更何况还是现在，根本就难以力敌啊！为此，他也只能动用那一招了。哪怕不惜亵渎先代的火影大人们。什么？老爷子还你准备做什么？自来也惊愕地追问道。我呀，只能对不起先代的火影大人们了。下一瞬间，分身袁飞便拉开了早已备好的卷轴，将事先备好的媒介、祭品、召唤咒文都通灵了出来，并迅速结印，发动那个禁忌之术——秽土转生之术。自从和岩隐村大战完，失去了半条左臂后，袁飞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衰弱与无力。为此挣扎再三后，才让卡卡西去了一趟禁书库，取出了好几门禁术卷轴，其中之一便是这门秽土转生。而他之所以在前1个月内让自来也暂代火影之位，是为了避免承担大明国的指责，暗中控制村子，更是为了腾出时间来细细钻研这门禁术。当然，对于这种亵渎死者的禁术，袁飞一直都是持抵制态度的。只可惜时势逼人，令他不得不多留几条后路。因此，刚刚他之所以在施展尸鬼封禁前留下了分身，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若是连尸鬼封禁都无法击败敌人首领的话，那就只有动用这门罪恶的禁忌之术了。那是秽土转生之术，这是准备秽土初代和2代木火影。操！袁飞那个老家伙不要脸，还留了这一手。眼瞅着下方异变突起，夏目也面色一黑，并立即出手，企图打断袁飞分身的施术。总之，他可不会傻乎乎的愣在原地，呆呆的看着敌人施展完最后的绝招。一瞬间，猩红色的查克拉呼啸而出，瞬间凝聚成了一只数十米长的须佐大手，狠狠朝着下方的袁飞众人拍去。这一掌势若千钧，别说一群老弱病残了，就算是满状态下的自来也都不一定扛得住。夏目本体的须佐之威，可绝不是分身能够比拟的。轰！巨掌落下，大地震荡，土石崩裂，半个木叶都为之颤抖。好几名来不及逃离或是无力逃离的木叶上人，直接就被拍成了肉饼，当场暴毙。至于正中央的袁飞日斩的分身，也被瞬间拍散，直接打断了他的秽土转生。刚刚那是？佩恩疑惑问道。对于夏目这小鬼刚刚的匆忙出手，确实非常好奇。按理说，一个本体都已经死亡的袁飞分身，不该让夏目这个小鬼如此重视啊。那个忍术估计很不一般啊。秽土转生，一种通灵禁术，能将死去的人召唤到现世，为自己征战。刚刚袁飞那个老头成功的话，现在和我们交战的恐怕就是初代火影千手柱间和2代火影千手飞间了，也就是施展这个木盾忍术的原本之人。夏目指了指脚下的巨大木藤，解释道。听此，天道佩恩也不由心中一惊，毕竟光是脚下这个覆盖了整个木叶的木盾忍术，就足以证明那位初代火影的恐怖了。若非必要，他可不想和那样的怪物交战。要知道，他还只是自诩的神，而那位初代火影却是全忍界公认的忍者之神。不过幸好，夏目打断了对方的施法，阻止了这个变态的禁术。同时，佩恩右侧，大蛇丸却意外地畅笑着，哈哈，那个老头子果然还是学了这个忍术。当年还怒斥我不让碰这些邪术，没想到他现在还是不是碰了。对大蛇丸来说，亲眼见证曾经的老师也被迫走上自己选择的邪道，他当然雀跃万分，很是开怀。不过就在这时，远处数百米开外，2道惊人的气息却冲天起，陡然乍现。夏目立即远眺，这才猛然发现，远处战场边缘被巨大木藤遮掩的一个角落之中，又一道袁飞分身却已经摊开卷轴，准备好了媒介与祭品，成功发动了秽土转生。很显然，刚刚被夏目拍散的那个袁飞分身仅仅只是一个诱饵，真正准备施展秽土转生之术的却是袁飞一开始派去撤离伤员的其中一道分身。现在就是由这具分身施展秽土转生之术，成功将初代火影、2代火影绘吐了出来。见此，夏目更是双目一凝，眼中金芒一闪，心中忍不住的赞叹道：有意思，这才是老阴逼啊，有够老谋深算的呀，这才配得上火影之名啊。好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难怪能将团藏那个阴谋家都压在身下数十年之久，人都死了还能玩出这么多花样来，了不起啊。细细想来，这也不奇怪，一个活了60-70年的老忍者、老火影、老政治家，若是连这点算计和城府都没有，那才不对劲呢。夏目失笑着摇了摇头，对于袁飞分身成功绘吐出了初代、2代火影，他倒是并不畏惧，自己刚刚出手阻拦，也不过是想少点麻烦罢了。绘吐成功了又能怎么？真以为绘吐出一个初代火影就能无敌了？这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忍界了。手握仙人体、邪神体、永恒万花筒、写轮眼的自己，6道之下近乎无敌，大不了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看看谁输谁赢呗。苟了这么久了，自己还没尽全力打过一场呢。忍者之神，正好作为自己是神的接替。想到这一瞬间，夏目也血液沸腾，战意磅礴。海量的查克拉通过体表汹涌溢散而出，光是此刻散发的气魄威压，就令身旁的佩恩二人大吃一惊，心头猛震。此时，另一边，袁飞分身面前，尘土汇聚，很快就化为了千手柱间和千手飞间二人的模样。两股惊人的气势也从二人体内扩散而出，威压四方。不完整的绘图转生，不算优异的转生祭品，不算熟练的施法手段，哪怕在这一大堆不利因素的加成下，千手柱间此刻散发出的实力气息，也不在影级巅峰之下，足以见他全盛时期有多强大了。两人绘图完成后，也很快睁开了双眼，打量起周围。这是绘图转生？我的术，猴子，是你啊！是你将我们召唤出来了。当年你可是很抵触这门禁术的，没想到现在还是用了啊！看着面前的袁飞分身，尽管和年轻时差距很大，但千手飞间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袁飞日斩，并忍不住的调侃了一句：“柱间大人，飞间大人，非常抱歉，不得已用这个术打搅了你们的安宁，还请恕罪。”袁飞分身皱眉致歉道：“若非逼不得已，他也实在不想亵渎死者，更何况还是这两位令他尊敬的先代火影大人。当然，为了尽可能保留两位大人的意识和实力，袁飞分身也并未对两人放入用于支配的带有符篆的苦无。反正他也不怕两位大人脱离自己的控制，或是说巴不得他俩能尽快脱离自己的控制呢。呀，是猴子啊，好久不见了，没想到你也这么老了呀！”哈哈哈。千手柱间憨笑一声，摸了摸脑袋，乐呵着对着袁飞招呼道：“等等，你怎么只是一具分身？你的本体呢？”察觉到了什么的柱间立即追问道：“哎，一言难尽啊，我的本体刚刚已经战死了。”袁飞分身惋惜道，他也实在不好意思细说，毕竟本体的战绩实在丢人啊。你也战死了？等等，周围这是我的木盾，这么大范围，你是将我留下的卷轴用了？村子面临着覆灭的危机了，又有敌人入侵了。别看柱间性格大大咧咧的，但一点也不笨，仅仅扫了一眼周围就猜出了木叶的现状。是的，村子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实在无力抵抗了，只得寻求两位大人的帮助了。至于敌人，袁飞分身迅速解释道：“敌人就是那边的三人吧？”千手柱间瞥了一眼左侧远方，淡定地问道。从一出来，他就感觉到了那边有着很强的三股气息，其中一股哪怕隔着这么远都令他心惊不已，可见敌人之强了。这股气息好强，等等，有点熟悉的样子。可恶，难道又是？千手飞间抱着双手也看向了夏目三人所在的远方，皱眉不爽道。只不过对宇智波一族了如指掌的他，也似乎瞬间察觉到了什么。是的，敌人就是他们三人。说来惭愧，其中一人还是我曾经的弟子，只不过他也不算太坏，还事先告知了我们村子会遭遇袭击，因此希望两人大人之后能对他手下留情一点。中间那人就是袭击者的首领，但他只是一具死尸傀儡，本体并不在此，但他却拥有着传说中的轮回眼，非常厉害。右侧的那名少年是宇智波一族的天才，而且还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实力深不可测。袁飞分身尽可能的简短清晰的介绍道。一听敌人中又有宇智波的忍者，千手飞间瞬间皱眉，很是不爽道：“哼，果然又是邪恶的宇智波呀！大哥，我说当初就应该千手柱间飞间，不许那样称呼。千手飞间，哼，传说中的轮回眼外加万花筒写轮眼吗？确实难缠，难怪能将村子弄得一片狼藉。袁飞分身，这就是大致情况了。二代大人，没时间耽搁了，我这只是一具分身，所剩的查克拉已经快要耗尽了。我知道你应该可以逆向解除这个忍术，摆脱绘图的控制，请你快点施术吧，不然的话，等我这具分身消失，绘图转生也会主动失效的。”袁飞连忙劝说道。显然他很清楚，在忍术上的造诣，没人比得过飞间大人了。哪怕自己是用分身，只要能将二代大人召唤出来，他便能很快逆转这个术，从而摆脱绘图转生的控制。毕竟他曾经也听说过，似乎有着绘图转生解这个逆转忍术的。届时哪怕这个分身消失了，初代和二代大人依旧能继续留在现实，从而帮助木叶击退敌人，拯救村子。飞间点了点头，闭目感知了片刻，很快就心中了然，并且立即施术，绘图转生解。下一瞬间，忍术逆转，契约断裂，千手飞间直接脱离了袁飞分身的控制，得以继续留存在现实了。很快，千手飞间和千手柱间便先后发动了绘图转生解，脱离了袁飞分身的控制。至此，两人已经和完全复生差不了多少了。当然，柱间和飞间的实力依旧分别停留在影级巅峰和影级中上的水准，远不及全盛之时。而这也是这个不完整的绘图转生之术本身的缺陷。两位大人，我这具分身的查克拉也几乎耗尽了，接下来只有靠你们。袁飞分身惋惜着，最后告别一声：“安心去吧，放心，只要有我在，就一定会守护好村子的。”柱间上前两步，拍了拍猴子的肩膀，很是郑重地保证道：“谢谢。”说完，袁飞的分身便轰然崩散，消失了。至此，这位三代目火影在现实留下的最后一道印记也随之消失。柱间眉头微皱，感慨道：“唉，无论哪个时代，都少不了战争啊。”就在这时，两人前方，
搀扶着自来也的纲手也终于退到了这里。此刻眼瞅着记忆中的2道熟悉身影乍现，纲手也不禁猛然大喜。爷爷，真的是你吗？纲手一把丢开了搀扶着的自来也，扑了上去，抱住了牵手柱间。柱间老脸一红，有些茫然，随后看着这道熟悉的身影以及那熟悉的金发，这才将此刻的纲手和记忆中的娇小身影重叠起来，并随之大喜。小刚，没想到你也长这么大，抱歉，没能立即认出你来。哈哈，柱间摸了摸后脑勺，一脸恍然的憨笑道，毫无忍者之神的威严，看得身旁的飞间也连连摇头。纲手松开了柱间，看着柱间的憨笑模样，也再次100%确定了，这就是自己的亲爷爷，除了他，没人会如此酣蠢了。同一时间，很快，周围的不少木叶忍者也渐渐认出了柱间2人，并纷纷忍不住的振奋道：“那是初代火影大人，还有2代木大人，怎么会？先代的火影大人们复活了，回来拯救村子了！太好了，太棒了！这下村子有救了！”显然，在如此绝境下，人们最需要的便是一个期盼，而突然复生出来的这2位先代火影大人，无疑便是他们的最后希望。真是初代大人？自来也舌唇干燥，不敢置信地问道：“你是？我是袁飞老师的弟子自来也。哦，你身上有着微弱的自然力量和大蛤蟆仙人的气息，看来你也习得了仙人模式啊。猴子还是不错的嘛，还教出了你这般出色的徒弟。”柱间眼前一亮，看着自来也，大声赞许着：“哪来，我离优秀还差得远呢。”自来也谦虚笑道：“在这位初代大人面前，他可不敢再表现得邋邋遢遢的了，更何况人家还是纲手的祖父呢，可不能给人留下个坏印象。大哥，少寒暄2句吧，现在可不是闲聊的时候。”牵手飞间催促一声：“柱间，哦，我都搞忘了，不好意思啊。”飞间如此强悍的气息，那几个敌人恐怕不是我们这个状态能够对付的。对面确实不简单，如此之强的压迫力，怕是快和当年的班相比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宇智波一族又出了一位稀世天才了吗？牵手柱间眉头一挑，也微微感慨道，并忍不住的怀念起了某道身影。沉吟了片刻，柱间似乎有了打算，并对着不远处的一名暗部忍者招了招手，乐呵道：“喂，那边的那个后辈，你过来一下。”此刻戴着面具的大河愣了愣，立即撑着身体跑了过来。参见初代火影大人。大河结结巴巴地问好着，心中激动不已，同时体内也升起了一股莫名的熟悉与亲切感。柱间，小刚啊，他是你的后代吗？纲手啊？不是啊，我还未婚配。柱间一惊，不敢置信着，小刚你都这么大了，居然还未婚嫁？爷爷，纲手娇嗔一声，在自己祖父面前，他可不敢摆出母老虎的模样了。好，先不聊这个，我在这孩子身上感觉到了非常熟悉的气息，他和牵手一族有什么关系？柱间憨笑一声，连忙聊起了正事。大河语塞，不知如此解释。这时一旁是自来也立即补充道：“初代大人，天葬是村子的孤儿之一，从小因为某些原因被植入了你的细胞做实验，后来存活了下来，便因此拥有了你的细胞和木盾能力。”柱间恍然，哦，原来如此，难怪有种熟悉的感觉，原来是我自己细胞的气息，没想到还有这样一重缘分啊。不过正好，后辈的忍者呀，能请你帮个忙吗？柱间看向了大河，目光灼灼的和煦问道：“初代大人请说，我一定配合。”柱间，能借用一下你的身体吗？我会尽量轻一点使用的，希望你不要介意。大河猛然一震，接着没有丝毫迟疑，立即答应：“我愿意。为了守护村子，能为这位初代火影大人所用，本就是自己的荣幸了。别说借用一下，就是献出自己的性命，他也不会拒绝的。爷爷，你这是有个想法，准备试一试，不然我们俩加起来，可能也不是那几名敌人的对手。”柱间面色一沉，一下子就收敛起了所有憨憨之色，很是郑重说道：“飞间，大哥，有把握吗？”柱间，不过总得试试吧。丫头，把项链给我。啊，好的。纲手连忙将脖子上的项链取下，交给了柱间。而这枚项链，本就是柱间留下的遗物，一块蕴含了大量查克拉的结晶吊坠，也是他专门留给自己宝贝孙女的防身之物。其中不但蕴含着柱间生前封存的大量查克拉，还刻有足以压制尾兽的封印术。只不过，也只有身具牵手血脉或是木盾之力的人，才能完整的使用它。只可惜当初自己走得太急，没来得及和纲手交代如何使用这枚吊坠。纲手也只将其当成了一枚具有纪念意义的普通遗物。也正好，这枚吊坠被留存到了此时，得以再次发挥作用。事实上，柱间很清楚，仅凭他这个状态下的实力，必然是不够。想要获胜，想要击败敌人，必须要让自己恢复生前的实力。下一刻，凑齐了预备之物后，牵手柱间立即开弓，将查克拉结晶吊坠挂在了大河身上。哗！接着，自己的秽土之躯也迅速散成大片尘土，将盘坐在地的大河全部包裹并覆盖了起来。同时，查克拉结晶吊坠也迸射出了耀眼的光芒，涌出了海量查克拉，注入进了大河体内。就这样，不过片刻，一具全新的、充满生机、充满压迫力的初代火影牵手柱间，便借着大河的身躯重新降世。一时间，宛如洪荒猛兽般的骇人气势从新的牵手柱间体内散发而出，远比刚刚的气息强上无数倍。他光是盘坐在那，就令周围的所有人毛骨悚然，不自觉地后退半步。咕咚，自来也喉咙蠕动，咽下一大口口水，眉间密汗遍布。
这就是真正的忍者之神的威势吗？这还是忍者吗？太变态了吧！呼，看来成功了呀！柱间睁开双眼，收敛气势，从地上站起。这便是他的计划了。自己的灵魂带有柱间细胞的大核肉体，项链内的海量查克拉，三者加在一起，不说让自己恢复到巅峰状态，但也能发挥出原本8、9成的实力了，足以应付眼前的困局了。实力恢复大半的柱间所散发出的压迫力，哪怕是隔着数百米之远，也令天道佩恩清晰可闻。好强的气势，那就是忍者之神初代火影，千手柱间。天道佩恩微微色变，面色凝重。夏目比刚刚的气势又强了一大截，估计是用某种秘法恢复了不少实力吧，这才有点忍者之神的样子嘛。佩恩靠秘法恢复的实力，你刚刚怎么不去阻止了？夏目绘图已经成功，无法打断了，再急着动手也意义不大。而且你不觉得实力恢复的越多更有挑战性一点吗？能踩着忍者之神千手飞间的尸体登临神座，届时整个忍界还有人能反抗你吗？夏目的几句诱导确实怂恿到佩恩心坎里了。若是能击败千手柱间，无论是谁都会迅速扬名整个忍界，获得威压一个时代的名气。那时候就如同千手柱间一般，光靠威名就足以震慑住不少隐村了，确实好处多多啊。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那个实力。行动了？那不如简单些，谁赢了那位千手柱间，九尾归谁。天道佩恩顿了顿，同意了下来。好，某位大蛇丸先生，你还有意见吗？没有，两位随意，我看看就好。大蛇丸眯着眼，主动退让道。虽说他也对九尾很感兴趣，但他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称霸忍界，自然不想去和千手柱间硬刚。而且身为赖皮蛇，他可不打没有把握的仗。看来只有我们两人竞争了，如何？你先上，还是我先上？夏目直白问道。我先来。佩恩主动出击，倒是让夏目微微侧目。按理说才消耗巨大的他，不是应该怂恿自己先出手吗？怎么如此猴急？不过也好，正好借佩恩之手试一试此时的千手柱间究竟恢复了多少实力。至于佩恩会不会赢，笑话，夏目根本没往这方面考虑过。那千手柱间真要是那么好战胜，还配被尊称为忍者之神？飞间，敌人动了，柱间交给我吧。飞间、小刚，你们立即组织所有人撤离，接下来的战斗或许会很激烈，尽可能的让村民都撤远一点。好，这种关键时刻，飞间不会和大哥拌嘴，立即领命，开始组织着周围的一众木叶忍者撤离。爷爷加油，初代大人只能靠您了。哈哈，放心吧。说完，柱间本人便一跃而起，朝着战场中央射去，速度奇快。敌人只出动了1名，那个气息惊人的宇智波少年并不打算先出手吗？至于这人，那就是轮回眼吗？那个形状，那个波浪形的纹路，确实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啊！居然还有飞翔的能力，看起来确实不简单。看着直径朝着自己飞过来的天道佩恩，千手柱间也暗暗分析着。仅仅片刻，两人便同时落在了战场中央，相距不过30米。佩恩，你就是千手柱间？是我。拥有传说中的轮回眼的忍者，能不能坐下来谈一谈？只凭武力并不解决一切问题的。若是可以，我不想伤害你。柱间高呼一声，最后劝说道：平心而论，他是真的不想动武，伤害我真是可笑啊！千手柱间，这已经不是你的时代了，没有人能战胜我，你还是滚回净土去吧！佩恩大吼一声，他就最看不惯这些大国忍者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虚假模样了。更何况战斗至此，己方和木叶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下一刻，佩恩二话不说，立即出手，神罗天征，强大的斥力呼啸而出，朝着千手柱间轰击而去。只不过这股足以弹飞仙人模式自来也的力量，却并未击飞柱间，仅仅只让他滑退了20余米。这种感觉在佩恩看来，就好像自己在用神罗天征强行推动一整座山峰，无比吃力。好强的力量，看来已经无法用语言沟通了。你的力量实在过于危险，不能对你置之不理了。木盾，木人之术。严肃起来的柱间不再留手，双手一拍，瞬间施展木盾。很快，大地震动，两人中间的土地下迅速长出一大根木盾，并从中涌出了一具高大威猛的木人。见此，佩恩面色一变，不敢犹豫，再次调动更多的查克拉，又一次强行施展神罗天征。这次的斥力比刚刚还要强上许多，结结实实的朝着木人轰去。但如此强大的力量轰击在柱间的木人之术上时，却并未撼动木人，反而使得佩恩本人被反弹回来的巨大力量瞬间击飞，朝着斜后方飞去。要知道，柱间施展的木人之术，无论体积还是战斗力，都不逊色于完全体虚佐能乎，甚至能和完整的九尾打得有来有回，可不是普通的神罗天征可以撼动的。与此同时，佩恩后方另一根木藤内也迅速冒出了另一具木人之躯，直接大手一挥，就将空中的佩恩当场抓住，并死死地攥在了手中。庞大的力量瞬间禁锢了佩恩全身，无需怀疑，只要这具木人稍稍用力，即可将佩恩轻易捏爆。就这样，堪堪照面不过2个回合，实力强大、自诩为神的天道佩恩便迅速败在了柱间的手上。看得远处的一众木叶忍者无不目瞪口呆，惊愕万分。啧，不给力啊，才3、2下就跪了，一点也不尽兴啊！眼瞅着佩恩被柱间迅速秒杀，夏目也不禁唏嘘一声。当然，这也不奇怪，
毕竟天道佩恩本就不是筑间的对手，更何况之前的连番大战超神罗天征也消耗了佩恩的大量查克拉，不然的话应该还是能撑多几招的。好厉害，这才是真正的木盾，这就是忍者之神的力量吗？夏目身侧目睹着佩恩落败，大蛇丸也不由惊愕地赞叹道：果然，所谓的木盾，在千手筑间和大和手上根本就是云泥之别啊！看来终于该我登场了，不准备撤退吗？大蛇丸瞥了夏目一眼，有些疑惑。在他看来，夏目这小鬼纯粹就是奸诈和狗的代名词，能怂恿别人出手的话，自己绝不下场。没想到现在面对着最强的忍者之神时，却愿意主动下场交战，而非撤退，实在是匪夷所思啊！莫非这小鬼是真打算正面击败千手筑间，以踩着那位忍者之神的尸体登临神位，制霸忍界吗？此刻夏目可没心情去回答蛇一的猜测，而是将目光和气机都锁定在了远处的千手筑间身上。那一边迅速将天道佩恩的躯体给封印起来后，筑间也敏锐地看向这边，一瞬间双方目光交汇，两股骇人的气势在空中无形对撞，令外围的众多围观忍者皆下意识的头皮一麻，心中咯噔一声。下一刻，夏目一跃而起，在空中猩红的查克拉翻涌而出，依托着磅礴的瞳力迅速凝形，化为了一具完全体虚佐能呼的模样。轰！高达数百米完全体虚佐魔神狠狠砸落，大地也为之一震。显然一出场，夏目就毫无保留，不然难不成还需要用普通忍术去试一试这位忍者之神的底细吗？愚蠢也不是这么个蠢法的。此刻眼见着这位年少的宇智波族人竟能施展出完全体虚佐能呼，千手筑间也不由一惊。要知道，就是当初那个血腥无比的战国年代，宇智波一族内开启万花筒写轮眼的人都不多，更何况还是能施展出完全体虚佐能呼的。这娃娃看起来也才10来岁吧，竟已拥有了直8万花筒写轮眼，还有这般庞大的查克拉，这也太妖孽了吧！一时间，筑间竟在夏目身上看到了类似鱼般的恍惚身影，实在令他感慨万千啊！孩子，别急着动手，先聊聊如何？筑间站在牧人之上，连忙对着夏目招呼道：若是可以，他是真的不想对马达拉的后代出手，自己这都一把年纪了，还是个已死之人，哪能和一小辈大打出手啊？传出去也丢人啊！好，夏目也止住虚走高达，反正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他也不介意和这位忍者之神聊聊，而且对方也没有别添嘴，无需担心对方给自己洗脑。孩子，你叫什么？今年几岁了呀？宇智波夏目快满11岁了，真是年轻啊！如此年纪就开启了完全体虚佐能呼，你这娃娃的天赋甚至远超马达拉当年了呀！筑间捂着额头赞许道。说到这，他就不明白，为何这般天资出众、实力骇人的宇智波后起之秀也会和村子作对呢？如此天才，若是能站在村子一边，木叶何至于此？这么多年了，自己留下的火影理念和充满爱的传承，难道连一名宇智波族人都感化不了吗？村子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啊？不必说这些赞义之词了，这改变不了什么的。孩子，那你为何要攻打木叶？为何攻打一个企图灭杀自己、覆灭整个宇智波一族的村子，还需要理由吗？夏目冷笑一声，毫不客气地回怼道。听此，筑间也懵了，万万不敢相信，村子要杀你，要覆灭整个宇智波一族，这不可能！你们都是木叶的一员，村子怎么可能对你们痛下杀手？飞间，你过来！于是乎，筑间立即大吼一声，准备让飞间过来对峙。大哥！千手飞间立即跳了过来，落在了牧人肩膀上，同时也不禁被夏目施展出的高大须佐魔神吓了一跳。他无法想象着，世上除了宇智波斑，竟还有人能将血轮眼开发到这种地步。这个邪恶的宇智波小鬼，居然将须佐开发！飞间喃喃惊叹着。飞间，这孩子说了，他是因为村子欲要覆灭宇智波一族，这才反叛的。你好好解释下，我死之后，你都对他们一族做了些什么？筑间大声质问道。显然，对于村子区别对待宇智波一族，他非常不满。毕竟当初没有宇智波一族，这木叶村根本就建立不起来。我当年并未对他们宇智波一族做过什么呀？我不但成立了木叶警务部队，交由宇智波一族担任，而且还招收了杰出的宇智波镜等忍者作为亲卫队成员，从不曾苛刻过他们一族啊！千手飞间连忙解释道。这口锅太大，他可不背呀。当然，说实话，介于宇智波容易被情绪影响这一缺点，飞间确实心底里对宇智波一族有偏见，常常在嘴上敌视着宇智波一族，动不动就左一个邪恶右一个邪恶的宇智波骂着。但在他执政期间，却从未针对和打压过宇智波一族，不但让宇智波镜担任自己的护卫，还让宇智波获得了警务部队的世袭权。他在位期间，宇智波一族的地位大幅提升，和木叶之间关系也十分融洽。毕竟他可是一直打算着以木叶的意识形态来逐步瓦解旧的宗族意识，渐渐的让宇智波融入村子，从不可控的威胁变为可控的助力，这都是好事啊。反正他可一直遵循着大哥筑间的遗愿，努力的让宇智波一族融入村子。筑间，那你之后呢？飞间，我之后就是猴子继位了，看样子他貌似当了很久的火影，可以问问他。筑间，猴子已经走了。飞间，很显然，由于缺乏了解，两人都不知道，在3代元妃执政期间，宇智波一族遭受了何等的敌视与歧视。喂，宇智波的小鬼，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村子给你们一族的已经够多了，你们为什么还所求不满？飞间转头将矛头对向了夏目，大声质问道。他当年战死前给予宇智波一族的已经够多了，外有整个木叶警务部队实打实的权力，内有宇智波镜等参与到了核心决策团。宇智波一族可谓是如日中天，在木叶的名望权力都达到顶峰，村子怎敢去清剿，去覆灭他们一族呢？呵呵，村子给我们一族已经够多了，你指的就只是警务部队的权力吗？那你又知道你的继任者木叶的其他家族会容忍一个掌管着实权的宇智波一族吗？你见过我们一族被排挤到村子外围的落魄样子吗？你见过我们一族吃个饭聚个会都要被监视的狼狈样子吗？你见过我们一族为村子血战致死，回来后遗体还要被挖走双眼充公木叶的样子吗？千手飞剑，不是每个继位者都能像你一样对我们一族一视同仁的。你给予宇智波的权力，即是后续村子企图覆灭宇智波的导火索罢了。夏目的反驳令千手飞剑哑口无言，毕竟他实在不清楚后续的木叶究竟对宇智波采取了何等的敌视与处理。不过看这样子，恐怕村子是真的不干净，这才将宇智波一族逼到了这个地步。孩子，你先冷静一下，这其中必然有很多误会。千手柱间连忙和气地劝解道。罢了，不说这些废话了，开打吧！今日木叶和我只能活一个。夏目冷喝一声，双眼内猩红光芒大盛，整个完全体须佐也修然拔刀，战意冲天。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唯有手中的刀才是最纯粹的真理。眼见夏目悍然出手，飞间也立即大吼道：大哥，这小鬼已经疯了，别犹豫了，先制服他再说吧。柱间皱眉，尽管心中非常惊愕于宇智波一族的遭遇，但他更明白此刻也由不得自己犹犹豫豫了，想办法击败这个宇智波少年才是重中之重。我明白，木盾，木龙之术。柱间迅速出手施展木盾，从身下的木人肩膀内钻出一大条木龙，朝着夏目的完全体须佐攻去。这种木龙捆绑在身上的拘束力非常强，并且一旦被缠绕住，还会被强行吸收查克拉。夏目当然不可能让对方得逞，立即挥刀，刷刷两刀，须佐太刀带着飓风，瞬间将迎面扑来木龙斩成两段，接着又一跃而起，带着千钧之势朝着柱间的木人劈去。但如此凌厉的一击却被柱间的木人双手合十，稳稳接下。当然，硬接下这一刀的木人也不轻松，直接被巨力压下，单膝跪地，将周围上百米的土地都压得下陷了一大截，震荡四方。而且光是这一次交锋所溢散出的风浪，就将数百米开外的大片木叶忍者吹得东倒西歪，宛如草芥。好强的力道，果然都快追上了马达拉了。柱间惊叹一声，面色愈发严肃。空手接白刃，那你再试试能不能接住这一刀。夏目面色一凝，毫不迟疑，立即操控着须佐的另一手，从腰间抽出了另一把长刀，即灵气化的昆羽神刀。作为神器，其威能也远不是寻常须佐太刀能够相媲美的，哪怕灵气化了，依旧锋利无比，锐不可挡。哗！神刀带着第二道翅芒修然劈下，杀气凛然。灼热的查克拉与空气摩擦，发出着滋滋热浪，宛如从太阳中坠下的一道流星，尽显霸道、炽热、锋锐。面对如此攻击，柱间也不敢拖大，立即操控木人又从背后伸出一双巨大木手，合时迎上，企图再次硬接这一刀。只可惜这一刀的威力远超之前，一刀落下，竟如同刀切黄油一般，瞬间将柱间的这具木人一分为二，劈成两半。而且这一刀击射出的查克拉刀气更是蔓延出了上千米远，在地上留下了一条数十米宽的深深沟壑，无数房屋也被其斩碎，威力之强令人惶恐万分，瞠目结舌，几乎差点就将整个木叶村一分为二了。见此，柱间和飞间连忙跳开，落在了另一具木人之上。好锋利的灵气，大哥，那把灵气不简单，或许是某件失传的神器，不要硬抗。飞间迅速提醒道，毕竟那把神刀带给他的感觉可比普通的须佐太刀锐利多了。好，我知道了，木盾接布袋之术。柱间双手一拍，再次施展木盾，将大量查克拉注入到了地下。下一刻，大量的木手从地下修然升起，每一只都有上百米之大，任由柱间随心所欲的操控。这接布袋之术虽然不比木人之术好看，但其束缚力却更胜一筹，而且泛用性和机动性也更高，可以瞬间从地下的任何地方窜出并攻击，令敌人防不胜防。毫不客气说，仅凭这一个术，柱间便能匹敌整个隐村，甚至能在顷刻间覆灭一座大国。一瞬间，从地下冲出的6只木手便一同朝着夏目包裹而去，声势浩大，极为惊人。对此，夏目也分毫不惧，手中昆羽神刀横向一拉，挽出朵朵刀花，带着无边锋锐刀芒，很快就将这几只木手的劈成了碎渣。但周围的地下依旧有源源不绝的木盾大手冒出，朝着夏目前赴后继的攻去。此刻，夏目曾经兑换的 B 级体术千岩刀也终于展现出了他的威势。在刀术的加成下，夏目硬是用手中的神刀配合着磅礴的查克拉刀芒，在须佐周围构建出一道死亡壁垒，让所有企图突破进来木手全都被瞬间斩断，毫无遗漏。一时间，那黄黄刀光、炽热刀芒，甚至将整具须佐映得通红铮亮，真的酷似一颗小太阳一般。好精妙的刀术，竟能用须佐能乎施展出这般灵活的刀术。这小鬼须佐能乎的控制水平已经在宇智波斑之上了吗？看着夏目那密不透风的刀芒防御，竟真的挡住了大哥接布袋之术。千手飞间也为之暗暗吃惊，忍不住的赞许道：不，我感觉得出
这孩子的瞳力距离马达拉当年还是要差上少许，但这孩子体内的查克拉却异常庞大，几乎快要比肩我了。难不成他也有着我们千手一族或是玄威一族的血脉？总之，他是靠着庞大的查克拉消耗，这才可以不计损耗的强行驱动完全体须佐能乎的。经验丰富、眼光独到的柱间也迅速分析出了夏目的状态。他确实没有判断失误，才得到永恒万花筒写轮眼的夏目，其瞳力显然无法和巅峰时期的斑爷相比。但仙人体带给夏目的庞大查克拉却完美的弥补了这一点，让夏目可以肆无忌惮的挥霍。更何况仙人体对于忍术威力的大幅加成，还让夏目完全体须佐能乎的威力更上一层楼。再配上神器，其威力丝毫不逊于斑爷当年的野兽之难，或是说微装须佐能乎，这才得以轻松劈断柱间的大量木手。要知道，柱间的木盾可是比普通的金属还要坚硬数倍啊！这才是顶级强者间的战斗吗？太恐怖了！宇智波的那个小鬼怎会有如此实力，竟能和初代大人相抗衡？此刻双方间的大战已经完全将其余的木叶忍者看傻了。对于他们来说，这般伟力之间的交战确实足以堪称神明了。要知道，光是那些被夏目劈断的木手残渣掉落下来，便比一座房屋还要大上数倍，不知足够砸死多名普通忍者了。更别提和那具宛如真正魔神般的须佐去正面对抗了。现在一对比，刚刚那所谓的佩恩和自己等人间的大战，就仿佛布袋戏一般滑稽可笑了啊！早知道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有这般实力，当初木叶还敢针对个屁的宇智波一族啊！不被这小鬼生撕了，都算是幸运了。太可怕了！再这样打下去，村子怕是也消失了。很快，也有人哆嗦着恐惧道：“确实，若是按照这般规模打下去，不出几个回合，估计胜负还没分出来，整个木叶怕是就得毁于一旦了。大哥，不能在村子内继续打下去了，再在这打下去，村子也将化为乌有的。”飞间大喝一声，光是这短短10来秒的激战，就已经毁掉了半个木叶村了，甚至比先前那么多通灵兽肆虐了那么久所造成的破坏还要大得多。这谁顶得住啊？他和柱间是来保护村子的，可不是来覆灭村子的呀！柱间愣了愣，低头看了看，眼见着那一片狼藉的自家村子后，也不由心中一顿。没办法了，确实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马达拉，看来只有对你的后代族人用力点了呀！柱间低吟一声，狠心做出了决定，并双手一拍，瞬间进入了仙人模式，其双眼周围也出现了一圈仙术咒印纹路。此状态下，他便可借助自然能量增强自己的攻击、防御、体术攻击范围和感知等等能力，使得自身所有术的威力都得到飞跃般的提升。秒进仙人模式后，柱间更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自己的底牌绝招——仙法木盾真术牵手。下一瞬间，拥有无数只巨臂的超大木盾佛像拔地而起，横压千里，神威莫测。大，实在太大了！这就是夏目对面前的这具千手巨佛的第一感官。在柱间的庞大查克拉和仙术查克拉的双双加持下，这个仙术木盾所制造出千手巨佛实在太庞大了，仅仅一只手就能将九尾如同小鸡仔般拿捏，其整座巨佛的高度少说也超过了1000米，实打实的宛如山岳一般。这种近在咫尺带来的震撼感，远不是以往的传说能够比拟的。就是夏目这具将近500米高的完全体须佐能乎，在这般千手巨佛面前都显得渺小了许多，宛如一名孩童站在成年面前一般。再加上那上千只大佛巨手，难怪当年半夜的九尾加须佐也会败给对方啊！只不过为何柱间竟会在这木叶村内施展这般底牌忍术？这也太疯狂了吧！他就不怕这么大一个巨佛稍微挪一挪屁股，就把整个木叶给做没了呢？毕竟此刻的巨佛已经做没了半个木叶。不过下一刻，夏目就明白柱间为什么要突然施展这个最强忍术了。只见高大的巨佛背后10只巨手突然伸长，以数倍音速的恐怖急速朝着夏目的须佐猛然袭来。好快！夏目沉着的操控须佐挥动神刀，瞬间就砍断了5只巨手。奈何剩下的5只木佛巨手依旧击中了须佐的躯干，狠狠地轰击在了须佐的胸前。但这5只巨手并不是单纯的用来攻击的，反而直接顶在夏目须佐的胸口上，将其高高顶飞，并疯狂延长，朝着村外飞去。显然，柱间之所以施展真术牵手，本就为了寻找机会将夏目轰出村子的范围，以免接下来的大战将村子夷为平地。要知道，每一只木佛巨手都有着拿捏九尾的恐怖力量，5只木佛巨手加在一起，力量更是惊人，直接将夏目的须佐顶飞了上千米之远，并落在了木叶村外。很快，完全体须佐翻身落地，再次挥刀斩出道道赤红刀芒，终于将面前的5只木佛巨手也悉数斩断。再次站稳后，须佐内部，夏目看着远处的柱间与大佛，也罕见的热情高涨，两眼放光。这才是真正的绝世强者啊！力量、经验、心性，全都是忍界巅峰。果然，和这样的强者竭尽所能的奋战才有意思啊！越是强大，越是高处不胜寒。夏目也算是稍稍明白了斑爷为什么那么享受和柱间之间的战斗，毕竟也只有这种同一层次间的未知战斗，才能激起人的争斗欲、胜负欲啊！哈，之前和4代雷影打的那一场算不算？算个屁！那一场夏目连一半的实力都没有用上呢，纯粹就是打着雷影玩，顺便偷学一下对方的雷顿查克拉模式。若是不计代价的出手，早就2刀砍死4代雷影爱了。轰隆隆，大地在震荡，在咆哮。远处柱间正控制着那座1000米巨佛一路横推过来，并用巨佛身后的大量巨手
将剩下的半个木叶都保护了起来。孩子，不要再做无意义的争斗了，我并不想伤害你。也许村子曾经愧对了你们，但只要你愿意停手，愿意坐下来，一切都可谈的。柱坚站在巨佛头顶，远远地对着夏目劝导着，依旧没有放弃说服夏目的想法。对此，夏目更是嗤之以鼻。就算柱坚回来了，又能怎么样？就算在他的主导下，木叶再次接纳宇智波，又能怎么样？团藏还在，那些敌视宇智波的村民还在，这些人心中的成见大山，可不会因为柱坚的几句话而改变的。更何况自家的岩隐村不香吗？村子里的小姐姐、大姐姐不香吗？还非要用热脸去往人家的冷屁股上凑呢？夏目可没那么贱啊！多说无益，接招吧！尾兽连玉。夏目的完全体须佐收起神刀，张嘴一吐，一瞬间，一颗颗猩红的巨大尾兽玉接连射出，宛如高射炮弹一般，不要前世的疯狂喷出，铺天盖地的朝着远处巨佛射去。这尾兽玉说白了就是阴阳查克拉的组合。对于已经掌握了阴阳两种属性查克拉的夏目来说，这本就不是什么难事。更何况自家村子里还有一只活生生的三尾呢。夏目没事的时候，也常常找他汲取了一点凝聚尾兽玉的经验，一来二去，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只要足够熟练，外加海量的查克拉，想要连续发射尾兽玉也并不困难。要知道，以夏目现如今的查克拉总量，就连普通尾兽都望尘莫及呢。见状，远处的柱坚也为之一惊。那是尾兽玉，这孩子连尾兽玉都掌握了，那可是需要阴阳两种查克拉相互调和方能制造的。这孩子果然也拥有了阳属性的查克拉吗？而且一下子射出这么多，这孩子的查克拉储备也太惊人了吧！柱坚不敢迟疑，连忙阻拦。顶上画佛，数百条大佛巨手纷纷涌出，握成巨拳，悍然轰击，很快就和数十颗尾兽玉接连碰撞在了一起。轰轰轰，一声又一声巨大的碰撞声、爆炸声接连响起，好似将整个夏天内的暴雨滚雷都压缩在了一起，轰然释放。如此冲击，哪怕隔着上千米远，依旧震耳欲聋，仿佛能将人的耳膜也给震穿一般。至于那么多尾兽玉爆炸所产生的光芒，更是要如烈日，甚至盖过天上的日光，晃得人们根本不敢与之直视，仿佛世界的一切都被强光吞噬，消失不在了一般。饶是柱坚本人，在这片强光的刺激下，也视野浑浊，难以看清远处的一切。只不过就在这致盲的片刻间，远处一道身影却借着这个间隙急速冲出，朝着柱坚杀来。毫无疑问，那便是抛弃了须佐能乎的防御，独自杀向柱坚的夏目。从一开始，夏目就很清楚，仅凭自己的完全体须佐能乎，根本不可能打败柱坚的真树千手顶上画佛。毕竟那可是连微装须佐能乎都干不过的终极木盾忍术。自己想赢，唯有出其不意，唯有贴近柱坚，和他打近身战，发挥出自己不死的优势。因此刚刚释放尾兽玉什么的都只是幌子，就是为了制造爆炸，制造混乱，为自己创造贴近柱坚的机会。八门遁甲第六景门，刹那6阶64倍增速，雷遁查克拉模式。一瞬间，夏目便不顾身体负担，接连开启了3重增幅，为自己叠满了 buff， 爆发出了现阶段自己能达到了最强体术极限，杀向了柱坚。单纯按力量来算，这一击的威力直逼6道。长门也输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忍者之神的力量吗？太强了！远处大片白纸汇聚，化为小南的身影。看着那座拔地而起、遮天蔽日的巍峨大佛，这位天使大人也不禁心神震撼，喃喃惊愕道：和这种伟力一比，长门他的理想最终真的还能实现吗？就算集齐了尾兽，真的能打得过这位初代火影吗？若是打不过，他们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岂不全白费了？一种对未来的迷茫与惶恐在小南心中渐渐升起。没办法呀，见识了这般近乎的神明伟力后，怎能不畏惧吗？而且如此强者居然还不止一个。再看那个叫宇智波夏目的小鬼，以及那具数百米高的完全体须佐魔神，也同样骇人啊！那小鬼竟能和千手柱坚鏖战至此，很显然对方之前一直藏拙了。当初和佩恩6道战斗时，恐怕连一小半的实力都没拿出来吧？一个个全都是大戏精啊！太可怕了，这忍界的水太深了，还是自家鱼隐村安稳。小南心中一寒，不敢继续深想下去，算是还是先离开这吧。掌门的本体的还躲在木叶村外的呢，得赶紧将他接走。至于这木叶，就任由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去闹腾吧。他若是能击败柱坚，毁灭木叶，自然最好；若是两败俱伤，一起暴毙，那就更棒了。反正现在是没有他一点参和的余地了。小南最后回头瞥了一眼，正好看见那数十颗尾兽玉和无数巨佛大手碰撞爆炸的绚丽一幕，心中更是一寒，不敢迟疑，连忙画出一对纸质翅膀，向着远方逃去。只不过他却并未注意到，他的后方一只漆黑的鬼鬼祟祟的黑绝也悄悄地跟了上去。此刻另一边战场内，说实话，柱坚也确实没料到宇智波夏目这个小鬼竟会主动抛弃须佐能乎的优势，并借着尾兽玉得爆炸突进过来，企图和自己的打近身战。这孩子还是太嫩了啊！他不知道自己拥有着冠绝忍界的怪力吗？那可是连斑都难以抵挡的力量，再加上仙人体带给柱坚的超强恢复力，几乎无人能敌。尽管他现在只是秽土之躯，外加借用了一下大河的肉体，
难以发挥出100%的实力，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碰瓷的。这孩子真是嚣张啊！祝坚心中暗暗想到，也准备好了用拳头好好打醒一下这个孩子。当然也不会打死的，毕竟对方也只是个孩子，而且还是马达拉的后辈。但下一刻，祝坚发现了自己大意了，自己没有闪。就在那个宇智波小鬼冲向自己时，他身上竟然先爆起了一大股绿色的查克拉光芒，随后又涌出一股带着雷电性质蓝色查克拉光晕，两两相融，进化成一股天青色的恐怖查克拉光彩，包裹在夏目周围，熠熠生辉。不但如此，另一股深晦奥妙的力量还从夏目的左眼内涌出，覆盖在他的身上，那是时空的奥妙，所有忍术渴望抵达的极致法则区域。这一刻，三重增幅之下，夏目的速度和力量完全已经攀升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瞬间就超出了祝坚双眼的动态捕捉极限，消失在了他的视野中。下一瞬间，那超越一切近乎达到10倍音速的一拳便笔直地轰击在祝坚的身上。这一拳排山倒海，石破天惊，超高的速度和空气间所产生的剧烈摩擦力使得周围的温度瞬间攀升，直接突破了热胀，达到了上千摄氏度。在如此高温之下，大量空气也被疯狂压缩升温，被迫化为了等离子态，形成一层绚丽的电离层，那是超越了忍术，纯粹以体术力量所达到的璀璨境界。轰！冲击波、等离子、查克拉等等，所有的一切都随着这一拳的落下而修然爆开。祝坚的躯体中央也瞬间被这股巨力轰成了粉末，而后的身体四肢也随之崩散气化，不复存在。但这一拳所造成的冲击力依旧没有分毫减弱，反而将佛头上的木人瞬间打爆，再贯穿了大半个千手巨佛，并继续扩散出了数百米远，轰击在大地之上，宛如一颗陨石坠地一般，在地上形成了一个上百米大的圆形深坑。一拳之威，恐怖如斯。吸！夏目落在剩下的巨佛头上，猛吸一口气，炽热的空气灼得他的咽喉火辣火辣的，宛如刀割一般。但这一点疼痛，对比自己此刻右臂的剧痛却不算什么，毕竟此时他的整条右臂都已经没了，仅剩下一截血肉模糊的断臂伤口。没办法呀，这一拳的力道太恐怖了，夏目根本就还无法完全掌控。而力的作用永远都是相互的，能将祝坚一拳打得粉碎的力量，反作用在自己身上，自己的体魄也扛不住啊。就好像八门凯皇踢斑爷时一样，震断了自己的腿骨。因此，哪怕有着八门遁甲的查克拉和雷遁查克拉模式的保护，这股反作用力依旧将夏目的整个右臂轰得粉碎，甚至就连手臂粉碎易散开的血雾都被灼热的空气瞬间蒸干。如此伤势，就是邪神体都扛不住，毕竟所有血肉都被轰成了碎末，根本就聚集不起来了，哪怕是邪神体也无能为力。万幸夏目的仙人体和创造再生术可不是白学的，立即发动了这个 S 级禁术，再配合着仙人体的强大活性以及海量查克拉的刺激，不过短短10余秒，夏目的右臂便重新长出，恢复原态。当然比起之前肯定是稚嫩了许多，右臂的皮肤也光滑得如同新生儿一般。仙人体外加创造再生术果然好用啊，居然这么快就修复了右手。不过就是消耗的查克拉有点多，竟然耗去了1小半的查克拉。夏目捏了捏新生的右手，一边活动着右手，一边兴奋地感慨着，要是没点后手准备，他可不会强行使用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绝招。不过现在看来效果还是蛮出色的，一拳就干爆了整个祝坚，这种感觉着实太爽了。接着夏目掏出了几颗查克拉丹，一口吞下，迅速恢复着查克拉。尽管自己的查克拉总量惊人，但接连不断的战斗外加那几10颗尾兽玉也令自己消耗巨大，需要尽快恢复。同时一边恢复着查克拉，夏目也一边扫视四周，并暗暗开启了灵化之术的被动，感知着周围的生命体。虽说他确信自己刚刚那一拳已经打爆了祝坚，但这种号称忍者之神的家伙总能给人带来各种惊喜各种惊吓，未曾100%确定击败对方之前，夏目可不会大意轻心。此刻木叶村外1000米高的大佛脚底，一片尘土飞扬中竟有小片秽土逆向转动，渐渐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千手祝坚的模样。嗨！祝坚猛咳出一大口鲜血，气息也萎靡了一大截。若非秽土之躯无惧于物理攻击的话，刚刚那一拳就已经直接将他送回净土了。但本质上他此刻可是用秽土之躯同化了大河的血肉之体，因此这猛烈的一击依旧给大河的血肉之躯造成了不菲的伤害，这才令祝坚猛咳出了一大口鲜血。好强大的体术，仅凭这一拳，单论体术就已经远远超过我和马达拉了吧。这孩子明明如此年轻，竟已经将体术磨练到了如此地步，不应该是多种体术和瞳术加成在一起才爆发出了如此威力。祝坚抬头仰望，很快就猜出了真相，并再次惊叹道，总之这孩子实在太惊艳了啊，这样的天才若是能留在村子里那该多好啊，别让我知道究竟是谁逼走了这样的天才，又是谁在残害宇智波一族，不然我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祝坚皱眉不忿道，他是真想不明白村子里的现任高层到底是吃多屎脑子里灌了多少水，才会对宇智波一族出手，活生生逼走了这样一名天才，一名绝世强者。恼怒之余，祝坚也更加意识到了今日这场战斗自己已经很难获胜了，而且再逼迫下去，以这个小鬼的能力，不说完全击败自己，但却绝对可以绕过自己，继续对木叶村发动攻击，最后哪怕自己没被击败，整个村子也定会毁于一旦了。
只得想办法先和解了呀。木盾分身之术，木盾绑牌之术。柱间迅速分出4道分身，然后又施展出绑牌之术，将自己的本体藏入了一个方形木盾之内，并将整个木盾都收入了千手巨佛内部，仅以分身来获取外界的情报，并在内部操控着千手巨佛。如此一来，便可有效地防御夏目的凶猛体术攻击。除非夏目能将整个上千米大的千手巨佛全部击碎，不然很难再次近距离击中柱间。而且，哪怕这具千手巨佛被干碎了，柱间也能迅速再次制造出一具，让敌人疲于应对，堪称极致狗盾。刷刷刷，几道破空声响起，4具柱间分身跳上了巨佛头顶，来到了夏目面前。果然，你没有死，秽土之躯竟如此离谱，都被打成了粉末，依旧得以复原。看着柱间的4具分身，夏目并不意外，仅仅喃喃感慨了一声：若非秽土之躯，而是实体的话，刚刚那一拳他就已经送千手柱间归西了。实在可惜啊，这秽土之躯除了阴阳盾和封印术以外，确实非常克制其他忍术啊。当初若是班爷还是秽土之躯的话，八门凯皇怕是只能踢个寂寞，白白暴毙哦。看来只能用封印术了吗？夏目盯着柱间分身，一边探知着对方的本体，一边暗暗筹划着。想要封印柱间这种强者可不简单，除非能完全击败或是困住对方，不然根本不可能封印成功。孩子，你真的很强，怕是已经真正屹立在忍界巅峰了。你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实力，就不要再挑起战争了，这只会造成更多无辜者死亡的。一具柱间分身连忙劝说道，又开启了嘴遁模式。显然，在刚刚那一拳的刺激下，柱间也已放弃正面击败这个小鬼的打算了。没办法呀，打不过呀。另一边，开着灵化之术的夏目也终于感觉出了，面前的4个柱间都只是分身，而对方的真正本体竟然正在脚下的这具木盾大佛内部，而且还在缓慢移动着。好家伙，居然将本体藏到了大佛之内，这也太狗了吧！说好的忍者之神呢？说好的强者风范呢？怎么比我还狗啊？夏目在心中疯狂地吐槽道。毕竟，此刻对方选择狗盾之后，自己可就被动了，总不能一次次的开启8门盾甲，叠上 buff 去强拆这具千米巨佛吧？每用一次，自己都得废掉一只胳膊啊，很痛的，而且还打不死拥有秽土之躯的柱间。眼见夏目的目光朝着大佛内部看去，柱间也微微一愣，随之坦然道：“非常敏锐啊，孩子，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真身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大佛内部。那就停手吧，不要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夏目冷笑一声，故意嘲讽道：“没想到堂堂的初代火影大人还学会躲猫猫了，这可不像是忍者之神的风格啊。”柱间婉叹一声：“孩子，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充满罪恶的战国年代，那个时代为了胜利，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可以做，这一点还不算什么，所以住手吧。你刚刚的那招确实很强，连我也难以抵抗，但那应该是爆发性的绝招，对你的身体负担也很大吧，难以无限制的使用吧，再战下去不会有任何好处的，我们都停手吧。”显然，身为战国双雄之一，柱间当然不会被简简单单的2句激将法刺激到，继续坚定地劝和着。另一方面，他这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他还借用着大河的身体，总得对那位后辈负责吧。刚刚那一击就已经令大河的肉体重伤了，若是多来2次，大河必死无疑。因此，柱间也只得选择这种迂回战术了。听此，夏目也明白，在双方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对方一心躲避，仅凭自己的爆发绝招根本难以击杀柱间，更何况对方还是秽土之躯，只能靠封印术封印，更是大大徒增难度。此刻想要再封印柱间，几乎难如登天。不愧是战国双雄啊，一手狗盾竟用得如此理直气壮，清新脱俗。千手柱间，你躲在大佛之内，确实很难再击杀你，但木叶就在你后面，就在那里，大不了我就先去夷平了木叶，你就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吧。夏目冷喝一声，眼中杀意磅礴，毫不客气地威胁道。他就不信面对最为重视的村子，柱间还能继续无动于衷。一听夏目要对村子出手了，柱间也急了：“孩子，不要激动，村子好歹也是我和马达拉，是我们千手一族和你们宇智波一族的结晶，不能摧毁啊！”柱间一边劝说，同时4道分身也连忙出手，朝着夏目扑来，企图阻止夏目。只不过仅凭4具木分身，又怎么可能阻止夏目？夏目纵身一跃，便跳离了大佛，同时他的后方巨大的完全体虚佐能乎也随之赶到，稳稳地接住了夏目。而夏目回到了完全体虚佐能乎内部后，立即画出一对查克拉翅膀，振翅一飞，窜上高空。接着二话不说，就对着巨佛身后的木叶村连射出了3枚巨大的尾兽玉。毫无疑问，一旦这几颗尾兽玉命中，本就没了一半的木叶村必然瞬间烟消云散，化为一片废墟。见此，柱间哪还敢犹豫，连忙控制着千手巨佛后退，并又一次了发动花树界降临，配合原来有大量木藤，再次将木叶包裹了起来，形成了一圈木盾防御壁垒。同时，还巨佛也分出了10余只大手，组成拦截，抓向那几颗尾兽玉。轰！剧烈的爆炸再次升起，耀眼的光芒和骇人的震动，令人呼吸抑制。在这般恐怖的爆炸之下，木叶内的剩余众人除了瑟瑟发抖以外，再无其他法。同时，千手巨佛的打手确实挡住了这几颗尾兽玉，但爆炸的余威
依旧波及到了花树界降临所形成的防御网上。爆炸威力可以阻挡，但爆炸所形成的声浪、震动等等无形能量的传递却难以阻挡。要是按照这个爆炸规模多来上几次，哪怕木叶内剩下的建筑不被摧毁，可建筑内的村民、忍者依旧会被震得七窍流血、暴毙而亡。而且还得保证己方能顺利地拦下夏目的每一次尾兽域攻击，稍有遗漏，可能整个村子就会提前覆灭，实在是太被动啊。很显然，筑坚也同样察觉到了这个问题，这样耗下去，自己只会疲于应对，最后功亏一篑啊。毕竟防御总是比进攻更加不利。就在这时，木叶村内又一道身影从密密麻麻木藤网内跳出，落在了千手巨佛的头顶上。大哥，你人呢？怎么这里都是木分身？在大佛里面呢？这孩子体术很厉害，连我也不是对手，只能出此下策了。筑坚分身憨笑一声，也露出了少许不好意思。身为初代火影的自己，居然还正面打不过一个马达拉的后辈，确实令人唏嘘啊。此刻飞间听了后也顾不得惊讶了，毕竟天空上那具须佐魔神依旧在不断喷射着尾兽玉，对着木叶疯狂攻击着。大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那小鬼的攻击太凶猛了，村子迟早会被他攻破的。我已经找到那小鬼的弱点了，可以让村子度过这次危机，就是可能和你的理念不太相符。飞间迅速提议道。至此，筑坚也只得先答应下来。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村子覆灭啊！片刻后，空中正驾驶着完全体须佐能乎肆意攻击的夏目，却陡然发现下方千手筑坚竟然主动解开了花树界降临，将包裹在木叶村上方的大片木藤全部撤下，将剩下的半座村子完整的暴露了出来，一副我不抵抗，任君采纳的模样，看得夏目也为之一愣。接着，正当夏目为之疑惑时，那道讨厌的声音再次响起：“宇智波的小鬼，我已经知道你带着宇智波一族都叛逃了，还建立了新的隐村。你尽管对木叶出手吧，一旦我们的村子覆灭，我和大哥必然会赶赴到你们岩隐村内，将你们整个村子也一同摧毁。有胆的话，你就赌一赌，拿你们宇智波全族的性命来赌一把呀！”千手飞间厉声大吼道，极尽威胁。而这也是他能想得到唯一一个既能保住村子，又能逼迫宇智波夏目这个小鬼停手的方法了。尽管非常不道德，非常卑鄙，但却必然很有效。他就不信一个顾及全族、愿意带着全族叛逃并建立新忍村的家伙，会不顾自家族人的安危继续攻击。此刻，飞间身旁，筑坚的分身也一脸漆黑的沉默着。尽管他非常不愿意用这种卑鄙的方式去威胁宇智波一族，但为了自家村子，有些恶他也不得不背负啊。因此，只得同意了飞间的提议，默许了这个威胁之法。高空之上，夏目停止了攻击，带着须佐降落了下来。他不得不承认，飞间这个混蛋的威胁奏效了。正如飞间所说的，继续打下去，筑坚他们定然无法阻止自己，自己也有9成9的把握将木叶夷为平地。但随之而来的，变得无牵无挂的千手筑坚，在邪恶的千手飞间的怂恿下，只会变得更加恐怖，更加肆无忌惮。若筑坚真的决定玉石俱焚，并开着上千米打千手巨佛去攻打自家的岩隐村话，自家村子怕是也得毁于一旦啊！该死，这个邪恶的千手飞间啊，就知道出一些馊主意，实在可恨啊！回头定要想个法子，一巴掌拍死这个邪恶的2代目火影。好一手威胁啊！这就是所谓的初代火影、2代火影吗？你们的火之意志确实很灼人啊！夏目语气冰冷的嘲讽道。虽然他已经放弃继续厮杀下去的念头了，但他也不介意多恶心对方一下。哼，邪恶的宇智波小鬼啊，休想用言语挑拨我们！为了村子，我什么都愿意付出。飞间冷哼一声，意志坚定地反驳道。同时间，筑坚的本体也从大佛内部跳了出来，站在飞间身旁，忍不住地继续劝说道：“孩子，我们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让你冷静下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聊一聊啊！”夏目，聊什么？聊你们那所谓的火之意志？你们真以为现在的木叶还是你们当初的那个村子？你们才回归现实还不知道吧？真以为除我们宇智波一族以外，木叶对你们千手一族也很好？千手飞间一愣，随之大怒：“小鬼，你究竟想说什么？”夏目冷笑一声，道出了实情：“你们千手一族比我们宇智波一族还要凄惨啊！除了一个纲手之外，其余所有千手一族的人都已经死光了，你们千手一族已经灭亡了。”听此，筑坚和飞间都猛然一震：“不可能！小鬼，你又在胡扯！”飞间大怒，怒斥一声：“怎么会？我的后辈族人只剩下小刚一人了吗？”筑坚也喃喃一声，很是不敢置信着。夏目继续瞎人诛心着：“这种事还需要欺骗吗？回头你们自己去看看，不就一清二楚了？而且不单如此，千手筑坚，你夫人漩涡水户的家族，也就是漩涡一族，同样也在第2次忍界大战中被覆灭一空。那个时候，整个木叶甚至都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支援，就静静地看着倭之国覆灭。如何？这就是你要保护的村子，这就是现在的木叶，还感觉到欣慰吗？”此刻，夏目的话就宛如2柄大锤，狠狠地砸在了筑坚心头，令他呼吸一顿，心头剧痛。他怎么也不敢想象，曾经威名赫赫的千手一族、漩涡一族都已被灭族了，而且还和整个木叶关系密切。这些年自己心心念叨的村子究竟都变成什么样子？究竟都干了些什么蠢事啊？飞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千手柱间大喝一声，对着飞间质问道，很明显的急了。毕竟一边是自家千手一族，一边是老婆的漩涡一族，全都覆灭了呀，这可比灭门还要惨啊！换成任何一个人也难以忍受啊。我，飞间头皮一麻，也一脸茫然。但面对大哥的圣目，他也只得硬着头皮解释道，大哥，你死后，我在位期间，忍界先后爆发了2起大战，为了以身作则，2次大战中，我们千手一族都是作为主力的，冲在最前面，也因此伤亡也最惨重。但直到我战死时，族内也还剩下不少人啊，按理说也不应该都灭绝啊。飞间说的确实都是实话。当年他战死之前，村子里确实还有不少千手一族的族人。那漩涡一族呢？那可是你大嫂的家族。我走之前还特意交代过你，要多多关照一下倭之国啊。柱间大声追问道，令飞间语气更加弱势了几分，继续辩解道，大哥，当时的第2次忍界大战中，我确实听闻有不少国家倭之国蠢蠢欲动，但那时候我们村子也被拖进了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手去援持。而且直到我战死前，也未曾听闻倭之国覆灭的消息啊。就算真的发生了，也是在我之后的事，不能怪我呀。一聊起有关漩涡一族的事，飞间也明显顾虑多多。显然，对于当年2战时未能过多援助倭之国，他也暗暗自责着。毕竟援助这事就和借钱一样，自己都囊中羞涩了，哪有钱借给别人啊？你这……柱间提起一口怒气，随后又消散下去。平心而论，飞间做的没错，而且看样子，千手一族和漩涡一族的灭亡都是在他之后发生的事，也不能都怪在他头上啊。只是这一口恶气，实在难以咽下。这感觉就好像你拼死拼活的在外面为国家作战，结果回家后才发现自己的妻儿族人全都住在狗窝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还被直接灭族，这谁能忍啊？哪怕是脾气极好的柱间，心中都难免升起了一股火气。若非小刚还在，他只怕还会更加暴怒。如何？千手一族都没了，你们还要为这个虚伪的木叶而死战吗？眼瞅着自己的虾仁诛心奏效，夏目也进一步发动着嘴炮攻击。若是真能以此击溃这2人的信念和决心的话，那今日必是木叶的灭亡之日。呼！千手柱间深吸一口气，迅速压下了心中的各种情绪。身为战国双雄，他的信念和意志力可远超常人，坚韧无比。哪怕千手一族灭绝了，哪怕村子有很多黑暗的地方，但他守护村子的决心，传承火之意志的信念依旧不会改变。孩子，也许你说的很对，也许现在的村子和我所熟知的村子区别很大，但我依旧确信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就如同你想要保护族人，为族人争取未来的信念一般，我们守护村子的信念依旧不会改变。今日就到这里吧，你走吧。看样子木叶确实有许多需要矫正的地方，等一切结束后，我会亲自去你们建立的村子好好拜访一下，和你深入的聊一聊的。柱间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直视着夏目，很是郑重地说道。隔着上百米远，双方对视了好几秒，沉默了好几秒后，夏目这才婉叹一声。很显然，对方那决绝的目光已经表明柱间的立场，自己若是决意再战的话，对方也必然会不惜一切摧毁自家的眼影村，因此夏目也只得选择终止这场战斗了。毕竟真拿自家的眼影村与和木叶互换的话，其他几大影村怕是得笑死在家里啊，还不如先退一步，等自己赚够钱了，正式迈入6道级后，再来一举击溃柱间，覆灭木叶。飞间大哥，那小鬼走了。柱间确定走了吗？飞间确定，走得很干脆，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如此干脆，这份心性已经比大多数成年人还要沉稳了呀。柱间再次感慨道，能在战场上做到审时度势，进退有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需要有着莫大的毅力和极强的执行力，不然古往今来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孤注一掷、惨败连连的赌狗了。单从这一点来看，那小鬼确实值得赞许。是啊，若这小鬼不是敌人的话，下一任火影之位几乎非他莫属了。飞间也撇嘴认同道，虽然他依旧很讨厌宇智波，但对于天才而言，他从来不拘一格，任人唯贤，不然当初也就不会提拔宇智波镜了。而从今日看来，这小鬼的天赋、实力、心性等等都远超历代，若是他能继承火影之位的话，只怕会领导木叶再创辉煌了呀。唉，现在说这些都晚了。大哥，我们接下来……柱间点了点头，神色黯淡道，先回村子里吧。这场大战下来，村子里需要处理的事可不少，顺便也得好好查一查，这些年里究竟是谁在侵蚀村子，是谁将整个村子搞得如此乌烟瘴气。听此，飞间也连忙点头，一脸杀气腾腾的同意道，确实该好好清洗一下了，再这样下去，怕是不需要强敌来犯，村子自己就得分崩离散了。两人对视一眼，默契依旧。接着柱间便迅速收回了木佛，和飞间一同回到了木叶村之内。尽管这场足以覆灭木叶的大战结束了，不过也可以预见，接下来整个木叶依旧不会太平静。几分钟后，木叶10里外撤退出来的夏目和某位蛇医汇合在了一起。赢了？大蛇丸眯着眼笑问道。输了。夏目非常坦然道，未能达成完全摧毁木叶的目的，确实算输了。不过自己也不是输不起，更何况还是面对忍者之神千手柱间那般忍界枭雄。放眼忍界，能在他手上全身而退的都没几个。当然，总的来说，这一场大战下来，
夏目还是不亏的。一方面借木叶的手几乎将整个小组织团灭，另一方面毁掉了大半个木叶，逼死了元飞日斩以及不少木叶精锐，令木叶元气大伤，近乎覆灭。最后还收获一只蝎，确实算是不亏了。当然，千手柱间和千手飞间的回归确实在夏目的意料之外，而且也给自己造成了不少麻烦，但也只是一点麻烦而已。毕竟从一开始，夏目知道想要制霸忍界的路必然困难重重，不来点阻拦，那才不对劲呢。而此刻，距离自己叛逃木叶也才半年不到，自己就已经拥有了正面击败柱间的实力，要不多久必然能全面超越对方的。说起来，这场战争下来，大蛇丸大人，你才是真正的赢家啊。夏目瞥了一眼身旁的大蛇丸，没好气的揶揄道：“这家伙全程划水不说，还收获了一对白眼，坐看木叶小双方吃瘪，最后还逼得自己老师元飞被迫用上了他曾经不屑的邪道绘图转生之术。怎么看，大蛇丸都是妥妥的赢家，几乎是赢妈了。哈哈，夏目大人说笑，不过是运气好点罢了，还得多亏了夏目大人的佛照啊。”大蛇丸乐呵呵的恭维道。如果说他之前称呼夏目为大人时，心中多多少少都带点调侃的意味，那现如今称呼夏目为大人，确实真真切切的带着几分尊崇。毕竟能和忍者之神千手柱间匹敌的人，无论年纪大小，都配得起这份荣誉了。更何况这小鬼确实年轻的吓人，也不知道未来他究竟能抵达何种极限。一想到能在这小鬼身上看到无限的未来，看到忍术的极致，大蛇丸也难免激动万分，期许不已。好了，别吹捧了，先回去吧。夏目挥了挥手，打断了大蛇丸，继续道：“这场大战之后，整个忍界的一潭死水也该躁动起来了，我们也该好好准备一下了。而且自己衣兜里的些同学也还在等着自己的回去忽悠呢，这一回必然得让些弃暗投明，好好为自家岩隐村制造高达傀儡。除此之外，自家的伪人助力计划、阅读卡 bug 激活写轮眼计划、5年计划、温于岩隐帝国计划等等，都该加快一下推进速度了。总之，需要做的事可不少。另外，既然木叶都敢绘图出初代、2代火影，那自家这边找机会绘图出宇智波的先祖，宇智波搬出来也很合理吧？真想看看柱间和班爷在这个时代继续打情骂俏的样子啊！不过班爷怕是也被家传的那块石碑给忽悠瘸了，得先想个法子让他清醒一下，不然等绘图出来后，班爷怕是第一个就要和自己为敌了。轰隆隆，大地咆哮，声浪翻滚。柱间收起了自己的千手巨佛，并将村子内的大部分木藤都缩回了地下，接着又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下，用一条条巨大的木藤将村子外围那些残破不堪的城墙都弥补了起来，形成了一圈坚硬木盾城墙壁垒。而且有着柱间查克拉的加持，这些木藤的硬度可比普通的城墙坚硬多了，普通忍术甚至难以撼动分毫。但只有柱间自己清楚，修复围墙也不过只是做做样子，让村子里的居民多点安全感罢了。在真正的强者，就好像刚刚的宇智波夏目面前，这些木藤城墙根本毫无作用，不比纸糊的要强多少。爷爷，初代大人。同时片刻后，纲手就带着一大群木叶忍者赶到了柱间的身旁，并兴奋地欢呼了起来。他们自然不知道自家的初代2代大人也是靠着玉石俱焚般的威胁才逼退了敌人，在他们眼中只知道是初代大人击退了强敌，赢得了胜利，自然雀跃万分，欢呼不已。只不过经历了刚刚的大战，外加得知家族灭亡后，柱间此刻的心情自然不算好，也没有像一开始那般乐呵呵了。更何况此刻大战刚刚结束，木叶一片狼藉，需要处理的事太多了。为此他也只能先扛起大旗，指挥起了整个村子。飞间，所有的搜救工作都交给你了，你来指挥吧。其余人配合搜救，尽力将还活着的伤员都送过来，由我负责治疗。大哥，飞间，先救助伤员，处理善后，其他的事一会再聊。我明白了，大哥。飞间点头一声，立即开始组织着人手搜寻伤员，处理战后事宜。毕竟在处理政务上，他可比大哥柱间擅长多了。小刚，爷爷，我在。纲手迅速上前，乖巧的像个闺中淑女，看得一旁的自来也愣一愣的。你老实说，我们千手一族还剩多人？一猛啊！大胆的说吧。纲手心中一酸，只得如此回答。只剩我一个人了。听此，柱间也深吸一口气，闭目叹息一声。虽说他早已有心理准备了，可真正得知自家那曾经繁荣无比的千手一族，不过才几十年出头，就仅仅只剩自己孙女一个人了，也不禁满心酸苦，怒由心生。小刚，你还有什么弟弟妹妹吗？有一个弟弟，比我小12岁，是爷爷你走之后好多年才出生的，名字叫绳树，飞间爷爷还抱过他呢。孙子，我还有一个孙子。柱间大喜，只不过绳树他也死在第2次忍界大战中了。纲手眼眶泛红，继续哽咽道。听此，柱间更是心头一震，面色一灰，差点没有喷出一口鲜血。自己还未见过的可爱孙子也死在战争中了。操！飞间和猴子到底在做什么？连一个孩子都护不住。柱间憋着一口怒气，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发泄。眼见柱间色变，纲手也心中忐忑，沉默了许久，这才主动呼唤了一声：爷爷。小刚，你去一趟，将村子现在还在掌权的高层都叫过来，我有话和他们亲自谈一谈。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柱间这才对着纲手吩咐一声。纲手顿了顿，似乎猜到了什么，但此刻的他却无比安心。反正爷爷已经回来了，
自己根本不必担心什么了。有爷爷在，一切都不是问题。村子欠自家牵手一族的，也该好好清算一下了。好，说完，纲手便离开了原地，准备去将木叶剩余的几位高层全部带过来。吩咐完毕后，柱间也开始迅速治疗起了大量伤者。有着阳属性，外加庞大查克拉的他，在治疗忍术上的造诣，甚至还在纲手之上，仅仅数秒时间便能治好一名普通伤者，堪称离谱。很快，柱间便先后稳住了30多名重伤忍者的伤势，保住了他们性命。见此，自来也晃荡着2只耷拉的断手，凑到了柱间的面前。初代大人，自来也，先坐下吧，我替你治疗双手。看到自来也后，柱间的面色也缓和了几分。一来，他确实很欣赏这种优秀正直的后辈忍者；二来，他也不傻，早已看出了这小子和自家小刚之间的亲密关系。很快，自来也断掉的双臂便被柱间治愈如初。好厉害的治疗忍术，似乎比纲手还要厉害，不愧是初代大人啊！自来也诚心赞许道，并腼腆着脸结巴道，准备旁敲侧击地打探一下初代大人和纲手之间的事情。初代大人，自来也，你是不是喜欢小刚他啊？柱间的突然耿直提问，一下子就将自来也整懵了。要不要这么直接啊？他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第172章，我可爱的孙子也战死了。此刻，木叶腹地的地下基地内，坐在轮椅上的团藏正内心忐忑地等候着。震动停止了，看起来战斗已经结束了。结局如何？一听上方的动静消停，团藏连忙询问道。他的身后，2名堪堪归来的根部探子立即汇报道。结果，当听到袁飞那个老头子不惜施展禁术与敌人同归于尽后，团藏也不禁心头一颤，并暗暗攥紧了仅剩的左手拳头。他和袁飞斗了这么多年，争了这么多年了，感情也是最深厚的。虽然他无数次的希望那个老家伙赶紧暴毙，好让自己接手木叶，甚至还曾经派出手下去袭杀过袁飞，可真当听到对方阵亡时，还是难免悲从心生，感慨万千。这个混蛋，直到死还是走在我前面吗？不过日展你放心吧，等我当上火影之后，一定会想办法为你报仇的。团藏愤骂一声，并暗暗发誓道。那个团藏大人，还有一个消息，说火影大人在死之后，似乎将初代目和2代目大人召唤了出来，也就是那2位大人击退敌人，守住了村子。听此，团藏更是猛然一怔，随之神色大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2位大人怎么可能复生？若是他们回来了，那我……这一刻，就连老谋深算的团藏也不禁失态了。毕竟在2代目飞间大人面前，自己永远都只是一个不敢赴死的亲卫队员，更别提在更加强大的初代大人面前了。那2位大人若是真回归了，还有自己什么事哟？而就在团藏心中惶恐，连连否认之时，这座宛如高塔般的地下基地的上方，一道熟悉的呵斥声却陡然响起。团藏！这熟悉的呵斥声将团藏吓得一个机灵，连忙抬头看去。下一刻，果然只见一道身影从上方落下，稳稳地停在了他的面前。二代大人，真的是你？团藏呆了，看着面前这道熟悉的身影，结结巴巴地颤声道：“团藏，你也这么老了呀？你怎么躲在如此阴暗的地下？可让我一顿好找啊！身为村子忍者，村子面临危机，怎么能躲在这呢？”落地后的飞间左右打量了一番这个灰暗的地下基地后，也有些不喜地吐槽道：“明明自己战死前，木叶还没有搞出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地下基地啊！”并下意识地批评着团藏，居然藏在这，没有出去战斗。不过，等他回头细看了一眼团藏，发现自己曾经的这位下属居然已经失去了双腿、右臂、右眼，已是一副凄惨破败的样子后，倒是立即停止了批评。毕竟团藏都这样了，会躲在这倒也正常。看来你这些年也很不容易啊。飞间唏嘘一声，满心感慨着。听此，团藏也不由心头一酸。2代大人，你具体的等一下再解释吧。大哥要见你，小刚找了好一会都没找到你，我才亲自来找的你。飞间迅速解释道：“大哥，是初代大人，初代目大人要见我。”团藏更是一惊，心中又哆嗦了几分。是的，不啰嗦了。喂，你们2个带着团藏他先回地面上去吧。飞间板着脸对着团藏身后的2名根部忍者命令道。这2名根部忍者愣了愣，视线在飞间和团藏2人身上来回移动，显然心中极度挣扎着，不知道该不该动手。见此，飞间也微微皱眉：“团藏，你的这些手下倒是很忠心啊。”这一句嘲讽又将团藏吓得头皮一麻，连忙下令道：“照做，全都照做，这是2代大人，不可违背他的命令。”是。2名根部忍者立即照做，迅速抬着团藏离开了基地，返回到了地面上。接着，飞间又看向了另一侧，此刻根部剩余的数十名精锐依旧半跪在那，静默待命着。你们都是团藏的手下，还愣在这做什么？上面发生了那么激烈的战斗，还有那么多伤员等在救治，你们都缩在这当乌龟，都给我滚起来，立马去村子帮忙搜救！飞间暴喝一声，吼得这一众根部忍者面面相觑，头皮发麻。毕竟这位2代目火影大人的身份已经由团藏大人确认了，他们哪有不从的道理啊？很快，一众根部忍者立即出动，也参与进了村子的搜救行动内。另一边，为了避免暴露飞雷神，夏目并未使用飞雷神之术瞬间返回，而是和大蛇丸一起步行返回着。大半天后，直到次日黎明，才回到了自家岩隐村里。回家后，稍稍交代了几句，并享受了一番爷奈与女仆长的细腻清晨服务后，夏目便急呼呼地来到了村子外的训练场内。
随手设置了一个结界后，这才将蝎的核心掏了出来。说起来自己手上好像也没有傀儡的零件啊，怎么让蝎组建身体重新活过来呢？夏目想了半天，最后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直接从村子外劈了一棵树，用查克拉匕首切成几段，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灵魂雕刻大法。没多久，就勉勉强强雕刻出了一堆木偶零件，并将这些零件都放在蝎的核心旁边。很快，感知到周围有合适木偶零件的蝎，立即从核心内分出数十条查克拉丝，开始将一块块木质零件组装在了一起。没多久，蝎便将其组装成了人形。咔咔咔，蝎操控着这具简陋的身体，发出着木头摩擦的左顿声。尽管很生疏，但他勉强也算是活了过来。可紧接着，当蝎看了看面前的夏目，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具奇丑无比的火柴人躯体后，直接陷入了久久的沉默。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宁愿哪怕就这样死掉，也绝不会将自己拼成这副模样。这可恶的宇智波小鬼，他是用脚给自己抠出来的零件吗？在蝎的强烈要求下，夏目又搬来了一堆木头作为蝎的零件原材料，然后便将空间留给了蝎，任由他自己重新雕刻零件。果然，当蝎绣起来后，夏目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在艺术领域上的贫瘠了。10余条延展出的查克拉丝，在蝎的手上灵活的就仿佛一只只机械手臂，甚至比夏目前世许多工业机床还要精妙。没过10来分钟，便重新制造出了一堆傀儡零件，并迅速拼合成了蝎的原本模样，甚至就连人偶的头发、眼睛、舌头等等，都被他打磨得惟妙惟肖。虽然无法和他先前的精装傀儡真身相比，但也极为逼真了，不比那些世界级雕刻大师的作品要差。若是再穿上衣服，稍稍打扮，怕是都能以假乱真了。可见蝎在艺术上的造诣确实极具天赋。嗨，好了，宇智波夏目，你救了我，究竟想要什么？蝎清了清嗓子，熟悉了一下傀儡躯体后，便直接问道。自己能看的、不能看的，都被这个宇智波小鬼看光了，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且对方还救过自己，而自己现在仅凭一具简易的木偶傀儡，也绝非对方的对手。既然身家性命都在对方手上，还不如干脆点、痛快点呢。毕竟这小鬼既然愿意救下自己，还让自己用木偶傀儡复生，那必然是有所求的。这么干脆吗？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脱离小吧，加入我们，替我制造傀儡吧。夏目也很直白的策反道。听此，蝎也微微一愣，沉默了起来。先前的大战，尽管你只剩一个核心了，但应该还对外界留有一定的感知能力吧？那场大战的结果如何，就不用我多说了。整个小基本都废了，你再回去也意义不大。更何况你之所以加入小，便是准备借助小的力量向木叶复仇，为你父母报仇吧？现在的小还有如此实力吗？还能帮你复仇吗？他们甚至都自顾不暇了吧？因此，只有加入我们，才有可能匹敌木叶，覆灭木叶，为你报仇。这个理由如何？夏目自信满满的劝说道。经过了好几次劝降之后，他的忽悠技术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已经能脸部红心不跳的一本正经的忽悠了。当然，他说的也都是大实话。现如今，放眼忍界，也只有自家还有着匹敌与覆灭木叶的实力了。对此，谢当然清楚。先前只剩一个核心，在夏目衣兜里时，他就清晰感觉到了这个小鬼和千手柱间两人那般令人窒息的恐怖压力，远比首领佩恩带给他的压力还要强上无数倍。放眼忍界，也只有这小鬼还有着匹敌千手柱间的实力了。想要报仇，也只能依靠对方。但好歹些也是独自袭杀了3代封印的眼影天才，就算要答应，他也不会简简单单的同意。怎么说也得抬高点价码嘛。些这个条件还不够，以你们宇智波和木叶之间的矛盾，哪怕我不加入你们，你们双方最后依旧难免斗个你死我活。我完全可以在那时候再出来坐收渔翁之利。夏目面色一冷，毫不客气的威胁道：想要捡漏也得有那个实力啊。还是说你以为你拒绝的话，我会活着放你离开？面对威胁，谢依旧面不改色，或是说他对死亡本就没有太多畏惧，不然当初也就不会发了疯的一样将自己都改成一具傀儡。你执意威胁的话，我确实会先答应下来，但后面我依旧可以出工不出力，对吧？夏目死，这个傀儡大师的脑子都没了，其思维居然还如此灵活，看样子这可不是2八开能打发的呀。果然这家伙远不如某位巫女院长好忽悠啊，不拿出点实质性的筹码，看来很难得手了。夏目眉头一挑，暗暗吐槽道。当然，若是没做好万全准备，没准备好足够筹码，他也就不会来忽悠些了。看样子也只得拿出自己的压轴筹码了。那行，我就再加个条件吧，你替我做事，我替你复活你父母，如何？而且并非秽土转生的畸形复活，而是真正意义的复生。听到这，谢一下子就失态了。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失去母爱、渴望母爱的可怜人罢了。他这辈子最重视的也就是自己的父母了，不然也不会因为父母的死而怒杀3代封印并叛逃出村了。此刻一听能够复活自己的父母，哪还淡定得了呢？连忙追问道：此话当真？你有什么办法复活已死之人？有凭据吗？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不过你不会真以为复活一个死人很简单吧？当然，你非要求的话，我也不是不能替你演示一下，不过届时就得浪费掉复活你父母的一个名额了。你要试试吗？夏目很是淡然地反问道。尽管他的这个条件却有一点忽悠的成分，毕竟他也没实践过，但理论上是可能的，只需要通过系统
兑换几声转生这门禁术，再配合上不死的邪神体，就能以卡 bug 的形式完整的将死者复活。尽管每复活一人就会消耗掉一次邪神体，浪费掉整整1万金币，不过这也算是很划算的一种复活禁术了。听此，谢心中立即挣扎了起来。他当然想先确认一下夏目的条件真假，但要为此浪费掉复活父母的一个名额的话，他更不可能接受。无凭无证，我不能信，信不信在你，反正机会只有一次。夏目轻哼一声，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几乎将谢拿捏得死死的了。又沉默了好久，谢终究还是抵不住这个诱惑，做出了决定。我可以替你做事，也会尽心尽力，但我希望你也能再拿出点诚意来。夏目心头一喜，知道鱼儿已经完全上钩了，因此也不介意再画大饼。很好，只要契约成立，你替我造出第一个合格的傀儡之后，我就先帮你复活你父母中的一位，剩下的一位等你能量产傀儡时再兑现复活，如何？谢眼瞳一亮，尽管他并没有眼珠，立即答应道：好，一言为定。反正在他看来，不过是为对方制造傀儡罢了，这正是自己的拿手好活。若是成功了，对方真能复活自己父母，那自然皆大欢喜；若是不能，左右不过是被骗点时间，骗点精力，也不算太亏。很快，契约达成后，为了早一点验明真假，谢也急迫地问道：你想要我帮你制造什么样的傀儡？夏目，须佐能乎见过吧？知道，我需要你制造出可以承载须佐能乎的巨型傀儡。承载须佐能乎？是的，大概就是10多米到数十米高的样子，需要很灵活，结构坚硬耐操的那种。须佐能乎能披在傀儡外面？先猛然一惊，也被这个想法震惊到了。须佐家傀儡真是疯狂啊！理论上是可以，你只管造傀儡，成不成功不需要你担心。夏目挥手说道。反正须佐能乎的本质就是实体化的查克拉，既然都能穿在尾兽外面，为什么不能穿在巨型傀儡外面呢？到时候两两结合，以须佐能乎为巨型傀儡提供动力，以巨型傀儡来增幅须佐能乎的力量、攻击力、攻击方式等等，岂不妙哉？活脱脱的就是一句真高达啊！再配合上自己的阅读卡 bug 激活写轮眼计划，等群里多出一堆万花筒写轮眼的族人后，再加上量产的巨型傀儡，那该多棒啊！一个团的须佐能乎战力不够，一个团的半微装须佐能乎总足够吓人了吧？届时横推忍界估计都轻轻松松，甚至打到忍界之外去都不是问题。此刻土之国岩影村土影办公室内，刚刚听闻到最新情报的大野木也不禁陡然起身，无比惊愕。你说什么？袁飞那个老混蛋死了？确定吗？你确定吗？这名暗部情报忍者很是笃定地回应道：千真万确，3代火影袁飞日斩却已阵亡，顺带的半个木叶都化为了一片废墟。大野木顿时大喜，忍不住地雀跃道：哈哈，好，太好了，恶有恶报，袁飞那个老混蛋终于死了，死得好，死得妙啊！确认袁飞阵亡，木叶摧毁过半后，好好发泄了一下心中这口恶气的大野木，怎能不欣喜万分呢？若非他的一把老腰扛不住，他都想跳起来拍手称快了。没想到组织竟如此给力，如此强大，竟能攻破木叶村，并袭杀了袁飞那个老混蛋，实在惊人啊！看来也不得不防啊！大野木一边感慨，一边警惕着。毕竟，若是小组织有能力干掉袁飞，岂不是也意味着有能力干掉自己？这可不得不重视起来啊！土影大人，事实上，根据情报显示，貌似岩影村也参加了这场对木叶的袭击。大野木一怔，随之恍然：哦，原来如此啊！宇智波一族本就和木叶村势同水火，会加入袭击也不奇怪，也难怪组织这次战果惊人，看来也少不了那些宇智波的帮助吧。好事一件啊！他们继续狗咬狗，继续相互消耗下去，才最好不过了。对了，最后和宇智波那边的伤亡如何？是败退了吗？回土影大人，具体伤亡还不太清楚。只不过什么？根据情报显示，木叶那边疑似初代木火影和2代木火影复活了。大野木猛然一震，随之色变。复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千手柱间怎么可能活过来？他要是活过来了，小组织的人还能活着离开？别人不知道千手柱间有多厉害，大野木可再清楚不过了。那可是能和宇智波斑匹敌的忍者之神啊！至于宇智波斑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那就更不用说了，是他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恐惧。我们安插在木叶内的人，亲眼见到无数木藤从地下冒出，包裹住了整个村子，范围大得离谱，甚至还亲眼看到高达1000米、巍峨如山般的木盾大佛拔地而起，最后还看到巨佛和数百米高的须佐魔神激战在一起。大野木 Sigma 听到最后，大野木也已经麻木了，他心中也被迫接受了这荒诞无比的情报。自己费尽心思，花大价钱买通了小组织，好不容易将袁飞日斩干掉了，结果木叶又冒出了一个早已逝去多年的初代火影忍者之神，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那狗日的木叶就如此得天独厚，自己家岩影村怎么就没这种奇迹呢？这不公平啊！唉，最终大野木也只能将诸多的愤慨与不甘化为一声叹息。最后的结局如何？据说是千手柱间击退了敌人，但由于战况过于激烈，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不过既然木叶依旧存在，那应该确实是小和岩影村的人败逃了。
这名岩隐忍者颤声汇报道。光是提起千手柱间那几个字，就让人忍不住的头皮发麻啊！果然被击退了吗？不可思议啊！居然能从千手柱间手下逃走，那数百米高的须佐魔神究竟是谁的？总不可能是那一位吧？大野木喃喃自语道，面色愈发漆黑。土影大人，看来整个忍界都要变天了呀！大野木沉吟了许久，这才皱眉唏嘘一声，并立即下令道：传我的命令，将剩下的赎金马上筹起，并立即派遣使者团访问木叶。另外，我会亲笔一书，一同带给那位初代火影，尽力争取趁机探清木叶的虚实，并和解一下我们两村之间的关系，顺便将黄土那小子接回来。既然确定了那位忍者之神很有可能复生了，那自家岩隐这边必然得立即变更之前对待木叶的态度了。没办法，打不过呀，只得认怂几分，尽力缓和一下双方关系了。不然，若是那位忍者之神真的开着木盾大佛来袭了，岩隐村怕是也得灭亡了呀！遵命。那边的酬金，这名岩隐忍者的弱弱追问道。先拖着，那么大一笔酬金可不好筹齐，更何况他们十有八九都被千手柱间打废了，不足为惧。大野木应气一声，并又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补充道：对了，再派一支使团，多带点礼品，去岩隐村慰问一下。这次必须和气一点，切记不许再摆什么架子。无论那具和千手柱间对战的须佐魔神是谁的，看样子都绝非现在的岩隐村能惹得起的。该死，木叶和宇智波两边都得罪不起啊，必须得再找找盟友了呀！大野木前所未有的烦躁道。活了这么多年，经验丰富的他自然早已嗅出了这场大变局背后的巨大危机。自家村子若是不做出改变，摆正位子，恐怕就会有真的灭顶之灾啊！当然，除了岩隐村这边，这场大战所掀起的余波和影响也迅速朝着整个忍界扩散着。而忍者之神千手柱间复生这个重磅消息，也狠狠地撞击在了各大隐村紧绷的神经上。其余几大隐村连忙展开了各种情报分析与讨论，纷纷做出了决断，并暗暗开启了战队、抱团、结盟，都在未雨绸缪，相互警惕着。达成了契约后，蝎也决定留在了岩隐村内，老老实实的当一名工具人，争取早日将合格的巨型傀儡造出来。当然，普通傀儡好造，像这种能承载须佐能乎的巨型傀儡，制造起来必然困难重重，光是原理、技术、材料等等方面，就有诸多等待攻克的难题。不过，既然并非专精傀儡制造的大蛇丸都能制造出堪比九尾的机械九尾，而本就身为傀儡大师的蝎，想要搞出一具合格的巨型傀儡出来，应该也问题不大。至于初始的资金问题，夏目也很慷慨，直接将蝎拨到了大蛇丸那边，让敬爱的蛇姨负责初始研究资金的供给。想来能独立搞出那么大一个地下基地的蛇姨，必然财大气粗，不缺这点小钱。更何况他估计也对制造巨型傀儡很有兴趣吧。而且他们两个凑在一起，也能大大提升速度，减短研发时间嘛。总之就是一举多得，绝不是为了省下那么一点科研经费的。谁会那么小家子气嘛？当然，若是蝎真的成功造出了第一台合格巨型傀儡，后续开始量产制造时，夏目还是不介意多投点钱，将流水线搞出来的。至于兑换禁术几生转生这钱，以及消耗邪神体作为复生条件的花费，夏目可不准备自掏腰包，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到时候自然还得让蝎自己筹备，毕竟身为一位傀儡大师，赚钱什么的，对于他来说应该也不算一件难事吧。大不了多造点普通傀儡出去售卖嘛，总能攒够的。今天已是木叶大战后的第3天了，时间也悄悄地迈入了11月份，将近年底，气温骤降，岩隐村内不少族人身上也都多添了几件衣物，开始注重保暖了。此刻黄昏时分，夏目家里一众人正围在一起，欢快地刷着一锅热气腾腾的辛辣火锅。至于主菜，当然是从云隐村那边运来的鲜嫩牛肉，肥美的嫩肉再加上辛辣燥热的汤汁，着实令人胃口大开。不消片刻，几人就吃得热气腾腾，大汗淋漓，并开始脱下衣，露出膀子接着干，以至于就连一向冷淡的月姬都脱掉了外套，穿着紧身背心，豪气地争抢着肉片。1个多小时后，晚餐完毕，5人皆撑着圆溜溜的肚皮，瘫倒在客厅内，惬意地享受着悠闲的饭后时光。女仆长野乃羽则领着新晋女仆昔日红，正在麻利地收拾着餐桌。很快休息了片刻后，众人也开始一边喝着冰镇西瓜汁和清酒，一边聊起了正事。尽管现目前岩隐村的各种民生事务都似乎由长老团那边统筹着，但整个村子的核心权力层依旧在这里，就如同当年2代火影牵手飞剑的亲卫队后来直接掌控了整个木叶一样。此刻夏目的亲卫队也权力不俗，藤叔、月姬、日曜都主导着村子的各项政务。尽管村子的暗部现在还未建立起来，但那也只是迟早的事罢了。至于夏目本人，更是堪比独裁了，拥有着整个村子的最高领导权。若非年龄还不够，还不好真正继承族长之位，他根本就不用顶着个少族长的名号了。当然，只要有绝对的实力和统治力，所谓的职位也不过只是一个虚名罢了。夏目、藤叔，海运公司那边有消息了吗？已经比预期晚了1个多月了，是出什么意外了吗？宇智波龙迅速解释道：是的，说是的，前段时间海上风暴肆虐，足足持续了半个多月，大大阻碍了海贸的运输。不过损失倒是不算太大，龙那边也回信了，估计第一批盈利和货物后天左右就会抵达村子。夏目点头，不再多虑。他特意关注海运公司那边，还不是为了那边的利润和回款，
毕竟那可是目前自家村子的唯一盈利大头了，而且自己最近手头上的金币也不多了，实在没有安全感啊，是该想法搞钱了。其他情况呢？有关木叶大战的情报应该已经传遍忍界了吧？几大隐村都有些什么反应？知道了忍者之神千手诛奸复活后，他们应该都坐不住了吧？西夏目嗦了一口西瓜汁，随意的问道。负责收集整理情报的日耀立即汇报着，目前其余4大隐村的反应不一，其中岩隐村和沙隐村立即对木叶表达了善意，并派出了使团，似乎力挺木叶的样子。另外岩隐村似乎还悄悄派遣了另一支使团，正在赶向我村的路上。夏目笑着调侃道，两头下注，还是缓兵之策？大野木那个老小子真是润滑啊，算盘打得很精啊。还有呢，云隐村通过雷之国的名义，火之国发表了强烈的谴责，声称木叶这种亵渎死者的行为极为恶劣，应该立即停止。夏目则4代雷影爱还是一样的头铁啊，除非千手诛奸当面将他揍趴下，不然他估计也不会相信的。日耀少族长，云隐村那边，夏目不必担心，云隐村既然拿了白眼，必然不会主动吐出去的。单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不会和木叶和解。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大野木那老小子一样老奸巨猾啊。雾隐村那边呢？日耀雾隐村得到消息后，当天夜里就派出第2支使团，正在赶往我村的路上，应该还是坚定地支持着我们的。对此，夏目轻笑一声，毫不客气地比喻道：又派了支使团吗？这是准备连美人计都用上了？哼，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别看雾隐村明面上很老实，但那位原始长老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可多得很，说不定也暗中两头下注着，或是意图怂恿我们木叶再打生打死一场呢。如此一来，他雾隐村即可乘势而起，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在夏目看来，一名年纪比大野木还大，还是从战国时代留存至今的老家伙，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光是能熬死4代水影，依旧手握实权，就足以说明那个老家伙很不简单，很有耐心。很显然，这种老野物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先前和自家结盟，也不过是迫于形势和自己实力压制的一种无奈妥协罢了。一有机会的话，雾隐村绝对会毫不犹豫反捅自己一刀的。这就是忍界，就是如此残酷冷漠，唯利是图。总之，这一场大战下来，外加千手诛奸死而复生的消息，必然会给忍界带来极大的震荡与变革。这维持了数十年的5大隐村的格局，也该逐步更替了呀。听着自家少族长的警示，银野不禁咂舌感慨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花花肠肠啊！显然这段时间内，在和某位再部斩先生的不断击剑训练中，也令他们间多了不少好感，让银对雾隐村也多了不少好感。当然，在大是大非上的问题，他还是分得清的。各大隐村的高层要是都像你一样蠢，这忍界早就被一统了。夏目毫不留情地吐槽道：真要是人人都像银这家伙一样天真，自己根本用不5年，怕是有1年时间就足以统一忍界了。日耀，对了，少族长，还有一个消息。夏目说，除了5大隐村之外，不少小隐村最近也开始躁动了起来，似乎正在商量联合结盟的事宜。其中以龙隐村和草隐村最为积极。夏目又嗦了一口西瓜汁，并不在意。龙隐村就罢了，还有只尾兽，这草隐村才是胆大包天啊！明明没什么实力，还总喜欢跳来跳去。说起来，某个漩涡一族的遗孤香菱和他妈妈，现在应该都在草隐村内煎熬着，倒是可以抽时间救出来，好好利用一下。夏目暗暗思索着。日耀少族长不必在意，不过这些小隐村的结盟趋势倒是可以利用一下，他们本就受过了5大国的压迫，若是全部整合起来，倒是一股不小的势力。不说和5大国硬碰，但还是能让5大国稍稍顾虑一下的。做一把利器，还是有点利用价值的。日耀，那我们？夏目不急，先看看情况。比起我们，5大国才更加不愿意看到这些小国联合在一起，必然会先一步出手打压。若是他们连这第一大波的打压都顶不住的话，那就算联合一起，也是一群废物，毫无利用价值。明白了。对了，云隐村那边情况如何了？我们已经派了一队人过去访问学习了。根据那边传回来的消息称，云隐村这首领佩恩和天使都还未曾回归，现在整个云隐村依旧处于自治状态，并未有什么异常。但是明显感觉到村民的氛围似乎升起了少许急躁。听此，夏目微微皱眉，掌门和小南还没有回去，有点奇怪啊。按理说大战结束，失去佩恩6道，惨败逃走的掌门等人，必然该率先返回云隐村啊，没道理现在还未回归啊。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还是已经回归了，但故意隐瞒了行迹，秘而不宣呢？夏目暗暗思索着。虽说小这一次大败而归，损失惨重，但只要长门、带土、黑绝这3个逼还在，整个小就依旧具有威胁性，依旧有可能搅风搅雨。说起来，先前的大战，带土也不曾露面过，角斗也没有参加，总感觉有点不对劲。难不成他们还有其他谋划？尽管疑惑不少，但夏目也没有深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自己连千手诛奸都锤赢了，害怕2个躲在阴暗里的土之哥与大孝子。行吧，今晚就聊到这吧，大家都吃撑了，先回去休息吧。接下来的几天也有的忙了。夏目挥了挥手，准结束这场饭后闲谈了。不过就在这时，村外一股熟悉的气息却突然暴露在了夏目的感知之中。这是
夏目眉头一皱，瞬间发动飞雷神之术，消失在了原地。黑夜中，岩隐村村口，一道落魄的身影正在摇曳着身形，一步步的靠近着村子，并未有半点隐藏气息、隐匿踪迹的意识。唰，夏目瞬间闪现在了对方身前，一脸凝重的看着这道身影。啪！小南停下了脚步，跪倒在地，浑身伤痕累累，气息羸弱，就仿佛一朵已经流干了泪水、将要枯萎的花朵。岩隐村，宇智波夏目。小南吃力抬头看向了夏目，结结巴巴的问道：“是我？看你这样子，掌门十有八九已经遭遇黑手了。”夏目瞬间就猜出了真相，确认般的问道：“你早就知道了？”“不确定，但我知道和你们合作的那2人都不是什么好人罢了。”“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小南心中已经被震惊的麻了，这小鬼真的仿佛什么都知道一样。这重要吗？你都这个样子，还来孤身找我，恐怕也不是为了来说废话的吧？先吃了这个，别死在这了，然后慢慢说说经过吧。夏目慷慨地丢了一颗低级治疗丹给小南，示意对方吃下，以免说着说着就嗝屁了。毕竟小南此刻的状态确实很糟糕，不但查克拉几乎耗尽，身上的伤势也颇为严重，能撑到这里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小南接过丹，没有犹豫，一口吞下。他也很清楚，以对方的实力，若是想的话，瞬间就能秒杀自己，根本不需要用什么毒药谋害。很快吃下丹药后，小南也感觉到一小股浓郁的生命力在体内释放，迅速修补着他的伤势。尽管无法令他痊愈，但起码也好了不少，终于保住了性命，不必担心随时嗝屁了。接着小南也不迟疑，红着眼眶，掐着双手，无比怨恨地叙述道：“掌门死了，死在了那个万恶的黑绝手上。那时候我自知无力再插手大战，便向着掌门的本体所在位置返回，准备带他先行撤退。谁知道那个鬼东西居然一直尾随着我。”刷刷刷，小南正在叙述着，夏目身后响起了几道破空声，又有几道身影来到了村口。傅月、月姬，显然他们也察觉到了小南的气息，连忙赶到。夏目打断了小南的叙述，回头看向了几人。敌人算朋友吧，问题不大，我能处理。夏目回应道。傅月偏头看到了那朵跪在夏目身后的凄美之花后，眼中也流露出了2分秒懂的寓意。谁没年轻过吗？他又岂会不懂？行了，都先回去吧。好，众人纷纷回家。对于少族长实力，基本没人会怀疑，更何况在其他人看来，大半夜的突跑来这么一名娇滴滴的女子，这8成是少族长玩的新花样呢，没啥好担忧的。倒是傅月主动多了片刻，和夏目提了一声：“3天前你出去时，有个戴虎纹面具的家伙突然潜入村子，欲图不轨，不过已经被我和右联手逼退了。那人似乎也有着一只万花筒写轮眼，你知道他的身份吗？”傅月面色沉重的疑问道。一方面是惊叹于居然还有自己未知的万花筒写轮眼流落在外，另一方面那家伙对宇智波一族表现出的恶意也让他十分忌惮。现阶段自家宇智波一族好不容易建立了新的忍村，完全独立，有了一个全新的未来。虽说这一切和自己这个前废物族长关系不大，但他也绝不希望这份难能可贵的希望又被另一名神秘的敌人给破坏掉。是他？夏目微微一惊，这才恍然，难怪之前和木叶大战时带土一直未曾现身，原来是准备来偷家啊！好阴险的徒子哥啊，都快比得上自己了。也幸好傅月和佑留守在家里，不然仅靠月姬几人恐怕还真不是带土的对手，毕竟他的万花筒能力实在太适合潜入和偷袭了。你认识那家伙？夏目点头，认识。他的身份问题很复杂，回头我再慢慢和你解释。好，我在家静候着。傅月没有多问什么，回应一声后也迅速离去，将空间留给夏目和小南。身为过来人，在这方面他自然经验十足。走吧，这里不适合深入，去我房间里再聊吧。夏目对着小南说道，接着也没有征求什么同意，直接带着小南发动了飞雷神之术，将他一同带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内，瞬间移动到了另一个地方。这是时空忍术。小南惊叹一声，凄凉的眼光中也多了几分惊愕。尽管他已经尽可能的高估这个小鬼了，但对方依旧能给他带来各种惊讶啊！居然还掌握这般高深便捷的时空忍术，岂不是说哪怕他战败了，也难以抓住他啊？全忍界还有人能杀得了这家伙吗？看来自己果然没有来错啊！而夏目这边，他也并不介意在小南面前暴露自己的飞雷神之术，反正从他踏入岩隐村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没有退路了，要么活着留下，要么永远留下，区别都不大。至于他为什么选择来岩隐村，原因夏目也猜到了，毕竟长门已死，黑绝大孝子还在追杀他，他当然不可能返回于隐村，那只会自投罗网。更何况小才把木叶搞成那样，又得罪忍者之神牵手诛奸，哪怕投奔其他隐村也难以立足。如此看来，忍界虽大，但几乎难有他的容身之地，除非他愿意隐姓埋名的躲入深山，永不露面。可才目睹了长门暴毙，满心怨气的他又怎么可能甘愿躲藏一辈子吗？因此除了自家岩隐村，除了自己之外，他别无选择。这里很安全，继续说说吧。后来都发生了什么？夏目递给了小南一杯温水，继续问道。小南毫无隐瞒，继续讲完了这个故事经过。不过几分钟，夏目也了解到了全过程。简单来说，就是黑绝跟着小南的屁股一路尾随，找到掌门本体所在，然后趁着长门虚弱之际，直接附身在了长门身上，强行将其控制住，
并以长门的生命力为代价，迅速发动了轮回天生之术。接着利用完长门后，又一个回手掏，瞬间捅穿了长门的胸口，顺手捏爆了他的心脏，抹灭掉了长门的最后一丝生机，带走了这位自诩为神的大理想家，也是小的首领。而后便开始追杀小南。万幸靠着隐匿性极强的神之指者之术，小南化身无数，勉强逃出了黑绝的追杀，并一路逃到了岩隐村。这就是大致的整个过程了，其中必然还有许多细节，就比如黑绝那个大孝子得手后的得意模样了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黑绝确实得手了。夏目他控制了长门，发动了轮回天生之术。小南，是的，我亲眼所见。夏目，复活了谁？小南，我不知道。当然，哪怕小南没看到，夏目用屁股猜也100%的确信，黑绝那家伙必然是用轮回天生之术复活了宇智波斑。毕竟在斑爷的原本计划中，之所以会将自己的轮回眼移植给掌门，就是看中了他身为漩涡一族的体质，可以很好的供养着轮回眼，并在适当的时候牺牲掉他，用长门来复活自己。只是夏目也没想到，这一次黑绝居然提前了这么多，恐怕正是因为目睹了自己和筑间的大战，这才吓坏了黑绝，逼得他被迫提前了计划，对掌门痛下黑手。不然真等筑间立足了脚跟，或是等自己再成长下去，这位大孝子筹谋多年的计划便会付之一炬了吧？他又岂会甘心？这才提前动手，跟着小南找到了长门的本体，出其不意地控制了虚弱的长门，发动了轮回天生之术，复活了斑，准备继续怂恿斑及其尾兽，以完成他的计划。好家伙，明明自己正准备找机会将斑爷绘图出来，给他做思想工作，将他拉入己方阵营呢，没想到黑绝这狗东西居然提前一步将斑爷给复活出来了，这一下可就不好办了呀！完全复活后的斑爷可不好说服了，在黑绝的怂恿下，斑爷10有8九也会将自己当成敌人，将整个岩隐村当成他实现月之眼的阻碍，几乎不可能再通过言语说服他了，除非能先击败他。夏目奋力压下了心中的杂念，反正自己现在的实力已经能正面压制千手筑间了，就算斑爷复活，也不过多了一名强敌罢了，又不是不可战胜。杞人忧天，未战先怯，可不是夏目的风格。只要自己拳头够硬，那么跪着唱征服的就是别人。说说呗，为什么来找我？夏目伸手挑起了小南的下巴，目光灼灼地问道。在他看来，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忍者，心中可是要强得很，面对带土的死亡威胁时都不曾服软，反正绝不可能是为了保命才来投靠自己的。我想请你帮我报仇，请你帮我杀那个鬼东西，为此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幽暗的灯光映射在小南的清冷侧颜上，那每一寸洁白的肌肤都在诉说着他的决心。自从迷燕走后，掌门几乎就成了他唯一的心理支柱，为了掌门的理想，他也在没日没夜地付出着。他可以接受一切，接受长门最后的成功或是失败，哪怕是他主动选择放弃，他也能接受。可唯一不能接受的，便是这般死在了一个阴暗卑鄙的黑绝手上，死在背叛，死在偷袭之下。这是对掌门、对迷燕、对整个小组织的玷污和唾弃，他绝不能容忍。因此为了报仇，他这才找上了夏目，找上了这个小鬼。尽管这小鬼同样奸诈，同样狡猾，但他起码从未暗算过己方，直到最后和千手筑间的对决也是公平竞争的，可比黑绝那个畜生好多了。更何况也只有他才有足够的实力替掌门报仇了，真的什么都愿意付出。小南咬了咬贝齿，决绝地点了点头。他并不蠢，很早之前他就明白着，身为女性，身为女忍者，自己本身能成为一种筹码，很残酷也很现实。不够，再加上整个余隐村呢，我在村子内还有一定的威望，只要有我出面，整个余隐村都能听你调遣，村子内的一切都是你的。小南大声压住道，不惜赌上了整个余隐村。当然他更清楚，对于村子来说，说不定这才是更好的选择，毕竟失去了掌门，仅凭自己根本不足以再保护整个余隐村，再加上千手筑间复活，忍界局势变幻莫测，没有强者庇护的余隐村就好比一大块香饽饽的肉饼，怕是用不了多久便会被大肆瓜分，蚕食殆尽。与其便宜了那些大国，还不如靠自己争取一把，并入岩隐村，为村民们寻一条活路。听此，夏目也眼中一亮。说实话，他确实很眼馋余隐村的技术与人口，不然也就不会派使者团去余隐村进修技术了。若是真能让这位威望极高的天使大人替自己整编收纳整个余隐村队的话，那确实好处多多啊！而且名正言顺，水到成渠，这份嫁妆着实有点丰厚啊。当然，心动归心动，谈判可不是一心动就结束了的。贪婪的夏目不将面前的小南的最后一份价值全部榨干，他可不会停手的。于是乎，夏目立即不满道：“还是不够，远远不够！你真以为我们岩隐村缺你们余隐村那点东西吗？而且，你知道黑绝复活出来的是谁吗？谁？宇智波斑，我们一族的先祖，传说中的忍界修罗，曾经和千手筑间齐名的战国双雄。”小南猛然一震，面露惊骇，他怎么也没想到，黑绝居然是复活了宇智波斑。如此说来，之前那个戴着面具自诩为宇智波斑的家伙，果然是假的吗？若真是那位忍界修罗复生了，那自己就算再努力一辈子，也不可能替掌门报仇了呀。毕竟光是一个千手筑间就强大的令人绝望啊！明白了吧？
仅凭你这点筹码，就想让我去挑战自家先祖，去和宇智波斑拼个你死我活，未免也太廉价了一点吧？夏目毫不客气地鄙夷道。本着荷尔蒙的原始刺激，自己确实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忍者，这没什么好掩饰的。但这并不代表自己就是一个会为了美色去找死的蠢驴。小南的这点筹码远远不够啊！直觉告诉夏目，还能再炸一炸。听此，小南也涨红了脸，咬着牙关，心中幽怨。他知道这个小鬼的胃口很大，但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大。整个鱼隐村，外加上自己，都满足不了对方。呼，沉默了片刻，小南深呼一口气，终于做出了某种沉重的决定。下一刻，他伸出右手，扎在他头上的发簪突然变化，化成了一只纸鹤，飘飘飞起，最后停在了他的掌心上。接着，纸鹤展开，露出了其中的包裹物，那是一只眼睛，一只右眼，一只带着波浪纹路的右眼，一只轮回眼。这就是我最后的筹码。小南咬着玉唇，极度不甘地沙哑道：“这枚右眼是长门在死之前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将其挖出来并丢给自己的，以免让一双轮回眼都落入黑爵这个畜生手上。这也是掌门交付给小南最后一份委托，更是黑爵为什么要拼命追杀小南的原因了，就是为了夺回剩下的这只轮回眼。而现在，为了给掌门报仇，小南在所不惜，哪怕是交出这枚最后的眼睛。轮回眼，长门的右眼，原来如此，难怪黑爵会追杀你。看来长门也不是白死了呀，起码还保下了一只轮回眼。”夏目心中一喜，也微微唏嘘着，能在被黑爵操控、被捏爆了心脏、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还能挖下自己的眼睛交给小南带走。长门倒是有点血性，是个真汉子啊，就是太骨瘦如柴了一点。如何？他应该足够了吧？小南再次倔强的沙哑道：“一只轮回眼确实足够了，不过你既然敢将这只眼睛暴露在我面前，就不怕我直接杀了你吗？那样的话，这只眼睛依旧是我的。”夏目森冷一声，杀意渐浓。小南咬着牙反问道：“你有那么无耻吗？”夏目，抱歉，我比你想的更无耻。小南，哗！夏目拉开了房门，从中走出。跪仆在门外等候的爷乃宇立即挺直了腰杆：“少爷，他以后也是家里女仆的一员了，你这几天教教他该做些什么吧。”遵命。爷乃宇点头，很是主动的起身，将屋内的小南拉走，领着他先去沐浴更衣了。很显然，夏目并没有对小南痛下杀手，也同意下了小南的报仇委托。毕竟长得好看，而且还用处不小的女忍者都是宝贵的人才，值得优待。更何况人家还那么主动，一来就送上了一份那么丰厚的嫁妆，让人多不好意思啊。反正黑爵那个大孝子迟早都要杀的，自己和复活后的班爷估计迟早也得打上一场，因此替掌门报仇本就是顺带的事，算不得什么条件。反倒是自己这边既得到了小南，又获得了一只轮回眼，甚至还能吞并整个鱼隐村，着实大赚了一笔啊！真希望这种好事多来几回啊！小南离开后，夏目也合上了房门，熄灭了原来的蜡烛，点亮了屋内的电灯，一扫之前的阴霾之色。据研究表明，幽暗的环境常常能给人带来莫名的压力，在这种环境下谈判、拷问等等都能增加几分优势。当然，电灯是新装的，电线也是前几日才牵过来的。夏目之前点着蜡烛，纯粹是忘了开灯，绝非是为了恐吓小南什么的。很快，夏目就摸出了小南带来的那只轮回眼，借着灯光细细观摩着。同样拥有阴阳两种查克拉属性的夏目，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这枚轮回眼内也具有着阴阳查克拉的气息。三大瞳术之首，传说中的轮回眼，没想到班爷的右眼竟会以这种方式落入我的手中。夏目微微唏嘘着，说实话，轮回眼珍贵吗？确实珍贵万分。轮回眼强大吗？确实非常强大。只可惜这并不是属于夏目自己的轮回眼，而是班爷的轮回眼，因此就如同长门一般，哪怕夏目移植了这只轮回眼，也很难发挥出它的全部威能，甚至还会为之消耗大量的查克拉。虽说有着完美仙人体的夏目根本不惧于这点查克拉消耗，而且必然比长门更能发挥出这只轮回眼的威能，但若是可以，还是自己的眼睛用得舒服一点啊。想着，夏目也久违地点开了系统个人面板，查看了起来。宿主夏目，属性火、水、风、雷、土、阴、阳，查克拉1900卡，忍术非雷神之术 S 级，时空忍术八门遁甲之阵 S 级，体术灵化之术 S 级，灵魂忍术血祭献界血轮眼，永恒万花筒轮回眼 37%， 体术千年杀千言刀，特殊技能查克拉提取之法，特殊武器昆羽刀，目前余额2180金币。比起之前，夏目的查克拉总量增加了100卡，轮回眼得进化百分条也从1800分号3700分号，可见这段时间的磨练和战斗确实让自己仙人体潜力被进一步挖掘了出来，逐步提升。同时，仙人体得阳之力与永恒万花筒血轮眼的阴之力，这在逐步融合着，一步步推进着轮回眼的诞生。想来用不了多久，自己依旧能获得一双独属于自己的真正轮回眼。届时，这枚班爷的轮回眼不过就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了。当然，在这之前，这只轮回眼还是有用的。一旦安装上了，哪怕可能无法施展班爷的独属能力轮木边玉，但像风术吸印、
天爱振兴这种能力还是能用，而且很好用的。反正有着邪神体的自己，基本不惧死亡。惹急了我话，直接去你家放他10颗20颗天爱振兴，看你怎么挡。而且只要这只眼睛在自己手上，那么班爷那边就没法筹齐一双完整的轮回眼，也就无法获得超影级之上的力量。单只轮回眼，一双完整的轮回眼，区别可不是一般的大。总的来说，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夏目很快收起了这只珍贵的轮回眼，将其用封印封在了左手小臂内，既足够隐蔽，也足够安全，还能方便自己随时取用替换。而后，夏目又看了看系统面板，看了看自己那评级的2000金币，果然大手大脚习惯了，现在对2000金币都快没感觉了呀。迟疑了好一会儿后，夏目还是忍住了再来个10连抽的冲动，毕竟自己就算做舔狗，也得做一只有尊严、耐得住寂寞、忍得住欲望的舔狗。真要是频繁去抽奖的话，怕是只会被某位幸运女神套得死死的。欲擒故纵才是真男人该玩的手段啊！等自己的小金库再次充裕起来了，再来放纵几把也不迟啊！念此，夏目立即退出了系统，准备晚睡。正好这时候爷乃宇也送来了一杯温热牛奶，夏目一口饮尽，美滋滋的咂巴了一下。这也是夏目自己定下习惯，毕竟自己才10岁出头，还差2个多月才满11岁，全身上下各个部位都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可不能缺了营养，影响了身心健康发展。一夜美梦。第二天一大早，夏目就爬了起来，洗了个澡，麻利的换了一床被褥，整理好了房间，这才下楼吃起了早餐。还别说，家里多了3位漂亮女仆小姐后，每天早上起来，光是多看上2眼，都令人心情大悦，精力十足啊！欣赏艺术的美本就是很纯粹的一件事。当然，夏目也并未沉迷，很快就恰完了早餐，准备去干正事了。构建防御工事，建立忍者学院，吸纳余影村等等，都是当前的要紧事。毕竟夏目也无法确定，才复活的班爷会不会急着来认祖归宗，来找自己个优秀后辈谈谈心，亦或是直接来摧毁岩影村。总之不可不防啊！只不过夏目才出门，日耀就急匆匆的来汇报道：少组长，岩影村的使者团到了，领头是谁？应该3代土影的弟子迪达拉和孙女黑土。哦，夏目双眼一亮，这2只肥美的羔羊居然主动送上门了。此刻幽暗的地下基地内，一道气息宛如深渊的挺拔男子正在坐在棺材之上，紧闭双眼，静静等候着。无需疑问，这便是黑爵通过长门施展轮回天生之术复活归来的宇智波斑。只不过此刻失去双眼的宇智波斑并未妄动，哪怕他已经复活了1天有余了，依旧没有贸然行动。自己会复活在这里，复活在封存尸体的棺椁旁，也就证明着无论是长门亦或是带土，自己留下的后手之一成功发动了。既然都开始成功复活自己了，那想必计划也已经进行到尾声了，尾兽也应该收集齐了。10尾即将复活，而自己也终究给世界永久的和平了。因此在如此关键的时间点，班爷自然不打算再贸然行动，以免节外生枝。而且想来黑爵应该也在赶来的路上了，等他到了后，亲自为自己解释清楚现状，再开启计划的最后一步，岂不更为稳妥？毕竟这本就是他一开始的计划。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天，终于随着一团漆黑的液体从岩壁上方滴落，黑爵也终于回到了班爷的面前。班大人，黑爵极为恭敬地问候道的，尽显掐妹之态。你做的不错，用谁复活的我？长门，看来计划很成功。我的眼睛呢？黑爵连忙奉上了那颗左眼轮回眼。班接过自己的左眼，迅速安上，终于重获光明。那宛如深渊般的气息更是上涨了一大截，毕竟这才是属于他的眼睛啊。还有一只呢？出了一点小变故，另一只被名为小南的那个女忍者带走了。哼，废物，居然被一介女流夺走了我的右眼。班爷冷喝一声，有些不满。班大人还请放心，白爵正在分批追捕着，那家伙身受重伤，无力再战，必然跑不掉的，很快就会将您的另一只眼睛带回来的。黑爵连忙解释道，装的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可见这家伙确实奸诈无比，一点脸皮也不要。哼，现在多少年了？马上到木叶59年了。班爷左眼一亮，微微惊叹，距离我死亡才过了不到9年，小就已经集齐了尾兽了吗？效率可以啊，本以为会花费更多时间的，看来这些年你们并未懈怠。行了，直接告诉我10尾在哪，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吸收真正的10尾了。面对班爷的催促，黑爵也有些局促，毕竟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没办法，此刻距离计划完成还差108000里呢，别说集齐9只尾兽了，现在连1只尾兽都还没抓到呢，这不得活活气死班爷啊！尽管难以启齿，但黑爵还是硬着头皮开口了。哦，他其实没有头皮，班大人确实还出了一点点意外，尾兽还未抓齐，还差哪只啊？1尾那么弱都还没抓到，2尾什么？2尾也没有得手，3尾等等，似乎有点不对劲，4尾班爷，9尾，轰！黑爵被班一坨子锤飞了数10米远，并狠狠地砸在了远处的岩壁上。可见当得知1只尾兽都还未得手时，他心中的有多气愤了。感情这根本不是的自己的王者归来，君临天下啊，纯粹就是被提前复活回来干苦力的，他岂能不气？当然，短暂的暴怒后，他还是很快压下了怒意，接受现状。
身为战国双雄，这点自控力还是有的。更何况，只要自己成功复活，回归巅峰，在这个没有筑奸的时代里，还有谁能匹敌自己呢？再去抓起9只尾兽，也不过多费点时间罢了。班大人，黑爵一脸讪笑地爬了回来，毫无怨言。说说吧，为什么会提前复活我？你最好给出个合理的解释。黑爵，班大人，千手筑奸复活了。班爷猛然一震，随之大喜。哈哈，筑奸那家伙居然也复活了，有趣，太有趣了。正愁这个时代过于无聊了，没想到他也回归了。哈哈，太棒了，真想再和他大战个3天3夜啊。说起来，他是怎么复活的？班放声畅笑，极度开怀，一点也没有因为强敌归来有可能阻碍自己的计划而心中不悦，反而充满了期待，恨不得现在就和筑奸大战一场。看样子应该是靠3代火影源飞日斩施展的秽土转生之术复活的。听此，班爷顿时眉头大皱。秽土转生，飞间发明的那个术，那个术应该缺陷很大，那也配叫复活？用那种术复活的筑奸，能保留几成实力，还能施展真术千手。简而言之，他可不想和一个实力羸弱、毫无生气的筑奸交手，那可太无趣了。他需要的、享受的是那种酣畅淋漓、倾尽一切的激战。不，千手筑奸似乎靠着某种手段，挥真数千手复了大半实力，完全可以正常施展仙术合。这也是我不惜提前复活班大人您的原因。班爷再次一喜，筑奸也寻回了当年的实力了吗？很好，很好，这才有趣嘛。黑爵，你的抉择也不算失误。若是筑奸真有着当年的实力，那掌门和带土那2个小兔崽子必然不会是他的对手。与其让他们败给筑奸，导致计划暴露，倒不如让我亲自出手。现如今获得轮回眼的我，绝不会再输给筑奸了。班爷单手握拳，狂暴的气势宣泄而出，震荡八方。显然，已经获得筑奸细胞和轮回眼的他，比起当年更胜一筹，绝不会再败给筑奸的大佛了。那个班大人，还有一件事，宇智波一族叛出木叶，现在自立了一个忍村。黑爵讪讪补充道：哦，那些愚蠢的族人终于意识到错误了吗？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筑奸一样蠢乎乎的啊。后续的火影继位者怎么可能容得下我们一族？如此说来，这一代的宇智波族长倒还是有点魄力和勇气啊，是个人才。说吧，现在是谁掌管着宇智波一族？总不可能还是傅岳那个废物吧？班爷冷笑一声，尽管他的思维层面已经上升到全忍界了，但对于同族总还是留有些许情感的。此刻听到宇智波一族终于选择了叛离木叶，选择了他当初的道路，他心中自然多了少许欣慰。并非傅岳，而是一名少年。那小鬼十分年轻，异常优异，非常强大。多大？11岁左右。有多优秀？已经开启万花筒写轮眼。这般年轻就开启了万花筒，确实值得称赞。如此优异的后辈，倒是值得好好调教一下。对了，那小鬼有多强？黑爵，他似乎正面击败了千手筑奸。班爷，此刻岩隐村外，土之国的一行使团正在等候着。整个使团没约20余人，几乎全都是忍者，而且看样子皆实力不俗，起码比上一次的寒酸使团要好多了。可见岩隐村确实非常重视这次的友好访问。而队伍中间2道不算高的身影也非常引人注目。爷爷是疯了吗？非要我们俩来访问这个什么岩隐村？喂，迪达拉哥哥，你怎么不说话？黑土伸出长腿，踹了踹身旁正在发愣迪达拉，嘟着嘴问道。很显然，他并不想来访问这个宇智波一族的村子。毕竟上一次金库失窃案中，某位撑着红眼拿着丝袜调戏他的变态，实在给他留下过于深刻的影响，导致他现在对于红眼睛的家伙都下意识的忌惮着。若非爷爷强行将他和迪达拉编入使团，他才不想来这个红眼病一族的老巢呢。啊？哦。迪达拉从愣神中醒来，并撇嘴回应道：或许老头子是想体现诚意吧，都愿意将自己亲孙女送过来了，岩隐村也该相信我们的诚意了。总之，我们安心照着老头子的吩咐行事就好了。黑土微微一愣：师哥，你变了。按理说你是最不可能听爷爷吩咐的，现在怎么？迪达拉转头移开了目光，没好气道：啰嗦，我变不变用你管。其实自从上一次村子被木叶袭击后，迪达拉就变了，变得成熟了不少，安分了不少，更是很少再在村子内搞破坏了。说白了，之前迪达拉能在村子里肆无忌捣的实验艺术，到处捣蛋，还是日子过得太安稳了一些。既身为大野木的亲传弟子，又是罕见的忍术天才，他在村里的地位可不低，而且还从未经历过战火之痛。迪达拉难免想追求一下刺激，这才如此沉迷于爆炸艺术。只不过木叶的上一次袭击直接将他打懵了，伤亡过千，村子损毁过半，包括师兄赤土在内的大量忍者战死，实在太痛了，痛彻心扉啊！更让迪达拉明悟，在木叶的高手面前，自己那引以为傲的粘土之术根本就施展不开，3两下就败给了自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村民暴毙，看着队友战死，最后还被活捉回了木叶，受尽鄙夷。接着被赎回村子后，迪达拉更是主动在村子公墓内跪了1天1夜。至此，迪达拉这才恍然醒悟，自己出生至今的所有美好生活，都是建立在村子其他人的劳苦工作、尽心保卫下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没有实力，没了村子，没了老头子，自己还追求个屁的艺术，在其他大国面前，自己就是一只可以随意碾死的蝼蚁。为此，迪达拉也收敛了许多，
这段时间内更是很少再和大野木顶撞了。而这次安排出使的任务，他也欣然接受，毫无怨言。当然，他追求艺术的终极愿望依旧没有改变，只不过在艺术之下，也更加重视了几分村子。黑土，你说上次盗窃金库将我们迷昏的那个家伙，是不是这岩隐村的人啊？迪达拉不确定。老头子说，那人是的成员，应该错不了。黑土，要不我们找机会搜寻一下？那人只有一只血轮眼，应该很好辨认吧？迪达拉，不要贸然行动，血轮眼的幻术很厉害，你抵挡不住的。放心吧，可别小瞧了我最近也在磨练意志力，必然会坚守底线，不会被轻易迷惑的。黑土拍了拍平吉的胸口，信心满满的保证道。就在这时，岩隐村也派人出来，将一行使团接进了村内。同时，黑土几人也终于看到了那位宇智波少族长夏目。顿时，黑土眼中一亮，低声惊叹道：“哥，那就是宇智波夏目，确实好年轻，好像不比你大多少也，似乎还比你帅上那么一点点。”迪达拉，黑土，而且这么小就掌管了整个宇智波一族，哥，人家比你玩粘土厉害多了呀！迪达拉再无墨语，心头仿佛受到了1万点暴击。说好的坚守节操呢？坚守底线呢？这叛变的也太快了吧！自家师妹某不是已经中了幻术？另一边看到黑土和迪达拉两人居然真的来了后，夏目也不禁心头一怔。有时候不得不感慨，大野木那个老头子真是人老成精啊！本以为他会两头下注，愚蠢的一边讨好木叶，一边对自家表达善意，最后只能落下个人财两空，自取其辱。毕竟无论最后哪一方获胜，都不会喜欢这种两头下注的墙头草的。但现在大野木那家伙居然愿意将自己的宝贝孙女和徒弟都送来岩隐村，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摆明是准备将未来压在自家身上啊！准备豪赌一把。这老小子有这个魄力，压输了的话，他这宝贝孙女和徒弟怕是都得命丧于此。他真的忍心？还是说岩隐真的恨透了木叶，哪怕是借着千手柱间的威名也咽不下这口恶气，这才选择了自家岩隐村？当然这些都是夏目的猜测，大野木那个老头具体如何想的，夏目也不清楚。但这明摆着送上门的两只大肥羊，不吃可白不吃啊！夏目岂会放过？迪达拉主动上前：“你就是宇智波夏目？”“是。”迪达拉，岩隐村3代土影弟子。这是我师妹黑土，仅代表岩隐村向贵村问好。迪达拉心中憋着一口气，很是礼貌地问候道。若是曾经的他，只怕早就向夏目这小鬼发起单挑了。而现在他已经学会了忍耐。同时，他的身旁一名岩隐中人也立即将一个礼盒递了上去，作为他们访问岩隐村的礼物。夏目接过礼盒，打开瞥了一眼，3个高级空间卷轴正静静地躺在其中，足足3000万两。这份礼物非常有诚意啊！见此，夏目也心中一喜，他就非常喜欢这种朴素的诚意，而非那些华而不实的浮夸。大野木这老小子总算学乖了啊！只可惜，比起人家小南，比起整个鱼隐村，外加一只轮回眼，这份嫁妆就显得太廉价了。看来以后只能委屈某位腿影小姐和正房无缘了呀。很好，礼物我很满意。夏目合上了礼盒，露出了2分笑意，令岩隐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安心了几分。只不过下一秒，夏目却突然下令道：“日曜，动手！全部拿下！男的都送到日向一族那边去挖沟取，女的都先收押起来，准备拉去织布。至于这位迪达拉少爷，看起来不太会配合的样子，先揍一顿吧。”既然到了自家地盘，夏目当然得让这些岩隐使者们好好感受下自家的热情好客。相信在热情的体力劳动中，他们一定能重新体会到生命的真谛。毕竟村子外围正好在修建沟渠，急需人手。遵命！日曜瞬间领命，周围大批宇智波忍者一拥而上，将岩隐众人包成了饺子。黑土 Sigma， 迪达拉 Sigma， 都安排好了吗？夏目一边吃着炸鱼丸，一边问道。回少组长，都安排好了，男的都分配在村外挖沟渠了，女的也送去织布了。那位黑土小姐也已送到了爷乃与院长的手上了。只是那位迪达拉少爷似乎很硬气，银已经揍了他整整5顿了，脸颊都打肿了，但他还是不肯服软，依旧嘴硬着。日曜仔细地汇报道。说实话，迪达拉所表现出的硬气让他也颇为侧目，毕竟那小鬼也才9、10岁左右，平常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基本一巴掌就抽哭了，他能硬撑这么久确实不简单啊。问题不大，意料之中而已。夏目轻笑一声，别人不了解迪达拉，他却非常清楚，一个能毫不犹豫拿自己的生命作为爆炸源，只为绽放艺术的家伙，当然脑回路异于常人，更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只不过对待这种硬茬，夏目也有着非常有效的方法。少组长，那接下来，之前我吩咐从雪之国进口那些拍照与摄影设备到了吗？到了一批了。会使用了吗？勉强会吧。很好，那就先放了迪达拉吧。放了他，然后用血轮眼的幻术迷惑住他，让他自己脱光衣服绕着村子跑一圈。你派人跟着，多拍几张照片，多录几段像，然后将照片洗出来给清醒后的他看看。我想钟爱瞬间爆炸艺术的他一定会对照片这种永恒的艺术感触颇深吧。之后他应该会听话不少的。夏目露出了非常和善的笑容，很是仔细地叮嘱道。毕竟不怕死的人不少，但不怕射死的人绝对很少，更何况还是一名风华正茂的眼影天才少年呢。明白。日曜瞬间秒懂，并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战。
下意识的将自己带入了狄达拉的视角。若是自己也被幻术迷惑，并且去裸奔一圈，还被拍下纪念照的话，光是想想就令人头皮发麻，不忍直视啊！若是还被赢那家伙看到了，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哦，少组长真是太卑鄙！呸！少组长的恶趣味太吓人了，太可怕了！日耀连忙退开，准备去伺候那名狄达拉少爷了，并忍不住为其默哀了半秒钟。大野木的豪赌确实令夏目有些意外，但既然黑土和狄达拉都落入了自己的手心了，那也就没必要再去猜测大野木的心思了。反正自己又不吃亏，更何况还白嫖了3000万两呢。说实话，岩隐村这金库都被自己压榨了2次了，再加上之前大战中的严重受损，现在还能筹出3000万两作为的礼金，也不容易啊。估计是土之国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吧。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反正到手之后的钱都是自己的了，绝无再吐出去的可能了。很快，夏目就将这3000万两白银都兑换成了金币，让自己的金币余额从2180金币增长到了5180金币，距离1万金币的大关又进了一大步，也算是积累了半个小目标，着实令人身心愉悦啊。很快，不等夏目回过神来，另一个好消息又到了，自家海运公司的盈利和回款也终于回来了，再加上变卖公司地下银库内的大批珠宝古董，就算只出售掉了一半或是1/4，也绝对是一大笔巨款了，很有可能又超过了1个亿。这如何不令夏目欣喜如狂呢？以至于夏目第一时间便赶过去迎接着这支队伍，比接待岩隐村这边的使者团还要热情数倍。没办法呀，天大地大，拳头第一，金钱第二，更何况自己钱越多，拳头也就越大啊。另一边，幽暗的地下基地内，面对黑爵的回答，宇智波斑也终于动容了，直接一把捏起了黑爵，郑重的追问道：“我那后辈当真击败了筑间？”“应该是的，最不济也打成了平手，我亲眼所见。”黑爵黑着脸回应道。若非突然冒出了一个这么强的变数，还是一个奸诈狡猾根本不好忽悠的小鬼，黑爵又岂会急着将斑爷复活？实在是因为那小鬼的成长速度太惊人，而且就好像没有极限一般。黑爵很害怕，若是再多给那个小鬼一点时间，就算自己将妈妈复活了，能不能打得过也犹未可知啊。哈哈，筑间，你太弱了，竟连我的一个后辈都打不过了吗？哈哈，斑爷陡然狂笑了起来。说实话，他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后辈有多强，他在意的是无论任何一个方面，只要自己能胜过筑间，赢过筑间，就足以令他非常开怀了。毕竟自家一族的后辈够强，也算是自己的优点吧。对了，筑间那家伙呢？他们千手一族现如今可出了什么天才吗？千手一族几乎已经灭亡了，现如今只剩下一个赌鬼纲手还存活在世。黑爵迅速回应道：“纲手，筑间的孙女，千手一族只剩下那一个小姑娘了。”哈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同为战国最强的两大家族，为了村子，他们千手一族拼死拼活，现在居然被灭族了。而我宇智波一族虽然叛出了村子，却出了这般优秀的后辈，真不知道筑间看到这一幕会是什么表情啊！哈哈，宇智波斑再次畅笑，只感觉自己整个后半辈子还没有今天一天笑得多，笑得肆意。没办法，这后世的现状实在是太奇葩了。说实话，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再见一次筑间，当着他的面和他好好聊一聊有关家族的问题了。真不知道那时候的筑间会露出什么样的落败神色啊！不过在此之前，他也很想见一见自己那位有着足以比肩筑间实力的后辈啊。班大人，接下来既然尾兽还未开抓捕，那就不急于一时了。我的那个年轻后辈在哪？宇智波一族的新忍村在哪？带我去看一看，让我亲眼见见那个小鬼。班大人，我衷心的建议您先不要去造访您的家族和那位后辈。黑爵连忙劝诫道。为何？班爷冷声质问。为什么？怕你被你家后辈一拳打死啊。黑爵好歹也观察了班爷几十年了，算是为数不多非常了解他的人之一，自然深知班的性格。他确实很强很优秀，但却性格温柔敏感高傲自负，再加上面对着自己的年轻后辈族人，他大概率不会一开始就用尽全力，毕竟有哪个成年人会跟小孩动怒呢？因此一旦贸然对上那个可恶卑鄙毫无节操的宇智波夏目小鬼时，他很有可能大意轻敌，从而一招不慎瞬间被秒。毕竟你总不能指望一个10来岁的小鬼和你讲礼节讲道义吧。更何况班现在还是血肉之躯，不似秽土之躯，被一拳打爆了是真的会死的啊。自己蛰伏了上千年，能否复活母亲辉夜全指望着宇智波斑身上了，他可不想因为小小的冒险而功亏一篑。班大人，由于长门的失误，现在整个小组织正处于分崩离散的边缘，我想应该先整合组织，以便于后续的尾兽抓捕啊。黑爵确实说的很有道理，面临这般重挫，若是再不立即整合的话，整个小组织怕是也该崩散了。只不过黑爵的贸然劝诫并未起效，反而更是激起了班爷的不满。你在叫我做事？班爷冷哼一声，狂暴的气势汹涌而出，压迫的黑爵瑟瑟发抖，匍匐在地，连忙演戏道：不敢不敢，班爷别忘了是谁创造出你的，认清你的身份。黑爵从未遗忘。班点了点头，不再计较，以他的高傲性格，又怎么可能允许一只黑爵来对自己指手画脚呢？不过黑爵也不傻，立即就换了一种口吻，更加谦卑地提议着：班大人，目前九尾就在木叶村之内，若是能先夺取九尾，再骑着尾兽去见一见您的那位后辈，想来也更加气派一点吧。
而且正好也能先见一见千手柱监大人。毕竟谁也不知道那位柱监大人还能存在多久。这一次的谦卑提议倒是明显让班爷舒服了许多。同时一提到柱监，班倒是也颇为怀念，挺想早点见一见那位老朋友了。不错，倒是可以先去见一见柱监，顺手将九尾抓回来。班喃喃一声，微微一动。身为老祖宗，回归面见后辈时，能骑着一只九尾出场，自然更加威风一些。班爷倒不是非常在意面子，只是单纯的不想被后代比下去罢了。毕竟是个活人，总会有点分胜负嘛。更何况还是相互争斗了数十年之久的战国双雄呢。走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回木叶逛一趟吧。大人，谨遵您的旨意。黑爵立即恭维道，但心中却乐开了花。反正在他看来，完美复活的班外加一只轮回眼，绝对不比当年巅峰时期要弱。而千手柱监那边才经历了一场大战，而且是以不完整的写法复活的，实力必然大幅下滑。这一趟班十有八九能镇压柱监，夺取九尾。届时靠着九尾和轮回眼的加成，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也将难以匹敌本。一旦除掉那两个大敌，自己的救母大计便能重回正轨了，岂不妙哉？对了，带土那小子呢？应该也在赶回来的路上吧？黑爵不太确定着，忙着控制长门复活班爷的他也没太在意带土的行踪。反正那小子也不过是他和班留下的一个后手罢了。涡卷白诀那东西还在吗？在，让他留在这，通知带土那小鬼继续召集人手，重整小组织。班再次命令道。尽管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再见柱监了，但他并不傻。目前所有尾兽都还未抓捕，保留下这个组织确实还有利用价值，也正好还能发挥一下带土的余热，何乐而不为呢？明白。黑爵领命一声，潜入地下，立即通知着涡卷白诀去了。而班爷自己则迅速冲出了基地，稍稍辨认了一下方向后，就朝着木叶村所在的方向赶去。哈希辣妈，你等着，我马上就来了。哈哈哈。另一边，岩隐村外负责海运公司贸易的宇智波龙也终于带着一支风尘仆仆的商队回到了村子。少组长，我回来了。龙叔，夏目面露喜色，无比兴奋地迎了上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在接新娘呢。少组长，你又长高了，变得更帅了呀。龙叔泪眼婆娑地感慨道，一脸的欣慰。毕竟和藤叔一样，他们都是看着夏目一点点长大的，感情深厚，自然很敏锐地感知到了夏目的变化。辛苦龙叔你们了。哎，路上遭遇风暴，这才耽搁了行程，不然早就该回来了。龙叔继续唏嘘道，比起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的大海，还是自家村子里更舒服、更安稳啊。只不过为了村子，为了宇智波一族的未来，有些苦不得不吃啊。更何况比起少组长他们面对的压力和威胁，自己就管理着一家公司，已经算是非常轻松了。不重要，不重要，能安全回归就好。快说说看，这回赚了多少？夏目急呼呼地问道。一点也不客套，更懒得虚头巴脑的，反正他就最关心赚回了多少钱。与其多说两句客套废话，还不如回头给族人们多发半个月津贴呢，那才是实在的。这是最近3个多月的公司盈利，总计8160万两，已经预留了公司的必要开支，结余3640万两都已带回。另外，便是贩售公司地下银库内的各种珍稀珠宝、名贵古董，已经售出了接近2/5，总盈利12043万两。按照少组长您的要求，已经将上述盈利都兑换成了实物银两，并未采用水之国的通用钞票结算，因此兑换时出现了少许折价。再加上还采购了接近1000万两的村子必需品，最终总盈利为13775万两。由于预留的空间卷轴不够，剩下的小半银两都采用铁箱封存，一路运送回归。龙叔极为流利精准地汇报着。显然回来路上他就早已将这些数据熟记于心，背得滚瓜烂熟了。当然对于夏目来说，那些旁枝末节一点也不重要，他在意的只有最后的现金盈利。因此一听这回居然赚了将近1亿4千万两时，瞬间喜上眉梢，欣喜若狂。赚了13775金币啊，这回又发了，我又富起来了，不老实的幸运女神呀。你等着，我马上就来用金币征服你。大战后的第3天，木叶村内依旧一片狼藉。比起曾经的战后惨状，尽管这一次村子受损极为严重，还阵亡了大量忍者，但由于事先的及时撤离，木叶的主体村民基本完好。而且哪怕3代目火影猿飞日斩战死，依旧没有过分打击到木叶众人的信心。原因也很简单，木叶的初代目和2代目火影大人回归了呀。光是看着村子外那高达100米、无比厚重坚硬的木盾城墙，就足以让人心中充满信心。因此战后重建工作倒是颇为顺利，所有人都在尽心尽力地帮忙着，也包括了所有暗部根部忍者。至于团藏，2天前在亲自见了柱监大人一面后，他立即挣扎着跳下了轮椅，匍匐在地，神色悲痛地认错着，并将绝大部分的黑锅都扣到了袁飞身上。反正听说袁飞已经死了，总不可能再活起来指证自己吧。只可惜柱监好忽悠，飞监可不好忽悠。当得知了团藏和袁飞这些年干的蠢事后，可把飞监气得不轻，二话不说就上去给了团藏一脚，将其踹飞了数十米远。团藏连吐好几口血，不敢有半分抵触，连忙卑微地爬了回来，继续跪地认错着。无论过去了多少年，他在飞监大人面前依旧只是个懦夫啊。说实话，飞监也没想到，身为当初自己的亲卫之一，团藏和猴子这2个家伙竟能将一手好牌打得如此稀烂。还有旁边的水户门岩，
更是妥妥的废物一个。能把一个实权顾问当成一颗老鼠屎，也算是空前绝后了。至于那转请小春，若非早已暴毙，飞间也恨不得将他吊起来爆抽。明明年轻时长得不赖，看起来也不蠢，怎么老了后就蠢得无可救药了呢？该死，自己当年怎么那么傻，居然将村子交给这么一群傻叉管理。当初就算是传位给宇智波镜，说不定都要好上不少吧。只可惜现在也没有后悔药可吃了。盛怒之后，柱间和飞间还是只得面对现实。本来飞间都恨不得一巴掌抽死团藏的，可介于曾经的旧情，介于当下的情况，为了避免引起剩余根部成员的反叛，再加上团藏都只剩下一只完整的左手了，可见他虽然方法用错了，但守护木叶的初衷还在。身为火影，又岂能卸磨杀驴呢？因此最后柱间也只得暂时饶恕了他，准备等日后村子重建完毕，再来审判他的罪过。当然其手上的权力和根部都被飞间当场剥夺，并继续将其禁闭禁足着。对此团藏哪敢有半点怨言啊，他能保住这一条狗命便已是万幸了。其他的野心，只要柱间和飞间两位大人还在的一天，他怕是都和火影之位无缘了。该死，忙活了大半辈子竟一无所获，还不如像猴子一样光荣的现身呢。飞间大人之所以不太信任团藏的狡辩，很大原因上也是因为元飞已死，还是为了木叶在战斗中阵亡的。比起躲在阴暗里的团藏，确实光辉多了。初步救治了所有伤者，保住了伤员的性命后，柱间的任务也算是结束了。因此他也立即将体内的大河吐了出来，这使得柱间的实力和气息迅速衰弱了一大截。同时大河的伤势也极重，几乎就只剩下一口气了。可见之前大战中夏目命中柱间的那一拳，确实给大河本体带去了极为严重的伤害。不过好在有柱间和纲手两人联手施术，终究还保住了大河的性命。只不过接下来他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了，在这期间柱间恐怕都难以再借用大河的身体了。毕竟用秽土之躯覆盖活人身体本就极为荒唐，伤害极大。若非大河体内有着柱间的细胞同出一脉，换成其他人的话，怕是用不了几分钟就暴毙了，根本不可能生还下来。大哥，没那小子的肉体加成，你现在实力下滑，若是那个邪恶的宇智波小鬼再杀回来，可就麻烦了。飞间皱眉担忧道。没办法，那宇智波小鬼的实力太惊人了，已经不在当年的班之下了，自然令飞间很是忌惮。飞间，还记得我遗体在哪吗？柱间沉声反问道。大哥，你的尸身？当初你不是说为了避免后人觊觎你的仙人体，从而主动将尸体存放在了尸骨灵圣地内吗？飞间撇嘴不满道。反正他就怀疑着大哥就是不想让自己去研究他的身体，这才带走了尸身。柱间，没错，不过那只是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我还特意将自己的尸身交给了阔鱼仙人保存，以他的能力，外加我的细胞活性，可以极大程度的延迟肉体生命力的流逝。飞间恍然，心头一喜。大哥，你是准备？只要寻回我的尸身，再用秽土之躯操控，短时间内，在尸身生命力耗尽之前，我依旧能爆发出接近全盛时期的力量。尽管只有一次机会，若是那孩子还敢回来袭击村子的话，我会再好好给他上一课的。柱间信心满满的保证道。身为完美仙人体，柱间非常清楚自己的遗体是多大一笔财富，为了避免后人争夺，他当然早就有所准备，总不可能随便找个土坑将自己尸体埋了吧。那样的话，当年大蛇丸叛逃时，就不会只带着一点柱间细胞残遗了，而是直接扛着整个柱间的尸身逃跑了。因此身为圣地的尸骨灵，外人免入，自然成了绝佳的遗体保存场所。而之所以拜托阔鱼仙人帮忙保存遗体，也是柱间早早留下的后手之一罢了。飞间，我回一趟尸骨灵，取回遗体，这期间村子的管理就交给你了。另外顺手带一带自来也，那小子看起来心性不错，应该能堪大任。柱间细心的吩咐道，接着立即施展通灵之术，去往了尸骨灵圣地。飞间爷爷，爷爷去哪了？纲手凑了上来，好奇的问道。昨日内他的孔血症也早就在飞间的调教下消除了大半了，虽然看见血液后依旧会恶心，但已经不会影响日常生活了。大哥去了尸骨灵，估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那爷爷不在，万一又有强敌入侵呢？纲手忧虑的追问道。爷爷不在，总令人莫名的担心啊。世上哪来的那么多强敌？哼，除了那小鬼之外，忍界之中应该没有谁能匹敌大哥了。总不能是宇智波斑那个混蛋也恰好复活，并恰好来袭击木叶吧？放心吧，而且还有我在。飞间挥了挥手，很是笃定的安慰道。可他还没说完。哦，那我等爷爷回来了再过来。纲手就招呼一句，迅速逃走了。十有八九又是去照顾自来也了。见此，飞间面色一僵，只得摇了摇头。果然还是小时候的纲手可爱啊，总喜欢在自己怀里撒娇要钱，现在长大了已经不粘人了呀。会不会因为自己现在没钱了呀？叮，恭喜你获得了13775万点价值点，请问是否充值137750000价值点兑换为13775金币？充值成功，恭喜您获得了13775金币，目前余额18955金币。此刻看着系统内将近19000金币的巨额，夏目也极为兴奋着。拮据的苦日子过久了，一夜暴富难免令人心潮澎湃啊。有时候钱太多，真的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当然哪怕钱再多，夏目都依旧不会嫌多的，绝不会说出我对钱不感兴趣，我从来没碰过钱这种欠揍的话的。当然除了大批现金之外，
龙书商队这回所带来的大量生活物资也确实恰到好处，正好缓解了村子的物资紧缺。毕竟，尽管整个岩隐村现在并不缺钱，但仅靠一个田之国供给还是过于匮乏了一些。各种物资的丰富度与性价比都远不如广袤的海贸市场，只要渠道合适，通过海贸带来的商品可比直接内陆国家中购买要廉价多了，不然卡多公司也不可能发展起来的。甚至岩隐村还能将这些廉价优质的商品转售给周围的田之国、火之国等等，赚取大量中间差价，再大捞一笔。要知道，商业的本质是流通，把合适的商品越是匹配给合适的人群，就能获得越高的差价。只不过想要达成这一点，就必然需要一套覆盖广袤的商贸航线，这才是夏目当初执意吞并的卡多公司的原因，绝不是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就这样，夏目将这些银两的价值点都兑换成金币后，这一大笔财富也迅速交给了家族长老会与藤叔那边封存。后续与自家商贸团的交接、核查、奖励等等也都会由那边安排。毕竟这些琐碎事太麻烦了，夏目可不想将自己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算账之上。比起算账，还爽快的抽奖更加刺激啊！夏目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反锁好门窗，又分出2道分身警戒，接着便兴奋冲冲的盘膝而坐，将意识沉入系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挥霍。18955金币啊！哪怕存下15000金币，剩下的3955金币也足够自己来上好几回10连抽了。自己都憋了这么久了，也该好好发泄一下了。相信某位幸运女神也该浪够了吧？夏目搓了搓手，兴奋的点下10连抽。请问是否支付888金币开始10连抽？确认。哗啦，888金币瞬间扣除。下一刻，10个宝箱依次打开，久违的绽放出光芒了。叮，恭喜你获得查克拉回复丹1颗。叮，恭喜你获得初级治疗丹1颗。叮，恭喜你获得初级空间卷轴1卷。叮，恭喜你获得1000把普通苦无。叮，恭喜你获得饰品优秀赤魂吊坠1枚。叮，恭喜你获得道具初级招募令1张。叮，恭喜你获得饰品普通查克拉结晶吊坠1枚。很快，10个宝箱全部开启了。夏目清点了一下收获：2颗查克拉回复丹，2颗初级治疗丹，1卷初级及空间卷轴，1000枚普通手里剑，1张初级招募令，1枚优秀赤魂吊坠，1枚普通查克拉结晶吊坠。毫无疑问，前7件都是拿来凑数的，价值不高，加起来也值不了多少金币。倒是那1张初级招募令能值500金币，勉强算是保底了。至于最后多冒出来的优秀赤魂吊坠和普通查克拉结晶吊坠，倒是令夏目呼吸一顿，心中一喜。毕竟之前从未抽中过类似道具，看起来价值不菲的样子啊。夏目立即闪入系统商城，开始查阅起了这2件物品的说明。很快就寻到了优秀赤魂吊坠，佩戴后增加10%伤害，增加10%精神抗性，注非出售商品。普通查克拉结晶吊坠，佩戴后能储备50卡的查克拉，可铭刻普通封印术，注非出售商品。好家伙，居然是不可出售商品，这意思是只能通过抽奖获取。真 TM 坑，就想逼我多氪一点是吧？天杀的系统，贪得无厌，生孩子没屁眼。夏目暗骂几句，对系统的无良极度鄙夷着。当然，不可否认，这2件道具尽管没有标价，但根据其效果来看，可谓非常出色，其价值至少在2000金币之上。优秀赤魂吊坠10%的伤害和精神抗性增幅，对于普通忍者来说加成有限，可对于夏目这个层次的强者来说，10%的增幅已经非常可观了，甚至足以左右一场战斗的胜负了。而普通查克拉结晶吊坠的50卡查克拉储备，对于夏目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普通忍者来说，足以堪比神器。若是像卡卡西之类忍者得到后，怕是将再无缺蓝的弊端，战力飙升数倍不止。再加上还能铭刻封印术，若是交给自家的伪人助力使用，也能大大降低月姬姐他们体内伪兽查克拉失控的风险，确实极为实用。如此看来，光是抽到这2件实用道具，这把10连抽就已经赚翻了。果然，憋了这么久，自己好运也终于来了。哦，赞美幸运女神，您的垂爱真是令人身心愉悦，流连忘返啊！夏目衷心的赞美着，祷告着，只要能抽出好东西，赞美几句又算得了什么呢？管他幸运女神是不是真的，先舔了再说。很快，夏目收好第1波10连抽的奖品，深吸一口气，继续开始抽奖。憋了这么久，仅仅一次，他怎么能满足呢？今日自己和幸运女神之间，总有一个人要被榨干才能结束。请问是否支付888金币开始10连抽？确认。夏目毫不犹豫地点下了确认，开启了第2轮的10连抽。很快，第2波10连抽结束，看着所有奖品，夏目面如黑炭，全 TM 都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除了普通的丹药、卷轴、手里剑之外，一件好东西都没有，甚至连个保底奖品都没有，实在非求得一匹。难不成是因为我刚刚骂了系统一顿，这才故意坑我一回？这狗系统能有这么智能？夏目在心中狐疑着。不过由于财大气粗，难得的腰缠万贯，1、2回的脸黑，夏目并不在意。很快他便收敛了心情，开始了又一轮的10连抽。请问是否支付888金币开始10连抽？确认。又是10道宝箱光芒亮起，10份奖品依次蹦出。夏目迅速清点了一遍，依旧黑着脸，只不过没有刚刚那么黑罢了。10份奖励，其中9份依旧是用来充数的廉价品，
仅仅只有一门辅助 A 忍术望远镜术，勉强价值800金币，算是保了个底。而这个猥琐的望远镜术，虽说在某方面确实非常实用，但对战斗、对于实力的提升近乎为零，实在是鸡肋啊！难不成自己还得靠这种忍术来偷窥下属、偷窥村子？他才不会这么无耻呢！总的来说，又是一把飞球10连抽啊！这样看来，自己手里光是苦无和手里剑都快积攒过万了，以后还不如干脆靠贩售苦无来养家糊口呢。难道说自己的好运已经都用光了？还是说就第一次最有感觉，后面几次时幸运女神已经腻味了，还是麻木了？不应该啊，每次都是888金币，自己也没少给钱啊，没道理区别对待啊。夏目深吸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猜测，继续将目光投入到了10连胜之上，心里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该死，这下他总算明白为什么纲手那只赌狗会如此嗜赌了。这种不确定的高风险高回报的赌博快感确实太诱人了，只要手上还有钱，便会总想着能再下一把翻盘。可恶，自己绝对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以自己的意志力必然能克服这种赌博的诱惑。我可是宇智波一族的少主，未来的忍者星神啊，怎能败给这点诱惑呢？请问是否支付888金币开始10连抽？确认。夏目毫不迟疑地点下了罪恶的确认按钮，又开启了第4次10连抽。真香啊！就这样吧，堕落吧，毁灭吧，自己乐意。只不过当你不抱希望时，幸运总是来得如此突然。哗！第一个宝箱开了，一道久违的璀璨金色光芒陡然升起，再次将夏目的脑海意识映得熠熠生辉，甚至感觉中那道光芒比之前金光还要耀眼，还要璀璨许多。叮，恭喜你获得竞速重粒子模式开启之法一份。看到提示后的一瞬间，夏目也猛然一怔，差点没将眼珠子瞪出来。这惊喜也来得太突然了吧？不，这已经是惊吓了。夏目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居然靠10连抽抽出这份梦寐以求的重粒子模式开启之法，这也太离谱了吧！其价值，夏目早就在系统商城里翻看过无数遍了，足足需要8万金币啊！毕竟这重粒子模式一旦开启，就能获得近乎碾压6道级的恐怖战力，因此其价格在整个系统商城内也算是非常昂贵的那批了。现在仅靠888金币就抽到了，这已经无法用运气好来形容了。难不成幸运女神真的已经浪够了，准备找自己接盘了？这就是她送的第一份丰厚嫁妆。该死，这根本没理由拒绝啊！狂喜之中，夏目感觉自己都仿佛中了幻术一般，似乎看到了某位女神大人真的降临了。哦，看晃眼了，原来是宝箱的金色光芒太耀眼了。片刻后，夏目压下了心中的无限狂喜，继续将剩下的宝箱一一开启。虽说一门重粒子模式开启之法已经让自己赚妈了，但难保后面还会不会有其他惊喜呢？人嘛，总要对未来充满期许，生活不会过于乏味嘛。很快，剩余9个宝箱依次打开，也纷纷绽放出光芒了。叮，恭喜你获得终极治疗丹1颗。叮，恭喜你获得查克拉回复丹1颗。叮，恭喜你获得初级空间卷轴1卷。叮，恭喜你获得饰品普通赤魂戒指1枚。叮，恭喜你获得饰品传说封印吊坠1枚。随着最后一道金色光芒消散，10个宝箱全部开启，10连抽结束。此刻，看着这8份普通奖品，一份金色道具，一份史诗金色道具，夏目的手和心肝都在微微颤抖着。小小的一把10连胜，居然连出了2件金色传说奖品，其中1件还是史诗品质的，这也太离谱了吧！夏目闭上了眼，接连深吸了好几口气，这才安抚下了激动的心绪，并连忙查看起了最后2件饰品道具的效果。普通赤魂戒指，佩戴后增加 5% 查克拉总量，增加 5% 精神抗性，注非出售商品。传说封印吊坠，佩戴后增加 100% 攻击伤害，增加 100% 精神抗性，注非出售商品。这就是普通赤魂道具和传说封印道具之间的差距，100%的增幅，太吓人了吧！也就是说，佩戴后能直接让我的实力增加1倍，精神抗性也增加1倍，好霸道的效果。对了，只是攻击伤害增幅 100%， 算不上全实力提升1倍，毕竟自己的耐力、防御、查克拉等等不会增幅。不过这个效果也很离谱了，而且这种 buff 般的增益应该是永久的。看样子，无论我以后的实力提升多少，都会在那个基础上再增加1倍的攻击伤害。不愧是金色传说级的道具啊！夏目喃喃感慨道，心中无比雀跃，同时也立即将这枚泛着点点金光的吊坠挂在了自己脖子上。一瞬间，一股神妙的感觉充斥全身，令夏目心头一震，浑身舒爽。尽管自己的实力明面上似乎没有提升，可一旦战斗起来，这100%的伤害提升可不是闹着玩的。就比如先前和筑间大战时，若是带上这枚吊坠再来一拳的话，100%的伤害提升，哪怕无法击杀秽土筑间，也能直接将其附身的大河给一拳打死了。好东西，太棒了！夏目眉飞色舞地赞许着。和这一比，那所谓的6道忍具简直狗屁不如，还是自家系统给力啊！还是系统爸爸最好了。夏目厚颜无耻地称赞道，毫无节操。接着品鉴过这件极品吊坠后，夏目也迫不及待将目光放在了另一件奖品上，史诗级金色道具重粒子模式开启之法。怀着激动的心情，夏目迅速将重粒子模式的说明细细研读了一遍。重粒子模式得效果如何，爆发力有多强，夏目早已清楚，不必赘述。倒是其开启说明令人颇为意外。简单来说，
重粒子模式就是将众多氢粒子结合产生重粒子，将尾兽自身的查克拉完全与人助力的查克拉融合，继而产生全新的查克拉，以核聚变的形式瞬间释放出大量能量。因此，想要开启重粒子模式，就需要将忍者的查克拉和尾兽的查克拉高度融合，而且并非是简单的混合在一起，而是将其融合成另一股高能查克拉，以消耗生命力为代价，爆发出超越极限的力量。究其根本，和八门遁甲有些相似，只不过一个是在燃烧忍者的生命力，另一个是在燃烧尾兽的生命力罢了。因此，想要开启重粒子模式，必须要尾兽的主动配合。看样子自己还得去抓只尾兽，将其封印在体内，让自己成为人助力，然后忽悠尾兽主动开启重粒子模式。这可不简单啊！毕竟尾兽好抓，人助力好当，可想要忽悠尾兽主动作死，拿自己命开启重粒子模式，可不容易啊！不是每只尾兽都像九尾那只蠢狐狸一般，会和鸣人达成羁绊，会为了人助力而主动献出生命的。哪怕是自己调教的那么听话的三尾基辅，也不过是迫于自己的实力才表面顺服的。想要让他主动献出生命，必不可能。夏目自诩也还没有那般魅力，而且凭借着九尾的庞大查克拉和强大生命力，也才仅维持几分钟左右的重粒子模式，每开启一次就得牺牲一只无辜的尾兽啊！若是换成其他尾兽，哪怕是榨干了，怕是也撑不住多久吧？能撑半分钟，还是10秒钟？太短了呀！至于能不能直接用幻术控制尾兽，以此让尾兽主动开启重粒子模式，夏目还无法确定。不过大概率不行，毕竟将尾兽查克拉和忍者的查克拉结合成重粒子，必然是个精细活，可不是粗糙的幻术就能成功控制的。除非是阅读那种顶级幻术，或许有一丝可能，但也不敢完全保证。毕竟一旦融合过程中失败，只怕重粒子模式还没开启，自己就得被炸成灰了。夏目沉思了许久，倒是想到另一种取巧之法，即通过系统再兑换出一个尾兽体出来，如此便能利用自身的尾兽查克拉来开启重粒子模式，就和用邪神体卡 bug 开八门遁甲一般。尽管自己现阶段的体魄和熟练度还不够，无法开启八门遁甲第8门，但这个重粒子模式似乎没有限制，只需要兑换出尾兽体就能使用。就是尾兽体同样需要1万金币，依旧有点昂贵啊。而且根据系统描述，尾兽体、邪神体是不能共存的，就连正常切换都不行。毕竟前者是将查克拉活化到近乎等离子态，抛弃正常的肉体，比仙人体还要活跃；后者是将肉体细胞惰性化到极致，达到近乎不灭的效果。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冲突，而是物理上的对立了。也就是说，想要兑换尾兽体开启重粒子模式的话，自己的邪神体就会被顶替掉，从而足足浪费1万金币，堪称败家。因此不到关键时刻，还是不能轻易兑换尾兽体开启重粒子模式啊，主要还是太贵了。当然哪怕不能轻易动用，夏目也总算是多了一张终极底牌，若是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哪怕是班爷复生、大筒木降临，自己多着一拼之力了。啥？重粒子模式时间太短，打不死人？那我再开个八门遁甲继续踹，总能踹死你吧？还是那句古话说得好啊，手里有核弹和有核弹不用是两回事啊。夏目深吸一口气，又暗暗熟读了好几遍重粒子模式开启之法后，这才压下了立即兑换尾兽体的冲动。而这4次10连抽总共消耗了3552金币，但却给自己带来了10多万金币的巨额回报，都快令夏目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当然哪怕是做美梦也很棒了呀。同时这梦境般的好运也及时压制住了夏目心中的赌博欲望，令他果断收手了。这波都已经赚爆了，若是还不知道停手，那就是真的赌狗了。哦，是真的纯狗了。扣除了3552金币后，夏目的总共还剩15403金币。本来夏目还准备用这一大笔金币再好好提升一下实力的，但既然已经有了重粒子模式开启之法了，也就不急着再兑换其他能力了。毕竟这剩下的15000金币全花了，也难以让自己立即突破到6道级，难以让自己的实力发生质的改变，还不如先存起来。而且留下1万多金币，也能保证自己随时随地都能兑换尾兽体，从而激活重粒子模式。夏目摸出了之前抽出的普通赤魂戒指和优秀赤魂吊坠，这2件饰品的效果一般，和自己的传说封印吊坠根本无法媲美，但拿来送给其他族人用还是不错的，也算是一种奖赏了。毕竟这可是全忍界独此一份的，没有什么比这种独一无二的奖励更能收敛人心了。至于另一枚普通查克拉结晶吊坠倒是不算唯一，据说当年千手柱间也同样有着一枚查克拉结晶吊坠，对他早起的成长帮助极大，而且几乎能储存他的全部查克拉，其品质远不是这一条能比的。但这一条的结晶吊坠的效果也很不错了，尤其是可以铭刻封印术，对于伪人助力来说，只要佩戴上就相当于多了一重保护，确实非常珍贵。因此夏目也准备将其赠给月姬姐使用，更能保护他不再让尾兽查克拉失控。长这么大还没送过女生吊坠呢，倒是有点不好意思啊。月姬姐会不会误会自己啊？夏目一边笑着臭美道，一边开始着为吊坠铭刻封印术，准备将自己最擅长的4项封印再次铭刻在结晶吊坠上。今日已经是木叶大战后的第5天了，整个忍界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丝毫影响不到这座村子内的平静与火热。距离宇智波一族的叛逃剑村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整个岩隐村依旧在扩建，在完善，在一步步发展着。
族人的热情以及大量的资金共同推进着这座村子的建设。时至今日，尽管在规模和人口上依旧无法和五大隐村相比，但整座小城市的完善度、繁华度已经不比五大隐村要低了。更何况现在木业和盐引依旧一片废墟呢，而雾隐村更是还未摆脱血雾之礼政策的影响，整个村子4%的人口全都是妇孺老弱，也只有云隐村和穷的一匹的沙隐村稍稍好上一点。回头若是能兼并了整个鱼隐村，完全吸收掉鱼隐村的技术和人口，相信自家整个村子还能再暴涨一大截实力和底蕴。届时不说比肩五大隐村，但摸一摸像沙隐村这种穷逼忍村的屁股还是可以的。而且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夏目感觉都用不了5年时间，自家盐隐村就能完全超越五大隐村，一统忍界了。唉，也怪自己搞回来的钱太多了，实在太奢侈了啊。不过这2天内，夏目倒是没有过多理会村子里建设问题，依旧在反复为那枚结晶吊坠铭刻封印术。毕竟想要将4项封印那么大一个皱纹铭刻在一块小小式结晶吊坠里可不简单，需要超高的熟练度和极为精细的操作。2天之内，夏目也是失败了无数次，这才勉强成功了，将一套完整的4项封印皱纹给铭刻了上去。如此一来，只要佩戴者身上的尾兽封印松动，尾兽查克拉暴动，这枚结晶吊坠上的4项封印便会与之呼应，立即发动，重新压制住尾兽查克拉。好了，接下来就该将它送给月姬姐了。要不要趁机再检查一下月姬姐肚皮上的封印呢？夏目握着吊坠，暗暗兴奋道。上午时分，才结束了清晨训练，被再部长暴揍了一顿，又去暴揍了一顿迪达拉的营，也摇晃着身体，一路荡到了少族长的家门前。正好看见日耀哥正守在门前。日耀哥，你怎么在这啊？早饭吃了吗？日耀，吃了。少族长找我姐，我陪佳姐一起过来的。营微微一震，兴奋起来。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啊？有没有我份啊？说实话，被再部长苦虐了这么多天，他也实在快憋不住了，只想找个任务好好放松一下。应该不是，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日耀摇了摇头，反正他可不会去胡乱猜测少族长的决定。那是什么？难道？银戏谑一声，又准备开玩笑了。可话音未落，便只见月姬姐从少族长家的大门内跨出，同时她那细嫩洁白的玉颈上也多了一条翠绿色的精美吊坠，甚至2人还清晰地看到，一向冷淡的月姬姐此刻甚至嘴角微微上扬，露出宛如画卷般的精致侧颜。同时她更是完全忽略了门口外的日耀2人，迈着轻快的步伐直接消失在了街道尽头，全程都没有回头看上他俩一眼。好一会后，银这才收回了目光，搓了搓僵硬脸颊，并结结巴巴地问道：日耀哥，我没看错吧？少族长这是送了月姬姐一条项链，这是啥意思啊？日耀，我怎么知道？银，那个我们以后是不是该喊少族长叫姐夫了呀？日耀再次一怔，随后立即给了银一记暴扣。要喊，我也是，我喊姐夫。银，可是月姬姐和少族长差了好几岁耶，这样会不会不太妥呀？日耀哥，日耀，我乐意。银，哦，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身后突然传出的声音将2人都吓了一跳。不知何时，夏目已经出现在了2人的身后。没什么，没什么。银连忙辩解道。现在看样子生米还没煮成熟饭呢，他可不敢在少族长面前聊八卦，那样的话，下一个被迫裸奔拍照的凄惨儿恐怕就是他了。最近他常常看到日耀哥手里的照相机，就忍不住的后背发凉，两股颤颤。夏目，这几天的实战有收获了吗？有，我感觉提升不小，我已经能在再部展先生手下坚持过1分钟了。日耀哥比我能多撑10秒。银很是自信地回答道。这种与外村忍者的实战训练确实效果不错。起初他在再部展手下连10秒都撑不过，几乎都是被秒杀。现在能坚持到1分钟，已经算是成果斐然了。毕竟他俩都还只是特别上人，要知道，哪怕是普通上人，在雾影鬼人再部展的手下，基本都逃不过被秒杀的厄运。可见他俩确实很努力了。才1分钟，还是太短了。男人不能这么短啊！后续还得加强锻炼。1个月内，我希望你们都能坚持超过5分钟。夏目眉头一挑，狠心命令道。毕竟不给点压力，日耀还好，而银这小子10有8九会偷懒的。遵命！日耀立即领命着。啊，5分钟也太长了吧？这谁撑得住啊？银撇嘴低声道。再不展先生那么猛，那么用力，自己怎么可能撑得住5分钟？真要是能坚持那么久，自己怕是也突破上忍了吧？夏目，银，你要是1个月达标不了，就准备裸奔吧。银 ，Sigma， 夏目，当然1月之内你俩能晋升上忍的话，我这也会有奖励的。银，啥奖励啊？夏目，总之是好东西，能提升实力且独一无二的。好耶！谢谢少族长。银顿时兴奋了起来，而他身旁的日耀也同样期许了几分。好了，去干活吧，别在这傻愣着了。遵命。只不过夏目刚说完，远处又一道身影迅速冲了过来，落在夏目面前汇报着。禀少族长，雾隐村的第2支使团到了。哦，终于到了吗？夏目微微点点，心中一喜。雾隐村的使者团来不来不重要，主要是夏目也有些想念某位赵美明小姐的高超技术了呀。走吧，去迎接一下吧。少族长，你要亲自去吗？毕竟是同盟关系，人家远道而来，我们也得有点礼貌是吧？夏目淡淡一笑，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此刻
雾隐村的第二支使团队伍确实已经来到了岩隐村外。赵美明大人，前面就是岩隐村了。鬼鲛矗立在赵美明身后，恭敬地提示道。赵美明淡淡点头，并未多语。不得不说，尽管推翻了4代目水影史仓的恐怖统治，雾隐村终于得到了一口缓息的机会，并开始渐渐复苏了起来。但介于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雾隐村内依旧无法达成统一。以元师为代表守旧派拉拢了不少忍者家族，主导着村子明面政务和外交权力。以暗部统领西瓜山河豚鬼为代表的激进派，聚集了不少精锐忍者，负责保护村子，维护治安。前者指责暗部忍者助纣为虐，替4代目水影史仓犯下了累累罪行，应当受罚。后者则宣称他们都是在卧薪尝胆，筹谋起义，反而是元师等人之前的不作为，这才助长了史仓的嚣张火焰。当然，这些都是明面上的借口，实际上两边依旧是为了自身利益，为了掌控整个雾隐村而寸步不让的争斗着。毕竟谁都清楚，若是西瓜山河豚鬼等人选择束手就擒的话，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新一轮的恐怖清洗。因此两派之间互不信任，摩擦不断。不过雾隐高层也不傻，无论是人老成精的长老元师，还是善于谋划的西瓜山河豚鬼，都非常清楚雾隐村经不起再内乱一次了。因此双方都非常克制着，尽管双方暗中常有摩擦，但明面上依旧维持和平关系，由长老元师暂时接管着村子大权。而这一次出事，身为西瓜山河豚鬼的嫡系下属鬼鲛，便是他特意安插进使团队伍的。一来命令鬼鲛借机刺探岩隐村的情报，二来也能顺便监视一下赵美明。毕竟西瓜山河豚鬼用屁股想都能猜到，元师那个老头子为什么要将赵美明特意编入使团，并命他担任领队了。无论那个年代，美人计都是屡试不爽的好计谋啊。因此他给鬼鲛下的命令就是要提防这一点。毕竟岩隐村可以和雾隐村结盟，也完全可以支持雾隐村，但绝不能让岩隐村只和元师一派结盟。那样的话，他们这些雾隐前暗部忍者可就都得完犊子了。这就是岩隐村吗？和预期中的感觉差距好大啊。看着面前这座宛如小城镇一般的隐村，赵美明也不禁微微唏嘘着。原本在他的预想中，不过才判出木叶数月，仅有几百人的岩隐村，撑死也就只能在这搭建出一片茅草屋就已经不错。没想到对方竟已经有了这般规模，一眼看去，城镇内光是超过3层高的楼房至少都有上百栋，再加上其余大量的平房，整座隐村别说容纳几百人了，就是数千人都绰绰有余了吧。这可不像是一个逃难的小忍村能有的规模啊。而且看样子对方还在继续扩建着，这野心是有多大啊。当然以现阶段雾隐村的立场来说，当然是希望作为同盟的岩隐村越强大越好，这样才能替自家多分担点敌对隐村的压力。在整片忍界内，弱小即是原罪啊。哪怕曾经强如木叶，一旦露出疲态，也会有数之不尽的豺狼悍不畏死的咬上去的。若是和岩隐村决裂，以现目前的雾隐村，可比一块大肥羊更加诱人啊。因此临行之前，元师大人给他交代过了唯一任务，即不惜一切的拉拢岩隐村，切勿与之交恶。当然在此前提下，若是能让某位宇智波小鬼更加支持自家这一派，那就更好不过了。诸位请稍后，已经禀报了，我们少族长应该马上就到，之后定会好好招待诸位的。这名看守门口的宇智波护卫耐心提示道。对此赵美明等人也并未不满，继续在村口等候着。就在这时，他们也突然注意到了右侧的异样，那边似乎有人在施展忍术。那些人在做什么？那是在施展忍术。很快他们就被岩隐村外的一队忍者吸引住了。只见他们莫约10余人，一同围聚在村外，各自施展着忍术，正在鼓捣着什么。土遁忍术开辟沟渠，粘土之术塑造管道，火灼之术加快固化，风遁忍术打磨边角，水遁忍术测试考核，配合之间非常默契，很是熟练。不过短短几分钟，一节10余米长的优质混凝土排水沟渠便已成型，甚至还经过了水遁忍术的增压测试，效果杠杠的。而这一连串的熟练操作，更是看得赵美明等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说实话，赵美明从来没见过这般阵仗，就连他身后的鬼鲛也面色愕然。显然在几乎所有人眼中，忍者永远都是作战单位，忍术都是为了战斗而生，从未有人将忍术活用在民用建设上，除了某特殊木盾以外，而且还几乎玩出了花。这岩隐村是把忍者拿来当牲口用了吗？这也太奢侈了吧。而且更加引人注目的却是那几名施展土遁忍术的忍者居然都带着岩隐村的护额，那些家伙都是岩隐忍者，此刻居然在这帮宇智波一族的村子修下水道。好家伙，是自己眼花了，还是自己在做梦啊？宇智波岩隐村之间的合作已经深入到这般地步了吗？那是。赵美明指着右侧迟疑问道。哦，他们啊，应该是村子第9施工队的，专门负责修建和升级整个城镇的排水系统。守大门的宇智波忍者恍然一笑，耐心解释道。不是，那几人是岩隐的忍者。是啊，岩隐的忍者怎么会在这里修下水道呢？这有啥好奇怪的？他们都是前几天才到的，和你们一样，都是岩隐村派过来的使团成员。赵美明、鬼鲛、其余雾隐众人这样的回答令众人心头一惊，仿佛遇见了自己等人之后的待遇。这就是岩隐村的待客之道，自己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守门的宇智波忍者也似乎猜到了赵美明等人的顾虑，连忙解释道：“你们别误会，他们都是自愿的，没人强迫他们去干的。”赵美明，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忍者愿意去自愿修下水道的呀，这也太疯狂了吧！真是自愿的，不信你们可以自己去问问。守门的宇智波忍者大方地说道：“说实话，比起自己这个守门哨兵，他都更加羡慕着那些施工队内的忍者呢。虽说他们的工作更累一点，但一日三餐管饱，严格遵守8小时工制，上4休3，每日的工资和津贴也比其他职业高出大一截，而且没有生命危险，同时还能锻炼忍术的熟练度，这可比去接普通的任务划算多了。同时，工资也是每天日结的，一分不少，童叟无欺。以至于现如今在整个岩隐村内，施工队的职位可都是香嬷嬷呀，实力不够，忍术不到位的，人家根本不招。无数自家忍者削尖了脑袋都争不到一个岗位呢。而那些被抓来的岩隐忍者，起初被分去修下水道时还有些抵触，结果体验了1-2天后就迅速叛变了，开始热情无比地投入到了施工之中，毫无怨言，甚至现在赶着他们离开都不愿意了，恨不得一直留在岩隐村内了。因此，此刻的这些岩隐忍者可都是自愿的，完全没有强迫他们。你甚至能在他们工作时的脸上看到热情洋溢的笑容。一时间，听着守门忍者的描述，看着那些岩隐忍者的热情笑容，赵美明几人也懵了，只感觉自己是不是走错的地方？这是岩隐村吗？这般福利，比起忍界常见的007忍者生涯，说这是天堂也不为过呀。赵美明深吸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躁动与狐疑。尽管他还无法确定那些岩隐忍者是不是真的自愿，岩隐村的待遇是不是真的这么好，但最起码他相信宇智波这边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等人的，毕竟自己还是有点魅力的。而且根据之前再不斩那家伙的回信来看，岩隐村确实没有苛刻他，甚至每天还会安排好几个沙包任他蹂躏，很是舒服。总之这一次来之前，赵美明也做好心理准备了，深知美色也是一大武器，还是自己最有力的武器，像再不斩那个家伙，哪怕努力一辈子也无法拥有的武器。因此这一次为了村子，自己一定要好好展示出自己的魅力，让宇智波夏目那个小色鬼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赵美明收敛心神，一边暗暗决心，一边静静等候着。在他的预计中，那个夏目小鬼应该会迫不及待地出来迎接自己吧。只不过等了许久，他依旧没有看见那个小鬼的身影，反而是一位高挑冷艳的女忍者领着另外2名宇智波忍者出来与己方对接着。宇智波月姬、宇智波银、宇智波日曜，诸位雾影的盟友好，仅由我们代表少组长迎接诸位，感谢诸位的到来。日曜举止彬彬的礼貌介绍道。雾影村赵美明贸然访问，还请贵村见谅。对了，请问贵村的少组长呢？许久不见，有些想念他了。赵美明柔声笑问道，但却暗暗捏着拳咬着牙，一想起那个小色鬼之前在雾影村对自己的调戏，他就很是不甘。那小鬼居然没出来迎接自己，是怕老娘吞了他吗？哼，这一次老娘定要他好看。赵美明暗中置气着。日曜，很抱歉，我们少组长临时有事刚刚离开了，这才命我们来迎接诸位。赵美明一愣，有事离开了？这不应该啊，那小色鬼能有这般定力？还有什么急事比人类的原始欲望还要急迫的？这不可能啊。若是日曜知道此刻赵美明心中所想的话，一定会诚恳地回答他，有，确实有比人类原始欲望还要强大的力量，即八卦的力量。而夏目此刻之所以急迫地离开，正是去追求着八卦的力量了。因为就在1分钟前，夏目留在木叶那边的分身突然传回了消息，木叶又有惊变了，已经复活的宇智波斑突然降临木叶村，正在问候着牵手柱间呢。哦，那可是战国双雄之间时隔数十年后又一次激情碰面啊！如此充满激情、充满八卦的一幕，夏目怎么能错过呢？与之相比，某位赵美明小姐的高超技术也就显得不那么急迫，反正等自己八卦完回来也能继续享受嘛。而斑爷和柱间之间的激情照面，错过了以后可就难得了，说不定双方万一打起来了，自己又能来一次黄雀在后呢，何乐不为呢？因此孰轻孰重，夏目还是分得清的，这才命日曜他们去迎接赵美明等人。而夏目自己直接一个飞雷神之术，就从自家岩隐村内瞬间闪到了木叶村外，并迅速收敛气息，悄悄地窥视着。此时大战过去了5天，尽管木叶依旧一片破败，但在飞间出色的领导之下，以及木叶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已经基本完成了伤员救治、战后统计等等工作了。现如今已经开始了废墟清理、房屋重建等事项了。不得不承认，在此期间，初代火影和2代火影的回归，确实极大地提升了木叶的气势。再加上飞间干脆地罢免了团藏、水户门岩等高层的职位，这才将此时的木叶拧成了一股绳。不然的话，光是战后的这些琐碎之事，就足以将木叶在这片泥潭内再拖上好几周，乃是2-3个月了。不过饶是如此，这场损失惨重的大战依旧不是短短几日能够抚平的。对于一些木叶大族来说更是如此，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日向一族了。他们本就已经叛逃了许多分家忍者，元气大伤，而现在宗家家主日向日族也暴毙了，使得本就风雨飘零的日向一族更是几乎难以维持。毕竟作为宗家长女的雏田，现在也才年仅7岁，根本难挑大梁。若非上面有2位火影大人压着，说不定剩余的分家族人早就露出獠牙，将这对可怜的姐妹花雏田与花火给生吞下去了。当然，同样困难的可不止日向一家，
像其余有女一族、犬种一族等等不少家族中坚力量同样战死了。此刻都不好过。倒是元妃一族，元妃日斩的儿子元妃新之助和元妃阿司玛都还活着，依旧手握实权。其余族人也折损不多，倒是真正成了现阶段的木叶第一大族。只不过，当见识了祝坚的骇人实力，现如今在祝坚和飞坚这两位火影大人面前，这些家族们可都老实得很，几乎没人再敢生事，都老老实实的配合着战后重建工作着。只可惜，此刻正午时分，就在所有木叶村民都在有条有序的重建村子之时，一道身影自北方而来，突然重重的砸落在了木叶外围的高耸木墙之上。下一刻，一股巨大的音波化为滚滚声浪，直接囊括了整个木叶，震荡八方。哈希辣妈，我来了，给我滚出来！班爷畅笑一声，手握宇智波团扇，气势冲天，无比兴奋着。没有算计，没有躲藏，就这般降临木叶，毫不避讳，无可匹敌。就因为他是忍界修罗，他就叫宇智波斑。说实话，这几日内，鸣人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村子受袭，摧毁过半，大量忍者暴毙，3代老爷爷也阵亡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自然令村内气氛低迷，也让鸣人也心中不好受。另一方面，自来也的回归，初代2代火影大人的回归，都从本质上改变了鸣人的生活。从这几位身上，鸣人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那种被重视、被关心的感觉。这也令鸣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毕竟，在他们几位眼中，鸣人即是鸣人，九尾即是九尾，前者是英雄的后裔，后者不过是一只调皮的狐狸罢了，根本不会将两者混为一谈，更不会因此的歧视人助力。不然，当年祝坚的老婆漩涡水户就不会主动成为第一任九尾人助力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自来也终于不再掩藏鸣人的身份了，亲口将他的父亲母亲的身份和故事都一五一十地告知了鸣人。本来自来也虽然心中不忍，但也还是遵循着3代老头子的叮嘱，一直隐藏着鸣人的身份。可现在元妃已死，在初代2代2位大人的授意下，自来也自然不再隐瞒了。毕竟当时知晓了鸣人的遭遇后，飞坚大人的原话可是这样骂道的：愚蠢，简直就是愚蠢，竟让为村子而牺牲的英雄后代如此艰难地活着，日后还会有人愿意为了村子而不顾一切的奋战吗？猴子那家伙简直愚不可及。对此，祝坚也表示赞同。在他看来，所谓人助力不就是体内多封印了一只宠物罢了，他们和普通忍者并无什么区别，更不应该被区别对待。毕竟当年自家夫人漩涡水户可没有因为人助力的原因而被歧视，谁要是敢歧视初代火影的夫人，怕是都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要。因此，对于同为人助力的年幼鸣人竟遭到了如此不公平的歧视，祝坚也心生愧意，感慨万千。为此，这几日内，祝坚、飞坚、自来也等人都非常善待着鸣人，就仿佛在弥补着4代目火影。不但让鸣人搬进火影大楼内一同居住，而且还毫无保留着指导着他的忍术修炼，令人煞是羡慕。而且他们都感觉得到，这孩子是真心热爱着村子的，而且天赋不低，前途无量。好好培养教导的话，假以时日，必然会成为村子的栋梁之柱。当然，由于性格等等原因，在这期间，鸣人也常常和某位纲手奶奶吵架，甚至还被纲手教训指导了好几次。此刻，火影办公室前，鸣人正乐呵呵的一路小跑过来，准备去询问一下初代火影大人有关分身术的修炼，但却恰好看见一脸落寞的自来也正从火影办公室内走出。自来也老师，你怎么了？鸣人好奇地问道。飞坚大人驳回了我关于新建混浴池的提议，顺带的连原有的浴池重建数目也砍掉了一大半。天哪，没有取材圣地的话，我还怎么获取灵感啊？自来也抱着脑袋，搓着一头白发，很是烦躁地沮丧道。本来一场大战下来，他之前才批准扩建的各种浴池、黄色书店、内衣店都化为了废墟，现在还不许重建，这可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吗？没法获取灵感的他，还怎么继续写小说啊？飞坚大人也太狠心了一点吧。混浴池那种地方无所谓吧？前夜自来也老师你喝醉的时候不是亲自说过了吗？和纲手奶奶的那里一比，混浴池里的风景都过于贫瘠了，根本无法激起你的创什么来着？哦，是创作欲。对了，你还说昨天晚上你去偷窥过纲手奶奶。鸣人有些迷糊地回忆道。才仅有7岁的他对于男女之事并不了解，但由于颇为爱戴自来也老师，这些从自来也嘴巴里说出的醉酒之语，他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嘘！自来也瞬间就慌了，迅速贴近，一把捂住了鸣人的嘴巴，低声嘘嘘道：鸣人，自来也，小孩子不需要知道这些，刚刚那些话绝不许再透露出去。鸣人，为什么啊？自来也，1周的免费拉面。鸣人，1个月。自来也，好吧。鸣人大喜，挣脱了自来也的束缚，乐呵呵地得意着。虽然他不知道自来也老师为什么那么害怕纲手奶奶，但这并不妨碍他以此获利啊。反正不过是几顿拉面而已。你这小子比你父亲当年还要狡猾啊！自来也笑骂一声，并不生气，或是说反而更加享受着这种亲密互动。嘿嘿嘿，鸣人也憨笑着。反正当知晓自己的父亲居然就是自己崇拜的4代目火影，还是为了村子而牺牲的大英雄后，鸣人也更加自豪，性格也更加开朗着，已经无惧于任何流言蜚语了。不过就在这时，哈希辣妈，我来了，给我滚出来！2声滚滚暴喝席卷四方，哪怕是火影大楼之内，隔着层层墙壁，依旧清晰可闻。这是谁的声音？谁在找初代大人？鸣人好奇地猛逼着。当然，比起鸣人感知更加敏锐的自来也，却不禁陡然色变。
他可非常清楚，能将自己的声音用查克拉增幅到这种地步，直接覆盖整个村子，依然清晰。这可不是普通的忍者能做到的，就连他自己都很难办到。足以见这道声音的本人实力必然十分骇人。而且听这语气，对方似乎和初代大人非常熟悉的样子，一点尊敬之意都没有。放眼现在的忍界，哪来的如此人物啊？飞间大人！预感不妙的自来也连忙推开了身后的火影办公室大门，对着室内的飞间大喊道。此刻听到这道宛如梦魇般的熟悉声音后，火影办公室内的千手飞间也陡然起立，面色大变。这是班的声音？怎么会？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他是来找大哥的。隔着窗户，飞间朝着木叶北方看去，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就在这时，办公室门口，鸣人却猛然跪倒在地，捂着肚子，神色剧痛。肚子好烫，好痛！我这是怎么了？见此，自来也连忙蹲下，为鸣人检查着。室内，飞间也瞬间移动，闪现到了鸣人和自来也身旁。这是九尾的扎卡拉在震动，在冲击封印。飞间一眼就看出症结所在，开口解释道：“怎么会？九尾不可能冲破封印的。”自来也一脸不解，八卦封印的强悍可不是吹的，他当年也亲自检查过，若无外力引导，九尾几乎不可能挣脱。甚至在鸣人不使用九尾之力的情况下，他连暴动都做不到。不然，当年水门也就不会安心的将九尾封印在刚出生的鸣人身上了。飞间不是九尾主动的，是有人在通过通灵术强行召唤九尾，这才引起了封印震荡。自来也怎么可能？九尾可不是通灵兽，谁能和他建立通灵血气呢？飞间却有一个人，就是刚刚那道声音的主人，邪恶的宇智波斑。看样子，那个家伙也真的回归了。邪恶的宇智波斑真是阴魂不散啊！这一下，飞间也算是确信了，真的是宇智波斑降临了。也只有他才能将人人忌惮的九尾玩弄于股掌之间，和他强行建立血气。飞间大人，自来也，你带着这孩子退下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帮他巩固封印。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班再得到九尾了。其他的交给我和大哥吧。飞间迅速命令道。自来也愣了愣，又看了看痛苦万分的鸣人，只得立即遵命，带着鸣人迅速离开了大楼。此刻，另一边，木叶北面外围城墙之上，班爷终止了自己的通灵术，唏嘘一声：“哼，九尾果然还在人柱力体内吗？很结实的封印，竟感觉不到一丝九尾查克拉的流逝。木叶很看重那只小狐狸啊。当然，没能直接将九尾通灵过来，班爷也不沮丧，毕竟这本就在意料之内。倒是直到此刻，柱间依旧没有现身，才让他最为恼怒。已经足足过去30秒了，柱间不应该在听到自己声音后立即出来吗？可恶，难道他已经不在意我了？看来有必要好好催促一下了啊！班爷冷厉一声，左眼内闪过一丝金芒，不再手软，将手中的宇智波团扇放下后，立即双手结印，施展忍术。下一刻，湛蓝色的查克拉呼啸涌出，2具须佐迅速成型，并同时结印。天爱振星，天爱振星使用轮回眼能力所发动的禁术，在高空之上形成一颗超巨大的陨石，从天砸落。其坠落的冲击力之强，足以将下方数千米范围内的一切全部摧毁殆尽。别说这一座木叶隐村，就是再来10座，也得瞬间覆灭。其威力甚至比九尾的尾兽玉还要强上数倍，堪称最强的范围性攻击禁术。班爷就不信，目睹着这样一颗足以将木叶砸成粉末的陨石落下，柱间还能继续无动于衷？若是柱间还不出手的话，这木叶就毁了算了吧。反正班爷可一点也不在乎木叶的存亡。木叶，或是几十年前木叶刚刚建立时，班爷对木叶还有少许感情。可现在几十年后，木叶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样子了，而且自家后辈族人全都被逼出村子。对于此刻的木叶，班爷根本毫无眷恋。放眼木叶，也就只有柱间一人，还能令他在意2分。因此，为了逼出柱间，他不介意来一发大的。此刻，木叶村外，隐藏在树林之内的夏目也清晰地看见了高空之上那颗突然出现、遮天蔽日、正在渐渐落下的那颗巨大陨石。说实话，抬头看去，别说寻常忍者了，就是夏目见此，都难免倒吸一口凉气，心神震荡。如此巨大的陨石坠落，却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类的想象极限了。别说抵抗了，光是看着陨石，感受着那宛如天倾般恐怖压力，就足以令人绝望了。当初黄土用山土之术所形成了巨型夹击土球，和此刻的天爱陨石一比，简直宛如萤火比之皓月，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哪怕是现如今的自己，实力全开，想要正面挡下如此之大的陨石也不容易。更何况本就已经是伤痕累累的木叶，若是柱间不出手，某位凯皇不拼命的话，木叶几乎必亡。好家伙，还是班爷够狠啊！超位起手，直接开大，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一波带走整个木叶呢？夏目很是兴奋地猜测道。他就知道自己这一趟果然没来错，这场好戏都还没正式开始呢，就已经如此精彩了，也不枉自己抛弃了家里的贵客，都急匆匆地赶过来看戏啊，太值了呀！此刻，高空中突然出现、突然落下的巨大陨石，确实将整个木叶吓坏了，尤其是那些还正在苦兮兮地清理着废墟、重建着村子的忍者，抬头看去后，几乎瞬间就失去了抵抗之心，浑身瘫软，栽倒在地，都以为着这一定是神明对自己等人的惩罚啊！如若不然，谁还能降下这么大一颗陨石啊？这绝对是神明的力量了吧！唰，千手飞间跳到了火影大楼顶层，连忙远眺看去，
果然，在村子外围的城墙上，隐约看到了那具熟悉的身影，还有那2句气息骇人的须佐能乎。可紧接着察觉到什么的他，抬头一看，当看见那颗遮天蔽日的巨大陨石后，也猛然一惊，神情大骇。他可不比普通忍者，用屁股想也瞬间猜出了，这颗巨大陨石绝对和宇智波所施展的忍术有关。但这究竟是什么禁术？自己也没有发明过类似的忍术啊，更没听闻过呀。要知道，当初他可是将宇智波斑研究的一清二楚，他会些什么忍术，穿的颜色的裤衩，他都了然于胸，都快比自家大哥更了解邪恶的宇智波斑了。但他也从来不知道对方还会这般忍术啊，而这也绝非宇智波一族的家传秘术。该死！现在可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必须得立马阻止这颗陨石的坠落，不然整个木叶都会毁于一旦的。飞间立即做出了决定，可这般巨大的陨石，就是他全盛之时都难以力扛，更何况他现在还处于不完整的秽土时期，实力大减，着实难以力敌啊！要不喊大哥吧？不，大哥在地下密室内正处于融合遗体的关键时刻，若是贸然打断，导致融合失败的话，后面更加无法匹敌邪恶的宇智波斑了呀！飞间暗骂一声，恨不得将宇智波斑大卸8块，活活咬死。这混蛋为什么来得如此之巧啊？刚好卡在大哥融合遗体的时候袭击。该死！看来只能靠我自己硬抗了吗？飞间捏紧了双拳，抬头望去，心中做出了决断。此刻面对如此之大的陨石坠落，飞间高速运转大脑，一瞬间就在脑海中模拟了多种应对之策。下一刻，飞间立即双手结印，施展忍术水遁、水喇叭之术。飞间奋力一跃，跳至空中，从口中吐出喇叭般的高速水流冲击，朝向地面。巨大的反冲力作用在飞间身上，令其高高飞起，很快就上窜了数百米之高。高度还是不够啊！飞间低吟一声，连忙施展引分身之术，在空中分出另一道分身。水遁、水龙弹，分身再次施展水遁，在空中画出一条水龙，冲天而起，笔直的击中了飞间真身，带着他又上升了200多米，距离足够了。已经处于700多米高的飞间摸出苦无，朝着上方的巨大陨石奋力一掷。咻！带着飞雷神标记的苦无迅速刺破空气，又上升了数百米，终于刺中了那颗陨石。唰！飞雷神之术发动，本该下落的飞间也瞬间来到了陨石下方，握住了那把插在陨石之上的苦无。显然，飞间的这一手连续操作，都是为了接近这颗陨石，以便于自己能用飞雷神之术提前将这颗陨石瞬间移走。要知道，不是每个忍者都能像大野木那般，靠着一手超轻重岩之术就能轻易获得飞翔的能力。飞翔对于任何一个忍者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梦想，哪怕强如初代火影千手柱间，也同样未能掌握飞翔之力。抵达陨石底部后，飞间就不必担心自己落下去了。高速下坠的陨石与空气摩擦所形成的高压，会将飞间死死地压在陨石底部，直到落地。好庞大的陨石，果然绝不能让它落在村子之内，哪怕是落在村子周围也不行，必须将它带走，远离村子。飞间贴在陨石上，将手按着，开始调动查克拉，准备发动飞雷神之术。一次性移动如此巨大的陨石，对于飞间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消耗。不过问题不大，谁叫他现在是秽土之躯呢？无限查克拉，随便浪，唰！下一秒，飞间带着这颗巨大的陨石一同消失在了高空之上。巨大物体瞬间消失，所形成的真空涡流更是在高空上卷起一圈圈风旋，煞是迷人。当然，这份美景之下，却是足以摧毁整个木叶的陨石坠击，根本令人无心欣赏。被移走了吗？果然是飞间那个卑鄙的家伙啊！看着陨石消失，斑爷暗骂一声，很是不屑，也瞬间猜到，必然是飞间那个畜生用飞雷神之术将陨石带走了，也只有那个家伙才能做到这一点。唰！不过2秒，火影大楼之上，飞间再次回到了原地，而那颗陨石也已经被他带到了100里之外的荒漠之上，尽可能的削弱了那颗陨石坠落后会造成的人员伤亡。回归之后，飞间立即对着北面大声呵斥道：“斑，你这个混蛋也活过来了吗？是那个叫宇智波夏目的小鬼复活的你？该死，你们一族果然都是祸害，居然施展这种禁术还摧毁村子，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若是可以，飞间是想直接闪过去，一刀将斑给砍了，但他很清楚自己此刻绝非斑的对手，因此他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用嘴炮拖延对方，给大哥争取时间，成功融合自己的遗体。哼，柱间还不出来吗？只凭你也想阻拦我？斑爷冷哼一声，若非看在柱间的面子上，当年他早就宰了飞间这个混蛋了。一口一个邪恶的宇智波，真是令人不爽啊！只不过移走了一颗陨石罢了。飞间别太自大了啊，你再看看上面。听此，飞间猛然抬头，却只见高空之上又是一颗巨大的陨石休然出现，并缓缓落下着，而且那个陨石的上方竟然还有2颗，整整3颗陨石都在朝着木叶坠落。混蛋，斑，你个混蛋！飞间暴怒一声，双眼泛红，再无之前的沉稳之态。在他看来，斑这个混蛋肯定是疯了，一颗又一颗陨石的接着放，他的查克拉不要钱吗？他究竟是多想毁了木叶？当然，飞间并不知道，斑爷之所以施展天爱振星，也不过只是想逼出柱间罢了。当然，能顺便欣赏一下飞间累得像狗一样的拼命转移陨石，他也颇为乐意。水遁、水喇叭之术，飞间连忙施展水遁，故技重施，准备再次跳上高空，
接近那几颗陨石，将其依次移走。只不过这一次，他刚刚飞到一半，哗！一颗湛蓝色的螺旋三勾玉陡然飞来，瞬间击中了飞间。八板之勾玉，须佐能乎得专属远程攻击能力之一。轰！螺旋勾玉爆开，直接炸掉了飞间的半个身体，将其击落在地。不过好在他是秽土之躯，很快尘土汇聚便补全了他的躯体，恢复如初。紧接着，飞间朝着远处的班爷看去，果然只见班所画出的两具须佐能乎手上皆凝聚一颗螺旋勾玉状的八板之勾玉。很显然，那就是为了阻止飞间。只要飞间敢冲上天去，敢靠近那三颗陨石，班爷便会在途中射出八板之勾玉，击落飞间，令其无法接近陨石。畜生啊！该死的宇智波斑，你还能再卑鄙一点吗？班爷嘴角一扬，论卑鄙，我们彼此吧。牵手飞间，你就继续挣扎吧。听此，飞间更是面色一黑，咬牙切齿。毕竟有班这般强者在一旁刻意阻拦，自己确实很难再接近那几颗陨石了。除非等陨石真正砸落，即将击中村子之前，再发动飞雷神移走陨石。只不过那时候靠着重力加速的陨石，速度必然会非常之快。若是自己稍有差错，或是慢了一点，村子可能就真没了。不能赌啊，必须在他们落下之前，尽早移开那些陨石啊。对了，能不能靠自己的护城起爆符之术将陨石砸碎呢？不，就算护城起爆符能成功，被炸碎的陨石散成无数石块落下，依旧会给木叶带来重创，不可取啊。更何况这般舍身的无限爆炸之术，依旧需要自己能接触到那几颗陨石啊。若是能接触到，直接靠飞雷神移走就好，根本不需要引爆啊。该死，看来只能拼一把，靠数量取胜了吗？冷静睿智的头脑令飞间迅速想到了应对之策。下一刻，引分身之术、水遁、水喇叭之术、幻术、黑暗行之术，一瞬间飞间就分出了数十道分身，一同施展水遁，冲天飞起。同时其中还有5、6个分身施展了黑暗行之术，将自身笼罩在了一片黑暗之中，形成了一个个大黑球，阻碍着敌方的视野。如此一来，除非班能迅速发射数十颗八板之勾玉，精准击中所有分身，不然只要有一具分身逃出升天，接触到那3颗陨石，就能靠飞雷神之术带走陨石。毕竟哪怕强如班爷，也不可能隔着这么远瞬间击溃数十具分身吧？分身加幻术吗？飞间这混蛋还是如此善于投机取巧啊！虽然我确实没法在一瞬间射出数十发八板之勾玉，只不过愚蠢的飞间啊，你中计了呀！班爷冷笑一声，毫不客气地嘲讽道。下一秒，他身上的2具须佐迅速合而为一，并开始凝聚着八板之勾玉。很快，由14个勾玉连接组合的超级八板之勾玉迅速成型，并被须佐投射而出。而这一发八板之勾玉攻击的目标却并非是飞间及其分身，而是高空之上的那3颗巨大陨石。片刻之间，八板之勾玉便超过飞间众人，迅速击中了第1颗陨石。轰！猛烈的爆炸升起，巨大陨石渐渐崩散，很快就化为了数以百计的巨大石块，宛如漫天流星坠落而下。看着这一幕，下方的飞间也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班居然主动击碎了陨石，将其打成了无数碎石。如此一来，仅凭飞间这几十具分身，根本就不可能移走所碎石。届时大量碎石坠落，哪怕无法一拼整个木叶，也足够重创村子了。畜生啊！万恶的宇智波斑，居然敢算计我！我日你！飞间色变，前所未有的怒吼道。一发八板之勾玉之后，班爷并未停下，又接连射出了2发，将后续的2颗巨型陨石也一同击碎，在高空之上形成了上千块碎石，一同坠落。接下来便开始看好戏了。在筑间出来之前，先欣赏一下急得跳脚的飞间狼狈模样，还是很不错的。而飞间这边确实急得跳脚了，数十道分身一拥而上，开始疯狂地施展飞雷神之术，尽可能的将那些大块的石块给移走，企图降低这些碎石雨带给村子的伤害。只可惜数十道分身一起发力，历经10余秒，也不过才移走了300来块碎石，剩余的碎石依旧有上千块之多，并将飞间累得气喘如牛，近乎油尽灯枯了。毕竟秽土之躯的无限查克拉是指可以无限高速恢复查克拉，而不是指拥有无上限的查克拉总量。因此哪怕飞雷神之术消耗的查克拉不多，但数十具分身一同接连使用，依旧消耗恐怖，搞得秽土之躯的查克拉恢复速度都跟不上了。更重要的则是，这些碎石的速度越落越快，已经距离木叶不足500米高了，用不了几秒钟便会坠落到底，摧毁掉大半个村子。显然飞间已经无计可施了，他实在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会败给班的算计，实在太可恨了。没办法了，哪怕丢脸也不能让村子毁于一旦啊！无奈中的飞间只得咬牙做出了决断。下一刻便猛然结印施术传音，连通了正位于木叶地下密室内的大哥筑间。大哥，救命！马达拉来了！轰！一声巨响，刹那间一道身影便从地下密室内冲天起，撞破了层层墙壁，跳上了火影大楼。什么？马达拉来了？他还活着？筑间大吼一声，带着些许期盼些许疑惑的神色，连忙四处张望，企图寻找到那道熟悉的身影。大哥，看上面，快拦住这些碎石！飞间眉头大皱，对着筑间急迫的大吼道。大哥要是再不正经下去，村子可就真的没了。听此抬头一看，当看见那漫天坠落的赤红碎石雨后，
祝坚也迅速正经了起来，连忙示数。没办法，哪怕马达拉很重要，他也不能坐看村子覆灭啊！无论原因如何，先拦下空中的碎石雨才是主要的。木盾，接布袋之术。祝坚双手一拍，施展木盾，迅速发动了接布袋之术。虽说用树界降弹、树界降弹能形成更加严密的藤网，更好的护住村子，但这两个树催生出的木藤都需要一定时间成长，来不及阻止了。唯有瞬发的接布袋之术更加迅速，更加高效。刷刷刷，一瞬间，无数木手从地下咻然升起，大大小小，竟有上千只之多，近乎囊括了整个村子。大量刚刚开始修复的房屋也被木手瞬间捅穿。轰！一大片闷声响起，每一只木手都精确地对准了一块块坠落而下的碎石，将其一把接住，稳稳地捏在掌心。就这样，这场足以摧毁整个木业的碎石雨，当场就被祝坚成功化解。无数本来绝望、瘫痪在地的木业忍者，也无不劫后余生，万分庆幸。飞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祝坚大惑，连忙问道。是邪恶的宇智波斑，是他施展的禁术，企图毁了整个村子。他活过来了，就在那边。飞间连忙指着北面，咬牙切齿地控诉道。不过此刻的他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尽管大哥憨憨的，但只要有大哥在，飞间确实能感觉无比安心。哪怕邪恶的斑复活了，他也无所畏惧了。真的是斑？祝坚一喜，随后面色一沉，也不废话，直接高高跃起，几个跳跃就来到了村子北面的木墙旁，落在一只木盾巨手之上，隔着数十米远和斑爷遥相对视着。哈希喇嘛，你终于出来了，可让我等得好苦啊！眼瞅着祝坚现身，斑爷也不急了，甚至主动收起了须佐能乎，准备好好闲聊一下，嘲讽一下。毕竟他俩已经隔了数十年没见了，实在令人心里痒痒的呀。马达拉，真是你，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当年我确确实实的杀了你啊！不，你这副样子，你的气息，你是复活了，还处在自己的巅峰时期？祝坚一惊，很快就看出了斑是真真正正的复活了，并非和自己一样是被秽吐出来的。哈哈，已经看穿了我的状态了吗？祝坚，不愧是你啊！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我们竟然还能在这个时代照面。看你刚刚这一招，你的实力也不输于当年啊！斑爷扫视了一圈，神色大悦。若非全胜之态，祝坚可没法一瞬间制造出上千只木手，接住如此多碎石。很好，很好，这才有意思嘛！你要是太弱了，那才无趣呢。只不过你的这股生命气息不是秽土之躯，你也真的复活？不对劲，你的生命之力在缓缓流逝，你并非真的复活，而是融合了自己的遗体，靠着遗体内残留的生命之力在行动。斑爷的眼光何其毒辣，仅仅稍微感知了片刻，就猜出了祝坚现在的状态。对此，祝坚皱眉，大声回应道：斑，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你老实说，为什么你会复活在这个时代？你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要对木叶出手？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啊！你不该出现在此的。斑同样眉头一挑，有些不喜。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喜欢对我说教啊？看看这个时代，看看现在的木叶，你还觉得自己当年理想和做法是正确的吗？你分封的尾兽根本无法抑制战争，反而还成了战争的导火索呀！祝坚，你错了呀！听此，祝坚也抿了抿嘴，心中微微苦涩，但依旧坚定着自己的信念。不，你说的不对。尽管战争未曾消亡，但我们村子还在，我们的火之意志依旧在传承。靠着这股意志，未来一定会抵达和平的。斑爷冷笑一声，搬出了自己的致命一击。哦，是吗？听说你们千手一族已经灭亡了，或是说只剩下一名遗孤了？就算真有抵达和平的那一天，届时木叶还有你们千手一族的位置吗？祝坚，飞坚，不得不说，斑爷的这一下暴击确实狠狠插进了祝坚的心窝里了。毕竟无论他再怎么推崇自己传递的火之意志，可他们千手一族确确实实是灭族了，剩下的唯一孙女也还单身到了现在，都成大龄剩女，不是成大龄奶奶了。说出去都丢人啊！以后就算木叶发展的再好再繁荣，就算整个忍界都永久和平着，也和他们千手一族无关了。要知道，木叶当年可是以他们千手一族和宇智波一族为主体才建立起来的，现在一个灭族了，一个叛逃光了，这算什么？就好像夏目前世由日耳曼民族建立起的帝国，最后被犹太人统治了，还灭光了日耳曼人。请问这德意志帝国还能叫德国吗？这木叶还能叫木叶吗？尽管火之意志的传承很重要，但身为族长，祝坚也更希望能看到千手一族继续繁荣昌盛，而非就此灭亡啊！一旁的飞坚张了张嘴，能言善辩的他本来还准备反驳些什么，但看了看身旁的大哥祝坚后，还是很识趣的闭上了嘴，不再多语。毕竟千手一族的衰落和消亡，他也有部分责任。若是当年忍界大战时，他少派出一点千手族人参战，后续没有让猴子继位，没有让团藏等人辅佐，也许木叶就不是今日这个局面了。此刻眼见着祝坚默然，班心中也说不出的畅爽。果然，比起废话，还是现实的打脸更加有力啊！这么多年了，自己终于能反向说教祝坚一次了，实在舒爽啊！马达拉，你说的不对，哪怕我的后代们近乎灭亡，但他们都是优秀的，都是勇敢的，是为了保护村子，延续火之意志才牺牲的，我为他们自豪。祝坚大手一挥，面色坚定地反驳道：起码这次被召唤归来后，
他还是看到了不少木叶忍者齐心协力共抗外敌的英勇模样。光是如此，就已经令筑间颇感欣慰了。听此，班爷更是捧腹大笑，极尽狂态。哈哈，哈希辣妈，你也学会开玩笑了吗？优秀的后辈，就凭你那个年近半百的孙女吗？另外，我还听说前几日你似乎败给我的一位后辈了。筑间，班，你过分了。那孩子确实优秀，但你不该拿他和我们这些老古董相比。未来的时代是永远属于年轻人。班，那为什么你们千手一族没有这样优秀的后辈呢？哦，不好意思，忘记你们一族已经没了，已经没有未来了。哈哈哈！筑间，木盾，木人之术。筑间双手一拍，施展木盾，脚下的木手迅速变化，化为了一具数十米高的巨大木人，直指宇智波斑。筑间，你变了，说不过就开始动手了吗？好啊，正好让我看看，借着这具腐朽的遗体，你究竟还能发挥出多少实力。班爷摇了摇头，狂笑一声，随即左眼猛睁，湛蓝色的查克拉再次涌出，瞬间形成了一具须佐能乎。班，住手吧！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得逞的。你更休想对村子不利，你和我真的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不该出现在这。筑间一边说着，一边操控木人向着班攻击而去，企图将其轰出木叶，以免进一步波及到村子。真是大言不惭啊！筑间，难道你还以为自己能击败我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止步原地的只有你自己啊！班爷的须佐抽出太刀，挥刀迎击，很轻松的就斩断了木人之术的木手。很显然，融合了筑间细胞之后，班爷的须佐能乎威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超越了生前水平。哪怕没有开启完全体须佐，也已经足以击败筑间的木人之术了。大哥，那家伙的眼睛和之前不同，似乎变成轮回眼了，小心点！飞间在后面连忙提醒道。前几天他已经将筑间捕获的天道佩恩迷彦的尸体给研究遍了，自然知晓着那根本就是一具尸体。那双轮回眼也不是真的，但一双假的映射出来的轮回眼都有着那般恐怖力量，足以说明轮回眼的强大了。而且以班的性格，必然不屑于拿一只假的轮回眼来唬人，那只左眼必然是真的，因此必须得让大哥小心些，以免被轮回眼的不明能力给阴了。烦人的混蛋，给我闭嘴吧！轮木边域，班瞥了一眼远处的飞间，唾弃一声，下一刻便暗暗施展了自己轮回眼的另一项专属能力轮木边域，瞬间分裂出一具自己的影子。这些影子可攻可守，实力不俗。最关键的，除了6道仙人模式和轮回眼之外，普通忍者根本无法看到和察觉到这些影子，哪怕是强如飞间也毫无察觉。当然，单眼时班只能分裂出一个影子，聚其双眼后便能增加到4个。啪！无形的影子迅速跳到飞间面前，一巴掌挥出，直接抽在了飞间的脸上，将其猛地打飞了上百米远，狠狠地砸入了一栋破碎大楼内。怎么回事？谁在攻击我？我怎么被打飞了？飞间从废墟中爬起，一边靠秽土修复着脸颊，一边疑惑着。这种被莫名打飞的感觉真的很糟糕，感觉很无力。该死，一定是邪恶的宇智波斑。没错，一定是那个混蛋干。这究竟是什么忍术？为什么我会毫无察觉？飞间咬牙骂道。不管对不对，都怪在邪恶的宇智波斑身上，准没错。反正在场之中也只有那家伙一个敌人。另一边，趁着这个间隙，筑间又一次发动接布袋之术，从地下伸出巨大木手，直接捏住班的须佐，将其顶飞，落在了村子之外。看不见的攻击，还有从天而降的陨石。班，看来你果然学会了许多新能力啊！不过，就算你变厉害了，我依旧不会放任你为所欲为的。筑间控制着木人跳出了村子，追了上去，并立即接连施术。仙法、冥神门、木盾、木分身，5座巨大的冥神门从天而降，瞬间就压制并困住了班爷和他的须佐能乎。这种仙术封印术压制力极强，能够短时间内封印对手或尾兽的查克拉，甚至足以压制10尾。同时，数十具木分身也接连跳出，朝着被压制住的班迅速冲去，准备进一步施展封印术，限制住班的行动。尽管先前被班的虾仁诛心打击的不浅，但筑间并未失去斗志。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别看自己靠着秽土之躯融合了遗体，实力接近巅峰，战力彪悍，但这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比起完全复活的班，自己依旧处于下风。毕竟遗体是遗体，哪怕保存的再好，一旦解开封印，生命力便会不可逆转的逐步流逝，而且战斗越激烈，流逝的越快。一旦拖入了持久战，等遗体内残存的生命力流失殆尽，那自己必败无疑。更何况已经获得了一只轮回眼的班，实力必然更胜从前。自己已经没时间继续和班相互试探了，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尽快击败他，封印他，以保护村子的安全。也因此，筑间这才瞬发了冥神门，趁着班还未激发完全体虚佐能乎时抢先压制，不然完全体虚佐能乎可没法用冥神门轻易镇压了。冥神门的强大压制效果强行中断了虚佐能乎，灵班露出了本体，并被死死压在地上。只不过对于没有肉体的尾兽，冥神门确实有着极强的压制效果，但对于拥有肉体而且体术惊人的强者来说，冥神门的压制效果便会减弱不少。更何况班爷现在可有着巅峰时刻的肉体，又融合了筑间细胞，体魄强度惊人，哪怕不依靠外力，不出数秒时间即能挣脱这5扇冥神门的压制。
当然，祝坚可不会给班这个机会，这才派出了大量分身，准备为明神门施加封印，增强压制力，以便于等飞间过来，施展封印术，将班真正封印住。至于要不要再杀一次班，祝坚更是想都没想过。当年为了村子，又因为理论的分歧，他已经狠心背叛了一次班，杀了一次自己的基友了。这一次说什么他也不会再对班痛下杀手了。只可惜，祝坚确实低估了现如今的班。下一刻，不等那些木盾分身赶到，一股无形之力就猛然轰击在了最上面的那扇明神门之上，将其瞬间击飞。接着第二扇、第三扇，不过2秒时间，5扇明神门皆被一股无形巨力击飞，使得下方的班爷本体轻易脱困而出。毫无疑问，击飞明神门的自然便是班分裂出的那看不见的轮木影子。拥有着和本体相同力量的轮木影子，想要从外部击飞几扇明神门，再简单不过了。而这也是班一开始就留下的后手。他一出手就分裂出了轮木影子，可不仅仅只为了去抽飞间一巴掌。毕竟他和祝坚斗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不知道明神门厉害呢？自然早早的就预留了应对之策。又是那看不见的攻击，好强大的力量！这究竟是什么忍术？眼瞅着压制失败，班脱困而出，祝坚也并不意外。若真是轻轻松松的就击败了班，那才有问题呢。倒是那股无形攻击更让祝坚颇为忌惮。不过尽管无法看见那无形攻击的原样，但凭借着完美仙人体和仙人模式所带来的双重感知加成，祝坚倒是能勉强感知到轮木影子的模糊身影，不至于毫无头绪，无法应对。当然，现在可不是究竟这些问题的时候。每一秒，祝坚体内那一点点流失的生命力都在催促着他，不可鏖战，必须速战速决。忍法，手里剑影分身之术。祝坚迅速施展出了这个 A 级忍术，猛然丢出了一个巨大的手里剑。一瞬间，数以万计恶影分身手里剑呼啸飞出，且每一把手里剑上都附带着祝坚的查克拉，威力惊人。数万把手里剑铺天盖地，将前方所有的攻击范围全部覆盖，没有任何一个死角。当然，祝坚也没指望仅靠手里剑就能击败班，只是利用如此密集的攻击，封锁住了所有死角，逼迫那道无形的影子防御，以免那道影子悄悄前行过来，突然打断他接下来施展的仙术。啪！而趁着这个机会，祝坚再次秒进仙人模式，双手一拍，准备施展自己最强的仙法木盾了。当当当，无数声清脆的撞击声响起，那是班的轮木影子挡在他的面前，将无数影分身手里剑击飞时所发出的清脆之音。只不过数以万计的手里剑实在太多了，而且不少手里剑还能在查克拉的牵引下改变飞行轨迹，令人防不胜防。哪怕轮木影子已经挡住了9成9的手里剑，依旧会少数几把手里剑透过缝隙击中了影子背后的班爷本体，一把把手里剑挨着班射过，划破了他的少许皮肤，划破了他的衣物。可班依旧不为所动，或是说他非常享受着这种疼痛的感觉，这种激战所带来的快感，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最后一把漏掉的手里剑竟擦着班的右肩射过，割断了班爷甲胄上的最后一角。啪！班身上的甲胄和衣物掉落，露出那一身肌肉虬结的健硕上半身，以及左胸之下的那张熟悉面容。远处看见这一幕的祝坚也猛然一怔，懵在了原地，并下意识地撑大了双眼，死死地看向了班爷的左胸。那张脸为什么好熟悉的样子？班之前胸口上没有这种东西啊！好几秒后，祝坚这才反应过来，那 TM 根本就是自己的脸，并忍不住地惊呼问道：“马达拉，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脸刻在你胸上？”班爷抬头看向了祝坚，依旧一脸淡然：“被你看见了呀，那就没办法了。至于为什么会将你的脸印在我心口上，如此愚蠢的问题还需要问吗？”班爷狂笑一声，毫不忌讳，非常坦然，并大声宣告道：“哈希拉妈，就让你见一见我所掌握的你自己的力量吧。木盾，木人之术。”班双手一拍，木盾发动。片刻间，同样一具高大魁梧的木人也拔地而起，直面祝坚。这是木人之术？班，你居然也掌握了木盾？那张脸，你居然融合了我的细胞，并因此获得了木盾血迹现见。看着面前拔地而起的巨大木人，祝坚更是眉头紧锁，大声质问道：“他怎么也没想到，班不但复活了，而且还悄咪咪地融合了自己的细胞，窃取了木盾之力，甚至还将自己的脸印在胸口上，实在太坏了啊！他就那么想得到我的力量，想胜过自己吗？班，这就是你追求的力量吗？这就是你所谓的提升吗？木盾之力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东西，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啊！”祝坚大喝一声，对于班爷私下移植自己的细胞，以此掌握木盾之力的行为也颇感不喜。也罢，今日就再让班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木盾吧。这一次定要将班狠狠击倒在地。仙法木盾真术牵手。木叶村外，大地震动，地龙翻滚，那具上千米高的超巨型木盾牵手佛像再次拔地而起，威压四方。见此，班爷更是精神一振，心头大喜。祝坚终于认真了起来吗？他等的就是这一刻啊！这么多年了，当初败给这具大佛的一幕，依旧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今日自己定要正面战胜祝坚，将祝坚压在身下，一雪前耻。木盾，超木人之术。微装，须佐能乎？海量的查克拉被灌入木人之中，促使着班爷的木人再次暴涨一大截，近乎有500-600米高了。同时，完全体须佐能乎也迅速显化，套在了木人之上，为其披上盔甲，带上武器，宛如真正降临的魔神。尽管没有仙术，无法施展真术牵手，形成真正的大佛，
但用牧人之术来承载须佐能乎，也能大幅提升须佐的防御力和攻击力。综合来看，绝对不输于当年须佐家九尾的野兽之男，甚至某些功能还要更胜一筹。这也是班当年为何执着于获得筑奸细胞的原因了，可不是为了单纯释放一两个术界将领。从一开始，他就渴望着用须佐套大佛，以此获得超越筑奸前所未有的力量。只可惜当年和筑奸的理念相悖，没法实现这一设想。而如今重生归来的他，终于能亲手验证一下这个设想的威力了。此刻筑奸也不由一惊，微微咂舌，将须佐套在了牧人之上，真是奇妙的想法啊！那就让我试一试你现如今的实力吧。筑奸、马达拉、班、哈希拉吗？轰！巨佛和须佐对撞在一起，掀起惊天音爆，光是溢散出的风劲就掀飞了周围的大片树木，更是吓得木叶村内的是一众忍者瑟瑟发抖，呆若木鸡。就和前几日的一样，如此移山填海级别的战斗，已经不是普通忍者能参与的了。他们能趴在村子围墙上目睹几眼，也算是今生有幸，足够日后吹嘘了。同时间，远处树林内，眼瞅着须佐和巨佛之间的激烈大战，夏目也看得津津有味。虽说隔岸观火远不如自己亲自上场刺激，但这种巅峰级别的大战看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正好让夏目多汲取一点战斗经验。毕竟在对于须佐能乎的操控和运用上，经验老道的班爷必然更加娴熟，值得借鉴。而且将完全体须佐套在牧人外面，两加成，确实战力惊人，甚至比夏目的完全体须佐加仙人体还要强上半分。至于筑奸那边，此刻施展的仙法巨佛也比前几日那次也要强上少许，可见以自己遗体为基础，果然要比借用大和躯体更能发挥出筑奸原本的实力啊！当然，对此夏目也毫无畏惧，毕竟之前自己就已经正面击败过筑奸一次了，而现在自己更是拥有着随时都能开启的重粒子模式，哪怕现在冲出去，一旦施展，很大概率便能将筑奸与班爷一网打尽。只不过没必要出手罢了，因为此时出手强开重粒子模式，一脚踢死了现在的班爷，能有什么好处？获得一个世祖的传说称号，然后让黑爵那个大阴逼希望破灭，继续藏起来筹谋新计划。吃饱了没事干啊，还不如利用一下班爷，将黑爵调出来后一举灭杀掉，一劳永逸呢。至于筑奸，一个秽土之躯又踢不死，白白浪费自己1万金币，更是愚蠢，还不如好好看戏呢。当然夏目也不傻，这种好机会也不可能只拿来看戏。很快夏目就悄悄分出了一道影分身，命其潜入木叶村内，正好趁着他俩在这相爱相杀缠斗绵绵之际，去木叶村里面逛一圈，趁机看一看能不能顺走某只九尾，实在不行的话再去木叶金库里逛一逛，带点伴手礼也不错呀。不到半分钟，夏目的分身就已经潜入了木叶村内，并随手逮住了2名暗部忍者，用幻术迷住了2人，拷问了一番有关木叶现在的状况。其中已知的木叶高层都已经被全部唤醒了一遍，原来的前顾问水户门岩、志村团藏等都已被革职，勒令竞价。目前名义上依旧由自来也担任代理火影，并由纲手辅佐，不过实际上村子的一切政务都由飞间统筹着，而身为九尾人助力的鸣人也搬入了火影大楼内居住。为此夏目分身迅速潜入了火影大楼，很快就将整栋大楼搜索了一遍，只可惜并未找到鸣人的身影。不过倒是在一间办公室内意外地发现了一只红色的小蛤蟆。联络蛙身作仙人的下属，专门负责传递妙木山和木叶村之间的消息。呱！什么人？不好！察觉到有人闯入联络蛙，连忙大吼一声，可惜还没说完，整个蛙的意识便沦陷在了血轮眼的幻术之中。夏目数步上前，一把抓起桌子上的联络蛙，加大瞳力输出，很快就通过幻术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情报。果然不出所料，自来也已经带着鸣人躲入了妙木山内，这才在大楼内搜寻不到他的身影。夏目迟疑了片刻，犹豫着要不要利用这只联络蛙回妙木山传递消息，将鸣人和自来也骗回来。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毕竟妙木山内卧虎藏龙，尤其是那位大蛤蟆仙人已经活了上千年了，其实力甚至不输于6道仙人，普通的幻术根本不可能骗过他。与其冒着被识破的风险，还不如稳一手呢。做出决定后，夏目也不再拖延，继续施展幻术，强行抹除了联络蛙的这一段记忆。接着又在其屁股上留下一小道飞雷神印记，以备不时之需。如此一来，等联络蛙回到妙木山后，自己也能靠着飞雷神印记悄悄潜入妙木山了。做完这一切后，夏目迅速离开了火影大楼。既然鸣人那边无法得手，那就只好将目标放到木叶金库这边了。好不容易来一趟，总不能空手而归嘛。由于之前的大战将木叶的医疗院几乎摧毁殆尽，因此木叶只得在火影大楼后建了一个临时医疗院，用来安置伤者。此刻这所临时医疗院内也出现了一片骚动，不少受伤忍者都在惶恐不安地吵闹着，混乱着。没办法呀，村子外的那2股庞大的查克拉实在太庞大，太骇人了，哪怕没有亲眼所见，哪怕隔着这么远，都令人不禁头皮发麻，心中骇然。卡卡西，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惊人的查克拉，初代大人又遇上强敌了。前几日的那名宇智波少年又来袭击村子了。一间病房内，正躺在病床上，手脚都被包裹着的麦特凯连忙问道。
上次强开七门，接连大战，最后还独自迎战3具分身完全体须佐，也令他受伤不轻，不但浑身大片肌肉撕裂，手骨和脚骨也不同程度的骨折，因此这几天都在医院内休养着。而他身旁，卡卡西也同样躺在病床上。不过比起卡卡西的伤势可就轻多了，仅仅只是查克拉消耗过度，身体极度虚弱，只需休养几天就好了。这般规模的战斗，必然是强敌来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先派帕克去看看吧。通灵之术，卡西召唤出了人犬帕克，准备让帕克去偷窥一下，辨识一下袭击者的身份。可对于一只辅助型的人犬来说，哪怕只是在外围偷窥一下这种级别的战斗也非常危险，万一不小心被溢散出的攻击轰中，绝对尸骨无存啊！更何况以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持他去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啊。简而言之，得价钱。最终卡西也没时间砍价，直接以3000两巨款和半个月的精品狗粮为代价，这才怂恿到帕克成交，迅速跳出了病房，直奔村外。不过片刻，临时医疗院又猛烈震动了一下，仿佛要崩塌一般，而村外传来的恐怖气息更是令卡西面色大变。好激烈的战斗，似乎比上一次还要激烈。卡西咂舌惊叹道，甚至开始考虑着要不要带着凯先撤退到地下避难所里了。放心吧，卡西，无论敌人是谁，这一次初代大人绝对不会输的。初代大人的青春一旦燃烧起来，绝对足以焚灭一切敌人的。躺在床上的麦特凯露出了一口大白牙，无比自信地笃定道：卡西，你知道些什么吗？麦特凯浓眉一挑，神神秘秘地问道：你还记得5天前那场大战之后，初代大人替我治疗时，为什么时间格外的长吗？为什么？初代大人在向我请教有关八门遁甲的修行之法。麦特凯自豪地解释道，尽管他也不知道八门遁甲的创造者是谁，是自己的父亲，或是其他先祖，但这门究极体术的威力确实毋庸置疑，甚至让初代大人都为之心动，不吝求教。当时可把凯激动坏了，于是乎毫无保留，立即就将八门遁甲的所有修行之法都交给了初代大人。而这八门遁甲虽然修行极难，可对于千手柱间这般本就屹立在忍界巅峰、体魄强横无比的强者来说，应该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八门遁甲本就是一门激发潜力、燃烧生命力的禁术，只要使用者基础越强，所爆发出的力量也就越强。若是初代大人真的学会了话，以他本身的实力，再加上八门遁甲的爆炸性增幅，该死！麦特凯根本不敢想象，届时究竟能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相信绝对没有敌人能抵挡得住那股力量吧。这才是他对初代大人充满信心的根本原因。听此，一旁的卡西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凯的八门遁甲有多强，前几日中他可是清楚见证了，甚至连那般宛如魔神的完全体须佐能乎都足以匹敌。若是由初代大人来施展的话，光是想一想就不寒而栗啊。这样的话，确实不必担心任何敌人了。该死，大意了呀！那就根本不必派帕克去偷窥了。哦，我的钱，我的狗粮，那可是我留着买新一期亲热天堂续作的钱。这一刻，卡西突然感觉自己的心好痛，顺带着呼吸都变困难了许多。另一边，木叶村外，柱间和班之间的大战也接近于白恶化，两人早已相知相熟多年，一旦开战，根本没有相互试探的必要，几乎都用上了全力，毫无保留。因此，巨佛和须佐之间的对轰也异常激烈，每一击都势若千钧，天崩地裂，轻而易举地改变着周围的地貌。万幸，战场正在被柱间逐步挪移，渐渐远离着木叶村，而且班爷也并没有摧毁木叶的执念，更不屑于用攻击木叶的卑劣手段来迫使柱间回防，露出破绽。他想要的从来都是堂堂正正的激战，是光明正大的击败柱间，而非是靠攻击木叶来取得优势。那样的话，就算赢了，他也不会甘心的。见此，远处的飞间倒是松了一口气。若是班真的来攻击木叶的话，大哥恐怕也难以阻拦啊。毕竟此刻的班早已不是当年宇智波一族的族长了，鬼知道他还在不在意宇智波一族啊。因此可没办法，像之前威胁宇智波夏目一样去威胁班啊。现如今只能期望大哥能够获胜，能够镇压或者击退班了。不得不承认，在仙人体和仙术的双重加持下，柱间施展出的真术千手顶上化佛，绝对算是超影级最巅峰的力量了，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触摸到6道级的门槛了。以至于哪怕班爷靠着轮回眼加须佐能乎加木盾，也应对得非常勉强，有好几次都被威力骇人的巨佛大手给击穿了须佐，打碎了木人载体。若是像之前一样将须佐劈在九尾身上的话，或是这时候须佐已经被撕破，九尾也已被柱间活捉了。只不过现在掌握了木盾的班爷可完全不需要顾虑，就算须佐被撕破，木人被击碎，他双手一拍，很快又能再制造出一具巨大木人，重新为其披上须佐，继续征战，可比九尾加须佐耐操多了。而这便是木盾的优越续航能力，只要查克拉足够，完全不需要担心破损。这也是之前那场终结谷大战时柱间为何能赢到最后的原因了。只不过哪怕同样掌握了木盾，依旧无法完全匹敌那上千只佛手。木盾须佐能乎也被一次次的干碎，一次次的重组诞生，继续交战着。当然明面上看着似乎是柱间近战优势，但实际上两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柱间遗体内的生命力也在逐步加速流逝着。
尽管每一秒可能只流失了万分之一、10万分之一，但依旧不可避免的使得筑间的攻击威力在缓慢降低着，如此逐步削弱，也许不出半个小时，或是10分钟不到，交战双方的攻守之势便可能随之逆转了。筑间，你的攻击在衰落了呀，这么快就不行了吗？班爷大喝一声，有些不满。巴安，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所倡导的恐怖统治注定不会成功的，唯有爱才是抵达和平的唯一途径。筑间同样大声感化道。当然，那一只只巨佛大手的轰击可没有停止。巴安看着面前再次轰来的漫天巨手，显然这份沉重的爱确实足以带给世界和平啊。只可惜筑间实在太死板了，不然当年他俩直接须佐套大佛，两人灭4国早就一统忍界了，后面更不会再爆发这么多场忍界大战了。荒谬！只要人还有欲望，国家还有强弱之分，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相互理解，更不能通过所谓的爱达成和平。筑间，这个道理你还要多久才会明白啊？班爷冷哼一声，厉声反驳道。巴安，无论如何你都不愿妥协吗？妥协只会延续悲剧。巴安，不要逼我！筑间痛苦的大吼道。若非必要，他是真不想对班再次痛下杀手啊，但他更清楚，在自己消耗完遗体的所有生命力之前，必须击败班，不然的话自己和整个木叶都有可能被班毁于一旦啊！不要逼你，真是好笑啊！筑间，你真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吗？也罢，今日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班冷笑一声，似乎被筑间的话刺激到了，更何况他的骄傲也不允许他采用拖延战将筑间耗至生命力枯竭，那样就算获胜了他也不会甘心的，还不如趁现在倾尽一切拿出底牌正面击败了筑间呢。这么多年了，不正面击败筑间，他始终没法在对方面前完全硬起来啊！该你登场了，通灵外道魔像。班掐印施术，下一刻他脚下大地轰鸣，土石翻滚，一道散发着极致饥渴恶意的巨大魔像轰然升起，宛如从地狱内爬出的恶鬼一般。咔咔，束缚着外道魔像手脚的2条巨大铁链被其轻易挣脱。吼！一声咆哮席卷全场，那巍峨的身躯，那近乎实质化的恶意，仅仅偷瞥一眼就令远处观战的木叶众人无不瑟瑟发抖，肝胆欲裂。毕竟单从卖相上来说，外道魔像实在太丑了，远远无法和筑间的巨佛相比。同时还能依稀看到外道魔像头颅上10颗紧闭的眼睛也已睁开2只，也就意味着有2只尾兽已经被吸收进外道魔像体内，而这2只尾兽正是岩隐村所有的4尾和5尾。事实上，为了驱动外道魔像，班在来的路上顺手就抓走了这2只尾兽的人助力老子和班，迅速抽离了他们体内的尾兽。没办法，谁叫这2人不在岩隐村里好好待着，反而逃出村子到处游历，自己带着一身唐僧肉还不安分，还在乱窜，只能说被抓了也活该。当然，这也是班爷为何花了2天多时间才赶到木叶的原因，不然以他的速度，不出半天就足以横穿大半个忍界了。同时，这也是他为什么当初听到小组织竟连1只尾兽都没抓到时而颇为不满的原因了。在他看来，抓捕尾兽这种事不比吃饭喝水更简单。脱困而出的外道魔像显得很激动，开始疯狂地咆哮着挣扎着。尽管作为神术的躯壳，他本没有自主意识，但由于尾兽查克拉的掏空，令他依旧具有最本能原始的蚕食欲望，极度渴望着吞噬周围的一切的查克拉。只可惜他还未咆哮完，还未开始掠食一切。哗！班爷跳上了外道魔像的头上，磅礴海量的湛蓝色查克拉宣泄而下，片刻间就包裹了整只魔像，并剥夺了他的行动能力。很快，一具依托着外道魔像近乎高达1000米的超级完全体须佐能乎也终于成型。要知道，外道魔像内蕴含的生命力可比一具木人强太多了，甚至不亚于一具完美的仙人体。再加上2只尾兽的查克拉以及班爷本身的完全体须佐能乎，层层叠加，这可比曾经的野兽之男还要强上一大截，甚至已经突破超影级的极限，摸到了6道级的门槛了。这也是班爷为筑间准备的真正底牌大招。好磅礴的恶意，这究竟是什么怪物？班，你从哪来寻来的这般怪物？这就是你的底气吗？筑间眉头一皱，心中愕然。显然，眼前的魔像须佐能乎实在可怕，令他都下意识地忌惮着。哈哈，筑间，来试试这个吧，这一次你必败无疑。班爷狂笑一声，立即操控着魔像须佐能乎攻向了千手巨佛。外道魔像加完全体须佐能乎，好家伙，班爷真是敢想敢做呀！见此，远处看戏中的夏目也不禁微微咂舌，为班爷的奇思妙想而惊叹着。先用须佐套9尾，然后用须佐套木人，套大佛，最后连外道魔像都不放过。请问这世上还有什么是须佐不能套的吗？就算某一天班爷把须佐套在10尾身上，夏目都不会感觉奇怪的。咦，那说起来我也可以去套一套10尾啊。找机会试一试吧。此刻得到外道魔像加成的完全体须佐能乎确实生猛无比，甚至就连筑间的巨佛都在难轰开须佐的防御。毕竟单论防御和力量，作为神术躯壳的外道魔像可一点都不比筑间的木盾大佛要弱，再加上尾兽查克拉和须佐能乎的增幅，能胜过真树千手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筑间的战力
也在随着生命力的流逝而逐步下滑着呢。果不其然，没多久，生猛无比的魔像须佐能乎便狠狠撞到了真树千手，将整具大佛拆了个稀巴烂。如此一来，班爷也算是奠定胜利基础了。毕竟能拆一具大佛，也就代表着能击败第二具、第三具大佛。哪怕筑间再次施展真树千手，估计也不是魔像须佐能乎的对手了。看样子，班爷真胜过筑间了，不容易啊！连外道魔像都不惜暴露，只为了击败筑间。班爷的这份执着，着实惊人啊！夏目暗暗唏嘘道：“反正他是不太理解这两位战国好基友之间的情谊有多深厚，但为了击败筑间，班爷不惜暴露外道魔像，确实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毕竟一旦提前暴露外道魔像，势必会让后续的计划难度大大增加。只不过，就在夏目感觉胜负已分，准备联系一下分身那边，令其赶紧撤退出来之时，战场中央，巨大的木佛碎片之上，一股惊天的查克拉气息陡然升起，直冲云霄。八门遁甲，第七金门开。这一刻，筑间也终于动用了他潜藏的这张底牌，以八门遁甲将自身遗体内的所有生命力强行引爆，直接推开了第七金门，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要知道，以筑间的完美仙人体，哪怕是寻常状态都有着超越影级、超越麦特凯6门乃至7门的力量。现在仙人体强开八门遁甲的第七金门，其瞬间爆发出的力量更是神鬼莫测，惊世骇俗，甚至不比夏目的雷遁加刹那加6门3重增幅要弱，一瞬之间就突破了超影极限，迈入了体术6道级。此刻眼见终于击败了筑间，班爷更是前所未有的狂喜着，得意着。哈哈，哈希拉妈，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力量，超越你巅峰时期的力量。这一次我终于击败你了，老实承认吧，你的梦幻理想终将破灭，终将由我亲手打破。筑间，李奶奶敲门开。班爷，不可能，筑间，你何时掌握的这个禁术？哼，不要以为你用上了这种禁术就能胜过我，看样子你也只能开到第7门吧。使用这种禁术真是宛如秋天飘零枯萎的落叶啊。筑间，你太让我失望了。下一刻，一道陡然绽放的绚丽极光冲天而起，耀眼无比，极光撕裂了空气，扭曲了空间。轰，须佐被撕裂，魔像被洞穿，筑间的拳头也狠狠地击中了班爷的心口。一切都在电光火石间发生了，并结束了。这一击快到班甚至来不及闪避，就已经被击中了。这一刻，班爷才猛然明白，不是所有的八门遁甲都和麦特戴一样废物，只能欺负下吉祥气宝。筑间的八门遁甲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差距太大了啊！事实上，秽土之躯本就脆弱，根本就承载不了八门遁甲，这也是筑间执意寻回自己遗体的原因。以自己遗体的体魄强度，绝对足以承载开启八门遁甲所带来的负担。当然，最后一门第八死门，筑间是注定开不了。先不说短短几天之内，他根本就还未掌握这最后最难开启的一门，就算真掌握了，以他的遗体之躯也没法开启最后的死门。遗体，哪怕保存的再完好，也是死人之躯啊！已经死了一次的人，死门早已关闭，根本不可能再开启了。此刻的筑间能强开到7门，都纯粹是依托着仙人体的庞大生命力才勉强成功，而且这也使得自己遗体内残留的生命宛如泄洪一般流逝着，怕是连7门状态都维持不了多久，能支撑半分钟已经算是侥幸了。这也是为什么筑间直到此刻才被迫施展八门遁甲的原因了。远处看着这极致一拳，看着那轰然崩碎的魔像须佐能乎，夏目也不由心头一颤，就仿佛看见了前几日自己拼命挥出的那一拳，一样的强大，一样的恐怖，超影之上，无可匹敌，甚至似乎还要比自己那一拳强上一截，以至于夏目都微微感慨着，幸好5天前刚刚复生的筑间并不会这一招，不然的话，那一战被打粉碎的就有可能是自己了。同时，这意料之外的变故也给夏目自己狠狠敲响了一记警钟。筑间居然已经学会了八门遁甲，好家伙，这两人都藏了一手底牌啊！太阴损了吧？还说是不愧是战国双雄吗？很显然，筑间也好，班爷也好，他俩从未止步不前，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以不同的途径提升着自己，以获取更强大的力量。从复生到现在，不过才短短几天，两人便都拥有了超越生前极限的力量。若是再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指不定他们又能攀登到何种境界呢？忍者之神战国玫瑰真是骇人啊！尽管自己有系统依靠，确实幸运非凡，能以常人无法想象的速度暴涨实力，但若真是小觑了这些战国时代的枭雄，自以为的揣测他们的实力极限，恐怕下一次阴沟里翻船的就是自己了。毕竟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了，现如今的一切早就和自己熟知的未来不一样了，绝不可再大意轻敌了呀！大哥，眼瞅着战局落幕，飞间第一个冲了上来。赢了吗？赢了。筑间点头回应道，但看着周围这一片狼藉，宛如猎狱的战场，他依旧心中苦涩，很是落寞。赢了就好，这就是大哥你之前说的底牌，好强的力量。看样子这股力量已经超越你巅峰时期了吧？感受着筑间身上的磅礴力量，飞间也前所未有的惊叹着。是啊，开发出这般体术的人确实是一个天才。
也许我们之前追求的忍术道路并不唯一的，人体的奥妙与极限才是无穷的。飞坚，以后你可以多注重这方面，多开发一点体术方面的术了。祝坚喃喃赞许道。显然，经过刚刚的体验，他也对八门遁甲的威力大为惊叹。人体幻三大体系，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拥有着无穷的奥秘啊！明白，后续我会多加研究的。听此，飞坚眼中也闪烁起了浓郁金光。毕竟这还是大哥第一次主动怂恿他去研究新忍术啊！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破解八门遁甲，再创造出更多的禁术了。对了，大哥，他没死，逃了。最后一拳，他用那道无形的影子挡住了，没能击杀掉他。祝坚惋惜一声，当然，他可不能说自己压根就没打算杀掉班，不然的话，唠叨的飞坚必然又要训斥他好长一段时间。不过，祝坚也并未撒谎，自己的最后一击确实被班爷用轮木影子挡住了大部分伤害，再加上接连击破须佐和魔像所造成的威力削弱，因此那一拳就算打在了班爷身上，估计也难以将其击杀，没法像之前那位宇智波夏目小鬼一般将自己一拳轰碎成渣。当然，那一击带给班爷的伤害也必然不小，怎么说都是迈入了6道级的伤害，可不是普通的血肉之躯能够抵挡的。若是班在晚上那么1-2秒撤退，祝坚怕是就能用封印术将重伤的班给封印起来，然后就能永远将其留在自己身旁了。那样的话，只要自己能持之以恒的用爱去感化班，相信总有一天班会恍然大悟，迷途知返的。只可惜还是让他逃走了。唉，居然让邪恶的宇智波班逃了。大哥，要是等他养好伤，卷土重来了，可就麻烦了呀。飞坚咬牙不甘道，反正他是最巴不得班那个混蛋直接暴毙的，省得日后再来突袭木叶，到时候再想办法吧。只要我还在，就不会让班为所欲为的。祝坚铿锵有力地保证着，他的性格本就乐观，更不会过分杞人忧天。在他看来，反正都已经干翻了班那么多次了，下一次不过又是重振福冈罢了。不过就在此刻，祝坚话音未落，萦绕在他身体周围的强悍查克拉与气血也急速衰落了下去。不过短短几秒，八门遁甲的效果便完全消退，残留的气血高温将周围空气内的水分蒸发，化出了一片莹莹蒸汽。哗，一片片秽土从祝坚本体上剥落，并在旁边重新汇聚成了秽土之躯。而原本被作为融合载体的祝坚遗体也终于暴露了出来。此刻可以明显的感知到，那原本生命力浓郁的遗体，此刻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宛如一块雕塑了。很显然，遗体内残存的所有生命力都被消耗殆尽了，甚至就连活跃的鲜人体细胞也全部失去了生机。至此，这具祝坚遗体也终于光荣地发挥出了最后余热，再次替木叶扛下了一道死劫。同时，变回普通秽土之躯祝坚气息也弱了一大截，只剩下超隐门槛左右的实力了。当然，能击退班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接下来，村子应该能安稳一阵子了。只不过，此刻的祝坚并不知道，远处的一片树林中，另一道不亚于班的威胁正在蠢蠢欲动着。大哥，你的这具遗体……飞坚搓了搓手，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随口问道：“你想研究就拿去研究吧，反正所有细胞都已经失活了，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祝坚挥手同意道：“毕竟最近接踵而来的危机，一个比一个凶猛，也让祝坚清晰地意识到，实在不该再限制飞坚的研究。说不定他的研究又能创造出1-2个强大的禁术，从而挽救村子呢。现如今的村子实在太弱了啊！对了，这具邪物你认识吗？”祝坚指了指地上的外道魔像，对着飞坚问道：“一具能堪比自己的仙法木盾的魔物，实在惊人啊！甚至自己刚刚那一拳也仅仅击穿了这具魔像的半个头颅，未能完全击碎这东西，足以见它的强大与诡异了。这应该是某种魔像吧？传闻中，某些强大的魔物被抽光查克拉后，就有可能留下这种遗退，但像这种庞大无比的，着实闻所未闻。具体的，我需要回去好好查阅下典籍，才能辨识。”飞坚一边打量着外道魔像，一边解释道，他的一双秽土眼珠内所迸射出的光彩都快亮成2个大灯泡了，可见他此刻心中的激动与好奇。只不过，大哥，这东西体积太大，可不好封印啊。来不及封印了，班是用通灵术将其召唤过来的，我能感觉得出这东西对他很重要，而且里面似乎还有尾兽查克拉的气息，因此说不定用不了片刻，班就会将其再通灵回去，估计来不及准备大型封印术了。你先将那些破碎的物块收集起来，临时封印住吧，回头也好作为研究材料。祝坚很是理智的决断道，想要准备一个能封印如此之大魔像的封印术可不简单，这可是实物，是非尾兽那般可以压缩的查克拉团，就好像李四象封印一般，不但需要繁杂的铭刻与超长的准备时间，甚至就连发动封印后也会有不小的延迟，别最后封印术还没准备好，整个外道魔像就被班通灵回去了，什么都没捞着，还不如先将那些破碎的部分收集起来作为研究素材呢。好，飞坚没有迟疑，立即行动着。尽管他对整具外道魔像更加感兴趣，但正如大哥所说的，一味的贪心怕是最后只会赔了夫人又折兵，什么都捞不着。反正今天这场大战下来，虽然被莫名的抽了一巴掌，但综合来看，飞坚才是最后的大赢家。八门遁甲，大哥的遗体，外道魔像的碎片，1日之内自己便获得了这么多珍贵的研究素材，这可太棒了呀！飞坚已经可以预见，等自己将这些素材都研究透彻后，必然又能创造出新的强大禁术。趁着木叶村外的大战，夏目的分身
可是在村子里肆无忌惮地浪了一圈，很快就找到了前顾问水户门岩的家，将其瞬间制服，并用幻术拷问了一番。很可惜，并未从他嘴里问出现如今木叶金库的所在位置。毕竟从他被革职进家后，这些政务就已经不归他管了，全都交由二代目火影飞间统筹了。他自然不清楚新金库的所在位置，为此夏目也没时间将木叶来个掘地三尺，只得放弃再去金库捞一把的想法了。当然，金库无法惦记，其他地方还是可以惦记一下的。毕竟整个木叶又不是只有金库里才有钱。事实上，作为一个大国的专属暴力机构，木叶村内并没有银行这类主体金融机构。木叶的任务税收、贸易收益、国家援助等等，所有的钱都会被分到2个地方。其一，90%以上的钱都会交由行政部统一支配，用来发放任务酬劳、维持医疗、教育、商业等等村子的必要开支。这部分钱基本存不下来，一到手便会投入到村子的经济循环中，而且基本都是由火之国纸币和硬币的方式流通着，仅限于木叶和火之国内使用。其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会被兑换成真金白银，存入战时储备金库内。毕竟一旦开战，各国的纸质货币都会大幅贬值，难以流通，还是得靠真金白银才最为安全。要知道，在忍村建立之前，可没有所谓的大国纸币，那些繁衍了1000年的忍者家族体系都是靠着真金白银才沿袭下来的。因此，由忍者大族组成的村子也继承了这些习俗，更加信赖着真金白银。只不过，连续3次忍界大战，外加各种局部小战争、九尾之乱等等，这才导致木叶的战时储备金库一缩再缩，甚至连不少英烈孤儿的抚养金都一扣再扣。这也是之前木叶孤儿院的院长野乃宇为了寻求村子资助，不惜被迫向团藏卖身的原因之一了。总之，别看木叶地理位置优越，背靠最强的火之国，但其内部经济情况并不理想，甚至还没有云隐村、岩隐村乐观。再加上上一次的惨烈大战几乎打碎了半个木叶，更是打断了木叶的脊椎。为了修复村子，抚恤阵亡家属，整个木叶行政部不但将金库都搬空了，几乎都快将裤衩都卖光了，也依旧无法弥补这个大漏洞。不得已，又只能朝着火之国发出求援。万幸，一听初代火影、2代火影复生，可把火之国一众腐朽官员吓得屁滚尿流，连忙送来了大笔银票作为援助。直到现在，已经送来了3大批援助了，这才使得木叶能在短短时间内稳定住局势，开启重建。而根据水户门岩的记忆，虽然前3批援助金到了后，立即就以洒水的方式发放了下去，基本没有剩余，但据说第4批援助可是今早才到的，绝大部分都还停留在行政部下面，还没来得及分批到各个部门，实在是夺取。可是借用的大好时机啊！虽说这些火之国纸币到手后没法直接兑换成价值点和金币，还需要找途径重新换成现金银两后才能兑换金币，但也比白来一趟好划算嘛。哦，亲爱的援助金，我来了！夏目分身乐呵一声，将水户门岩的记忆抹掉后，便再次朝着火影大楼那边赶去。尽管这只是夏目的分身，但某些秉性是改不了的。几分钟，将这一批火之国的银票援助金洗劫一空后，夏目分身便离开村子，一个飞雷神之术就回到了村外的本体身旁。分身将2卷储物卷轴交给本体后，就主动消散了。而夏目本体也迅速得知了村里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手中2卷卷轴内的总计1.0550万援助金。不得不说，火之国确实豪气啊！一出手就是上亿的援助金，据说前面3批援助金还要多上数倍，以表明着他们对木叶村的重视和坚定支持。当然，别看这1.0550万两援助金很多，后续将其全部兑换成现金银两，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且还会折价不少。但总的来说，也算是收获不菲了，比自己前几次打劫木叶金库都赚得多了。搞得夏目都在考虑着，要不要以后直接来蹲一波援助金了，这可比打劫金库高效简单多了。另外，在劫走这批援助金时，夏目也考虑过要不要趁机去宰了团藏那个祸害，但最后还是放弃了。毕竟初代2代火影回归后，也就没团藏啥事了，杀不杀他都不会影响筑间飞间对木叶的绝对支配权。留着他，甚至还能给木叶埋下一颗地雷，倒是杀了后，反而还会加大飞间对自己的敌意，并不划算。虽说飞间对自家宇智波一族本就敌意满满，也罢，今天就这样了。看了一场好戏，留了一道通往妙木山的印记，还收获了上亿的援助金，也算是收获不菲了。不能再贪了。夏目收起了那2卷卷轴，暗暗乐呵一声，最后又瞥了一眼远处的筑间几人。本来他还打算趁机偷袭一波，看看不能将虚弱后的筑间给直接封印住的呢。结果战斗才结束不久，自来也和纲手2人也赶到了战场。这一下可就不稳了，毕竟自来也暂且不论，本就拥有着筑间血脉的纲手，十有八九是可以作为秽土筑间的附身载体的。虽说秽土筑间附身纲手后，顶着胸前那2团巍峨战斗的场面，实在过于辣眼，无法想象。但理论上来说，有了活人当载体后，筑间是可以继续强开8门遁甲。你看，强大如斯的班爷都栽在筑间的8门之下了。夏目可不想去自讨苦吃，反正自己今天的收获已经够本了，还是先回家休息休息吧。毕竟家里的某位5代水影小姐也该等急了吧。唰，夏目发动了飞雷神之术，瞬间消失了在了茂密的小树林内，回到了自家村内。
放好了那2卷存着1亿元铸金的卷轴，接着又想起了什么的他，再次发动飞雷神，又一次从岩隐村回到木叶村外。他才想到，尽管那巨大外道魔像本体不好夺取，但那些破碎的魔像碎片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里面依旧蕴含着磅礴的10尾生命力。斑野老年时也全靠外道魔像的生命力才苟活那么久，而那些白绝大军的诞生也离不开外道魔像力量的支援。想来，若是能搞点碎片回去，某位蛇叔先生必然会欣喜若狂吧。而且以蛇叔的研究水平，必然不会让自己失望的。就这样，回到木叶村外的夏目也不再隐匿踪迹，直接跳了出来，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战场中央，出现在了牧人众人的面前。夏目的出现瞬间将木叶众人吓了一跳，尤其是飞间，正在疯狂收集魔像碎片的他，更是宛如一只炸毛的黑猫，连忙戒备，目光锐利地看向了夏目。在他看来，这个邪恶的宇智波小鬼此刻会出现在此，必然早有预谋，肯定是准备来渔翁得利了。该死，这个小鬼竟出现得如此恰巧，简直比班那个混蛋还要可恶啊！邪恶的宇智波小鬼，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难道你早就和班那个混蛋联合好了？飞间大声质问道，就差没把敌视2字写在脸上了。对此，夏目置若罔闻，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一般，甚至都没有瞥过飞间一眼，一直注视着柱间，并一步步悠闲地靠近着。不许无视我呀！混蛋！这可把某位2代火影大人气得不轻。同样的，夏目的突然出现也将自来也、纲手等人吓了一跳，众人无不神色紧绷，暗暗戒备着，生怕这位凶残的宇智波小鬼突然暴起，再次袭击。万幸，鸣人还在妙木山，令自来也安心了不少。孩子，你想做什么？柱间沉声问道。比起飞间，在面对这个实力骇人的小鬼时，柱间就显得稳重多了吧？依旧和颜悦色地询问着夏目，并未瞬间暴起。当然，他也不傻，为了保险起见，秽土柱间也悄悄地将左手按在了孙女纲手肩上，以保证着自己随时都能附身在纲手身上，再次发挥出足以匹敌夏目的力量。尽管他并不希望再战一场，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此刻的他和木叶都经受不起一场大战了。夏目一步步靠近着，直到停在了巨大的外道魔像本体前，这才指了指不远处飞间手中的魔像碎片，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什么？你个家伙想要我手中的碎片？不可能！你做梦！我是不会把它交给你个邪恶的小鬼的。飞间嘴角一抽，连声否决道：“他就是死，也不会屈服在宇智波的淫威下的。”柱间，给他吧。飞间，大哥。柱间，给他。飞间，迫于大哥的淫威，飞间还是只得妥协，将手中的封印卷轴丢给了夏目，而里面已经装满了最大的10几块魔像碎片，都是他刚刚收集完毕的。作为研究材料的话，这么多绝对足够了。显然，夏目就是要光明正大的拿，绝不是抢。你情我愿的事，怎么能叫抢呢？那是野蛮人才干的事。多谢2代目大人的慷慨。夏目接过封印卷轴，乐呵着调侃了一声，更是气得某位飞间大人嘴角抽搐，眉头大皱，恨不得生撕了夏目这个小鬼。而夏目这边满意的得到了魔像碎片后，又下意识的将目光投向了柱间身旁，也就那具已经耗干了生命力的柱间遗体上。见此，飞间更是头皮一麻，一个飞雷神就闪回到了大哥柱间身旁，连忙挡住了柱间遗体，并破口大骂道：“邪恶的小鬼，你做梦！我是绝不会将大哥的遗体交给你的。大哥，你也不要再被这小鬼蛊惑了，他要是得到了你的遗体，说不定就会研究出针对你的忍术，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整个村子，不能再纵容他了呀。”柱间皱眉，并微微点头。很显然，自己的遗体可不同于那些魔像碎片，随意交给别人确实危险极大。为了避免战争，有些利益可以割让，有些底线却绝不能退步，不然只会酿成更大的祸端。孩子，我的遗体确实不能给你，你就不要贪求了。柱间坚决地回应道，令飞间安心了2分。放心，我也没想要你的遗体。夏目淡然一笑，挥了挥手。若是生命力充足的柱间遗体，倒是值得争夺一下。毕竟，哪怕拿去给些制作成傀儡，其成品实力都必然惊人。但一具已经耗尽生命力的柱间遗体，价值就大打折扣了。犯不着为了他再和木叶死磕一回。毕竟，完美的仙人体自己也有啊。虽说还未开发到极致，但潜力可不比柱间的仙人体差，没必要再去舍本逐末了。只不过，倒是可惜了，这么大一具魔像本体，没法带走。夏目上前一步，故意拍了拍外道魔像的躯干，露出一副惋惜之色，同时也暗暗在魔像躯干上留下一道细小的飞雷神印记。柱间，孩子，你和班他，夏目，我们之间没关系，他也不是我复活的。毕竟，除非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不然没人会主动复活自己的先祖，给自己头上压上一尊大佛吧。柱间微微颔首，在他看来，夏目这小鬼也确实不像会主动复活先祖的样子。毕竟他本身的实力就已经够强了，再复活个先祖出来，反倒是更容易分裂宇智波一族，自讨苦吃。那他初代火影有没有觉得当年的宇智波斑转变得太快了一点呢？明明才一起建立的木叶村，不到1年就偏离了初衷，叛离了木叶。夏目压低着声线，目光明慧，故意诱导道：“柱间，你是说，夏目有没有一种可能，忍界里还有一批隐藏的更深、所图更大的势力在暗中诱骗着斑，并挑拨了他和你之间的关系，使他背叛了初衷，甚至直到现如今复活斑也是他们一手操控的？”听此，柱间一愣，心中震荡。
暗暗消化着这个惊人的猜测。旁边的飞间一急，连忙批判道：“大哥，别被这小鬼骗了，他说的都是妄语，一点证据都没有。邪恶的宇智波的话不可信啊！”夏目双手一摊，也不争辩，猜测也好，事实也罢，证据什么的，哪怕我有，也没道理平白分享给你们啊。反正无论是班还是他身后的力量，只要能覆灭木叶，我也同样喜闻乐见。行了，不聊了。筑监大人，邪恶的飞间大人，我先走了。夏目挥了挥手，拍了拍屁股，纵身一跳，迅速退去，很快就消失在了木叶众人的视野范围内。至于夏目为何突然向木叶透露这些情报，也都是故意为之的。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总会有人按不住好奇之心去主动求证的。更何况还是和班爷关系亲密的筑监本人，一旦筑监他们能查到有关黑爵和大筒木一事的蛛丝马迹，那就再好不过了。总之，能将筑监和木叶的注意力往黑爵、往慈贤这些老阴逼身上引一引，绝对有利无弊，既能破坏他们的计划，又能分担自家隐寸的压力，何乐而不为呢？左右不过是多费两句屁话的功夫。大哥，你不会真信了那个小鬼说的谎话吧？飞间急呼呼地问道。他真怕一根筋的大哥直接就信了。可是飞间，你没觉得当初班的转变确实有一些突然吗？明明一起建立的村子，明明连你杀害全代的仇都放下了，却突然改变了理想，叛出了村子，甚至那块宇智波家传的石碑或许也大有问题。筑间摸着后脑勺，憨憨地疑惑道：“那是邪恶的宇智波的想法，我怎么会知道？他们可是需要亲人的死亡来刺激，才会开启写轮眼的。这样容易被情绪感染的族群，哪怕一夜间性情大变都不奇怪。”飞间激动地反驳道：“筑间，飞间，我说过，不要老是用邪恶那种词汇来称呼他们。飞间，可刚刚那小鬼也这样骂的我啊！筑间，他还小，而你都死了几十年了，能和一个小孩比？飞间，大哥，不带你这样偏心的啊，我才是你亲弟弟啊！那小鬼除了是班的后辈以外，和你毫无关系啊！”飞间很想硬气地争论一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毕竟和脑袋一条筋的大哥争论是永远不可能获胜的，除非是政务上的事。飞间，总之这些没有证据的胡乱猜测绝不可轻信。万一是那个小鬼和班合谋的算计呢？就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筑间立即回应道：“我觉得他们不是合谋的，不然那孩子也没必要从你手里来抢那些碎片啊，直接找班要不就行了？而且他俩合力进攻村子的话，哪怕是我也必然难以抵挡。”飞间，此刻的飞间只感觉大哥说的好有道理，自己竟无言反驳，不由撑着大大的眼珠盯着筑间。他现在很想解剖验证一下秽土之躯是不是对忍者的智力还有加成，不然大哥怎么会突然聪明这么多？筑间，怎么说？你也认为这个猜测是可能的吗？飞间，筑间，原来如此，原来班也是被骗了啊，难怪他会和我决裂，这才是根本原因啊。飞间，大哥，筑间，不必多说了，我会想办法查清其中的内幕的，一定不会饶恕那些哄骗班的幕后黑手的。飞间，小刚，你来。飞间给一旁纲手使了使眼色，示意他来劝一劝大哥筑间。纲手连忙摇头，爷爷的性格他又岂会不知？凡是涉及到班的事，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当年自己的奶奶水户夫人都没办到的事，他又怎么可能劝得动？至于一旁的自来也，那就更没资格说啥了。毕竟他能不能入赘千手一族，得偿所爱。可都看这位千手老祖宗的意愿了，他怎么敢和筑间大人对着干呢？飞间大人，那个地上还剩下一些魔像的碎片，我们要不要？当然，自来也不笨，立即巧妙地岔开了话题。至此，飞间也摇了摇头，绝望地放弃了。显然，他已经确信无法再通过语言来矫正大哥的认知了。也罢，就让他去疯吧。等什么证据都查不出来后，自己再好好劝劝大哥吧。而且，正如自来也提示的，赶紧拾取剩余的魔像碎片才是重中之重。飞间不敢迟疑，立即指挥着自来也，两人一同拾敛着剩余的魔像碎片。就这样，不过10来秒，两人才堪堪收集了一小半不到，仅仅30多块小碎片。那座外道魔像本体也陡然爆成一团白雾，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显然是逃离的班爷已经缓过了一口气，使用通灵之术，又将外道魔像通灵回去了。眼瞅着魔像消失，又掂量了一下手中剩余的魔像碎片，甚至不足原来那份的1/3。飞间更是面色发黑，咬牙切齿着：“邪恶的宇智波小鬼，还有邪恶的宇智波班，你们等着，等我吃透了这些素材，研究出新的禁术了，定要你们好看！”飞间没好气的低声愤骂着，听得一旁的自来也瑟瑟发抖，心中暗暗发毛着。毕竟他可太清楚飞间大人发明禁术的能力了，随便一种禁术就足以颠覆整个忍界的平衡啊！与此同时，木叶北方100里之外，一处幽暗的峡谷之下，逃得一命的班爷也正在此处休养着。说实话，筑间最后强开8门遁甲所爆发出的力量确实太强了，太超出预料了。毕竟班爷对于8门遁甲的认知，也不过只有麦特戴对战雾影7刀中的战绩，撑死也就影级或者接近超影的力量。鬼知道换个人施展，威力差距竟如此之大。筑间那一拳，哪怕被层层削弱，依旧直接打爆了他的半条左臂以及小半的左胸，甚至就连心脏和筑间的脸都被打爆了。仅一拳，差点就要了班的命了。毕竟他现在可不是秽土之躯，更非6道之躯，只是活生生的肉体。心脏被爆，对于任何一个忍者来说都足以致命了。若非靠着筑间细胞的强大治愈力，他怕是就已经暴毙了。
当然，拖着重伤之体能从柱间手下逃走，也全靠了黑诀。若非黑诀及时包裹了他的全身，遮盖了班的所有气息，并迅速逃离，不然班根本不可能从柱间的强大感知下逃走。嗨，班吐出一口鲜血，气息羸弱。班大人，放心，死不了的。班露出了一丝狞笑。对于他来说，只要不死，再重的伤势和疼痛都无伤大雅。反倒是对于柱间爆发出的力量，他更是心潮澎湃，期待万分。好样的，柱间，不愧是你啊，竟能将我重伤至此，这才有意思嘛，这才配做我的对手啊！你等着，下一次我必败你。班爷喃喃兴奋道。见此，黑诀压着心中的怨气，他是真恨不得给班来上一大嘴巴子，好好抽醒班的这份狂妄与自傲。一手好牌竟会被柱间一招击破，甚至还暴露了外道魔像的存在，实在是气死人啊！若不是没有更好的棋子了，他根本不想救这个混蛋了。当然，明面上黑诀依旧恭敬地询问道：“班大人，我们现在扶我起来，我得先施展通灵术，将外道魔像通灵回来。日后想要完全击败柱间，那东西可不容有失。”遵命。黑诀再次附体班爷，为其增添了几分行动力，得以再次施术。靠着黑诀的附身，班成功再次发动了通灵术，将外道魔像通灵了回来。这可是自己通往6道境界的基础，可不容有失。至于魔像被打碎的小半个脑袋，那倒不足为惧。以魔像的强大生命力，要不了多久就能慢慢复原的。而且此刻将外道魔像通灵回来，也还有着另一个好处。班爷艰难地抬起手，掐着印，操控着魔像。开，刷，一节节由阴阳盾形成的黑棒从魔像内部射出，瞬间就刺入了班的胸口。很快，磅礴的生命力以及浓郁的查克拉便顺着黑棒注入到了班爷的体内，配合着他体内的柱间细胞，快速再生着心脏与手臂，高效修复着他的伤势。这便是他琢磨出的魔像另类用法之一了。当年也正是靠着外道魔像的生命力反哺，他才能一直苟活到3战结束，暗中筹谋着。不过也万幸自己之前抓了2只尾兽，封印进了魔像内部，为魔像提供了动力，不然现在就不是魔像反哺自己了，而是像长门一样被魔像活活抽干了。得到魔像反哺后，不过短短几分钟，班爷的伤势就恢复了大半，左胸内的心脏和柱间人脸都长了回来，倒是被断掉的左手恢复起来比较慢，仅仅才长到手腕的位置，还未复原，但起码比刚刚好太多了，也恢复了少许战力，不需要再一直依靠黑诀附身吊着命了。班大人，接下来先回去吧，等寻回了我的右眼，集齐了尾兽，再来找柱间算账。班站起身来，摸了摸胸口的柱间，一点也不恼怒。50年寂寞都熬过去了，他的心智早已坚如磐石，根本不会为区区1、2次的失败而波动。他坚信最后的赢家必然会是自己，只不过就在一人一绝准备离开之际，那具硕大的魔像本体旁，一股异样的空间波动陡然扩散。唰，飞雷神印记发动，夏目瞬移到了此地。显然夏目早就确信着，战斗结束后，班爷定会早早的将外道魔像通灵回去，只要自己能顺手在魔像本体上留个印记，届时就能瞬移到重伤的班爷面前，来一个黄雀在后，或是说痛打落水狗了。宇智波夏目，是你！黑诀阴灿灿的惊呼道。显然对于夏目这个小鬼的突然出现也始料不及，这小鬼就是宇智波夏目，我的那个后辈，击败了柱间的那个。班爷微微一怔，同时看着夏目的模样，心中也不免为之惊叹着。说实话，这孩子看起来太年轻了，他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么年轻的后辈就能击败柱间。柱间是放了多少水啊？而夏目这边一看黑诀居然正巧也在班爷身旁，也大喜过望。下一秒二话不说猛然出手，秒开，刹那速度暴涨，瞬间杀向黑诀，力求一击必杀，直接干掉黑诀这个老阴逼。如此果断迅猛的攻击可把黑诀吓了一跳，他不明白这小鬼应该是第一次见自己吧，怎么一照面就对自己痛下杀手呢？为什么不攻击旁边受伤中的班呢？他的威胁不是更大吗？自己招谁惹谁了呀？总不会就因为自己长得黑，长得太难看，就活该被挨揍吧？不，看这小子满满的杀意，分明是想杀自己啊！夏目的攻击太快了，1/10秒不到就已冲过了上百米的距离，出现在了黑诀面前，令黑诀根本来不及躲避和反抗。更何况他本就不是战斗类型，除了隐匿能力超强之外，其他能力虽然不弱，但根本无法和一名普通隐级强者相比，更别说和一名堪比柱间与班的顶级强者正面交战了。他要是真有这般实力，也就不至于一直苟了上千年了。这可惜，若是只有黑诀一人的话，夏目的攻击必然奏效。奈何黑诀身旁还有一个战斗经验无比丰富的战国玫瑰，尽管班的伤势未愈，但在夏目出手的一瞬间，班也同样做足了准备，迅速分裂出了轮木影子，准备出击。毕竟这轮木影子可是轮回眼的能力之一，只要查克拉充足，就不会受本体的影响，依旧处于班的巅峰状态。轰！就在夏目即将击中黑诀时，无形的轮木影子出手了，画出查克拉手刀，狠狠地刺向了夏目。当然，介于是自己的后背，班爷并未痛下狠手，只让影子瞄准了非要害的腹部刺去。咻！又是一道破空声响起。尽管看不到轮木影子，可靠着仙人体的强大感知力，夏目也提前预感到了危机，瞬间发动飞雷神，又回到了远处的魔像之上，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轮木影子的偷袭。只可惜也没能击中黑诀。此刻逃过一劫的黑诀也不禁暗暗后怕着，刚刚
就差一点，自己就可能暴毙了，就差一点，自己筹谋千年的救母计划也将功亏一篑了。他如何能不能心惊胆战呢？万幸班这个家伙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挡住了那个小鬼的攻击。可班现在的状态也极差，恐怕也不是这个小鬼的对手吧？自己要不要先撤退一下？仅仅迟疑了1秒，黑爵就做出了决定，立即液化身体，迅速潜入了地下，逃离了这里，甚至都不曾经过班的同意。可见他确实被吓坏了。切，懦弱的废物，居然先逃了！班瞥了一眼消失的黑爵，暗骂一声，决定着回头定要好好调教一下黑爵。身为自己的意识体化身，居然如此之怂，太丢人了。接着，班这才看向了远处的夏目，并主动开口道：“你就是宇智波夏目吗？非常敏锐的感知，刚刚只差一点就让我得手了。你用的是飞雷神之术？”夏目微微点头，并继续感知着黑爵的逃离踪迹。奈何那老阴逼的隐秘能力确实很强，主动潜藏后，就连他也感觉不到任何气息，更何况还有一个斑野与轮木影子阻拦，想继续追击，估计是不可能了。果然，没有轮回眼和6道模式，看不到轮木影子，确实很麻烦啊。夏目暗暗分析道。同时得到确切回答后，斑野也忍不住唾骂道：“果然是飞雷神之术啊！又是狗一样的飞间发明的术，真是令人讨厌啊！”此刻他心中也微微后悔着，早知道之前该多抽飞间几巴掌的，谁叫他老是搞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麻烦禁术啊！喂，那边的小子，你很不错，小小年轻就有这般实力，确实值得赞许。只不过才见面就抱起动手，你就是这么对待自己先祖的吗？对于杰出的后辈，而且还只是一个孩子，班向来都极为包容，毫不吝啬的赞许道。在他看来，这样的璞玉更值得好好雕琢，成为自己的助力之一啊！先祖又不能当饭吃的老家伙，凭什么尊重？更何况某人才败给了筑坚，并灰溜溜的逃到了这，也配在这耀武扬威？夏目极为不屑的鄙夷道。对于如何用几句话挑起敌人心中的怒火，夏目可是经验十足。果不其然，一听自己后辈居然拿自己和筑坚对比，而且还是被鄙夷的那一方，班爷顿时面色一暗，心头怒火上冲，恨不得现在就好好教育一下自己的这位后辈。可介于自己的伤势，班还是很快的压下了火气，并爽声笑道：“我是败了，这并不可耻，下次赢回来就对了。倒是你很好，就是要这种态度，难怪你能主动带领宇智波一族脱离木叶。强者要就是这份狂傲与自信。”哈哈，班爷畅笑一声，若是这小鬼真因为自己的先祖身份而畏畏缩缩不敢出手的话，那才丢人呢。班爷只会更看不起对方，那样的懦弱者也不配成为他的后辈。夏目，先祖大人倒是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班，哼，尖牙利嘴的小鬼倒是和飞间那混蛋一样讨人厌。说说吧，你为什么要攻击爵？夏目，因为他长得丑。班，哼，如此简陋的谎言，你以为我会相信吗？班冷哼一声，有些不满。他当然不会相信夏目会因为黑爵长得丑才攻击他这种荒谬理由的。虽说黑爵确实有点丑，可这小鬼真要是如此愚蠢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活到现在。因此，班爷之所以愿意罕见的闲聊着，一方面他确实对小孩颇为优待，也不屑于去欺负小孩；另一方面，他的左手还没修复完毕呢，再贸然开打，并不占优。信不信由你。筑坚的手下败将。夏目极度不屑地撇嘴一声：“班爷，孩子，珍惜我给你的机会。虽然你很优秀，但我不会一直包容你的愚蠢。”夏目，好的。筑坚的手下败将。班爷，小鬼，别太过分了。夏目，我会注意的。筑坚的手下败将。班爷，一股极致的怒火从班心头涌出，途径五脏六腑，几乎将要从他口中喷出。此刻的班只感觉哪怕不施展忍术，自己都能吐出个超大范围的好火灭却了。这小鬼实在太气人了，嘴巴比飞间那个混蛋还要毒啊！不过就在此刻，远处数百米大的外道魔像背后，一股强烈的查克拉波动陡然升起。契约封印。夏目的分身掐准时机，发动了这个隔断契约的封印术。下一刻，便强行从外道魔像内将四尾和无尾两只尾兽抽离了出来。你这小鬼！见此，班爷怒吼一声，也瞬间猜出了真相。很显然，从还未瞬移到这里之前，夏目就计划好了，首要目的自然是除掉黑爵这个老阴逼。一旦除掉对方，夏目就能直接和班爷摊牌了，甚至将班爷诓骗到自己阵营这边，也可能性极大。若是没法一击必杀，那就只得想法捞点其他好处了。毕竟自己特意跑一趟，可不是单纯为了和班爷闲聊的。现在看来，班爷这边最有价值的，也不过就轮回眼、外道魔像和两只尾兽了。轮回眼还在班爷的眼眶里，不好夺取，而得不到剩下的那只轮回眼，也就不好夺取外道魔像。毕竟外道魔像和轮回眼之间的契约是天生存在的，哪怕自己夺得了魔像本体，班爷随便一个通灵术就能将其通灵回去。最后也就只有将目标放在那两只尾兽身上了。这两只尾兽此刻都被封印在魔像内部。虽然夏目的契约封印有一定概率阻断封印，但轮回眼对魔像的束缚力极强，很不保险。只有想办法分散班爷的注意力，并引起他的剧烈情绪波动，进一步降低轮回眼对魔像的束缚力，才能大大增加抽离两只尾兽的几率。这才是夏目一直故意刺激班爷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看某位先祖大人的笑话。
很显然，夏目成功了，成功抽离了那2只尾兽，并将其一一封印了起来。接着，不给班爷任何反应的机会，夏目分身就靠着飞雷神瞬间移走了。谢谢先祖大人的礼物，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眼见分身得手后，夏目本体也一改之前的毒嘴，对着班爷乐呵呵的感谢道，气得班爷更是嘴角一抽，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的这位优秀后辈了。这么多年来，这小鬼还是除了筑奸以外，第一个能将他气到失态，并借着自己的失态以此得利的家伙了。太奸诈了，与年龄不相符的奸诈呀！果然比飞奸那个混蛋还要可恶，以至于气到最后，班爷都咧嘴狂笑了起来。哈哈，很不错呀，你这娃娃确实非同一般。我承认是我小觑了你，能被你这种拙劣的手段气到，我也该检讨一下了。班爷坦言承认道，并迅速平息了心中的怒火。他虽然高傲，但却并不自负，也从不会否认失败，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不然他当年就不会自认不敌筑奸，并留下后手，以假死骗过筑奸了。另一边看着班爷不怒反笑，夏目也更为郑重了几分。本来他还打算趁着班爷失态之际，再次悍然出手，看看能不能将剩下那只轮回眼也一同夺取。只可惜现在看来机会不大了呀，毕竟恢复理智的班爷以他丰富的战斗经验，外加轮木影子的难缠程度，自己想要完全击败对方可不轻松。除非不惜代价的强开8门遁甲或重粒子模式，那样的话虽然能赢，可依旧会浪费大量金币，甚至还有可能一不小心将轮回眼也踢成粉末，得不偿失。只得承认，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忍界修罗啊！除了筑奸这个弱点之外，几乎不可能再撼动班爷的意志了。既然夏目已经得手，班爷懒得再计较了，毕竟那2只尾兽必然是追不回来了，反而懒散了不少，直接坐在了地上，一边继续修复着左手，一边抬头对着远处的夏目问道：嘿，小鬼，你刚刚是准备继续对我动手吧？怎么连我的这只轮回眼也惦记着吗？经历了数十年的沉淀，人老成精的班爷一眼就看穿了夏目的想法。要知道实力容易赶超，可岁月和经验的沉淀却很难逾越。夏目还是太年轻了。是的，先祖大人能直接送给我吗？我也就省得动手了。班爷，嗨，你这份无耻的功夫倒是旷古烁今啊！前几任宇智波的族长，要是有你这一半的实力和脸皮，也就不至于被木叶压迫成那样了。面对班爷的赞许，夏目也毫不拘谨，反而乐呵一笑，回应道：先祖大人谬赞了。班爷默语，他是真的难以想象自己后辈中竟还有这般无耻的家伙，小小年纪脸皮就这么厚，未来成就不可估量啊！孩子，别太贪心了，别人的东西再好也要合适自己才行，若是不然，哪怕得到了也发挥不出这只眼睛的力量。班爷纯纯解释道，也不介意多教导后辈2句。那先祖大人你为什么还要将千手筑奸的脸刻在胸口上，还要夺取木盾的力量？班爷，我这是什么？班爷一顿，立即住口，并笑骂一声：你这小鬼果然奸诈呀！3言2语就又想套我的话吗？夏目好奇而已。不过先祖大人真的不愿割爱吗？那我可要亲自动手了。还是说先祖大人怕了呢？夏目目光闪烁，继续刺激道。班爷招了招手，对着夏目坦然笑道：好了，同样的激将法就别再用了，也扯远了，下来好好聊聊吧。你知道的，我不会主动对你动手的，你也不想再打下去了吧？班爷面色从容，似乎笃信夏目不会动手了。事实上，虽然双方都是宇智波一族的，骨子里都流着善战的血，但2人也不傻。班爷很清楚，夏目这小鬼有着飞雷神之术，几乎立于不败之地，只要想逃，无人能阻。因此主动攻击这小鬼也只会自讨苦吃，无疾而终。而夏目也很清楚，有着轮木影子做护卫，想要杀掉班爷也很难。哪怕能得手，以班爷的性格，也绝对有能力在死之前移走轮回眼，或是直接将其毁掉。更何况黑绝一逃，若是杀了班爷，只会令那老阴逼放弃希望，继续潜藏，筹谋新计划，甚至还会帮木叶村除掉一个大敌，替木叶排忧解难。很显然，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战斗，夏目可不会白干。真要是准备动手，他就会像之前攻击黑绝一般，直接悍然出手，也就不会在这和班爷闲聊废话了。夏目从魔像身上跳下，依旧距离着班爷数十米远，随时做好了发动飞雷神和防御的准备。防人之心不无嘛，面对像班爷这种战国枭雄，任何的大意都可能酿成致命的失误。呵，还是如此警惕吗？很好，不愧于我们宇智波之名，可比带土那个小鬼当年好多了。看着依旧戒备着的夏目，班爷更是不吝赞色。确实，比起当年比夏目还要大上几岁的带土，这小鬼所表现出的实力、智谋、心态等等，都要好上太多，甚至可以说是惊人了。不像带土小时候妥妥的吊车尾，心态也不成熟。救下带土后，班不得不花费了大量时间，才堪堪调教好了带土，甚至还利用了灵的惨死，以刺激带土强开万花筒血轮眼。若非没有选择，班爷当年根本就不会选择带土。聊聊吧，小鬼，你的梦想是什么？班爷好奇地问道。时隔数十年，他也很想知道一下后辈们的理想是什么样的，而且还是一名有实力、有手腕，足以颠覆忍界格局的后辈的理想。一统忍界吧。哦，为什么？那样就不用每天打来打去了，我也能享受最好的服务，吃最好的美食，娶最漂亮的女人者了。夏目坦言道，这本就是他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也是他这辈子的追求。听此，班爷愣了愣，随之爽朗一声：“很世俗的愿望，很不错的野心啊。尽管这是非常朴素的欲望，但真正敢将其当成目标，敢于迈上一统忍界这条路的人，却依旧少之又少。绝大部分人压根就没这般野心，更没有与野心相匹配的实力啊。”班爷继续感慨道：“我年轻时也有过和你一样的愿望，梦想着能一统忍界，彻底终止战乱。但最后我才发现，这都是虚妄的。哪怕一统忍界，战争依旧不会停止。一个小小的木叶之内就容不下宇智波一族，更何况整个忍界之中的各种矛盾。就算一统了忍界，强大的实力也只能迫使人们屈服，却无法化解人们心中的成见与仇恨。只要仇恨还在，敌视还在，和平就根本无法真正永恒。”班一边叙述，一边攥紧了自己的左手，那种混杂着历史、经验、血与泪的感慨，令人忍不住的想要去信服，令夏目都不得不承认，身为大反派之一，此刻的班爷确实比自己有逼格多了。看来自己还需努力啊。那你现在呢？放弃曾经的理想了，准备用所谓的神的力量去创造一个没有痛苦的完美世界吗？夏目继续追问道。班爷心头一震，随之恍然，这小鬼同样拥有着永恒万花筒写轮眼，瞳力也不在自己之下，自然同样能解读宇智波的家传石碑知晓上面的真理，因此能猜出自己的计划也不奇怪。你说的不错，我虽然享受战斗带来的刺激，但也早已厌倦了战争本身。于我而言，有部分仇恨的源头早已经不在敌人，而在战争本身了。能获得真正的神明之力，塑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不好吗？来吧，孩子，加入我吧。有了你的加入后，成功近在咫尺，你想要的一切欲望在新的世界中都能得到满足。我是你的先祖，你永远可以相信我的。班爷伸出手对着夏目招揽道，诱惑道：“若是真能获得这个小鬼的支持，自己必将得偿所愿，抵达那个美好的新世界。”呸！梦里的东西也能当真？你所说的神明之力，若真能创建一个永恒的美好世界，我们为什么还会活在这个地狱里？先祖大人，你怎么如此愚蠢呢？夏目毫不客气地辱骂道，令班爷面色一僵，都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小鬼，你说什么？愚蠢？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鬼，也敢如此狂妄地否定我？你有什么证据？班爷温怒，大声质问道。也幸亏这是自己的后辈，若是换成常人，他根本懒得废话，直接冲上去跳舞杀人了。证据？好啊，那我问你，你当年败给筑坚，明面上死亡后，为什么不同样留一块石碑，告诉后人你的计划，让后人替你去完成呢？班爷，因为我……夏目，因为你留下了后手，你早就设计好了一切，会有人按照你的剧本和计划将你复活，接着你就可以亲手来继续实现你的理想，对吧？班爷点头，毕竟这他本就是这么计划的。班爷，没错，这就是的计划。因为夏目，因为真正有实力、意志坚定、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根本不会将希望寄托于别人身上，没错吧？班爷，没错。夏目，好了，既然如此，那你怎么就能确定石碑上的记载就是前人留下的真理呢？那位先辈真有那么厉害，可以洞悉神明之力的话，他为什么会失败呢？为什么会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呢？他就不能像你一样留下计划，筹划好一切，亲自复活后再去完成的他计划呢？或者说，那石碑就是他的计划之一，你也是他复活的棋子之一？夏目语气冰冷地质问着，推理着，猜测着，他没有用一句叙述句来陈述，全都是在反问班爷，诱导班爷。很显然，夏目并未选择直接摊牌，毕竟根据之前筑坚的表现，夏目就明白了，想要通过语言来撼动这般战国枭雄级别的人物，几乎不可能。直接否定对方的理想，就好像突然有陌生人跳出来，无凭无据地告诉你，你不是你爹妈生的一样。绝大部分人都只会将其当成神经病，直接轰走，根本不可能相信。但对方若是对你了如指掌，并通过反问推理的形式来诱导你，让你自己从你父母的性格、生活方式、孕产时间等等方面来分析推断的话，就会令人难免产生一丝怀疑。毕竟人类本身就是疑心最重的生物，就好像婚姻，对方说1万遍的我爱你，也抵不过自己心中产生的那一丝怀疑。听此，班爷也猛然一惊，下意识的头皮发麻。从他的角度来看，夏目这小鬼的质疑和猜测简直荒唐，简直不可理喻。但平心而论，有没有可能这里都是局？有没有可能自己也被骗了？有没有可能自己也是别人的棋子？有可能的，哪怕只有1/1000、10万分之一的可能，也非常危险啊。曾经的他非常笃信着家传石碑的记载，几乎从未怀疑过。但现在被这小鬼一提醒，班这才恍然，万一石碑真是假的呢？也是别人做的局，是别人的计划之一呢？那我岂不是成了替身，成了长门，成了别人的棋子之一了？不，这绝不可能，我绝不允许！高傲的班爷在心中咆哮一声，厉声否认道。显然，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班爷也不简单，很快就压下了心中的怀疑，并随之笑骂道：“哈哈，真是一个可怕的小鬼啊！小小年纪就如此擅长蛊惑人心，哪怕有所怀疑，班也不可能在后辈面前露出分毫弱势。这可是关身为先祖的自己的脸面问题。蛊惑不蛊惑，随你怎么想吧。我只是不希望某位先祖大人以后被别人利用了，成为别人实现阴谋的肥料后，又给我搞出一大强敌，顺道还给我们宇智波又博得一个愚蠢的名号，平添一个笑话。”夏目撇嘴鄙夷道：“反正他越是刺激，必然越能激发班爷心中的怀疑，令他去主动求证。
当然，眼下夏目的话还是很气人的，一次又一次令班爷暴怒，企图动手揍人了。奈何介于夏目这小鬼的实力，只得一次次的忍了回去。放心，这用不着你来操心。再说了，小鬼，你以为你的理想就很丰满吗？就算你能一统忍界，你又能活多久？你又能支配多久？哪怕是神，也无法化解人们心中的恨。要不多久，靠着欲望和矛盾积攒起来的恨，便会冲毁一切制度，再次爆发战争的。班爷冷哼一声，憋着一口气，狠狠批判着夏目的理想。总不能只让他一个人出丑吧？也必须批判下这个小鬼的理想。关我屁事！我死后，这个世界会不会爆发战争，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妄想以一己之力缔造永远的和平，那才是扯淡呢！夏目依旧凌厉地反驳道。身为穿越者，自己能重活一世，本就幸运无比了，不想法好好活在当下，反而去纠结自己死后世界能和平多久，那才愚蠢呢！庸俗的小鬼，你根本就没有体会过战争的残酷，你的理想过于贫瘠，是根本不可能为世界带来长久的和平的。班爷厉声批判道。为了抵达永远的和平，他割舍了村子，背离了挚友，放弃了族人，舍弃了自己的一切，默默背负，暗暗筹划，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为了实现永恒的和平。此刻听见夏目这个后辈以如此庸俗的回应来反驳自己时，自然怒由心生，很是不忿，很是激动地批判着夏目。永久的和平本就不存在，正如你说的，只要人类还有欲望，还有矛盾，就不可能抵达永久的和平。但只要能一统忍界，短时间的终结所有战争，那么就会为世人做一个表率，让世人意识到大一统是可以成功的。届时，哪怕后世再爆发了战争，我相信依旧会有新的英雄站出来，一统忍界。如此一来，整个世界处于和平的时间必然会大于战乱的时间。我们没法抵达永久的和平，但却可以达到相对度的和平，这才是开辟的意义，这才是统一的意义。这可比你那虚化的和平世界更加真实，更加可信。夏目一口气论证道，畅快淋漓，畅抒己见。难得和班爷辩论一回，他也生起了兴致，多说了几句。毕竟结合夏目前世的经验来看，唯有大一统才能对世界的和平起到更大的作用。不然，某位始皇帝陛下也就不会被歌颂千年了。没有他的壮举和统一，也许后人甚至连一统华夏的念头都不一定敢想，何谈后世2000多年的和平呢？听此，班爷也罕见的沉默了。毕竟在人间，统一全世界还只是一个骇人的野望，还没人达成过。可在夏目前世，早已经是常态了。在超前的理念和经验的压制下，班爷哪怕再妖孽，也难以反驳未来的事啊。毕竟从理论上来说，一旦统一忍界后，必然会带来许多好处，最起码短暂的和平是必然的。当然，以班爷的信念强度，也不可能被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击破了。哪怕此刻的夏目说的再好听，他依旧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的。尊敬的先祖大人，你还有什么要反驳的吗？夏目挑起嘴角，稍显得意的揶揄道。尽管借用了前世的经验，但光是能在言语上压过班爷一筹，就已经很喜人了。毕竟放眼忍界，绝大部分人连和班爷争辩的资格都没有，更妄想胜过这朵战国玫瑰了。班爷，小鬼，别太得意了，你还小，对这个世界还不太了解。夏目什么了解不了解啊？先祖大人你才复活几天啊，也好意思说了解？大人，时代变了啊。班爷，好小子，你的嘴已经胜过不少忍术了。行了，我最后再问一次，你愿意跟随我吗？夏目，不可能，除非你把轮回眼送给我先。有骨气，我希望下一次见到你时，你这娃娃还能一样硬气。班爷捏了捏自己的左手，显然已经修复完毕。而现在既然无法靠言语收服夏目这小鬼，也就只有先退离这里，以后再说了。万一筑奸追过来了，自己被筑奸抓回去了，那才丢死人呢。夏目，呀，先祖大人是准备逃了？班爷眉头一挑，你要阻拦？当然不会，只不过我都喊了这么多声先祖大人了，您不该给后辈点见面礼吗？夏目眼冒金光，跃跃欲试的索求道。自己今日可占着优势，不多捞一点，怎么能轻易放走班爷呢？人不贪心枉少年吗？死！看着夏目那人畜无害的笑容，班爷再次暗吸一口冷气。这小鬼确实已经无耻到一种境界了，明明都已经薅了自己2只尾兽了，居然还有脸找自己要见面礼。自己当年要是有这脸皮，火影之位都轮不到筑奸坐上去了。这后世真的已经时代变了，人人都以无耻为荣了。最主要的，自己身上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了。下一刻，夏目也恰到好处的伸手指了指班爷的右手，也就是那把宇智波一族家传的神器宇智波焰团扇。虽说轮回眼班爷是不可能给自己的，但这把效果出色、极具象征意义的宇智波神器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嘛。哦，你想要这个呀？班爷恍然一声，挥了挥手中的团扇。作为宇智波一族代代相传的武器，这团扇也算是一件宝物了。团扇本就是宇智波家族的族徽，而这柄焰团扇更是战国时期历代宇智波族长的象征。本来真要是遇到一名优秀的后辈，而且还是肩负着宇智波一族未来的领导者，将这柄象征着族长的团扇送给对方，倒也无妨。只可惜夏目这小鬼太可恶了，嘴巴太毒了，一点也不给身为先祖的自己面子，还故意气了自己好几回。真要是轻易把团扇交给了这小鬼，班怕是自己晚上都得气得睡不着觉。先祖大人，拿来吧，在我的领导下，宇智波一族只会更加辉煌的。反正你都准备继续做梦去了，还握着这把团扇也没什么用了。夏目果断补刀着，
更是将班爷气得眼皮跳一跳的。这一瞬间，他无比庆幸着自己这辈子还没有真正的后代，不然自己铁定忍不住活活抽死对方。也不知道祝坚结婚后都是怎么忍下来的，这人类幼崽实在太气人了吧！先祖大人，别沉默啊！你不说话的话，我就当您默认了。这团扇我就自己来拿了。夏目跃跃欲试的准备着，大不了就再干一架嘛。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哪怕不开大招，也足以压制受伤状态中的班爷了。要知道，自己佩戴着这条传说封印吊坠，还能增幅100%的伤害呢。谁怕谁啊！不过就在夏目准备出手之时，哗！一股强烈的空间波动在班爷身侧陡然出现。下一秒，那个戴着虎纹面具的闰土先生便随之出现。接着，带土一句废话也不敢多说，直接将右手搭在了班爷的肩膀上，并立即再次发动神威，准备将班爷和自己都吸入神威空间，迅速逃离这里。见此，夏目也没想到土子哥这家伙会突然出现在此，是早有预谋，还是临时赶来过来支援的？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能让带土和班爷轻易离开呢？见面礼都还没留下呢。同一瞬间，夏目悍然出手，冲向了二人所在位置。夏目很清楚，带土的神威在吸收或释放其他物体时，自身必须实体化，无法躲避外界的攻击。另外，吸收自身所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数个月之前，自己一招出其不意，外加3阶8倍的刹那增幅，都能近距离打断带土的神威。而现在，自己实力暴涨数十倍，刹那也开发到了6阶，速度远超曾经，哪怕隔着100米也能瞬息而至，完全足以打断带土的传送。0.02秒，夏目正冲到一半，正被传送着的班爷却陡然抬手，将右手中的焰团扇猛然投掷而出，直取夏目。轰！焰团扇瞬间突破音速，掀起一道巨大音爆，威力惊人。当然，这点威力对于夏目来说不值一提。夏目很轻松地接住了焰团扇，只不过进攻的身形也为之一滞。当他再抬头看去时，带土和班爷都已趁着这个时间完成了传送，消失在了原地。已经逃了吗？夏目唏嘘一声，并捏了捏手中的团扇，挥舞了一下，感觉手感还不错，好歹也是用神树之压做的，确实不凡。同时也嘴角一扬，喃喃笑道：班爷还是一如既往的傲娇啊，刀子嘴豆腐心，最后还不是把这团扇送我了。刚刚想要阻拦夏目的方式不少，最起码那无影无形的轮木影子就能轻松拖住自己，令带土成功传送，但班爷却非要将这把焰团扇投掷出来，这摆明了就是想送给自己嘛。啧，确实是傲娇的可爱啊。夏目忍不住打了个肉麻的寒战，暗暗调侃道：虽说班爷已走，不过这具外道魔像还留在原地，可不能浪费了。夏目也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再从外道魔像身上卸下一大块，当做试验素材。反正失去尾兽作为动力源的魔像，几乎和雕像无异了。更何况，哪怕能动，区区一具魔像，在夏目面前也不比娇滴滴的少女强上多少，根本毫无反抗之力。下一秒，夏目便开启了完全体须佐能乎，抽出了灵气化的昆羽刀，一屁股坐在了外道魔像旁边，架起了魔像的手臂，就开始嘿咻嘿咻的锯了起来。虽说用拳头也能打爆魔像，但那样造成的碎片太碎了，不利于后续的研究，还是用刀完整的割下一块来更加美观。估计这外道魔像哪怕是做梦也未曾想过，自己竟会有一天被当作杀猪一般被须佐架起来疯狂宰割吧。也不知道日后这具魔像真的有机会重新变回石尾后，当想起这一幕，会不会下意识的心中发怂呢？片刻后，夏目就完整的锯下了魔像的整条右臂，并准备好了封印术，将整条右臂都封印了起来。接着又准备去锯另一条手臂，只不过才把刀架上去，砰！整具魔像本体就又砰的一声爆成一团白雾，消失在了原地。显然是班爷那边再次发动通灵术，将其通灵回去了。本来夏目也可以紧接着发动飞雷神之术，载着瞬移过去的，但再去来一场猫追耗子的游戏也意义不大，反正也难以轻易逮住那2只耗子。更何况耗子还可能在那边早就设好了陷阱，等候自己去自投罗网。也罢，手上的魔像素材已经够多了，就放过他们一马吧。何况浪了这么久，天都快黑了，也该回家赶赶晚饭，泡泡澡了。当看到自己的外道魔像回来后，整条右臂都已消失的模样，就连班爷也不禁嘴角一抽，那小鬼的贪婪果然无穷无尽啊！明明团扇都已经给他了，居然还不满足，又割掉了魔像的一只手臂，那小鬼心中就没有畏惧吗？班爷忍不住的怀疑着，只要能贪，只有能获利，哪怕是神明，那小鬼都敢将其拽下神座，据为己有。不过还好，一条手臂虽然很大，但对于整个外道魔像本体来说，也不过1/10左右。只要魔像本体的绝大部分还在，总能慢慢复原回来的。也幸好自己及时发动了通灵术，若是在晚上几分钟，或许通灵回来的魔像，怕是就只剩下半个脑袋了。除此之外，那小鬼并未再发动飞雷神追上来，也让班爷松了一口气。今日发生的接连突变，实在令他应接不暇。再加上夏目那小鬼的那番话，也让他从心底里对月之眼计划升起了一丝怀疑。倒不是怀疑月之眼的真实性，毕竟结合千手与宇智波的力量，再集合9只尾兽化为10尾人助力，必然能获得堪比神明的力量，这没什么好质疑的。但正如那小鬼的推测，谁又能保证这个计划的最后，自己会不会也变成别人的棋子？
化为别人的嫁衣呢？以班爷的高傲，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哪怕只有一丝丝的可能。因此，他现在可没心情再和夏目那个小鬼纠缠了，不然他必然拉着那个小鬼，好好跳上一整天的舞。班爷尽力抚平心绪，并迅速分出几道分身，命其去将那道印在魔像本体上的夏目的飞雷神印记抹去，以免那小鬼再次追来。接着便转头看向了戴着面具的戴土。比起当年那个半身不遂、稚嫩幼稚的小鬼，现如今的戴土确实变化极大，气质、心性、经验等等都远超曾经，已经具备了一个大反派的7、8分精髓了。你怎么会出现在那？班爷冷声问道。对于小时候的戴土，他还可能纵容几分，现在既然已经长大了，那就无需再客气了。黑爵通知的。同样的，戴土这边对于班爷也同样没什么好态度，仅仅没好气的回应了一声。经历了这么多，他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吊车尾了，早已看透了这个丑陋的世界，深知班爷只是在利用自己罢了，甚至连当年林惨死的幕后真凶也隐隐猜到了班身上。但为了理想，为了创造一个林得以快乐生活的世界，班爷的力量还不可或缺，不然仅凭自己怕是很难击败筑坚和夏目那两个家伙，这才是他出手带走班的原因。不然他巴不得看到班惨死在筑坚或是夏目手上呢。班爷，黑爵那个懦弱的废物倒是起了一点作用。戴土皱眉冷声反驳道，他可比你表现好多了，你才堪堪复活就惹下了这么大麻烦，不但暴露了外道魔像，还输给了筑坚。显然对于班的突然复活，戴土也始料未及，毕竟在他的计划中，先利用长门及其尾兽，然后偷袭处理掉长门，以免长门发动轮回天生之术复活班爷，届时再夺取那对轮回眼，成为10尾人助力，获得完整的神明之力，并以此创造出月之眼新世界。在他的计划中压根就没有班的位置，只需干掉长门，哪怕班突然被秽土复活，他也毫不畏惧。毕竟秽土班想要真正复活的话，也得依靠自己，从而被迫服从自己。可谁成想，意外竟来得如此突然。筑坚的出现，长门的惨败，班爷的复活，再加上一个实力惊人的夏目小鬼，直接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令他此刻无比被动着。砰！一声闷响，无形的巨力狠狠地抽在了戴土脸上，直接击碎了他的面具，将其抽倒在地。显然是班爷的轮木影子出手了，无影无形，无法察觉的影子攻击，戴土根本就察觉不到，更来不及发动虚化，直接吃了一个闷亏，被击倒在地，满脸的懵逼和委屈。注意你的言辞，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了。就你还没有资格评论我和筑坚。班爷冷声告诫道。事实上他本就被夏目那小鬼的讽刺窝了一肚子的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当然不介意狠狠教训一下戴土这小子。毕竟不是每个宇智波后辈都有着比肩自己的实力，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没有匹配的实力也敢在自己面前大放厥词。更何况戴土这小子这么多年了，一只尾兽都没抓到，就知道瞎浪，本就令班爷很是不满。此时也正好顺便敲打一下。戴土憋着一口火从地上爬起，忍着痛从背后摸出另一块面具戴在自己脸上，并暗暗开启了虚化能力，谨防第二次无形攻击。同时他也并未破口大骂，并收敛了所有不满神色，仅冷冷地盯着班爷。在实力远不及班，而且没有制衡手段时，自己确实不宜和班发生冲突，这一点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更何况他们俩之间本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抽了戴土一巴掌后，班也终于舒畅了许多。果然比起嘴巴，还是巴掌更高效更有力。只可惜筑坚和夏目那小鬼实力太强，没法用巴掌说服，也就只能欺负一下戴土了呀。本来若是黑爵出来，被暴揍一顿的应该是黑爵那个怂货的，毕竟他刚刚逃离的太过果断了。在班爷看来，身为自己意识体化身，比自己跑得还快，实在该揍。只可惜聪明的黑爵正躲在远处的地下，悄悄看着戴土挨揍呢，一点也没有冒出头的想法。贼精贼精的。片刻的沉默后，班爷和戴土两人都冷静了下来。双方都很清楚，想要达成自己的目的，短时间内都还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若是真在此刻内讧起来，估计木叶和筑坚那边做梦都会笑醒吧。班爷怎能让这种愚蠢的事发生？说说吧，那个小组织还能用吗？班神色平淡地问道。很早的时候，班爷就明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想要成大事，能干的手下不可缺少，可以利用的棋子更是多多益善。因此他这才创造了黑爵，制造了白爵，救下了戴土，算计了长门。可以说所谓的小，也只是他用来实现计划的躯壳之一。戴土给出了回答。现阶段长门暴毙，小南失踪，皆生死不明，琵琶十藏阵亡，整个对主体都已经崩裂。名义上仅剩下戴土、绝、角都、大蛇丸、无名糙汉5人。实际上除开本就目的不纯、心术不正的大蛇丸之外，真正还算可用的也就只剩下戴土、绝、角都3人。剩下的那位无名糙汉先生最多算是个凑数。角都之前龙隐村的那个忍者吗？我记得他似乎还不自量力的去刺杀过筑坚。班爷稍稍回忆了一下，迅速记起了角都的模样。要知道凡是跟筑坚有关的事，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刺客，他都一清二楚。戴土点头，是的，他的实力一般，但在搞钱和管钱上很有一套。之前一直负责着小的财务管理，还是具有一定利用价值的。尽管只靠金钱无法支配整个忍界，但钱的作用
依旧很大，整个小的运转、成员的报酬待遇、各种实验的器材采购等等，都需要花钱。平心而论，没有角度这个优质存钱罐和理财大师的帮助的话，小组织也不能崛起得如此迅速，更不可能招到一名又一名优秀成员。因此，在戴土看来，角都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班爷，这个家伙在哪？戴土还在执行任务中。班爷，联系他，让他赶回基地会合。等我见了后，再决定留与否。很显然，班氏准备重整一下整个小组织了。虽说看样子这个躯壳似乎已经严重破损，但只要还没崩散，稍微修补一下，还是可以继续利用的。小半日后，班爷便赶回了他们的秘密基地之中，也就是那个位于铁之国境内山岳之牧场之下的3层基地，惨不忍睹，并将的外道魔像本体放置回了原处，开始着手修补魔像。只不过，当看到基地最下层带土储备的数万具白绝大军时，班爷更是眉头大皱，又忍不住的想要暴揍带土一顿了。居然抽取了外道魔像内的大量生命力，将这些宝贵的生命力用来制造这么多废物杂兵，带土那驴一样愚蠢的脑袋究竟是怎么想的？真以为只靠这数万白绝杂兵就能一统忍界了？疯了吧！反而白白消耗了外道魔像的大量生命力。难怪这魔像在掌门手里可以轻松击败山椒鱼半藏和大批木叶暗部，而后期时明明多了那么多尾兽之力，却反而被一群杂鱼忍界联军死死拖住，感情是被榨干了呀！班压下了心中的火气，尽管带土的行为很蠢，但现在还是阴差阳错的起了一点作用。这数万白绝内依旧蕴含着大量生命力，自己需要将这些白绝体内的生命力重新抽出来，反哺给魔像，应该很快就能修复破损的外道魔像，也算是替自己省下了不少功夫。不然光是等魔像自行修复，那还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也罢，看在这个份上，就放过带土那小子一回吧。班爷分出了2具木分身，留在地下3层内，帮助外道魔像抽回生命力，尽快恢复。而他的本体则回到基地1层，继续坐在那把腐朽古老的木椅上，静静地修复本体的暗伤。期间，带土去接角斗了，剩余正在活动的白绝都被分去各地，包括余隐村等等，去搜寻着小南的下落，以便早点寻回班的另一只轮回眼。此刻，这里只剩下班一人，只有寂静、冷酷与他相伴，就好像他独自熬过了那数十年一般。不知多久，一团丑陋的黑泥从地上缓缓涌出，慢慢汇聚在一起，形成了黑绝的模样。班大人，黑绝小心翼翼地讨好道，尽显掐妹之色。对于他这个隐藏在历史阴暗中的怪物而言，尊严和颜面根本不值一提。只要能完成计划，只要能消除班对自己的怀疑，哪怕再卑微的讨好，他都甘之如饴。他自始至终都只有救出母亲这一个愿望罢了，很变态，也很纯粹。黑绝，你真的是我的意识化身？班爷冷漠地质问道。显然，他已经开始怀疑起黑绝了。毕竟，黑绝表现得太过懦弱，太过怕死了。若他真是自己的意识化身，岂不是意味着自己也是一样的懦弱，一样的不堪？这怎么可能？可是，不论班如何回忆自己获得轮回眼的那一天，回忆黑绝诞生的那一天，依旧找不出丝毫破绽。太完美了，完美的有些不对劲了，就好像早有蓄谋一般。听着班爷的质问，黑绝也不禁心中一颤。班的语气中仿佛夹杂着无尽霜寒，令黑绝感觉班随时都会抱起宰掉自己一般。而且据他所知，以班的性格绝对干得出这种事。自己若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恐怕自己这千年的谋划又将毁于一旦了呀。班大人，我永远都是您的忠实仆人，您的意志便是我存在的意义，您的愿望便是我至死不休的终点。黑绝极尽掐妹的讨好着，恨不得化成一团软泥粘在班爷身上以表忠心。当然，黑绝并未这么做，因为他很清楚班并不喜欢别人接触他，除了筑奸以外。啊，说的真好听啊，那其中也包括着抛弃我、背叛我。班爷继续冷声呵斥着。黑绝将头又埋低了几分，继续道：是的，为了贯彻您的意志，哪怕抛弃您、背叛您，我也会做的。哗，实质性的杀气呼啸涌出，宛如一把把利刃抵在黑绝颈脖。若是下一句话不能令班满意的话，班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干掉黑绝。从您创造出我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帮您实现伟大的月之眼计划。您也曾命令过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促使计划成功。因此，只要我还在活着，一切就皆有可能。哪怕您死了，我也会再想法将你复活的。这才是您的真正意志。而我在那个小鬼面前逃离，也都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您的意志。一切都是为了计划。哦，伟大的班大人啊！黑绝无比恳切地赞美道。说出来的这一串恭维之词，简直比唱的还要好听。很显然，黑绝太了解班了。若是没有把握，他又岂会出现在班爷面前呢？他的每一句话都分毫不差地说到了班爷的心坎里。没错，一切都是为了月之眼计划啊！呼，班深吸了一口气，随即收敛了杀意，压下了那一丝丝对黑绝的怀疑。黑绝说的不错，只要他还在，自己的计划就不算失败。而且自己的这一次复活，黑绝也居功至伟，确实不该轻易怀疑他。好了，你下去吧，顺便去帮我收集一些有关史前神明的书，我要再细细研读一下。班爷挥了挥手，放过了黑绝。遵命。黑绝低头恭敬地应承道，但那丑陋的嘴角却几乎上扬到了75度。他知道自己又一次成功哄骗了班，自己的救母计划
又能顺利的进行下去了。当得知首领佩恩暴毙，小南失踪，小组织濒临破碎时，角都心中还是很震惊的。毕竟作为小的老成员之一，整个综合战力有多强，他是再清楚不过了的。哪怕不算神秘的首领佩恩，剩下的人加在一起，怕是也足以匹敌5大隐村的任何一家了。没想到就因为袭击一次木叶，便直接崩了。木叶现在还这么猛？不可能啊！难不成还能是初代火影复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只不过在震惊之余，角都心中甚至还有一丝丝畅快与庆幸。为什么庆幸？那还用问？楠姐不在了，自己终于不用再被压榨了呀！要知道，之前楠姐还在时，每次组织成员完成任务后所领到的任务报酬，都是自己留3成，剩下7成交给他统一管理，作为整个组织运转的公费。可楠姐却隔三差五的来勒索他、敲诈他，每次都至少从他手里抢走9成经费，仅仅只给他留下不到1成作为公费，实在欺人太甚。以至于这么多年了，偌大一个小组织的总基地，居然还处在一处未装修过的岩洞里，寒酸的一瞥。你看人家大蛇丸的私人基地，都不知道比小的基地豪华多少倍呢。甚至就连鱼隐村里面也全是高楼大厦、金属地板，也比总基地高端洋气多了。以至于这么多年了，组织成员一直都以为是他角都在贪污，在中饱私囊着。他的苦，他心中的酸，实在说不出来啊。万幸佩恩死了，小南不在了，小德高层终于倒台了，也该自己扬眉吐气了一把吧。要不先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一些钱出来，将这个新人阿飞贿赂一下，然后由自己掌权，将改编成一个地下巨型公司，以便于赚更多的钱。角都在心中暗暗衡量着，一边打量着左侧的带土，一边筹谋着。至于右侧的无名糙汉，他一点想法都没有。这种废物搭档，人又菜又懒，口气又重，他早就想找机会干掉了，一点拉拢的价值都没有。很快，带土就领着剩下的2人来到了这处秘密基地内，见到了稳坐在木椅上的班爷。见此，一路上早就很是不爽的无名糙汉也终于开始作死了。阿飞，这就是你说的新首领？我呸！佩恩老大才死，随便冒出个新人就敢自称新首领，什么意思啊？这是瞧不起我们这些老成员吗？无名糙汉大声嚷嚷道。他本就也是叛忍一名，正是听说小组织强大，这才加入的。虽说这些年和角都组合没干出什么大事，倒也在里面混了几年资历，而且他对神秘强大的佩恩首领也颇为尊崇。此刻对于这种突然冒出来的敢窃取首领之位的人，自然十分抵触，破口大骂道。唰！不等无名糙汉的话音落下，一道尖锐的破空声陡然响起，下一刻，一节尖锐的黑棒便已击中无名糙汉，直接插在了他的胸口之上，将其击飞数十米远，并死死地钉在了地上。很快，不过数秒，被钉在地上的无名糙汉便不再挣扎，直接暴毙。聒噪的家伙，废物一个！班爷睁开了右眼，随口唾骂一声，便不再注意那个废物，并将目光投向了角都。听说你曾经和筑间交手过，角都还认得我吗？当看清了班爷的面容后，角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只感觉那宛如实质的压迫和杀意，几乎快要将自己5个心脏都冻结了。作为从战国时代遗存下来的老人，他又怎么可能没听说过这位忍界修罗的鼎鼎大名啊？他是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位猛人居然复活，而且还活生生的出现在了自己眼前。自己这是在做梦吗？要知道，这一位可不比千手筑间，那叫一个生性凶残啊！自己当年若是去刺杀他的话，估计早就尸骨无存了。你看旁边暴毙的那一位，就个活生生的证明啊！亏自己还想着拉拢一下其他成员，来真正掌管一下小，有这一位在，自己怕是有10条命都不够杀呀！见过班大人，看样子你还是记得我呀。班爷轻哼一声，很是直白的命令道。那就不废话了，听说你搞钱很有一套，那就展示一下吧。我的手底下不养废物。角都擦了擦额头，尽管他体内也分泌不出汗水，但他心底里确实是松了一口气。其他大话他不一定敢吹，可在搞钱意图上，他还是很有自信的。立即道：回大人，之前岩隐村找到小下单，以2个亿的报酬雇佣我们袭杀3代火影原飞日斩，现在任务已经完成，岩隐村和大野木也该支付报酬了，但那边却故意拖延着，企图违约。我觉得有必要好好催促一下。听此，班爷眉头一挑，某个跟在2代土影身旁的小鬼身影也浮现在心头。岩隐2亿两，确实算是一笔不小的委托。话说几十年没见到大野木那小子了，他居然还活着，有趣有趣！正好我也可以陪你走一趟，去催催债吧。班爷起身，眼中金光一闪，看起来似乎又忍不住想舞动一番了。此刻黄昏时分，岩隐村外，水遁大坝谁修好？鬼鲛双手掐印，施展忍术，直接从口中喷出了大一片宛如湖泊般的水流，冲击而出。大量的水流迅速淹没了小半个村子，当然淹没的地方都是新建的测试区域，周围都用土遁墙壁围起来的，不会波及到普通村民的正常生活区域。很快，大量的水流便沿着修建好的排水渠道迅速排出到村外，前前后后不过10余分钟而已。如此高效已经非常可观了，足以应付绝大部分的水患了。见此，负责修建和升级村子排水系统的第9施工队队长也颇为兴奋，总算是完成最终负荷试验了。这一下，这个月的奖金又能翻倍了吧？接下来
就能好好休息一阵子了。太棒了！当即，这位宇智波队长立即拉起了身旁鬼鲛的双手，衷心的感谢道：“谢谢您，谢谢鬼鲛先生啊！您可真厉害啊，竟能在无水的地方使用如此大范围的水遁，真是惊人啊！也多亏了您的帮助，不然我们还真不好完成这最后的测试。要知道，在岩隐村内，所有新修的基建都必须完成3重测试，确定质量后才能投入使用，这可是少组长定下的标准。整个岩隐村内无人胆敢违逆。可别的测试还好，像排水渠道这种需要大量水流的测试可不容易，毕竟宇智波一族大多擅长火遁，寻遍全族也找不到几个精通水遁的，更何况还是最终负荷试验这种需要极大量水遁才能满足的试验。万幸，雾隐村恰好又送来了一批工具人，嗨，应该是来了一批友好访客。虽说那位赵某明小姐看样子和少组长关系不菲，不好指使，可其他人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这位看起来很老实的鬼鲛先生，不但干活麻利，废话很少，而且实力出色，水遁超群，真是好用啊！自家施工队就是需要这种完美的工具人啊！对此，鬼鲛平淡的点了点头，并未多说什么。帮忙也好，施展水遁也罢，他不过都是在完成任务而已，没什么好奇怪的。倒是岩隐村确实不同凡响啊，是真的在利用忍者的能力，积极建设着自家的村子。为什么自家雾隐村没往这方面想过呢？以忍者的能力，确实远超普通人，效率高出数十倍不止。放着这么好的基建能力不用，非要去当一名战士，拿着微薄的任务酬金，给那些大国的猪篓们疯狂卖命，实在不值啊！鬼鲛先生，这里的活都忙完了，走吧，走吧，去吃晚饭吧。我们村可是有不少别的地方没有的特色菜，你也一定要尝尝。这位小队长热情地招呼道。对于老实的有村忍者，人们总是会热情几分的。好，鬼鲛点头，跟上了几人的步伐，能迅速和这些宇智波忍者建立友好关系，也方便他进一步收集情报，了解岩隐村吗？不过，传言宇智波一族的人个个生性凶残，极度好战，冷血无比。此刻看来，倒是和传言差距极大。鬼鲛也并未从这些宇智波忍者身上感觉到异于常人的恶意与冷酷。而且说起来，自己进入岩隐村后，也已经观察了大半天了，似乎也没感觉到什么厉害的人物。难不成整个岩隐村内就只有宇智波夏目那个小鬼一个战力代表，其他的都是菜鸡？鬼鲛边走边疑惑着。路过村口时，正好看到镇子外一群人也在返回。那群人不多，只有20来人，但每个人身上都脏兮兮的，遍布黑灰，好似一块块黑炭。其中为首的一人却下意识地引起了鬼鲛的注意。那人身形不高，看起来只有13、14岁左右，但却气势内敛，几乎感觉不到查克拉波动，非同一般。尤其是那一双隐藏在刘海之下的猩红双眼，仅仅一瞥就令鬼鲛下意识的心中一颤。是个高手？那些事，鬼鲛第一次主动提问道。身为半个间谍，他一直都尽力避免主动提问、主动打探，免得引起岩隐村的怀疑。哦，那些啊，他们是村子第一矿产开采队的，似乎才成立不久，主要负责开采村子西边的矿山。自从村子建立后，夏目一直很注重开源节流，虽说自己没日没夜在外搞钱，确实为村子积累了大笔原始资本，但也不能一直坐吃山空啊。因此，除了依靠海贸公司那边以外，村子自家这边也在想方设法的搞钱。就在前些日子，已经打通了和铁之国的贸易往来，可以通过向铁之国出售优质矿石来获取收益了。毕竟铁之国一直都是全忍界的锻造中心，对优质矿石的需求量很大，而自家岩隐村西侧正好靠着一条山脉，内部矿石丰富，价值不菲，值得开采。这也是夏目当初将村子选择建在这里的原因之一了。现如今正好派上了用场。于是乎，村子内部也迅速组建了开采队，开始挖掘、开采着各种矿石。开采队？为什么其中还有那么小的孩子？鬼鲛目光一凝，有些疑惑。显然，他也注意到了，此刻右手上提着的那名小鬼。那小鬼看起来10岁不到，头上还戴着岩隐村的护额，看起来整个人就是一副虚脱模样，就好像被榨干了一般。不但嘴上的舌头耷拉着，就连手心上的奇怪舌头也有气无力的耷拉着，似乎还在喃喃自语着什么。没有了，一滴都没有了，嚼不动了，放过我吧，我快吐了，我再也不随便炸东西了。这名小队长愣了愣，随即笑道：你说他啊，我也不太清楚，应该也是岩隐村的某位使团成员之一吧。听说他们使团中有一个非常擅长爆炸忍术的，正好被分入了开采队，似乎那小子的爆炸忍术效果极佳，这几天帮助开采队那边提升了10几倍的效率呢。说不定就是那个小鬼呢。真好啊，能炸出那么多矿石，回头能拿不少奖金吧。小队长的语气中带着几分羡慕，人家小小年纪就掌握了出色的特殊忍术，前途不可限量，确实令人羡慕啊。虽说看样子天天被榨干的模样有些辛苦，但也很不错了，起码收益丰厚嘛。而且这些小鬼还年轻，精力旺盛，能撑得住，不像自己人到中年力不从心，就算白天不被工作榨干，晚上回家也要被老婆榨干，说多了都是泪啊，还是年轻好啊。对此鬼鲛不予置评，他还年轻，也没有谈过恋爱，同样精力十足，不懂这些中年人的烦恼。相比这个，他还是更加好奇一点那个叫宇智波鼬的忍者，忍不住的想要试探一下那家伙的实力啊。很快又提着虚脱的迪达拉回到了村子内，当然
他也注意到了施工队这边鬼鲛，毕竟鬼鲛的样子确实激励鹤群，十分醒目。不过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瞬间，右眼中的红光更是明亮了一大截，而鬼鲛也如常所愿的看到了那双森罗万象般的万花筒写轮眼。没有真正体会过万花筒写轮眼的幻术，是永远无法明白它的强大的。所谓同类第一幻术的名头也不是吹出来的，更何况还是一双侧重于幻术的万花筒写轮眼。尽管在出发之前，自己的上司兼老师西瓜山河豚鬼部长就已经细心叮咛过鬼鲛，让他千万要小心宇智波一族的幻术，切莫和万花筒写轮眼对视。奈何鬼鲛还是栽了，或是说他本就不相信，除了宇智波夏目那个变态妖孽之外，宇智波一族内还有人能在如此年轻的情况下开启万花筒写轮眼，而且会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对自己这个有村忍者发动幻术。只可惜他遇到的是鼬，一个本就无法用常理解读的天才，一个绝不会在战斗中大意轻敌、隐藏底牌的狠人。因此为了获得情报，为了确定鬼鲛的实力，又自然毫不犹豫地开启了万花筒写轮眼，甚至仅差一点就恨不得连阅读也一起发动。一瞬间，通过幻术又便获得了绝大部分有关鬼鲛的情报。当然他也不免暗暗一惊，因为他发现自己几乎快将瞳力和幻术推升到了极致，也才堪堪迷惑住鬼鲛，让他在幻境中不自觉地透露出许多情报，但却根本没法用幻术控制对方的思维和行动。这个人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心智，几乎坚硬到难以动摇的地步。和自己手中的迪达拉不同，这个小鬼只需拍拍他的肩膀，又就能通过幻术让他再次绕着村子裸奔一圈。而这位鬼鲛，除非进一步发动阅读或是杀掉他，不然根本无法用幻术令他做出违背自身意志的行为。又暗暗咂舌，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有如此坚强毅力的忍者，还是自己好大个宇智波止水。没想到雾隐村也有这般优秀忍者，真是不能小觑了个大忍村啊！还好，看样子他没有什么恶意，不然就该找个地方让他永久长眠了。一瞬间，鬼鲛只感觉自己做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噩梦。在噩梦中，因为目的不合，他和赵美明发生了争斗，相互激斗了起来，并且被岩隐村的众人当成了间谍，被指责成了破坏两村联盟的叛徒，开始被所有宇智波忍者与雾隐忍者追杀。他手段尽出，拼了命的抵抗，这才勉强逃出了包围圈，逃离了岩隐村。随后就陡然撞见了宇智波夏目，被对方一个须佐大掌直接拍成了肉饼。哗！鬼鲛猛然惊醒，背冒冷汗，再定眼一看，身前哪还有宇智波鼬等人的身影啊！这一刻他才陡然恍悟，自己刚刚是陷入幻术，就在那么对视了一瞬间，自己就栽了呀！好家伙，仅一瞬间自己就败给了一个13、14岁的宇智波少年，对方也开了万花筒写轮眼，这岩隐村里面还有这般高手，太卧虎藏龙了吧！鬼鲛先生，喂，鬼鲛先生！鬼鲛身旁的小队长大声呼唤道，将鬼鲛从惊愕中唤醒。您怎么了？刚刚怎么突然愣在原地了？鬼鲛默语，身为老实人，他是实在不太会撒谎。是刚刚施展水遁忍术，查克拉消耗有点多吗？那一会好好休息一下吧。好。另外，刚刚那人是？鬼鲛再次主动问道。你说的是宇智波鼬？哦，他是我们前大族长的长子，也是少族长的堂哥，听说实力很强，也很厉害，但平时很少露面。鬼鲛，前大族长，少族长，小队长，是这样的，傅月前大族长已经主动退位了，本来该由夏目少族长继位的，不过少族长年纪还小，还未成年，不符合组织，就还未继位，大家也就都喊他少族长了。等少主成年后，便会主动继位了。哦，鬼鲛恍然点头，但心中却死死记住了宇智波鼬这个名字。那位少族长夏目确实很厉害，独自大败完美人助力4代目水影史仓，鬼鲛自认不敌，但就因为幻术让自己稀里糊涂的败给一个鼬，他确实很不服气。不愧是万花筒写轮眼啊，一定要再找机会好好和那个家伙斗上一场。鬼鲛低声喃喃道。鬼鲛先生，你在说什么？没什么。小队长拍了拍鬼鲛，兴奋地催促道。那就快走吧，好像是少族长回来了，正在广场那边开设自助晚宴呢，应该会很热闹，有很多好吃的。另外，我要是去晚了，家里的老婆怕是又得生气了。小队长乐呵一声，推着鬼鲛，领着一队员迅速朝着村子中央的广场赶去。要知道，这般盛大欢快的晚宴，从前在木叶村，他们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估计还没开起来，就得被暗部直接查封掉了。还是自家忍村好啊，可以无所顾虑、畅快淋漓地举办宴会。事实上，这场盛大的晚宴并非夏目授意的。此刻，刚刚回到村里的夏目，也是通过日耀几人的汇报，这才知晓的。原来早就知晓，明天即是夏目11岁生日的夜月阿姨，很早就和长老团们商量好了，要在今晚替自家少族长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其余族人自然一致同意，拍手称快着，提前1周就开始暗暗准备着了，就是准备今夜给自家少族长一个惊喜。听此，夏目也恍然一笑，心中暖暖的，果然还有家人的感觉好啊，自己一个人的话可没法搞出如此热闹、如此温暖的晚宴。对此，夏目自然欣然接受。这种大型晚会既能增强村子的凝聚力，又能让大家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劳逸结合，自己又怎会拒绝呢？更何况饿了一天的他也确实饥肠辘辘，准备好在自助晚宴上大干一场了。这场盛大的晚宴确实很热闹，
除了少部分负责警戒的忍者，整个村子里的绝大部分村民都来了，甚至已经逐步融入村子内的日向族人也纷纷参加了。毕竟在木叶里，地位低下的分家忍者可没资格去参加这种大型宴会。头里暴逃对于宇智波一族的热情接待，这些日向族人们也都表达出了自己的善意。同样的，孤儿院那边孩子们也一同参加了，足足1000多人围聚在广场上欢跳着，好不热闹。12处巨大的篝火熊熊燃烧着，温暖的火光映射在每个人身上，颇为喜庆，同时也驱走了冬日的大半寒气。对于宇智波一族来说，火遁什么的根本就不叫个事。今夜只要还有一名宇智波忍者醒着，这篝火就不可能灭。除此之外，偌大的广场外围一圈也摆满了各种食物，浓郁的美食香气刺激得众人口水直流。许多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对于这般热气腾腾的自助美食基本毫无抵抗力，更何况大多美食都是由专业的夜月阿姨掌勺，领着一众宇智波少妇提前准备的，确实极为可口，令人食欲大开。同时，广场最中央的舞蹈表演也极具特色，10余名身材窈窕的宇智波女忍者正伴随着音乐婀娜起舞着。当然，舞蹈什么的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些女忍者们都穿着由少族长亲自设计的舞裙和各色丝袜，黑丝、白丝、肉丝、渔网等等，五彩斑斓，制服诱惑，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一时间，如此新奇且本就符合艺术审美的舞蹈与表演，自然吸引了大批热情似火的年轻小伙子们，萦绕在周围，纷纷撑着大大的眼珠，流着哈喇子，一脸的痴迷与爱慕，甚至就连某位在部展先生都看直了眼，以至于他身旁的白小姐都下意识地咬紧了红唇，捏着衣角，正在考虑着事后要不要找岩隐村的人为自己悄悄量身定制几套了。甚至不少已经结婚的中年男子们也同样目光灼灼，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并开始偷偷打探着村子里哪里在出售着这些服饰了。当然，夏目设计和制造出的这些服装和丝袜可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事实上，之所以让他们穿着这些新式服饰在宴会中表演舞蹈，就是为了来试验一下人们对这些新奇事物的接受能力。很明显，丝袜成功了，制服诱惑也成功了。事实证明，无论那个世界，忍者也好，平民也罢，对于这种艺术美的追求都是一致的，都是不朽的。这也证明着自己的计划没有错。接下来就可以批量生产各种丝袜、各种女士内衣、情趣服饰等等，并开始逐步向全忍界输出了。虽说忍界虽然已经偶尔出现过类似服饰了，但远远未曾普及，而且和夏目前世那琳琅满目的款式一比，更是过于贫瘠，还有着非常大的市场等待开发啊。更何况卖武器、卖物资、卖药品等等，可能会引起各大国的警惕和抵制。可自己卖衣服、卖丝袜，总不会还有人抵制了吧？抵制什么？黑丝能杀人，还是能当饭吃啊？那些大国的贵族猪篓们巴不得多进口一些奇珍异物呢。这种能同时满足精神需求和肉体需求的好东西，相信他们欢迎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抵制呢？世界实在太危险，只有黑丝最安全。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些新奇的服饰便能成为自家隐村的特供品，迅速风靡全忍界。如此一来，在扩大岩隐村地的影响力同时，更能为村子带来源源不绝的收入。毕竟众所皆知，内衣也好，黑丝也好，都是消耗品，一撕就坏，需求量都是很大的。至于会不会很快出现仿制品和盗版货，夏目对此毫不担心，毕竟这里可是忍界啊。你想盗版？好啊，先问过我们家的须佐能乎答不答应吧。咀嚼。夏目坐在广场外围，一边咬着手中的大鸡腿，一边欣赏着广场中央的舞蹈，心中美滋滋的。虽说不比前世的互联网有趣，但现在的生活可比在木叶里好多了。能看到族人们如此欢歌载舞，就已经很快乐了。这一切都是自己拼命奋斗出来啊！夏目心中也升起了一股浓浓的自豪感。当然，如此欢快时刻，要是真有哪个不知死活的敌人敢来袭击村子的话，夏目也不介意豪横一把，秒开重粒子模式，直接送他归西。少爷！此刻，一身祭祀装的爷奶与巫女迅速为夏目满上了一杯西瓜汁，古典与知性两种美在他身上结合的完美无缺，令人光是看着就颇为赏心悦目。夏目抿了一口西瓜汁，感觉有些乏味。忍者3禁之一，只要未成年禁止饮酒，忍界的习俗就是这么奇怪。虽说忍者3禁是忍者自律自约的章法，但早已成了相互监制的习俗。哪怕是对夏目忠心耿耿的日曜几人，若是看到少族长饮酒，都敢不要命的站出来劝诫2声，弄得夏目只得一直拿各种果汁凑合代替。同时，夏目右侧一身女仆装被焰火映得明艳动人的小南也颇为拘谨着守在那，一左一右恰如2颗明亮耀人的宝石。此时此刻，夏目左拥右抱的梦想算是达成了一半了。奈何自己还小，就算想要品尝禁果，也还得再等2年，实在令人心里忍得痒痒的呀。爷乃语，少爷，我在，去陪陪那些孤儿院的孩子们吧。难得这种晚会，也好让他们多和族人们熟悉一下，增进一下感情。明白。爷乃语起身离去，并不拖泥带水。经验丰富的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该在什么时候顺从，在什么时候拒绝。更何况他也确实很在意那些孤儿院的孩子们，有他在一旁引导，也确实更容易拉近那些孩子们和宇智波族人之间的关系。毕竟他现在虽然没什么实权，但光是少族长加女仆长的这个名头，就让绝大部分宇智波族人对他颇为热情了。如何？你也去跳跳舞，活动一下吧。夏目转头问向了右侧的小南。小南抿着嘴不说话。
对于夏目这种奢靡的生活，他是极度鄙夷的。但平心而论，他却非常羡慕着岩隐村这种和睦温暖的氛围，羡慕着夏目和一众族人们的亲密关系。不像自家于隐村，哪怕他和掌门做了那么多，似乎也只能用高压政策支配着整个村子，根本不可能举办起这般和谐热闹的晚会。当然，他也一直没忘记，自己委身于此，全都是为了报仇，可不是来这享受的。所以，无论怎么样的待遇，他都能忍受，只求能杀了黑爵，能够报仇雪恨。日后于隐村并入这里后，必然会衍生出不少问题。你要是继续这么高冷，以后可不好出面调解矛盾。就当是为了于隐村的村民，你也该去和大家熟络一下。夏目平淡的劝诫道，这也是之后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只要吸收了于隐村的人口和技术，就必然要承受其带来的各种负面小问题。届时还是由小南出面最为是稳妥了。这也是夏目愿意将小南留在身旁的原因之一，可不是仅仅为了那点嫁妆。对此，小南依旧默语，抿着嘴，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依旧面色清冷，那般傲娇，并死死地盯着夏目，那眼神仿佛在说，只要拿捏了你，一切都不是问题。他可不笨，孰轻孰重，利弊曲直，早就分析得一清二楚了，不然也就不会直接找上夏目了。见此，夏目缩了缩脖子，只得放任不管了。毕竟再催促下去，小南真扑上来了，自己总不能说不行吧？那得多丢人啊！嗨，夏目灌了自己一口西瓜汁，故意咳嗽一声，移开了目光。同时，另一道身影也悄悄走了过来，又主动盘坐在了夏目左侧，帮夏目化解了尴尬。接着，两人也迅速闲聊了起来。此刻，宴会的一角，专门招待雾隐村使团的地方，已经猛灌了3瓶清酒的赵美明，正红着脸，一言不发地持续狂饮着，以安慰着自己心中那股莫名的失落。尽管才来到岩隐村大半天，但目前的进度和他的预期大相径庭。本来他自信满满着，以自己的魅力定然能忽悠住宇智波夏目那个好色小鬼，结果大半天了，人家压根就没鸟过自己，甚至就算此刻回归村子了，依旧左拥右搂着，根本没惦记上自己。尽管他并不喜欢出卖身体，但这种意料之外的忽视实在令他憋着一口气，不上不下，很是不痛快。大概就是那种自己引以为傲的地方被人漠视后所产生的不甘吧。更何况看样子夏目那个小鬼身侧的2名女忍者确实姿色过人，而且风格迥异，尤其是那个头上扎着一朵纸花，气质清冷，面色傲娇的女子，似乎备受宠爱。她凭什么？凭她很有钱吗？还是说那小鬼最近喜欢这种风格了？可恶，难不成自己也得变变风格了？还有那些服饰，那些丝袜，岩隐村都比较流行这种吗？虽说确实别有一番滋味，很能凸显女性的优点，自己是不是也该换一套新起点的试试？可恶，这任务怎么这么难啊？赵美明又猛灌了一口清酒，准备试一试，看自己喝醉之后能不能借着酒劲加快一下任务进度。万幸那个被派来监视自己的鬼鲛不在，必须抓紧机会了呀。夏目，吃点。哟，不饿。两人都很随意，或是说他俩之间也没有故作姿态的必要了。有什么想说的吗？雾隐村来的忍者中有个叫鬼鲛的，实力不弱，似乎企图拉拢你，支持雾隐暗部新部长西瓜山河豚鬼，你小心点。夏目回头看向右，微微一愣，他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右就已经将鬼鲛的裤衩颜色都摸清楚了。人家才来1天不到，这速度也太快了吧？你俩这么有缘分，刚刚路上碰到了，用幻术得知的。他意志很坚定，就连我的幻术也改变不了他的意志。又如实回应道，来到岩隐村这么久后，他也慢慢改变了许多，已经很少再想有关木叶的事了。毕竟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欧豆豆都在这里，自己需要守护，也渐渐成了这个村子，所以他才主动过来说了一声有关鬼鲛的事。毕竟现如今的鬼鲛虽然不算太强，但也有着近乎影级的实力了，值得重视。好，我知道了。夏目点头，这才恍然，原来是恰巧碰见鬼鲛，又恰巧中了鼬的幻术啊，那一切就不奇怪了。毕竟能扛得住鼬的幻术的忍者，放眼忍界都没几个。鬼鲛败得不冤，倒是又能主动和自己汇报，算得上一个好开始了。至于鬼鲛同学，根本无需担心。聊完鬼鲛的问题后，两人又罕见的沉默了，甚至似乎都不曾发现，一旁的小南都忍不住竖起耳朵，聚精会神的偷听着。显然，哪怕身负血海深仇，人的八卦本性依旧不改。好一会儿后，又才主动开口道：“上次你说的那个计划，说实话，又对于上次夏目提出的那个阅读卡 bug 激活写轮眼计划，也确实很有兴趣。一方面能锻炼自己对阅读的使用熟练度，另一方面若真能大幅提升族人们的写轮眼，自然最好不过了。至于过度使用万花筒带来的副作用，听说夏目这边也有办法削弱，怎么看都是百利而无一害啊。除了会大大增加木叶村那边的压力以外，因此迟疑了这么久，又征求父亲的意见后，又终究还是做出了决定。”夏目挥了挥手，打断了又：“不急，先不忙回答我，聊聊其他的吧，最后再给我答复。”为保险起见，夏目还是准备再刺激一下又，尽管又很大可能是会同意，但夏目还是觉得稳妥一些更好，毕竟他是真的不想对又用强。聊什么？木叶那边3代火影猿飞日斩战死，你知道吧？知道。木叶的初代，2代火影复生保下了木叶，你也知道了吧？夏目，那你还知道我们一族的先祖
宇智波斑也复活了吗？哟，这一次又那宛如面瘫的脸色也终于微微一颤，可见他心中的惊愕。对于夏目来说，斑爷自然值得尊崇，但熟知斑爷一生的他，对于斑的复活也并未过分惊讶。可在其余宇智波族人心中，这位名声赫赫的先祖大人却充满了伟岸与光辉。凡是在族内长大的忍者，小时候几乎都听过那位宇智波斑大族长的辉煌故事，甚至之前大量族人怂恿前大族长赴岳政变时，都有不少人打着先祖斑的名义，可见族人们对这位先祖的尊崇啊，以至于哪怕是佑本人听闻到这样一位强大的先祖大人竟真的复活之后，也掩藏不住心中的浓浓惊愕。先祖斑大人真的复活了？我亲眼所见，还和我聊了几句。夏目从身后抽出了那柄宇智波焰团扇，递给了佑接过团扇，抚摸了一下，也瞬间认出了这把就是家族失传已久的神器。传言当年被先祖斑带走了，至今也未曾寻回，没想到现在居然被夏目堂弟带回来了。这一下基本可以坐实，那位老祖宗宇智波斑是真的活过来了。他很厉害吗？夏目很厉害，捏死元飞日斩的话和杀鸡没什么区别，你的话估计10个加起来估计也撑不过1分钟。此刻的只感觉夏目堂弟似乎在刻意内涵自己，但实际想来他也没必要骗自己。若那位先祖斑真像家族典籍里记载的那般强大的话，确实绝非自己能战胜的，这倒是毋庸置疑。死去多年的人竟真能复活，世上还有如此神奇的术。神奇是真的，但代价也不小，同样得拿命来换。夏目一边解释，一边瞥了右侧的小南一眼。若非掌门被迫拿命去换，斑爷还真的难以复生。只希望他听到这不会过于激动吧？以性命交换，确实代价昂贵。那现在我们那位先祖大人在做什么呢？又需要我做什么吗？又很快恢复了面瘫之色。先祖的复生确实令人震惊，不过在已经有先代火影复生的前提下，也就显得可以接受了。更何况比起面前的夏目堂弟，就算复生了，一位旧时代的先祖距离自己等人也太遥远了。又可不觉得一位战国时代的先祖会格外珍视自己这劈隔了不知多少倍的后人。因此在他看来，夏目堂弟这么实在的人可不会专门和自己闲聊，说不定故意提起这事，就是准备怂恿自己一起对付某位先祖大人呢。没什么，只不过就在今天，那位先祖大人造访了木叶村，和千手柱间大战了一场，直接摧毁了大半个木叶村。夏目摆手，毫不犹豫地将坏事都推到了斑爷头上。虽说5天前小袭击木叶，破坏木叶时，自己也小小参与了一点，但大部分破坏都是长门和柱间自己搞出来的。而且今日为了逼出柱间，斑爷也未曾留手，同样对木叶造成了不少破坏，这个黑锅也背得不冤。听此又愣了愣，他也不傻，瞬间就品出来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简而言之，就是这位宇智波斑先祖大人已经跟木叶结下死仇了，顺带着木叶和自家岩隐村的仇也更进一步，不死不休了。毕竟无论你怎么辩解，斑爷就是叫宇智波斑和宇智波一族扯不开关系的，而忍村之间的仇恨更不会如此条理清晰的。已经再无和解的可能了吗？又唏嘘一声，听闻到木叶遭受重创，他心中还是难免升起了几分落寞。而且现在掌管木叶政务的并非是千手柱间，而是2代火影千手飞间。他性格和政策风格你也应该知道吧？有他在，你还期望木叶能和我们和平共处？若是有朝一日我们被木叶攻破，你觉得木叶会放过你的家人，你亲爱的弟弟？夏目图穷匕现，他废话了这么久，就是为了掐灭右心中对木叶的最后一丝留念，让他彻底放弃木叶。毕竟夏目很清楚，自己的阅读卡 bug 激活写轮眼计划可开不得玩笑。作为实际执行者的佑将拥有很高的自主权，他要是还对木叶留有幻想，在利用阅读幻境刺激族人提升写轮眼时，悄悄加上点对木叶友好的概念，那可就麻烦了。总之，夏目可不想等东窗事发后才来悔恨，最好还是先将威胁都扼杀在摇篮里。又沉默了好一会儿，随后拿起桌上酒杯，也为自己倒上了一杯西瓜汁，一饮而尽。接着才郑重地回应道：“我明白了，你的计划我答应了。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的。”又很少给出承诺，但他的承诺也很值得信赖，就好像他当初对止水的承诺一般。听此，夏目也心中一喜，举起了酒杯和又碰了一下，并同样一饮而尽。这西瓜汁好像变甜了不少啊。哟，什么时候开始？夏目，1周内我们村的忍者学院就会竣工，算上招生、准备教材、布置课程等等事项，1月之内应该就能正式开启。你只需要在1个月内将阅读的效果稳定下来即可，起码将风险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又主动补充道：“我需要几个试验对象，一旦认准了某件事，又的执行能力非常惊人，已经开始自动查漏补缺了起来。”好，我会准备好的。夏目立即应承，也不拖泥带水。毕竟试验素材这种东西，蛇夷那边多的是，从那边挑几个罪大恶极的囚徒，轻而易举。等最开始的高危试验过去后，后续的温和试验就更加不用担心了。不是还有岩隐村的大批工具人吗？相信某位迪达拉同学应该会非常乐意配合幻术试验的。毕竟他本就做梦都想提升自己的幻术抗性，自己也不介意乐于助人一下嘛。